报告：银河文明汇报最近发现新的区域下属文明蓝星文明。报告：蓝星文明已经接入银河文明总系统。报告：蓝星文明申请加入神域服务器。报告：蓝星文明申请加入诸神之战。同意。蓝星。2022年5月21日上午9点41分，世界联邦华夏区东海省龙泉市龙泉驿中。哼，废物，高考都快到了，你怎么还没进入神域呢？高33班班长徐一凡走进陆离身旁，傲慢地说道。此时正是课间，在班长说出这句话之后，本是热闹非凡的班级顿时安静了不少。远处的几位同学悄声交流道：“班长今天怎么又去找他茬了？”“不知道呀，难道今天来那个了？”“可是班长是男的啊，不知道陆离哪里惹到他了。陆离都这样了，班长还要去欺负他，这都3年了，心眼也太小了。”“是呀，有点过分了。”“嘘，你们小点声，别被听到了。”趴在座位上的陆离置若罔闻，对班长并未有任何回应。“哼，装死也没用，废物就是废物。”说完，徐一凡带着冷笑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陆离抬头看了一眼徐一凡，眼神中满是愤怒和不甘，但也带着深深的无奈。陆离，中考测试，肉身指数 0.91， 精神指数 0.92， 天赋是 S 级天赋吞噬之力，龙泉市排名第1名，东海省第3名。但是现在的陆离，上次检测肉身指数 0.21， 精神指数 0.31， 目前龙泉市倒数第1，两个指数不增反降。本是绝世天才，如今却是如此落魄。陆离这几年一直在修炼断体之术和专精之术，但是刚一提升肉身和精神，过上不久就会再次跌落，而一旦停止修炼，更是直接跌落肉身指数和精神指数。这也使得陆离不得不一直修炼，但是肉身指数和精神指数仍旧在缓慢降落。如今可以明显的看出，本是英俊神朗的外貌，如今却是精神萎靡；本是挺拔的身姿，如今却是骨瘦如柴。至于原因，陆离至今也不知晓。现在的陆离每天也只是浑浑噩噩来到学校学习神域里面的知识，但是他却进不去神域，因为神域这进入条件就是肉身指数和精神指数都达到 1.0。 和他同一批的其他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在2年前就进入了，再晚一些在1年前也进入了，而天才更是在中考几个月后就进入了神域。而且那些同学的平均初始指数可都是在 0.5 左右的，甚至更低，但是他们经过修炼也已经达到 1.0 进入神域了。神域是一款虚拟网游，但是全世界的人类都会进入其中，因为它不是简单的游戏，它是全宇宙文明的游戏。游戏与现实等同，也就是说游戏内的实力可以反馈到现实，飞天入地，不再是梦。现在是大宇宙时代，在游戏中文明与文明对抗，国家与国家对抗。蓝星现在实力为尊，没有实力只会被别人吞并。蓝星与地球相仿，但又有所区别，根据各自地理位置以及势力划分，便化作了这5大势力：美利坚区、华夏区、欧联区、黑盟区、核战区。在游戏中与其他文明作战时，5大势力团结一致共进退，私下里却是明争暗斗，抢夺各种资源。可想而知，在这个强者为尊的时代，没有实力是一件多么悲惨的事情。而陆离连获取实力的途径都没有，他只能修炼断体之术和专精之术，这2个秘术的上限就是 1.0， 而 1.0 却是离陆离越来越远。在不久的将来，陆离或许会指数归零而直接死亡。所以现在的陆离除了修炼秘术延缓死亡，其他事情都不怎么在意，可谓心如死灰。这个情况是从中考检测天赋和2项指数开始的，或许 S 级天赋吞噬之力成了诅咒，一直在吞噬他的身体和精神，世人皆叹可惜了这 S 级的天赋。这件事也曾经引起轰动，但是所有牧师对此都表示不理解，也不知道如何治愈。渐渐的，人们不再关注陆离，只能隐约记得曾经有个陨落的天才。距离中考那天已经3年整了，就在3年前的5月21日，天才诞生，却又快速陨落。陆离和班长徐一凡的矛盾也是在那天迸发的。徐一凡，中考检测，肉身指数 0.90， 精神指数 0.92， 天赋是 S 级天赋法力喷泉，龙泉驿中第2名，龙泉市排名第3名，东海省第10名。极其微弱的领先，却让的徐一凡的光芒都被掩盖了。徐一凡忘不了那天所有人的目光，他们都面带期待和羡慕看着陆离这个第1名，却带着遗憾的目光看着他这个第2名。而自己深爱的女孩更是带着爱慕之意紧紧地盯着陆离。从那一刻起，徐一凡就知道那是他的敌人。尽管陆离很快便黯淡无光，自己深爱的女孩也放弃了陆离，选择了自己，但是徐一凡仍旧不愿意放过陆离，不时还会对陆离冷嘲热讽。今天就是因为陆离早上进入教室时，自己的女朋友
抬头看了陆离一眼，所以徐一凡心中有了怒火，于是便有了之前的一幕。陆离本人对原因一无所知，他如今对周围感知极弱，哪天真的出了事也毫不意外。上午11点11分，这是陆离3年前检测天赋和指数的时刻。陆离的脑海突然传出一响：能量充能完毕，正在建立连接。能量充能完毕，正在建立连接。建立连接完成，宿主已确认。宿主确认完毕，检测身体状况中。检测完毕，肉身指数 0.20， 精神指数 0.30， 尝试进行复原中。叮，复原失败，将进行补偿。检测天赋为 S 级天赋吞噬之力，现已升级为 SSS 级天赋吞噬之心，剩余天赋待解锁。欢迎使用本系统。主人，久等了。第2章，我回来了。精神状况十分不好的陆离此时听到脑海中的声音，以为自己产生了幻听。不过左手感受到的微热让他不自觉地看向自己的左手，干枯的左手上有一枚戒指，戒指整体呈现黑色，材料似铁，此时微微发红，些许的灼伤感便是在这上边传出来的。陆离眼睛不自觉一凝，露出震惊的神色。这戒指，难道都是因为这枚戒指？这枚戒指是母亲生前所留，陆离很是珍惜，所以一直把它戴在手上。只是这戒指到底是噩梦还是希望？陆离隐约感觉到这枚戒指将会给予自己新生。欢迎使用本系统。目前解锁天赋 SSS 级天赋吞噬之心。陆离闭上眼睛，意识来到脑海。随着声音响起，面前出现了一个面板，面板上边便是升级后的天赋吞噬之心的介绍。吞噬之心，品阶 SSS 级，介绍吞噬万物，获其所得，目前使用次数10次每天。后面还有一行字，其余天赋待解锁。后面还有一项检测指数，肉身指数 0.20 1.00， 精神指数 0.30 1.00， 未达标。陆离心脏砰砰狂跳。介绍没有改变，和之前的吞噬之力一样，自己的天赋真的成了 SSS 级天赋吗？究竟区别如何，或许得进入游戏才知道。陆离可没听说 SSS 级天赋里有自己这个天赋。目前已知最高等级的天赋便是 SSS 级天赋。整个蓝星每年觉醒的天赋中都不一定有一个 SSS 级。据陆离了解，近3年只有一个人觉醒了 SSS 级天赋，目前已经成为了全球重点照顾对象。或许暗中还有人觉醒 SSS 级天赋，只是被隐藏了起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SSS 级天赋拥有者极其稀少，而且自己还有未解锁的天赋。可是每个人只能有一个天赋啊，难道这就是实力倒退3年所换来的报酬吗？陆离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现在天赋已经升级了，而且自己的实力应该不会再衰退了。也就是说，我只要努力修炼，就可以2项指数达到 1.0， 然后进入神域。呼呼！陆离突然站起来，深呼吸2次。周围的同学们也是被陆离的突然起身吓到了，都不自觉地看向他。随后，陆离瘦弱的身躯开始跑动起来，跑起来很吃力，但是陆离眼神带光，那是希望。周围的同学看到陆离兴奋的眼神和跑步的姿势，都是一脸茫然。但是他们的心中不自觉地冒出一个念头：难道那个天才回来了？听到异动，坐在最前排的徐一凡也是看向了陆离。看到陆离高兴的样子，他不自觉地有些恼怒。只是看到老师也走了过来，这才只在嘴里低声喊了一句：“废物！”老师看着无视自己正在费力地跑出去的陆离，心中也是有些茫然。不过上课时间已经到了，他犹豫片刻，给班主任打了个电话。随后他叹了口气，眼神带着惋惜看向陆离离去的方向。跑出来的陆离直接跑到了操场。哈哈！陆离重重地喘息着，他的身体已经不支持他做剧烈的运动了，但是他还是忍不住想跑。他已经太久没有跑过了。陆离瘫坐在地，好一会儿他才恢复过来。陆离摸了摸头，有些后悔，自己跑过来反倒是浪费了更多的时间。随后陆离立刻盘坐在地上，他要开始修炼专精之术。专精之术是上层文明给蓝星的一套修炼秘术，全球普及，作用就是能够提高人类的精神指数，但是上限就是修炼到 1.0。 目前陆离的同级学生早就不再修炼这套秘术了，他们可以通过游戏来提高自己的实力了，而自己却是一直没有触摸到那个门槛。不过现在有机会了。陆离双手静静摆放在盘坐的双膝上，眼观鼻，鼻观心。陆离消除心中杂念，逐渐进入一种奇异的状态。一股股暖流划过四肢百骸，汇入脑海，检测到宿主使用秘术专精之术，是否使用更高级秘术。脑海再次出现那个声音，心脏又是一跳。陆离自己都没有发现自己的嘴角一直在上扬。
今天的惊喜比之前的3年都多。使用。陆离用意念重重地喊出2个字：恭喜获得精神秘术9炼之神。随后，陆离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秘术之法。陆离立刻开始修炼，他害怕，他太害怕了，他害怕这一切都是虚假的，都是自己的假象。他一定要真正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力，才能消除自己是精神出了问题的疑虑。自己的精神已经太过虚弱，牧师都说过，哪天出了精神问题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如说，陆离能够一直支撑自己活过这艰难的3年，本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换做他人，可能早就认命自暴自弃了。每天都在感受着自己越来越虚弱的身体和精神，这种事陆离只在以前的书上见到过。不治之症，医疗手段只能延缓死亡，生命每天都在倒数。那种恐慌足够淹没一个人的意志。陆离自己也快要撑不住了。好在现在一切都改变了，因为陆离已经切实感受到了自己增长的精神力。陆离看向面板，精神指数 0.32， 不过才一会儿，陆离就已经增加了 0.02， 这在之前3年是不曾有的。而且陆离也感觉自己的精神恢复了不少，没有以前的感觉了，不会再衰减回去了。陆离激动地睁开了眼，睁开眼后这才发觉自己的满脸已经都是泪痕，擦干泪水，这才注意到面前有几双腿。陆离抬起头，是自己的班主任，另外的那位好像是一个领导，教导主任来着。陆离站起身，看向班主任，嘴巴有些颤抖地说着：老师，陆离啊，这是怎么了？我们学校会尽力帮助你的，就算是我们不会放弃的，你好好的过接下来的日子就好，不要有太多的负担，毕竟这种事发生在谁身上，我们都很遗憾。陆离笑着打断班主任接着下来的话，他说道：不，老师，我回来了。第3章 SSS 级天赋的使用方式。陆离，你说什么？难道？班主任柏新文双眼瞪大，难以置信地说道。陆离3年实力一直倒退这件事全校皆知，也都知道这是无法治疗的事情。但是看到陆离现在脸上的笑容，还有那份从容和自信，还有陆离的那句话，他好像知道了什么。是的，老师，我的病好了。陆离笑着回答道。怎么会？不是，我的意思是，怎么可能？真的吗？陆离，你可别骗我啊！柏新文激动地说着，还扇了自己一巴掌。他可是看着陆离从天骄到如今的废柴的，他陪伴了3年，可以说是看着陆离长大的，也是看着陆离一步步消沉下去的。可以说，这个班级里，柏新文最关照的就是陆离了。他知道陆离父母去世，自己实力又是一直倒退，这个孩子心理负担太重了，也太需要安慰了。当他知道班长徐一凡竟然还找茬的时候，他可是十分严厉地批评了徐一凡的。所以那段时间徐一凡也是收敛了很多，后来也是偶尔在找茬了。柏新文后来也了解到这事情，但是徐一凡可是自己班级里最优秀的学生，他也不可能去太过得罪徐一凡。毕竟徐一凡将来实力超过自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柏新文也很无奈。今天得知了那位老师的电话，他也是急忙赶来。他一度以为陆离是想不开了，后来他和教导主任一路追到操场，竟然看到陆离在修炼，这才放心了下来。之后2人便是等到了现在。如今得知了陆离的病已经好了，他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一时之间也没注意用词。是真的，老师，我们现在就去测试一下。好，走，现在去测试看看。陆离虽然感受到了自己增长的精神力量，但是他也想亲眼看到测试数据才放心。3人来到测试仪所在的房间，得到许可后，陆离也是进入检测。肉身指数 0.21， 精神指数 0.32。 看到数据显示，陆离的心彻底放了下去，是真的增加了。班主任柏新文也是高兴的手舞足蹈。好小子，争取在高考前到 1.0， 我觉得你可以，你可是天才。柏新文虽是这么说，但他也知道很难的，但他必须这么说。一旁的教导主任也是笑笑，不过他的感受就没那么强烈了。3年了，太久了，已经晚了。高考前不能达到 1.0 进入神域，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而距离高考只有1个月左右，想要从 0.2 和 0.3 提升到 1.0， 难如登天。不过能让他重新活着就已经很好了。蓝星最重要的就是中考，因为这是检测天赋随后开始修炼秘术的日子，所以中考时间比高考时间要提前，安排在5月21日，随后在6月20日进行高考。这里的高考可不是像地球一样只有2天，而是会经历9次测试，这是一个持续的考验。陆离也明白这一点，想要在1个月内提升到 1.0 确实很难，但是自己有系统，有新的修炼秘术，不是不可能逆天改命。而且自己距离真正测试的时间不只是1个月，陆离自己在名单上是 S 级天赋，可以不用进行前4轮的测试。
陆离还有时间，只要能够在高考前来得及进入游戏，自己还来得及提升自己的实力，然后考上一个不错的大学，之后就可以凭借系统慢慢走上巅峰。凭借目前 SSS 级天赋，自己可以成功。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在高考前提升2项指数到 1.0。 叮叮叮，是中午下课的铃声。哟，已经中午了，陆离你先去吃饭，好好修炼，你可以的。主任，你也辛苦了，这次打扰你了。百星文听到铃声后对2人说道。没想到已经中午了。陆离点点头，随后对2人告辞。学校餐厅，陆离拖着略有沉重的步伐来到了这里。陆离的身体状况还是不太好，不过惊喜的是，这次的肉身指数也提升了 0.01， 应该是受到了精神提升的影响，这2项指数也是互相关联的。不在意周围人的目光，陆离打了一份饭菜来到角落。他早就习惯了一个人。陆离拿起筷子正要吃饭，脑海却再次响起了声音。鉴于宿主目前无法进入神域世界，建议在现实世界中使用天赋能力。啪！筷子落地，陆离再次激动起来。难道天赋竟然可以在现实中使用了吗？在之前，陆离还从未听过没有进入神域就可以在现实世界中使用天赋能力的事情。世人都是认为只有进入神域才能真正激活自己的天赋，难道这就是 SSS 级天赋的特殊之处？陆离顿时对着自己面前的饭菜使用了能力吞噬。只见饭菜化作点点光芒，随后缓缓汇聚到了陆离的身上。吞噬之心发动，吞噬西红柿炒蛋成功，肉身指数提升 0.001。 吞噬之心发动，吞噬史莱姆饭团成功，肉身指数提升 0.005。 肉身指数直接提升 0.006。 陆离惊呆了，肉身指数这么轻松就能提升的吗？不是 SSS 级天赋的原因。对了，天赋吞噬之心一天可以使用几次来着？10次。 0.001 和 0.005 为什么不一样？对，食材不一样，贵的食材提升的多。陆离看着面前空空的盘子，我觉得打开了 SSS 的天赋的正确使用方式。冲！阿姨来一份龙珠小炒肉，阿姨再来一份天蚕炖土豆，阿姨我再要个关玉鸡公煲，阿姨我全部打包带走。小伙子，你这怎么点8份啊？你吃得完吗？而且这些可都是最贵的哦。阿姨，我给同学带的。还好，可别是浪费哦。陆离用力地提着手里沉重的8份饭菜，慢慢地走出了校门。他可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吞噬这8份菜，自己恢复实力这件事还是暂时别暴露了，自己需要清静。第4章神域，我来了。好在餐厅距离校门口不远，陆离刚出校门就立刻放下了饭菜，坐在一旁喘着气。要是这距离再远点，陆离都想直接在学校里使用天赋了。陆离休息一会后，提着饭菜来到了一个无人的角落。吞噬，吞噬之心发动，吞噬龙珠小炒肉成功，肉身指数提升 0.01。 吞噬之心发动，吞噬天蚕炖土豆成功，肉身指数提升 0.01。 吞噬之心发动，吞噬关玉鸡公煲成功，肉身指数提升 0.01。 这8份饭菜已经是学校最好的食材了，所以直接将肉身指数提升了 0.08， 再加上之前的2次吞噬之心提升的肉身指数一共是 0.086。 现在陆离的肉身指数已经达到了 0.296， 差不多算是直接提升了 0.1。 这样下来，自己还需要7天就可以将肉身提升到 1.0 了。陆离有点想哭，又有点想笑。3年来，看着自己只会慢慢跌落的指数，他从未想过有一天肉身指数还可以提升的这么快。接下来只需要快点将精神指数提升上去就可以了。陆离能感受到自己身体中恢复的力量，这让他有种时间回退的感觉。上次拥有这种程度的肉身程度，好像是在半年前吧。陆离试着跑了跑，比之前轻松多了。随后，陆离一路小跑回到了自己的家中。接着他给班主任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这几天就不上课了。班主任百星文也直接同意了。他也明白陆离此时需要一心扑在修炼上，而且高3生的课，老师讲的东西陆离也接触不到，理解不了，那是进入过神域才能理解的。小小的出租房，破旧的家具，狭窄的空间，这就是陆离的家了。父母留下的财产已经所剩无几，陆离自己也没有办法挣钱，没有实力，在这个时代很难活下去。好在学校对 S 级天赋的学生是有相关政策的，政府出钱减免学费，不然陆离早就活不下去了。陆离回来后便立刻进入修炼状态，肉身方面已经不用担心，每天使用天赋就可以快速提升，所以陆离现在就是一心修炼精神力。一股股暖流再次出现，陆离感觉新的修炼秘术十分强大，而且修炼起来还很舒服，如同置身温暖云层的包裹一般。
时间不知不觉便来到了夜晚。一下午时间过去，陆离的精神指数提升了差不多有 0.05， 实在是太快了。现在的两项指数是肉身指数 0.298， 精神指数 0.372， 这是脑海中数据面板所显示的。陆离自己也切实感受到了自己的变化，肉身和精神真的都在真实的反馈自身。陆离掀开了一块布，那是一面镜子。自从陆离气色越来越差之后，陆离就不再照镜子了，索性就拿了一块布盖上了。他也不想看到镜子中脸色难看的自己，但是现在陆离想看。看着镜子中依旧气色较差的自己，陆离露出了难看的笑脸。陆离细细地观察着镜中的自己，原来自己已经成了这副样子。曾经的自己可是校草的代名词，只是同学们眼中的自己是这副样子。还好回来了，而且都会回来的。徐一凡，你也是，我可不会忘记这3年来你的羞辱。清晨，今天是5月22日，天气晴，心情超级好。陆离在睡梦中醒来，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舒服了。陆离立刻看向脑海中的数据面板，肉身指数 0.302， 精神指数 0.385， 又增长了。虽然很少，但是也足以让陆离开心一整天。吃完早饭，陆离立刻开始修炼精神秘术9炼之神。陆离现在没什么钱，自然也不能去买什么大餐，所以就中午买学校的饭菜就好，而且中午的饭是最好的，而且这样刚好和精神力的增长相符合。根据陆离的推算，精神力每天大概也能提升 0.8， 如此协同下来，1周后自己就可以进入神域世界了。上午修炼秘术，中午去学校买饭，使用 SSS 级天赋吞噬之力增强肉身，下午和晚上继续修炼秘术。陆离便是不停循环这一过程。6天后，5月28日夜晚，轰！一丝丝气流环绕周身，陆离全身一直流动着一股股暖流，最终汇入脑海。莫名的一股奇异感充满脑海，那是一种玄之又玄的感觉，很舒服又很诱人。良久，陆离从那种状态脱离，原来这就是精神指数突破 1.0 的感觉。中午时，他的肉身指数就已经突破 1.0 了，现如今精神指数也终于突破 1.0 了。此时的陆离反倒很是平静，之前一直想要突破 1.0， 自己还会去想突破时自己该有多高兴，如今却是没有太大波动，因为这是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我知道我一会儿就可以突破，所以我突破了，这很正常。之后才是真正的新生。神域新手服务器开放时间是晚上6点到白天6点。神域包含多个服务器，新手服务器是一个小分支，同一年中考的玩家进入同一个服务器。当玩家的实力到达新手服务器极限后，会有一个测试，通过测试后才会进入更为强大的服务器。在新手服务器内全部都是蓝星人，这也是给新手们一个适应的过程。当然，即使都是蓝星人，里面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毕竟还有区和区之间的竞争。而在2年前，陆离所在的服务器就已经有了很多玩家了，陆离却是在今天才能进入。陆离看向戒指，有怨恨吗？有，不然自己早就进入神域，自己也不会遭遇3年的嘲笑冷落。但是一切都是值得的，他给了自己一个更有上限的未来，有了 SSS 级天赋的加持，自己很快可以追赶上他们。何况还有其他的天赋可以解锁，自己注定非凡。神域，我终于来了。第5章，新的 SSS 级天赋。陆离拿出角落里一个满是灰尘的盒子，看上面厚厚的灰尘，就知道这盒子已经很久没碰过了。陆离那时候一度自暴自弃，直接就把连接神域的设备扔到了一边。那时的陆离没想到自己也会有重新拿起它的一天。弹去灰尘，打开盒子，里面是一个精致的头盔，还有一身衣服。它的作用就是给玩家的身体刻入烙印，之后玩家就可以随时随地进入神域，可以不再借助设备。陆离把衣服穿上，然后戴上头盔，接着躺到了床上。扫描中，这个声音陆离不自觉笑了出来，这个声音他等了太久了。以前他偷偷的戴上头盔穿上衣服，但是毫无反应。他看过视频，能够进入神域世界的玩家都会传出这个声音。现在的他终于听到了。扫描中，请稍后。咦，我看视频上别人是很快的呀。陆离有些疑惑，自己竟然需要扫描这么久，难道是自己使用设备太晚了，设备都已经不灵敏了？不过陆离依旧是耐心的等着，他已经等了3年了，不着急这几分钟。扫描完成，欢迎您进入神域世界。声音落下，脑海突然一黑，接着是全身感受到一股清风吹着自己一路向前。丁检测到陆离已经进入游戏，哈，这小子终于来了，真怕他坚持不住没能进来。不多时，
陆离终于能够睁开眼睛，清新的空气，亮丽的景色，这里是神域的世界。陆离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古风古韵的小村子。陆离想走一步，却发现自己好像还控制不了身体。下面将创建您的角色，请输入您的游戏名称。哦，对，还没创建角色呢。陆离都忘记了步骤，自己上次认真了解游戏角色的创建过程还是上次呢。哦，上次是3年前了。那时候自己天真的以为几个月内就可以进入神域，没想到竟然需要3年。不过新手玩家的经历自己还是了解的，而且也很简单。新进入神域的玩家会来到一个新手村，在这里接受任务、做任务、打怪升级，这就是全部了。更多的体验要在出了新手村之后才可以了解。陆离想了想，在名称那里输入了“归来”2字，寓意自己王者归来。该昵称已经被使用，请更换。陆离表示我很尴尬，那就换成离神，寓意自己未来会成神。该昵称已经被使用，请更换。提示：在昵称后面使用数字更容易创建成功哦。毕竟之前进入了那么多玩家了，自己是同年龄最后进入的了，昵称被占用也很正常。但是自己真的要浪费时间一个个去试吗？可是名字后面加数字真的很逊哀，像是机器人。我未来肯定是一方强者，以后会怎么被人称呼啊？喂，难道要叫我离神250大人吗？那个，你能推荐几个不带数字的还能用的名字吗？陆离忍不住开口。噗，可以的，请稍后。你笑了吧？你是笑了吧？你不是机器人吗？怎么还会笑的呀？根据之前的昵称，推荐以下名称：清风绕指、别离颂、清风慵、青山离。不再深究为什么机器人会发出笑声，陆离扫了一下推荐昵称，最终选择了青山离。青山离，确认完毕，请修改您的人物形象。面前再次出现一个面板，上面正是现实中陆离的模样。此时的陆离英俊潇洒，一表人才，虽然尚未恢复往日巅峰，但是依旧是顶级的颜值了。前几天陆离都是戴着口罩去的学校，其他同学竟是一个都没有认出他来。他们不会想到前几天还虚弱无神的陆离竟然能够恢复往日的挺拔身姿和英俊外貌。陆离对此只是稍作修改，基本没有太大变化。现在他等级这么低，基本遇不到熟人，倒是也不需要隐藏什么。而且之后自己可是要在高考中一鸣惊人的。形象确认完毕，新手大礼包已经送至您的背包，请注意查收。再次欢迎您来到神域世界。陆离不自觉跟着回了一句谢谢。不客气，嘿嘿，加油哦。这肯定不是机器人啊。陆离有些震惊，这机器人怎么会嘿嘿嘿呢？这机器人有问题啊。陆离之前见过新手引导，那真就是机械音的人工智能啊，这个智能怎么还嘿嘿啊？难道是进化了？陆离觉得有些诡异，但是这人工智能又挺友好的，虽然嘿嘿了，之前还笑过自己，但是也给自己加油了。那自己就不再深究了，还是先把自己的实力提升上去最重要。陆离终于获得了身体的掌控权。回忆下以前了解过的东西，自己应该先打开背包，把新手装备穿上，然后再去新手村内找 NPC 接任务。背包是玩家自带的，相当于随身的储物空间，可以随时打开。陆离直接用意念打开背包，里面只有一个盒子，这就是新手大礼包了。直接拆开，恭喜您获得新手剑、新手衣、新手鞋、小血瓶 X5、小蓝瓶 X5、铜币 X10。新手剑，品阶黑铁级，属性物理攻击力+5，耐久度100，装备要求无。新手衣，品阶黑铁级，属性物理防御力+5，耐久度100，装备要求无。新手鞋，品阶黑铁级，属性速度+5，耐久度100，装备要求无。小血瓶，品阶黑铁一阶，效果在60秒内回复30点生命值。小蓝瓶，品阶黑铁一阶，效果在60秒内回复30点法力值。这就是新手大礼包的所有东西了。叮，检测到宿主已经获得神域内通行货币 SSS 及天赋赌神之心已解锁，请您自行查看。第6章免费首抽赌神之心。陆离忍不住咽了下口水，要知道这件事可是犯法的，我不会还要去那啥吧？那这本书划掉，个游戏会不会封杀我呀？我先看看这天赋到底是啥。陆离手不停地抖着，这可是在危险的边缘试探啊。赌神之心，品阶 SSS 级。介绍：本天赋包括抽奖、盲盒2个板块，宿主可通过使用神域内货币使用这2个功能。抽奖花费相应货币，转动轮盘，指针所指，
即为所得。盲盒花费相应货币获得随机物品。啊，还好，原来是抽奖。陆离先是打开抽奖页面查看，一阶抽奖消耗1金币，1金币抽一次，目前也只开放了一阶抽奖，后续应该还会有更高阶的抽奖，但是这一阶抽奖，陆离现在也抽不起啊。神域世界新手服务器共有3种货币：金币、银币、铜币。1金币等于10银币等于100铜币，而现在陆离只有10铜币，也就是 0.1 金币，连抽奖的资本都没有。不过也不妨碍陆离查看一下一阶抽奖有什么好东西。只见面前有一个轮盘，轮盘分为16等份，每份中写有一样物品，在中央有一个指针。陆离凑过去一看，再来一次10金币、清风剑、狼牙棒、儿童玩具1铜币。啊，这儿童玩具，这抽奖好像不太靠谱的样子。等等，下面这是什么？首抽免费。只见投币的地方贴有一行字：首抽免费。哈哈，虽然没钱抽，不过系统还是送了一次的，那我就试试手气。陆离顿时激动起来，这免费的抽奖，那无论抽到什么，肯定都不亏啊！开始，按动按钮之后，轮盘渐渐转动起来，很快，上面的字已经变得模糊，看不清了。随后，一个倒计时出现：10、3、2、1，转盘停止，指针指的地方是清风剑，是装备。陆离心中一喜，当啷，一声轻响，好像有东西掉落下来。陆离看向地面，是一个盒子。陆离立刻把盒子打开，里面便是一把剑，这就是清风剑。陆离拿起剑来查看属性：清风剑，品阶青铜级，属性物理攻击力加20，特殊属性清风，耐久度下降速度减慢，耐久度100，装备要求无。陆离看到属性后，顿时心花怒放，这属性真是不错，比起之前在新手大礼包中的新手剑来说，高了一个档次。神域新手服务器里面的装备评级由低到高分别是黑铁级、青铜级、白银级、黄金级、铂金级、钻石级、史诗级。也就是说，刚进入的新手一般都是使用黑铁级装备，而离开时最高只能拿到史诗级装备，想要更高品阶的装备就需要离开新手服务器才能获得。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拿到史诗级装备离开，更多的是铂金级和少部分的钻石级。所以陆离在最开始能够拥有一个青铜级武器已经是件很幸运的事情了，因为在神域中装备的爆率是很低的。当然玩家也可以用货币购好的装备，但是陆离没钱，而且大多数装备都是由装备要求的，所以即便是有钱也不会拥有太过离谱的装备，这也保证了一定程度上的公平。陆离立刻换上清风剑，清风剑总体呈现青色，看起来倒是十分帅气。随后陆离带着激动的心情打开了盲盒。既然抽奖送了一次免费的次数，那么盲盒是不是也？红色盲盒消耗1金币。备注：抽奖已经免费过了，你还想要我免费？做梦去吧你！啊，好吧，盲盒兄弟貌似不太友好的样子。不过盲盒竟然是用了颜色而不是和抽奖一样的等阶，倒是有趣。不过通过这次的免费抽奖，陆离大概明白了这个 SSS 级天赋的用处，那就是花钱，花大把的钱。所以陆离首先得挣钱。 OK， 没钱是没资格使用这个天赋的。说起来自己好像还从未听说过有赌神之心这一类的 SSS 级天赋呢。当然或许也和 SSS 级天赋会被直接隐藏有关。目前已知的 SSS 级天赋都是联邦有意透露出来的，若是他们不说，很少有人会知道 SSS 级天赋的具体情况。很好，现在已经拥有了2个 SSS 级天赋，而且后面的其余天赋待解锁让陆离更加期待未来了。那么就利用这2个已经解锁的天赋，开始自己的新手村之旅吧。进村，陆离迈着自信的步伐走进了9号新手村。现实世界和游戏世界的时间比例是1比2，也就是说在现实中度过1小时，游戏内则是度过2小时。玩家在现实中是在夜晚6点钟开始进入游戏，游戏内则是清晨的6点钟开始。所以目前在现实世界是晚上8点左右，而游戏内时间则是上午10点钟左右。接下来陆离将会在游戏内度过完整的一天。部分玩家会选择在游戏内的夜晚下线休息，而陆离则是要利用每1分钟时间来追赶同期同学，所以他不打算下线休息了。新手村目前只有他1个玩家以及大量的 NPC， 毕竟能够进入这个服务器的玩家们都已经离开新手村了。嘿嘿，往好处想，接任务方便，做任务也方便，不会有人争抢任务和野怪了，好事好事。陆离来到黑天鹅广场，这里聚集了大量的 NPC， 接任务十分方便。村长您好，
请问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陆离迅速来到村长的面前，礼貌询问。啊，怎么还有新人？小伙子，你怎么才来？你的朋友们几年前就来了呀？村长一脸茫然地看着走过来的陆离，看着宛如真人一般的村长，陆离陷入了疑惑。之前的视频里，这些 NPC 的话可都是很固定的呀，怎么到了我这就开始闲聊了呢？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第7章，奇怪的新手村 NPC。啊，这个我太笨了，修炼的慢，今天才刚刚能够来到这里。陆离无奈的如此说道，他不太想提起自身发生过的怪事。可我看你不像是笨，看来是发生了什么事让你现在才来到这里。不过你放心，我们会帮助你的。村长盯了陆离几秒，若有所思的说道。那真是太谢谢您了，请问我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陆离此时并不想过多闲聊，再次问道。这也是学校里面学习的话术，对 NPC 要有礼貌，因为他们并不呆板。只是陆离没想到 NPC 竟然如此智能，似乎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我们虽然已经快结束自己的使命了，但是既然你来了，那么我们自然也是会有任务交给你。这样吧，青山梨啊，你杀只鸡，炖锅鸡汤，这晚上我请大伙吃饭，顺便欢迎一下你。村长笑着说道，看起来十分亲切。但是这却让陆离越发看不懂了，这和学校里学的不一样啊，他们怎么欢迎一个小小玩家呢？这次晚宴怎么感觉有点奇怪？以前怎么没听说村里还专门给玩家开晚宴的事情？村长见到陆离愣住，靠近过来拍了拍陆离的肩膀。我说杀鸡的事你听见没有啊？哎，听见了呀。陆离立刻答应下来，既然是任务，那肯定是要接受的。任务：杀鸡炖鸡。介绍：击杀任意一种鸡，并炖一锅鸡汤带给村长王兴德。地点：野鸡场青青草原。任务时限10小时。好，那你去其他人那里问问吧。晚上记得来吃饭。好，知道了，谢谢村长。陆离谢过村长后，转身去了王寡妇那里。姐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陆离乖巧地问道。这王寡妇年近40，但是风韵犹存，长得也是十分标致。据传，以前许多大叔刚进游戏，还曾经追求过王寡妇呢。当然，每个新手村的王寡妇不一样，但是每个新手村却都有这么一个 NPC， 基本可以看作一人。哟，乖弟弟，你来啦，快坐。姐姐我啊，还真有一事相求。王寡妇见到陆离过来，顿时眼睛一亮，随后迅速迎了过去。陆离只能听话的坐下，只是他没想到王寡妇居然想对他动手。陆离嗖的一下站起来，让王寡妇的手落在了空中。姐，我只是来问任务的。陆离有些害怕了，这个新手村和他以前了解的完全不一样，哪有 NPC 对玩家动手动脚的呀？嗨，帅弟弟，别怕，姐姐不会吃了你的。王寡妇说着，还对陆离抛了一个媚眼。接着他又凑近陆离，轻吐一口气在陆离的耳畔。姐姐我啊，是真的想帮你，只要你晚上吃完晚饭来姐姐房间，姐姐就帮你直接度过这新手村，怎么样？陆离后退2步，忙摆手道：不，姐姐你公平对待就好。您不是给杀鸡的任务吗？怎么成吃？我们还是讨论杀鸡的事儿吧。王寡妇顿时笑了起来。好了，不逗你了，来，去杀10只野鸡，把羽毛带回来，就算任务完成了。任务：击杀野鸡。介绍：击杀10只野鸡，将羽毛带回交给王寡妇。地点：野鸡场。任务时限3小时。谢谢姐姐，我先走了。陆离火速逃离现场，留下王寡妇一人笑个不停。现在并没有玩家和他抢任务以及抢怪，所以陆离可以直接把全部任务都接受了以后再去做任务。之后陆离又接受了李铁匠、王木工、林渔夫、田裁缝等人的任务。把目前能够看到的 NPC 的任务都接受以后，陆离开始做任务了。先是来到野鸡场，这里有一大群野鸡聚集。新手村只有这野鸡是1级怪，所以玩家们都是先从野鸡入手的。虽然陆离装备了清风剑之后属性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他还是要从野鸡开始的，毕竟这也是任务的一环。陆离来到一只火红色的野鸡面前，开始对比它和鸡的属性。玩家：青山梨，等级1级，职业无，生命值102，法力值100，物理攻击30，法术攻击10，物理防御15，法术防御10，精神10，速度15，声望0，天赋吞噬之心 SSS， 赌神之心 SSS， 装备清风剑新手1，新手鞋。技能无。玩家的2项指数都来到 1.0 后，
生命值和法力值也相应变化，比例便是1比100。所以陆离目前的肉身指数和精神指数也代表来到了 1.02 和 1.0。而在属性面板，最显眼的莫过于2个 SSS 级天赋了。至于基础属性，包括6项，分别是物理攻击、法术攻击、物理防御、法术防御、精神、速度。物理攻击便是物理输出，一般战士类职业物理输出高；法术攻击便是法术输出或者魔法输出，主要是法师类职业法力输出高。物理防御和法术防御同理，坦克类职业防御高。精神主要是指精神抗性，比如对毒属性的抗性以及对控制的削弱程度等等。速度便是玩家的移动速度，刺客玩家更高一些。这6项基础属性在最开始都是10点，只有玩家获得自由属性点之后才会产生区别。玩家们可以在升级后获得10点基础属性点和10点自由属性点。玩家们在中考测试完天赋后就有了职业的倾向，所以加点也会偏向自己想要转职的职业。而且有的天赋只适合某种职业。虽然陆离的天赋比较通用，不过陆离也有自己的职业倾向。至于野鸡的属性就比林青的简单多了。野鸡等级1级，品阶黑铁级，生命值100，物理攻击30，物理防御10，速度5。介绍：野鸡场的野鸡还能算野鸡吗？不过味道确实不错，鸡肉味，嘎嘣脆，味道好极了。野鸡的属性和之前学习接触的一样，这让陆离的心放下了不少。若是野鸡的属性也和新手村的人一样变了，那陆离的心真的要乱了。第8章又一个 SSS 级天赋。咯！阳光照耀下的野鸡场一片生机勃勃的场景。陆离此时就站在一只野鸡的面前，野鸡也在紧紧注视着他。看着他的眼珠，陆离好像懂了什么。野鸡应该是在疑惑，怎么几年过去了还有人要杀我？陆离只能说一声抱歉了，我也不想这时候才进入神域啊。清风剑在阳光照射下反射出青色光芒，林青持剑向着野鸡冲去，空气中似乎响起一声剑鸣。哈！是我普通攻击！陆离大喝一声，可惜现在没有技能，不然还能再帅一点的。清风剑狠狠插在面前野鸡的身上，滋出大量鲜血。-20！嘎！野鸡受伤吃痛，也是愤怒一叫，随后狠狠啄了陆离一口。陆离本想移动来躲避这次攻击，却发现自己很难闪避，终究是蹉跎了3年时光，一时间还是不适应现在这身体。新手村的知识还是在3年前学习的，现如今已经没有人在新手村了，所以战斗技巧也是无从学起。这几天陆离在闲暇时也看了些许的视频，但是还不足以让他在短时间内就能成为合格的战士。步子要一步步迈，迈得急了容易扯到，还是慢慢来。随后陆离开始在与野鸡的战斗中领悟学习技巧，很快陆离就能够闪避野鸡的攻击了，从前的那种战斗天赋似乎也回来了。是-20，野鸡哀鸣一声倒在地上，经验条长了1截，地上也掉落了几件物品。陆离瞄了一眼经验条，发现差不多涨了1/10，这样的话杀完10只野鸡刚好做完任务并升级。接着他捡起击杀后掉落的物品，恭喜你获得野鸡羽毛，任务物品 X1， 铜币 X1。爆率果然感人，去掉任务物品竟然只掉了1枚铜币。陆离看了一眼野鸡的尸体，犹豫了几秒后摇了摇头。野怪的尸体基本上没什么用，因为他身上有用的东西会在击杀时掉落。陆离看这具尸体纯粹是因为自己的天赋吞噬之心。以前的 S 级天赋吞噬之力就是可以吞噬野怪尸体，从而获取属性增强自身的，但是陆离想了想还是算了。不提自己的天赋现在已经没了次数，就算是有次数自己也不能用在这种低级怪上，还是到晚上再使用吞噬之心的能力吧，之后肯定会有更适合吞噬的物品。接着陆离如法炮制，不多时便击杀完了10只野鸡，任务完成。同时陆离也升到了2级，恭喜你升到2级，获得10点自由属性点，请按需分配。目前在本服务器中，您的等级排名为6120万01024位，华夏区等级排名为10325678。叮！检测到宿主已经在神域内提升等级 ，SSS 级天赋神物之心已解锁，请您自行查看。接连2道系统提示让陆离再度一惊，暂时忽略第一条消息，陆离立刻看向他获得的新的 SSS 级天赋神物之心。神物之心，品阶 SSS 级。介绍：获得经验时自动改变为获得5倍经验值。这介绍很简短，但是陆离却是彻底惊呆了。陆离确实听到过这一类的天赋，那是一个 SS 级天赋，效果是升级时所需经验减半，可以理解为获得2倍经验值。这是一个纯辅助类天赋，但是它的效果很强悍，据说
那个天骄通过这个天赋，让自己的等级一直稳居前列，在前期等级一直遥遥领先，便能更快获取各种资源，从而实现战力的超前领先。现在好像已经是一方大能了。没想到自己的 SSS 级天赋更厉害，直接获得5倍经验值。比如陆离杀一只鸡可以获得1点经验值，那么有了这个天赋，陆离就可以直接获得5点经验值。这个天赋它绝对是陆离目前最需要的，因为陆离现在缺的就是经验，缺的就是等级。有了这个天赋的加持，陆离在追赶同龄人的时候可以省下很多时间。距离高考还有1个月，有了这个天赋，最低都是抵上别人5个月的进度，更何况自己还不需要抢怪、抢任务等等操作，又能省下大量时间。再者，自己还有2个 SSS 级天赋，综合下来，这1个月或许能抵得上别人1年的进度。有了这个天赋的加持，陆离现在对自己更加有信心了。更何况后面还有天赋等着自己解锁呢。陆离在关注到第1个系统消息，升级后，陆离的生命值和法力值全部增加100点，6项基础属性全部增加10点，而获得的10点自由属性点，陆离直接全部点在了物理攻击上。陆离看了一眼自己的排名，全球6000多万名，这就是目前全球范围内进入这一个新手服务器的玩家数量了。当然，陆离此时更在意后面的华夏区排名。不到1个月后的高考，这个排名将会决定所有人的未来。自己目前是1000多万名，而时间还有不到1个月，陆离再次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当然，这是等级排名，不代表实力排名，最后自然是看实力的。不过等级排名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实力。更何况陆离现在还没有进行转职，也没法参与战力排名。呼，陆离深吸一口气，有挑战才有动力。接着，陆离来到下一个任务地点——野猪林。这个不大不小的树林里生活着近100头野猪。酒楼的李大厨就是需要一些猪肉来制作今晚的大餐。野猪，等级2级，品阶黑铁级，生命值400，物理攻击40，物理防御30，速度20。介绍：野猪林的野猪肉质鲜嫩，很受村里人的喜爱，不时就会被村里的猎人宰杀。当然，村里人明白细水长流的道理，但是玩家并不明白，他们总是一窝蜂的冲向野猪，有时候一只野猪会被10几个玩家争抢，惨不忍睹。第9章，猪脑子。陆离的物理攻击已经来到了50，所以打起野猪来倒也没那么难。更重要的是，不会有人和他抢。陆离持剑冲上去，一记重劈，负25，击中了要害，伤害要高了不少。哼哼，野猪吃痛，开始乱叫起来。随后，野猪狠狠地冲撞了过来，庞大的身躯携带着长长的獠牙，甚是骇人。怪不得几年前听过学校里有人不敢杀猪的事情，只有亲眼看见才明白这真实的恐惧感。砰！一声巨响传来，陆离早已不在原地。定睛一看，野猪果然是撞树了。陆离眼看野猪撞树后站立不稳，顿时冲上去连劈数剑，负35，负38。这个招数是以往的玩家们实验出来的，现在已经被广泛传播了。只要能够操作好，便能够实现快速杀猪。不过这也是有难点的，首先是要有足够的速度，只要升级后，大部分玩家都能够满足这一点。其次是要克服恐惧，当野猪冲过来的时候，一定要有勇气，不然被撞的就是自己了。最后就是要有一定的技巧，也就是时机把握能力。当野猪撞过来的时候，是不能立刻闪躲的，而是要在即将被撞的时候迅速躲开，这样才能让野猪来不及反应，然后撞在玩家身后的树上。陆离第一次就能够成功，还是很不错的，说明自己已经能够熟练掌握现在的身体了，同时也说明自己的战斗天赋很不错。野猪撞树后会陷入2秒到3秒的眩晕，玩家们就要趁此机会抓紧输出，因为这时候攻击野猪会有一定的额外伤害。这也就是陆离能够对野猪造成高达38点伤害的原因。很快，野猪从眩晕状态中恢复过来，愤怒的他四肢不断踢动，接着再次迅猛地冲撞过来。砰！他又撞树了。陆离也只能笑着叹一声：“猪脑子。”随后持剑不断输出。砰！野猪在眩晕状态中倒地不起，在野猪尸体的旁边也掉落了3个物品。恭喜你获得野猪肉，任务物品 X1， 铜币 X1， 野猪獠牙 X1， 还不错。野猪獠牙可以用来打造装备，也可以直接卖掉，凑些钱用来抽奖或者是买盲盒都很不错。随后陆离继续在野猪林如法炮制。砰砰砰！轰隆！野猪林中再次响起了野猪撞树的声音，同时在一次次野猪的奋力冲撞之下，一棵大树轰然倒地。谢谢你，大树先生。收集完任务所需的野猪肉之后，陆离继续前往下一个地点——樱花林。这次的任务就简单多了，砍树。
这是新手村 NPC 王木工的任务，砍10棵樱花树，获得10根樱花木交给他。王木工还贴心的给了陆离一斧头。砰砰砰，陆离拿着一把铁斧头开始了他的伐木生涯，这让他想起一个光头，以前也是天天砍树的，却总是砍不成。陆离的目光也不全是在樱花树上，因为樱花林也是有野怪的，那是一种蛇，名叫樱花蛇。这种蛇与环境融为一体，这樱花林也是他们的家。这陆离一直砍树，那就是破坏了他们的家，那可不得给陆离来上几口吗？死！一声轻响传出，一道疾影掠过。他快，他更快！拔剑，一剑斩。樱花蛇还未咬到陆离，便狠狠地挨了一剑，血花四溅，一个鲜红数字飘起。-35。樱花蛇是3级野怪，但是属于攻击力高而生命值和防御力低的野怪，所以陆离对它造成的伤害很高。嘶嘶嘶！樱花蛇被砸飞在地上，不停发出警告的声音。不过现在他并没有着急进攻，刚才的偷袭没有产生效果，让他心生警惕了。既然你怂着，那我来。陆离手中青光一闪，清风剑带着剑锋刺向了樱花蛇。樱花蛇速度比较快，迅速朝向一旁躲去，却不料陆离刚才只是虚晃一招，手中迅速变换，一剑斩向樱花蛇闪避的方向。吃！剑狠狠地插在了樱花蛇的7寸之处。-45。又是一道高伤害的数字飘出。打蛇打7寸，在游戏中也不例外。樱花蛇自知自己这样是打不过陆离了，只好以智取胜。樱花蛇之前偷袭被陆离砸飞，是他自认为肯定命中而心存大意，现在樱花蛇就要全神贯注多了。只见樱花蛇几次游动，便逐渐与环境融为一体。陆离持剑立身，全神贯注，注意周边环境。嗖！轻微的破空声响起，心有所感，一剑挥出，砰！清风剑准确击打在樱花蛇的身上。运气不错，陆离小声说了一句。当然，这也并不是靠的运气。陆离发现自己在感应这方面挺有天赋的，或者说预感。他似乎可以猜到对方会从哪个方向上攻过来，这是在之前的战斗中发现的。不过，也不是每次都能够猜中，所以陆离才会说运气不错。随后，陆离不再给樱花蛇任何机会，快速接近樱花蛇，随后一剑剑凌厉斩出。-35。-41。很快，樱花蛇倒地。陆离眼光一亮，好像掉了什么东西。恭喜你获得樱花蛇肉 X1， 铜币 X2， 樱花靴 X1。装备，打了这么久，终于掉装备了。樱花靴，品阶青铜级，属性速度加10，特殊属性樱花之纹。樱花之纹，物理攻击+5。备注：鞋子上纹有樱花，真是漂亮，所以让你的攻击变得更强了哟。耐久度100。装备要求等级至少2级，速度加10，物理攻击+5，还是挺不错的，直接穿上。随后，陆离迅速砍伐完成，获得了10颗樱花木，期间又再次杀了2只樱花蛇，不过后面的就没有再爆出过装备了。接着，陆离迅速回到新手村，把这几个任务先交了。摆脱了王寡妇姐姐的百般纠缠，陆离又马不停蹄来到湖边。清月湖第10章，又一个 SSS 级天赋。清月湖，阳光照在波光细细的湖面上，像给水面铺上了一层闪闪发光的碎银，又像被揉皱了的绿缎。湖水清澈，有鱼可见。陆离来到这里，自然是来做任务的。这任务就是钓鱼。说起来，这里毕竟是新手村，还真没有什么有难度的事情。说白了，新手村就是给刚进来的玩家们一个适应的时间，让他们大致明白自己可以在神域中做些什么。最主要的就是让玩家适应和野怪的战斗，其次就是任务机制，之后便是伐木这一类的工作，这也是为了以后转职副职业做好基础。至于钓鱼，其实是给玩家们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有些人就是不喜欢打打杀杀，那也可以在游戏中享受生活，之后做个后勤人员提供保障也是可以的。不过，钓鱼也不只是简单的娱乐，有的湖泊充满了危险，里面有大量野怪；有的湖泊充满机遇，里面有诸多宝藏。一个简单的钓鱼或许也能铸造一次传奇。陆离就曾经听过，有人在钓鱼时获得了一个幼年神兽，随后靠着喂养这只神兽之后，竟然成了一方大能。不过，这里毕竟是新手村，自然不会发生那么夸张的事情，只要自己把任务做了，奖励领了就好。陆离开始拿着林渔夫给的鱼竿开始垂钓，这个任务完成的时间就要看自己的运气了，毕竟钓鱼这种事情谁也说不准。10分钟过去了，鱼竿一丝不动。陆离脑门一黑，忍不住抬起鱼竿一看，超，我鱼饵呢？我那么大的一个鱼饵呢？陆离只好再放上一个鱼饵，继续垂钓。大意了啊！竟然被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了鱼饵，这次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不多时，鱼竿微微颤动，陆离没有着急，
又忍耐了几秒之后，只见鱼竿受到一个小小的拉力而往下运动，随后陆离猛地一拉，一条鱼在阳光的照耀下扑棱扑棱的，身上的鳞片还闪着金色的光芒。陆离迅速把鱼拽下来，然后扔到了一旁的水桶之中。那条鱼在水桶中不停地挣扎，似乎知晓了自己之后的命运，但是水桶不大，却刚好让它没有了生存的希望。陆离再次放上鱼饵，开始钓鱼。钓到了一条鱼后，陆离越发顺手起来，很快就接连钓到了好几条鱼。嘿，又一条！只见鱼竿再次微微颤动，陆离按照前几次的经验，再次抬起了鱼竿。不过这次的东西它不是鱼。只见一条鱼背着一个箱子在空中匆忙乱动，试图摆脱控制。陆离心中一喜，这是宝箱。宝箱，神域世界内的特殊物品，打开宝箱可以获得特殊奖励。绝大数的宝箱都是在一些特殊地方，比如悬崖之下、湖底，又比如某个 NPC 的床底下，而且多数宝箱周围都有野怪存在。但是也有的宝箱是很奇怪的，就比如现在它是一条鱼，当它被吊起来后就会失去鱼的形态而化作宝箱。这也是钓鱼时的一个乐趣，有人能够钓到宝箱就会受到周围钓鱼佬的祝贺，不管宝箱里面的东西怎么样，只要钓到了宝箱，那就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因为这种事情非常少见，它经常被视作运气的体现，这种人也被俗称欧皇。现在的陆离就是一个欧皇。此时宝箱已经落在地上，已经没有了鱼的样子。看样子这只是最低级的宝箱，木质宝箱。宝箱也是分品级的，等级越高，里面的东西自然越好。宝箱由低到高分别是木质宝箱、铁质宝箱、青铜宝箱、白银宝箱、黄金宝箱、铂金宝箱、钻石宝箱等。而且宝箱的品级很容易就能看出，外表灰暗的木头，那自然就是木质宝箱了。不过有总比没有好，而且就算是更好的宝箱，那说不定陆离还没机会打开呢，因为从黄金宝箱开始，宝箱就需要钥匙才能开启了。陆离把宝箱刚要打开，准备查看里面的物品，却收到了一条提示音。叮！检测到宿主已经在神域内获得宝箱 SSS 级天赋宝藏之心已解锁，请您自行查看。沃德发，又一个！陆离忍不住欢呼起来，随后立刻查看宝藏之心的介绍。宝藏之心，品阶 SSS 级。介绍：第一，打开宝箱时可自动提高该宝箱2个品级，不改变外表，并获得相应品级的物品，仅限自己发现的宝箱。第二，每日开启的前5个宝箱无需钥匙，不受任何限制。又是如此简单的介绍，却有着惊天的效果。也就是说，陆离面前的这个宝箱虽然依旧是木质的，但是里面的物品已经成了只有打开青铜宝箱才会获得的物品，直接提高2个品级。陆离很清楚这代表着什么，越到后期，这个天赋越强大，因为越高等级的宝箱越罕见。比如在新手服务器中，钻石宝箱基本见不到，但是陆离有了这个天赋，他打开黄金宝箱就可以获得钻石宝箱才会获得的物品了。而黄金宝箱和钻石宝箱里面物品的差距，那可就是天差地别了。虽然只有自己发现的才会有这个效果，但陆离觉得自己以后遇见的宝箱不会少，而且是见一次就能大赚一次。而且这个天赋第2个效果也是十分强悍，等于自己携带了不限等级的5枚钥匙，而且是每天都有5次机会。陆师傅，专业开锁，良心价，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别人开锁都很好用，毕竟越高等级的钥匙也是更稀有，价格更贵。而且这或许也能给陆离带来更大的价值。陆离以前可是听说很多人空有宝箱没有钥匙，若是自己帮忙开了箱子，不管是对方给钱还是给物品都能接受，说不定还能换来强者的人情，毕竟这可是对方有求于他。以后可一定要多留意宝箱相关的消息。现在嘛，自然是抓紧看看这个宝箱里面的好东西了。第11章，宝箱内的物品。恭喜你获得大力丸、狼牙剑、火焰斩。宝箱里面一共有3件物品，1颗丹药、1把武器、1本技能书。大力丸，品阶白银3阶丹药，效果增加100点物理攻击。狼牙剑，品阶黄金级，属性物理攻击加1500点，特殊属性技能狼牙斩，使用该技能后可以降低敌方物理防御 10%， 不超过2000点物理防御，持续2分钟。耐久度100，装备要求10级。火焰斩，品阶黄金级，技能效果使用该技能可对敌方造成火焰攻击，造成1000加10百分号物理攻击，伤害附带灼伤效果。灼伤，敌方附带灼伤效果后获得的治疗效果降低 10%。这3个物品出现在青铜宝箱中只能算是中规中矩，但是对于现在的陆离来说就属于很好的东西了。大力丸能够直接增加自身属性，虽然品阶低，但是很实用，陆离直接使用了。增加这100点物理攻击之后，
陆离的物理攻击已经来到了175点，因为陆离现在已经来到3级，所以又增加了左圆括号10+10右圆括号点物理攻击，其他属性则是各自增加10点。狼牙剑作为黄金级武器，这点属性实属一般，甚至有些垃圾，但是它唯一好的一点就是要求低，等级达到10级就可以使用。不过陆离现在自然是还无法使用。高达1500点的物理攻击够陆离在10级之后使用一段时间了，除非陆离能够再次获得黄金级武器，但是很难。火焰斩这本技能书还是很实用的，陆离直接进行学习了。附带的灼伤在实战中还是挺有用的，可以降低对方的治疗效果。总的来说收获很大。随后陆离再次开始钓鱼，半个小时之后，陆离已经做完任务，可以再也没有钓到宝箱了。陆离也没有遗憾，这种事可遇不可求。交完任务，陆离再次赶到下一个任务地点，如此循环，不知不觉就已经来到了傍晚。经过大半天的努力，从上午一直忙到晚上，陆离现在已经来到了9级，晚上再努力，明天就可以挑战关卡，然后出新手村了。这就是一个人享受所有任务和野怪的好处，升级是真的快。更何况陆离还有5倍经验加持，就陆离这100天的努力都能够顶得上以前玩家的半个月了。虽然顶别人半个月，但是升级毕竟还是难，倒是没有直接出村，因为神域中升级并不快，越往后越慢。2-3年时间过去了，游戏内还是没有人能够突破新手服务器的等级上限，可见等级提升之难。夜晚来临，新手村的人给陆离举办的欢迎宴会也就要开始了。陆离现在身处9楼后厨，村长交代过他要炖锅鸡汤的。陆离选择的鸡是凤羽黑鸡，这是在青青草原生活的一种野鸡，是新手村最好的鸡。根据一旁厨师的指挥，陆离单独完成了炖鸡的任务，现在就等着鸡炖熟了。陆离现在也是终于闲了下来，坐在一旁等候。今天忙碌了一天，陆离已经把新手村所有的任务都给完成了。有了黄金级技能火焰斩的帮助，陆离能够轻松越级杀怪，做任务飞快。那一件1000多的伤害，还真没有几个新手村的野怪能够扛得住。火焰斩这个黄金级技能出现在新手村就是一个 bug， 当然好几个 SSS 级天赋的陆离更是一个 bug。 鸡汤差不多炖好了，你现在端过去吧。一旁的厨师提醒道。陆离立刻起身将鸡汤盛到一个锅中，随后陆离便端着鸡汤来到了黑天鹅广场，这里就是这次晚宴的地点了，能够让全村人都聚在一起。此时这里已经燃起了篝火， NPC 们都在热情交谈，看起来欢乐极了。弟弟，你终于来了。见到陆离过来，王寡妇眼睛一亮，立马撇开王木匠来到陆离身边。姐，我现在要去见村长呢，你别闹。陆离一见到他过来，心里就是没来由的一慌。没闹，记得晚上来姐姐房间的事情哦。接着王寡妇便停下了脚步，只是看着陆离离开。陆离心里一松，立刻快步走向村长的位置。至于晚上，他才不去呢，这王寡妇就是个好色之人，定然是看上了自己英俊的外表，绝对不能上了他的当。有时候颜值高确实会有很多烦恼。中考前，陆离身边便总是围着一群女生，就像校花周围总是围着一群男生一样，所以陆离早就已经厌倦了这种感觉。而高中3年，他也尝到了人情冷暖，在自己实力下降，身材变得枯瘦之后，也没有同龄人对自己表达过善意，他只会感受到别人对他的可怜。所以陆离对于他人的善意总是有着一丝警惕，特别是只喜欢自己外表的人。有时候陆离甚至想抛去这副皮囊，这样他才能明白谁对自己是真心的。原本陆离的性格是很开朗的，只是高中3年一直在压抑中度过，现在刚改变1周时间，过去的感觉还是无法迅速摆脱。好在这几个 SSS 级天赋给了陆离变强的信心和信念。抛去杂念，陆离已经来到了广场中央，这里也是村长所在的位置。村长，鸡汤来了。不管自己心情如何，对 NPC 还是要热情尊敬一些的，毕竟现在这些 NPC 陆离觉得太真实了，仿佛真人一般。王兴德此时正在和一位 NPC 闲聊，见到陆离过来，立马也是笑着点点头。放这吧，你的任务算是完成了，这也是你在我们这的最后一个任务了。来，这是你的奖励，把它打开吧。只见村长递过来一个长长的木盒，大约有1米多的长度。木盒看起来就很古老，上面还雕刻着不少的花纹，隐约可见龙虎的形状，其他花纹也点缀在一旁，里面的东西估计不是凡品。第12章神器。陆离郑重地把木盒接过来，随后看了村长一眼。村长似乎直接看出了陆离心中所想，笑着说道：直接打开看看吧，你会喜欢的。陆离当即说道：谢谢村长，那我现在就打开了。接着将木盒放在桌上，轻轻打开，里面是一把剑，剑身呈青铜色，古朴而简约。从外表上看，
或许会觉得这就是一把青铜级的剑，但是陆离明白，它既然是放在这个古盒之中，定然不是这么简单的。陆离轻吐一口气，开始拿起这把剑查看属性。轩辕剑封印中，品阶神级，属性物理攻击加500点，特殊属性轩辕无坚不摧，待解锁。轩辕增加携带着10点幸运值。无坚不摧，轩辕剑永不磨损，对敌方破甲效果，无视对方 50% 物理防御，耐久度永久，解除第一重封印条件，10级后解锁。装备要求青山离所有，备注不可交易，不可掉落。陆离愣在了原地，怔怔地看向村长。村长看到陆离的反应后哈哈大笑，竟是笑了半分钟之久。陆离紧张地咽了一口唾沫，看向村长问道：村长，这神器？神级武器称为神器，是神域已知武器中最强的武器。按照道理，即使是被封印了，它也不可能出现在新手村，不对，它就不该出现在新手服务器。这不是我给你的，它本身就是你的。村长带着忍不住的笑意说道。陆离也再次反应过来，后面的装备要求确实是自己专属，但是究竟是为什么？陆离突然心中有了一丝恐慌，如同万里无云的天空出现了一朵乌云，而就在乌云后面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自己。这可是神器，怎么会？孩子，别害怕，也别担心，它只会给你带来好处，不会有坏处的。哦，只要你不对外展示和炫耀这把剑，那自然就不会给你带来坏处。村长见到陆离表情，顿时提醒道。陆离反应过来，当即回答道：您放心，我绝对会隐藏好这把剑的。那就好，喝了这碗鸡汤，便去和其他人边吃边喝交流一下吧，会有意外的收获的。村长笑着点点头，接着给陆离盛了一碗鸡汤。陆离本想再问些什么，但是看村长这副样子，看来是不打算说其他的了。陆离端起鸡汤喝了一口。你饮用了秘制 X 凤羽黑鸡汤，增加100点物理攻击。提示音随之响起。陆离毫不犹豫，陆离顿时连喝好几大口鸡汤。你饮用了秘制 X 凤羽黑鸡汤，增加100点物理防御。你饮用了秘制 X 凤羽黑鸡汤，增加100点法术攻击。你饮用了秘制 X 凤羽黑鸡汤，增加100点法术防御。你饮用了秘制 X 凤羽黑鸡汤，增加100点精神。你饮用了秘制 X 凤羽黑鸡汤，增加100点速度。每项基础属性都增加了100点，太爽了！看着空空如也的碗，陆离双眼立刻盯上了鸡汤锅。嗨，别看了，去聊天吧，再喝也没用了。村长见到陆离盯着鸡汤锅的表情，苦笑着摇了摇头，劝说道。陆离遗憾地摇了摇头，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不过村长说聊天会有意外收获，这村里的 NPC 数量可不少啊，难道每个 NPC 都会有收获？陆离立刻行动起来。大叔，今天的樱花木还满意吗？我可是费了好大力气给你砍来的。满意，来，干一杯，再给你个这个。还好，谢谢大叔。大叔你慢慢聊，我先去找王婶聊会。王婶，我今天给你找的鸭子是你家的吧？嘘，不是我家的，不过现在是我家的了。我给你个这个，你别说出去啊。行吧，那再来一个我就不说出去。行，给你俩。聊了一圈，陆离收获颇丰。大部分 NPC 都或多或少给了陆离一些东西，这里面有装备，有丹药，还有奇怪的玩具，也包括一些鱼竿这种的生活用品。呼，陆离深深吐了一口气。还有一个人没见，王姐姐。陆离整理了一下衣服，慢慢的走了过去。来了，弟弟。来了，姐。走，跟姐进屋。行吧。姐，咱们正经点。怎么才算正经啊？先把灯打开行不？啪，灯开了。灯光有些昏暗，对面王寡妇的呼吸声听得很清楚。姐姐说过要帮你安心度过新手村的，不过我看你现在并不需要我的帮助了，你自己的天赋很强大，而且受到上天眷顾，那么原先要给你的东西自然就没什么用了。还是村长老头看得清楚，明天你就走了，所以今天这次的晚宴既是欢迎晚宴，也是告别晚宴。知道我为何一开始见到你就挑逗你吗？王寡妇的声音富含风韵，妩媚动人，不过这说的话就让陆离有点听不懂了。我也挺好奇，姐姐为什么一开始就挑逗我？我现在很清楚，你们绝对不是一般人，更不可能是人工智能。陆离略有严肃地回答道。从今天的种种迹象以及村长拿出的轩辕剑来看，他们肯定不是普通人。陆离现在更不可能相信他们是人工智能这种鬼话。因为你手上的戒指。陆离见到对面王寡妇的视线转移到了自己的左手上。陆离抬起左手，手上正是母亲所留下的戒指。你们认识这枚戒指？陆离在进入神域后就发现自己的戒指也随着来到了这里，
但是他一直把它当作随身系统来理解。只是现在的情况似乎是神域内的人也认识这枚戒指，这就有些恐怖了呀。准确的说，是我们村的一部分人认识。现在我就要给你我这份终极大礼了，原本是准备再过几天给你的，现在看来我只能今晚交给你了。第13章到达10级。陆离看到寡妇姐姐稍有严肃的表情，不自觉也是严肃起来。看来这枚戒指事关重大，不单单是自己的系统那么简单。只见寡妇姐姐抬起手掌，缕缕白色的微光在指尖跳跃，接着带着微光的指尖再轻轻点了陆离左手的戒指上，微光汇聚，戒指开始缓缓消失。陆离心中一慌，这是在……别怕，它不会消失，只是暂时隐藏了起来。听到寡妇姐姐的声音，陆离自知也是无法挣脱，只好乖乖等待。片刻后，微光消散，手上的戒指也随之消失不见。陆离先是沉入脑海，发现系统面板还在，这才又睁开眼睛。他现在明白了，他这是在帮助自己隐藏这枚戒指，以免被别人看到。还好你是现在来的，我们都是使用真身，这才发现了你。若是几年前那时候的分身，怕是你就要倒大霉了。真身？分身？难道之前你们当 NPC 的时候，每个新手村里面的那些 NPC 都是你们的一个分身？陆离忍不住开口问道。怪不得之前一进村就感受到那种奇怪感觉，原来他现在面对的都是真身，和其他玩家接触的不一样。王寡妇轻笑一声，回答道：是啊，那些都是我们这些人的一个个分身，不过称呼我是 NPC 可不太礼貌哦。对不起，姐姐，还有我之前也错怪了你来着，对不起。陆离立刻道歉，当着 NPC 真身的面喊 NPC 确实不太礼貌。没事，我知道你们平时都是这么称呼的。还有，不要把今天给你说的事情说出去。今天的事情我一件都不会说出去的。今天上午是不是以为我要把你吃了？嗨嗨，有点。那现在咱们开始吧。啊，不是，哈哈哈，逗你的。打趣一番后，寡妇姐姐再次递给陆离一件物品，拿着，刚才是帮你隐藏了戒指，替你消除一些隐患，现在这个是我送你的礼物。陆离接过，随后便想仔细查看，不过还未等他探查明白，寡妇姐姐就主动结束了和陆离的聊天。他也清楚陆离现在需要时间，很多时间。陆离谢过后便离开了，将姐姐送的物品直接放进背包。这东西用在挑战出生之路上倒是刚刚好，看来是姐姐特意准备的。陆离此时也是心情放松了很多，今天的一切都有了解释。原来自己遇到的 NPC 都是真身，怪不得如此真实。不过还是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人，陆离也不敢轻易去问，这种事情只有他们自己主动说自己才能知道。虽说自己身上有了更多的疑点，但是那都不是现在需要考虑的。戒指已经被隐藏了，之后应该也不会能有发现自己戒指的人了。这枚戒指的秘密，等着自己之后再去研究。至于万一新手村里面都是一群坏人这种事，陆离暂时是不相信的。这可是新手村啊，不就是帮助新手成长的吗？神域怎么会安排一堆坏人在新手村呢？陆离离开后便开始了刷怪之路。现在已经没有任务了，更何况现在新手村的 NPC 们正在吃喝唱跳呢。现在陆离的目标就是刷野，然后提升到10级，随后就去挑战出生之路。出生之路，新手村前往城池的唯一道路。出生之路共分为9段，一段更比一段难。一路上充满了各种野怪，要保证自己顺利通过，还是很有难度的。大部分玩家都是要经历多次死亡才能顺利通过的。还好挑战出生之路时死亡惩罚比较轻，只会掉落30%经验值，花时间练级还是能够继续挑战的。要知道，在游戏中死亡是直接掉落经验值的，新手村内死亡是掉落50%，而出了新手村更是直接掉落1级，所以挑战时掉落30%还是能够接受的。虽然如此，很多人还是花费了很多时间在这个挑战上的，有的人甚至花了10天半月的时间，最后还有可能直接放弃挑战。当然，对于现在的陆离来说，通过并不算太难，想要通过还是可以的，他有这个自信，也有这个实力。不过就看自己能在多长时间内通过了，因为通过出生之路是有评价的，从低到高分别是 D、C、B、A、S、SS、SSS， 不同的评级也会有不同的奖励，在 SSS 评价中甚至还有排行榜进行细分。很多玩家都想尽量拿一个高的评价，但是每个人都只有10次机会，一旦机会用完就无法再次挑战了，最后的评级是取最好的一次。如果10次都是失败，那就是最低的 D 级评价。什么？你想当辅助职业，不想挑战？可以 D。 说白了，这就是给战斗职业玩家的一次奖励，因为战斗职业玩家在以后死亡的概率远超辅助玩家和后勤玩家。陆离清楚自己时间宝贵，
自然是准备在几次机会内就冲击最高评价。半夜，游戏时间5点钟左右，现实时间早上5点半。青青草原，是剑光如火，照亮了黑夜。陆离此时正在和一头野牛王在战斗，野牛是10级野怪，野牛王更是他们的首领。这野牛王也算是新手村最强的野怪 BOSS 了。不过看陆离的架势，竟是一种游刃有余的感觉。不得不说，陆离自身的战斗天赋实在是太强了。火焰斩，最后一击，负1200，轰隆！野牛王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陆离终于也随之提升到了10级。一天时间到达10级，陆离进来之前可没想到自己会这么猛，想都不敢想。不得不说，神物之心带来的5倍经验加持实在是太厉害了。而且不只是刷怪获得的经验，就连 NPC 任务奖励的经验都能直接翻5倍，这就很夸张了，也是陆离能够这么快到达10级的重要原因。捡起地上掉落的物品，陆离直接收进背包。现在这些 BOSS 掉落的东西，陆离已经看不上了。顺便陆离还把野牛王的尸体也放进了背包，他准备明天使用天赋吞噬这具尸体。距离下线也快了，陆离就不打算继续刷怪了，精神崩了这么久，确实很累。退出游戏，走了。按照他们的说法，下线了。怎么样？蓝星要崛起了。第14章研究攻略。陆离睁开眼睛，伸了个懒腰。窗外透过些许晨光，照亮了小小的房间。陆离精神有着些许的疲惫，这可是实打实的在游戏里度过一整天，而且没有什么休息。刚刚又是杀了一整夜，这才到达10级下了线。伸出手握了握拳，陆离感受到了身体中充沛的力量。游戏内的实力反馈到了现实的身体之中，这就是神域。一天的游戏时间就能提升自己身体太多了。目前陆离的肉身指数已经来到了12，精神指数也来到了10。游戏内生命值和法力值分别是1200点和1000点，尽量使用整数。这不仅是陆离升级获得的提升，还包括了一些村民 NPC 所赠送的丹药带来的提升。不少丹药都是直接提升自身属性的，这在以前陆离可没怎么听说过有人在前期就能得到这种丹药。陆离忙碌一天所带来的收获是巨大的，他现在越发有自信追上同龄人的脚步了。他了解到不少玩家现在也只是在20级左右，自己追上这批同学应该用不了几天的。白天进入不了神域世界，这让陆离有些无奈，这让他有些不知道做些什么。他现在只想快点进入游戏提升自己。思考片刻，陆离先是洗漱，然后出去吃了个早饭，之后回来便倒头大睡了。至于学校，陆离不打算去了。学校里面教授的知识对现在的他并没有什么用，现阶段需要的知识在之前3年已经听够了。学校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稍微加快修炼，让学生快速达到 1.0 然后进入神域，但是这一点对陆离也没用，这学不上也罢。下午吃过午饭过后，陆离不再睡觉了。其实神域也算是另一种休息，现实的身体和精神会得到一定程度的休息，所以人们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来睡眠。所以很多学生都是在神域内待半天，在神域内进入晚上后便退出游戏睡觉，白天再去学校，如此循环。陆离则是把睡觉的时间安排在了上午。下午这一段时间，他准备深入研究一下出生之路。在网上有许多的攻略视频供玩家们学习，不过在网上能够找到的资料最高评价也只是 S 级、SS 级和 SSS 级攻略，在网上是找不到的。一般能够以最高评价通关的玩家，自身的天赋也都是很高的，更需要隐藏自己。不过 S 级评价的视频也足够陆离观看了。陆离可以肯定，自己所需要的时间会比 S 级评价的玩家花费的时间要短得多。不是每个人都有黄金级技能的，即使火焰斩属于最低级别的黄金级技能，那也是黄金级技能啊。我是蓝宫杜月，欢迎观看我的出生之路攻略视频。这是我在挑战出生之路的10次挑战中获得最高评价的一次，也是最完美的一次。我想要转职的职业是剑士，所以我在挑战时也是使用的一把剑，所以十分推荐想要转职剑士的玩家们观看。下面我来一一介绍我在度过这9个阶段或者说关卡时的应对方式。首先是第一阶段，我们面对的是陆离坐在床上目不转睛地盯着视频中投影出来的画面，心中也在想着，如果是自己该用何种手段来应对会更好。这里我可以直接秒掉他，这样我就可以。我技能伤害比他要高，可以直接使用技能，不必用普通攻击来拉扯。我在这2个阶段可以比他快至少10分钟。画面中的玩家蓝宫杜月如今也是一方霸主，在剑士职业中影响力很深，在当年也是一个天才。不过大家都是10级且未转职的情况下，差距不会太大。而陆离第一天就获得多个 SSS 级天赋，还面对的 NPC 真身获得了诸多裨益，所以要领先蓝宫杜月不少。
再加上陆离的武器狼牙剑，陆离的攻击力可以说是超越 99.99% 的10级玩家。至于为何不是100%，只不过是谦虚罢了。当然也不排除偶然有1、2个玩家是超级欧皇或者天赋太高，从而获得更高攻击力的情况。但是这样的玩家几年都不一定有一个，更何况是出现在陆离所在的服务器呢？基本不可能。因为出生之路的排名只会计算本服务器内玩家的评价，所以陆离现在就是冲着最高评级，而且是第一去的。至于为什么是使用狼牙剑而不是轩辕剑这件神器，自然是因为目前狼牙剑给陆离所带来的攻击力更高。狼牙剑可以给陆离带来1500点的物理攻击，轩辕剑目前只是500点，自然是要选择狼牙剑来挑战了。等轩辕剑第一重封印解封了再使用轩辕剑比较好。对了，轩辕剑第一重封印还没看是怎么解除呢，当时下线太过匆忙也没去看，等上线了再去看看。现在还是专注研究出生之路的攻略吧。夜晚，吃过晚饭，6点钟，陆离此时躺在床上，却并未再穿上那个设备，现在只需要意念连接就可以进入神域。陆离先是看了一眼轩辕剑封印的解除方式，然后再更换了狼牙剑。解除第一重封印条件，使用破灵丹以及献祭10件青铜级剑类武器。青铜级武器倒是有，但是只有1件武器是剑类的，看来要等去了城池再去购买了。至于破灵丹，陆离看了一眼背包，自己已经有了，好像是 NPC 李渔夫送的来着。可惜现在还在新手村，无法进行交易，村里又不会卖青铜级剑武器，轩辕剑只能之后再破除封印了。装备上狼牙剑之后，陆离的物理攻击顿时猛涨，已经来到了2000点，简直是恐怖如斯啊！第15章开始挑战。陆离不仅属性强大，而且现在装备也是十分豪华，所以现在陆离的战力也是十分恐怖的。更何况他现在还没有使用吞噬之心的能力，他准备先通关一次出生之路，再考虑吞噬什么。当然陆离现在已经有了吞噬的目标选择，就等进入出生之路后使用天赋了。陆离呆滞住了，因为他刚才瞥了一眼自己的天赋，发现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吞噬之心升级了。吞噬之心品阶 SSS 级，介绍吞噬万物，获其所得，目前使用次数50次每天，原本是1天10次的，昨天的时候就是在中午吞噬了10次学校的饭菜，让自己的肉身指数达到 1.0， 但是现在却成了50次，难道是因为自己达到了10级的缘故？陆离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也太及时了，那这样自己的实力还能提升一截。随后陆离直接把野牛王的尸体拿了出来，没错，陆离准备直接把这具尸体吞噬了。出生之路中的野怪尸体也不一定就比野牛王的尸体要好，既然如此，就直接先吞噬完再进去吧。吞噬之心发动，吞噬野牛王成功，获得生命力10点，物理攻击1点，还不错，虽然看着很少，但是这可是才1次啊，50次全部用在野牛王上面，那就是增加500点生命值，还有50点物理攻击。现在陆离的生命值一共才1200点，可以说这个天赋用完1天的次数之后，就直接能够顶陆离现在1半的生命值，何况还可以增加50点物理攻击。去除武器狼牙剑的加成，陆离的物理攻击其实也不过是500点而已，所以一次的效果可能并不明显，但是累加起来是很恐怖的。更何况这还只是1天的次数，日积月累下来，自己的属性可能会是别人的好多倍，以后吞噬更强野怪的尸体也能获得更多，这就是 SSS 级天赋的威力。陆离检查了一下背包，确认了下寡妇姐姐给自己的物品还在，其他物品也都在，便前往了新手村的东面。新手村东面广场，这里便是挑战出生之路的地方。在广场上有一个黑黢黢的大洞悬浮在空中，进入后就进入了出生之路，可以理解为出生之路就是一个副本。这个巨大的黑洞内还有着些许其他颜色的线条组成的圆圈，通过这些圆圈，玩家们可以看出这个黑洞还在缓缓的顺时针自转。若是玩家们的眼睛一直盯着看的话，还会有一种被吸进去的错觉。来了，看守出生之路的守卫见到陆离过来，也是打了一声招呼。两人昨天也一起喝过酒，倒是算认识。以前看守这里的 NPC 守卫都是分身，可没现在这么和善。等级刚好够了，来挑战一下。陆离点头应道：你小子厉害，1天时间过去就直接来挑战了，我看好你。去吧。还好，谢谢大哥。随后陆离便挺身跃入黑洞之中。欢迎来到出生之路。一阵眩晕感过后，陆离有了落地的感觉。这里是一个异世界小空间，天色昏暗，气氛有些瘆人。咔吱咔吱，
随着陆离的走动，散落在地上的枯骨被踩断，发出令人牙酸的声音。接着，陆离手中出现了一个物品，这是一个圆盘，上面金色、蓝色线条交织，看起来倒是科技感十足。这就是寡妇姐姐送给自己的大礼——3阶增幅器。效果：全属性增加 50%， 持续1小时，剩余次数20次。限制条件：仅限15级以下玩家使用。也就是说，这东西一共还能使用20小时。条件也很苛刻，只能15级以下才能使用。所以说，用来挑战出生之路刚刚好。若是没有这个限制条件，或者把等级限制提高到50级，这东西可能会炒出天价。因为增幅自身 50% 的属性实在是太过变态了。赠送这个物品说明寡妇姐姐确实对自己很好，或许是因为那枚戒指，也或许是因为别的。不再多想，陆离立刻启动这个3阶增幅器。从现在开始，自己要开始挑战了。目前陆离的属性已经很强了。玩家青山离，等级10级，职业无，生命值1200，法力值1100，物理攻击2121，法术攻击320，物理防御310，法术防御320，精神330，速度310，声望0，天赋吞噬之心 SSS， 赌神之心 SSS， 神物之心 SSS， 宝藏之心 SSS。 装备：狼牙剑、野牛皮衣、野牛皮裤、野牛满靴、轻骨链。技能：火焰斩、黄金级、横切、白银级、重击、青铜级。一身属性在各种小礼物的帮助下也是十分强大。至于装备，狼牙剑是开宝箱开的，野牛皮衣是爆出来的装备，其他几件则是 NPC 赠送的。技能现在又多了2个，一个是做任务获得，一个是 NPC 赠送。在已经如此强大的前提下，陆离还开了增幅器，这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国际剑神。陆离立刻就是一个后仰，这倒不是为了耍帅，也不是为了致敬，他纯粹就是为了躲避攻击。啪！剑枝落地，陆离躲开剑之后，立刻冲向剑枝射来的方向。那里有一群哥布林正在吱呀乱叫。哥布林战士，等级10级，品阶青铜级，生命值600，物理攻击120，物理防御120，速度100。介绍：出生之路中使用剑和盾武器的哥布林，是哥布林阵营的先锋和炮灰。哥布林弓箭手，等级10级，品阶青铜级，生命值500，物理攻击150，物理防御100，速度90。介绍：出生之路中使用弓箭的哥布林，通常躲在哥布林战士的后面偷偷放箭。第16章速通8关，挑战开始了。陆离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迅速拉近他与哥布林战士和哥布林弓箭手的距离。这2种野怪就是第1阶段的野怪，全部击杀后还会出现一个哥布林王者，这就是第1阶段的全部野怪。这哥布林野怪的属性也不强，打起来看似简单，实际上照样难倒了一大群玩家。因为玩家们的属性可不会像陆离这般变态。简单来讲，玩家们在升到10级后，6项基础属性会来到100点，自由属性点就算全加在某一项，然后再配上一些中等装备，也只会达到200多点，其余属性也就是100点出头。而陆离呢，个个都是在300多点，而物理攻击更是达到2000点。这还是在没有计算3阶增幅器体的加持下进行的对比，由此可见陆离到底超越了他们多少。至于技能，黄金级技能傲视群雄不解释。反观2种哥布林野怪，各种属性和玩家们差不多，但是重点在于他们是群殴。当然说单挑也行，我们单挑你一个，这就是玩家们的难处了。你要是1对1还行，你们一群打我一个，我怎么打啊？看对面的哥布林野怪数量，各自10只，合起来就是20只野怪啊，而且他们还能形成配合，而且这还是第1关。所以说出生之路挑战难度极大，很多人都是直接放弃的，几乎所有辅助玩家更是连挑战的心思都没有。现在出生之路被玩家们亲切地称呼为新手地狱之路，当然陆离自然是不会觉得太难。只见陆离一人一剑，如同虎狼闯入羊群一般开始了他的屠戮。在3阶增幅器的加持下，陆离的物理攻击来到了恐怖的3000多点。于是乎，吃啊吃啊，一剑一个就是字面意思，10秒不到全部倒地。至于这些尸体，陆离也没有想要吞噬的心思，这些尸体只是10级小怪的尸体，根本不配。啊！是谁击杀了我的族人们？一声愤怒的咆哮声传来，
随后地面似乎是有些震颤，远处一个接近3米高的巨人砰砰砰的迈着大步跑了过来。他浑身都是绿色，头发倒不是绿色，因为他没有头发。壮硕的身躯，肌肉虬结，力量感十足。他的左手拿着一个黑色的大盾牌，右手持着一个超级大的棒子，宛如绿巨人一般。此时他嘴巴张得很大，尖锐的獠牙朝上刺着，看起来十分愤怒。这边是第1阶段的最终 BOSS 哥布林王者。哥布林王者等级11级，品阶青铜级，生命值1000，物理攻击250，法术攻击0，物理防御180，法术防御180，精神100，速度150。介绍：出生之路里面玩家们直面的第一个 BOSS 十分强悍，小心他手中的战锤，你会被砸成肉酱的。高达250点的攻击，让他碰到玩家就能砍掉玩家1/8的生命值，同时接近玩家们2倍的物理防御和法术防御，让玩家们对他能够造成的伤害极其有限，甚至部分玩家可能都不破防。而1000点的生命值能够让他有着极高的容错。可以说，这个 BOSS 是玩家们自来到这个以来遇到的最强 BOSS。可恶的出场动画，害我耽搁了时间。陆离低语一声，陆离会这么说，纯粹是因为这哥布林王者总是在野怪们死亡后才会在不远处跑过来。本来这是给玩家们一个缓冲时间的，只不过到了陆离这里就成了浪费挑战时间了。陆离也不理他，直接迎面冲向前去。啊，原来是你！蝼蚁一般啊，好痛啊！负1000，一剑，战斗结束。唧唧歪歪，浪费时间。恭喜通过出生之路第1阶段。陆离直接使用吞噬之心把哥布林王者给吞噬了，虽然很弱，但是也还是可以吞噬的。吞噬之心发动，吞噬哥布林王者成功，获得物理防御1点，物理攻击1点。面前的路蔓延了出去，陆离迅速跑动起来，争分夺秒。轰隆，后面的地面突然塌陷，这就断绝了玩家的后路，让玩家们只能在这一个范围内与野怪们战斗。陆离的面前出现了另一群怪物，那是一群骷髅，黑洞洞的眼眶看起来极为瘆人。有的骷髅手持长矛，有的手持大斧，还有的手持弓箭。在最后面还有一位眼眶里面有着青色火焰的骷髅，那就是骷髅将军了。虽然他们比起第1阶段的哥布林强了不少，但是他们的防御对陆离来说照样不够看，所以对陆离还是构不成任何威胁。因为他们的生命值依旧是没有超过3000点，所以依旧是一剑一个，轻松带走了这群骷髅野怪。于是第2阶段也很快通过。很快又是接连6个阶段下去，陆离都没有遇到任何威胁，只能说3阶增幅器太变态了。陆离都想象不到其他玩家怎么和他争这个第1了。出生之路，这个号称新手地狱之路的挑战关卡，在有了狼牙剑和3阶增幅器的陆离面前，简直就是送福利的。第9阶段也是出生之路的最后一阶段，这个阶段终于让陆离有了一丝丝的挑战性。面前的野怪是一只有着3颗巨大头颅的魔狼，名为3头魔狼。3头魔狼等级品阶白银级，生命值物理攻击法术攻击0，物理防御200，法术防御200，精神400，速度技能魔音贯耳。魔音贯耳，3头魔狼的3颗头颅一起怒吼，发出震人心魄的音波，冲击向目标，造成2秒眩晕效果。介绍：此地的3头魔狼是被阿布利多镇压在此历练众人的，他桀骜不驯，十分暴躁易怒，利齿曾经咬死过数不尽的人类。他是最终的看守者，也是黎明前的黑暗。第17章洞悉之心。3头魔狼的信息是残缺的，这是因为3头魔狼的等级超过了陆离太多，导致陆离看不完全他的资料。现在还能看到些许的资料，若是等级差的更多，陆离就只能看到满屏了。陆离对此早有预料，毕竟在视频中早已见过多次了，每个对战他的玩家都是看到的这样的信息。玩家们在网上也是有诸多猜测，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大概能够推测出3头魔狼的实力。在出生之路的后5个阶段，玩家们挑战的野怪是有可能不同的。比如在第9个阶段，玩家们可能会遇到5种野怪，3头魔狼是其中之一。3头魔狼也是玩家们最不想见到的野怪，因为它的速度太快了，玩家们很难摸得到它。陆离也并不想遇到它，即使是陆离，速度也是比不上它的。叮，检测到宿主在神域内查看到被隐藏信息 ，SSS 及天赋洞悉之心已解锁，请您自行查看。一声电子音让得陆离愣了一下，随后便是忍不住的笑意。陆离听到后便是大概猜出了这个天赋的作用，接着开始查看起来。
洞悉之心。品阶 SSS 级。介绍：洞悉一切，查看隐藏信息。又是如此简洁的介绍，却蕴含着极大的信息。能够查看一切隐藏信息，这太重要了。就比如面前的野怪三头魔狼的信息。三头魔狼，等级15级，品阶白银级，生命值5000，物理攻击500，法术攻击0，物理防御200，法术防御200，精神400，速度600。技能魔音贯耳，利齿撕咬。魔音贯耳，三头魔狼的3颗头颅一齐怒吼，发出震人心魄的音波，冲击向目标，造成2秒眩晕效果。利齿撕咬，三头魔狼使用利齿撕咬目标，对目标造成流血效果。介绍：此地的三头魔狼是被阿布利多镇压在此历练众人的，他桀骜不驯，十分暴躁易怒，利齿曾经咬死过数不尽的人类。他是最终的看守者，也是黎明前的黑暗。有了这么清晰的介绍，陆离便能够针对性的布置方案，让自己更简单的度过这个阶段。能够知道对方的准确实力，可以说在战斗中已经赢了一半。陆离记得之前几届有个人觉醒了 S 级天赋，效果是看到一切野怪的信息。现在那个玩家特别受欢迎，很多人出去探险都会花大价钱邀请他帮忙检测信息。但是陆离的这个天赋不只是在战斗中有用，就算是平时作用也很大。因为隐藏信息这4个字的范围太广了，不只是野怪身上才有隐藏信息，比如鉴定装备，鉴定的便是装备上的那些隐藏信息。某些装备是需要鉴定后才能使用的，而且大多都是强力的装备。这还衍生出了一个副职业鉴定师，而且现在鉴定师这个职业是很受欢迎的，特别是受到强者的欢迎。所以这个天赋十分强大，甚至是让陆离已经成了最顶级的鉴定师，又是一个最顶级的辅助天赋。陆离放下激动的心情，再次仔细查看三头魔狼的属性信息。三头魔狼实力很强，特别是速度非常快，是普通玩家的6倍。即使是如今的陆离，速度也只有他的1半。所以说想要躲避三头魔狼的攻击可是有点难了。好在三头魔狼的物理防御只有200点，不过这主要是为了让普通玩家能够有通过的机会，所以这倒是方便了陆离。陆离的物理攻击足够高，只需要让他碰到三头魔狼，陆离就有信心能够快速秒杀掉他。不过在陆离观看的视频之中，三头魔狼会快速迂回周旋，不会给玩家碰到他的机会。同时还要小心三头魔狼的技能，一旦陷入眩晕，怕是很难脱身。好，对面的三头魔狼先是大吼一声，并未着急进攻，这也是三头魔狼危险的一个原因。他十分谨慎，会先观看玩家的行动，再决定自己的进攻策略。毕竟能够来到第9阶段，说明玩家还是有些水平的。虽然三头魔狼属性强劲，但是也是没有莽撞大意。陆离早已思考好了策略，直接持剑冲锋，横切。横向发动技能即可造成额外伤害，只是三头魔狼反应很快，强壮的4肢迅速蹬地，直接躲开了陆离的攻击范围。果然被躲开了，陆离对此早有预料。陆离并未慌乱，止住脚步，狼牙剑轻轻一划，收回力道，迅速转身冲向面向三头魔狼离开的方向。三头魔狼这次并未闪躲，因为根据他的判断，陆离的速度并不快，和以往那些玩家并没有什么不同。现在他就要开始试探陆离的防御了。魔音贯耳，只见三头魔狼3张巨大的狼嘴齐齐张大，吼一声巨啸，狼吼声全部灌入陆离的耳朵之中，甚至都出现了巨大的嗡鸣声。不过陆离毕竟对于他的技能很熟悉了，此时也早已做好准备。轻骨进化术，陆离脖子上面挂的项链顿时耀眼起来，一道白光亮起之后，陆离并没有陷入眩晕状态。好，三头魔狼见到陆离并没有受到控制，顿时有些生气。能够在10级就解除他的控制的人可不多见，这也不能怪三头魔狼，因为神域中接触控制的技能和装备本就稀少，每个都是能够卖出大价钱的。至于在10级就能够获得，那真就没多少玩家能够做到了。但是陆离可不是普通玩家，村里的 NPC 对他可是极其大方。轻骨进化术便是陆离身上的装备轻骨链所携带的技能，能够解除自身控制。轻骨链，品阶白银级，属性精神加100点，特殊属性技能轻骨进化术，使用该技能后可以解除自身控制，冷却时间10小时，耐久度100，装备要求10级。第18章通关出生之路。这轻骨链在陆离第一次看到它的属性和技能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它在这里的作用。三头魔狼最厉害的属性就是它的速度，而最强的击杀手段就是它的技能魔音贯耳。
倒不是说魔音贯耳能够造成大量伤害，而是说有了魔音贯耳，三头魔狼就可以直接贴身进攻，迅速带走脆皮职业。眩晕2秒时间，若是没有解除控制的手段，很难摆脱。大多输出职业都是生命值偏少的，现在又是单人闯关，所以这个技能对玩家很是克制。而轻骨链这个装备恰好可以解除它的控制，简直就是为了消灭三头魔狼而量身打造的。陆离现在严重怀疑 NPC 们就是为了让他好过这一阶段才送的这件装备。不过三头魔狼本身是很强大的，而且也很全面，除了这一点他还有另外的手段，就是没有魔音贯耳好用就是了。若是玩家能够解除控制，或者是依靠自身防御和生命值来到这里的，导致三头魔狼在2秒内对玩家无法秒杀，那三头魔狼还有第二招，那就是用利齿撕咬对玩家造成流血效果，再多的生命值最终也会流血致死。而三头魔狼只需要在一旁迂回就可以了，因为玩家很难追得上它。这就是最终 BOSS 的恐怖之处了，属性强大，而且还有2个强力技能，只是这对陆离来说都不好使。没有了魔音贯耳，三头魔狼对陆离的威胁就没有那么大了，因为三头魔狼若是想要击杀陆离，就必须近身才行。无论是想用利齿撕咬这个技能，还是想要用爪子进行攻击，都必须近陆离的身。而陆离现在就是想和他近身战斗，陆离自身的防御完全能够撑得住三头魔狼的进攻，他需要的就是用剑砍到三头魔狼。三头魔狼根本不会意识到陆离的物理输出会是有多恐怖。果然，三头魔狼长啸一声，迅速冲向陆离。陆离假装撤退，三头魔狼见此，速度再次提升。就在距离陆离还有3米的时候，陆离迅速转身，持剑指向三头魔狼。吃！锋利的狼爪狠狠地抓在了陆离的身上，但是侧斩-2000，陆离手中的狼牙剑也是狠狠地砍在了三头魔狼的脑袋上，一个高额伤害数字在三头魔狼的身上飘出。嗷嗷！一声痛吼传出，三头魔狼一颗脑袋带着鲜血滚落在地，剩下的2颗脑袋面面相觑，狼脸上满是惊骇。啊呀！三头魔狼愤怒不已，此时狼面狰狞，森森獠牙，看起来极为骇人。庞大的身躯慢慢隆起，肌肉虬结的有力四肢开始脉动起来，唰，如同一道风一般来到了陆离的身边。看来是巨大的痛苦让他暂时失去了理智，竟然想要搏命。陆离可不会给他任何机会。搏命？求之不得！你以为我和那些普通玩家一样会害怕你吗？陆离丝毫不管三头魔狼张开的血盆大口，直接紧紧握着手中的狼牙剑，随后狠狠一划，吃！三头魔狼的巨大獠牙狠狠扎入陆离的手臂，但是陆离的右臂已经握着剑，重重的插入了三头魔狼的脖子。-2000，又是一个高额的伤害。好！三头魔狼忍不住发出了沉闷的痛吼声。趁此机会，陆离的左臂迅速摆脱了三头魔狼鲜血淋漓的大嘴，随后一个跳跃来到三头魔狼脖颈处，带着弧状钩牙的狼牙剑直直地刺进了三头魔狼的3头连接处。三头魔狼剩下的2颗头颅还未摆脱刚才的痛楚感，又是遭遇陆离这般强烈的攻击，2个脑袋直接条件反射一般仰天痛吼。-2500，巨大的鲜红数字飘出，三头魔狼庞大的身躯缓缓倒地，陆离在空中落地，落在三头魔狼身躯旁边。恭喜你顺利通过出生之路的考验，由于你在1小时内通关了出生之路，你已触发隐藏关卡。警告，请不要向外界透露任何有关隐藏关卡的信息，违规者将被立即逮捕。隐藏关卡将在5分钟后开始，请玩家做好准备。陆离无奈地摸了摸脑袋，他总觉得出生之路不该这么简单，原来原因在这呀。怪不得网上的通关攻略最高只有 S 级，那些 SS 级和 SSS 级通关攻略根本找不到。看来只有通关隐藏关卡才能获得更高等级的评价，而开启隐藏关卡的条件就是在1小时内通关这9个阶段。这般想来，蓝宫杜月这样的天才也是没有通过隐藏关卡获得 SS 级评价的。也是，很多人想要通过都是一件难事，更别提进入隐藏关卡了。据统计，顺利通过出生之路的玩家也就是在1%左右，很多人更是利用了自己天赋前期强大的特点。而能够触发隐藏关卡的玩家，陆离觉得可能连100万分之一都不到。不再去想，陆离直接发动技能吞噬掉三头魔狼的尸体，这可是好东西。吞噬之心发动，吞噬三头魔狼成功，获得物理攻击5点，速度5点，直接增加了10点属性值，真是爽。随后
陆离捡起三头魔狼掉落的物品，恭喜你获得出生令牌魔狼利齿 X5 魔音贯耳，算是常规掉落。出生令牌是只要通过就会获得的，魔狼利齿是材料，魔音贯耳是技能书。有的玩家还会掉落魔狼皮毛和技能书流血，概率是随机的，运气好的玩家可能会获得4件物品。出生令牌效果：对野怪增加 1% 伤害。介绍：玩家通过出生之路时获得。出生令牌很有用，能够增加自己对野怪的伤害。魔狼利齿是打造武器的材料，不必介绍，陆离直接扔进了背包，打算卖钱。魔音贯耳便是三头魔狼这技能，很好的控制技能，陆离直接学习了。再次等待片刻，声音终于响起，隐藏关卡已开启，请玩家开始挑战。第19章隐藏 BOSS。 又是一阵眩晕感，陆离再次睁眼，发现又是一个新的空间。这里是一个非常幽暗的空间，昏暗异常，唯一的照明物是周围的一圈点燃的绿色火焰，看起来如同鬼火一般。咔吱咔吱，前面出现了脚踩枯骨的声音。你好啊，小朋友。一道阴柔渗人的声音传入耳膜，陆离看向对面走来的那人，只见他身高大约1.7米的样子，身穿黑袍，将自身遮挡得严严实实，只有一双冒着绿光的眼睛露在外面。他手中还拿着一个法杖，法杖大约1米长，黑暗中看不真切，但是法杖顶端隐约冒着紫光。他的身旁还有一个巨大的坐骑，那是一头似狼似虎的奇异生物，四肢强劲，爪牙看起来极为锋利。他正用着绿色的眼珠紧紧地盯着陆离，凶狠的獠牙裸露在外，嘴里不时还滴落下腥臭的咸液。陆离抓紧时间迅速查看他们的信息。阿伦斯，等级15级，职业召唤师，种族亡灵族，品阶白银级，生命值6000，物理攻击200，法术攻击600，物理防御100，法术防御200，精神600，速度200。技能：恶鬼召唤、幽灵召唤、骷髅召唤。恶鬼召唤：阿伦斯召唤地狱中的恶鬼前来助阵。幽灵召唤：阿伦斯召唤幽灵前来助阵。骷髅召唤：阿伦斯召唤骷髅前来助阵。介绍：阿伦斯曾经是人族征战已久的召唤师，但是自从他在一次战争中重伤后，为了挽救残存的躯体，便堕入了黑暗之中。随后在魔族的帮助下，阿伦斯转化成了亡灵之身。之后他深受魔族的青睐，很快他成为了魔族的爪牙。多年后，在魔族与人族的一次大战中，他被人族俘虏，随后被大法师塔克莱削弱实力后封印在此地，用于历练人族最强大的勇士。暗银虎犬，种族犬族，品阶白银级，生命值10000，物理攻击600，法术攻击10，物理防御1000，法术防御200，精神200，速度400。技能：迅猛生命，震跳撕咬。迅猛生命，暗银虎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生命值降到 50% 之后，它获得强大的生命恢复能力，每秒回复 10% 生命值，仅限一次，持续5分钟。震跳撕咬，暗银虎犬全力一跳并撕咬对手，攻击附加额外 50% 攻击力伤害。介绍：暗影虎犬是魔族赠送给阿伦斯的坐骑，暗银虎犬随阿伦斯征战多年，与阿伦斯默契十足。在战斗时，阿伦斯在后面进行召唤，而暗银虎犬则是在前面进行抗伤并保护阿伦斯。在洞悉之心的帮助下，阿伦斯和他的坐骑的属性一览无余，这也让陆离可以更好的准备和做出针对。毕竟之前可没有听说过隐藏关卡，自然也不了解现在面前的这个 BOSS。 现在对敌人知根知底之后，陆离就放松多了。很明显，阿伦斯作为召唤师，自然是在后面不停的召唤，3个技能分别是召唤恶鬼、幽灵和骷髅。而他的坐骑既是前排肉盾保护他进行施法，又能够作为他的坐骑带他进行位移，弥补他速度不够的弱点。既然如此，那就需要迅速先手，防止他召唤恶鬼、幽灵和骷髅。陆离不再犹豫，立刻持剑向着阿伦斯的方向冲去。阿伦斯一愣，随后立刻坐上了他的坐骑，干枯的双手一拍，坐骑暗影虎犬立刻带着他离开了原地。他确实没想到陆离居然敢直接冲向他，因为在以往的战斗中，玩家进入隐藏关卡之后是不会轻举妄动的，一般都是先观察一下，这样阿伦斯就可以先手召唤出来恶鬼和幽灵，随后奠定自己的胜局了。这是因为玩家们进入隐藏关卡后根本看不到阿伦斯的具体信息，自然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但是陆离有洞悉之心在，所以对阿伦斯十分了解，所以才这般直接冲向他。阿伦斯虽然有些惊讶，但是他应对得很快，直接坐上坐骑离开了原地，防止陆离直接突进到他，随后便开始使用召唤法术。
只见他手中的法杖不断挥舞，一个黑色的符文在空中不断描绘。很快，一个圆形的召唤阵立刻被描绘了出来。紧接着，一声怒吼在里面传了出来，叫声十分凄厉。随后，一个爪子从里面伸了出来，那是一只地狱中的恶鬼。这便是阿伦斯的一个法术了——恶鬼召唤。那恶鬼身高接近2米，身躯有些瘦弱，身体呈现黑色，干枯的身体十分骇人。那恶鬼从召唤阵中出来之后，便是一声低沉的咆哮，随后立刻冲向了陆离。恶鬼召唤物，种族鬼族，等级10级，品阶青铜级，生命值2000，物理攻击500，物理防御500，速度200。介绍：这是在地狱中存在的恶鬼，通过召唤法阵，阿伦斯把他召唤了出来。他完全听从阿伦斯的命令，可以悍不畏死地冲向阿伦斯的敌人。召唤者阿伦斯，恶呜恶呜，恶鬼不停叫喊着冲了过来。恶鬼的属性倒是不强，对于陆离来说还算好对付。是，陆离一剑直接将恶鬼头颅砍下，造成了大量的伤害，直接秒杀。什么？竟然杀得这么快！可恶，没想到你这么厉害！阿伦斯皱眉说道。这召唤物对别人来说恐怕是要费些功夫，但是对陆离来说就简单多了。不过，阿伦斯手中法杖再次不停挥舞了起来，另一个召唤法阵再次被描绘出来。这次法阵里面出来了一个幽灵，幽灵身体呈现半透明状，漂浮在空中，高约1.5米的样子。幽灵召唤物，种族幽灵族，等级10级，品阶青铜级，生命值2000，物理攻击500，物理防御500，速度200。特性：物理攻击仅能够对幽灵造成10%的伤害。介绍：这是在地狱中存在的幽灵，通过召唤法阵，阿伦斯把他召唤了出来。他完全听从阿伦斯的命令，可以悍不畏死地冲向阿伦斯的敌人。召唤者阿伦斯。第20章 SSS 级评价。幽灵最特殊的地方就是在于物理攻击仅能够对他造成10%的伤害。陆离再次看了一下阿伦斯的方向，却看到阿伦斯仍旧在挥舞他的法杖，像是在又要召唤恶鬼和幽灵的样子。现在看来，他还能召唤出更多的恶鬼和幽灵，现在必须要迅速击杀这些召唤物，然后突进到他的身边，阻止他召唤更多的恶鬼和幽灵了。不然自己只怕是要被围攻了。得益于陆离极为离谱的物理攻击，他斩杀起恶鬼来还是很轻松的，就是对幽灵有些乏力了，毕竟他没有法术攻击。不过他还有一个火焰斩，可以对幽灵造成1000多的伤害。又一个恶鬼被召唤了出来，被抓紧了。陆离迅速向前突进，一剑直接斩下一个恶鬼，随后绕过幽灵，继续扑向阿伦斯的方向。就算不能够直接杀死阿伦斯，也要先阻止他继续召唤更多的恶鬼和幽灵。幽灵见陆离绕开他之后，立刻也是转身追向陆离，只不过速度慢很多，并没有追上。但是阿伦斯的坐骑见到陆离冲过来之后，迅速离开了原地，也是不想让陆离追上。只不过这个空间毕竟是有限的，而且陆离的速度比坐骑要快，这样下去陆离终究是能够追上他们的。阿伦斯也知道自己的恶鬼是根本拦不住他的，所以坐骑带着阿伦斯在逃离一段距离之后，阿伦斯直接跳下暗影虎犬，暗影虎犬则是直接前去拦截陆离。坐骑暗影虎犬生命值很高，有1万之多，而且速度也是比较快，更何况还有技能可以大量恢复生命值，一时间倒是不会直接死亡。陆离自身是无法直接秒掉他的，倒是有些麻烦。若是被暗影虎犬牵扯住，任由阿伦斯不停召唤，自己通关的时间会拖得更久。必须要利用自己物理攻击极高的这一点，迅速秒杀阿伦斯。如此想着，陆离继续迎着暗影虎犬冲去。是一剑砍在暗影虎犬的身上，造成大量伤害，但是这样也是被暗影虎犬阻拦了下来。阿伦斯则是一直在远处不停的施法描绘召唤法阵，他还是第一次感受到如此强大的压迫力。他现在心中很清楚，只要陆离能够来到他身边，就能够直接秒杀掉他。他和那些恶鬼并没有什么不同，以往的玩家都是被他克制，根本不会有这么强的物理攻击和速度。恶鬼本来是他的一个得力助手，现在却显得如此无力。法阵成型，一个只有骨头的手臂伸了出来，随后是一颗骷髅头，随后是身体。这是骷髅兵。阿伦斯的召唤也是有冷却时间的，他是不能一直召唤某一种生物的。随后才又是一只恶鬼爬了出来，虽然恶鬼没有什么用，但是能拦一下是一下。两个生物在出来后也是迅速赶往战场，帮助暗影虎犬抵抗陆离的进攻。陆离此时正和暗影虎犬打得不可开交，陆离的速度在3阶增幅器的帮助下来到了400多，但是暗影虎犬的速度也有400点，相差并不是太大，所以
陆离一时间也摆脱不了他的阻拦。既然如此，就只能先把暗银虎犬杀掉了。只要他死了，阿伦斯也是必死。陆离并不是太怕这些召唤物。吃，又是一剑，负1500，近1/6的生命值再次消失。负150，暗影虎犬也是一爪子拍在了陆离的身上。虽然造成的伤害并不高，但是陆离自身的生命值也是无法与他相比的，还是要迅速解决掉他才行。刷刷，接连2剑，直接是把暗影虎犬的生命值打下了半血以下。此时，暗影虎犬的被动技能迅猛生命也是触发了，每秒恢复自身10%的生命值，也就是每秒恢复1000点生命值，而且是持续5分钟。或许对其他玩家来说，这暗影虎犬目前是根本杀不掉的，但是陆离可以。陆离迅速出剑，去除掉躲避暗影虎犬攻击的时间，陆离也能造成每秒1500点的伤害，抵消之后也能对他造成500点的伤害。目前暗影虎犬的生命值已经不足5000点了，只需要10秒，负1500加1000，负180。陆离不断和暗影虎犬交换血量，但是暗影虎犬怕了。就在还剩2000多生命值的时候，暗影虎犬直接撤退，让恶鬼来顶替自己。此时已经有3只恶鬼、2只幽灵、1只骷髅兵在自己周围进攻了，只不过暗影虎犬一直顶在前面，陆离也没太在意他们。一剑斩死恶鬼，继续冲向暗影虎犬，自己不能任由他回血，这样自己会耽误更多时间。任由召唤物一下下打在自己身上，陆离依旧是利用自己的一点速度优势，死死黏住了暗影虎犬。10秒之后，负1500，嗷暗影虎犬惨叫一声，重重倒地。不，可恶！阿伦斯见到自己的坐骑最终倒地，也是忍不住哀嚎一声。但是他也明白，暗影虎犬一死，自己也活不了了。这还是头一次自己感到如此的无力。以往大多是碾压玩家，看着玩家们痛不欲生，就算是那些最终通关的玩家，也是和自己打得有来有回，艰难击败自己。而现在自己却有种毫无还手之力的感觉。陆离此时的心情就要轻松多了，一见一个恶鬼，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迅速来到阿伦斯身边。死吧！陆离出剑，阿伦斯速度不快，根本躲不开陆离的攻击。负3200，负3100，2剑，阿伦斯倒地。阿伦斯死亡之后，召唤物也随之消失。恭喜玩家顺利通过隐藏关卡，通关时长为21分钟12秒。恭喜你获得 SSS 级评价。1分钟后，您将进入圣域，获取最终通关奖励。第21章最终奖励。战斗终于结束，陆离自身也是还剩下1半多的血量，刚才任由召唤物们攻击自己，倒是对自己造成了不少的伤害。好在自己斩杀暗银虎犬的速度足够快，自己完全能够撑得住他们的攻击。看了一眼狼牙剑，陆离心情很是愉快。这次可真是多亏了这把狼牙剑，高达1500点的攻击才让他能够通关的如此顺利。没了狼牙剑的加持，自己自身也不过是500点攻击力罢了。500点攻击力这种战斗中可真是不够看。玩家想要迅速通关，必须要有1000点以上的伤害，而陆离依靠的便是狼牙剑和3阶增幅器，这就是陆离的最大依仗。这场战斗之后，狼牙剑掉了2%的耐久，去了城池必须要修复一下。看了地上的尸体，陆离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召唤物们是直接消失了，但是还留着暗影虎犬和阿伦斯的尸体，直接吞噬。吞噬之心发动，吞噬暗影虎犬成功，获得物理攻击10点，速度10点。吞噬之心发动，吞噬阿伦斯成功，获得法术攻击10点，精神10点。随着吞噬物品级和等级的提升，获取的属性也越来越多了。就看一会儿进入圣域获得什么奖励了。获得 S 级评级的奖励已经是公开的了，虽然每个玩家的奖励都有所区别，但是总的价值是一样的。而这个圣域则是神域世界的一个特殊地点，类似于一个秘境，但是进入的条件极为苛刻，基本都是触发了一定的条件才能被传送进入。自己想要主动进入可是难上加难，而且圣域内信息都是保密的，外界并没有公开，只有进入过的人才知道里面的情况。圣域可以说是神域的一个圣地，有句话是这样说的，神域不能没有圣域，就像3地区不能没有地法。哦，不是，是就像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圣域所在就是神域天道所在，能够进入神域的玩家都是绝世天骄，可以说是一种认证。1分钟后，即将进入圣域，请玩家做好准备。刷！这次并没有之前的眩晕感出现，反而是一种十分舒适的感觉，如同在云端泡温泉一样，暖和和，
全身都是放松了下来。陆离大约是享受了1分钟的时间，随后这种感觉便渐渐消失了。落地，脚下云雾升腾，但是并不会感到潮湿，这里确实是云端。陆离有一种来到了古代华夏传说中的天庭一般的感觉。随后，陆离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女性精灵，那精灵容貌绝美，身材高挑，穿着华贵的衣衫，背后还有一双纯白色的翅膀，看起来很是圣洁。你好，我是来给你颁发奖励的。声音柔和，沁人心脾，仿佛是传入脑海最深处。好的，谢谢。陆离迅速感谢回应。你的评价是 SSS 级，通关时长为21分钟12秒，在本服务器中排名第1位，且本次通关为首次通关，所以你获得如下奖励：荣誉勋章、出生帝君、5品阶技能、出生等级提升2级、白银级装备、青云靴、声望1000点、金币10枚。恭喜你，玩家青山梨。女性精灵宣读完毕，伸手递过来一个箱子。陆离接过后，再次表达了谢意。瞬间，女性精灵消失不见。陆离也是不在意，他现在的目光都在这个箱子上。咔嗒，箱子打开，露出了里面的全部物品。里面的物品和刚才精灵所说的一样。出生帝君，类型勋章，效果幸运加5。介绍：你是出生之路中表现最优异的玩家，也将是未来的最强者。勋章是一种特殊装备，可以无限制叠加，佩戴后便会生效。直接增加幸运的物品是神域中最为稀少也是最为珍贵的物品。因为幸运这个属性属于隐藏属性，是不可见的，但是它的作用确实十分巨大的，对玩家有着很深的影响。幸运会影响自己的爆率、被爆率以及任务的奖励等方方面面。而这枚直接增加5点幸运的出生帝君勋章，毫无疑问可以卖出一个天价。当然，陆离自然是不会卖的。勋章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不会被爆出来，所以玩家们可以放心佩戴，就如同自己的天赋一般。陆离直接佩戴上，这是自己的荣誉。我不是有洞悉之心吗？陆离转念一想，那这样自己是不是可以看到幸运属性了呢？陆离迅速查看自己的属性面板。玩家青山梨，等级12级，职业无未转职，生命值2360，法力值2140，物理攻击2285，法术攻击430，物理防御425，法术防御430，精神440，速度475，幸运9，暴击率15%，暴击伤害5%，声望1000，天赋吞噬之心 SSS， 赌神之心 SSS， 神物之心 SSS， 宝藏之心 SSS， 洞悉之心 SSS。 装备狼牙剑、野牛皮衣、野牛皮裤、野牛满靴、轻骨链。特殊装备出生令牌。技能火焰斩、黄金级、横切、白银级、魔音贯耳、白银级、重击、青铜级。勋章出生帝君。果然自己可以看到隐藏属性了，新增了3个属性，一个是幸运，一个是暴击率，还有一个暴击伤害。幸运是9点，看来自己的初始幸运是4点。自己的轩辕剑虽然可以增加10点幸运，但是自己需要挑战出生之路，目前是不能更换的。暴击率会影响自己的输出，也是一个隐藏属性，暴击率最高就是 100%。 暴击后会获得额外伤害，陆离目前是暴击伤害 5%， 便是额外多出 5% 的伤害，最高无上限。第22章通关排行榜。再一个就是自己的声望增加了1000点。声望是代表玩家在神域中的出名度，声望值也有很多的用处，声望值越高， NPC 也越发尊敬你。而且声望值还可以用来购买很多稀少的东西，甚至说某些东西必须要有足够的声望才可以获得。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等级来到了12级，这也是刚才结算的奖励。等级来到10级以后，也是有了新的属性获取，每升1级6项属性都会提升50点，并获得50点自由属性点。陆离自己也是升级，把100点自由属性点直接全部点在了速度上，速度也是来到了575点。陆离的转职想法就是转职剑士，所以他不仅需要物理攻击，还需要速度。因为自己目前并不是很缺物理攻击了，所以陆离现在也是考虑加点在速度上。而生命值和法力值则是在15级之前每级增加500点，15级到20级时各增加1000点。所以陆离现在的生命值也是突破了2000点。再看后面的新技能出生。品阶无。技能效果：玩家死亡后立即复活，并获得 50% 生命值，不会受到死亡惩罚，即无经验损失，无装备掉落。冷却时间3天。有些技能是没有品阶的，因为它无视了品阶。这类技能一般是自身具有某些特殊效果，
而出生这个技能，简单讲就是复活，不过不是满血复活，而是获得 50% 的生命值。但是这依旧改不了这个技能的强大。在死亡惩罚如此严厉的情况下，能够让免于死亡，这技能确实是一个神技，而且说不定还能反杀获得胜利。所以说这个技能是很有用的。废话不多说，直接学习。然后就是一件装备，青云靴。青云靴，品阶白银级，属性速度加200点，特殊属性技能平步青云，使用该技能后增加100点速度，持续2分钟，耐久度100。装备要求10级，属性比青铜级的野牛满靴要好不少，直接更换。这样陆离的速度就来到了550点。最后是10枚金币，听着好像并不多，但是陆离自己目前一共才1430枚铜币，也就是14枚金币。这一次的奖励已经能够顶上陆离之前所有的了。不愧是 SSS 级评价的奖励，比起 S 级的奖励就是好了不少。S 级的评价是除掉之前通过9个阶段的奖励外，还奖励了一个勋章和一个装备。那个勋章自然是比不上出生帝君这个勋章的，但是也挺好的，对得起玩家之前的努力。当然，出生令牌已经是很不错的东西了，越到后期越有用。陆离查看完所有的收获之后，开始查看起来周围。周围云烟雾绕，倒是不清楚到底有多大范围，也不知道有些什么。唯一的物品就是不远处的一个石碑了。陆离迅速跑过去，开始查看起来。这石碑大约3米高的样子，上面有不少的名字。陆离看到后便知晓了这物品是什么。原来这是通关记录 ，SSS 级评价通关排行榜。第一名青山梨，通关时间21分钟12秒。第二名阿曼 X 史塔克，通关时间31分钟18秒。第三名风蓝月，通关时间33分钟34秒。第9名福建义勇，通关时间58分钟36秒。没有第10名，看来一共就9名玩家获得了 SSS 级评价。陆离得益于狼牙剑和3阶增幅器的帮助，超高的物理攻击让他一路顺风顺水，最终以超过第2名10分钟的成绩登顶，更是超出第9名37分钟。即使陆离如此强大，仍旧有人能够在31分钟通关，说明还是有人像他这般有着不为人知的奇遇的。这后面的8个人，或许在以后也会是自己的劲敌，倒是要提前做一些了解了。叮，时间已经到了，即将回归新手村，请玩家做好准备。随着一阵系统声音，陆离再次感受到了那种眩晕的感觉。再次睁眼，已经是来到了新手村的出生之路通道面前了。某个秘境，系统提示：您的出生之路 SSS 级评价排行榜排名已更改。系统提示：您现在是第2名，所以您的出生帝君勋章已消失，替换为出生王者勋章。一个身材高挑的白人男性此时听到系统提示后，忍不住皱眉。OH， 笑，竟然还有人在这个时候通过出生之路隐藏关卡，有病吗？都什么时候了？有着通关的实力，为什么现在还在新手村啊？可恶，我倒是要看看他是谁。回来了呀，这么快，看来是没能通过。没事，还有机会，再努力。我觉得你肯定可以的，只要你再熟练。守卫见到陆离这么快就回归新手村，还以为陆离失败了。陆离也是哭笑不得，当即打断道：不是，大哥，我已经通过了。你看我等级，我 X。嗨嗨，不好意思，就当没听见。小子，厉害啊！守卫当即一看陆离的等级，也是震惊万分。这下我真的信了，村长说的是真的。原来，陆离见他停顿不再说，当即忍不住问道：村长说了什么？我不能说，哈哈，你就别再问了。你要继续闯关，还是休息一会？我准备继续闯关。陆离无奈回答道：村长肯定说了些什么，但是他并不想告诉自己。或许是村长之前就警告过，只不过刚才守卫说漏了嘴。既然如此，那自己就继续挑战出生之路好了。毕竟这10次机会还是要好好利用的。不谈可以用来吞噬增加属性的强大野怪，就是最后的奖励也要再拿9遍。没错，只要通过就可以再领一次奖励，这就是给强者的福利。陆离可是要成为拿10次 SSS 级评价的男人。很快，陆离再次进入那个黑洞。这次陆离更有经验了，通关速度再增1减。恭喜你顺利通过出生之路的考验。由于你在1小时内通关了出生之路，你已触发隐藏关卡。隐藏关卡将在5分钟后开始，请玩家做好准备。恭喜玩家顺利通过隐藏关卡，通关时长为18分钟48秒。恭喜你获得 SSS 级评价。1分钟后，您将进入圣域，获取最终通关奖励。圣域，20分钟不见，你又来了。第23章终极奖励。
这是你的奖励。依旧是那个精灵小姐姐来给林青送上奖励。陆离打开后发现，这次的奖励比第一次差了许多，甚至可以说是大打折扣。这次的奖励是等级提升1级，白银级装备青月履，声望100点，金币10枚。陆离忍不住抬头看了那个精灵小姐姐一眼，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不料精灵小姐姐嘟了嘟嘴，大眼睛眨了2下，双手一摊，表示这不是我能决定的。随后纯白的翅膀微微颤动，便再次消失了。陆离虽然不满，但是也知道这不能怪人家精灵。不过这次的奖励依旧很不错了。现在陆离已经来到了13级，青月履属性比不上之前的青云靴，就直接扔进背包了。声望和金币怎么都不嫌多。撤出圣域，再次进入出生之路。恭喜你顺利通过出生之路的考验，恭喜玩家顺利通过隐藏关卡。给精灵姐姐扔下一个字和一个箱子，再次扇动翅膀离开。第4次精灵小姐姐都不见了，只剩下地上的箱子。第5次地上出现了5个箱子，只不过有4个箱子是不能开的。第6次第10次，恭喜玩家顺利通过隐藏关卡，恭喜玩家累计10次获得 SSS 级评价，触发隐藏奖励圣域。怪不得之前没有第10次的箱子，原来是有隐藏大奖，真不错。陆离笑着来到圣域，等待自己的精灵姐姐来送奖励。在等我吗？一道中年男性的声音突然在背后响起。陆离迅速转身，只见一个穿着长袍的中年男性正在漫步走来。当然不是在等你啊，我的精灵姐姐呢？虽然心里是这么想，但是陆离肯定不能这么说。是的，请问您是？来者笑着说道，我是谁不重要，以后你自然会知晓。我来的原因呢，你也清楚，因为你这10次都是 SSS 级通关啊。我已经很多年不曾出现在这里了，确实很难出现你这样的天才。不过你来得太晚了，我看看，原来如此。不过倒是有人帮你遮住了，是他，倒也不错，倒是不用我费心了。陆离一惊，看来此人的实力在寡妇姐姐之上，不必担心，也不必拘谨。哈哈，我可是来给你送奖励的，来，打开看看。只见中年男子递过来一枚戒指，陆离接过后发现，这枚戒指也是一个类似背包的物品，里面装了不少东西。哦，还有等级，这次奖励是提升3级。你这倒是省了很多功夫啊，毕竟你现在缺的就是时间。当然，这也不是我私自改的，规则本就是如此。既然能够10次轻松通过这试炼路，那自然就该有大奖励。哦，对了，戒指固然重要，但是自身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记得磨练自己的实战技巧啊。既然如此，我就先走一步了，你自己慢慢看奖励吧，我不打扰你了。中年男子快速说完这一切之后，便是直接离开了。陆离对着他离开的方向鞠了一躬，表示感谢。这是学校里面教过的，对待强者要有敬畏之心，有时候一个小小的举动可能会改变自己的人生。虽然这人似乎是一个话痨，又或许他只是想赶紧送完奖励走人，但是他总归是给自己送来了大奖。待他走后，陆离开始查看戒指里的物品。第一个是一个荣誉勋章，出生之主。出生之主效果：1. 幸运加5。2. 对低于自己生命值的敌人增加 30% 伤害。介绍：在出生之路中获得10次 SSS 级评价可获得，效果很强大，直接佩戴上。幸运自然不必再说，效果2则是能够额外造成 30% 伤害，可以让自己对于脆皮的输出更加爆炸。第二个是一个卷轴，玄冰阵。玄冰阵类型：一次性卷轴，品阶黄金级，效果：从天空释放大量玄冰，对方圆300米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5000点伤害，并造成 50% 减速效果。恐怖！对目前的陆离来说，这东西就是个范围性的禁咒啊，可以用来杀敌，也可以用来自保。总之，这不是随便使用的好东西。第三个是一个丹药瓶，陆离打开后看到里面有10颗丹药，都是白鼠丹。白鼠丹，品阶白银级，效果：使用后随机增加100点某项基础属性，限制最多使用100颗，直接增加自身属性。这丹药十分抢手，价格也很高，而且产量极少，供不应求。毕竟这可是永久增加自身属性的，用到就是赚到，很多高手都是花大价钱直接用完100次机会的。陆离直接全部使用，总计获得200点物理攻击，200点物理防御，100点法术攻击，200点法术防御，100点精神，200点速度，很赚。再看下一个是一个盔甲装备，名为铁虎甲。铁虎甲，品阶白银级，属性物理防御加500点，特殊属性技能虎威，使用该技能后增加200点物理防御和200点法术防御，持续2分钟。耐久度
100。装备要求12级，装备属性很不错，技能也还行，直接替换掉之前的野牛皮衣。除了这些物品，还有2张券：紫币券，使用后获得1枚紫币；声望券，使用后获得1000点声望值。陆离也是直接使用。这紫币是神域世界中更为稀有的一种货币，价值等同于1000枚金币。但是基本没有人会用紫币去替换金币，因为紫币数量稀少，而且有些物品只能使用紫币购买。很多人甚至愿意用几千金币去换1枚紫币，但是很少有人会答应。据说有些成交价已经到了1万枚金币，可见紫币的珍贵。第24章，离开新手村。所有奖励已经查看完毕，陆离也是直接回到了新手村。这次出生之路挑战完成，奖励简直可以说是拿到手软。最夸张的是陆离现在的等级，很难想象陆离现在已经来到了20级。是的，20级，10次挑战机会，全部拿到等级提升或者说是经验奖励。第一次直接提升2级，第2次到第5次每次获得1级，一共4级。第6次到第9次每次获得半级，一共2级。第10次再次提升2级，整整增加了10级，堪称恐怖。陆离经此一战，等级飞升到了20级。陆离依旧记得自己当时听到自己升到20级时的欣喜。恭喜你升到20级，获得50点自由属性点，请按需分配。目前在本服务器中，您的等级排名为48201024位，华夏区等级排名为8025678，全球排名提升了1000多万名，而在华夏区则是提升了200多万名。可见还是有很多人等级没有到达20级的。而且据统计，目前还有60%的玩家的等级仍旧处在20级到30级之间。只要陆离等级能够继续快速提升，那么他就可以实现等级排名的飞跃。而陆离目前的属性也是强到爆炸。玩家青山离，等级20级，职业未转职，生命值8860，法力值8640，物理攻击3085，法术攻击930，物理防御1425，法术防御1030，精神1040，速度1475，幸运14，暴击率15%，暴击伤害5%，声望2800，天赋吞噬之心 SSS， 赌神之心 SSS， 神物之心 SSS， 宝藏之心 SSS， 洞悉之心 SSS。 装备狼牙剑，黄金级，铁虎甲，白银级，盲影裤，白银级，青云靴，白银级，青骨链，白银级。特殊装备出生令牌。技能火焰斩，黄金级，横切，白银级，踏银斩，白银级，魔音贯耳，白银级，重击，青铜级。勋章出生帝君，出生之主。还没有正式离开新手村，陆离已经是20级了，此等情况百年难遇。现在陆离就需要离开新手村，前往城池进行转职了。玩家在20级之后，若是还没有进行转职，之后是不能再升级的，就是说会一直卡在20级。既然玩家无法升级，也就不会获得生命值、法力值和属性的提升的。这样安排也是给某些出了新手村还在犹豫职业选择的玩家一个机会。这类玩家通常获得的天赋是通用型，也就是适合多种职业的天赋。在10级到20级之间，玩家继续保持无职业状态，最终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但是总不能一直能让玩家保持在无职业状态，毕竟在这之后，不同职业之间的属性获取已经不同了。转职输出职业会获得额外的输出属性，比如转职剑士是会额外获得物理输出，还会获得一定的速度。转职坦克职业会获得额外的防御属性，比如盾战士是会获得物理防御和法术防御。转职辅助职业会获得额外的法术值和精神，比如牧师。同时生命值和法术值也会产生不同。坦克前排职业会获得更多的生命值，辅助职业则是会获得更多的法力值，其他职业则是获得相应的补偿，即转化为其他属性。总的来说，升级获取的属性是不同的，但是总体是平衡的，价值等同。陆离稍作休整后，便立刻赶往了新手村广场。村长，我准备出村了。陆离来到村长面前说道。玩家等级来到10级之后，在新手村就没什么事情可以做了。现在新手村是不会提供任务了，而杀怪的话经验会降低，更何况玩家还需要进行转职，自然是要前往城池了。玩家想要出村可以直接找村长，村长会开启传送阵送玩家离开。传送阵顾名思义，可以进行传送。传送阵在神域大陆十分普及，适合远距离运输。每个城池之间都会有相互联系的传送阵，有大有小。
大的传送阵可以同时传送上千上万人，小的传送阵可以传送几个人。村长王兴德笑着点了点头说道：通过出生之路的挑战之后，你的实力增长了很多。那好，既然你已经成长到如此地步，那自然也可以去城池开始闯荡了。去吧，进入那个传送阵，然后就可以传送到你想要去的城池了。陆离点了点头，随后向着传送阵走了过去。村子里的传送阵类似于一个小亭子，进入后，陆离发现里面散发着大量的白色光芒。陆离进入之后，他面前便显示出了3个城池的名字，分别是青荣城、落雨城和剑歌城。在神域新手服务器中，华夏区一共有1座皇城、10座主城和100个3级城市。皇城是华夏区权力与财富的集中区，主城则是拱卫着皇城，3级城市则是散落在各地。目前陆离能够进入的便是3级城市中的一个。陆离现实世界是在东海省龙泉市，而现在根据陆离现实中的地理位置，他可以进行在3个城市中选择一个。这3个游戏内的城市都是在现实世界中离陆离比较近的聚集城市，也就是说，在这3个城市中，他遇到熟人的概率很大。陆离直接点击青荣城，没有任何犹豫，他早就想好了。因为青荣城是龙泉市学生们首选的城市，这也是整个市的共同商量的结果。学生们聚在同一个城市，也可以相互之间有个照应，在升级时组队也很方便。所以这里也集中了很多陆离学校里面的学生。再说城市之间差别并不大，所以陆离倒也没有想去其他城市的心思。城池对玩家的影响其实并不大，因为每个城池的模式基本是相同的，就看玩家自己的个人喜好。传送开始，选择好之后，传送阵中一阵光芒闪过，陆离便被传送到了青荣城。使用传送阵是有费用的，但是新手村到城池中的这第一次传送是不需要的，是免费的。下次想要传送就需要先交钱了。走出传送阵，陆离便已经来到了青荣城。第25章转职剑神。进入青荣城后，陆离判断了下位置，便迅速走向了一个地方。他的目的地自然就是转职大厅。玩家们在达到10级之后，通过传送阵来到3级城市，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进行转职。传送阵处在城池城门位置，而转职大厅离得并不远，这也是为了方便玩家们进行转职。陆离很快就进入了转职大厅。转职大厅现在一共有10几个导师在闲聊，现在基本已经没有需要转职的玩家了，所以这些转职导师们倒是有些无所事事。玩家能够转职的职业有很多，所以转职导师人数也较多。职业有战士类，比如剑士或者说剑客、刀客、狂战士等；又比如法师类，有火属性法师、水属性法师等；还有牧师、骑士、召唤师等等诸多职业。陆离进入后便打了一声招呼，让他们看到自己。导师们好。听到声音后，那10几个人转过头来，惊讶地看着陆离。其中一个扛着刀的导师说道：没想到现在还有人来进行转职啊。小子，你想转职什么职业？我和你说，我们男人就该当刀客。陆离直接回答道：我选择剑士。刀客撇嘴不再说话，一旁一个略有高冷的剑士走了过来说道：你说你想转职剑士？陆离看向他的名字，剑士导师艾瑞克。随后陆离点点头说道：是的。剑士导师艾瑞克说道：好，这是你的转职任务，做完之后我便给你进行转职。陆离接受任务之后便迅速离开了。这些导师虽然名为导师，但是实力并不强大，换成玩家等级也就是在40级左右，而且除了转职需要和他们打交道外，并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所以陆离也是不想浪费时间在他们身上。陆离走后，转职大厅里的几位导师便开始交流起来。其中一个拿着法杖的导师说道：没想到这么晚了还会有人来转职，这是刚出新手村吗？真有意思。这是法师转职导师莎莉娜。一旁的牧师导师若星说道：丽娜姐姐，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们不该嘲笑她。莎莉娜摆了摆手说道：知道了知道了，我只是觉得好笑而已。再说要不是她来转职，我现在已经在和月郎哥哥恩爱了。要知道之前说好的1个月内不出现玩家来转职就可以放假的。一旁一个拿着盾牌的男人说道：你说说你，老这么说，再坚持几个月不行吗？莎莉娜叹了口气说道：怎么还有玩家现在来啊，真无语。剑士转职任务：击杀野蜂狼。任务介绍：独立击杀100只野蜂狼后，回到转职大厅，将任务道具上交给导师艾瑞克。转职任务一般都不难，玩家们大概花个半天或者1天便能够完成了，更弱一些，花费2天时间也是可以完成的。比如剑士职业需要自己单独击杀野蜂狼才能算数，所以玩家们在属性较差的时候需要不停地使用药水才能完成任务，这样一来就会耗费大量时间在休息上。
当然了，对现在的陆离来说，这个任务简直是简单的不得了。毕竟以他现在已经20级的玩家属性来做10级玩家的转职任务，简直是轻轻松松。陆离按照地图指引，迅速赶到风狼谷，砍瓜切菜，一般击杀100头野风狼之后，便迅速返回青荣城。转职大厅，剑士导师艾瑞克见到陆离如此快便回来之后，问道：“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也对，现在基本没有需要做转职任务的玩家了，确实不好组队。陆离迅速回答道：“不是的，我已经完成转职任务了，现在是来交任务的。”法师导师莎莉娜听到陆离的回答之后，忍不住笑了一声，随后说道：“哟，打不过可以不逞强的，没必要撒谎，不然的话，换个职业试试。”哈哈，听到他的嘲讽之后，陆离忍不住皱眉。这些导师毕竟实力不强，看不透自己的真实实力也正常，但是这般嘲讽就显得素质很差了，所以陆离此时心情也是有些不爽。跟新手村的村民 NPC 们比起来，这个 NPC 属实是有些差劲。剑士导师艾瑞克也是忍不住说道：“我们剑士讲究随心自我，你这样撒谎怕是不太适合转职剑士。当然，剑士转职任务并不算难，你过几天其实也可以完成，只需要你努力去做就可以。那样，我依旧是会给你转职，但是我还是觉得你可以优先考虑其他职业。”他们这些导师其实现在并不知道陆离已经有20级了，他们想当然的认为现在才刚刚出新手村的玩家肯定都是最弱的，想要完成转职任务至少需要2-3天功夫。而现在陆离既然说已经完成了，所以他们想当然的认为陆离是在撒谎。够了，这是任务道具，抓紧转职！陆离忍不住喝道，随后把任务道具拿了出来。见到任务道具后，整个转职大厅的所有导师全都惊呆了。随后剑士导师艾瑞克目瞪口呆地给陆离进行了转职操作。一阵系统提示音响起，系统提示：恭喜您已经成功转职为剑士。叮！检测到宿主已经在神域内转职剑士 SSS 级天赋剑神之心已解锁，请您自行查看。系统提示：恭喜您已经转职为新的职业剑神。听到提示音后，陆离心中舒服了不少。在转职大厅实在是让人生气，所以陆离立刻离开了这里。陆离走后，转职大厅内鸦雀无声。半晌之后，牧师导师若星小声开口说道：“我们是不是惹怒了一个超级天才？他好像真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了呀？”骑士导师无奈地说道：“看起来是的，等他成长起来，就祈祷他不要把今天的事情放在心上吧。”法师导师莎莉娜此时脸色十分难看，有些愤怒，又有些害怕。毕竟这可是自己主动嘲讽的。第26章，剑神之心。陆离离开转职大厅后，便来到了传送阵所在的地方。缴纳1银币之后，便使用传送阵离开了这个城池，来到了邻近的剑歌城。这个青荣城虽然是龙泉市学生们的首选，自己的学校大部分玩家也都在这个城池，但是青荣城给他的第一印象并不好。这些转职导师实在是不怎么样，所以陆离直接使用传送阵前往了剑歌城。剑歌城也是附近的3个城市之一，也有不少龙泉市的学生来到这里。既然不喜欢青荣城，那就来剑歌城吧，都一样。在前往剑歌城的路上，陆离也是查看了自己的新的 S 级天赋剑神之心和自己的新职业剑神。剑神之心，品阶 SSS 级。介绍：获得剑神之心后，自动转职为终极隐藏职业剑神。剑神职业效果等同剑士职业，特殊效果：剑神之极、剑神之剑、剑神之法、剑神之魄、剑神之翼。剑神之极，玩家使用剑类武器可造成双倍伤害。剑神之剑，玩家使用剑类武器时，武器耐久度不会下降。剑神之法，玩家使用剑类技能时不会消耗法力值。剑神之魄，玩家无视敌方 50% 物理防御，可叠加。剑神之翼，玩家等级提升后获得双倍基础属性点和自由属性点。介绍：战士类职业剑士的终极隐藏职业，一个字：无敌。可以说这个新的天赋就是为自己提供了一次隐藏职业转职，而且是最强大的那种隐藏职业。在成为剑神职业之后，陆离的剑类武器可以造成双倍伤害，也就基本等同于让陆离的输出翻倍了，因为陆离肯定是用剑啊。而剑神之剑效果也不错，耐久度不会下降，意味着自己不需要再去修复武器，倒是剩下了自己不少时间和金钱。后3个效果简直离谱，不会消耗法力值，意味着剑类技能冷却好了就可以直接用，不用担心法力值的问题。等到后期学他个1万个顶级技能，随便放，想想都离谱。而无视敌方 50% 的物理防御也能够提升自己很多输出，
特别是打前排坦克这种物理防御很高的玩家或者野怪，简直是太好用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后面的可叠加，这也意味着自己在使用轩辕剑时可以无视目标100%的物理防御，也就是说渐渐真实伤害。以后在他面前，坦克也和纸糊的一样。而获得双倍属性点，陆离更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按捺下激动的心情，陆离来到了剑歌城进行登记。登记就是一种认证，登记完成后，自己便属于这一个城池的玩家，在这个城池就可以接任务做任务了。如果不进行登记的话，就只能使用少数城池通用功能，比如转职、购物、传送阵等。想要接受城池中 NPC 的任务的话，就必须进行登记。幸好陆离之前是直接去转职，没有在青荣城进行登记，不然想要解除还需要等1周时间才行。这下也不用在那个不喜欢的城池了。陆离来到登记大厅，很快完成登记，随后便可以接受各个 NPC 的任务了。陆离现在已经20级了，自然是要接取相应等级的任务。不过在做高等级任务之前，陆离首先是要去接取主线任务。玩家们第一次来到城池之后，是由一个主线任务的，目的是让玩家们熟悉一下城池和周边的环境，包括野怪和秘境副本等等。每个新手服务器的主线任务都是不同的，但是这个服务器毕竟已经好几年了，所以各种主线任务都已经见识过了。不过主线任务是必须要做的，陆离也不例外。而且主线任务提供大量经验，陆离倒是也没必要拒绝。至于那些给10级、11级玩家的支线任务，虽然依旧可以接取，但是陆离就不打算做了。一来经验少，二来浪费时间。总的来说，性价比不高，自己时间宝贵，还是直接做经验值高的任务更好。迅速来到主线任务的第一站。你好，勇士，可以帮帮我吗？一个正在哭泣的妇人来到陆离身边，焦急地问道。陆离很快回答道，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妇人见到陆离问他，停止了哭泣之后，抽噎着说道，我的丈夫之前去打猎，但是遭遇了围攻，现在受了重伤，你可以帮我去救救他吗？没问题，交给我吧。陆离当即爽快答应。得到陆离的回答之后，妇人将一件证明身份的物品交给了陆离。主线任务1，解救猎户史大彪。任务介绍，剑歌城中的猎户史大彪去风泉谷打猎，遭遇意外，此时正危在旦夕，你需要将他解救出来。任务时限1天。青荣城城主府。水晶球亮了。城主奥菲克斯此时正在书房内，面前的水晶球正在一闪一闪。随后奥菲克斯点击水晶球，霎时间水晶球上面出现了一个人脸。奥菲克斯，好久不见。对面赫然就是陆离所在的新手村的一个 NPC 林渔夫。奥菲克斯微微一笑，回应道，林老哥，好久不联系，今日是有何喜事啊？林渔夫神秘一笑，回应道，确实是好事，我刚才得知我们村传送过去一个天才，传送的就是你的城池啊。奥菲克斯灿然一笑，说道，哦，真是天才，为何现在才出新手村？只见林渔夫做了个手势，说道，这无可奉告，你只知道他是绝世天才就好。现在他应该是去转职了，你啊，好好对他，多给他一些帮助，未来对你有大用。哦对，他叫青山梨。好，言尽于此，你自己把握好机会，我去钓鱼了。随后画面消失，水晶球再次恢复平静。奥菲克斯畅快大笑，神情愉悦。紧接着奥菲克斯快步走出城主府，来到了转职大厅。此时的转职大厅里面很是寂静，10几位导师都在各忙各的，看起来一副忙碌的样子。哈，今天这是怎么回事？你们竟然不偷懒了，这一个个都挺认真啊。奥菲克斯进来后便是开口问道。10几位导师见到城主过来，当即起身靠了过来。面面相觑之后，召唤师导师说道，城主大人，我们再坚守好最后几个月的岗位。奥菲克斯满意点头，笑呵呵的接着问道，不错，对了，你们今天有没有遇到一个前来转职的玩家？顿时转职大厅内鸦雀无声。第27章珍宝阁。奥菲克斯见到全场突然寂静，脸上的笑容顿时有些凝固，这略有诡异的气氛让他有种不祥的预感。怎么回事？扎特，你来说。怀尔斯 X 扎特正是那位骑士导师，也是这里面最为稳重的一个。被选中的扎特咽了下口水，回答道，是的，我们这里不久前来了一个转职的玩家。奥菲克斯点点头，说道，继续说。他很快就完成了转职任务。是非常快，在近几年也是排名最前列的。哦，他选择的是剑士职业。扎特继续说道，但他很犹豫要不要把莎莉娜招惹到陆离的事情说出去。奥菲克斯继续问道，哦，这不是挺好的吗？你们干嘛一副害怕的样子？
扎特看了一眼莎莉娜，只见莎莉娜一直在用眼神警告他。没什么，我们只是都很惊讶。扎特最终还是没有主动把之前的事情说出去。那我先走了，你们适当放松也是可以的。现在确实没有什么玩家了。奥菲克斯说完之后便离开了。他现在要去看看陆离是否完成登记。虽然说这种事情安排给手下就可以了，但是自己也没什么事情，亲自看看也没什么，而且更放心。不多时，城主便到了登记处。见到城主大人亲临，登记的人员立刻起身行礼。奥菲克斯摆了摆手，示意不必多礼。我来这里就是来看看，你们也不必惊慌。随后，奥菲克斯便看向了登记簿，直接看到最新登记处，玩家我是废物2138，登记时间是1个月前了。今天没有人来登记吗？奥菲克斯心中一慌，再次想起之前在转职大厅时看到的一幕。是的，城主大人，已经1个月没有新的玩家来登记了。值班人员恭敬回应道。奥菲克斯迅速离开登记处。此时的奥菲克斯在心中迅速安慰自己，没事，他只是被其他事情耽搁了，才没有在这里登记的。城主大人，只见一个属下一边喊着，一边快步赶了过来。奥菲克斯停下脚步看向他，问道：什么事？属下立刻回答道：阿里克斯大人来访，您看是否要回去见一下？奥菲克斯点头，随后直接消失不见。怎么回事？城主大人竟然亲自来问那个玩家，我觉得可能出事情了，说不定他是城主大人认识的玩家，要不就是他是某个大势力家的公子，有人托城主照护一下。转职大厅内，在城主走后便开始激烈讨论起来。莎莉娜听着这些话，脸色一会红一会白，随后直接甩袖离开了转职大厅。哎，莎莉娜，你去哪？你管不着。陆离此时正接完主线任务，此时正赶往珍宝阁。珍宝阁是每个服务器每个城市都有的，可以说是全神域连锁。珍宝阁顾名思义，里面全是宝贝。简单理解，这珍宝阁就是一个超级商场，玩家可以在这里买卖游戏里的各种物品，包括不限于装备、丹药等等。同时，珍宝阁也会定期举办拍卖会来拍卖稀有珍品。陆离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买装备的。现在陆离的当务之急就是给轩辕剑解开第1层封印。轩辕剑提供的10点幸运可是非常关键的，而且解封后，想必轩辕剑的属性也会更上一层楼，大概率可以超过狼牙剑的属性。所以陆离是在登记完成后便直接赶来了这里。珍宝阁是一座高楼，类似古代华夏的阁楼，而且占地面积很大。但是剑阁城的珍宝阁就有6层，更高级的城市层数更高。不过陆离现在只能进入前3层，第1层内都是新手物品，基本都是15级以下的玩家才会需要的东西。陆离直接略过后上了2楼，2楼的东西就珍贵了不少，适合15级到30级的玩家们购买。虽说是2楼，但是空间也是很大，粗略估计能够容纳几千人。这里也是分了很多区域，按照物品分类，比如装备区、药水区等等；按照职业区分，比如战士区、法师区。战士区、法师区占地处在最优的位置，因为这2种职业是最主流的职业，玩家人数也最多。陆离的职业是剑士，属于战士大类，所以陆离也是直接来到装备区，随后直接前往战士区。此时的装备区玩家数量也很多，都是在查看各种装备。陆离来到直接官方售卖区，这里的摊位既有官方也有玩家，玩家们只需要缴纳足够的租金就可以在这里买卖物品。官方还专门设置了一块区域用于玩家之间的交易。不过陆离可没时间去和玩家进行交易，因为玩家之间通常都是互相拉扯，卖家买家的价格不一致，会浪费很多时间。而且现在玩家们还卖不卖青铜极剑武器也难说，想要凑齐8把剑也要耗费大量时间。而陆离时间宝贵，就不去玩家那里购买了。来到官方售卖区后，也是有一个 NPC 小姐姐过来接待陆离。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NPC 小姐姐声音柔和，态度极好。我需要8把青铜级的剑武器。陆离直接开门见山说道。陆离之前就已经有2把青铜级剑武器，轩辕剑的解封条件就是1枚破灵丹和10把青铜级剑类武器。好的，请看，这是青铜级剑武器清单，您可以自己挑选。只见 NPC 拿出一份清单放在陆离面前，清单上面密密麻麻一大堆武器。陆离也不墨迹，直接挑了8把剑武器，然后迅速交钱走人。购买的这8把武器都不是极品，价格倒也便宜，一共才花了陆离68银币。现在玩家们的主流装备是白银级装备和黄金级装备，青铜级装备已经被淘汰了，所以价格很便宜。出来之后，来到一个人少的角落，陆离也是直接开始拿出轩辕剑，准备解除轩辕剑的第1层封印。第28章
副职业开启，是否使用破灵丹并献祭10件青铜及剑类武器，用于解封轩辕剑第1层封印？是，请选择材料：破灵丹、卡兹剑、刊登的短剑。恭喜你，轩辕剑第1层已经解封，请自行查看属性。解封后，手中的轩辕剑顿时绽放出一抹彩光，倒是颇有逼格。不过周围人少，也没多少人注意到。陆离解封成功后，立刻查看起轩辕剑的新属性。轩辕剑封印中，品阶神级，属性物理攻击加3500点，特殊属性轩辕无坚不摧，嗜血帝君待解锁。轩辕增加携带着10点幸运值。无坚不摧，轩辕剑永不磨损，对敌方破甲效果，无视对方 50% 物理防御。嗜血帝君获得 30% 物理吸血效果。耐久度永久。解除第2重封印条件，使用银星丹并献祭10件白银级剑类武器。装备要求：青山梨所有。备注：不可交易，不可掉落。物理攻击直接提升到3500点，接近了中等黄金级武器的水准。大部分玩家使用的黄金级武器也就是这个攻击力。但是轩辕剑可不只是增加了物理攻击力，还获得了一个新的效果：吸血。吸血意味着续航，直接获得 30% 的物理吸血效果，让陆离基本上不需要再使用恢复品了。有了吸血这个效果，陆离更加不需要组队了，自己就是一个奶妈。而且第2层封印的解除方式也已经出来了，使用银星丹并献祭10件白银级剑类武器。白银级武器好说，可以直接买。这个银星丹，陆离倒是没听过。立刻返回珍宝阁，没有去装备区，陆离反而是先来到了丹药区。他想要查看一下有没有银星丹售卖，还是直接来到官方售卖区。你好，请问这里有银星丹吗？陆离直接开口问道。售卖 NPC 思考片刻，又拿出一个清单查看起来。请稍等，目前是没有的。银星丹数量很少，比较少见，我再看下。找到了，10天后的一场拍卖会上会拍卖，届时可以来参加哦。听到售卖 NPC 的话语，陆离有些无奈。想要在拍卖会上拿下银星丹，这可是需要和别人竞争的，就希望到时候没几个人会来和他抢吧。好的，麻烦你了。没关系。得到结果之后，陆离不再待在这里，而是去做任务了。至于白银级剑类武器，这东西什么时候都不会缺货，所以陆离也不着急。离开珍宝阁，陆离脚步片刻不停顿，接着前往副职业学院。副职业学院是给玩家们开通副职业的地点，在这里交钱就可以学习一项副职业了。在神域大陆，每个玩家都可以无限制学习副职业，但是想要在副职业上登峰造极，就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了，所以玩家们大多会专供一个副职业进行修习。陆离倒也没想要在副职业上面达到顶峰，只需要副职业能够满足自己的一些需要就可以了。副职业数量很多，五花八门，比如炼器师、炼丹师、炼药师、分解师、厨师等等。很快，陆离就抵达了副职业学院。你好，我想要获取副职业。陆离依旧是开门见山。交钱，一个副职业10枚金币。对面的青年男子头也没抬，直接回答道。每项副职业的学习价格都是10金币，对于刚出新手村的玩家们来说是比较贵的，所以玩家们在初期也只会选择一项副职业，甚至有的干脆先不学，因为没钱。但是陆离毕竟有钱，而且是有很多钱。挑战出生之路前，陆离是拥有大约14枚金币。挑战完成之后，获得90枚金币和1枚紫币。陆离之前花费了10金币用于扩充背包，因为背包格子有限，必须要扩充一下。背包初始是有100个格子，陆离直接花钱充到了500个格子。而且之前获得终极奖励时，戒指也是背包的一种，那位男子直接离开，所以戒指就归了陆离。这戒指里面也是有100个格子，所以陆离现在的格子很多，但是依旧是有些不够用了。实在是陆离现在幸运比较高，爆出来的东西挺多。虽然都对现在的陆离没太大用，但是还是可以换钱的，所以陆离也就全部拾取了，这才导致背包格子不够用。所以在去掉之前买青铜极剑武器的钱，陆离现在是拥有1枚紫币和87枚金币。一个字，有钱。陆离在青年男子面前摆开了30枚大金币。陆离拿出钱，随后对 NPC 青年男子说道：学一个炼丹师和炼器师，再学一个分解师。接着便排出30枚大金币，金光闪耀，屋里便充满了快活的气氛。好，来，里面请。青年男子见到金币之后，顿时双眼冒光，态度也变得好了起来。王师傅，李师傅，快来帮这小帅哥学习一下副职业。青年男子大声喊道。紧接着也是过来了3位师傅，随后
就是一人一指点在眉心处。恭喜你开启了副职业炼丹师，恭喜你开启了副职业炼器师，恭喜你开启了副职业分解师。3声电子提示音响起，给，这是炼丹炉，这是说明书，给，这是炼器台，这是说明书，给，这是分解机，这是说明书。3声男子声音响起，随后3位师傅就走了。副职业的开启就是这么简单粗暴，正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现在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不过这也和陆离的心思，他本就不会花费大量时间在副职业的学习上，只有那些把副职业当主职业的辅助玩家才会去正式拜师学习相关内容。陆离一一收好物品，随后迅速出城。第29章新生挑战赛。来到城外，陆离先是把分解机直接放在地上，他准备开始分解自己的物品了。之前可是攒了太多的物品，是时候清理一下背包了。像新手村里面打怪获得的那些装备和物品，现在是一丁点用都没有，直接分解。分解机类似于一个大的搅碎机，但是在它的里面是一个漩涡，把物品放进去之后，物品就会进入漩涡。之后玩家可以自主选择分解机分解出来的是什么物品，可以是材料，也可以是金钱。大部分玩家选择了这个副职业之后，都会选择直接分解，然后获得金钱。因为大部分物品都是没有用才会扔进分解机的，材料并不怎么样。这一功能类似于去废品厂卖自己的废品，这个功能在城池里面是可以实现的。第一，玩家可以直接卖出自己的这些不要的废品给官方换成金钱，但是直接售卖是会亏损很多的，很多物品也就能卖出原本价值的1%，大部分玩家不会这样选择。第二，玩家还可以找城池里的分解师 NPC， 他们的熟练度比较高，可以分解出更多的金钱。这样自己是需要交钱给 NPC 的，但是比第一种选择要好一些。这也是很多没有学习分解师职业的玩家们的选择。第三，玩家可以找玩家分解师，和第二种选择差不多，这个就看自己的关系了。那陆离选择分解师这个副职业的原因或者目的是什么呢？有一点很关键，分解师等级越高，分解物品获得的金钱也就越多，所以这是一种长期投资，等自己的分解师等级达到或者超越 NPC 分解师，自己就开始赚了。在前期熟练度比较低，自然是不如直接找 NPC 帮忙分解的，但是后期肯定是赚的。而陆离觉得自己幸运值这么高，掉落物品也会很多，所以自然是选择自己当分解师更方便也更划算。另一点，玩家可以选择不获得金钱，而是获得材料。很多稀有物品报废之后进行分解是有概率获得原材料的，所以这也是玩家选择这个副职业的原因之一。砰砰砰，陆离直接把一堆物品都扔进了分解机，随后批量选择获得金钱。分解成功，恭喜获得30枚铜币，恭喜获得3点熟练度。分解成功，恭喜获得50枚铜币，恭喜获得5点熟练度。分解成功，恭喜获得80枚铜币，恭喜获得8点熟练度。把不需要的物品全部分解之后，陆离总共获得25枚金币，同时还刚好把分解师的等级提升到了2级。副职业的等级提升可是比较难的，可见陆离到底分解了多少东西。背包顿时一空，只留下了一些有用的物品。随后陆离直接出发去做主线任务。城主府，阿里克斯大人最近可还好？奥菲克斯回到城主府之后，立刻开始接待阿里克斯。阿里克斯是10大主城之一青云城的官员，而青荣城正是属于青云城的管辖。我挺好的，哈哈。奥菲克斯，你这是去忙什么了？阿里克斯笑着说道。此人身高约1.8米，身材较为瘦削，看起来比较沉稳。哈哈，闲来无事，随便逛逛。几番交谈过后，二人终于是开始了今天的主题。阿里克斯抿了一口茶，说道：我今天来啊，是通知你一件事。您说。奥菲克斯立刻回应道。阿里克斯立刻说道：最近城主大人准备开启最后一次新生挑战赛，你也知道最后的时间快到了吗？是，差不多到时候了。不过之前不是才说上一届就是最后一届了吗？奥菲克斯有些惊讶，因为现在举办新生挑战赛意义不大，最优秀的新生早就不是新生了。是，确实，不过人生总是充满意外嘛。总之你做好准备吧，看看有哪些人选还可以再提一提。奥菲克斯听到这话，顿时想起了李渔夫之前给他说的那人，可是那个人现在不知道去了哪，最关键的是他还没在自己的城池进行登记。奥菲克斯，听见了吗？在想什么？阿里克斯见到奥菲克斯一言不发，怔怔出神，当即开口问道：听到了，我正在想还有哪些好的人选呢。奥菲克斯当即回应道。随后二人再次闲聊起来。
半个小时后，阿里克斯离开了。奥菲克斯立刻开始行动，安排大量人手开始去寻找陆离。半小时后，城主看守传送阵的守卫发现青山离踪迹，他说他对这个名字有些印象，属下来报。可是传送阵这3个字让的奥菲克斯的心不由得一沉。那个守卫现在在哪？还在看守传送阵。奥菲克斯不再等候，亲自赶往传送阵。在城主府也有一个小型传送阵，连通城池的传送阵抵达速度飞快。你说你记得青山离？奥菲克斯刚一出来传送阵就开始询问守卫。守卫见到城主亲临，立刻回应道，是的，我有些印象，因为我在今天见过2次了。2次大概就是了。从新手村过来，随后又离开了。奥菲克斯离开来到一旁的传送室，这里是传送阵的枢纽所在，提供能量给传送阵，同时城主还可以在这里查看传送阵的使用情况，当然也只有城主可以查看。打开后，奥菲克斯再次查看到了让他的心沉得更底的信息。玩家青山离使用传送阵从青荣城前往剑阁城，不祥的感觉越发强烈。奥菲克斯直接传送回了城主府的书房。奥莱，现在就去帮我看看剑阁城登记处是不是登记了一个叫青山离的玩家。通过水晶球，奥菲克斯发送出了一条信息。5分钟后，水晶球上显示一条信息，是的。砰！桌子碎裂，奥菲克斯眉头皱得死死的。随后他喃喃自语道，转职大厅内肯定是发生了什么。第30章突生变故。此时时间正是中午12点多，陆离自从上线后一直在忙碌，先是挑战了10次出生之路，一共花费了3个多小时，之后就直接去做了转职任务，大约又是1个小时，接着来到剑阁城领取主线任务，做登记，在珍宝阁购买物品，于是一直忙到了中午。按照地图指引，陆离迅速赶到主线任务所在地风泉谷。猎户史大彪正是在这里打猎时遇到了危机，此时的史大彪正躲在一处山洞休息，受了重伤的他实在是无力回到剑阁城了。陆离刚一凑近史大彪，史大彪就立刻向后一躲，接着强忍疼痛问道，你是？一说完话，他就剧烈的喘息了起来。不用担心，我是来救你的，陆离立刻说道。随后陆离将之前妇人交给他的物品递给了史大彪。史大彪一看到物品，顿时放松了下来，立刻感谢道，谢谢你。陆离将一个药剂递给史大彪，让他恢复一些体力，减缓一下伤势。3分钟后，陆离带着史大彪离开山洞，准备回到城池。好！呜！狼嚎声四起，阻碍来了。刚出山洞就触发了剧情，一只只疯犬迅速赶来，1只、5只、10只、20只，一只只宛若现实中的牛一般大的疯犬包围了过来。你在这等我半分钟。陆离转身对史大彪说道。史大彪目前没有任何战力，只是一个累赘，现在陆离需要保护史大彪，让他不死，同时还要解决疯犬群。这本是一个小队来完成的任务，但是陆离只有1人，所以只能自己来，所以史大彪就安心待在原地，别拖后腿就行了。陆离解决现在这群疯犬还是很简单的，毕竟是20级来做10级的任务，轻松至极。这些疯犬的属性和出生之路的阶段 BOSS 属性接近，杀起来就是一件一个。还好，你小心。史大彪担忧地回答道。只见陆离迅速消失在他的眼前，刷刷刷，轩辕剑爆发出一道道白光，剑光所至，无一生还。半分钟不到，所有的疯犬全部死亡。走吧。陆离走回来，对傻在原地的史大彪说道。史大彪此时完全不能接受，自己杀一只都要费劲半天，甚至自己还受伤才能击杀的疯犬，在这个年轻人手中竟然都撑不过1秒。疯犬谷虽然不大，但也不小，2人走了5分钟才走到出口位置。嗷吼！一只魁梧强壮的疯犬 BOSS 赶到，此时正在仰头长啸。随后那2只锅一样大的绿色眼睛便死死盯着陆离，接着便是率先发动攻击，4只狂奔，眨眼间便来到了陆离的面前，狰狞的獠牙就在眼前。啊！史大彪不由得大叫一声，往后跌倒。负11785，吞噬，吞噬之心发动，吞噬疯犬王成功，获得物理攻击5点，速度5点。走吧。陆离回头对史大彪轻声说道。史大彪被震惊的有些说不出话，呆呆的跟着陆离走回城池。那可是疯犬王15级的白银极野怪 BOSS， 就这么一剑秒了。尚未抵达城池，2人就看到了前来寻找的妇人。大彪！妇人看到2人之后，急急忙忙赶了过来。这妇人没有实力，本不能离开城池太远，
或许是太过着急了。这次和大彪一起去打猎的猎户死了2人，回来了1人，通知了妇人关于史大彪的情况，但是那人也是受了伤，而且实力并不足以把史大彪带回来。于是妇人就开始到处求人帮忙，这便是任务的起始。阿兰，你怎么出来这么远？很危险的。对了，多亏了这位恩人，不然我……史大彪顿时和妇人阿兰抱在了一起。是，只听刀入肉声。啊！你……陆离也是被突生的变故吓了一跳，只见面前相拥的2人已经变成了一个怪物和一个死人。史大彪狂吐一口鲜血，随后倒在了地上，彻底没了声息。在他的背后插着一把刀。只见妇人阿兰变成了一个怪物，她的身形庞大了不少，全身变成了黑色，青面獠牙，像个恶鬼，长长的鲜红色舌头吐在外面，看起来十分瘆人。这和之前了解到的主线任务不一样啊！难道是之前自己搜的资料没看完全？这是一种特殊的少见的主线任务。陆离先是后撤，迅速查看起来这恶鬼的资料。阿兰，魔族真身状态，等级18级，职业刀客，种族魔族，品阶白银级，生命值6万，法力值3000，物理攻击3500，法术攻击600，物理防御5000，法术防御1500，精神600，速度1200。技能恶鬼召唤，恶鬼厉吼，魔族真身，恶鬼刀斩。阿兰化身地狱中的恶鬼，使用刀刃怒斩向敌人，造成30%物理攻击的额外伤害。法力值消耗500点，冷却时间30秒。恶鬼厉吼，阿兰发出凄厉大吼，吐出一道音波攻击，对敌方造成1秒眩晕以及大量伤害。法力值消耗400点，冷却时间2分钟。魔族真身，阿兰化身魔族，增加1000点物理攻击和2000点物理防御，降低一定程度的智慧。介绍：阿兰2年前由人族转为魔族恶鬼。隐藏剧情：阿兰本是史大彪的妻子，平日里夫妻和睦。在史大彪一次晚归之后，阿兰怀疑史大彪在外有染，几番探查之后，最终查出史大彪和酒楼小青关系异常。而在2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阿兰堕入深渊，成为了魔族的爪牙。这2年，他一直潜伏修炼。最近，阿兰等待时机，准备动手，想要亲自击杀史大彪，结果却发生意外，史大彪竟然在这次猎杀中身受重伤。史大彪同伴赶回后，通知阿兰立刻求救，同伴自己也是到处找人帮忙。阿兰本想前去击杀，此时也只能作假求救，于是他找到了你。原本他想把你和史大彪一同击杀在风泉谷，不料你却如此之快把他救了回来，所以阿兰只能在此时亲自动手。第31章击杀阿兰。阿兰此时已经使用魔族真身技能化身恶鬼，直接增加了1000点物理攻击和2000点物理防御，而且还有高达6万点的生命值，所以他此时的属性极为恐怖。而已经20级的陆离此时是5000出头的物理攻击和1000多的物理防御，可见这野怪 BOSS 的属性是多么变态。若是换成其他玩家，只怕是只能赶紧跑路了。可是这不是给新手的主线吗？怎么一开始就这么地狱级难度呢？虽然陆离很是不解，但是此时也只能迎战了。而且现在看来，阿兰是有意选在城外了。此时四周没有官方守卫，不会给阿兰杀人造成任何阻碍。而且击杀掉史大彪和陆离后，阿兰也可以轻松逃离。此时的阿兰趁着陆离查看他的资料，开始用手指在空中摇晃，不知是在做些什么。就在陆离看完资料，想要主动出击的时候，呵呀！恶鬼阿兰一声嘶吼，直接把刀从史大彪的身上拔了出来，接着便是朝着陆离迅速跑了过来。好在陆离的速度比阿兰要快一点，此时倒也没有太过惊慌。陆离也是直接迎了上去，手中轩辕剑一个翻转，斜斜的插入阿兰的身体，负11000，直接打掉阿兰超过1/6的生命值。好在陆离刚解封了轩辕剑，物理攻击足够高，不然还真是有些不好对付他。而且陆离还有2个关键属性，第一就是破甲。目前陆离手持轩辕剑配合剑神职业效果，直接无视敌方100%的物理防御。第二就是剑神之极，使用剑武器直接造成双倍伤害，这才能够造成如此高的伤害。负1880，阿兰的刀也是直接划过陆离的腹部位置，造成了恐怖的伤害。陆离直接少了接近1/4的生命值，玩家的生命值总归是比不上野怪的。手中剑再次展出，横切，负10800，加3240，技能直接触发暴击，造成了更加高额的伤害。同时轩辕剑的30%吸血效果，为陆离恢复了3240点的生命值。陆离的生命值直接回满了，
这就是有吸血的好处。这下陆离倒是也不怕和阿兰直接硬刚了。呀！阿兰见到自己形势不妙，先行后撤。陆离气势而上，再来一剑，侧斩，负1万。这3剑下去，阿兰生命值骤降1半。怎么会？怎么可能？他不是刚出新手村吗？可恶！阿兰边撤边不解地怒吼着。啊！就在陆离即将靠近阿兰时，阿兰突然减速，转身大吼出声。这是恶鬼厉吼！一道凄厉的鬼嚎声传入耳膜，让陆离倒吸一口凉气。负1350，而且陆离还被眩晕了。见到陆离不再动弹，阿兰顿时一喜，狰狞的脸露出了邪恶的笑容。该我砍你了！只听他大吼一声，手中刀刃冲着陆离就是直接劈下。负10600，吃！刀空，剑却中。只见阿兰一刀砍在了空气中，而他漆黑丑陋的脖子却是在汩汩流血。啊！怎么可能？阿兰大喊一声，脸色满是震惊。没什么不可能。陆离一边再次挥舞轩辕剑，一边回复他。负11000，又是狠狠一剑。刚才陆离根本就没有受到控制，因为他秒解了。在陆离受到眩晕的一瞬间，陆离就解除了控制。青骨进化术，陆离装备青骨链附带的技能。青骨进化术在上午挑战出生之路时，陆离就已经使用过了，而冷却时间是10小时。按照道理，陆离现在是无法使用这个技能的。不过，陆离在新手村时收到了一个礼物，礼物名为小型重置丹。小型重置丹重置白银级及以下技能的使用次数1次。就在陆离看到阿兰属性和这个控制技能的时候，陆离就已经想到了这一刻，所以他直接使用了小型重置丹，重置了青骨进化术的次数。所以在刚才，青骨进化术是可以使用的。通过这一点，陆离直接占据局面的绝对上风。负11600，最后一剑，阿兰倒地。通过解除控制，陆离直接趁此机会瞬间打满15000的输出，直接秒杀，没有给阿兰任何的机会。而且打完之后，陆离又满血了。就在陆离想要查看掉落的时候，砰！负5万，陆离直接倒飞而出，而且直接血量清空。可恶，竟然来晚一步！没想到你杀他竟然这么快，一命偿一命吧！哼！一道黑影看了一眼阿兰的尸体，随后一道粗犷又阴暗的声音从黑影中传出。很快，一个黑色漩涡出现，黑影进入后消失不见。接着又一道身影迅速赶来，此时的陆离正在慢慢爬起来，这一下直接给干没了，也不知道是谁。还好陆离有出生这个技能可以进行复活，不过出生这个技能毕竟是有3天冷却的，这下自己可就是少了一个保障。咦，你还活着？没想到你竟然还有复活技能，还不错。刚刚赶来的那人迅速来到陆离身边，开口说道。听声音，竟是一位女子。陆离抬头看去，先是一双大长腿，接着是凹凸有致的身材。站起身来，陆离也是看到了她的全貌，面部白净，长长的单马尾绑在身后，身穿铠甲，身姿挺拔，带有一丝英武之气。看身高竟比1.8米的陆离只矮了一点，大概1.75米的样子。那位女子年纪大约26、7的样子，不过长相和身材都很成熟，一副御姐的样子。我还活着，你认识刚才那人？陆离见到他们2人前后脚来到这里，不由开口问道。现在陆离可是很想知道那人是谁，这仇必须得报。若不是自己能够复活，这就要掉经验了。却见那女子竟是突然有些羞涩，一副很是羞愧的样子，轻咳了一下，这才说道：我认识，其实都是我的错，我正在追杀他，没想到却连累了你。我也是没想到他竟然直接消失来到了你这里，还直接杀掉了你。也是，毕竟你等级这么低，他随手一拳你也顶不住。我一定要给你一些补偿。这样，你来我城主府吧，我先给你赔礼道歉。陆离听完有些迷糊，接着问道：去城主府？请问你是？啊，你在剑歌城却不认识我？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剑歌城城主李青羽。第32章，这个城主没有城主饭。什么？陆离很是惊讶，他之前只是粗略了解了一下青荣城的情况，对于剑歌城倒是不怎么了解，没想到眼前这位如此年轻的女子竟然就是剑歌城城主。什么嘛？你是不是剑歌城的人啊？这么惊讶的吗？李青羽见到陆离一副震惊的神色，微微皱眉，表示自己的不满。陆离立刻回复道：抱歉，我今天是第一天来到剑歌城，这可是自己的城主，自己还是不要惹到他了。李青羽略一思考，接着问道：我懂了，你是从别的城转过来的吧？怎么突然想要来我这来啊？其实我是刚出新手村。
陆离回复道，接着看向李青雨。什么？这下轮到李青雨吃惊了。李青雨作为一城之主，实力强大，远非青荣城那些职业导师可比，所以他可是清楚陆离的实力的。但是陆离现在竟然说他刚刚出新手村，还是第一天来到剑歌城。可是你，难道？李青雨很是疑惑，接着想到了某种可能。不可能吧？李青雨迅速靠近陆离，脸贴脸，鼻尖都要靠在一起了。他的双眼直直地注视着陆离，问道：告诉我，你是怎么直接升级到20级的？陆离一想，这可是城主，自己稍微说出去没什么坏处，说不定还能从他这捞点好处。能和城主搭上线，那自己在这剑歌城的处境可就是好多了呀。那些 NPC 敢不给自己任务，经验能给的少了。那个城主啊，你先往后退下，咱们离的是不是太近了？陆离想要轻轻推开他，低头看了下他的胸膛，一时间竟是不知从何推起，只能无奈问道。李青雨轻咳一声，接着后退一步，视线却未曾离开陆离。行了，说吧。陆离回答道，出生之路 SSS 级评价。果然如此，我就知道。只见李青雨顿时激动起来，接着身体竟然又是靠近过来。陆离被吓得连连后退。城主大人，咱先冷静一下。李青雨听到后翻了个白眼，心情复杂，一时间他又是高兴又是伤心。高兴的是自己的城池终于有了一个天才，这可是能够获得 SSS 级评价的天才。伤心的是自己竟然被推开2次，让李青雨对自己的颜值和身材都有些不自信了。虽然自己是情绪使然，无意识的靠近过去，但是他这样无情的推开真的好吗？哼，喂，我可不是对你有什么想法，我只是在激动的情况下会，反正就是无意识的。虽然是这样，但是我又不会吃掉你，你一直躲什么？我有那么可怕吗？听到这般质问，陆离也是只能憨笑不做应答。怎么办？我确实是怕你吃了我，可是我不敢说啊。你这最少50级了，随便一拳我都顶不住啊。李青雨话题一转，说道：行了，不问你这个了。你说你今天刚出新手村就20级了是吧？而且出生之路是 SSS 级评价。好，希望你不是骗我的。这样吧，你先跟我回城主府。陆离听到李青雨这番话，也是连连点头。先等下，我能不能收下物品？陆离击杀阿兰后，就遇上卡库里斯的袭击。此时击杀阿兰掉落的物品还在地上呢。快点快点！不过就这些东西也没什么可以拾取的，我一会给你更好的。好嘞。得到李青雨的回应，陆离当即开始拾取物品。恭喜获得黑流刀、魔族秘纹、副本钥匙 X3、金币 X3。黑流刀应该就是阿兰手中使用的那把刀了。魔族秘纹暂且不知是何物，等会打开再看。副本钥匙就是进入副本的钥匙，剑歌城附近有个20级的副本，这就是那个副本的钥匙了。而且这个钥匙本是主线任务最终的奖励之一，只是不知为何自己的主线任务出了岔子，不仅 BOSS 强的过分，连奖励都提前爆出来了。此时的主线任务也是显示已经完成的状态，这自己该去找谁领取奖励呢？坏了，这主线任务的奖励没了。阿兰死太快了阿兰就算活着也应该不会给自己奖励的吧？好了没？李青雨在催。快了快了。陆离总感觉这人真是一点城主的范儿都没有啊，也就是长得很好看，实力很强，性格方面倒是和平常的女生没啥区别。吞噬之心发动，吞噬魔族恶鬼 X 阿兰成功，获得物理攻击10点，速度10点。吞噬之心是陆离一直使用的天赋，也是目前为止主动使用次数最多的天赋。在自己升级到20级之后，吞噬之心得使用次数也是来到了100次，距离下次刷新次数还有大约5小时的游戏内时间，而今日已经使用次数目前是42次，自己得抓紧继续使用啊。而另一个能够主动使用的天赋就是赌神之心的抽奖和盲盒。陆离之前在任务路上的时候，顺便使用了10金币用在这上面，5金币用于一阶抽奖，这个自己能够看到具体奖励，只能说抽到的中规中矩。而红色盲盒却来了5个垃圾，也不能说是垃圾，但是对已经20级的自己来说一点用都没有了。自己幸运挺高了，但是依旧如此，也不知为何，看来还需要更高的幸运。而这些物品除了一个有点用留了下来，其他的陆离直接全部分解了。陆离暂时还琢磨不透这个 SSS 级天赋的真正意义，因为目前来看它并不足以匹配 SSS 级这个品阶。而在陆离升到20级后，也是出了2阶抽奖和橙色盲盒，不过每次10金币陆离就没有使用，现在他不能去赌，自己或许还有需要用钱的地方，金币数量也没那么多，至于紫币自己还有特殊用处，所以陆离暂时停止了疯狂消费。战场清理完毕，陆离走进李青雨说道：
我好了，城主大人。第33章升级，双倍属性点，真是懒人屎尿多。李青雨稍微撇了撇嘴，不满地说道。陆离听到后也是反驳道：城主大人，这词可不文明，您还是少用的好。再说我是打扫战场，你这也用错地方了。哼！李青雨冷哼一声，嘴里又小声吐出4个字：就用就用。走，我带你飞。李青雨拉住陆离的手臂，直接带着陆离飞了起来。陆离现在还没办法飞起来，这飞行能力是等级和实力的证明，等级要达标，自己也要有飞行装备才行。据陆离的了解，现在还没有玩家可以进行飞行，陆离也是第一次体验飞行的感觉，虽然是被别人拉着飞的，呼，有种自由的感觉。没我在，你想飞还早着呢。李青雨语气带着骄傲说道。陆离听着李青雨的语气，也是毫不吝啬夸奖道：是哦，太感谢城主大人了，城主大人真棒。哼，你是在哄小孩吗？李青雨不满地回应道，但是侧过去的脸上嘴角却在微微上扬。在飞回剑阁城的路上，李青雨也告诉了陆离关于那个黑影的具体情况。那道黑影是个魔族，名为卡库里斯。这个魔族原本是个人族，堕入黑暗后化身魔族，他也是剑阁城附近最强的魔族，而且一直在暗中周围发展自己的势力。那位妇人阿兰就是其中之一。这次他被城主里剑羽发现了踪迹，两人在城外便大战在一起。不巧，阿兰也在今日准备击杀史大彪，直接暴露了自己。阿兰见陆离解救史大彪如此之快，猜测出陆离实力不凡，于是在大战前便向卡库里斯求救。而阿兰自己则是能杀陆离就杀陆离，若是打不过，卡库里斯也能快速赶到解救他并击杀陆离。没成想，陆离提前使用丹药，在战斗中快速解控，从而迅速秒杀阿兰，让卡库里斯来晚一步。卡库里斯见阿兰死后也不想恋战，便直接逃离了。他实力不弱，李剑宇也拦不住他，只能让他逃了。陆离此时也是一阵后怕，幸亏自己谨慎起见，直接使用丹药，不然在卡库里斯赶来之前肯定是杀不了阿兰的。两人一边聊一边飞，很快就回到了剑阁城。城主府，府内清雅亭中，李陆二人落座。李青雨率先开口说道：事情很多，我们一个个谈。先谈赔偿吧。这次虽然是你击杀那个阿兰才招惹到了卡库里斯，但终究是我疏忽大意才让你被杀，所以我也是准备给你一些赔偿。你看，你想要什么东西吗？李剑宇此时的声音十分温和，完全没有城主的威严。陆离思考片刻，这才说道：我想快点升级，不知城主大人有何方法？李青雨看着陆离，伸手轻点说道：等级啊，你现在确实有些低了，不过你毕竟才刚出新手村嘛，等级低也很正常。哦对哦，你要参加选拔的，确实需要先把等级提上来。那个，我想先问问你新手村待了多久啊？看到李青雨带着好奇的目光看向自己，陆离还是决定不撒谎，直接告诉他：准确的说，1天1夜加1上午。陆离此时虽然对李青雨仍有警惕，不过相处下来发现李青雨这人并没有太深的城府，性子也比较直，还是可以相信的。哇！李青雨嘴巴张成 O 型，一副吃惊的样子。不愧是你，现在我真的相信你是 SSS 级评价了。我先把你的任务结算了吧，然后我再给你发些任务帮助一下你。随后就是一阵系统提示音：您的主线任务已经完成，恭喜获得10万点经验，恭喜获得副本钥匙 X2 金币 X5。本身这个主线是2万经验，不过在 SSS 级天赋的加成下，直接变成了10万点。大量的经验直接让陆离升到了21级。恭喜你升到21级，获得200点自由属性点，请按需分配。目前在本服务器中，您的等级排名为42001024位，华夏区等级排名为6825678，全球等级排名直接提升了400多万名，而华夏区直接提升了100多万名。可见还是有很多刚刚进入1年甚至不到1年的玩家，已经直接被陆离用2天时间超越了。看着飞速攀升的排名，陆离也是越发自信了。陆离已经转职剑神职业，在之后也会获得和其他职业不一样的属性点提升。这次升级他的属性提升是获得800点物理攻击和400点速度，以及200点自由属性点，而生命值提升了2000点，法力值仅提升500点，将200点自由属性点继续点在物理攻击上。还记得剑神之翼吗？剑神之翼，玩家等级提升后获得双倍基础属性点和自由属性点。是的，现在陆离获得的属性点是已经双倍之后的，也就是说普通剑士职业玩家只会获得陆离的1半属性点。可见剑神职业的霸道和逆天之处。哇，你好快哦！我的意思是你升级好快，你还不到2天时间，竟然就21级了。
一旁的李青雨又开始震惊起来，陆离简直一直在给他带来惊喜。那个城主大人，淡定，你身为一城之主要稳重一些。陆离见到他再次如此激动，不由得劝诫一声。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孩子气的城主。哦，不料李青雨听到陆离的话后，迅速沉默起来，明显一副不开心的样子。怎么了？陆离突然心一慌，坏了，好像城主不高兴了。那自己的任务和奖励可怎么办？他刚说了会给自己任务的。那个城主大人，我觉得你这样也挺好的，没必要装作成熟稳重的样子。陆离心一横，直接开始哄他。真的？李青雨低下的头抬了起来，看向陆离，有些抽噎的问道。陆离心里又是一慌，他发现城主大人哭了。第34章，任务装备我都有。真的？你之前那样子很好。这女孩子哭，陆离是有些受不了。这大概是自己惹哭的，为了奖励，还是先哄哄她吧。那个，先别哭呀，好不好？陆离现在真的有种在哄小孩的感觉了。给你一颗棒棒糖。只见陆离直接在背包里拿出了一根棒棒糖，这是之前在抽奖的时候抽到的，也是唯一一个留下的。他本是想用在自己身上的，没想到给了城主。至于为什么可以用在自己身上，其实是因为这棒棒糖有特殊效果。大力棒棒糖使用后增加3000点物理攻击，持续10分钟。虽然给已经25、26岁的城主不太合适，但是陆离也不会哄人啊。啊，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给我。让陆离没想到的是，李青雨好像还真的喜欢棒棒糖。李青雨拿过棒棒糖，直接撕开包装塞进嘴里，味道不错。青山梨，我给你讲一个我的秘密吧。你之前告诉了我一个你的秘密，就是你获得 SSS 级评价的事。那我也告诉你一个我的秘密，我觉得你可能也感受到了，我像那孩子一样。其实这不是你的错觉，因为我就是一个孩子。听到这话，陆离顿时有些震惊，面前的成熟玉女竟然说她是个孩子，很惊讶对吗？其实我在3岁那年，出于一些意外，我的意识被封印了，整整10年。陆离这下彻底明白了，原来李青雨的意识被封印了10年，也就是说，我的心理年龄其实是16岁啊！一不小心把年龄也暴露了。还有，你绝对不可以把我今天的事情说给任何人，否则你清楚后果。只见李青雨顿时严肃起来，紧紧地看着陆离。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这是我们的秘密。陆离迅速回应，做出保证。这件事知道的人绝对很少，既然他告诉了自己，那自己也肯定会替他保守秘密。这样一切都解释通了。怪不得李青雨一点都没有城主范，原来心理年龄只有16岁，那身体年龄也就是26岁。陆离现在是高3，他的年龄刚好是18岁，在心理年龄上，陆离比李青雨要大，所以陆离才会有种哄小孩的错觉。陆离甚至觉得李青雨的心理年龄要更小，或许和他的遭遇有关，但他没说，自己也没必要瞎猜测了。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在你说那句话之后哭了吗？因为我当了城主之后，所有人都在我成熟稳重，可是我真的好累。李青雨说着，又有一些想要哭的趋势。陆离立刻遏制住，说道：没事，做自己就好，人总是慢慢长大的。一番安慰过后，李青雨情绪再次恢复正常。那个就当刚才没发生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你面前就没了往日的城主风格，可能是我太久没有接触到同龄人了吧。我现在给你发任务。陆离顿时接收到一个任务信息：城主任务，清剿豪猪群。任务介绍：豪猪群一直在城池周围捣乱，危害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城主希望你能够击杀1000头豪猪，并击杀豪猪王。任务时限2天。你先做这个。我想想，再给你一个。城主任务，副本霸主。任务介绍：城主有意考验你的实力，希望你能够在剑阁城魔狼副本的排行榜上留下你的名字。任务时限2个任务到手。城主大人，2个任务的奖励是什么？陆离没有看到明确的任务奖励，不由得问道。你笨呀，我要是写上明确奖励，你就得不到更多的经验值了。李青雨翻了个白眼，哼哼唧唧地说道。是这样吗？陆离对此倒是不甚了解。你们肯定不知道啊，我们也不会轻易和你们说这种事，反正我会给你很多奖励就是了。哦对了，多给我搞些棒棒糖来，挺好吃的。听到李青雨的请求，陆离立刻回答道：没问题，我之前还说过给你更好的装备来着。你等等。只见李青雨丢下这句话后迅速离开，又迅速回来，手里多了不少东西。这是防装，这是鞋子，换了吧。至于你的武器，我看着很厉害，甚至看不透，应该是不需要换，你先用这些。陆离接过李青雨递过来的装备，一看属性，顿时惊掉眼球。
全是黄金级，这就是抱上大腿的好处。猛虎金甲，品阶黄金级，属性物理防御加4500点，特殊属性技能猛虎之翼，使用该技能后增加2000点物理防御和2000点法术防御，持续3分钟，耐久度100，装备要求21级。青川靴，品阶黄金级，属性速度加3000点，特殊属性技能踏马平川，使用该技能后增加1000点速度，持续2分钟，耐久度100，装备要求20级。这2件装备等级要求低，所以属性也没那么好，不过比你身上的强多了。只见李青雨继续着他的凡尔赛发言，这还属性不好，这牛爆了。陆离也不啰嗦，直接更换，身上属性再猛增1级，真是太感谢你了。陆离当即表示感谢。只见李青雨摆了摆手，俏皮说道，我也不是白给你好处的，既然我把你当朋友了，那你就要争点气给我啊。你还不知道，过几天会有一个新生挑战赛，专门给25级及以下的玩家们准备的，等会就会通知所有玩家了，你就抓紧提升，到时候拿个第一瞧瞧。陆离不由挑眉，还有这事？他知道这个挑战赛，只不过没想到都快高考了，还举办新生挑战赛。往届都是高考前半年就不举办了的，这次倒是举办了。那既然如此，这第一我当然不让，保证完成任务。陆离冲着李青雨敬了个礼。什么手势？看不懂。你快去吧，我身为城主可是忙得很，没时间陪你闲聊。陆离当即迅速离开，任务有了，现在就要去完成任务了。陆离走后，李青雨轻笑一声，倾诉一下，把秘密说出来，倒是轻松了不少。第35章，把他请回来。中午12点左右，就在陆离去做主线任务的时候，青荣城转职大厅。什么？你们竟然招惹了他！奥菲克斯怒不可遏地吼道。奥菲克斯得知陆离在剑歌城完成登记之后，很快就想到转职大厅不对劲的气氛。他迅速来到转职大厅，一番询问后，几人终于说出了真相。狗眼看人低的东西！你们忘了你们当转职导师的原因了吗？你们忘了你们为什么只能当转职导师了吗？莎莉娜呢？让她赶紧回来！奥菲克斯一番怒骂之后，坐在了大厅内的椅子上闭目等待。10几位转职导师全部离开去寻找莎莉娜。此时主要原因就是在于莎莉娜和艾瑞克，其他人只能说是不作为。天悦酒馆2楼豪华包间内，丽娜姐，总算找到你了。你还不知道吧？城主大人现在正在找你呢。什么？那小子竟然真的认识城主？躺在林月郎怀里的莎莉娜听到后立刻震惊地站了起来。她想过陆离可能不一般，只是没想到城主大人竟然真的为了她如此大费周章。什么？丽娜，你惹到城主了？林月郎吃惊地问道。林月郎，青荣城林家2公子，林家在青荣城颇有势力。哥哥人家没有，我就是嘲讽了一下一个刚刚转职的玩家，没想到他还认识城主。莎莉娜委屈地看向林月郎，随后就躺倒在林月郎的身上。对面的牧师转职导师若星看到他俩又粘到了一起，立刻说道：姐，你还是赶紧去见城主大人吧，要是城主大人等急了，你就出事了。若星知道莎莉娜平时就爱找林月郎，所以出了转职大厅后就立刻去了林府，接着得知了林月郎的位置。来到酒馆后，果然发现莎莉娜也在。对，我得先去见城主。哥哥，你能陪人家一起去吗？莎莉娜手掌抚着林月郎的胸膛，娇滴滴地说道。林月郎一把搂住莎莉娜，手掌一拍，接着带着莎莉娜站了起来，说道：走吧，我尽量为你说些好话。林月郎的父亲林崇义与奥菲克斯也算是多年好友，林月郎和奥菲克斯倒是也能说得上话。那个，先把衣服穿上再去吧。若星小声地问道。转职大厅，莎莉娜在林月郎和若星的陪同下，有些战战兢兢地来到了城主奥菲克斯面前。城主大人，您找我。莎莉娜走到奥菲克斯面前，行礼说道：我已经听说了你做的事情。我问你，转职导师的第一原则是什么？奥菲克斯依旧是坐在椅子上，眼睛睁开后，身体前倾，双手交叉，目光紧紧地注视着莎莉娜。莎莉娜不敢直视，低头轻声回答道：第一原则是一视同仁。你还知道一视同仁？奥菲克斯目光冰冷，语气也冷冰冰地问道。一股寒意蔓延整个转职大厅。林月郎在路上已经听说了莎莉娜的所作所为，觉得并不算什么大事。毕竟在他的想法中，现在才转职的玩家，那肯定都是废物。虽然城主为了这事找到莎莉娜，但是肯定不会对一个废物太过重视。只要自己稍微掩护一下莎莉娜，这事应该就结束了。只是现在的林月郎感觉不是这么一回事了。本想替莎莉娜解释一下的他，在这股寒意之下，也是一声不敢吭。身为当事人的莎莉娜承受了奥菲克斯最冰冷的目光，
此时更是一句话都不敢说。哼，我再问你，你为什么毕业后来到了转职大厅当导师？奥菲克斯冷哼一声，再度问道。在奥菲克斯的威压之下，莎莉娜有些姿色的脸蛋变得煞白，她哆哆嗦嗦地回答道：因为我实力弱。学员毕业后，实力强的都会去一方城池当将军、当官员，而实力弱的就安排去当转职导师，因为他们实力最弱，什么都干不了，去了战场只会拖后腿，所以能当个导师这样的闲职混混资历。哼，你也知道。奥菲克斯突然站起来大吼道。砰！莎莉娜被奥菲克斯的突然站起和大吼吓得直接一屁股蹲在了地上。实力弱，态度差，你还有脸说？奥菲克斯的怒火全部发泄在莎莉娜的身上。莎莉娜此时也是彻底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明白了陆离对奥菲克斯来说很重要，不然奥菲克斯不会如此动怒。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法师转职导师了，滚去战场！莎莉娜那本就煞白的脸蛋，此时已经毫无血色。听到滚去战场4个字后，她的目光一片呆滞，如同失去了灵魂一般。她心里明白，自己去战场和去送死没有任何区别，自己就是个累赘。她自己最清楚，自己城中纸醉金迷的生活已经让她彻底失去了战斗的能力和意志。牧师导师若星听到后忍不住惊呼出声，随后立刻伸手捂住小嘴，但是一双眼睛瞪得浑圆，显然也是被震惊到了。林月郎听到后脸色同样满是震惊，看了一眼已经傻掉的莎莉娜，又看了看奥菲克斯，他忍不住说道：叔叔，您别生气，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后续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把他挽回的嘛。再说您生气也没用，我们还是看看怎么让他回到青荣城吧，如何？此时的林月郎不得不出声救一下莎莉娜了。虽然莎莉娜只是他其中一个女朋友，但是莎莉娜很是识趣，总是能给他带来新的花样和快感，所以他对莎莉娜很满意。若是莎莉娜去了战场，那就是必死无疑，他也就失去了这么好的女朋友了。月郎，我就说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原来是为他求情。奥菲克斯冰冷的目光稍稍柔和，看向林月郎说道。林月郎的父亲毕竟是自己的多年好友，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叔叔，不如这样，让丽娜去把那个青山梨带回来，算是将功赎罪，怎么样？林月郎此时也只能想到这个办法了，便说了出来。奥菲克斯稍微思考片刻，他本来想自己亲自去找陆离的，说不定找回来的机会很大。不过现在既然林月郎提出这个意见，那就这样做吧，毕竟身为城主，亲自去请人确实有些丢面子。行，既然月郎你这样说了，那就这样办。莎莉娜，记住，你要是办砸了，就彻底滚蛋。莎莉娜听到自己还能将功赎罪，立刻从地上爬了起来，哭着说道：城主大人放心，我一定把他请回来。第36章，前来杀猪。下午2点钟左右，陆离没了李青雨帮他飞行，自己行动的速度也就慢了一大截。花费半小时时间，陆离才终于来到了第一个任务地点。在这路上，陆离也是终于有时间拿出了之前击杀阿兰获得的物品，查看了一下。首先是那把装备黑流刀。黑流刀品阶白银级，属性物理攻击加900点，速度加100点。特殊属性技能黑流线，使用该技能后出刀速度猛增，刀身如线入身，造成额外20%至50%伤害。耐久度100。装备要求18级。这把刀算是个极品刀，毕竟白银级装备的上限就是1000点，而这把刀不仅增加900点物理攻击，还增加了100点速度，可以说是相当不错了。这种还算极品的装备自然是不能放进分解机进行分解的，拿出来卖钱是更划算的，所以陆离准备把它挂到珍宝阁。陆离倒是不愁这把刀卖不出去，毕竟现在的玩家们主流装备就是白银级和黄金级装备，而且黄金级装备大多都是25级以上的玩家才能装备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陆离一样幸运，直接和城主相识。陆离再把魔族秘文拿出了查看了一下。魔族秘文介绍，魔族在卡特拉斯峡谷建造了一个秘境，在里面有很多邪恶实验室，在那里魔族制造出了很多魔族恶鬼。玩家抵达卡特拉斯峡谷后，凭借本秘文书可进入秘境，仅限单人。推荐等级30级。原来是一个单人秘境，如此看来，阿兰也在那里接受了邪恶实验改造。这秘文算是一把进入秘境的钥匙。不过推荐等级是30级，那自己至少也要25级以上再考虑，先放进背包。至于掉落的3个副本钥匙，等自己做完第一个任务就可以使用了，毕竟副本挑战也是任务之一嘛。任务地点此时聚集了一大堆的豪猪，陆离准备先做豪猪群的任务，因为这个任务简单，耗费时间也少。陆离扫了一眼豪猪的属性，发现豪猪刚好适合自己现在来刷。豪猪等级20级，种族妖族、猪族，品阶白银级，
生命值28000，法力值3000，物理攻击3000，法术攻击2600，物理防御1500，法术防御1000，精神600，速度1100。技能豪猪冲撞豪火球。豪猪冲撞，豪猪四肢践踏并冲锋向目标敌人，造成伤害以及眩晕效果，眩晕时间由冲撞威力决定。豪火球，豪猪口中蓄力发出一发火球，对目标造成2000加50百分号法术攻击点伤害。介绍：城池外的豪猪群居生物，近年来疯狂繁殖，数量多了以后便开始骚扰城池里的居民，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正常活动。等级是20级，属性比魔族恶鬼阿兰要低一点，自己杀起来也比较快。而且豪猪是群居生物，自己也不用一个个去找了。陆离目前等级来到21级，而且刚刚更新了一波装备，此时属性简直是强到爆炸。可以说现在同等级的玩家没有一个玩家的属性能够和陆离相比。玩家青山离，等级21级，职业剑神，副职业炼丹师、炼器师、分解师，生命值10860，法力值9150，物理攻击6200，法术攻击950，物理防御5500，法术防御1050，精神1100，速度4700，幸运24，暴击率25%，暴击伤害5%，声望2800，天赋吞噬之心 SSS， 赌神之心 SSS， 神物之心 SSS， 宝藏之心 SSS， 洞悉之心 SSS， 剑神之心 SSS。 装备轩辕剑神级，猛虎金甲黄金级，盲影裤白银级，青川靴黄金级，青骨链白银级。特殊装备出生令牌。技能出生五品阶，火焰斩黄金级，横切白银级，踏影斩白银级，魔音贯耳白银级，重击青铜级。勋章出生帝君，出生之主。而且不止自身属性强大，陆离身上的 buff 也是多得要命。出生令牌效果是对野怪增加1%伤害，出生之主效果是对低于自己生命值的敌人增加30%伤害。轩辕剑效果包括产生破甲效果，无视对方50%物理防御，以及提供30%物理吸血效果。剑神职业效果包括玩家使用剑类武器可造成双倍伤害，使用剑类技能时不会消耗法力值。同时剑神职业还提供了50%的可叠加的破甲效果，同样无视敌方50%的物理防御。所以陆离现在是对敌方有着无视100%物理防御效果的。综合下来，陆离现在的伤害堪称爆炸，恐怖如斯。而使用剑类技能不耗蓝，又有吸血在，所以说回血回蓝的药剂可以说是完全不需要。陆离手持轩辕剑，直接一剑戳在豪猪的屁股上，负11500。吼吼吼！豪猪无法忍受这强烈的痛楚，直接嚎叫起来。顿时一群豪猪靠近了过来。陆离伤害很高，基本上3剑就可以击杀一只豪猪。负12100，又一剑。陆离的速度很快，趁豪猪嚎叫之时，又是狠狠一剑。负2300，负2300，轰！是豪猪的技能豪火球，2颗豪火球直接砸在陆离身上。陆离一直在原地攻击豪猪，所以并未能躲避远处发来的2颗豪火球的伤害。陆离顿时直接减少了接近一半的生命值，但是陆离丝毫不慌。负12600，加3780，又是一剑命中豪猪的屁股，同时自己恢复了3780点的生命值。这一剑就能够抵消一次豪猪的豪火球的伤害。陆离3剑下去，眼前的豪猪直接倒地，他嚎叫了半天，终于平静了。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传来：青山离，我有事想要和你谈谈。不远处是匆匆赶来的莎莉娜等人。第37章不去。负12500，换一头猪继续一剑。没看见我在杀猪吗？有什么事直接说。陆离看了一眼声音传来的方向，发现竟然是转职导师莎莉娜。不过他可是青荣城的转职导师，怎么会来到剑阁城附近？至于他说的找我有事，有什么事？反正他之前可是对自己态度不好，现在倒也不必对他有什么好态度。自己和他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转职导师真的就只是帮助玩家转职而已，又不会教玩家什么东西。可以说转职导师在转职之后就和玩家没有任何交集了。你……莎莉娜看到陆离有些无所谓的态度，心中顿时又有了怒火。一旁的艾瑞克见到莎琳娜又要发火，顿时手一伸拦住她，接着眼神示意她不要冲动。他们可是来道歉的，万一莎莉娜再发火，那任务就彻底黄了。
艾瑞克可不想被这个蠢货牵连，若不是林月郎在场，自己都想直接封住他的嘴了。哼！莎莉娜轻哼一声，随后说道：“青山离，我们是来给你道歉的，可以换个地方谈谈吗？”陆离心中惊讶，没想到莎莉娜竟然还会来专门道歉。自己可是远在剑歌城，而且想要得知自己的踪迹，怕是也要费些功夫的。陆离现在自然是不知道自己在奥菲克斯心中的地位，所以现在的陆离有些摸不清头脑。难道是他良心发现了，还是说青荣城有这样的规定？那他当时何必找自己茬呢？真是令人头大，还是杀猪轻松。豪猪，吃我一剑，付13500。不过既然他专门来道歉了，那自己就应付一下吧。我知道了。行了，你们可以离开了，我还要忙着做任务呢。莎莉娜听到陆离无所谓的声音，顿时怒火中烧，面部有些扭曲，胸膛剧烈起伏，眼看就要发怒。小兄弟，我是林月郎，青荣城林家公子，这次呢，我也是来替我的女朋友给你来道个歉的。这时候林月郎说话了，这下陆离就更看不懂了。莎莉娜和艾瑞克对自己确实态度不好，他们来道歉倒也合理，只是这林月郎也来道歉。林月郎这个 NPC 陆离倒是有印象，毕竟以前也查过青荣城的资料，这个林家倒也是个大家族，很多玩家都在这里接过很多任务。只见林月郎又开口道：“艾瑞克，你也给这小兄弟道个歉。”一旁的艾瑞克当场鞠躬说道：“抱歉，青山离，我之前态度有些不好，请原谅我无礼的态度和质疑。”艾瑞克不像莎莉娜那般易怒，此时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业导师工作，道歉态度十分诚恳。知道了，我已经和你们也没什么关系了，咱们以后也没交集。那个，你们可以走了吗？我还要继续做任务。陆离看到艾瑞克直接鞠躬道歉，也是点点头，这艾瑞克道歉态度确实不错。不过陆离现在只想要他们离开，别再打扰自己。这几人是别的城池的 NPC， 又不会给自己任务，而且实力不强，对自己也没什么帮助。既然如此，自己也没必要和他们建立什么关系。自己的生命值还在上上下下呢，这些人有完没完？道歉完了走不就好了吗？自己这态度也算是原谅他们了呀，真是墨迹。不行，我们还有别的事。只见莎莉娜忍不住再次开口。陆离皱眉问道：“你们还有什么事？赶紧说。”陆离可是一直对莎莉娜的态度很是不爽，这女人态度差劲，事儿还贼多。但凡有艾瑞克一般的道歉态度，自己也不会对他如此恶劣的态度。我们第二件事就是请你加入青荣城。林月郎此时往前走了一步，手臂挡在莎莉娜胸前，示意她别再说话。林月郎此时也是感受出来了，莎莉娜就是来捣乱拖后腿的，和一旁的艾瑞克简直形成鲜明对比。自己也要考虑考虑什么时候甩掉她了。什么？加入青荣城？哦，我已经加入剑歌城了，这件事办不到。陆离听到林月郎的话也是一阵惊讶，手中剑的动作都是一顿。但是自己已经加入剑歌城了，加入青荣城干嘛呢？再说自己也不喜欢青荣城。我们的意思是1周后你退出剑歌城，然后再加入青荣城，当然我们会给你很多补偿。不知你有没有听过我的身份，可以简单给你讲，你认识了我，后面任务不会断，你的实力可以一直快速增长，而且我还会给你提供装备，再给你100金币。怎么样，足够弥补你退出剑歌城的损失了吧？林月郎说完，神色可谓自信满满。一旁的莎莉娜也是充满自信，她觉得这条件根本没有玩家会拒绝，自己的任务肯定完成了，这下自己也不用去战场了，自己又可以在城内悠闲自在的生活了。他的心中满是甜蜜，没想到月郎哥哥竟然为了自己付出这么多，晚上必须奖励月郎哥哥。接着莎莉娜便把身体靠在了林月郎的怀中。后面的艾瑞克听完林月郎开出的条件，也是彻底松了一口气。他们3个如此自信是有原因的，因为林月郎开出的条件确实很诱人，可以说99%的玩家根本无法拒绝。陆离退出剑歌城确实有不少损失，比如和 NPC 的熟悉度，以及加入新城池的时间成本等等。但是林月郎所说的这些确实可以直接弥补损失，甚至说还是赚的。可是那是相对于普通玩家而言的。陆离现在可是刚刚认识城主，任务装备已经都有了啊。金币，自己有紫币，所以林月郎自认为无法拒绝的条件对陆离来说一文不值。不去。陆离十分干脆地说道，顺便一剑插在了豪猪的臀部，引起了豪猪激烈的反抗。你答应就好，我们什么？林月郎满意地点点头，接着又意识到了不对的地方。什么？你说不去？第38章击杀莎莉娜。是啊，我不去，知道了吗？我不去，你们再烦我，我就去找剑阁城的治安人员了。陆离现在是彻底明白了这些人的目的，道歉只是其次，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让自己加入青荣城。怎么可能？就你们那点条件，
我加入青荣城干什么？不提我根本不喜欢你们青荣城，就是我在剑阁城认识城主这件事，也不可能再换个城池了。再说了，若是你莎莉娜对我态度好些，也不至于如今这个局面。归根结底，还是你们自己做的。不过，陆离也是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这些人非要自己加入青荣城干什么呢？难道是因为之前李青雨提过的新手挑战赛？可是25级以下的玩家有那么多，何必非要来找自己呢？难道说青荣城有人猜到了自己的真正实力，或者说知道了自己的秘密？可恶，我是绝世天才这件事被曝光了，可是自己的戒指已经被寡妇姐姐隐藏了，按道理不该被发现才对。陆离隐隐有猜到是被新手村的 NPC 给卖了，但是一般来说新手村 NPC 和城池 NPC 可是毫不相干的。你确定你要拒绝我吗？林月郎此时的脸色不太好看，自己开出了如此丰厚的条件，他竟还拒绝自己，这个蠢货难道没明白自己所说话的价值吗？我再说一次我的条件，你自己好好理解。首先是……停！我很了解你的条件确实很好，但是我就是不去。我劝你们3分钟内离开，不然我就真的直接联系剑阁城的治安了。陆离立刻阻止了林月郎的秀身份秀条件行为，接着再次搬出杀手锏。NPC 一般都是不能阻拦玩家活动的，特别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时候，何况他们几个还是别的城池的 NPC。按照规定，剑阁城的治安人员是可以直接把他们抓起来关禁闭的。好，算你有种，你等着！林月郎一怒之下直接威胁道，接着他狠狠地甩了下手臂，冷哼了一声后直接离开了。艾瑞克此时面如死灰，他没想到陆离竟然会拒绝林月郎。至于莎莉娜，此时更是丢了魂儿一般，就连林月郎走他都没有注意到。自己真的要去战场了吗？可是自己什么能力都没了啊，这不就是去送死吗？可恶，都怪陆离，一定是他和城主有关系，互相勾结啊！只见莎莉娜突然大叫一声，疯了一般冲着林青跑了过来，随后她的手中出现一根法杖，寒冰剑，一道冰锥一般的剑缓缓在空中凝聚成型，接着迅速射向陆离。陆离虽然没有看向这边，但是听到那声尖叫之后，也是迅速瞥了一眼，就发现莎莉娜竟然敢攻击自己。唰！就在寒冰剑即将命中自己的时候，陆离堪堪躲过，简直是个疯子。陆离顿时持剑冲向莎莉娜，既然你动手了，那我就不客气了。横切，负12000。这一剑顿时直接将莎莉娜的一只手臂砍了下来。莎莉娜是个26级的法师，是个脆皮，而且速度也不快。而且陆离虽然只有21级，但是他属性比很多25级的玩家都要强，所以陆离能够对莎莉娜造成很多伤害。简而言之，陆离杀他很简单。你们别打了，快住手！一旁的艾瑞克被突然的战斗吓了一跳，看着直接被断了一臂的莎莉娜，艾瑞克当即开始制止两人的行为。啊！我要杀了你！莎莉娜的断臂之痛让她惊声尖叫，随后更是发了疯一般攻击向陆离。黑火球！一道黑色的火球瞬间砸在了陆离的身上。负5200。在如此近的距离之下，陆离倒是没能躲过这一发火球，而且陆离的法术防御并不高，只有1000出头，所以他自己也是直接少了半血。负12000加3600，又是狠狠一剑。陆离这一剑直接插入莎莉娜的胸膛，可惜并没有命中心脏位置。但是这下之后，莎莉娜再也没有了反抗能力。负12000加3600，陆离的生命值直接回满，而莎莉娜只剩下了一丝血皮，马上就死。你们不要再打了啦！艾瑞克终于赶到两人身旁，直接推开了陆离，护住莎莉娜。你再打一剑，他就真的死了。艾瑞克惨声说道。他没想到最后竟然是这种局面。在他看到陆离的攻击之后，他明白自己也打不过陆离，是他先攻击我的，你们需要付出代价。陆离此时心情十分愤怒，这个莎莉娜不停地嘲讽自己，如今来道歉，态度奇差，而且竟然还攻击自己，就因为自己没有顺他的意加入青荣城。陆离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事。我们会付出代价，但是你把他杀了，事情可就不一样了。艾瑞克再次大声说道。确实 NPC 主动攻击玩家一般都是敌对的 NPC， 很少发生人类城池的 NPC 因为个人行为主动击杀玩家的事情。因为 NPC 明白玩家是杀不死的，而且自己还会面临巨大惩罚。但是规定中也有写到这类事情，比如陆离和 NPC 莎莉娜的这次战斗。由于是 NPC 莎莉娜因为个人缘由主动攻击陆离，且莎莉娜身为城池官方性质 NPC 转职导师，那么双方在均未死亡的情况下，莎莉娜面临巨大惩罚，比如面临监禁和罚款。若是陆离死亡，
莎莉娜更是要面临更残酷的惩罚。若是莎莉娜死亡，陆离则需要面对 NPC 所属城池的问责。一般该城池会对玩家进行限制，比如禁用该城池内某些设施。部分 NPC 会对陆离的好感度下降。对陆离最有利的情况就是把他打个半死，还没彻底杀死他。这样的话，自己也爽了。莎莉娜不仅身体残废，而且还要面临监禁以及对陆离的赔偿。但是，一剑入喉，呵，尽管来找我问责。第39章魔狼广场。啊，你！艾瑞克看着彻底死亡的莎莉娜，震惊的有些说不出话。他没想到陆离真的敢杀死莎莉娜。滚！别打扰我了。陆离丢下这句话后，就去继续杀豪猪做任务了。至于后续的惩罚，陆离根本不在意，想问责就问责呗，顶多自己再也不去青荣城就是了。自己属于正当防卫，虽然有些防卫过度就是了，但是若是不杀死莎莉娜，自己心里不舒服。这个莎莉娜就是个疯子，一直在恶心自己。既然他主动动手了，那自己就帮他一把。艾瑞克听到陆离的话之后，也是不再说些什么。莎莉娜已经彻底死亡，这件事的事态升级了，后续就不是自己能够处理的了。他实在是没想到此行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抱起莎莉娜的尸体，艾瑞克迅速赶回青荣城报告城主。莎莉娜的尸体，陆离自然是不能吞噬的，不然就属于毁尸灭迹了，事情会更严重，那样自己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待他走后，陆离继续开始刷怪。陆离也是着实没想到自己竟然击杀了有官方职位的 NPC， 但是既然已经做了，自己也就等着就好。3小时后，陆离终于击杀了1000只豪猪，顺便击杀了豪猪王。第一个任务算是完成了。陆离当即捡取刚刚掉落的物品，不过爆出来的物品对陆离都没什么作用，毕竟陆离现在的装备基本算是顶级了，很少有可以替换的装备，所以 99% 的掉落物品都被陆离直接扔进分解机了。基于此，陆离也是获得了23枚金币。不过让陆离有些纳闷的是，3个小时过去了，青荣城的人竟然还没有来找自己，真是奇怪。难道他们也知道自己理亏，不追究了？不过陆离也没多想，而是花了半小时赶往了20级副本魔狼副本所在地。在路上，陆离也是花了10金币，终于是又抽到了一根棒棒糖。若是青荣城不问责也就算了，真问责的话，双方城主或许会出面，到时候把棒棒糖给李青雨，说不定他会多帮自己一些。陆离倒也能理解为什么李青雨会喜欢吃棒棒糖。首先是棒棒糖在神域很少见，并不像蓝星上一样是零食，再者自己的棒棒糖可是有特殊效果的，味道要更独特一些。陆离来到了一个玩家广场，被称为魔狼广场，这里就是魔狼副本所在地了。魔狼副本是剑阁城的20级副本，适合18到25级玩家进入，最高等级就是25级，也就是说超过25级以后就不能再进入了。当然了，等级越高，攻略自然也就越容易。魔狼副本共分为3个等级，分别是简单、普通、困难。大部分玩家都是选择简单和普通这2个等级，而困难等级更多的是24级和25级的玩家们的选择。陆离既然来了，那自然就是要3个等级都要尝试一次了。此时的魔狼广场人来人往，玩家众多。由于副本的特殊性，这里自发形成了这个广场，玩家们也会选择在这里进行交易。毕竟有人进副本需要装备，有人出副本需要卖装备，这个广场的形成可以说是必然的。说它是广场，它更像是个集市。来个奶妈组队，漂亮就行，不要难的。来个前排，装备要好，要顶得住。来个法师，会大型法术的优先。蓝量管够。除了进行交易，这里的另一个功能就是组队了。很多玩家没有固定的队伍，就会选择组野队，也就是和陌生人临时组队。要是互相觉得可以，还可以成为固定队伍。不过陆离自然是不会组队，他要单刷。魔狼副本提供2种模式，一种是5人或6人小队模式，一种是单人模式。绝大多数玩家自然是选择组队进入，就算是最简单的模式，他们也做不到单刷。但是陆离自然是有这个实力的。基于此，魔狼副本也有2个榜单，综合通关榜和单人通关榜。陆离要做的就是在单人通关榜上面留下自己的名字。综合通关榜是指组队和单人的综合记录，但是单人很难超越组队玩家的记录。现在的综合通关榜困难级上面只有第3名是单人，其他都是组队玩家。这个第3名就是本新手服务器开服以来剑阁城最优秀的玩家吉云逸。之前他的记录是榜单第1，后来被2个队伍相继超越，当时的他已经超越25级，自然也就不能再重回第1了。不过现如今榜单的第3名依旧能够证明他的强大实力。陆离倒是知道他是隔壁云江市云江中学的同届学生，天赋是 SS 级，中考时他是东海省第2，职业是刀客。
同时3个级别的单人通关榜的第一都是他。至于另外2个级别的综合通关榜和困难级别的排名基本一致。陆离首次来挑战副本，自然是从简单级别开始熟悉一下，而且更容易完成城主给的任务。副本每天都可以挑战3次，刚好陆离可以每个级别都挑战1次，直接拿下3个单人通关榜榜单的记录。陆离丝毫不怀疑自己可以直接上榜这件事，在榜单上排第几名，陆离暂时不好说。毕竟那些榜单上的玩家都是25级时的记录，自己21级就想突破最优秀玩家的记录，可能有些难度。至于综合通关榜这个榜单，自己之后应该也是可以上的，就看能到第几名了。就算自己今天上不去，等自己再升个级，肯定能上。不理会周边嘈杂的声音，陆离走出广场10米后，便见到了魔狼副本的副本入口。副本入口和出生之路的入口很像，只不过这里有3个漩涡，每个漩涡旁边有一个牌子标示着相应等级。陆离直接进入最左边的漩涡，简单级，请使用副本钥匙。进入后便传出一道系统提示音，在陆离的面前也出现了一个锁。陆离直接拿出之前获得的副本钥匙插入其中，钥匙插入其中后便消失不见。请稍后，魔狼副本简单级已开启，请进入。玩家青山离，魔狼副本简单级挑战开始。第40章挑战副本。随着系统的提示音，陆离来到了副本当中。这里是一片森林，不时有嚎叫声传出。当陆离进入之后，所有的生物都苏醒了。唰，一只野狼突然窜了出来，接着是第2只、第3只。陆离之前就有研究过这个副本了，所以对这里面的情况了如指掌。是，手中轩辕剑一个剑花，随后斜斜地插入野狼的身体。负12000。好！野狼当即发出一声惨叫。这野狼的属性和之前的豪猪相近，但是生命值比豪猪还要少一些。以现在陆离的属性，基本就是2剑一个。负16000。又是一剑划过，面前的野狼当场倒地不起。但是更多的野狼包围过来了。刷刷刷，手中轩辕剑不停挥出，一剑剑插入野狼的身体。陆离直接化身战神，如入无人之境。野狼虽然也能对陆离造成些许的伤害，但是根本没有陆离回得多。无视目标100%物理防御以及30%的吸血效果，让陆离击杀这群野狼的速度比绝大多数的25级玩家还要快。约莫3分钟后，陆离就把这群野狼全部杀光了。陆离手持仍在滴血的轩辕剑继续向前走去。简单级的魔狼副本一共只有3个阶段，这野狼群就是第1阶段了。陆离花费大概3分钟顺利通过。嗷呜！一声狼吼，只见面前出现了3种不同的野怪，每一种野怪的数量都是30只。野怪分别是狼人战士、狼人骑兵和狼人弓箭手，他们是变异的狼人，属于狼和人的结合体。狼人战士身体是人，头部是狼头，前爪是人类手臂，手中持着一个盾牌和一把刀。狼人弓箭手和狼人战士相似，不过手中拿的是弓箭。而狼人骑兵要更奇怪一些，身体下面是狼身，脖子很长，狼头连着脖子直立起来，在脖子上还长出了2条人类手臂。他有点像是一个人骑着一头狼，手中还拿着长矛。3种野怪组合作战，狼人战士站在最前面，狼人骑兵在一侧准备冲锋，狼人弓箭手在最后面放箭。这3种野怪的属性比之前的狼群要强上不少，但是依旧是不如恶鬼阿兰的，所以陆离杀起来也不会太费力。好！只见一声齐吼，接着狼人战士和狼人骑兵便冲了过来，同时到来的还有狼人弓箭手的箭。陆离利用自己的高移速迅速躲开箭支，同时接近狼人弓箭手。陆离直接无视防御，所以先击杀哪种野怪都可以。不过狼人弓箭手输出是最高的，所以陆离准备先击杀这群脆皮。是！陆离一剑攻击在冲过来的狼人战士身上，随后一个绕步错开狼人战士，接着便继续冲向狼人弓箭手。狼人弓箭手见到陆离突破狼人战士的防线，顿时有些慌乱，开始往后退，同时呼叫狼人骑兵支援。砰！陆离遭到狼人骑兵的阻拦，直接一剑砍在狼人骑兵的下身，顿时狼人骑兵无法维持平衡，倒在地上。这一幕有点像是古代骑兵的战马被砍断了腿一般。狼人骑兵倒在地上，想要挣扎着站起来，但是陆离已经离开原地。狼人弓箭手的速度自然是不如陆离的，现在他们与陆离的距离只剩下5米。是！狼人弓箭手当即停下，随后齐齐放箭，企图率先一轮击杀陆离。陆离距离他们比较近，倒是不太好躲开，扭来扭去依旧是中了2箭，直接掉了半血左右。但是陆离丝毫不慌，因为他已经接近狼人弓箭手了，只要接近了他们，一切就都好说了。屠杀时刻开始了。负13000。
加3900，负17000，加5100，两剑直接击杀一个狼人弓箭手，同时自己恢复满血状态，负12000，负13000，负18000，一剑一剑砍在狼人弓箭手的身上，狼人弓箭手如被割草一般不断倒地，哀嚎声响彻林间。狼人战士和狼人骑兵很快冲锋过来，但是也只能看着狼人弓箭手们被屠戮，因为他们对陆离造成不了多少伤害，还没陆离回得多呢。很快30只狼人弓箭手全部死亡，接着便轮到了狼人战士和狼人骑兵。5分钟后，陆离把掉落物品直接收进背包，同时迅速吞噬了尸体，获得不少属性。陆离继续向前走去，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本次副本的最终 BOSS 魔狼阿克斯。在陆离的面前是一只巨大的魔狼和3只小些的变异魔狼。魔狼阿克斯，等级22级，种族魔族，品阶白银级，生命值10万，法力值3000，物理攻击7000，法术攻击5600，物理防御2000，法术防御2000，精神1000，速度3000，技能饿狼撕咬，魔影之爪，魔气侵袭，狼王的召唤。饿狼撕咬，魔狼阿克斯增加1000点移动速度，持续5秒后向前冲锋，扑咬向目标，造成伤害的同时造成流泻效果，目标承受流泻效果时每秒减少200点生命值。魔影之爪，魔狼阿克斯狼爪插入目标后造成大量伤害，同时之后增加30%伤害，持续时间3分钟。魔气侵袭，魔狼阿克斯释放身体内的魔气侵染向目标，削减目标50%的物理防御和法术防御，冷却时间3分钟。狼王的召唤，魔狼阿克斯使用魔气召唤他的追随者，召唤物包括狼人战士、狼人骑兵和狼人弓箭手，每次召唤可召唤最多10只召唤物，冷却时间5分钟。介绍：阿克斯曾经是剑阁城第10任城主的坐骑，后来在一次与魔族的战斗中被魔气侵染，变成了魔狼。之后，出于他以往的贡献，某位大法师并没有直接杀死他，而是将之封印在此，形成了试炼秘境及玩家副本。第41章登顶。简单级的魔狼阿克斯的属性对很多玩家来说已经很恐怖了。魔狼阿克斯属性很强大，特别是高达10万的生命值，很多玩家看到这厚厚的生命值条便毫无战斗的欲望了。更何况阿克斯还有2000点的物理防御和法术防御，以陆离属性和自身的强大 buff 自然是不惧怕他的，但是普通玩家们就很难了，因为现在20级玩家的属性一般是1000多的物理攻击或者法术攻击，再配上主流武器白银级武器后，也就是2000点出头的攻击。也就是说，普通玩家们在面对魔狼阿克斯时，刚刚破开他的防御，每次只能造成几百点的攻击，这10万的生命值需要耗费玩家们大量的时间，而这只是简单级。玩家们之所以对副本趋之若鹜，宁愿花费大量时间都要打满3次副本机会，就是因为它的掉落产出很高，也就是说通关副本的奖励很丰厚，值得玩家们用时间去换。另一点就是在副本内死亡后没有任何惩罚了。魔狼阿克斯的属性很强大，而跟随他的3只小怪实力自然也不弱。这3只变异魔狼比第2轮的3种狼人要强上不少，主要的作用就是骚扰玩家，然后让魔狼阿克斯一一来消灭玩家。虽然对玩家们来说简单级副本依旧不容易通过，但是对陆离来说却是不存在翻车的风险。好！魔狼阿克斯嘶吼一声，接着命令3只变异魔狼迅速冲向陆离，随后他自己开始进行一个特殊的仪式。只见他双眼冒出璀璨的绿光，将略有昏暗的森林都照得有些明亮。接着他竟然如同人一般站立了起来，2只前爪左右打开，仿佛在拥抱着什么。一个绿色光环在他面前缓缓凝聚，接着从里面不断地走出狼人，这便是他的召唤技能狼王的召唤。陆离距离他还比较远，只能先解决冲过来的3只变异魔狼了。反正陆离清楚他的技能，召唤出来的狼人们不过是炮灰罢了，解决起来轻轻松松。负13000。陆离的输出不取决于敌方的防御，而是取决于自身的攻击力。负16000。同时还有暴击。负18000。还有他身上的技能。陆离在城中出来的时候便顺便学习了不少加伤害的技能，反正自己使用又不消耗法力值，所以冷却好了就直接使用技能增加伤害。锋刃斩。一道锋刃从剑身脱离而出，狠狠地刮在了变异魔狼的身上。负2万。一只魔狼迅速倒在地上。这就是剑神职业的可怕，普通玩家花费10几分钟才能击杀的变异魔狼，被陆离直接几剑便击杀在地。随后是另一只变异魔狼，这时候魔狼阿克斯刚刚完成他的召唤，10只狼人出现在了他的身边。好！魔狼阿克斯看到自己的得力部下竟然已经被击杀，
顿时惊得瞪大了绿色的双眼，接着愤怒的吼叫出声，咔吱咔吱，枯枝落叶被踩得粉碎。魔狼阿克斯冲过来了，陆离不慌不忙继续和变异魔狼战斗。-13000，-15000，加4500。变异魔狼对陆离造成的伤害很有限，根本跟不上陆离的回血速度。就在魔狼阿克斯冲到陆离身前5米处时，第二只变异魔狼哀嚎一声倒地了。嗷呜！魔狼阿克斯怒不可遏，直接加速冲锋向陆离。饿狼撕咬！魔狼阿克斯得到1000点速度的加成，顿时跑得飞快，眨眼间便来到了陆离的身前。血盆大口就在陆离眼前，就连其中恶臭的气味都清清楚楚。陆离强忍呕吐的感觉，迅速撤离原地。踏马平川，增加1000点速度，持续2分钟。这是黄金级装备青川须的技能效果。陆离在陡增的速度加持下，躲开了魔狼阿克斯的撕咬，随后狠狠一剑划在他的身上。-13000，魔狼阿克斯顿时减少了1/10的生命值。就算你防御高，那又怎样？我直接无视防御。好！魔狼阿克斯一击不成，顿时更加愤怒了。只见浓郁的黑雾在他的身上不断向着陆离蔓延而来。系统提示：你受到魔狼阿克斯的技能魔气侵袭，你的物理防御和法术防御减少50%，持续3分钟。陆离也是收到了系统提示。陆离原有的物理防御是5500点，经过削减后只有2750点了，而魔狼阿克斯的物理攻击是7000点，陆离的生命值则是10000点左右，所以魔狼阿克斯击杀陆离需要3次攻击。但是陆离现在速度飞快，自然是不会让他碰到自己。-12000，不理会身上的 debuff， 陆离又是一剑砍在魔狼阿克斯的身上。吃！-6000，魔狼阿克斯想要攻击陆离，却被陆离直接闪开，随后他的爪子抓在了他召唤出来的狼人战士身上。此时的3种狼人召唤物刚刚赶到，却遭到了主人的一记重拳。嗷呜！狼人战士受到如此猛击，想要放声嚎叫，看了一眼魔狼阿克斯后，却是只能委屈的轻轻吼了一声。此时的魔狼阿克斯气急攻心，狼嘴不停地抖着，裸露在外的狰狞狼牙互相摩擦着。吼！只见他大吼一声，气急败坏地冲了过来，看起来是失去了理智。陆离利用自己的高速度继续拉扯，不让魔狼阿克斯攻击到自己，自己则是不断出剑，狠狠地砍在他的身上。-13000，-15000。很快，陆离最后一剑插入狼头。好！魔狼阿克斯带着满满的不甘倒在了地上。陆离随后砍瓜切菜一般击杀其余小怪。随后，悦耳的系统提示音响起：恭喜玩家青山离成功通关简单级魔狼副本，用时11分54秒。恭喜玩家青山离成为魔狼副本简单级单人通关榜第1名。恭喜玩家青山离成为魔狼副本简单级综合通关榜第1名。恭喜您，1分钟后将自动进入圣域，获取您的通关奖励。第42章，震惊剑歌城。外界魔狼广场，3个副本漩涡旁边有6座石碑，这边是记录排名的地方。只见最左边的2个石碑上2道白光突然出现，随后直接攀升至第1名的位置。单人通关榜简单级，第1名青山离，通关时间11分54秒。第2名吉云逸，通关时间18分22秒。第10名哀嚎星，通关时间34分32秒。综合通关榜简单级，第1名青山离，通关时间11分54秒。第2名吉云逸，通关时间18分22秒。第10名队伍提亚师，通关时间22分32秒。快看，排行榜变了！有玩家注意到这边的情况，顿时一声惊呼，顿时一大帮玩家都凑了过来。是啊，真的变了，而且是第1名变了。什么？我看看，我 X 是真的。青山离，你们谁认识啊？我没听说过啊。谁啊？我也不认识。谁听过呀？没听过。陆离的登顶顿时吸引了玩家们的注意，一传十，十传百，很快青山离这个名字就传遍了剑歌城。副本内，陆离在获取大量经验值的同时，也顺便捡起了野怪们掉落的奖励。恭喜获得魔狼的獠牙、魔狼之心、魔狼的战靴、魔狼之刃、金币 X5。魔狼的獠牙，魔狼阿克斯的獠牙极为锐利且坚韧，是锻造装备的好材料。魔狼之心，魔狼阿克斯的心脏可食用，也可作为锻造材料使用，有概率触发特殊效果。魔狼的战靴，品阶白银级，属性速度加900点，特殊属性技能魔狼之极，使用该技能后速度增加1500点，持续30秒。耐久度
100。装备要求22级。魔狼之刃。品阶白银级。属性物理攻击加900点，速度加100点。特殊属性技能魔狼之怒，使用该技能后每秒造成额外 10% 的伤害，持续30秒。耐久度100。装备要求22级。2个小极品材料，2个小极品白银级装备，怪不得大家都热衷于下副本。当然，这是因为陆离是第一次通关，所以奖励更加丰厚，下次就没这么好的奖励了。同时，在副本击杀这么多野怪，也得到了大量经验值。在副本内，即使属性和外界野怪相近，也会增多很多经验值的。现在陆离距离22级已经不远了。吞噬。陆离发动吞噬之心，得天赋来吞噬这4只野怪的尸体。吞噬之心发动，吞噬魔狼阿克斯成功，获得物理攻击15点，速度10点。吞噬之心发动，吞噬变异魔狼成功，获得物理攻击8点，速度6点。吞噬魔狼阿克斯获得的属性明显多了不少，看来这副本次数最好每天都用完。陆离等待片刻，一股熟悉的感觉出现，那种被温暖包裹的感觉，如同在云端畅游的舒服感，再一次到来了。圣域，你好，你来的还真是有些频繁呢。陆离睁开眼，就看到之前在出生之路进入圣域时见到的那个女精灵。女精灵似乎有些惊讶，没办法，我也没想到就直接登顶了。那么这次又有什么奖励呢？陆离笑着回应道。陆离之前的打算是尝试登顶单人通关榜，没想到顺便连综合通关榜也登顶了。你在魔狼副本简单集中同时登顶单人通关榜和综合通关榜，通关时长为11分54秒，且本次通关为首次通关，所以你获得如下奖励：荣誉勋章魔狼梦魇，黄金级技能屠灭之刃，白银级装备寻袭的踏风裤，声望500点，金币10枚，这是你的奖励。只见女精灵再次拿出一个宝箱，放在了陆离的身前。随后她接着说道：“请查看。”接着她渐渐消失了。陆离也没在意她的离去，毕竟人家就是来送个奖励的。陆离的目光全部集中在了箱子上，声望和金币他看了一下，是直接增加了，现在只需要查看箱子内的物品就可以了。打开宝箱，里面就是一个勋章、一个技能书和一件装备了。魔狼梦魇。类型勋章。效果幸运加1，在魔狼副本对所有野怪增加 10% 的伤害。介绍：你是魔狼副本简单级中表现最优异的玩家，所以你成为了魔狼阿克斯的梦魇。注：当你不再是魔狼副本第1名时，本勋章将被收回。陆离直接将勋章佩戴上，勋章的好处就是可以无限叠加，有了增加 10% 伤害这个 buff， 陆离通关的速度还可以再快一些。幸运加1更是不可多得的好属性，能够增加幸运的物品可是少之又少。至于不再是第一会被收回这个注明，陆离没太在意。且不说自己后面基本没有玩家可以再超越自己，就是自己25级再来闯关，照样可以创造一个后无来者的记录。能够超越我的只有我自己。屠灭之刃。品阶黄金级。技能效果：当目标生命值低于 50% 时，可额外造成 20% 的伤害。介绍：蝼蚁们，我将屠灭你们。条件：仅近战职业可学习。好技能，直接学习。这是一个被动技能，当目标生命值低于 50% 时就会自动生效。陆离已经能够造成双倍伤害了，现在继续增加 20% 的伤害，也就是说陆离可以对生命值低于 50% 的目标造成 240% 的伤害。那输出要爆炸了。寻袭的踏风裤。品阶白银级。属性物理防御加950点，速度加150点。特殊属性技能踏风袭，使用该技能后增加2000点速度，持续3秒，下一次攻击将额外造成1000点伤害。耐久度100。装备要求22级。这个装备不错，可惜装备要求是22级。陆离打算升级后就立刻装备上。这个装备的技能无论是闪避攻击还是偷袭都很好用。陆离现在就缺一个好的裤子装备。所有奖励查看完毕，陆离也就退出了圣域。他有预感自己以后会经常来这里。系统提示：您已退出魔狼副本。第43章城主亲自邀请。陆离刚一退出副本，就感受到了周围的玩家们的剧烈的嘈杂声音。他大致一听内容，便彻底明白了原因。随后陆离也是凑过去看了一眼榜单，2个榜单的第一果然已经刻上了自己的名字。还好神域不会直接暴露自己的信息，只能通过学习一些探查技能主动去获取，不然陆离现在可能直接被一堆人围住了。就在陆离准备进入普通级魔狼副本进行挑战的时候，一道声音直接出现，吓了陆离一跳。你是青山离？是吗？
陆离立刻转身看向声音来源，是一个男人，看他的名字，是 NPC。只有 NPC 才会被玩家们光明正大的看到名字和相关信息，比如眼前喊出自己这个克鲁斯城主府守卫。陆离一看这城主府的守卫直接来找自己，就大致猜到了原因，也差不多是时候了，还晚了不少。对，是我，走吧。陆离小声对他说道，同时还示意他小点声。守卫已经在这等了不少时间，自然是明白陆离此时为何不让他大声说话。看来你已经猜到了我来的目的，那我们赶紧去城主府吧。守卫克鲁斯迅速凑近陆离说道，两人随后便迅速离开了魔狼广场。陆离人虽然离开了，但他的事迹已经在这里彻底传开了，而且还在不断向外扩散。约莫半小时之后，陆离跟随守卫克鲁斯来到了城主府。经过一番兜兜转转，二人来到一处会客厅。不出所料，陆离在这里见到了青荣城的 NPC 们。城主大人，人已带到。守卫克鲁斯对着李青雨行礼汇报道。你先下去吧。座椅上的李青雨对着守卫挥了挥手说道。此时的李青雨面色严肃，不再是面对陆离时的那种小女生模样。这便是青山离了吧？一道男性声音响起，赫然就是青荣城城主奥菲克斯。陆离看向奥菲克斯，也是吓了一跳。虽然奥菲克斯是城主，陆离并不能看到他的名字和信息，但是之前了解过青荣城，自然是知道这是城主奥菲克斯。陆离内心复杂，他没想到城主竟然会亲自来问责。这青荣城的人心眼也太小了吧？不就是杀了一个 NPC 吗？您好，是我。不过面对奥菲克斯，陆离自然只能如此回应道。只见奥菲克斯十分和善地说道，我听说了你的事情，这件事确实是我们青荣城这边人员的错。除了奥菲克斯，在场的人都是露出了一副震惊之色。陆离自然也不例外，他本以为这次会是一次单方面的问责，然后说出对自己的惩罚，没想到城主奥菲克斯竟然对自己道歉，说是他们青荣城方面的错。陆离此时脑海急转，开始思考，难道说之前就是城主奥菲克斯让他们来道歉呢？陆离隐隐间感觉到了什么。之前他就觉得莎莉娜等人来道歉就不是很合理，更何况后面还邀请他加入青荣城。现在看来，邀请自己加入青荣城这件事很可能就是城主奥菲克斯的意思。陆离一边思考一边回应道，这件事我也有错，我当时看到他要杀我，我一时没忍住，很抱歉。奥菲克斯作为城主，态度又如此好，陆离自然也不能恶语相向。先是阐明是莎莉娜动的手，如此自己便是被动反击，自己击杀他也就有了缘由。同时也是为了避免有人在向城主汇报时添油加醋，说出不实信息陷害自己。再就是给他道歉，回应城主的友好态度。奥菲克斯先是友善的继续对陆离说道，年轻人争强好胜，太过气盛，我能理解，所以我也并不是来专门指责你的。这件事往小了说就是莎莉娜咎由自取，是她自找的。随后却是稍显严肃的说道，当然你也要明白，这次你处理得很不好，你在能够留他一命的时候却仍然击杀了他，而且他还是我们青荣城的正式的官职人员。往大了说，你是在挑衅青荣城，所以我们青荣城有权对你进行问责。奥菲克斯说的都是事实，陆离自己也明白，所以在他击杀了莎莉娜后，就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是的，我明白。那么您打算怎么处理呢？陆离也不辩论，直接询问道。只见奥菲克斯严肃之色消失，和善的笑了笑，说道，你不必担心，如何定性这件事都是我说了算，我可以免除你的一切责任，不过我有一个条件。这种事确实全看城主如何想，惩罚的轻重都由城主决定。至于奥菲克斯的条件，陆离也大概猜到了，应该和之前莎莉娜等人来的目的一样。果然，奥菲克斯接着说道，那就是退出剑歌城之后加入我们青荣城，而且不能再更换城池。在场的人皆是一惊，只有陆离没有露出惊讶之色。一旁的李青雨脸色不悦，终于忍不住说道，奥菲克斯，你过分了，没想到你竟然当着我的面挖我的人。奥菲克斯笑着看向李青雨，悠悠说道，青雨妹妹别太生气，这也不算违规操作吗？你要知道，我当着你的面邀请他和暗地里邀请他可是截然不同的，也就是我们挨得近，而且你是妹妹，我要照顾你，所以才这般明着来，不然我直接私下邀请他岂不是更好？李青雨听完忍不住皱眉，内心暗骂无耻的同时，神色不悦地说道，你先别急着高兴，我相信你们如此对他，青山离是不会答应的。却见奥菲克斯听完丝毫不恼，继续说道，我也是这般觉得，所以我还有更多的好处要给他说。接着奥菲克斯转头再看向陆离，说道，
你且听好。首先，我可以提供任务一直到你30级以上，而且奖励丰厚。第二，你身上的装备我全包了，一直提供到40级以上。第三，你的任何需求我都会尽量满足，保你顺利发育。第四，每周我都会给你一把青荣城附近秘境的秘境钥匙。第五，青荣城的珍宝阁，所有楼层都对你开放。如何？周围一片寂静。陆离实在是没想到，奥菲克斯竟然如此大方，这简直和国家重点培养人才的待遇都有的一拼了。因为这对其他玩家而言是绝对的不公平。陆离可没有告诉过奥菲克斯任何关于自己的信息，但是他却对自己如此厚爱。陆离虽然现在登顶了魔狼副本，但是消息肯定不会这么快传到这里。更何况他早就让莎莉娜等人来邀请自己加入青荣城了。现在陆离很确定奥菲克斯知道自己的秘密，或者说他知道自己的潜力。第44章，消失的尸体。此时陆离彻底明白，肯定是新手村的 NPC 暴露了自己，只有他们在最开始就知道了自己的潜力。除了新手村 NPC， 只有李青雨知道，就是不知道是哪位 NPC 出卖了自己。那个 NPC 和奥菲克斯绝对关系匪浅，因为他说的奥菲克斯是真姓啊，这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啊。陆离还未回应，一旁的李青雨就有些着急了。他原以为这次奥菲克斯亲自来是为了问责的，甚至自己还在想如何让陆离的损失降到最低，没想到他是来挖墙脚的，当着自己的面挖，还开出了让人难以拒绝的条件。是的，同样是城主，李青雨很明白，这是3级城城主能够给玩家的所有利益了。李青雨知道陆离是 SSS 级评级通过的出生之路，所以知道陆离是超级天才。现在他也明白了，奥菲克斯不知在哪也得知了这个秘密，可是自己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现在就要被挖走了，那自己以后岂不是又要天天面对那些严肃的官员了？那自己的棒棒糖岂不是没了？不行，绝对不行！青山离是我的！李青雨当即站起来说道：“奥菲克斯城主，你这就过分了吧？青山离，他给的我也给，你要不要留下来？”说完，李青雨清澈的大眼睛紧紧地盯着陆离，生怕他跟着奥菲克斯这个老男人跑了。奥菲克斯狠狠挑眉，他的心突然就是一慌，是自己太过刻意了？是因为自己开出的条件让李青雨猜到了青山离是个绝世天才，还是说李青雨本就知道了青山离的潜力？看他们二人的对话，似乎是已经接触过了。按照道理，如此条件是不会轻易给一个玩家的。若是李青雨之前并不知道陆离的潜力，李青雨就算猜到，也不该如此果决地跟上自己给的条件。他至少要犹豫一下，权衡一下的。奥菲克斯心中不祥的感觉越发强烈了。果然，陆离接下来的话让他的心跌落谷底。只见陆离面朝向奥菲克斯说道：“抱歉，奥菲克斯城主大人，恕我拒绝加入青荣城。我现在在剑阁城很舒适，并没有加入其他城池的想法。虽然您的条件很诱人，但是我并不是很在意这方面。实在抱歉。”陆离的话已经很得体了，奥菲克斯自然也不能迁怒于他。奥菲克斯叹了一口气，说道：“那你可知，你拒绝了我，我们之间的事就只能公事公办了。”陆离立即回应道：“我明白，罢了罢了，既然你执意如此，那我便不强求了。布塔纳，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处理了。李城主，我先告辞了。”奥菲克斯站了起来，随后便直接离开了。一旁的布塔纳应了一声：“遵命，城主大人慢走。”布塔纳，青荣城外交官，同时也负责处理 NPC 与玩家之间的事情。李青雨一改之前的不悦，欢快地走了2步，注意到周围守卫的诧异之后，便又严肃地走了过来。李青雨走近后，拍了拍陆离的肩膀，以城主的口吻说道：“青山离，我很欣赏你的选择，接下来我会在你身边陪你，不用害怕他们。”陆离点点头，随后跟着李青雨来到了布塔纳的对面。一个长桌，一侧是布塔纳、艾瑞克和另一位青荣城官员，另一侧是陆离、李青雨和一位剑歌城官员。布塔纳率先开口道：“那我们开始吧。我先简单复述一下事件的缘由。我方官职人员莎莉娜挑衅青山离在先，之后在道歉时发生口角并动怒，随后对青山离进行攻击。之后青山离发动反击，但是在可以留下性命的时候，仍旧击杀了莎莉娜。随后艾瑞克被发现晕倒在剑歌城城外，而莎莉娜尸体失踪。这是尸体失踪？”陆离听到后迅速问道：“你说莎莉娜的尸体不见了？”陆离可是不知道还有这件事。这时候一旁的艾瑞克对陆离说道：“是的，我当时带着莎莉娜的遗体前往剑歌城，准备使用传送阵回青荣城，但是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我突然就晕倒了，再然后莎莉娜就消失了。我在寻找了一段时间后，确定再也找不到她了，
然后我就一个人迅速回到了剑阁城，使用传送阵回到了青荣城。当然，我回去后是如实告诉的城主大人，你不必担忧我是否会陷害你。陆离顿时觉得事情似乎变得复杂了。听艾瑞克的讲述，莎莉娜的尸体定然是被别人带走了，至于是谁，现在没有人清楚，原因如何更是无从知晓。目前陆离确实有些嫌疑，但是他目前实没有这种令艾瑞克瞬间失去意识的能力的。这一点青荣城一方也是很清楚，所以并没有对此过分去追责陆离。这一点我们城主大人会去亲自探寻，我们现在商讨一下你击杀莎莉娜的事情即可。布塔纳开口说道。我直接说结果吧，你们看下有无异议？首先，我们青荣城官职人员有错在先，率先挑衅并试图袭击，所以我们将会对你进行金币或装备等赔偿。但是你在能够保全他性命的时候，竟然还是击杀了他。按照以往规则和律法，我们进行如下判罚：第一，青荣城绝大部分设施不再对你开放；第二，你需赔偿青荣城损失1000金币；第三，你需禁止进入神域7天时间。陆离听完后当即拒绝道：不行，前2条我都可以接受，但是第3条不可能接受。他对我已经是产生击杀意图，我认为永绝后患没有任何问题。李青雨也跟随说道：第3条我们不接受，你换一个吧。那好吧，第3条改为1枚卡兹晶石。布塔纳说着，稍微眯着的双眼开始盯着李青雨。第45章，我答应了。卡兹晶石？陆离听完一脸疑惑，他倒是从未听过这东西，学校里是完全没有讲解过关于这件物品的任何信息的，至于网上的相关资料更是没有听说过。陆离看着布塔纳，一直看着李青雨，随之也看向李青雨。此时的李青雨微微皱着眉头，轻轻咬着嘴唇，眼神不善，看起来一副有些恼怒的样子。换个条件可以吗？陆离立刻对布塔纳问道。这个卡兹晶石自己自然是拿不出的，但是看着李青雨面色复杂的神情，陆离也大概能猜出这肯定是十分珍贵的物品。陆离继续说道：我了解过以往的范例，有一次是直接赔偿武器即可，还有一次是永不入城。却听布塔纳摇摇头说道：不可以，而且这2个条件必须2选1。李青雨当即怒道：布塔纳，你好大的胆子！不料布塔纳无奈的摇了摇头说道：我直接说吧，这不是我决定的，我也没这个胆子，这是奥菲克斯城主大人的要求，还请2位不要为难我了。随后布塔纳竟然当场开始闭目养神，一副拒绝沟通的样子。可恶！陆离顿时对奥菲克斯失去了好感。以往的几次确实都是停止进入神域几天时间，短则1天，最长半个月。但是若是玩家确实是被迫反击，城主好说话的话是可以赔偿武器就可以的，有的城主则会选择永不入城。陆离当时也是这般想的，只是没想到奥菲克斯表面和善，在被拒绝后却是要置我于死地。他清楚陆离现在缺时间，所以直接禁止进入7天。不对，他就是猜到了自己不想接受这个条件，才提出了另一个选择。他真正的目的是卡兹晶石。不仅如此，他还在试探自己和李青雨的关系。很显然，卡兹晶石这东西李青雨肯定是有的，不然他不会提出这个条件。但是这个卡兹晶石肯定很重要，李青雨不会轻易拿出。若是仅仅生出爱才之心，很可能不值得李青雨拿出晶石。一旦李青雨真的给了卡兹晶石，那他和自己的关系就会暴露。同时奥菲克斯也得到了这个宝贝。若是李青雨不拿出卡兹晶石，那陆离只能接受上一个条件。陆离7天内无法进入神域，那他就不能迅速追赶同龄人。若是2年前进入的神域，7天时间不进就不进了，就算是1个月都行。但是现在可是即将高考了，他在高考前亏损大量时间的后果不言而喻，这样陆离或许就夭折了。就算陆离天纵之才，一步慢步步慢，高考没能获得好的结果，很可能就再也追不上其他人了。不同大学的资源天差地别，这7天时间足以灭掉陆离的追赶之势。陆离1天时间到达10级，2天不到就快到22级了。奥菲克斯他怕了，既然得不到，那就毁掉。这就是奥菲克斯的真实意图吗？太可怕了！陆离此时越想越愤怒，整个布局谋划竟然如此心狠手辣。幸亏自己没有答应，不然自己会一直被他的表面和善所蒙骗，以后或许自己会陷入更大的骗局。那一件后悔吗？绝不后悔。他人多次挑衅，甚至试图击杀，既然自己有实力，那就绝不能忍。天纵之资，何惧一时？好，我答应你，我不进入神域就是了。但是转告奥菲克斯，我记住了。
陆离的双目静静地看着布塔纳，语气也是十分平静地说道：“但是，哗！”椅子后退，布塔纳跌倒了。他本来在闭目，听到陆离声音后，睁开眼看向陆离的方向，却是被陆离异常冰冷的眼神吓到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面前的少年用最平静的语气说出这番话的时候，那种眼神莫名的让自己恐惧，仿佛是被洪荒巨兽盯着一般。他莫名的有种感觉，自己的城主英明一世，现在好像犯了个糊涂。自己的城主大人，这次好像做错了。哈哈哈哈！稍显寂静的会客厅突然传出了一阵清脆的笑声。陆离看向一侧的李青雨，面色有些复杂。虽然布塔纳被自己吓到这件事也是惊到了自己，但是这么严肃的场合直接笑出声不太好吧？李青雨顿时双手捂嘴，指缝里冒出来一句话：“不好意思。”突然就笑出来了。布塔纳顿时感觉十分尴尬，自己竟然被一个刚进入神域世界不久的人的眼神吓到了。抱歉，一时没做好，失礼了。布塔纳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说谎的时候声音都是有些颤抖。虽然现在陆离的眼神不再那么的冰冷，但是他现在还是没有忘记刚才的那一刻。好，那我们就签订契约文件吧。布塔纳说着，从一旁拿出一份文件出来。这种官方性质的事情，想要真正生效，需要得到神域世界的许可。在契约文件中签字，双方将会受到神域里规则的约束，也就是真正生效。所以陆离一旦签字后，他在3天内就真的进入不了神域世界了。但是不必了，换一个文件吧。卡兹金是吧？我给你就是了。李青雨用着轻松平常的声音，轻描淡写的说出了这句话，就好像是随手给布塔纳一枚铜币一样。陆离顿时惊讶的看向李青雨，没想到他竟然同意了。要知道，自己不过是和他认识不过几小时而已。真的吗？李城主，您真的要为了他给出卡兹金石吗？相比于陆离，布塔纳此时更加震惊，因为他清楚卡兹金石的价值，甚至他都没有激动的立刻答应签字，而是进行了再次确认。他甚至认为自己肯定是幻听了，那可是卡兹金石啊，竟然用来换青山离这个玩家不被进入神域世界7天。布塔纳不停的摇头，显然是无法接受这个结果，即使他是青荣城的人，是受益方。你没听错，我答应了，签字吧。你把文件给新蕊，我给你拿卡兹金石。说完，李青雨轻轻拍了下陆离，对着陆离轻轻一笑，嘴唇微动，似是说了几个字，接着便走了出去。显然是真的要去拿所谓的卡兹金石了。陆离盯着李青雨离去的方向，默默不语。他读出了那几个字：是，你值得。第46章升级。虽然陆离不清楚卡兹金石到底是何物，但是既然身为城主的奥菲克斯都如此想要得到，而且以布塔纳的反应来看，这东西必然是个珍贵罕见之物。但是李青雨却还是拿出来了，为的就是让自己能够在神域世界中多待7天。陆离内心有些自责，看起来自己这次确实是冲动了。但是若是有下一次，自己还是会杀他，只不过要换个方法。自己应该先放他一马，然后在路上换个身份杀了他的，就如同他的尸体消失了一般。那个带走他尸体的人应该是自己，这样自己起码能摆脱大部分责任。艾瑞克都看到了，自己饶了他一命，自己在路上死的就不能怪我了吧？陆离叹了一口气，自己当时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还是太年轻了呀，下次杀人得有点谋略了。青山离，李城主对你是真的好，有这种城主，确实不需要加入青荣城。布塔纳叹气摇头，对陆离说道。陆离回过头来，点点头，说道：我自然是不会辜负城主大人的厚爱，你们青荣城今日之事，我记下了。布塔纳开始在想，自家城主大人会不会后悔今日的决定呢？陆离一侧，剑阁城的官员正在认真核对契约文件。不多时，李青雨拿着一个冰盒而归，那盒子如同是冰石打造，隐隐还在冒着寒气。盒子呈长方体，深蓝色的外表让它看起来十分神秘，至于里面，看不真切。这个盒子你打不开，把这个带给你们城主就行了。李青雨走过来开口说道，并将冰石盒子递给了布塔纳。布塔纳急忙站起，然后小心翼翼地接过来，生怕一个不小心给掉到地。城主大人，契约文件没问题。剑阁城核对文件的官员汇报道。李青雨听后点点头。官员将契约文件递给陆离，陆离看了布塔纳一眼后签了字。好，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布塔纳收起契约文件。布塔纳带着艾瑞克步履匆匆离开了城主府。他好像没和我要1000金币。陆离看向李青雨，好奇地问道。李青雨并未立刻回答，而是勾了勾手，然后转身示意他跟上来。陆离起身跟了过去。
二人走在路上，李青宇这才缓缓说道：“你不知道卡兹金石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你才会问1000金币的事情。只是1000金币罢了，有了卡兹金石，他已经根本不在意1000金币的事情了。你看布塔纳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直接带着卡兹金石走人了。”陆离迅速跟上问道：“卡兹金石到底是什么东西？”李青宇笑着说道：“不告诉你。”陆离也并未生气，他听说过有些东西 NPC 是不能说给玩家的，只能玩家自己了解。对不起，这次好像连累你了。既然李青宇为了自己付出了一定的代价，那自己总归是要道个歉的。若是他不这样做，自己好像就只能7天进入神域世界了。没事，一枚卡兹金石而已，不用太在意。对了，你任务完成了吗？陆离见他直接跳过话题，也便不执着于此了。自己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日后给他多提供帮助来回报他就是了。所以陆离也是顺着回答道：“2个任务都完成了。”陆离直接将任务道具递给李青宇，接着展示了2个排行榜第1的信息。厉害，我这波投资不亏。李青宇见到后也是夸赞道。二人再次来到之前所在的清雅亭。好，那我就给你结算奖励。李青宇说着，陆离也是收到了任务奖励。刷！陆离在神物之心5倍的经验加持下，直接靠着任务奖励的经验来到了22级，同时距离23级也就还差 70%， 可见这波经验是多么的丰厚。恭喜你升到22级，获得200点自由属性点，请按需分配。目前在本服务器中，您的等级排名为3800万零25位，华夏区等级排名为592万5896，全球等级排名再次直接提升了400多万名，而华夏区提升不到100万名。陆离依靠剑神职业的属性提升，依然是获得800点物理攻击和400点速度，以及200点自由属性点。200点自由属性点依旧是点在了物理攻击上，同时生命值提升了2000点，法力值提升500点。经验奖励你已经收到了，这是你的其他奖励。李青宇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2件装备递过来。陆离一看是2件极品白银装备，随后说道：“我还是不要了吧。说起来，我好像还欠你1000金币。”陆离早已想到会赔偿金币，也做好了用紫币来赔偿的打算，只是似乎并没有用到。李青宇笑笑，还是把东西塞到陆离的手里。他说道：“虽然你现在并不缺装备，毕竟我之前给你2件黄金级装备嘛，但是你还是收着吧嘛，去更换装备也好，直接卖掉也好。这是我以任务的形式给你的奖励，是被规则所认可的，拿着就好。还有，这是10金币，也是任务的奖励。我知道你面临高考，所以你缺时间、缺等级、缺金币。现在的你对我可是没有任何作用的，除了给我棒棒糖。所以尽量把自己变得强大，等你变得强大，才能更好的帮助我。我对你这么好，看重的就是你的潜力。再就是我把你看作朋友，当然也是因为你的巨大潜力，才有资格做我的朋友。”陆离也明白李青宇这么说的用意，他说看重自己的潜力，也就是说2人目前是互相利用的关系，那也不错。前期李青宇帮助陆离成长，后期等陆离成长起来再去帮助李青宇，这是一场很好的交易。不过既然李青宇也说了，因为自己的潜力，他愿意把自己当朋友，那自己自然也是要拿他当朋友的，所以朋友自然不必去计较太多，陆离也就顺着他的意收下装备吧。其实在交出卡兹金石的时候，陆离已经消除了对他的警惕，把他当成了朋友。接着陆离从背包拿出一件物品，说道：“既然我们是朋友了，那我也有个东西给你，算是感谢你这次的帮忙。当然日后我还会有更多的回报给你，我会用行动让你知道你这次的投资是正确的。”李青宇接过物品一看，顿时开心说道：“哇，是棒棒糖。”没错，陆离拿出的是之前抽出来的一个棒棒糖，这次是个云端棒棒糖。云端棒棒糖，吃棒棒糖时如同在云端遨游一般，速度增加1000点，持续时间10分钟。注：以后所有棒棒糖均为临时增加属性。当然，属性对于李青宇来说自然是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吃棒棒糖的感觉，味道不错，下次继续给我带哦。不过我今天已经没有办法给你任务了，你去其他人那里接任务吧。对了，你带上这个勋章，他们会给你好的任务的。明天你继续来找我接任务。李青宇一口咬着棒棒糖，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勋章。陆离接过后查看了一下信息，剑歌勋章，这个勋章可以证明你是剑歌城城主的朋友，佩戴后增加获取任务概率，并增加任务奖励。好东西！陆离二话不说，直接佩戴上。随后二人告别。陆离在剑歌城中四处奔走，把目前等级适合的任务都接了一遍。随后陆离来到了珍宝阁。
第47章通关简单集。青荣城城主府。什么？他竟然真的给了！奥菲克斯激动地说道，他的脸上满是笑容，双眼贪婪地看着眼前的冰石盒子。是的，城主大人，请您打开查验。布塔纳双手举着那卡兹晶石所在的冰石盒子说道。奥菲克斯双手迅速接过，随后对着布塔纳挥了挥手。布塔纳看到手势后，识趣地说了一声：“属下先告退了。”待布塔纳走后，奥菲克斯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盒子，里面是一颗紫黑色的椭圆形晶石，隐隐约约散发出一丝丝紫色烟雾。在蓝白色的冰石盒子的衬托下，卡兹晶石显得神秘而瑰丽。卡兹晶石大致是个椭圆形水晶，但是并不光滑，反而在表面有着诸多棱角，不过摸起来倒是并不刺手。没想到李青雨那个丫头竟然真的愿意拿出卡兹晶石。哼，就算是知道了她是天才又如何？只要她成长不起来，照样是个废物。丫头，这次我要你损兵又折将。我得不到，那便毁了吧。奥菲克斯将盒子盖上，小心地收好，随后走到外面，对一个身穿黑衣的守卫说道：“把青12喊过来。”是。珍宝阁。陆离直接进入2层。陆离来到这里是为了出售装备的。现在陆离的背包里攒下了很多极品装备，需要售卖。毕竟这些装备都是可以换大量金币的，可不能随意扔进分解机。比如击杀阿兰得到的黑流剑，副本里得到的魔狼的獠牙、魔狼之心、魔狼的战靴、魔狼之刃等。至于寻袭的踏风裤这件装备，陆离已经来到22级满足条件，就直接装备上了。陆离来到寄卖区，这里是专门寄存出售物品的区域，玩家可以在这里将自己的物品放入官方储存区，并悬挂上物品的信息以及标上出售价格，然后玩家就可以离开了，等待这件物品售出即可。其他的玩家想要这件装备便可以直接购买，当然在这里出售是要交储存费的。寄卖物品是按照时间收费的，所以若是长时间没有出售出去，可能会亏损不少钱。所以它比玩家自己摆摊的优势就是节省了时间，但是金钱可能会少一些。对于陆离来说，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因为这些装备自己不愁卖不出去。现在正是高考前夕，每个玩家都在利用各种资源来提高自己的实力。像陆离手中的这些装备可是现在最抢手的极品白银级装备，再者自己需要大量时间去用于升级，可没时间摆摊卖装备。陆离直接将准备售卖的物品一一拿出，随后都标上价格。顿时售卖区的信息面板上出现了陆离装备的信息。接着陆离看了一下其他玩家的售卖信息，一番查找后买了一个白银级技能清锐剑袭，随后开始悬挂自己的需求信息。陆离现在装备基本是完美的，所以再能够增强自身的就是技能了。所以陆离的需求信息就是技能，白银级技能和黄金级技能，范围技能优先，价格可通过官方 NPC 与自己私聊。只可惜官方售卖的技能现在都很差，基本用处不大，好的技能都被别人抢走了，所以只能悬挂需求了。随后陆离便直接离开了，一路加速直接来到魔狼广场。陆离来到这里后便直接进入了副本，这次他选择的是比简单级高一档次的普通级的副本，毕竟现在陆离在打简单级副本已经没有第一次那么高的收益了，现在就看看普通级的副本能否登上榜单了。进入副本，拿出钥匙，插入钥匙，请稍后。魔狼副本普通级已开启，请进入。玩家青山离，魔狼副本普通级挑战开始。简单级副本一共只有3个阶段，但是普通级是有5个阶段，也就是在3个阶段中间各自插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难度依旧是层层递增。第一阶段不到5分钟轻松通过，第二阶段7分钟轻松通过，第3阶段增加了大量野怪，10分钟顺利通过，第4阶段增加了近100只野怪，14分钟顺利通过。最终阶段魔狼阿克斯的实力大幅增强，随从数量剧增，鏖战17分钟顺利通关。恭喜玩家青山离成功通关普通级魔狼副本，用时53分钟21秒。恭喜玩家青山离成为魔狼副本简单级单人通关榜第3名。恭喜玩家青山离成为魔狼副本简单级综合通关榜第10名。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只是这次并未能够进入圣域，因为没有达到标准。陆离获得了魔狼梦魇勋章以及屠灭之刃技能后，对副本内野怪的输出能力大幅加强。但是这毕竟是普通级副本，和他竞争的玩家们都是25级玩家，而且还是组队玩家，所以虽然在单人排行榜上面是第3名，但是在综合通关榜上只能第10了。这是因为玩家们组队后各自的职业分工明确，
在处理数量众多的野怪时，法师的作用就会体现得淋漓尽致。法师的技能有很多范围伤害，也就是 AoE 能力很强。法术技能造成群伤，能够节约大量时间，而陆离现在就是缺少范围伤害，所以这就是陆离为何在珍宝阁悬挂自己需求群伤技能信息的原因。将魔狼阿克斯掉落的物品统统捡起，然后进行吞噬。陆离在之前就已经将吞噬之心的所有次数用完了，现在的次数已经是另一天的了。现在游戏内时间已经过了6点，进入夜晚，在现实世界也就是过了凌晨12点。吞噬之心的次数已经刷新了。退出副本后，陆离再次选择进入普通级魔狼副本。第48章，身份曝光，震惊笑领导。陆离再次选择简单级而不是选择困难级，是因为陆离在打完普通级后对自己的实力也有了一个了解。现在即使能够顺利通过困难级，也不能直接登顶，还不如等自己实力再强些再去挑战。自己现在等级提升这么快，到25级应该也不会花费几天时间。陆离进入后，一切都是速度优先，再加上自己也有了经验，所以这次的排名又提升了一些。现在陆离在单人通关榜上来到了第2名，距离第1也不远了。而在综合通关榜上则是来到了第8名的位置。3次挑战次数全部用完，陆离就直接离开了魔狼广场。随后陆离便开始了刷怪做任务之旅。他发现晚上打怪的玩家们现在仍旧很多，看来临近高考，所有人都是有了紧张感，想要再继续提升实力。陆离直接来到魔狼广场附近的一个任务地点，直接和野怪开始战斗。在这过程中，陆离也是收到了珍宝阁的信息，自己的所有物品全部卖出。同时自己还收到了一个玩家想要出售技能的信息，陆离当场交易，花费10金币购买了一个白银级极品群伤技能清风之刃。清风之刃品阶白银级，技能效果释放1道5米宽的横向锋刃虚剑武器，对前方经过所有目标造成自身物理攻击力伤害，可被物理防御削减，最远距离为10米，法力消耗500点，冷却时间5分钟。介绍1道锋刃，满地伤痕。条件仅剑士职业可学习。陆离金币减少12枚，背包内迅速多出一本技能书，陆离当场学习。少的10金币是给了玩家，另外2金币是给珍宝阁的，是真黑啊！但是有了这清风之刃，陆离的做任务效率又提升了一截。自己使用技能又不耗蓝，这种技能自然是越多越好。就在陆离不停打怪交任务的过程中，游戏内1晚时间过去了，陆离的等级距离23级仅剩 8%， 明天就能彻底达到23级了。游戏时间即将截止，陆离直接下线，睁开眼，窗外蒙蒙亮，时间是6点钟。今天是5月30日，陆离在游戏内已经度过2天2夜，成果是很喜人的，等级即将23级。但是陆离也知道，在之后自己若是没有其他任务的话，等级提升就会慢下来了。自己没有了出生之路这种卡 bug 升级的考验，剑阁城所有 NPC 的任务也都做完了，之后的任务数量就会锐减，大额经验的获取就只能依靠李青羽城主了。但是这样自己升级的速度依旧会慢下来很多啊。不过也够了，2天时间，22级 92% 经验，满身黄金级装备，自己还能奢求什么呢？陆离迅速起床，出去吃了的早饭，然后回来便蒙头大睡。游戏内1天1夜，自己的精神确实是很疲惫，感觉自己一刻都没有停歇，甚至有种这不过是游戏里的1天，为何我感觉自己过了好久，做了好多事的感觉。中午，陆离悠悠醒来，准备去吃午饭，却看到了自己手机上的10几条未接通话。陆离迅速拿起手机，是班主任柏新文打来的。陆离迅速打回去，嘟嘟嘟，很快电话通了。喂，老师，我是陆离，实在不好意思，我刚睡醒，我看您打了好多电话，是有什么急事吗？陆离立刻询问道，也不知是出了什么事，才让班主任打了这么多电话，自己一直不接，他不会觉得自己失踪了吧？手机中很快传来柏新文的声音，啊，原来是这样，我之前一直打不通，还一直很担心你，原来是在睡觉，那就好那就好。其实也没什么事，就是市里啊，马上要开展一个培训班，是专门给 A 级和 S 级天赋的学生的特训班。我呢，就是按照惯例通知下你，毕竟你当年也是 S 级天赋吗？哈，不过没事，咱继续努力，争取能够高考前进入神域，就算成功。哈哈，顺便呢，也是问下你最近的情况，缺钱就跟我说，别客气啊。柏新文尽量用不会伤害陆离心里的声音说着，陆离感受到了温暖，但是该说的还是说清楚的。什么高考前进入神域就算成功啊？老师，我已经进入神域。什么？学校？陆离拿出学生卡进入学校，
随后直接来到了测试区，见到了早已在此等候的百星文。现在的学校里面已经没多少学生了，因为高考在即，学校也不再开设课程，让学生们全力在神域世界提升自己。大多数学生的作息已经和陆离一样了，晚上12小时在线，白天12小时休息。陆离，快来！百星文一看到陆离就兴奋地喊道，他相信陆离不会骗他。陆离靠近后，百星文就迫不及待地说道：好小子，厉害！看来你是真的进入了，你这张脸还有这身材，骗不了我，和中考时一模一样。当时可是吸引了所有小女生的目光啊！可惜在那之后再也没有女生追过自己了，所以陆离对于女生现在并没有神妖兴趣。走走走，咱们先登记，你把身份一确认，然后啊，你的现实世界的身体就和游戏里一样强大了，现在的身体毕竟还是削弱版的。接着百星文就拉着陆离进入了登记房间。登记后，现实世界和游戏世界的两个自己便彻底合一了。陆离这2天也是刚刚进入神域，还没来得及进行登记，刚好今天就登记了吧。房间里有专门的登记老师，还有教导主任也在，他可是对陆离很是惊讶。进去躺好。登记老师对着陆离说道，同时手指向一个管道，里面有一个床板，类似于医院检查所用的仪器。陆离直接进去躺好。随后机器声音开始响起，神域世界连接中，神域世界连接成功，登记玩家信息中。陆离，游戏内昵称青山离，等级22级，正在留下印记，正在输入能量。陆离的身体内瞬间变得暖洋洋，如同在泡温泉一般。可是一旁的百星文和教导主任皆是傻了眼。22级，两人立刻看向一旁的信息显示，果然是22级。教导主任瞪大了双眼，随后迅速走了出去，他要给校长打电话。很快学校领导都来了，他们的神色是统一的，那就是震惊和兴奋。第49章喜提一套房。陆离此时躺着，身体中不断涌入奇妙的能量，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身体中涌动的能量，现实中的身体渐渐地达到了游戏内身体的程度。他感觉自己一拳能够直接轰穿墙壁。再过片刻，能量渐渐消失，陆离也睁眼醒来，不过坐起身后被眼前的人群吓了一跳。怎么这么多人？陆离是吧？快来快来！只见最中间的一个强壮男人和善地说道，并对着陆离招手，示意他过来。陆离认识他，是校长雷阳宇。雷阳宇在学校很少见，基本不露面，只有在中考和高考以及宣布重大事情时才会出现。当年的中考，陆离来到龙泉一中检测天赋，最后学校排名结果便是他第1，徐一凡第2，而陆离更是龙泉市第1，徐一凡则是龙泉市第3。他们两个是这一届最优秀的学生，从而陆离也和他有了半分钟的接触。陆离立刻下床，走进诸位校领导。校领导们脸色都是笑容满面，一个个十分和善。他们心中很是清楚，1-2周时间从废柴走到这一步是多么的惊人。虽然不知道陆离究竟是如何做到的，但是他们认为有陆离在，他们的未来一片光明。陆离礼貌问候道，校长好，各位领导好。校长雷阳宇笑着说道，陆离实力进步神速啊。陆离此时也已明白诸位领导到来的原因，他吓一跳，也是觉得校领导们来得太快了，因为这登记前后不过5分钟，校领导们竟然都到了，看来他们也是被震撼到了。陆离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刻，只是没想到提前了。他原本是想高考前再来登记的。陆离，你不必担忧，这件事就我们在场的人知道，而且我们都不会将你暴露出去。不过该汇报的还是要汇报的，我在路上已经报告给上级领导了，现在华夏阁应该也收到了你的信息。华夏阁是华夏区的真正掌权者，这个世界以武为尊，以实力为尊，所以华夏阁里面的成员都是华夏区最强的那一批人，可以说他们都是华夏区最顶尖的战力，也是整个蓝星的最强战力。众所周知，蓝星一共有3大顶尖势力，分别是华夏阁、阴帝和守护者。华夏阁便是华夏区的最强战力，而阴帝则是美利坚区的最强战力。最后的守护者是欧联区、黑盟区、核战区的所有战力集合。这是蓝星表面上的所有最强战力，但是他们并不会对蓝星的各项政策进行干涉，他们负责保护蓝星以及在更大的服务器或者现实征战。所谓一文一武，在做各种决策时，则是由另一部分人来做。蓝星总体由联邦政府控制，联邦政府全名为蓝星联邦正义政府，由5大区共同管理。联邦政府最高掌权者为联邦首脑，5年一届，由5大区轮流当选。华夏区最高领导自动成为华夏阁成员，但是在卸任时也会退出华夏阁，除非他的实力本身就足以进入
华夏阁。校长雷阳宇上报的便是这一文一武两条线，一个是教育相关的，一个是战力相关的。基于陆离学生身份，自然是上报上级，但是他又充满潜力，有望成为华夏阁新成员，所以雷阳宇便也一同上报给了华夏阁。当然，并不是直接上报给了华夏阁的真正成员，而是负责相关工作的在职人员。我没有任何意见。陆离点点头，他也清楚自己展现出这般潜力，定然会被注意到，早些上报，自己或许更安全。自己现在虽然刚进神域世界，但是也经历了不少事情，一旦自己身份彻底曝光，可能会招惹其他大区的人来击杀自己。另一点，自己在游戏里也并不安全，自己或许已经得罪了青荣城城主奥菲克斯。你的身份暂时由我们6个知道，再就是上级，所以你暂时不必担心自己会暴露。你在神域世界放心升级便是。不过，你可愿意透露一下，你为何升级如此之快？校长雷阳宇和善说着，然后问出了最关键的一点。若是陆离只是走了狗屎运，直接升级到22级，而且之后升级速度会和普通玩家一样的话，那陆离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但是，若是陆离自身有了奇遇，而且可以一直如此快速升级下去，那或许这就是一个新的绝世天骄。校长，我目前没法透露。陆离无奈说道，自己是不可能将自己好多个 SSS 级天赋的事情说出去的。好，那你之后可还有如此迅速升级的可能？或者说，你的实力是否是扎实的？雷阳宇听到陆离的回答，一副意料之中的样子，接着问道。陆离如实回答道，是的，您看我后续就知道了。这种事情隐瞒是没必要的，隐瞒只会领导们厌恶自己。毕竟高考在即，自己的实力总归是要彻底暴露的。好，我们相信你。那你安心练级就好，争取在高考前赶上第一梯队。雷阳宇说道，他在路上已经得知陆离刚刚进入神域世界不过几天而已的事情了，所以他也觉得陆离在高考前赶上第一梯队不是什么难事。对了，我听说你的住宿条件不是很好啊，这样我在市区给你安排了一套房，你今天就直接住过去吧。随后，雷阳宇直接便给了陆离地址和房子的钥匙，而且他根本不容陆离拒绝。陆离虽然也很想念自己的破房子，但是总归是太寒战了，而且自己还得交房租。既然校长都这样说了，那就住进去吧。再一个，陆离想拒绝，大概也是无法拒绝的。这房子，一方面是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在监视自己。陆离自己也清楚，2天时间到22级，实在是匪夷所思啊。好，那就太感谢校长了。我派人带你回去，然后顺便帮你直接搬个家。哦对，这是你的封印戒指，你应该知道它的功能。随后，陆离接过戒指后，便直接戴在了手指上，之后便来到门外，跟着门外的司机大叔走向了校外。第50章，搬入高档小区，如何？看起来还算稳重，应该不是说谎。看他后续发展吧，现在只是暂时的。你说他真的是在10天前是个废物吗？是啊，我那天和老板一起去的，他那激动的表情不是作假，而且数据测试也是显示 2.0 的指数啊，确实是神奇啊。S 级天赋肯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肯定是还有别的秘密，就看他能否一直如此了。切记，不要把今天的事告诉任何人，不管他是不是下一个天骄，都要先保护好他。我们都懂。来到校外的陆离坐上了司机大叔的车，回到了自己小小的出租房中。随后，陆离带着一个行李箱下楼，这个行李箱就是他的所有物品了，也算是他的家。在手机上已经和房东沟通了，所有的房租也都交齐了，以后这里就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了。很快，陆离便来到了自己的新家。这里是市中区的一套房子，这里的房子贵得吓人，不是一般人能够住的。这套房子所在的小区名叫清苑小区，清苑小区也是龙泉市有名的高档小区了，在这里住的人都是非富即贵。就是不知道校长怎么会直接安排自己在这里住，这可算是下了血本了呀。在得知自己的消息到赶到学校，也不过是几分钟，没想到雷阳宇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就已经直接安排了一切。校长雷阳宇，这可是一次豪赌啊！他定然就是在赌自己是真的天才。陆离忍不住笑笑，这是雷阳宇的直觉，还是他对任何天才都这样？不过他赌对了，他对自己这般厚待，自己以后自然要记他一份情的。陆离带着自己的行李，很快来到自己的楼层所在，房间是508。司机大叔也是很贴心的，帮陆离安排好了一切。于是陆离便直接入住了，丝毫不需要等待的时间。司机大叔走后，陆离躺在了舒适柔软的沙发上，手指上有2个戒指，一个是母亲所留的，一个是学校里发的封印戒指。封印戒指便是封印自身实力的道具，能够将自己的实力化为削弱版。目前陆离身体是22级的身体属性状态，
这种实力在现实中是很可怕的，一拳就可以直接轰穿墙壁。但是这样的话，自己在现实世界中是十分不方便的。于是封印戒指的作用就得以体现。有了戒指的封印，自己就可以有一个正常的身体。当遇到危险时，又可以解除封印，拥有全部实力。是的，在现实世界中也是有着各种危险的。只是现在的陆离毕竟只是个学生，也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就是了。至于陆离登记所获得的能量灌注，也是为了让身体和游戏相统一。因为蓝星也在发生着战事。据陆离了解，现在蓝星最大的敌人就是附近的一颗行星，名为黑星。黑星和蓝星同属烈阳星系，在烈阳总服务器中却是一直为敌。蓝星和黑星经常发生战事，无论是神域内还是现实中，每年都会伤亡很多人。当然，现在的陆离并不足以接触到这个级别的战斗。现在的陆离也已经了解了班主任柏新文所说的特训。这个特训是针对 A 级和 S 级天赋的学生的，是整个龙泉市的特别培训。参加这个培训的学生来自龙泉市3个中学，分别是龙泉一中、龙泉二中、清泉中学。因为所有的 A 级和 S 级学生都在这3个学校当中，而陆离就是当年中考的第1，龙泉市第1。可惜现在不是了。这个培训是为了让拥有更高天赋的学生能够拥有更强的实力，从而在高考中发挥更优异，能够进入更好的学府。学生考得好，学校的名誉自然也会随之水涨船高，相关领导自然也能获得更好的奖励。如此，他们也就更愿意培养好的学生，从而形成良好的循环。这次培训的内容暂时还未透露，根据以往的培训来看，参与培训的学生一般都获得了大的进步，也表现得确实更好。陆离既然已经进入神域，而且还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神速进步，那自然也是要进入培训班获得培训的。培训在6月1日正式开始，也就是后天。陆离现在的目标依旧是游戏内为生，陆离也已经做好了详细的规划。今天晚上进入游戏需要做的事情也已经都安排好了。而且陆离现在在游戏内又有了一个新的目标，那就是奥菲克斯。第一个目标就是徐一凡，不过徐一凡毕竟已经进入游戏2年多了，甚至已经3年了。再说他的天赋不弱，现在的实力可谓十分强大，自己暂时是不可能对他有什么计划了。上一个勉强算是目标的莎莉娜，已经在化为目标的时候当场击杀了。所以自己现在也要迅速提升实力，以达到能够应对自己目标或者敌人的水平才行。更何况自己现在颜值已经恢复，很容易就会被猜出自己已经拥有了进入神域的实力。特别是培训班的那些人，尤其是徐一凡，一旦他看到自己能够进入神域，或许他就要对自己使绊子了。自己必须要有能够应对他的实力。虽然他不一定会动手，但是未雨绸缪总是没错的。下午，陆离午睡一会儿便起床研究各种资料。有关于剑歌城的各种资料，自己现在的主城是剑歌城，自然也要对他多些了解。有关于周边野怪的资料，以寻找适合自己现在实力去刷的野怪，毕竟自己现在的任务昨天一夜基本全部做完，现在就需要不断的击杀野怪来获取经验了。有关于魔狼副本的通关攻略，自己现在虽然已经速度很快了，但是多看下别人的通关攻略，或许也会有新的灵感，以获得更好的成绩。最关键的就是研究了困难级魔狼副本的攻略，毕竟前2个简单的难度自己现在已经有了了解，但是对于困难级还不是那么了解。一下午时间匆匆过去，6点钟，陆离准时进入神域世界第51章竞技场。神域世界第3天，剑歌城。陆离一上线就立刻赶来了剑歌城城主府，现在他的经验就全靠城主李青雨了。虽说自身有5倍经验加持，打怪获得的经验值不会少，但是想要一下获得大量奖励，还是得靠任务才行。陆离跟随守卫直接左绕右转，来到一处小别院。小别院环境清幽，十分安静，看来李青雨比较喜欢清静。哇，你怎么来这么早？李青雨打着哈欠走了过来，也不知为何，他在陆离面前就毫无城主威严了。此时陆离正坐在椅子上，李青雨是从自己睡觉的房间走过来的，衣服竟然都只是睡衣。陆离也是比较诧异，不过他不喜欢多做客套，直入主题说道：我是来找你要任务的。李青雨听完愣了一下，然后翻了个白眼说道：哼，原来就是为了这啊，给，我刚买的，不过最好是吃完饭再吃。陆离说着，然后在背包拿出来一个棒棒糖，这是在来的路上顺便抽的，今天运气不错，除了棒棒糖还抽到了几个有用的游戏道具。拿钱抽棒棒糖，换任务换经验，没毛病，不亏。不错，我就现在吃，那我就甜甜的给你所有能够给出的任务吧。陆离迅速接收到任务提示，系统提示：剑歌城城主向你发派任务，狼群的虎视眈眈，是否接受？系统提示：
剑阁城城主向你发派任务：史莱姆的偷袭，是否接受？系统提示：剑阁城城主向你发派任务：袭击伤人的猎狗，是否接受？系统提示：剑阁城城主向你发派任务：登顶魔狼副本普通级，是否接受？系统提示：剑阁城城主向你发派任务：竞技场小胜，是否接受？系统提示：剑阁城城主向你发派任务：竞技场大胜，是否接受？系统提示：剑阁城城主向你发派任务：竞技场扬名，是否接受？全部接受。然后陆离就直接起身告辞说道：那我就不打扰城主大人了。李青雨轻哼一声，叼着棒棒糖含糊地说道：哼，周吧周吧。陆离当即走出小别院，花费点时间来到了剑阁城的竞技场。竞技场顾名思义，这里是玩家们对战的地方。在竞技场有另一种排名，那便是战力排行榜。相比于等级排行榜，它的人数自然是少了很多，毕竟辅助玩家是不会进行单人战力排名的。但是相比于等级排行榜，战力排行榜反而更受玩家们的欢迎。它可以说是一种认证，证明你的真实实力。毕竟等级可以让别人带你，但是实力可不会。真正的战斗力是需要长时间的战力才能增长，而竞技场就是展现一个玩家战斗力的地方。当然，大多时候提到的战力排行榜是指的单人战力排行榜，也就是 1v1 的实力。战力排行榜还包括多人战力排行榜，比如3人、5人以及最多的10人。这4个榜单共同组成了战力排行榜。但是最受欢迎的依旧是单人战力排行榜了，而且它的竞争也是最激烈的。洛离来到竞技场之后，便直接前往登记了。你好，我来进行登记。陆离对着前台的一个服务人员说道。小姐姐头一抬，便带着温柔的声音说道：好的，请留下您的印记。陆离手一伸，便放在了一个屏幕上。随后陆离的信息便记录完成了，同时他自己也收到了一个系统信息：恭喜您，您已成功在剑阁城完成竞技场登记。系统提示：目前您的战力排行榜单人华夏大区排名为8254451名，请努力提升排名。系统提示：目前您的战力排行榜单人剑阁城区域排名为800112名，请努力提升排名。战力排行榜目前分为2个，一个是整个华夏大区的排名，也就是全国排名，另一个则是剑阁城排名，也就是所在城池的排名。在以后还会开放全球战力排名，但是现在各个大区之间还没有正式互通，所以暂时还没开放。不过在清楚了华夏大区排名以后，陆离也有了紧张感。自己排名如此靠后，怎么在高考中一飞冲天震撼全球呢？不过陆离对自己有信心，虽然目前还没到23级，但是自己的实力绝对是超过大多数25级玩家的。紧接着陆离便进入了竞技场开始战斗。倒不是突然想要战斗提高自己的战斗技巧了，陆离现在还是要以升级为主的。来战斗的原因是，这也是李青雨给的几个任务之一。任务：竞技场小胜。任务介绍：城主有意考验你的实力，希望你能够在战力排行榜剑阁城区域的排行榜中前进1万名。任务时限5。任务：竞技场大胜。任务介绍：城主有意考验你的实力，希望你能够在战力排行榜剑阁城区域的排行榜中前进5万名。任务时限5。任务：竞技场扬名。任务介绍：城主有意考验你的实力，希望你能够在战力排行榜剑阁城区域的排行榜中前进10万名。任务时限5。这是一个系列任务，每前进一阶段都会给一次奖励，而陆离自然是打算一次性直接全部完成。虽然目前陆离的等级还未达到平均水平，但是实力绝对是要超过的。陆离有这个自信。再说自己可是无视100%防御，渐渐真实伤害，有谁顶得住？只要被我砍到，必死无疑。此时的竞技场人数比往日要少得多，毕竟大多数玩家都是在努力升级，不过数量绝对是不少的。很多玩家都是在这里竞技磨练自己的战斗技巧，毕竟高考可不是只看等级的，自身真正实力才是唯一标准。陆离来到一个房间，房间里人很多，都是在进行匹配的玩家。随后陆离找了个位置申请战斗。你好，青山离，正在根据您的排名匹配对手中。匹配成功，请做好战斗准备。第52章上升10万名。匹配的速度很快，或许是因为陆离排名是最低的，所以直接匹配到了。陆离顿时感受到一股能量袭来，随后眼睛一闭一睁，便来到了新的环境。这里是一座擂台，擂台呈正方形，宽约100米，范围还是很大的。但是考虑到玩家的速度，这个范围就不大了。陆离在擂台的最边缘，对面就是另一个玩家了。
竞技场的规则就是击败玩家就能进行排名更换，对手的排名或许比自己高，或许比自己低，因为这是看隐藏战力的，有的玩家隐藏战力高，比如连胜好几场的玩家，那么他匹配的对手就会越来越强。很显然，陆离排到的对手就是比他排名高的，因为他刚刚加入竞技场，自动排名倒数第一，已经没人比他还低了。在这里，本该是无法看到对方的任何信息的，但是陆离有洞悉之心。于是，玩家大力花妖，等级20级，职业火元素法师，副职业炼气师，生命值8500，法力值8600，物理攻击600，法术攻击2200，物理防御820，法术防御680，精神700，速度600，幸运6，暴击率10%，暴击伤害5%，声望0，天赋火元素强化，装备和技能什么的就不写了，太水了。就这属性，在陆离面前根本不够看。这个玩家应该也是新加入竞技场的，因为他的等级比刚进入神域2天的陆离还要低。得，大家都是排名最低的呀。但是实力可就不是了，不到1万的生命值，一剑足矣。陆离直接加速，一个冲锋，一剑，那个斩，负18000，恭喜获胜！您的战力排行榜间隔成区域等级排名上升至780214名。能量涌动，陆离迅速地回到了之前的房间。不过，陆离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因为在自己直接斩杀对方的时候，对方想要说些什么来着，结果自己就听到一句那个就直接把他秒了。希望对方不要有心理阴影。恭喜您，您的竞技场小胜任务已完成。陆离也是收到了系统提醒，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不过陆离并未着急回去领任务奖励，而是继续进行匹配。这才打了1局呢，远远不是自己的极限。继续匹配，继续冲，只要等级不比自己高，生命值比自己低，自己就能直接一剑斩。你好，青山离，正在根据您的排名匹配对手中。匹配成功，请做好战斗准备。速度依旧很快，又是熟悉的感觉涌来。这次的场景是一个广场，范围比上次的擂台要大一些。每次的战斗场景都会有所改变，这是因为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适合自己的战斗场景，所以随机场景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自身因素之外的公平。不过大多数场景对陆离来说都是一样的，大致一扫对手的信息。21级的刀客，快点结束好了。陆离直接使用踏风袭增加2000点速度，这是寻袭的踏风库自带的技能。只见陆离6300点的速度，宛若一道风一般，就直接来到了对手的面前，一剑斩出，负19000，再次秒杀，只留下对手瞪大双眼，震惊地倒在地上。只能说陆离的对手毫无战斗体验。恭喜获胜！您的战力排行榜间隔成区域等级排名上升至730024名。恭喜您获得2连胜，间隔成区域的排名直接提升了5万名。很快，陆离再次回到房间。恭喜您，您的竞技场大胜任务已完成，同时第2个任务也完成了。陆离估计自己再赢1场就可以直接完成第3个任务了。继续匹配。你好，青山离，正在根据您的排名匹配对手中。匹配成功，请做好战斗准备。这次比前2次的匹配时间多了几秒，或许是因为自己2连胜的原因。这次的战斗场景是一处城市废墟，这次的对手是个女生，22级的冰元素法师。令陆离没想到的是，刚一进来，这女生就说话了：喂，你能不能让我？我需要做个任务，只要赢了我就能做完了。我叫青洞月，可以加好友。只要你让我赢了，我给你5金币，怎么样？陆离恍然大悟，原来也是做任务的。不过这个女生的实力可不像陆离这般变态，所以他只能出此下策。陆离输给他倒是也没啥，毕竟自己轻轻松松就可以打回来，但是这样会浪费时间，所以踏风袭。每次进入新的战斗，技能都会重新刷新一次，技能使用后的冷却时间是在这个场景中进行冷却。所以虽然在上一次战斗中陆离已经使用过这个技能，但是他现在依旧能用。只见陆离宛如一道风一般再次接近对手，一剑斩。恭喜获胜！您的战力排行榜间隔成区域等级排名上升至680024名。恭喜您获得3连胜。很快，陆离再次出现在房间内。恭喜您，您的竞技场扬名任务已完成。陆离3次战斗完成3个任务，随后陆离便走了出去。他不打算继续在竞技场战斗了，因为继续战斗的意义
已经不大了。虽然说竞技场每周都会按照排名发放相应奖励，但是陆离只对前100名的奖励感兴趣，以他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进入前100名，所以索性完成任务就不大了。走出门后，陆离直接便朝着竞技场的大门走去。可恶，我和你说，刚才那把的对手竟然一句话都不说就把我秒了，气死了气死了！别让我看到他。不过他好像蛮厉害的样子，若是能和他组队，应该能再升几级。陆离听着旁边一位女生的谈话，顿时他说的事情有些熟悉，一看果然是刚才那个被自己一剑秒了的妹子。陆离直接提速，迅速走出竞技场，实在是怕被对方看到了，然后就被纠缠上。自己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虽然那妹子颜值不错，但是还是升级更重要。第53章23集，恐怖属性。游戏内来到早上7点，陆离赶回了城主府。陆离很快来到李青雨的别院，此时的李青雨刚刚吃完饭，正在处理公务。虽然两人刚刚认识1天，但是已经有种多年好友的感觉了。其实这和两人的成长环境有关。李青雨心理年龄只有16岁，现在周围却是一群40岁以上的中年大叔，甚至是爷爷级别。他经常要处理各种事务，有的是 NPC 势力之间的，有的是玩家方面的。在忙碌的同时，却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来交谈。NPC 有可能是其他城池的，而玩家又没有什么出色的，毕竟他当剑歌城城主的时候，真正优秀的玩家已经成长起来了，和他的接触也并不多。直到遇见陆离，而陆离呢，沉寂3年，一个朋友都没有。于是两人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各自的朋友。再加上李青雨直接交出卡兹晶石，更是让两人的关系更进一步。好在两人都是并没有感情因素，两人的关系更像是知己。我来交任务，当然只是完成了3个任务，不过我想先升级了再去做其他任务。陆离进来后，李青雨便抬头看向他，陆离也就顺便说出此行目的。陆离距离23级还差8%的经验，想要通过打野怪来升到23级，要耗费不少时间，不如交任务来得快。好，不得不说你是真的快。李青雨听完也是有些惊喜，没想到陆离做任务竟然如此之快。嗨，也没那么快，还好。陆离虽然也知道他是指的做任务快，但是总有种不想承认的感觉。那我给你奖励，然后你再去做其他任务好了。随后陆离便收到了大量经验以及升级提示，恭喜你升到23级，获得200点自由属性点，请按需分配。目前在本服务器中，您的等级排名为35020021位，华夏区等级排名为5525846。陆离依靠剑神职业的属性提升，依然是获得800点物理攻击和400点速度，以及200点自由属性点。200点自由属性点依旧是点在了物理攻击上，同时生命值提升了2000点，法力值提升500点。经验值你已经得到了，其他的就不给你了，直接全部换成金币好了。这是50枚金币。只见李青雨笑着说着，随后陆离便看到金币数量增加了50，这也是陆离喜欢的，反正自己又不缺装备，现在这样也省了自己去珍宝阁出售装备的时间了。好，那就谢了，我继续去做任务了。这是巧克力棒棒糖，你试试。陆离道谢后递过去一个棒棒糖，李青雨接过后直接拆开包装塞进小嘴巴里，露出了满足的笑容。陆离笑了笑，然后就离开了城主府。陆离随后便离开城池，来到了狼烟山，这是任务狼群的虎视眈眈的任务地点。任务狼群的虎视眈眈。任务介绍：狼烟山附近的黑烟狼群近年来疯狂繁衍，现在狼群的规模过大，需要剑歌城方面进行遏制，所以城主想让你击杀5000只黑烟狼。任务时限2天，击杀5000只黑烟狼可是要耗费大量时间。不过这黑烟狼也刚好适合陆离来练级，所以练级和做任务刚好不冲突。看来李青雨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不然若是他让陆离击杀11、12级的野怪，就算是杀1万只也得不到一丁点经验啊。根据神域决经验获取规则，击杀低于自身等级超过10级的野怪是无法获得经验的，即使野怪没有低于玩家等级10级，击杀低等级野怪获取的经验也会大打折扣。所以这24级的黑烟狼正适合陆离来刷。黑烟狼等级24级，种族妖族，品阶白银级，生命值8万，法力值3000，物理攻击6500，法术攻击4000，物理防御2000，法术防御2000，精神1000，速度3000。技能饿狼撕咬，黑烟弹跳跃袭击狼的寂寞。饿狼撕咬，黑烟狼增加500点移动速度，持续5秒后向前冲锋，扑咬向目标，
造成伤害的同时造成流泻效果，目标承受流泻效果时每秒减少100点生命值。黑烟弹，黑烟狼蓄力2秒，在口中发射一枚黑色能量团，对敌方造成大量法术伤害并减速2秒。跳跃袭击，黑烟狼蓄力 0.5 秒进行跳跃，下次攻击将额外造成 30% 伤害。狼的寂寞，黑烟狼群集体作战时增加 10% 伤害。介绍，在狼烟山附近，黑烟狼群受到某种因素影响，近年来疯狂繁衍，周边的食物已经无法满足狼群的需求，所以黑烟狼群最近正在向外扩张，极有可能威胁剑歌城。陆离如今23级，属性面板堪称恐怖。玩家青山离，等级23级，职业剑神，副职业炼丹师、炼器师、分解师，生命值15000，法力值11500，物理攻击8350，法术攻击950，物理防御6000，法术防御1050，精神1100，速度5700，幸运25%，暴击率25%，暴击伤害5%，声望3300，天赋吞噬之心 SSS， 赌神之心 SSS， 神物之心 SSS， 宝藏之心 SSS， 洞悉之心 SSS， 剑神之心 SSS。 装备轩辕剑神级，猛虎金甲黄金级，寻袭的踏风裤白银级，青川靴黄金级，青骨链白银级。特殊装备出生令牌。技能出生5品阶，火焰斩黄金级，屠灭之刃黄金级，清风之刃白银级，清锐剑袭白银级，横切白银级，踏银斩白银级，魔音贯耳白银级，重击青铜级。勋章出生帝君，出生之主魔狼梦魇。第54章黑烟狼王。陆离手持轩辕剑直接冲向黑烟狼群，赤横切负17000，剑身狠狠地划过一只黑烟狼的颈部。这黑烟狼身体庞大，长约3米，高约2米，刚好可以猛攻脖子部位。嗷呜！黑烟狼长啸一声，周围不断涌来黑烟狼。唰！一只黑烟狼蓄力后发射来一个黑烟弹。陆离迅速察觉，随后利用速度优势迅速躲过黑烟弹。啪！黑烟弹狠狠砸在了另一只黑烟狼的身上。那只黑烟狼龇牙咧嘴，狠狠地咆哮回去，似乎在骂那只黑烟狼是个蠢货。随后这只黑烟狼也开始凝聚力量，紧接着发射了一枚黑烟弹过去。陆离再次利用速度优势躲过，并给了身前的黑烟狼一剑。于是啪，这黑烟弹精准命中了之前的那只蠢货黑烟狼。这只黑烟狼露出了尴尬的笑容，这样看来似乎是在报复那只黑烟狼，而且自己似乎也成了蠢货。清风之刃，陆离目前最强的群攻技能。只见一道5米宽的横向青色锋刃迅速在身前凝聚，唰，锋刃直接飞速切割而出。负16700，负16700，负16700，鲜血四溅。只见一大串伤害迅速飘出。清锐剑袭，陆离速度陡增，一剑劈出，负20000。最先受到攻击的黑烟狼当场倒地，随后陆离便开始与黑烟狼群纠缠起来。不多时便出现了一只黑烟狼王。黑烟狼王，等级25级，种族妖族，品阶白银级，生命值15万，法力值5000，物理攻击8500，法术攻击5000，物理防御5000，法术防御4000，精神1000，速度3000。技能狼王印记黑烟魔弹影之袭击狼王的呼唤。狼王印记，黑魔狼王在攻击后对目标留下一层印记，再次攻击可引爆印记，造成额外 50% 的法术伤害，印记每10秒刷新一次。黑烟魔弹，黑烟狼王蓄力1秒，在口中发射一枚黑色能量团，对敌方造成大量法术伤害并减速5秒，以及削减目标 30% 法术防御。影之袭击，黑烟狼王蓄力 0.5 秒后隐身，持续3秒，下次攻击将额外造成 50% 伤害。狼王的呼唤，黑烟狼王可迅速召唤5只黑烟魔狼前来助阵。介绍，黑烟狼狼群之王。在狼烟山附近，黑烟狼王受到魔族影响，号令黑烟狼群近年来疯狂繁衍，周边的食物已经无法满足狼群的需求，所以黑烟狼群最近正在向外扩张，极有可能威胁剑歌城。陆离得知了黑烟狼王的具体信息，也明白了这黑烟狼群是受到了魔族的影响，这个信息可以告知李青羽。而黑烟狼王的属性，陆离并没有太过在意。虽然黑烟狼王属性很强，但是自己还是稳杀的。
陆离直接加速冲向黑烟狼王，丝毫不惧。魔音贯耳，先手控制。黑烟狼王当即一晕，但是很快就清醒。陆离趁此已经来到黑烟狼王的面前，踏影斩，一剑斩出，负17000。黑烟狼王生命值锐减1/10，这就是无视物理防御的魅力。而其他玩家若是想造成如此多的伤害，需要慢慢磨很久。吼！黑烟狼王吃痛，顿时忍不住吼叫一声，影之袭击。黑烟狼王顿时获得隐身。陆离虽然失去目标，但是也丝毫不慌，自己的物理防御足够高，只要不是直接被秒，就可以迅速依靠回血回上来。一团黑色能量顿时飙射向陆离，黑烟魔弹，砰！速度之迅猛，让陆离并没有闪躲开来。负3200，砰！又是狼爪的一击，负3800。同时，陆离的身上也出现了一层狼形印记。很快，又是凌厉的一爪，负4000。一瞬之间，黑烟狼王直接造成高达11000点的伤害。陆离这一瞬间只剩下4000点生命值，但是陆离并没有丝毫的慌乱，反而是黑烟狼王一副惊愕的表情。竟然没死！在他的想象中，自己这一套下去必然能够造成击杀的，但是陆离偏偏就是没死，而且反手迅速给他来了一剑，负18000加5400，真是直接吸了一大口血，瞬间就回到了接近10000点的生命值。黑烟狼王的杀人3板斧用完之后，想要再秒陆离可就没机会了。接下来就是陆离的回合了，负18000，一剑狠狠插在黑烟狼王的脖颈处，血染长剑，吼声四起。狼王的呼唤，5只黑烟魔狼凭空出现，落地便直接冲向了陆离。同时在外围也是有着一众黑烟狼在不断放出黑烟弹，陆离也是陷入被群攻的局面。不过凭借着强大的吸血能力和防御能力，陆离的生命值也是稳在了10000以上。黑烟魔狼是比普通的黑烟狼要强上不少的，大概率是黑烟狼受到魔族影响之后的产物，但是他自然是比不上黑烟狼王的。所以在黑烟狼王都杀不掉陆离的情况下，他们自然也不能，只能造成一定的骚扰。不过小怪多其实也是一种优势，只要秒不掉自己，那这些野怪就是自己的充电宝。陆离被黑烟魔狼包围，而黑烟狼王却往后退出，恢复自身血量以及远处放技能，等到自己恢复一下以及技能冷却好了，再搞一次偷袭。陆离无奈之下只能先去击杀黑烟魔狼，只要自己保持满血，黑烟狼王也不好直接秒自己。负18000，各种技能也是好了就用。陆离也在等自己的技能，只要自己的清风之刃技能好了，自己就可以随时恢复满血。刷刷刷，剑光飞舞，狼头落地，短短10秒，黑烟魔狼便死掉一只。陆离自身也是压力顿减，周围只剩下了4只黑烟魔狼，毕竟远处的普通的黑烟狼是不敢靠近的。随后陆离继续与黑烟魔狼缠斗，就让黑烟狼王龟缩着吧。不到10秒，黑烟魔狼再死一只。第55章史莱姆。黑烟狼王终于是按捺不住冲了过来，但是他的技能并没有冷却好，只能先用爪子攻击陆离，技能还是需要再等等的。既然如此，陆离也是丝毫不慌，刚好还能锻炼自己的走位和战斗技巧，毕竟其他玩家可不敢和他这般刀尖上跳舞。陆离手中的轩辕剑挥舞不停，剑光四溢，几只黑烟魔狼也是半残。终于黑烟魔狼的技能好了，先是挂上一层印记，随后又是隐身，黑烟魔弹，砰！黑色能量团顿时砸在陆离的身上，负3200，负4000，两个伤害顿时炸开。黑烟魔狼也顺势对着陆离来了一爪，负2000，负2000。黑烟狼王也是迅速跟上一爪，负4000。这总体的伤害已经超过了15000点，但是来陆离并没有死，因为陆离的清风之刃技能也好了。就在黑烟狼王挂上印记隐身的一瞬间，陆离用出了清风之刃砸在了附近的黑烟狼身上，顿时加5400，加5400，加5400。打完这一波依旧是满血。黑烟狼王见到此景，又看了看远处的黑烟狼群，黑烟狼群都是一副无辜的表情看着黑烟狼王。黑烟狼王这是无奈摇头。接下来黑烟狼王再也没有任何机会。负18000，又一只黑烟魔狼死亡。陆离现在可以直接和黑烟狼王硬拼了，一件件全部砍在了黑烟狼王的身上。负18000。在黑烟狼王的生命值降到半血以下后，陆离的伤害又是增加一截。黄金级技能屠灭之刃技能效果，当目标生命值低于 50% 时，可额外造成 20% 的伤害。负23000。一剑出，不仅附带屠灭之刃的效果，还暴击了。痛，太痛了！
洗海带哟。黑烟狼王龇牙咧嘴，很是痛苦。随后，黑烟狼王疯了一般去攻击陆离，完全失去了章法。因为他明白自己已经杀不了陆离了，就尽量攻击陆离，发泄一下自己的怒火吧。陆离给出一剑，他就直接抗住伤害，硬是要啃陆离一口。还好伤害造成的痛苦只有10%，所以这并不影响陆离的接下来的输出。黑烟狼王本就只剩下几万生命值，在陆离的一次暴击之后，就只能下5万生命值了。刷刷刷！陆离也是不再闪避，直接硬抗伤害，将输出全部砸在黑烟狼王的身上。-2万，-22000，-21000，三剑结束，飞剑所至，狼群皆灭。又是几剑过去，黑烟魔狼也全部死亡。陆离将掉落的物品全部捡起，随后将这些尸体使用吞噬转换成自身属性，接着便继续和黑烟狼群缠斗。大约10小时后，5000只黑烟狼终于击杀完毕。陆离也是松了口气，这次自己可是片刻不停歇，好在击杀黑烟狼比较轻松，不用时刻绷住自己的神经。中间也是又击杀了2次黑烟狼王，吞噬得到的属性相当不错，同时掉落的物品也很好，粗略估计自己可以挂到珍宝阁的就有将近100件，而且自己在中途更是不得不将背包的稍微垃圾的物品扔进了分解机进行分解，不然自己都没办法继续捡物品了。单单是物品分解获得的金币就有80多枚，可见陆离到底掉落了多少物品。当然这也是得益于陆离极高的幸运值，25点幸运值，可以说自己的幸运值绝对是站在最顶端的。同时击杀这5000只黑烟狼后，陆离的等级也是即将到达24级。若是23级的玩家进行组队来击杀5000只黑烟狼，估计单单是时间就要花费1星期以上，更别谈击杀黑烟狼王了。再者，他们组队可是要分配经验的，而陆离则是可以自己独立得到全部经验。更何况陆离还有自身天赋5倍经验加持，可以说陆离现在一天的练级速度至少可以抵得过同等级玩家1个月的努力。当然这也只是暂时的。陆离能够一下击杀这么多的黑烟狼，一方面是因为黑烟狼近期疯狂繁衍，所以数量多，再一个也是现在刷黑烟狼的玩家没有那么多，而且陆离已经彻底清空了这里的黑烟狼，想要再次刷新出如此多的黑烟狼就只能等好几天之后了。因为野怪刷新也是有时间限制的，不可能无限制的瞬间刷新。不过陆离做完任务后也直接离开了，他现在要前往下一个场地去做任务了。任务：史莱姆的偷袭。任务介绍：在剑阁海滩，史莱姆经常出现对周围的村民出手，而且在派出军队去清剿的时候，他们顿时就进入海里躲避攻击，所以他们对剑阁城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于是城主派你来击杀3000只史莱姆，减少他们数量，保护村民，并对他们造成恐吓，让他们不再敢于偷袭村民。任务时限2天。剑阁海滩，这里有着众多的水属性史莱姆，这些史莱姆有的是蓝色，有的是绿色，不过都是水属性的。蓝色的史莱姆技能会造成冰冻效果，绿色的史莱姆则是会造成减速效果，对友方史莱姆则是有治疗效果，所以说他们相互之间是有配合的。不过陆离杀起来史莱姆和杀黑烟狼群并没有什么不同。歪比巴伯，陆离刚一赶到，就见到一只蓝色的史莱姆在海滩上蹦起来偷袭自己。嘿，还敢主动上来！陆离也不客气，顿时就是一剑砍出，刷！-18000，一剑斩出，直接插入了史莱姆软软的身体，甚至陆离能够看得出他们身体的颤动，真是 Q 弹啊！陆离将剑插入后，有种奇异的感觉，因为他的身体虽然很软，但并不是打在棉花上的感觉，如同插入 Q 弹的果冻一般，很刺激，手感不错。陆离顿时一剑疯狂插入史莱姆的身体，我不砍你，就直接插进去体验那 Q 弹的感觉。第56章升级25级，啪啪！史莱姆也是在吱呀乱叫的同时反击陆离，只见一坨坨黏黏的物体不断砸在陆离的身上，蓝色的一坨坨集齐5个就会让陆离冰冻1秒。陆离也是尽力在躲避，不只是防止那个冰冻效果，更多的是因为陆离觉得那一坨坨东西砸在自己身上有种怪异的感觉，就像是被砸 X 一般。还好史莱姆的生命值也不多，陆离解决起来倒是也快。约莫5个小时过去，陆离也是终于将任务做完了。陆离的等级也是已经来到了24级，经验值也是到了 20% 左右。时间已经来到晚上11点，陆离终于是赶到了城主府。若是再晚一些，或许城主府就直接关门了，毕竟 NPC 的作息是正常的。陆离卡着点也是来到了李青雨的小别院。此时的李青雨已经处理完各种公务，准备入睡了。多亏了守卫放行，不然
陆离今天是领不了奖励了。你这么快就做完了？李青雨眼睛半睁半闭，看着有些迷迷瞪瞪，看来是已经困了。不过这身穿丝绸睡衣的李青雨在困意的席卷下脸颊微红，再加上成熟的魔鬼身材，颇有种迷人的韵味。陆离深知他虽然身体成熟，但是心理年龄可是比自己还小，所以也是目光直视李青雨的脸，并没有乱看。是的，2个任务，这是任务印记。系统判定任务成功会发放一个印记，这是做不了假的。陆离说着便将任务印记交给了李青雨。陆离也是有些不好意思，毕竟这可是深夜打扰，所以他也想赶紧拿完奖励，然后迅速离开，让他睡觉。哇，2个！你这一天直接杀了8000只野怪，好夸张！你太猛了！李青雨看到2个印记也是瞬间清醒，虽然是他布置的任务，但是在他的认知中，陆离应该是2天才能完成这些任务。没想到他竟然直接1天做完了5个，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副本任务，而且副本任务说不定今晚也会完成。他估计就是为了不再深更半夜来找自己，才现在来领奖励的。李青雨切实体会到了天才的强大之处，随后他也是按照任务给出了相应的奖励。这次的2个任务的奖励可是十分夸张，毕竟这俩任务可是需要击杀8000只野怪，再加上陆离自身5倍经验加持，陆离直接升级到了25级，升级速度恐怖如斯。恭喜你升到25级，获得200点自由属性点，请按需分配。目前在本服务器中，您的等级排名为29020021位，华夏区等级排名为4 725846。陆离现在的排名已经超过了50%的玩家，已经来到了中游的位置。可以预见的是，陆离很有可能赶上最顶级的玩家的等级。剩下的奖励换算成了是70枚金币给到陆离。陆离领了奖励之后，又告知了李青雨关于黑烟狼区域繁衍过度的原因。李青雨得知这件事和魔族有关后，也是轻皱眉头，陷入沉思，似乎是想到了什么。陆离则是迅速离开了城主府，临走前也是把1颗棒棒糖给了李青雨，这是在路上顺便抽的。当然，陆离也是告诫他睡觉之前不要吃棒棒糖。出了城主府的陆离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珍宝阁，他得到消息有新的群攻技能可以出售给他。陆离赶到后也是丝毫没有墨迹，直接花费50金币买了3个刚到的群攻技能。同时，陆离之前寄卖的装备已经全部出售，一共获得了120枚金币。现在陆离手里已经有1枚紫币和375枚金币了，十分夸张。同时又把之前击杀黑烟狼群和史莱姆得到的掉落物品挂了上去，这些物品依旧可以大卖一笔。陆离在 NPC 震惊的注视下离开了珍宝阁。魔狼广场，此时的魔狼广场人数并不多，因为玩家们大多是选择在白天进入魔狼广场。陆离直接进入副本，选择的难度是普通级。一方面是自己的等级提升到了25级，已经来到了副本的等级上限，也是来尝试看看能不能登顶领取奖励。另一方面自然是为了李青雨的任务奖励。至于困难级，陆离准备将明天的3次机会都用在困难级上，今天就先不选择困难级了，毕竟自己想要升级到26级可不简单，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再者，据陆离推测，登顶普通级副本可能会有对通关困难级副本有利的奖励，就像之前的魔狼梦魇一样。不过单人和综合2个榜单双登顶过的玩家都没有透露这方面的消息，也不是很清楚。总之一个个来。陆离将钥匙插入，请稍后。魔狼副本普通级已开启，请进入。玩家青山离，魔狼副本简单级挑战开始。依旧是熟悉的场景，陆离上次挑战也是第1次，是获得了第3名。现在自己等级来到25级，实力大增，这次登顶的概率很高。玩家青山离，等级25级，职业剑神，副职业炼丹师、炼器师、分解师，生命值19000，法力值12500，物理攻击10400，法术攻击950，物理防御6000，法术防御1050，精神1100，速度6500。可以看到，陆离来到25级之后，生命值已经接近2万，物理攻击更是突破1万。在无视物理防御的加成下，陆离的每次攻击都能突破2万伤害。若是击中弱点部位或者是触发暴击，伤害还能更高。再者，在 buff 的加持下，陆离对魔狼副本中的野怪是有 11% 的额外伤害的。可以预见，这次的副本将是一次屠杀。哦！刚一进入副本，一只野狼就跳了出来，随后狼声四起，越来越多的野狼出现了。之前的陆离是一只只杀过去，可是慢了不少，这次就不一样了。陆离手持轩辕剑开始蓄力，野狼群顿时一个个都扑了过来。清风
之刃-32000-32000第57章登顶4个榜单。一道巨大的青色锋刃狠狠刮过，宛如割草机割草一般，狼群齐齐被斩，10米之内一只不留，暴击伤害恐怖如斯。随后陆离冲锋过去，一剑一个，直接清理掉还没凑过来的野狼。现在陆离技巧已经十分纯熟，攻击基本都是打在弱点处，更容易造成高额伤害或者暴击伤害。于是乎，半分钟第1关就结束了。随后陆离便来到了第2关。陆离这次是来冲刺排名的，掉落物品直接没理会，尸体也没有进行吞噬。第2关依旧是宛如割草一般，可谓是一场杀戮盛宴。随后是第3关、第4关，最后是最终关卡魔狼阿克斯。这次的魔狼阿克斯是25级，比之前的22级要强了很多。但是当初的陆离也是等级低，现在陆离也是25级了，所以依旧是缠斗片刻后，陆离顺利结束战斗。不打算写战斗过程了，和简单级的时候大致相同，自己脑补吧，就不水自述了。随后悦耳的系统提示音终于响起，恭喜玩家青山梨成功通关普通级魔狼副本，用时12分21秒。恭喜玩家青山梨成为魔狼副本普通级单人通关榜第1名。恭喜玩家青山梨成为魔狼副本普通级综合通关榜第1名。恭喜您，1分钟后将自动进入圣域，获取您的通关奖励。陆离松了口气，果然是和双登顶简单级的时候一样有隐藏奖励。随后陆离也是捡起了掉落的物品，现在计时结束，自然是要收取奖励的。2个材料，2个装备，不过都是白银级，对自己没有用，回去换钱吧。一次副本下来，陆离的经验只增加了 5%， 来到25级 25%， 这还是在5倍经验并且单人闯关的加成下，可见普通玩家想要升级有多难。接着陆离将魔狼阿克斯的尸体和小怪尸体进行吞噬，吞噬之心发动，吞噬魔狼阿克斯成功，获得物理攻击25点，速度15点。至于为何只吞噬野怪尸体而不吞噬其他物品，其实陆离之前也吞噬过，但是他吞噬装备后得到的是原材料诸多矿石，不知是何原因，也许是装备太过低级，也许是并没有在这个功能。陆离还尝试对空气进行吞噬，结果得到的是氮气和氧气，陆离的心很是复杂，虽然很失望，但是很合理。陆离之后会继续尝试吞噬其他各种物品，但是仍旧会以吞噬野怪为主，因为目前看来这是最赚的方式。1分钟时间到，陆离再次传送至圣域。来了，挺快的嘛。又是那个精灵小姐姐，两人虽然见面次数不多，但是见得却很频繁，现在竟然有种已经成为了朋友的感觉。终于来了，这次比较难。陆离谦虚说道，双登顶这种事在剑阁城似乎也只有1人做到过而已。诺，你的奖励这次的比上次好哦。对了，下次的会更好，就看你能不能来喽。只见精灵小姐姐说着，随后放在地上一个箱子。我会努力的。陆离也是对精灵小姐姐回应道。精灵小姐姐轻轻点头，随后扇动翅膀消失不见。陆离蹲下身子打开宝箱，里面是一个勋章、一个技能书和1件装备，另外还有2张券。魔狼恐惧，类型勋章，效果幸运+1，在魔狼副本对所有野怪增加 20% 的伤害。介绍，你是魔狼副本普通级中表现最优异的玩家，所以魔狼阿克斯对你有着无限的恐惧。注：当你不再是魔狼副本普通级第1名时，本勋章将被收回。这枚勋章和之前的魔狼梦魇一样，不过这次的伤害是 20%。2枚勋章叠加下来，陆离能够对副本里的野怪额外造成 30% 的伤害，这让自己登顶困难级副本有了极大的信心。表里沙缭乱，品阶黄金级，技能效果向前冲刺10米，对所有路径上的目标造成 150% 的物理伤害。介绍，完美处决，猩红飘散，止于破碎之风。条件，仅近战职业可学习，25级。群伤技能，高额伤害，而且还是位移。对目前的陆离来说，这简直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技能，毫不犹豫，直接学习。朱莉的赞歌，品阶黄金级，属性精神加2000点，特殊属性技能朱莉的赞歌，解除自身当前控制，并免疫接下来2秒内的控制，增加500速度，持续1秒，冷却时间3小时，耐久度100。装备要求25级。新的解控技能，这是一条项链，属于饰品，极其少见。补充，目前装备只包括5个部位：武器、上身、
下身、鞋子、饰品，后续会开放更多装备格，刚好可以替代轻骨链。陆离将之换上，轻骨链可以放到珍宝阁出售，他只要有解控技能，他就不会被淘汰。2张券分别是300声望券和100金币券，陆离直接全部兑换。恭喜获得300点声望，恭喜获得100枚金币。如此下来，陆离的实力再次得到大增强，特别是魔狼恐惧勋章和群伤技能表里杀缭乱。退出副本，陆离又选择了简单级的魔狼副本进行挑战。几分钟后，恭喜玩家青山离成功通关简单级魔狼副本，用时2分21秒。恭喜玩家青山离刷新纪录，成为魔狼副本简单级单人通关榜第1名。恭喜玩家青山离刷新纪录，成为魔狼副本简单级综合通关榜第1名。这次并没有进入圣域，看来每次都是只有1次机会，再刷新就没机会了。但是陆离也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此时也并不失望。自己的这次挑战也只是用来巩固自己的位置，让自己彻底成为第一，无法再被超越。陆离将第3次机会用在了普通上，也是再次刷新纪录。恭喜玩家青山离成功通关普通级魔狼副本，用时9分16秒。简单级副本突破10分钟。恭喜玩家青山离刷新纪录，成为魔狼副本普通级单人通关榜第1名。恭喜玩家青山离刷新纪录，成为魔狼副本普通级综合通关榜第1名。陆离现在已经4个榜单登顶，而且绝对不会有人能够超越了。第58章论坛消息，陆离的登顶任务也已经完成了，但是此时的李青雨大概已经睡了，自己就不去打扰了。于是陆离就继续去做最后一个任务，袭击伤人的猎狗。这个任务比较简单，就是击杀官道上的猎狗。杀完之后，陆离选择了一个26级野怪营地，开始刷野练级。一夜过去，陆离等级来到了25级 40%， 这就是陆离3天的成果了，说出来估计都没相信。3天时间达到25级，简直是奇迹。今天是5月31日，陆离在新的床上醒来。搬来这里的好处就是清静，这里没有以前道路上的嘈杂声，十分安静，环境也是十分清幽，树木丛生，附近还有一个小湖泊。时间已经来到夏季，这里倒是并没有太过炎热。陆离还能再清静1天，明天就要进入学校的特训了。之前也有特训班，但是网上并没有任何资料透露，所以陆离也不知道这特训班到底是要做什么。陆离洗漱后下楼，按照手机地图指引，终于是找到了吃饭的地方，简单吃了一下就回了小区。一上午时间就睡了过去。中午吃完饭，陆离再次查看游戏资料，现在终于是赶上了平均水平，也是看下玩家们都在做些什么。神域论坛，这是蓝星互联网专门用于神域的模块，在论坛上各种游戏资料、视频、奇闻异事可谓是应有尽有，甚至有人还在论坛上写小说。陆离在还未高中时就喜欢在上边看小说，他隐约记得那个小说的名字是《全民网游开局升级 SSS 级天赋》，那本小说当时可是亿万人同时追更，当时他可是一直在追更，而且还破费的送了好多礼物，甚至还送出过价值99元的大神认证。可惜在高中得了怪病后就没有兴趣再看小说了。陆离搜索了一下当初看的那本书，发现竟然还在连载。反正陆离现在也不缺钱了，于是直接就送了一个大神认证。随后陆离也是放下小说去研究资料了。还是游戏内的资料更重要，等自己高考之后再考虑小说的事。若是自己变得强大，就去找作者，天天看着他写，要是敢不更新，就直接动手，一个表里杀缭乱，教他做人。正当陆离在论坛遨游之时，一个新的帖子吸引了他的注意。帖子名为登顶4榜单，这青山离到底何许人也？这个帖子是早上5点钟时发出来的，发在了剑歌城板块。这论坛有地理位置功能，开设了诸多区域板块，也方便同一地区的玩家们进行交流。陆离一看这标题，这不就是自己吗？看来自己在魔狼副本的卓越表现被人彻底发现了呀。其实之前在登顶简单级副本的时候，就有人发帖子讨论它了。不过毕竟是最简单的简单级副本，所以讨论范围并不大，而且是只在剑歌城区域内引起了一定的讨论。现在范围已经扩大了，周边城池的人也注意到了，其他城池的玩家也跑了过来围观这个帖子。因为这次陆离再次登顶普通级的副本，这次的难度可是几何难度提升的。若是有人出大钱买了大量好的装备和各种 buff， 还真是有可能登顶简单级副本的。可是普通级就不一样了，就算是你能够有好装备、好技能和各种 buff 加持，想要登顶普通级副本可以说是不可能。因为这不仅需要好的装备技能，
更需要自己的实力，要不然早就能不断刷记录了。毕竟陆离身上的各种武器、职业、buff 都是不可复制的，所以这次的登顶就引起了更大范围的关注。更重要的是，青山离，谁啊？以前根本没听过呀。是的，陆离在之前根本一点名气都没有，根本没人认识他。毕竟陆离真的是凭空出现的。满打满算，陆离在神域世界也就待了3天时间，而且和玩家群体没有任何交流，所以这次陆离的凭空出现并一举登顶，才引起了如此激烈的讨论。陆离也是带着好奇心点了进去，他也想看看其他玩家们是怎么看待他的。帖子：登顶4榜单，这青山离到底何许人也？楼主发言：我今天去打魔狼副本的时候啊，突然福至心灵，瞥了一眼排行榜，你们猜怎么着？一共6个榜单，4个榜单第一都是他。这个青山离到底是谁？之前看见他登顶2个榜单，现在突然就4个了，明天不会直接6个全登顶吧？你们说呢？一楼啥都会，说个屁，花钱买的呗。现在都啥时候了？高考都快开始了，现在才登顶，真有这登顶实力，咋还没过25级啊？2楼阿斯的妈妈，别乱说啊，万一人家靠的就是自己的实力呢？3楼大撒旦汉克，我觉得吧，应该是走了狗屎运，拿到了什么道具，可以快速杀怪什么的。52楼都还担心吗？同意3楼，之前估计和咱们一样是个小废物，然后突然不知道做完了啥任务得到了啥奖励，专门可以在这个副本快速刷怪什么的。78楼史比克，他要是能再把剩下的困难级榜单也登顶了，那我才真的服他。250楼我是大笨蛋，这啥级啊？他肯定一时半会没法直接登顶，但是有个好的办法可以看出他的实力，那就是今天晚上的新生挑战赛，到时候他肯定参加，就看他表现咋样了。是骡子是马，拿出来溜溜。251楼傲娇的大海的女儿，250楼那个你名字起错了，我看你啊可真是个大聪明。252楼大金，同意250的说法，咱们晚上进神域看他表现。陆离看完也是无奈叹气，没想到这么多人不相信自己是靠的实力。好吧，确实没有，我靠的是天赋、职业、buff， 最重要的是作者大大的鼎力支持。但是我真的很厉害，那就晚上新生挑战赛上走着瞧。第59章番外1抽奖专场，下面是对赌赌的介绍。天赋赌神之心，品阶 SSS 级。介绍：本天赋包括抽奖、盲盒2个板块，宿主可通过使用神域内货币使用这2个功能。抽奖花费相应货币，转动轮盘，指针所指即为所得。盲盒花费相应货币，获得随机物品。一阶抽奖消耗1金币。红色盲盒消耗1金币。备注：抽奖已经免费过了，你还想要我免费？做梦去吧你！首先是他的第一次登场，免费首抽。一阶抽奖转盘内容包括16份，分别是再来一次、10金币、清风剑、狼牙棒、儿童玩具、1铜币、大力棒棒糖、不锈钢盆、平板电脑、缺臂键的键盘、塑料袋、被穿过的无属性鞋子、有破洞的袜子、男士卫生纸。技能起跳派蒙手办左圆括号15×5右圆括号。陆离使用免费赠送的机会，直接一发入魂抽到了清风剑。这件武器在前期给陆离带来了巨大的帮助，虽然很快就被更换了。值得一提的是，在清风剑被抽到以后，清风剑就不会再出现了，顶替它的是比较大的小刀。第二次登场，在做主线任务的路上，魔族阿兰任务。陆离之前在任务路上的时候，顺便使用了10金币用在这上面，5金币用于一阶抽奖，抽到的分别是儿童玩具、再来一次、平板电脑、塑料袋、1铜币、大力棒棒糖。5金币用于红色盲盒，获得的物品是1张废纸。技能火球术、铁剑、圆木桶、打火机。陆离最终只留下了大力棒棒糖，也就是之后给到李青雨的物品。再来一次不必说，儿童玩具、平板电脑、塑料袋、1张废纸、铁剑、圆木桶、打火机全部扔进了分解机。技能火球术在珍宝阁时和其他物品一起换了钱，可惜分解机并不提供技能分解。1铜币自动进入金额累积。而在陆离升到20级后，也是出了2阶抽奖和橙色盲盒。之后的陆离也不再去关注1阶抽奖和红色盲盒了。一来1阶抽奖中的物品都不太靠谱的样子，也没有对陆离有吸引力的物品，红色盲盒更是害人不浅。二来有了更高级的抽奖盲盒，自然是花钱在最新的上面。
陆离现在拥有的金额为1枚紫币475枚金币，截止新手挑战赛前，且不包括珍宝阁未售出物品。今天陆离准备豪气一次，100金币，50金币抽奖，50金币盲盒，开整。2阶抽奖转盘内容包括16份，分别是明元剑技能、踏光斩、白鼠丹、拉里晶石、消耗性技能、回血阵、Zcash 手机最新款 X21 可具现、雷本木、剑劈术、增速丹、朱古力棒棒糖、阿尔卑斯棒棒糖、真爱牌巧克力技能、化骨绵掌、闪一术技能、踏前斩技能、水波术。第一次转盘转动，转盘停止，指针所指为增速丹。增速丹效果增加2000点速度，持续30分钟。第二次雷本木。雷本木介绍被雷击中3次的树木所留下来的木头可用于锻造。第三次技能踏前斩。踏前斩品阶黄金级。技能效果当前方1米内有目标时，可突进至敌人身后并造成120%伤害，冷却时间1秒，无消耗。介绍我的快乐回来了，哈哈哈哈。条件仅近战职业可学习。第四次 Zcash 手机最新款 X21 可具现。Zcash 手机最新款 X21 可具现。介绍 Zcash 公司最新款手机采用了最先进的工艺制造而成，最棒的手感体验只为你打造。第五次拉里晶石。拉里晶石介绍稀有晶石可用于锻造，也可作为能量来源。陆离觉得自己的5次抽奖中规中矩，增速丹是辅助丹药，战斗时可以用，不过自己的速度已经够高了，倒是没那么需要。雷本木和拉里晶石都是锻造材料，放进背包吃灰。踏前斩倒是给了陆离一个大惊喜，这是里面对他最有用的了。直接学习，有了这个技能，想想都很快乐。至于 Zcash 手机最新款 X21 可具现，这就是个手机，不过它的可具现3个字倒是给陆离一个惊喜，这就意味着陆离可以将它带到现实。具现这个功能一般是需要经过官方渠道的，而且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现在神域和蓝星的联系十分紧密，也是已经能够将神域这物品带入现实了。带到现实最多的是装备和材料，装备就是玩家自己的装备为主，材料就是陆离最开始的食用的史莱姆饭团和天蚕炖土豆等食物的原材料，比如史莱姆、天蚕等。这些食物也在潜移默化中为学生们提高肉身指数。当然，更关键的是在获得神域的力量后，一般的蓝星食物已经无法满足人体所需的能量了。所以陆离这次是10金币换了一个现实中的手机。另外的5个盲盒的物品则是凤凰的羽毛、下水道老鼠的尸体、巧克力幸运币、1朵玫瑰花和1团用过的卫生纸。凤凰的羽毛介绍凤凰的羽毛可用于锻造，在某些情况具有特殊用处。下水道老鼠的尸体介绍字面意思，下水道老鼠的尸体已经发臭了，扔掉吧谢谢。巧克力幸运币效果幸运加1。介绍1枚圆圆的幸运币，使用巧克力制造，味道不错。1朵玫瑰花介绍可以给你的情侣。1团用过的卫生纸介绍某位男生使用后的卫生纸，最好扔掉。陆离心思十分复杂，这到底是幸运呢还是不幸呢？凤凰的羽毛明显是个好东西，留着以备后用。巧克力幸运币更是直接幸运值加1，陆离当场吃掉。现在他的幸运值已经来到了27，那为什么还会有这种盲盒出现啊？下水道老鼠的尸体，1朵玫瑰花，最过分的是1团用过的卫生纸，统统扔掉，都是垃圾。第60章新生挑战赛正式开始。新生挑战赛会在今天晚上开启。新生挑战赛的参赛者都是25级及以下的玩家，陆离现在刚好来到25级，完全是可以参赛的。而参赛后再升级也不会有限制了，所以有一部分玩家在得知消息都故意没有升级，就是为了参加这次的新生挑战赛。5月31日，5月的最后一天晚上6点钟，陆离躺在柔软的大床上，连接神域。刚一进入便感受到了周围的热烈气氛。现在还有一半的玩家是没有超过25级的，所以能够参加新生挑战赛的玩家也是有很多。陆离越过嘈杂的人群，来到了城主府。此时城主府大门已开，陆离来到后，守卫直接放行。陆离独自来到李青雨的小别院。今日的李青雨起得很早，毕竟还是要由他来开启新生挑战赛的。我是来交任务的。陆离开门见山，直接拿出了完成袭击伤人的猎狗任务的印记。李青雨收取印记后，也是直接给了陆离奖励。在5倍经验的加持下，陆离经验条直接猛涨到了 45%。今天可要好好表现啊！
李青雨谈口微张，轻柔地说着。陆离点点头说道：“我觉得夺冠问题不大。”李青雨扑哧一声笑着说道：“还真是一点不谦虚。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一起过去吗？”陆离知道他是说去新手挑战赛场地的事情，随即摇了摇头说道：“不了，你可是要去发言的。”李青雨点头说道：“那你要来看哦。”陆离思考片刻，答应了，随后直接离开了城主府。今天是不能练级了，因为要参加新生挑战赛，而且新生挑战赛的奖励，陆离还是很喜欢的。游戏内7点钟，剑歌城中央广场。此时中央广场已经是人山人海。本次新生挑战赛为本服务器内最后一次新生挑战赛，剑歌城参赛人数有近20万人。其实每个城池的参赛人数都差不多是这个数，这还是已经有大部分有自知之明的玩家自决弃赛的情况下。当然，参赛的里面很多人也就是凑个热闹，有个参与感，其实根本没那个实力。到最后，基本上就是25级玩家的比拼。比赛采取的是一副淘汰制，即只要输一场就会立即淘汰，直到角逐出冠军。也就是说，第一轮比赛完只剩下10万人，第二轮剩下5万人，第三轮剩下25000人。陆离自然是准备直接夺取冠军的，现在的玩家基本不会有他的对手，因为天才早就30多级了，哪还能在25级以下呀？此时的陆离运气比较好，挤进了广场，当然也是因为很多玩家并没有来观看的缘故。因为现在举行的也只是个仪式，不过城主大人亲自邀请观看，那自己还是要给个面子的。反正自己马上就要参加比赛了，也没什么其他的事情可以做。但是空间有限，那么很多玩家就懒得过来看开幕式了。而且他们毕竟本来就没打算取得一个好的名次，甚至已经做好了第一轮比赛就失败的准备，所以很多人参加比赛的过程是报名参赛、参加比赛、比赛失败、刷野怪，所以他们干脆守在野怪附近喽。中央广场上，主持官员已经讲完了一堆废话，那么有请城主大人开启第9届新生挑战赛。啪啪啪，啪啪啪，主持官员在台上说完，台下便是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陆离瞧见玩家们也是欢呼很热烈，看来这个美女城主还是很受欢迎的呀。也是，相比于奥菲克斯那种都快成老头的人，显然身材成熟、长相绝美的李青雨更受年轻人的欢迎啊。不过他们倒是不知道李青雨的灵魂比自己还要小几岁就是了。官员讲完话后，李青雨便走向前台开始发言，欢迎大家，也感谢各位来参加最后一届新生挑战赛。举办新生挑战赛的原因就是为了培养和鼓励。一堆废话之后，李青雨终于开始宣布比赛的开始。那么我宣布，第9届新生挑战赛剑阁城区域比赛正式开始。啪啪啪，啪啪啪，又是一番热烈的掌声。紧接着，李青雨走下讲台，交给主持官员。陆离不知道自己是否是看错了，他总感觉李青雨临下台前还给自己眨了下眼睛。随后，陆离也是收到了关于比赛的系统提示：玩家青山离，剑阁城参赛玩家，您的对手是回忆依旧持续。1分钟后，比赛开始，请做好准备。比赛是在开始后便进入一个异空间，类似于竞技场的战斗。陆离自然是不需要什么准备，毕竟这比赛和竞技场是差不多的。很快，周围的玩家开始一个个消失，陆离自己也来到了一片新的空间。新生挑战赛的所有比赛场地都是一个大的空地，整体呈圆形，半径100米，极限处是有屏障的，所以玩家们是不能跑出去的。两人都在最远处，相距200米。陆离扫了一眼对手的信息，就直接各种技能加速冲了过去。对手回忆依旧持续是个24级的玩家，一名男性冰元素法师。法师回忆依旧持续见到陆离如此之快的冲向自己，也是吓了一跳，当即释放法术冰锥术。只见法杖上面凝聚出一根冰矛，随后唰一下冲向了陆离。陆离一个漂移直接躲过，速度丝毫不减，继续冲向对手。清锐剑袭，负28000，一剑出，人灭，您已获胜，恭喜晋级。第61章鉴定师。第一轮比赛轻松获胜。之后陆离需要等待片刻，因为比赛需要所有人都结束后才会开启下一轮。若是陆离打完这一轮接着打下一轮，那遇到的大概率也是强者，因为获胜的速度和他一样快，这样就不公平了。不过此时自然是不能去刷野的，所以陆离便来到了鉴定师协会。鉴定师协会是专门提供副职业鉴定师的地点，陆离这次自然是来转职副职业鉴定师的。之前一直忙于练级，倒是一直没有进行鉴定师转职，现在终于有了时间，自然是要再进行转职的。更何况这个职业是能够给自己带来巨大利益的。不过
尚未进行转职就得到系统消息：玩家青山梨，剑歌城参赛玩家，您的对手是抹不去的记忆。1分钟后，比赛开始，请做好准备。进入比赛，对手依旧不强。陆离再次持剑向前，一剑结束。第2轮结束后，剑歌城的玩家就只剩下了5万人左右。出来后，陆离终于是办好了副职业鉴定师。鉴定师能够鉴定装备的隐藏信息，陆离能够提供这项服务，自然是因为自己的一个天赋——洞悉之心。这个天赋一直被自己用来查看野怪和玩家的信息，现在他有了新的用途，那就是帮别人鉴定装备，然后自己得到想要的东西。是的，在一般情况下，自然是金币交易，但是好的装备鉴定会使用物品进行交易。鉴定师协会还给陆离颁发了一个勋章来证明身份，有了这个勋章，陆离才能够真正的给别人鉴定装备。路上参加完第3轮比赛，陆离终于是来到了珍宝阁。存在这里的所有装备已经全部出售了，由于最近举办新生挑战赛，装备的出售速度更快了。这次装备一共换了135枚金币，收获颇丰。现在陆离已经一共有510枚金币了。这次陆离也挂上了自己新的服务，那就是鉴定装备。在出示了自己的鉴定师勋章后，服务面板上也是出现了自己的服务：鉴定游戏道具，价格面议，联系方式珍宝阁服务人员。这项服务的价格是需要面议的，因为不同的游戏道具价格是不一样的。比如装备，好的装备所需要的价格自然越高。但是陆离也是设置了门槛，道具等级至少是25级，低于25级的装备基本不会有隐藏信息，而且也没有需要鉴定的价值。陆离干脆直接就不鉴定了。随后，陆离边逛珍宝阁边参加比赛。8点钟，比赛已经进行了11轮，现在的人数已经来到了98人。随后便是真正的新生挑战赛了。前面的比赛不过是为了筛选出最终的这100人罢了，但是为了公平，自然还是要进行一个预赛的。好在比赛结束的很快，抱着试一试心态的玩家已经被全部淘汰了。接下来的比赛不再是在异空间进行了，而是在游戏世界的竞技场内，而且还会有观众进行观看。而且从现在开始，这98名玩家都会获得奖励，当然根据排名不同，奖励也不同就是了。接下来的比赛一共持续1天时间，分为上午、下午、晚上3个阶段。98人根据分组2对战，先决出前49名，其中用时最短的1人将直接晋级下一轮。随后决出25名，上午比赛便结束了。下午则是继续比赛，上轮比赛用时最长的玩家处于待定，其他24名决出前12名，并由待定玩家挑战前12名任意1名玩家，赢则取而代之，输则淘汰。最后12名玩家一一对决，决出前6名。在晚上6名玩家决出最后的冠军、亚军、季军，并代表剑歌城出战主城的比赛。剑歌城竞技场，虽然这次的新生挑战赛的参赛选手都是比较弱的玩家，但是这毕竟是最后一届了，所以前来观看的观众反而是不少。此时的最大的竞技场中央竞技场里已经坐满了观众。这个竞技场不同于平时的战力排行榜所使用的竞技场，而是在神域内的竞技场。中央竞技场呈现圆形，内部是一个大圆台，半径200米，加上观众席，半径是500米。陆离已经来到了备战房间，此时的房间内人满为患，差不多100个人都在这里。中央竞技场已经开始比赛前的热气氛环节了，而房间内则是在进行分组，由系统来进行分组。房间内有一个大屏幕，屏幕上便是比赛的分组情况了。陆离的这轮对手名叫时代虾，陆离已经利用天赋洞悉之心提前查看了他的属性。倒霉孩子，第1轮就遇上自己，实在是有些不幸。你好，帅哥，可以加个好友吗？这时候，旁边走来一个妹子，靠近陆离说道。陆离侧过身来，面前的妹子颇有姿色，10分的话，至少有个8分了。不过，陆离对女人并没有兴趣，而且对方多半是看上了自己的脸。毕竟自己的实力虽然不错，但25级能有多厉害呢？于是，陆离拒绝道：“不了。”死在回忆里，看到陆离如此果断的拒绝，内心稍显复杂。自己好不容易主动一次，却输得如此彻底。自己好歹也是经常有人追来加好友的，没想到自己主动反而遭到拒绝。虽然自己也是看上了他的脸，但是这么拒绝真的好吗？哼，别让我遇到你！见到陆离如此冷淡，死在回忆里也是直接甩头走了。很快预热完毕，比赛就开始了。陆离是第10个出场，现在就先观看一下其他人的比赛。第一场是一个刺客打一个法师，刺客利用自己的高机动性，直接一套技能秒杀了法师。在单挑比赛里，刺客优势很大，但是劣势也很大，就看自己的水平如何了。第二场比赛是2个法师之间的对决，
最终一番拉扯之后，冰元素法师获胜。第10场终于轮到陆离登场，对手时代虾也一同走出。欢迎我们的下一场的2位选手登场，他们分别是青山梨、时代虾。第62章轻松夺冠。两人上场之后，在主持的简单介绍之下，观众席炸了。什么？哪个是青山梨？就是那个吧，用剑的那个。哇哇哇，好帅啊！他就是青山梨啊，那个4登顶的，还真有点实力。没想到他实力强，长得还这么帅。呵呵，不过是买了好的装备罢了，看他到底能走多远。长得帅了不起啊，博关注的小丑罢了，看他能走多远。哼，要是夺不了冠军，那就是彻底的小丑。观众席议论纷纷，有褒有贬。陆离的出现是意料之中，毕竟陆离既然还在打魔狼副本，那绝对也会来参加新生挑战赛的。当他真正出现的时候，舆论也就开始了。很多人觉得肯定是使用了特殊手段，要么是顶级装备，要么是有特殊道具。也有不少人在陆离比赛前心就动摇了，毕竟陆离的颜值实在是太能打了。而在台上，陆离2人也是直接开战了。观众自然不会想看主持人一直讲废话的，所以他在赛前不会说太多。他被请来主要是进行比赛时候的讲解，毕竟他对于战斗的理解是很深的。可惜这场比赛应该是用不到他讲解了。好的，2位选手已经各自站好位置了，比赛现在开始。陆离站好位置，等主持人一说完比赛开始，就直接冲了出去。时代虾是一个25级的刀客，技能装备都不错，可惜是肯定打不过自己的。见到陆离直接持剑冲来，时代虾作为一个刀客，这肯定不能忍，于是对着冲了过去。这是一场剑客对战刀客的对局。我们可以看到，2名选手一上场就火药味很浓啊。青山梨选手出剑了，时代虾选手也出刀啊！时代虾直接死了。比赛结束，恭喜青山梨选手。好吧，朴实无华的一剑，硬实力差太多了。我现在可以直接说，青山梨选手绝对是夺冠热门。主持人还在说着，陆离已经收剑回到了备战房间。时代虾一副惊魂未定的模样，呆呆地走了回去。他能够来到100强，自然也是不弱的，结果被一剑秒掉了，这带来的打击还是很大的。观众席也是惊呼一片。这几场比赛下来，他们看到的都是势均力敌的场面，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碾压的一场比赛。比赛时间一共也就3秒钟，这个结果在意料之中。既然陆离有登顶榜单的实力，那么赢下这一开始的比赛自然是没问题的。只是这也太过碾压了，一剑人死结束，这就给观众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也让很多观众的看法变了。或许陆离是真的有实力，观众们不相信，实在是因为榜单已经太久没有变化了。突然出现了一个变数，也是让他们有些不太相信。观众中的一个女子惊呼说道：“是他！”一旁的朋友好奇问道：“原来你遇见过青山梨？”那个女子气呼呼地说道：“之前我和你说过的，就是那个我在做竞技场任务的时候打过的对手。当时我还求他，结果直接把我秒杀了，和刚才一模一样。”这个女子正是当时陆离碰到的想作弊对手，名叫青洞月。没想到她就是最近很火的4登顶的青山梨。观众席此时议论不断。不出意外，陆离直接晋级下轮了。陆离对此也很自信，打完之后便直接去找李青宇去了，在李青宇那里接了2个任务，便直接去城外做任务了。也不出所料，上午第1轮比赛结束，陆离直接晋级。陆离更加放心的进行刷野，而竞技场则是在进行第2轮的比赛。在中午之前，比赛就决出了前25名。与此同时，陆离已经做完了一个任务。下午，陆离再次出场，依旧是一剑秒杀。现在的挑战赛上，大部分都是输出职业，生命值相对就比较少，很少有玩家的生命值能够超越陆离。所以在 buff 的加持下，陆离能够对敌人造成 260% 的伤害。出生之主效果是初始伤害的 30%， 剑神职业被动提供双倍伤害，最终结算。再加上自己无视物理防御，渐渐真实伤害，就算是普通攻击都能造成27000点的伤害。现在25级的玩家很少有能超过27000点生命值的输出职业玩家，所以基本上被陆离碰到就是死。而众所周知，陆离的速度高达6500点，所以现在可以说无人能够抗衡陆离，简直就是彪形大汉欺负3岁小孩。依靠2剑，陆离也是顺利进入前6名。随后陆离便继续去城外做另一个任务。晚上比赛之前，陆离将2个任务一起交了，也是得到了大量的经验。再加上自己的不停刷野，陆离的经验值已经来到了25级 62%。晚上的比赛是6人轮流对决，
也就是每人都要打5局，和每个对手都打1次。于是乎，陆离一剑一个，拿满5分，顺利获得冠军。第2名是一名法师，只输陆离1局，实力还是很不错的。第3名则是一名刺客，输2局，拿3分。3个人也最后颁奖，陆离获得的是一枚幸运币，这是每个城池的第1都会获得的统一物品，增加1点幸运。而第2、第3就没这么好了，能够加幸运值的道具可是很少见的。颁奖完成，陆离直接前往魔狼广场。接下来，陆离就要挑战魔狼副本了，并且陆离打算把副本的3次机会都用在困难级上。进入副本，请稍后。魔狼副本困难级已开启，请进入。玩家青山离，魔狼副本困难级挑战开始。第63章难以接受的徐一凡。就在陆离挑战困难级魔狼副本的时候，外界的舆论已经彻底爆炸了。青山离，一个突然出现的顶级高手，一剑一个对手轻松夺冠。而且这个消息不仅是在剑歌城范围内传播，而是在周边地区，甚至是整个东海省。论坛上，陆离获得新手挑战赛剑歌城区域冠军的帖子，甚至上了整个华夏区论坛热搜的第9位。而在龙泉市附近的几个市，这个消息彻底引爆。剑歌城主要玩家为现实中云峰市玩家，加上附近的龙泉市和三轮市的部分玩家，所以这个消息也是在这3个城市最为火爆，甚至引起了诸多高等级玩家的注意。比如徐一凡，龙泉市市中心一套别墅内，徐一凡刚刚从游戏内退出，今天他和自己的小队一同攻略了一个野外超级 BOSS。 今天一整天，他们小队都是耗在了这个 BOSS 身上，最终也是成功讨伐。这次的讨伐也是收获颇丰，不仅得到了大量的经验值，还得到了好几件强力的装备。徐一凡从神域世界出来后，哼着歌去洗了个澡，随后便穿着浴巾躺在了舒适的大床上，身边还躺着一个女子。不过并不是他在学校的女朋友，而是另一个颇有姿色的女人。凡哥哥，今天你好厉害哦！女子衣不蔽体，伸手挽住徐一凡的胳膊，贴身靠了过去。她正是徐一凡小队中的一员，是个牧师，俗称的奶妈角色，负责提供全队的治疗的增益 buff。 哼，小云啊，你也不看看我是谁，打个 boss 而已，轻轻松松啊。徐一凡听着王云的夸奖，又享受着王云的迎合，此时也是十分舒适，不自觉就开始装了。得益于 S 级天赋法力喷泉的加持，徐一凡成为了一名强大的火元素法师。在队伍中，他就是承担着主力输出的角色，这也是他骄傲的资本。随后两人也是闲聊了起来，开始酝酿合适的气氛。徐一凡此时也是一边聊一边拿出了手机查看今天的消息，随后又开始逛起了论坛。随后他也是注意到了最火爆的新闻，青山离何许人也，竟能如此轻松夺冠。徐一凡眉头一皱，什么青山离？徐一凡倒是知道这2天关于新生挑战赛体的消息，但是他已经30多级，这种事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值得关注的点。不过这个离字牵扯到了他的神经，陆离当时在课间的奇异的举动和后续的请假都让他心生不安，现在突然出现这样的标题和名字，让他很难不多想。王云此时看到徐一凡神情专注地盯着手机，都没有理他，顿时不悦。于是他便靠近徐一凡的身体，娇滴滴地说道：凡哥哥，不要看手机了嘛，看看我好不好？我忍不住了啦。谁知徐一凡大喊一声：操！操！怎么可能？徐一凡一把推开爬上自己身体的王云，然后突然坐了起来。王云被突然的大力甩动，直接就滚到了地上，一副震惊和难以置信的目光盯着徐一凡，随后穿上衣服直接离开了。砰！一声巨大的关门声传出，而徐一凡对此置若罔闻，他的目光则是紧紧地盯着手机上的信息。玩家青山离横空出世，一出现便是接连登顶剑歌城魔狼副本得简单级和普通级一共4个榜单。而在今天，青山离更是直接轻松拿下新生挑战赛的冠军，而且注意，是轻松，很轻松，毫无难度，一剑一个对手，其他人毫无还手之力。我预言，他将会是这一届的总冠军。我们一起来欣赏和回顾一下青山离选手的登顶瞬间和颁奖仪式吧。青山离持剑冲刺点 JPG， 青山离接受冠军奖励点 JPG， 青山离正面照点 JPG， 青山离侧面帅照点 JPG。 是陆离？怎么可能？徐一凡面目狰狞，反复观看照片后，他确定虽然有着细微的差距，但是那就是陆离，同班的陆离，而且还是颜值巅峰时期的陆离。徐一凡突然想到，自己的女朋友是否也已经看到了这个全新的陆离，他会是何种感想？徐一凡面貌虽然不差，
但是比起陆离还是差远了的。幸亏自己的实力强大，这才能够得到自己喜欢的女生。若是陆离重新获得了力量，那他是否又会像之前一样去爱慕去追求陆离？自己唯一比陆离强的就是实力，若是陆离重新获得了这般实力，自己还能比得上吗？而且万一失去了女朋友，自己也会失去很多利益，因为女朋友并不逊色于他多少。穆小月中考检测，肉身指数 0.81， 精神指数 0.87， 天赋是 S 级天赋不灭之翼，龙泉市排名第6名，东海省第32名，在班级里是排名第2，仅次于徐一凡的存在，现在也是徐一凡小队的一员。他和王若云一样，是个牧师，而且是队伍里的1号牧师，比起王若云，他的辅助能力更为强大。不过穆小月自身家族背景不弱于徐一凡，更多的是两个家族有意撮合以及徐一凡的不懈追求，他们两个才走到了一起。所以他和徐一凡更像是表面的情侣，因为他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最多也就是牵个手。穆小月说过，等进入大学再认真考虑谈恋爱的事情，现在更多的是作为队友存在。所以徐一凡才忍受不住寂寞，在背地里和王若云搞到了一起。可是徐一凡很需要穆小月的帮助，不论是他的天赋和实力，还是家族背景，亦或是漂亮的脸蛋儿，都让徐一凡沉迷和喜爱。现在你告诉我，陆离回来了，无论是颜值还是实力都回来了，更何况以前的穆小月可是十分喜欢陆离的，这让徐一凡可如何接受？第64章挑战困难级副本。此时的徐一凡焦躁不安，虽然陆离是参加所谓的新生挑战赛，也就是说实力也就是在25级，根本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威胁，可是他可是知道，就在10几天前，陆离可还是无法进入神域世界的呀。徐一凡顿时想起了那个课间，定然是陆离获得了可以进入神域世界的方法，或者说陆离几年的病症结束了。但是这还是太快了，这是什么升级速度？难道说陆离早就可以进入神域世界了？但是他为什么要隐瞒呢？而且之前的那副鬼样子可不像是作假啊。但是哪有人拥有这么恐怖的升级速度啊？而且看消息，陆离还是碾压夺冠，也就是说实力已经十分强大了，甚至有种同等级无敌的感觉。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徐一凡感觉自己要疯了，高考之前怎么就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变数？不对，那肯定不是陆离，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得清。没错，那个废物不可能进入神域世界，那不是陆离，女朋友也还是自己的。徐一凡只能不断的进行自我安慰，可是都有一个离字，这叫我怎么相信他不是陆离啊？徐一凡紧皱眉头，不断喘着粗气，他根本无法说服自己。对了，明天就要开始特训了，陆离也是 S 级天赋，如果他真的是陆离，那他肯定也会出现，我只要看他明天会不会出现就可以了。徐一凡眼睛一亮，随后便开始幻想明天陆离没有出现，而穆小月重新回到自己怀抱的场景了。穆小月此时也已经看到了消息，她轻咬嘴唇，嘴中喃喃道：“真的是你吗？”陆离。此时的陆离正在魔狼副本中。这时候陆离已经来到了第3关，简单级难度一共有3个关卡，而普通级难度则是在3个关卡中各自插入1个关卡，共5个关卡。现在陆离挑战的困难级难度则是在普通级的基础上再进行各自插入，一共有9个关卡。清风之刃，一道青色的巨大锋刃狠狠刮过，直接收割面前狼人的生命。接着陆离来到了第4关，关卡的野怪数量越来越多，但是陆离的通关速度倒是没有多慢。现在的陆离有了多个群攻技能，所以此时的范围伤害完全不逊色于法师，而且一个人还不用去照顾其他队友，所以此时的击杀速度比起其他组队玩家还要快。不仅是群攻技能的增加，陆离还得到了踏前斩这个神技，这让他能够迅速的补充伤害，在普通攻击或者其他技能的同时，还能利用这个技能打出超高伤害。可以说陆离的输出完全是拉满的。第5关、第6关、第9关，时间流逝，陆离终于来到了最后的关卡。好，魔狼阿克斯此时已经是究极形态。魔狼阿克斯，等级28级，种族魔族，品阶黄金级，生命值30万，法力值13000，物理攻击12000，法术攻击8500，物理防御5000，法术防御5000，精神3000，速度7000，技能饿狼撕咬、魔影之爪、魔气侵袭、狼王的召唤，其他不变。困难级的魔狼阿克斯生命值高达30万，这也是玩家们耗费时间最久也是最难通过的关卡。
现在的25级的玩家们攻击力普遍在5000多或者6000多，装备再好一点也才能到7000多，所以每次的伤害最多也就是2000多点。想要彻底打空30万点的生命值，需要100多次攻击，而且这还是在没有考虑周围小怪的干扰的情况下。更何况魔狼阿克斯自己还能不断的回血，这也是超级 BOSS 的自身优势，具有强大的回复能力。这时候随着等级的不断提高，无视防御的特点越发强大起来。你们一次2000点伤害，我直接3万，这就是差距。所以陆离面对魔狼阿克斯并不是那么怕，对陆离来说反而是帮助陆离拉开通关时间的关键。陆离进入后丝毫不墨迹，持剑直接冲了过去。虽然魔狼阿克斯的攻击力很高，2次就可以直接杀掉陆离，但是陆离并没有很慌，因为自己有吸血，而自己的伤害又很高，所以自己的回血也很猛，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刷青川靴技能踏马平川，增加1000点速度；寻袭的踏风裤技能踏风袭，增加2000点速度，且下次攻击额外造成1000点伤害，速度陡增到近1万点。陆离如同一阵风一般来到了魔狼阿克斯的面前，踏前斩，负34500，一个高额伤害顿时出现。陆离可是佩戴了魔狼梦魇、魔狼恐惧的，所以他能够额外对魔狼副本中的野怪造成 30% 伤害，再加上踏前斩的额外伤害和剑神的双倍伤害，直接是造成了近35000点的伤害。哦，魔狼阿克斯也是对佩戴了2个勋章的陆离有所感应，再加上陆离对他造成的如此之高的伤害，此时的他也是不停大吼。慢了一步的魔狼阿克斯顿时开始进行反击。嗷吼！顿时一股股黑色烟雾在魔狼阿克斯的体内冒出来，并向着陆离蔓延而去。魔气侵袭，接着冲着陆离直接来了一爪子，魔影之爪，负7000，随后又是一口撕咬，饿狼撕咬，负8000。陆离就在魔狼阿克斯的面前，此时也不想进行躲避了，就硬拼，靠吸血回，这是最省时间的方式。负35000加10500，魔狼阿克斯的2击能够对陆离造成15000点伤害，但是陆离一下就直接恢复了1万点生命值。是踏前斩35000，横切表里杀缭乱，清锐剑袭。第65章登顶6个榜单。陆离直接是把之前故意留的所有技能全部交了出去，反正自己又不会耗蓝。刷刷刷，魔狼阿克斯的生命值狂降，已经降至半血以下。屠灭之刃效果已经触发，额外造成 20% 的伤害。陆离的伤害再增一减，有剑神职业提供的双倍伤害在，增加 20%就是增加 40%， 随后就是更高的伤害。踏前斩，负42000，负42000。几秒过去，不到1分钟，陆离便直接击杀了最终 BOSS 魔狼阿克斯，随后迅速清理周围的小怪。2分钟过去，彻底清空最后关卡。随后悦耳的系统提示音响起，恭喜玩家青山离成功通关困难级魔狼副本，用时13分14秒。恭喜玩家青山离成为魔狼副本困难级单人通关榜第1名。恭喜玩家青山离成为魔狼副本困难级综合通关榜第1名。恭喜玩家青山离成为魔狼副本所有榜单第1名。触发隐藏奖励，恭喜您1分钟后将自动进入圣域，获取您的通关奖励。将所有野怪的掉落物品全部捡起，接着吞噬掉重要 BOSS 的尸体，获得了不少的属性点。1分钟后，陆离来到圣域，厉害，速度好快。只见精灵诺维亚迈着步子走了过来，轻柔的声音带着夸赞。陆离也是没有谦虚，毕竟自己这次确实是很厉害，单单最后一个关卡就能领先其他人好多分钟了。只见诺维亚这次是抱了一个黄金铸造的宝箱，他走近后笑着说道：“这是你的最终奖励，而且是触发了登顶6个榜单的隐藏终极大奖哦。”陆离顺手接过来，箱子不轻不重，倒是无法感知里面究竟是什么物品。那我先走了，你自己慢慢看。诺维亚笑着说道。陆离也是对他回应道：“谢谢你，拜拜。”诺维亚轻轻摆了摆手，随后背过身去，翅膀扇动就消失了。陆离顿时将全部目光集中到了宝箱上面，这可是登顶6个榜单才能获得的终极奖励啊，绝对都是好东西。恭喜获得勋章魔狼之君，装备魔狼军袍，技能书龙卷燕浪，武器烟雨剑，卷轴清月白斩，声望1000点，金币200枚。魔狼之君，类型勋章，效果幸运加2，在魔狼副本对所有野怪增加 30% 的伤害，
对狼类生物增加 5% 额外伤害。介绍：你是魔狼副本所有级别中表现最优异的玩家，所以魔狼阿克斯奉你为君王。注：当你不再是魔狼副本任意榜单第1名时，本勋章将被收回。直接佩戴。果然，这勋章是越来越好啊！幸运值+2，自己的幸运值已经来到了30点。装备：魔狼军袍，品阶：黄金级，属性：物理防御加2000点，法术防御加3000点。特殊属性：技能魔狼之怒，当承受1万点伤害之后，可对主要输出目标反弹2000点伤害，10秒内仅触发一次。耐久度100。装备要求25级，这是下身防装，既然是黄金级，那就直接换了吧。虽然寻袭的踏风裤也很不错，但是属性中就是差了太多。龙卷焰浪，品阶黄金级，技能效果：对前方划出一道龙形火焰之浪，宽3米，长5米，对所有目标造成 150% 伤害。冷却时间3小时。介绍：狂龙斜焰而来，造就巨浪之势。条件：仅近战职业可学习。又是一个群攻技能，伤害还很高，直接学习。烟雨剑，品阶黄金级，属性：物理攻击加3000点。特殊属性：技能迷蒙烟雨，在周围制造一道雨幕，半径5米，在此范围内自己攻击速度增加 50%， 敌方减速 30%。耐久度100。装备要求25级，一个很好的黄金级剑武器，但是自己已经有轩辕剑，就不打算换了，但是绝对可以卖出一个很高的价钱。清月白斩，类型：一次性卷轴，品阶黄金级，效果：在自身周围制造一个剑阵，对方圆100米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1万点伤害，类似于之前获得的玄冰阵，但是伤害更高。先收入背包，而且声望又增加了1000点，自己的声望已经来到了4600点。金币增加200枚，现在一共有710枚金币，这次收获很大。最好的是增加幸运的勋章，再就是群伤技能龙卷焰浪，自己的实力又增一截。退出副本后，陆离又再次将简单级和普通级的副本记录再刷了一次。简单级2分18秒，普通级3分28秒，这个记录绝对不可能有人超越了。等明天再把困难级的记录刷3遍，这个副本以后就不用再来了。接着陆离便离开了魔狼广场，找地方刷野了。在高考之前，陆离要做的就是用所有时间去刷野升级。虽然陆离的实力很强，比如在新生挑战赛上就是完全碾压，但是那只是面对同等级的对手，30多级的玩家根本不怕陆离。一夜过去，陆离等级提升到25级 77%。早上6点，陆离从神域中退出。今天是6月1号，学校的特训班就是在今日开启，所以陆离在吃完早饭之后也是收拾东西前往了学校。班主任薄新文说过，在特训结束之前是不会再回到自己家中的，这次是集中特训。半小时后，约莫7点钟，陆离来到了学校操场，这是之前说过的集合地点。这里已经有了不少人在闲聊了。龙泉一中一共有 S 级天赋学生4名， A 级天赋学生10名，此时已经基本到齐了。就在陆离到来的同时，操场上顿时传出了惊讶的声音：陆离！我去，真的是陆离，那个青山离，陆离，还真是你，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第1卷王者归来结束。第66章暴怒的徐一凡。第2卷全球高考。陆离刚一抵达操场，全场皆是惊呼声。有的已经看到了昨日的消息，猜到了陆离，只是还不好真的确认，毕竟这实在是太难以置信了。但是现在看着那张无与伦比的脸庞和那完美的身材，他们信了，昨日的青山离就是当年的那个全场焦点，那个天之骄子陆离。那些还未得知新生挑战赛的同学，此时的震惊之意更甚。他们是一点都不知道消息，此时看到陆离，又仿佛回到了那个中考。不过他们是复杂的表情，他们震惊于陆离突然的出现以及样貌身材的变化，也很惋惜陆离的遭遇。毕竟在他们眼里，陆离终究是慢了，他们觉得陆离在高考前是不可能追得上他们的脚步了。这时候迎面跑来一个女生，正是穆小月。陆离，真的是你，你终于又回来了。穆小月急着跑过来，真到了陆离的面前，反而有些不好开口。按理说穆小月和陆离基本没有接触，也不会对陆离有多深的感情，更何况陆离中考即巅峰，随后一落千丈，身为大小姐的穆小月更不该对陆离有什么想法。可是就是很奇怪，中考的时候那个意气风发的陆离就是深深地刻进了自己的脑海里。仅仅1天时间，穆小月就好像喜欢上了陆离。
或许是中考测试是他们第一次最近距离接触神域世界，所以那天才会如此深刻。亦或许是陆离的自身魅力，无论是天赋还是颜值，亦或是气质。不过穆小月终究是个理性的女生，她自己更是明白，在陆离不断变弱的那一刻，他们就不可能了。若是陆离自身依旧可以治疗好，或者是变弱只是暂时的，那他还可以再等等。但是陆离持续1个月在变弱，而且牧师没有任何办法之后，穆小月就把心中的喜欢彻底隐藏起来了。无论是自己还是家族，都不会让自己和一个废物在一起的。他自己是 S 级天赋，将来会是顶尖的牧师，自己需要一个能够顶在自己前面保护自己，或者提供强大火力的队友，或许也可以是男朋友。但是陆离显然是不可能了，更何况就算自己强行想和陆离在一起，家族也不会同意自己和一个拖累在一起的。现实就是如此，所以在他能够进入神域后，穆小月的目光就不再过多注意陆离了。不过看到陆离浑浑噩噩的来到学校，内心还是忍不住有些惋惜。他知道自己的内心对陆离还是留有一丝情愫的，但是自己是不可能主动向陆离打招呼了，因为自己在之后就是徐一凡名义上的女朋友了。虽然自己并不喜欢徐一凡，但是徐一凡自身实力和天赋确实是顶级的，自己确实需要这样一个队友，而且自己的家族也是有意撮合。直到昨天晚上，穆小月看到了青山离夺冠的消息，看到那些照片，穆小月的最心底的情愫又悄悄发芽了。甚至穆小月昨天还差点激动的没睡好觉，好在自身实力强大，睡眠没那么重要了。今天穆小月也是早早的就赶来了学校，就是为了确认那个青山里是不是陆离。两个人实在是太像了，或者说是和3年前的陆离太像了。于是在真正见到陆离的那一刻，他就忍不住跑了上来。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如此主动，但是自己的身体就是无法控制的跑了过来。陆离听到他和自己打招呼，也是有些惊讶。3年前的陆离倒是也隐约感受到了穆小月的那丝情愫。若是陆离没有遭遇实力退步这种事，还真的有可能和穆小月谈恋爱。毕竟穆小月算是龙泉一中最优秀的女生了。不过自己那时候实力不断下降，所以自己的精力全部都是在自己的身体状况上，根本无心关注这种事情。而现在更是对爱情这种事情没了任何的想法。所以在穆小月如此快速的跑过来的时候，陆离是比较震惊的。他没想到竟然是他跑了过来，他原以为会是徐一凡过来冷嘲热讽呢，所以他一时拿不准这穆小月到底是何心思。做朋友可以，平时少交流就好，普通朋友的概念你懂吧？做男女朋友不可能，没得商量。不过穆小月语气很友善，而且算是欢迎自己，所以自己倒是也不能太过冷淡，至少要给个回应。是我侥幸摆脱了之前的怪事，算是回来了，谢谢。刚才全操场的惊讶呼声全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全场的寂静。乌鸦飞过，刺耳的声音突兀的响起，嘎嘎嘎。陆离还有些纳闷，怎么突然就这么寂静了？侧眼看了一下穆小月的身后迈着沉重的脚步走来的一名男子，还有周围学生震惊的眼神。陆离恍然大悟，平时的穆小月是很高冷的，基本不太会和同学说话，更何况是男生。而且穆小月自己是有男朋友的，她这样急切的跑过来，让她男朋友该如何想？这简直就是啪啪打脸啊！甚至于这简直就是大庭广众之下给男朋友买了一顶绿帽子送给他，还说了一句好看吗？我和我的暗恋对象一起给你买的。穆小月此时也是反应过来，自己这次好像做错事了，自己这也太不冷静了。往日的高冷呢？我在做什么啊？穆小月的脸突然刷一下变得通红，然后慢慢的转身看向黑着脸迈着重重的步子走来的徐一凡。这想到之后会有什么后果的穆小月赶紧挡在陆离的前面，然后快速开口说道：徐一凡，你听我解释，我就是简单的欢迎一下同学。你还未说完，回应他的便是带着强烈愤怒的2个字：滚开。第67章直接给你一拳灌地你。穆小月也是被他的怒吼吓了一跳，怔怔的站在原地没再开口。平日里徐一凡一直对自己十分客气和友好，穆小月心知这里面有家族的缘故，当然他也确实能够感受到徐一凡的爱意。自己颜值出众，天赋也是 S 级，他喜欢自己并不出人意料。所以穆小月在成为徐一凡名义上的女朋友的时候，自己也是在享受着徐一凡的特殊对待。徐一凡是知道自己喜欢过陆离的，穆小月清楚这一点，从徐一凡经常找陆离茬就可以看出来了。尽管如此，徐一凡仍旧奉承自己，甚至说是舔狗也不为过，只是没有其他舔狗那么夸张。但是在2人的关系中，穆小月一直是上位，徐一凡则是各种谦让和奉承。所以
穆小月还从未见过如此对待自己的徐一凡。穆小月在吓一跳的同时，也是有些自责，这件事终究是自己做错了。穆小月能够理解徐一凡的愤怒，但是自己确实是一时冲动，所以此时的穆小月也是心如乱麻，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边是自己的名义上的男朋友，是自己一定要帮的人，可另一边是自己的第一个暗恋对象，一直到现在都未曾忘记的男人。这祸是自己闯的，自己不作为也说不过去，可是自己又能怎么做呢？帮谁都不对，现在只能尽量不让他们打起来了。可是自己是个牧师，毫无战斗力啊！就在穆小月愣在原地不知做什么的时候，徐一凡已经走了过来。啪！徐一凡一把推开挡在陆离面前的穆小月。穆小月还没想清楚，但是徐一凡已经想清楚了。既然这个女人根本不爱自己，3年时间依旧忘不了陆离，而且当着自己的面去找陆离，而且还是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自己的脸该往哪放？那么自己也没必要继续舔着他了。既然他不给自己面子，那自己还要给他什么面子？于是一把推开穆小月的徐一凡来到了陆离的面前。陆离此时心里也是叹息，没想到自己颓废3年，竟然还有桃花债。不过徐一凡对自己欺压3年，即使是没有穆小月的这个举动，自己也是要和他有一战的。只是有了穆小月的这个举动，徐一凡更像是个小丑了，这倒是让陆离有些忍俊不禁。徐一凡看到陆离翘起的嘴角，顿时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嘲讽。妈 X 个某某！徐一凡顿时恼火万分，开始说起了脏话。砰！陆离顿时就直接一拳打了过去。还骂脏话？惯的你还当这是以前呢？徐一凡被突然的一拳打得懵了一下，身体不断倒退，双手捂着通红的鼻子。好在身体素质已经变得很强，倒是没有出现什么伤残。操！操！徐一凡面目狰狞，不停地说着脏话，接着迅速地跑了回来，做事就要和陆离打起来。砰！住手！只见百兴文走了过来，一手抓住了徐一凡的手臂，拦住了他的攻击。百兴文，你敢拦我？徐一凡自己被打了一拳，此时正吃亏，肯定不想善罢甘休的。自己今天早上吃尽了苦头，不仅女朋友当着自己面屁颠屁颠去找自己最恨的人，还被陆离率先打了一拳，而自己什么都没做，没有占到一点便宜，这仇自己必须得报。我当然不敢拦你，但是你看后面。百兴文轻笑了出来，对着徐一凡说道。百兴文在刚才就到了，是能够阻拦陆离的出手的，但是他偏偏是在陆离打了出去之后才出面阻止，就是为了让陆离好好的出一口气。而且这时候校领导刚刚过来，自己也不用担责什么。徐一凡听到百兴文的话，转身一看，正是校长雷阳宇他们。可恶！徐一凡嘴巴咧开，开始剧烈的大喘气，胸膛不停的起伏，可见到底是多么的愤怒。自己想要找回场子，可是自己虽然不怕百兴文，但是自己不能不在乎校长雷阳宇啊。但是就这么算了。徐一凡咬牙切齿，但是最后还是重重的吐了一口气，只能放弃了。雷阳宇此时也是走了过来。一凡，做什么呢？徐一凡是龙泉一中的牌面，雷阳宇和他倒是熟悉一些，但是徐一凡也不能在他面前和同学互殴啊。我来欢迎一下同学。欢迎2个字，那可是咬着牙齿喊出来的。雷阳宇对于陆离和徐一凡的事情并不是很清楚，不过他也看得出来，陆离和徐一凡2人相处的并不好，现在好像是发生了什么矛盾的样子。不过这个时候自然是不能发生什么意外的，所以雷阳宇点了点头后，对陆离也点点了头。陆离招呼一声后，便和其他学生站在了一起。此时的穆小月已经回到了原先的位置，只是他就静静地站着，没再发言。徐一凡此时则是离陆离远远的，神色依旧十分难看。其他学生此时都是一副震惊的神色，他们可是围观了一出好戏啊！这以后徐一凡的脸怕是直接没了呀！而且徐一凡和穆小月大概率会分手的吧？同时他们也是震惊于穆小月之前的举动，所有人都是没想到率先欢迎陆离的竟然是穆小月。所有同学已经到齐，校长雷阳宇站在了所有同学的前面，在他的身后是副校长、教导主任以及3个班的班主任。学校的 S 级和 A 级的学生便是集中在了这3个班内。雷阳宇轻咳一声，示意大家安静。同学们好，你们都是咱们学校最优秀的学生，具有着卓越的天赋。马上我们就开始这次的特训了。首先要和你们说的是，这次的特训是咱们整个市的特训，时间呢为期1周。相信呢你们也做好了准备。那咱们之后呢就是要前往咱们市的集合地点了。大家跟着各自的班主任，咱们坐车过去。上车，出发。第68章特训班集合。在校长说完话之后，陆离便带着行李立刻朝着百兴文靠了过去。
这次百星文的出现也是让自己刚好赚了个便宜，直接打了徐一凡一拳，而且还让他没能还手。陆离是真心觉得这班主任人是真行，有事真帮自己。百星文对着靠过来的陆离笑着点了点头，然后示意其他学生也靠过来。陆离所在的高33班一共有3个 S 级，2个 A 级，一共5人参加特训。这3班也是最强的一个班。至于原因，倒是和陆离有关。当时中考完，陆离等人便被学校领导喊了过去，讨论的就是他们这些 S 级和 A 级学生的分班问题。学校开设了1班、2班、3班这3个班为重点班，然后学生们可以自己选择想要去的班级。其次也是考虑到有的学生互相熟悉，想到分到同一班这一点，于是就有了这一幕。陆离当时是龙泉一中的第一啊，所以就他最先选了，然后陆离选择的就是3班。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比较随意的选择了一个。当时的他毕竟还没意识到自己的怪病，觉得自己选择哪一个班级都一样，毕竟神域世界才是最重要的。现在看来，当时的选择还是十分明智的，遇上了一个这么好的班主任。而其他的几个人就比较戏剧性了。当时的徐一凡按照顺序本该是接着选的，不过他当时就被家族通知尽量和穆小月在一个班级，所以徐一凡表示自己再看看，让其他人先选。然后没错，穆小月十分开心的选择了和陆离一样的3班，于是徐一凡也被迫来到了3班。毕竟若是能够和穆小月在同一个班级，交流也会更多。但是当时的他知道穆小月喜欢的是陆离，觉得自己希望不大，但是碍于家族的撮合，他只能这样选择。后来他倒是喜欢上了这个选择，因为陆离实力不断倒退，自己有了欺压陆离的资本，同时也算是和穆小月在一起了。不提家族的有意撮合，自己也是很喜欢这个女生的，可惜他的心一直没在自己这里。本以为等考上大学就能彻底在一起了，没想到在高考前，陆离竟然翻身了。徐一凡不情不愿地跟在了3班队伍的最后面，他和百星文算是彻底闹掰了。不过已经临近高考，也不至于再换个班级了。穆小月则是跟在了陆离的后面，不时看一眼陆离。陆离终于回到了以前的颜值，而且实力似乎也是突飞猛进。以他在新生挑战赛的碾压姿态来看，自己若是能和他在一起，即使他现在的实力还不够强，但是以后说不定还是能追上来的。是的，穆小月在被徐一凡推开以后，也是彻底的决定和他分手了。虽然是自己的错，让徐一凡丢了面子，可是自己本来就不喜欢他。既然如此，那就彻底别考虑这件事了。而且穆小月也是知道徐一凡背地里和其他女人搞在一起的，他只是没有明说而已。那个叫做王若云的牧师其实一直也在给自己传递消息，他们2个天天眉来眼去，真当自己看不到呢。然后穆小月花了点钱，就让王若云彻底倒向了自己。王若云呢，则是从中得利。现在穆小月有了这个证据，即使损害了家族的利益，自己提分手也是有正当理由的。穆小月本就打算以后再提出分手，这次自己的冲动行为就算是提前了吧。总的来说，自己也算是彻底摆脱了徐一凡这个花花公子。一行人各自想着事情，坐上了飞行列车。这飞行列车是利用最新科技研发的一种飞行车，速度很快，而且不会堵车，适用于短距离的快速飞行。但是飞行列车数量较少，一般是官方使用。列车大概是2个公交车大小，内部装潢豪华，每个人都有很大的乘坐范围。陆离把行李放在一旁，自己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全部上车后，飞行列车便启动了。5分钟后，陆离等人来到了一处特殊地点。陆离对这里并不熟悉，以前根本没有来过。看其他同学的表情，似乎都是对这里比较陌生。这里有2座大楼，周围是一片森林，具体多大并不知道。众人跟随校长雷阳宇来到了左边的一个大楼，大楼下面已经有人在等待了。只见雷阳宇和对方打了个招呼，接着陆离等人就被那人带着进了大楼。同学们，大家好，我叫赵学文，比你们大点，叫我赵哥就行，我算是你们在这里的负责人员。咱们呢，先去找各自的房间，把行李什么的一放，半小时后咱们在楼下集合。现在我就带你们到自己的房间。陆离等人一边听着赵学文的讲话，一边也是上了楼。很快陆离便来到了自己的房间。房间十分干净，而且极为宽敞，宛如度假酒店一般，只是外面变成了一片森林。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让里面都是暖洋洋的。陆离把行李一放，就开始躺在床上休息。自己昨天又是一直在神域世界中，也没休息，就来到了学校，又来到这里。一会儿还不知道要做什么呢，还是休息一下，保持好状态比较好。而其他人此时就不是陆离这般了，他们大多昨天半夜12点后便休息了，在早上又吃了个大瓜，看了一出戏，此时正精神亢奋呢。于是几人凑一起，便不断的讨论陆离3人的事情。此时的另一个话题主角徐一凡神色依旧难看，坐在床边不知在想些什么。
半小时后，众人来到楼下进行集合，特训要正式开始了。不知道到底这特训究竟有哪些内容？楼下一共3个学校的所有 S 级和 A 级的学生都聚在了一起。龙泉一中一共有14名学生，是3个学校中最多的。龙泉二中一共有2名 S 级、7名 A 级，一共9名学生。龙泉中学一共有1名 S 级、9名 A 级，一共10名学生。此次参加特训的龙泉市学生一共有33名。第69章封印解除。在所有同学的前面站着4个人，分别是3个学校的校长和1名中年男子。而那名中年男子约莫30多岁，面庞坚毅，身穿军装。此时他也是站在了最前面。随后他向前一步，接着开口道：同学们好，我是咱们龙泉市特训班的特训教官，我叫常和泽，在之后7天我会一直和大家在一起。当然也不是所有人，因为这次特训会有人不断淘汰。此言一出，顿时引起学生们一片哗然。原来还有人会在中途不断淘汰。徐一凡则是听后脸色一喜，他如此高兴，自然是因为陆离此时实力最弱，若是有人淘汰，那必然是陆离啊。陆离此时也是有些担忧，虽然自己实力增长速度，可那毕竟只是速度，而不是真正的实力啊。自己现在是25级，但是在场的学生都是超过了30级的。S 级天赋和 A 级天赋本就是在最前列的优秀学生。不过陆离对自己还是有点信心的，若是测试是战斗，自己未必没有获胜的可能。虽然他们的属性比自己强上很多，但是输出还未必有自己高。至于装备方面，某些学生应该和自己目前的装备差不太多。他可是听说30多级的学生的主流装备正是黄金级，目前拥有全套铂金级装备的学生并不多。众人心思百转之际，常和泽教官再次发话了：那么现在就开始我们的第一项吧。接着他便回身看了一眼几位校长，在他看过来后，几位校长也是在此时一起离开了。空旷的场地上，1名教官和33名学生。那么我相信你们肯定很好奇，第一项到底是什么内容？在开始之前，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前3天是不会有任何人淘汰的，你们大可放心。陆离也是松了一口气，能够越晚竞争，自然是对他越有利的。自己如今等级和实力提升的都很快，何况还有新生挑战赛的各种奖励，以及城主大人的高额经验任务，只要再给自己一些时间，追上周围这些人，并不算难。与陆离相反，徐一凡此时的脸色就不太好看了，皱着眉头瞥了陆离一眼。他可是恨不能让陆离现在就淘汰。好，你们的资料我都已经看过了，对你们大致也有个了解。咱们也不再废话了，马上就开始。首先，把你们的封印戒指打开。常和泽教官的话再次引起同学们的剧烈反应。一般情况下，这封印戒指是不允许打开的，也就是说，不允许私自解除封印。因为现在他们目前是高中生，还没有强大的掌控能力，是不允许解除封印的。在解除后，他们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自身实力。虽然在神域世界中，他们一个个都很好的利用了自身的实力，但是那毕竟是在神域世界中是有着规则帮助的。而在现实世界中，一旦解除封印，他们就不能掌控好这股庞大的能量了，特别是输出职业的玩家，随手一击可能就会破坏墙壁，随便一坐可能就会坐坏椅子，随手一捏杯子可能就碎了。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不在现实世界中打造更坚固的各种物品呢？其实一直都在有研究，但是实用价值过低，而且需要的材料也都是游戏中的物品，来回运输价格高昂。游戏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互通可不是蓝星能够管理的，是受限于上级文明的。这种技术毕竟不是蓝星能够拥有的，所以一般都是实现食物和装备的传送。于是现实世界的生活用品的发展并不算快，人们的焦点更多的还是在游戏世界以及自身实力的提升。而且各种装备也不是随意传送的，比如自己的装备在每次传送时都会有记录，而且还需要自己进行申请，不然整个世界都会乱套的，偷偷杀个人，隐身偷东西都是不利于世界的稳定的。而大能们可不能把目光天天放在这种琐事上。当然这是在新手服务器，在更高等级的服务器上是不需要进行申请的，直接就可以在现实世界中具现出来使用，包括各种技能和装备。因为更高等级的人能够比较好的掌控自己的力量，一般不会对现实世界造成破坏，而且他们还身负重要的责任，在现实世界一般也不会具现装备。而现在教官竟然让同学们解除封印，也就是说可以在现实世界中使用自己的力量了。这也是多数同学，特别是高中生梦寐以求的事情。一般这种事只有在上大学后才会慢慢进行。看来天赋高就是有好处，不仅实力进步快，还能提前适应自己的力量。于是同学们便迫不及待地开始解除了封印，陆离也不例外。
顿时，汹涌的力量自四周不断传入身体，那是冥冥之中传递而来的力量。而留在身体中的神域烙印，就是指引力量归来的灯塔。陆离又有了在神域中的感觉，一剑就是一条人命。当然，在现实中可不能随意杀人。周围的同学们的表情也是十分兴奋。长河泽教官看着同学们的兴奋之色，不由轻笑一声，随后说道：“好，每年的特训班都是你们这种兴奋的表情，不过在之后就不一样了。那今天的项目，你们也应该猜到了，没错，就是慢慢适应自己的力量，逐渐做到摆脱封印，完美掌控自己的身体。现在是没有给你们获取装备的权限的，所以你们现在的实力比起真正的神域世界内的实力是稍弱一筹的。不过事情总归是一步一步来嘛，先把现在的无装备状态适应了，再考虑后面的事情。看那边，一片森林。”长河泽教官指了指不远处的森林，去发泄自己的力量吧，看看你们自己究竟有多强。当然，互相离远一点，谁要是伤了同学，不好意思，虽然说过前3天不会有人淘汰，但是你已经被判了淘汰，3天后滚的就是你。去吧。第70章功法休息。随着教官的发言，同学们激动的一窝蜂的跑去了森林。陆离自己选了一个人少的地方，又继续向前走了走，确定没人才开始适应自己的力量。砰！一拳砸在树上，咔嚓！一棵大树轰然倒地。大树喵喵喵！检测到宿主在现实世界开始使用力量，赠送功法1本。一道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陆离心中一喜，没想到这都有功法帮助自己。陆离脑海中出现了一本书，名为《掌控之意》。随后，陆离便在脑海中浏览这本功法的内容。掌控实际上是，陆离花费了大概3分钟将功法的前面阶段看完，随后按照上面的指示进行修炼。砰砰砰！陆离开始不停挥拳，在不断挥拳的过程中，在不断修炼掌控之意的过程中，也是渐渐熟知了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力量。现实中的树和神域中的树可是不一样的，神域世界的树的品种更加多样，也更加坚韧。现实就是现实，没有数据。陆离也是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自己在现实世界的破坏力。若是现在去打一个封印状态的人，怕是一拳就可以收掉对方性命。周围也是不断传出破坏的声音，不时还能听到学生们的激动嚎叫声。砰！又是一拳砸在地面上。陆离打树打了太多，现在就专注打地面了，因为打树现在反而不能明显的感受自己的力量了。恭喜，你的身体掌控度已经到达 80%。 目前自己的身体掌控度指的是对全部实力的掌控度，这是功法的第1阶段，掌握自己的真实力量。在达到 100% 后，还会开启第2阶段。陆离猜测之后的特训也可能会有这一阶段，就是不知道其他同学在没有功法的情况下的掌控进度如何。又是过了半小时，咻！哨音响起，这是集合的意思。陆离也是收手，赶往之前的集合地点。自己的掌控度已经来到了 95%， 进步十分迅猛。大楼前集合地点，长河则面带笑意看着回来的同学们，相信你们刚才已经感受到自己爆炸的力量了吧？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就是要让你们能够掌握这股属于你们自己的强大的力量。接着长河则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道：“其实本来应该在你们进入神域后就一点点给你们力量的，让你们也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这样也确实更好。很多年前也是确实是这么干的，但是你们毕竟是高中生，心智并不成熟。于是，在之前有个人在游戏内杀疯了，后来就在现实中击杀了上百人，而且都是同学。”长河则皱眉叹气，显然也是对这件事十分悲痛。同学们也是十分震惊，这种事情都是封锁的，他们也是第一次得知。好了，我不多说了，你们就随便一听，也别说出去。你们可能会疑问为什么我们要掌握这股力量呢？这和高考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只是我们室内的特训，所以我能够透露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在现实中力量掌握程度越高，在游戏内的实战能力也会更强。特别是对于输出职业的同学们，不少同学都是露出了震惊的神色。原来还有这一层。官方说法一直是有利于在现实中和其他人对抗，特别是其他星球的人，但是那些对于学生来说太过遥远。长河则教官继续说道：“接下来我就教你们如何更快的，而且是真正的掌握这股力量。首先，你们每个人都过来拿一份功法，就是在旁边的这些书，然后你们先读几分钟大导了解一下，随后呢，就由我来带领你们学习这份功法，然后你们再进行实战操作。”随后，同学们陆续过去拿了一本功法。陆离大致猜到了，这功法定然是和之前自己从系统获得的功法的功能一样的，但是陆离也知晓自
自己的功法应该是强于从教官这里领到的这份的。打开功法书一看，果然大差不差，功能一样，但是其中的玄妙程度，陆离一看就看出了差距。自己从系统中得到的功法讲解十分细致，而且十分贴合自己的实力和进度，而领到的这本名为细微控制的功法讲解并不够细致，有些地方讲解的并不清楚。陆离也是轻轻摇头，自己听一下教官的讲解就可以了，这本功法就算了。几分钟后，长河泽自己也拿了本功法，对面前的同学们说道：好，相信你们也大致了解了，这就是专门适合你们新手的掌控力量的功法。有的地方你们并不了解，所以我也会来帮助你们来练习这本功法。首先，我们看最前面，如何精确地掌控自身力量。好，最开始的地方已经逐步讲给你们了，你们在周围尝试一下，然后有哪些不懂的地方一定要直接问我，这也是我们的第一个考验。3天后的考核就是考核你们对于力量的掌控程度。长河则说完，同学们也意识到了掌控力量的重要性。在游戏内的帮助他们还不得而知，但是被淘汰的危机性已经来了。陆离等人再次分散开来练习功法，其他同学自然是开始修炼这本所谓的新手功法，但是陆离依旧是练习自己从系统得到的功法。之前教官已经讲过在修炼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不过陆离在修炼功法时倒是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仿佛自己的这股力量很温和，自己并不需要太费劲就可以进行掌控。而其他的学生则是觉得这股力量有些陌生，自己需要些时间才能进行适应和掌控。第71章豪华午餐。时间匆匆过去，在这期间同学们也是提出了不少问题，教官也都一一解答。陆离顺便蹭了蹭教官的解答，有些话对自己也是适用的。一上午时间过去，陆离的掌控度已经来到了 98%， 临近 100%， 自己的进度也是慢了不少。不过自己也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掌控力量的好处，自己对于自身的掌控确实变得更好了，比一开始的乱锤好多了。自己的行动也是更有章法了，自己好像能够感受到自己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陆离通过天赋洞悉之心，也是能够看到他们的进度，最好的也就是在 50% 左右。至于徐一凡，天赋确实不错，已经到达 45% 的程度了，而且陆离也是能够看得出他们的身体没有自己这般轻松协调，倒不是说能够明面上看出来的明显的不协调，而是他们的身体的动作幅度、力量的释放等等不是那么的完美。陆离能够感受到，若是自己来做这个动作，能够更省力气，传出来的力量也能更大。众人再次回到集合地点，教官长河则笑容灿烂，似乎对同学们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说道：大家已经练习了一上午了，也能感受到大家的进步，接下来就是午餐时间了，相信大家绝对会爱上今天的午餐。首先给大家说，这东西在平时可是吃不到的哦。说完，长河则转过身前往另一座大楼。同学们脸色兴奋，似乎是猜到了什么，一个个都是激动地跟了过去。陆离稍一思考，也明白了，应该是某些珍贵食材，而且肯定是游戏内的。而且根据教官所说，这次的午餐材料似乎还是高等级服务器里的食材，平常在学校吃到的食物都是用新手服务器的食材作为原材料的，现在他既然说平时吃不到，那应该就是更高服务器内的食材了，也有可能是新手服务器的最顶级食材。据说这些食材可以显著增加自身实力。众人带着满满的期待，跟着长河泽来到了另一座大楼。目前看来，这两座大楼，一座是用于居住的，一座是用于用餐的。新的大楼全体看起来异常坚固，整体是银灰色外表，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出绚丽的光泽。不过大楼并不算高，周围又是森林，倒是没有很显眼。大楼一共4层，众人现在已经进入了第1层。第1层的布置让同学们梦回学校，因为这里简直和学校餐厅一个模板，甚至打饭的阿姨都是同款，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同样的手抖。这里的桌椅布置也大致相同，不过看材料应该是特殊材料。这里的所有东西都很坚固，甚至是你吃饭用的盘子、筷子等等，所以现在并不需要你们再次封印自己。长河则一边说着，一边带着众人到了饭菜处。这里一共有5种套餐，你们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放心，一份也足够你们吃的了，里面的能量可是很庞大的。那个陆离是吧？你可以多选几份，你的天赋比较特殊，对于这种食物可以多吸收一些。听到教官的点名，陆离也是突然吓了一跳，听完后才明白过来，还以为是自己暴露了，原来是因为自己登记的那个天赋。陆离也是点点头，对教官表示了感谢。这东西自己自然是要多来一些的，虽然自己能够把面前的所有食物全部吞噬，自己将能绝杀，可惜不能，这样会彻底暴露自己的天赋。 S 级的吞噬之力可没这么强的效果，万一引起他们的猜忌，可就不好了。
虽说承认自己是 SSS 级天赋会带来很多便利，但是陆离目前并不想暴露。长河则走进饭菜，以一开始介绍起来。这是第一个套餐，主菜是龙筋炒竹笋。这龙筋可是从真龙上面掉落的，竹笋则是在陨魔山上采集的。副菜是冻红柿炒龙蛋，冻红柿是北极冰原生长的特殊材料，龙蛋也是真正的龙蛋。第二个套餐则是清炒云珠耳，主材料就是云珠，都听过吧？天上飞的猪一直住在云层中，珍贵异常啊。副菜是第三个。第五个是红烧大天虾，这是天虾，比起某些龙还要珍贵。这些都是从更高级的服务器野怪身上采集的，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啊。还有一些水果，随便吃，这些也都是游戏内的水果，具有特殊效果的，比如这个冰龙果，对冰属性的玩家具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拿不准，也可以看旁边的牌子，都把效果写出来了。对了，这几道主菜价值都差不多的，不要一味的哄抢某一种，看个人喜好就可以了。行，你们选吧，量是管够的。长河则一边介绍，一边让同学们近距离观察这些饭菜，也让同学们见识到了高等级服务器野怪的多样。虽然平时都有听过，但是亲眼见到还是第一次，这些食材平时可是难得一见的。接着，众人按照各自的喜好开始选择自己的饭菜。陆离打定主意，每样都来一份，倒是不用选择困难了。陆离打完一份龙筋炒竹笋后，就选了一个位置开始吞噬。在吞噬之前，陆离也是尝了一下，味道确实不错，若是吞噬了反而有些浪费了。不过自己胃口也没那么大，还没到直接吃掉5份的程度，毕竟这每一份饭菜的能量都很惊人，甚至有的同学一份都吃不完。陆离尝了几口后便直接选择了吞噬。吞噬之心发动，吞噬龙筋炒竹笋成功，获得物理攻击125点，速度150点，直接获得了近300点的属性值，这效果也太好了吧。陆离吞噬完后便直接跑去再领了5份。吞噬之心发动，吞噬红烧大天虾成功，获得物理攻击215点，速度80点。计算下来，陆离大概获得了1100点物理攻击，500点速度，100点精神，100点物理防御，赚大了。第72章无法超越的记录。虽然很不舍得，但是陆离还是停手了，再多就真的暴露自己了。最后一次打饭的时候，阿姨看自己的眼神已经怪怪的了。若是为了这些属性而暴露了自己有好几个 SSS 级天赋的事情，那就因小失大了。晚上肯定还能吃，晚上再捞一笔。不对，说不定特训时期都是这种饭菜供应。WOC 一定要留下来，这种机会可真是可遇不可求啊，比在游戏里吞噬还要赚。自己要不把这2个楼吞了吧，可惜不能，不然自己将再次绝杀。洛离还记得当时自己说要吞噬蓝星的那一次，系统狠狠地制止了自己。唉，是自己不够强大，还是吞噬之心等级不够？等以后天赋再进化几次吧。吞噬之心一直在进化，不过一直是体现在次数的增加上，质量倒是没有显著增加。目前还是吞噬游戏内野怪尸体是最划算的，因为是直接永久增加属性。不过有一次吞噬野怪尸体还爆出了金币，让他有些惊喜，所以陆离猜测吞噬之心还会有新的功能，或者说吞噬后会给自己更好的奖励，自己可以小小期待一下。毕竟现在还只是在新手服务器内，等自己的等级再高一些，或者进了更大的服务器，这天赋必定还有新的惊喜带给自己。下午1点钟，午餐时间结束，没有午休，下午继续进行掌控训练。作为第一项考核，它很简单，但是也不简单。简单的是，大家只要认真按照功法提示进行训练，就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不简单的地方在于，自己虽然有进步，但是自己越往后进步就越慢。特别是上午和下午的对比，让同学们都有些信心受挫。在上午，刚一接触，自己就突飞猛进，有的甚至到达了40%的掌控力。但是在下午，最高的目前也就才60%多，而且可想而知，越往后越慢。就是不知道3天后的考核标准是什么，这也是让同学们感到紧张的原因。就算自己有进步，但是也有可能被淘汰。而陆离就显得轻松多了，因为在一下午，自己已经达到100%掌控度，彻底掌控了神域世界的力量。而且自己还已经开启了第2阶段，那就是举重若轻。也就是说，虽然自己有了强大的力量，但是自己能够做到把这股力量收起来，在平时不会散发出这股强大的力量。简单来说，就是喝水不会捏碎杯子。现在的陆离还做不到这一点，其他的同学更是做不到。这意味着自己将自己封印，让自己回到封印时的状态，而不再依靠封印戒指。陆离目前也只是收回了5%的力量，也就是举重若轻阶段进行到了5%。现在的可以将自己的力量收回到自己第1阶段的95%的力量。于是陆离可以将自己的实力进行隐藏了。
自己的第二阶段类似于第一阶段的回退，所以自己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掌控度程度，这对自己隐藏实力是很有用的。虽然不知道具体的考核标准，但是陆离已经胜券在握了。还有2天时间，陆离还可以进行退步。你想要什么标准都可以。教官长河泽已经明确的说了，这次考核就是考掌控度。他并没有说系统功法所讲的举重若轻阶段，也就是说，他或者说领导们并不觉得有人会突破第一阶段。若是没有陆离的话，确实如此。看来往年的经验就是如此，很少有人在3天时间能够突破第一阶段。下午5点钟，训练结束，不再统一继续练习。长河则说，学生们可以继续自己自由练习，场地随便用，饭菜也已经开始供应，学生们可以进行就餐了，同时还会提供夜宵。若是没有考核的压力，这次倒是可以当成一次不错的旅行。陆离自己已经彻底掌控自身实力，自然是选择去就餐。其他人这1个月可能无法升级了，去不去神域都可以，毕竟他们的等级已经很高了。但是自己可是要必须进去神域，自己在游戏内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先是拿了6份晚餐吞噬，接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6点钟，陆离准时躺在床上进入神域。昨天新生挑战赛剑歌城区域比赛已经彻底结束，今天是休赛期，冠亚季军明天才会去主城参加比赛，所以陆离今天可以好好做任务升级了。一大早就来到了城主府，在李青雨这里领了几个任务，接着赶到了魔狼广场挑战了3次副本，每个难度都来了1次。陆离本想今天只打困难级的，可是白天提升了很多属性，所以这次也是把简单级和普通级打了一遍。这次也是陆离最后一次来挑战副本了，而且这次的记录是彻底无法打破了。简单级1分21秒，普通级2分18秒，困难级9分21秒。这次的副本通关时间提升如此之多，也是得益于白天对自身实力的掌控的提升，让自己对于这份实力更加适应了。陆离在通过3次副本之后，经验也已经到了 85%， 距离26级已经很近了。7点钟，陆离来到任务地点开始刷野。1天时间过去，陆离任务已经全部做完。晚上6点多，陆离来到城主府交任务，这次应该就能到26级了。城主大人，我来交任务了。陆离拿着任务道具来到了李青雨的别院。李青雨轻轻笑着，清澈的大眼睛接连眨动。这陆离怎么这么高兴的样子啊？难道这就要26级了吗？那也太快了吧！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啊？来吧，我给你任务奖励。李青雨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接过任务道具后便给陆离发放奖励了。经验已经到账，恭喜你升到26级，获得400点自由属性点，请按需分配。目前在本服务器中，您的等级排名为27020021位，华夏区等级排名为4125853。第73章李月城秒杀时刻。在25级之后，升级带来的收益再次增加。陆离依靠剑神职业的属性提升，是获得1600点物理攻击和800点速度，以及400点自由属性点。400点自由属性点依旧是点在了物理攻击上，同时生命值提升了4000点，法力值提升1000点，直接翻倍。这就是25级、30级的升级奖励。随后，陆离下线回到了现实世界，因为该吃夜宵了，再次领了6份豪华夜宵。虽然并没有中午晚上的好，但是获得的属性依旧很不错。陆离吞噬完6份夜宵后，便继续回到了游戏。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新生挑战赛也是明日才开始，陆离就只能刷野怪了。一夜过去，早上6点，陆离回归现实世界。陆离已经开始期待早上的早餐会是什么了。现在看来，特训班对自己最有用的就是这每天的食物了。自己与其他同学的差距在进一步缩小。其他人吃掉食物增加的属性，可是远不如自己依靠天赋吞噬来的多的。早上依旧是增加属性的珍贵食物，陆离越发坚定自己留到最后的决心了。今天一天依旧是锻炼自己对于自身实力的掌控。陆离隐隐约约觉得这在以后可能有作用，或者说以后的特训环节需要同学们对于自身能够做到很好的掌控。一天时间过去，陆离对自身的举重若轻阶段已经来到了 35%。陆离观察了其他同学，最好的一个已经到了 70%。这个人他也认识，正是穆小月。这一方面得益于自身的天赋和职业，一方面得益于教官的亲身教导。不过陆离也不打算和其他人争个高下。下午6点，饭后进入游戏。今天是主城的新生挑战赛。陆离一进入游戏便来到了城主府。此时的李青雨已经准备好了，另外2人也是和陆离差不多一起到的。李青雨带着3人来到传送阵，传送阵一阵光芒闪过，众人便来到了主城丽月城。
华夏区一共有10大主城，分别是青云城、诛仙城、破灭城、永业城、不朽城、耀日城、礼乐城、星海城、不遂城、无疑城。而陆离所在的剑阁城就是属于礼乐城。每座主城下都会有10座3级主城，通常都是紧挨在一起的。不过剑阁城刚好是处于边界线上，剑阁城属于礼乐城，而附近的青荣城确实属于青云城。而主城一般就是在诸多3级主城的中央。同样，10座主城的最中央便是唯一的皇城长安城，这便是整个华夏帝国的总体的城池布局。而华夏区的所有人都会在华夏帝国中。大陆共有5个帝国，对应蓝星5个大区，其他帝国便是其他大区的学生所在的地方。当然，目前其他帝国还不能前往，需要在高考结束进入大学后才会进一步开放。那时候多国争霸，真正的战争在那时候才刚刚开始。现在陆离要做的就是在自己的华夏区中做到最顶级。来到主城星海城后，3人跟着李青宇迅速到达了竞技场。10座3级主城，每座3人，一共30人，所以这次的战斗1天足矣。这还是在特意放慢的情况下，不然1天就可以决出总冠军的。至于故意放慢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这是一个规矩。以往，特别是第1届，那真的是天才云集，风云际会，所以这新生挑战赛也就有了诸多玩家关注。比起这第9届，可真是关注度多了太多，甚至国家都是在特别关注的。因为这第1届比赛至少都是 S 级的玩家，所有的天才都在这，所以观看比赛的观众多，也就特意放慢了节奏，满足观众们的好奇心。不然的话，1天就结束了，观众们没有期待感啊。于是这一规矩就延续到了后面的新生挑战赛。不过在之后，观看的人就直线下滑了。第8届，也就是上一届，更是创下了观看新低。好在这第9届是在高考前夕，反而关注度更高了一些。特别是有了陆离的这次碾压，让的礼乐城的诸多玩家也是注意到了这次的比赛。30人采取的规则也有所变化。首先是第1轮，由系统随机分配对手。第1轮结束后，一共有15名玩家胜利，而失败的15名选手则是有一次挑战权，就是说自己可以在获胜的15名选手中挑选1名玩家进行战斗。如果获胜，则进入获胜区；若失败，则是彻底淘汰。第2轮，获胜的15位玩家在获胜中用时最短的1名玩家自动晋级，剩余14位选手进行1v1，规则与第1轮一致。第3轮，一共还留下8位选手继续前面的规则。第4轮，最终的4名选手各自进行对决，每位玩家都需要和其他3位选手进行战斗，获胜则获得1分，根据积分排出第1名、第2名、第3名以及第4名。最后，主城比赛的冠亚季军3位选手参加最终的皇城决赛。在上午一共进行2轮比赛，在下午进行最后的2轮比赛。上午8点钟，礼乐城竞技场，这里的内部构造和剑阁城是差不多的，就是场地更大了。这里可以同时进行2场比赛。在观众们的欢呼声中，比赛正式开始。陆离的第1轮对手也是一名剑客，等级是25级，而陆离则是26级，更何况自己还一直在使用现实的食物，增加了很多属性，此时根本就是属性碾压。要知道，现在参加这第9届新生挑战赛的玩家，天赋一般都是 B 级以下了，所以这些人基本不太可能享受 S 级和 A 级玩家的待遇的。现在陆离的优势实在是太大了，所以第1轮1秒结束，全场接近。第74章立月城冠军。陆离的对手懵逼了，虽然之前看过陆离的表现，可是亲身经历总是不一样的，自己总是觉得那是别人，只要自己足够小心就不会被秒。可是现实狠狠地打脸了，就1秒，自己和其他对手没有什么区别。而一旁的正在战斗的2人听到播报后也是直接看过来，他们还没开始呢，旁边怎么就结束了？观众们也是惊呆了，亲眼见到这种秒杀场面还是太过震撼了。而陆离则是直接潇洒离去了，没在后台进行等待。陆离觉得自己必定是自动晋级了，这就是强大实力所带来的自信。潇洒离去，只留下观众们的喧哗。出来竞技场后，陆离便前往了礼乐城的珍宝阁。这里的珍宝阁物品可就更加丰富了，毕竟是更高一级的主城，而这里可是30级、50级玩家们才能来的地方。30级以下的玩家一般是在剑阁城这种3级主城周围活动，野怪和各种任务也是为这些等级的玩家们准备的。而礼乐城周边的野怪可就更加强大了，也更适合高等级的玩家们来这里刷野。主城就类似于玩家们的补给点。
陆离先是在珍宝阁逛了一圈，购买了一些自己所需的物品，然后就出城刷野怪了。虽然这里的野怪等级都是在30级以上，但是陆离还是可以打一打的，至少35级以下的野怪还是能够打得过的，因为他们的攻击不足以直接秒杀自己，而35级以上的野怪就不一定了。一上午时间过去，陆离的经验值增加了很多，这得益于等级差所带来的高额经验补偿。陆离才26级，而野怪是30多级，这是越级积级刷怪啊！这样击杀野怪所带来的经验值之高，再配上自己的天赋神物之心5倍经验的加持，爽歪歪。可惜自己不能一直待在这里，毕竟只能停留1天嘛。而玩家们想要自己来到礼乐城，就需要在野外长途跋涉，历尽艰险，根本划不来。而剑歌城的传送阵是不支持30级以下玩家前往礼乐城的。这次陆离能够来这里，也是依靠李青雨才能来的。可是自己总不能一直喊李青雨来帮自己吧？毕竟自己可是要回到剑歌城的。虽然礼乐城对野怪经验值很香，但是还是没有李青雨香啊。李青雨的任务那经验值比自己刷怪可多太多了。等比赛结束，一定要再去接几个任务。一上午时间匆匆过去，不出所料，第一轮的失败者根本没有人敢挑选陆离当做对手，那不是纯粹找孽吗？而且陆离也是直接跳过了第2轮，1秒钟，1秒结束，还有谁比我快？就问还有谁？甚至现在青山离这个名字已经被玩家们内定为冠军了。下午2轮比赛轻松解决，依旧是一件一个，冠军稳稳拿下。冠军奖励是幸运巧克力，也是增加1点幸运。除此之外，还有几颗丹药和几件装备，不过自己并不是很需要。幸运道具十分珍贵，只有冠军才能够得到，而这种比赛又是很少举办。要知道3年时间，这也才第9届而已，得到幸运道具的人可是寥寥无几。剑歌城此次战果喜人，陆离夺得冠军，还有1人获得前8名，1人前15名。回去的路上看得出来李青雨十分开心，陆离顺手还递给他一根棒棒糖，李青雨顿时更开心了。另外2个选手也是一惊，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城主大人。回到剑歌城，陆离从李青雨这里接取了几个任务，接着便迅速去刷野做任务了。而在这之外，陆离的名声彻底传出去了。之前是剑歌城和青荣城附近传播，现在整个礼乐城的所有玩家都知道了。再加上陆离在魔狼副本的巅峰通关记录，陆离彻底火了。同一座大楼与陆离隔着几个房间的房间，气死呕泪，都是渣渣渣渣。砰！刚刚修炼完掌控力回到房间，自认进度比较快的徐一凡心情本是极好的，可是他手贱的点开了神域论坛，于是气急败坏的徐一凡得知这一消息的那一刻，顿时好心情全无，甚至愤怒的骂起了脏话，而且还一拳砸在了墙壁上。砸完他就猛地一惊，这不是自己家的墙壁啊！凑近一看，墙壁完好无损，徐一凡松了一口气。好在这墙壁足够坚固，万一因为自己的这一拳就把自己淘汰了，那可真是得不偿失啊！之前没有练习掌控度的时候，倒是没有注意到这墙壁竟是如此坚固。在松了一口气后，徐一凡再次愤怒起来。陆离在游戏内越厉害，他就越难受。今夜无眠，与他一样难受的还有奥菲克斯，青荣城城主。青荣城这次去参加青云城比赛的3位选手表现也不错，还有1位选手获得了亚军，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可惜奥菲克斯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啊！陆离再次碾压夺冠了。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奥菲克斯脸上愁云密布。之前陆离在剑歌城夺冠之时，奥菲克斯还能安慰自己是剑歌城无人，可是现在没法安慰自己了。再加上之前刚得知的陆离登顶6个榜单的事情，唉，现在的奥菲克斯可真是肠子都悔青了，怎么就没能留着这个陆离呢？杀力，那我杀你1000遍都不够。青12呢？把他召过来。奥菲克斯对着门外手下喊道。不多时，一个身穿黑衣的男子跑了过来。城主大人，他恭敬地对奥菲克斯说道。奥菲克斯点点头，紧接着问道：你怎么回事？我交给你的任务你怎么做的？你看看现在青山里都成什么样了，这样下去全国冠军也是他的，我不是让你拦住他的吗？青12苦涩地开口说道。大人，不是我不想出手啊，是我一到附近他就跑了呀。第75章，我太难了。什么？你一到就跑了？奥菲克斯难以置信地说道。这说明什么？青山离能够察觉到青12的到来，这很危险，万一他查到了自己头上，而自己可是得罪了一颗未来之星啊！
若是以后顺利成长起来，那自己的位置，甚至自己的性命，就算自己获得了卡兹晶石，那也是亏的。这可是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机会，若是给自己带来了反噬，那可就得不偿失了啊！城主，我怀疑他能够侦测到我，或者是其他的危机感应能力。青十二继续说道，语气带着些许的无奈。若是搞刺杀，那还可以，一旦变成明的追杀，那可就出问题了。奥菲克斯也明白这个道理。唉，或许是我做错了。哼，这个霸王条约倒是有点把我推向深渊的意思。行了，你暂时收手吧，继续你的原本任务。奥菲克斯说着，挥了挥手，让青十二离开了。其实，确实是陆离察觉到了青十二的到来，他可是有洞悉之心在的。青十二接连出现，而且那介绍明明白白写着呢。奥菲克斯的暗卫 NPC 青十二，身份青荣城城主奥菲克斯的暗卫之一。以他和奥菲克斯的关系，他定然是被派来击杀自己，阻拦自己发展的。所以他一接近自己，自己就直接跑了，换一个地方升级嘛。但是青十二再想找到自己，那可就难了，所以倒也没有耽误陆离的升级进度。同时也是更加看出了奥菲克斯的阴险嘴脸。你以为你是斯内普？你就是真小人一个，就是要暗害我。一夜过去，陆离从神域中归来。今天是6月3日，特训第3天。今天就是最后一天训练了，明天会进行考核。所以今天的同学们更加努力了，有的还是一晚没睡，一直进行训练的。午餐晚餐依旧丰盛，陆离可真是把属性吃了个爽。截至晚上6点钟，陆离也是查看了一下其他人的进度，最好的依旧是穆小月，已经到了 96% 的进度。除了自身天赋以外，牧师职业的特殊性也让他更加轻松地掌控自身实力。第二的是龙泉2中的一名同学，名叫盛天骄，进度已经来到了 94%。第三的是徐一凡，进度也不慢，已经是 92% 了。此人确实有些天赋的。不过陆离笑而不语，他的第二阶段已经来到了 95%， 这可是第二阶段的进度。所以现在的陆离在考核时可以自由发挥力量。考核自然是考第一阶段的掌控度，陆离能够任意选择掌控度的区间就是 5% 至 100%。 说实话，陆离在第二阶段练到这种程度的情况下，已经和戴封印戒指的时候差不多了。不过暂时还不能暴露出自己的实力，所以陆离打算看考核标准，再决定自己是要展现出多少的掌控度。陆离看了一下，大多数同学都是达到了 60% 以上的，或许 60% 就是一个标准，当然也可能高，也可能低。不出意外，自己就展现出 70% 的掌控度了。6点钟回到房间，进入神域世界。今天又是轻松的一天。昨天进行了主城礼乐城的新生挑战赛，今天就不再举办了。在明天，新生挑战赛的最终决赛将在皇城长安城进行。陆离已经迫不及待领取冠军奖励了。这冠军奖励可是有丰厚经验值的，据说每一届的总冠军都是当场直接升1级的，而自己可是有5倍经验加持，想想就已经迫不及待了呀。陆离抱着激动的心情，还有手里的一根棒棒糖，来到了李青雨别院。如今陆离金币众多，赶路的时候就顺手抽奖，不得不说还真的有不少好东西。棒棒糖这一类临时增加属性的物品先不谈，陆离还抽到了增加永久属性的丹药。虽说也有不少垃圾物品，但是总体来看还是很赚的。偶尔的盲盒还会给自己带来些许的惊喜，真不错。目前所有天赋中最有用的是吞噬之心、神物之心和剑神之心。吞噬之心已经给自己提供了太多的属性，特别是最近每次吃饭都会获得大量属性。神物之心是自己等级突飞猛进的最重要因素，剑神之心则是自己强大实力的根源，不可或缺。第二梯队就是赌神之心和洞悉之心。赌神之心就是提供各种有用的物品，或者说游戏道具，自己可是靠着棒棒糖换了不少的大额经验奖励任务。洞悉之心目前就是给自己提供野怪、NPC 等的详细介绍，同时还能让自己规避风险。至于鉴定游戏道具，珍宝阁目前还没有传来消息，看来是低等级玩家们手里的隐藏道具有些少啊，或许是都被高等级玩家给拿走了。糟了，上次去礼乐城忘记挂上自己鉴定道具的板子了，痛失1万金币，下次一定。对了，还得把开宝箱也挂上去。这宝藏之心目前才开了一个箱子，妥妥的第3梯队天赋。垫底，妈的，这宝箱也太难找了，肯定是都被那些最先进来的人给拿空了。自己必须抓紧升级，这样才能遇到更多的宝箱。来到李青雨别院，照例领取任务后再去做任务，已经成为日常习惯了。说起来，自己要是把这件事说出去，会被打死的吧？天天都有这么好的任务，其他玩家
可是只能领取小任务，然后靠自己不停组队刷怪升级的啊。这一对比，普通玩家太惨了。一天时间过去，陆离交了任务，又自己不停越级刷怪，也是获得了大量经验值。目前，陆离的等级已经来到了26级58%。虽然这2天一直有大额经验任务，但是现在升级需要的经验值实在是太多了，即使有5倍经验的天赋加持，依旧是只能刚刚过半。若是没有天赋加持，2天时间依靠高额经验任务，也就10%的进度，可见升级是有多难。这还是陆离，换成普通玩家，1个月也升不了1级了啊！普通玩家高呼：“我太难了！”第76章，第一轮考核。6月4日，特训第4天，考核日。吃完早餐，陆离等人再次集合在之前的大楼前的集合点。长河泽和3位校长已经站好，依旧是长河泽进行发言：“同学们，3天的训练已经结束了，第一次考核今天正式开始。这也就意味着，从今天开始，就有部分同学要离开了。”长河泽说完，不少同学露出复杂之色。这些多半是对自己没有把握的同学，要么是自己天赋不够，进步太慢，要么是处在标准的悬崖边上，有可能留，有可能走。陆离自然是信心满满，徐一凡则是不停地瞄陆离，嘴角翘起，似乎在脑补陆离被淘汰的画面。要告诉大家的是，小朋友们，游戏里的你都不是真的，都是假的，只有自己真正的掌握了实力，这才是真的。那么，现在就是展现你们实力的时候了。突然掌握了巨大的力量，一时之间是很难掌控的。不过3天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你们也应该掌握了大部分的力量。这次检测结束后，希望还能见到每一个人。对了，这次也是为能够通过考核的学生准备了晚宴。今晚8点，我在大楼餐厅等你。那么，我们现在去大楼的2层，一个个来进行测试。长河则说着，带着同学们来到了餐厅所在的大楼。这次是来到了2层，看来2层就是专门测试战力一类的地方。2层的环境整体呈冷蓝色调，在前面有一些看起来就很高科技的设备。3位校长走到了一旁的显示界面处等待，上面还有系统面板。陆离猜测一会掌控度的各种信息就会出现在面板上面。长河则说道：“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这次的测试是有奖励的。”几个自信的同学顿时脸色一喜，陆离也是有些惊讶，没想到还有奖励，那自己的计划可能有变了。先听听奖励如何，再决定展现多少实力吧。长河则等同学们稍微消化了一下这个消息，接着才开口说道：“看得出来，不少同学听到这个消息都很开心啊，看来是对自己比较有把握的。那么，我来说下这次的考核标准以及各个等级的奖励吧。首先，这次的考核标准比起往年有所提高，这对大家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一听这话，几个进度比较慢的同学已经心脏骤停了。什么？提高了标准？意思就是要淘汰更多的人？那我们这些悬崖边上的学生岂不是要记了？所以这才给你们增加了不少的补偿啊。所以呢，这次的好消息就是奖励比起往年也是多了不少，特别是最优异的学生，奖励超级丰厚。那么大家一定要发挥出你们100%的实力，做到最好。这次的考核标准就是70%综合掌控度，在之后每增加10%获得额外奖励。当然也是考虑到大家在最后的提升难度很大，所以在90%以后有3个档次：98%、99%、100%。如果你达到了100%，奖励简直是好到爆炸，就是有点难，能够90%就是很优秀的了。好的，现在呢，设备已经启动，3位校长也在期待着大家的表现。在你们开始之前，我们会有个工作人员给大家过一遍流程，让大家知道这是怎么个规则。长河则说完，一个工作人员走出，然后开始进行检测。他一边进入仪器，长河则在一边给同学们讲解。大家看，这是在读取工作人员的游戏内面板数据。一会儿呢，大家也会是这样，先是读取你们的系统面板，当然这不会显示给别人看的，大家放心。在这里，你们就相当于进入了神域世界，你们获取了在神域内的属性。但是要知道，神域内的你们是有系统规则帮助的，这才能发挥出巨大的威力。相信大家在这3天的训练中也感受到了真正掌握自己实力的难度。而且现在只是让大家进行了解，这才放出画面给大家看。实际上呢，一会儿大家进行检测的时候是不会放出任何画面的，这也是绝对的保护了大家的隐私。而且可以告诉大家，这些数据我们也是看不到的，因为这里蕴含了神域的规则。不过大家可不要说出去哦。在大家离开这里的时候，无论是今天离开还是待到最后才离开，都是要签一份保密协议的，协议内包含这里的一切，包含我们说过的每一句话。看
读取后便进入了第一关，这里是力量测试区。大家都知道自己在游戏内是有物理攻击和法术攻击的，在这里就是测试大家对于自己的攻击的掌控度。大家应该也能理解，比如你有100点的物理攻击，若野怪防御力为0，那么在游戏内可以轻松打出100点伤害。但是在现实中呢？这时候就能看出你们对于自身的掌控了。你若是依旧能够发挥全身力量打出100点的伤害，那么你就是彻底掌握了攻击属性，面板结果就是100%，也就是满分。同理，之后就是速度等方面的测试了。大家看，这就是100%掌控度，打出能够打出的所有物理攻击。法术伤害就是释放技能，你们也是有法术攻击这个技能的，这个技能就相当于物理系的普通攻击了，都是一样的。这第2关就是速度测试，第3关、第4关。好，流程已经走完了，那么我们按照名单一个个来。步高阳，第77章，脸色难看的徐一凡。步高阳是龙泉中学的一名 A 级天赋学生，在名单上是第1个，而陆离作为最后才临时加入的同学，自然是排到了名单的最后面。毕竟之前的时候，百姓闻可没想到陆离竟然进了神域世界的。步高阳忐忑地走了过去，陆离看了他一眼，带着可怜的目光摇了摇头。自从教官说考核有奖励时，陆离的心里已经有打算了，什么时候进行测试倒是无所谓，那就是直接亮出100%掌控度。既然教官说了奖励好到爆炸，那我就不客气了。奖励这种事情是不会骗人的，说好就是好，而且对那些30多级玩家都是好到爆炸的奖励，对陆离更是。陆离看着步高阳从队伍中走出，进入了科技设备里面。这是第一个吃螃蟹啊，不是，是第一个丢脸的人。唉。随后设备内部一片黑暗，外面的人看不清里面的情况。不多时，设备面板显示一行字：游戏名称简简单单，力量测试75%。诸多同学看到显示，均是开始议论，看来第一关表现还是很不错的，至少这一关是超过了标准的。陆离则是摇了摇头，虽然第一关考得不错，但是这个步高阳应该还是会被淘汰的。陆离之前用洞悉之心看过他，显示结果是69%。陆离相信洞悉之心不会出错。果然，几分钟后，面板后面出现第2关的结果。游戏名称简简单单，力量测试75%，速度测试55%。速度测试这一关直接拉胯，同学们纷纷扼腕叹息，出师不利啊！第一位同学似乎就要被淘汰了啊！这下对自己没有把握的同学更紧张了，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之后的自己。很快，测试完成，最终面板结果：游戏名称简简单单，力量测试75%，速度测试55%，防御测试85%，精神测试65%，能力测试65%，综合成绩69%。步高阳内心忐忑地走了过来，一看系统面板，当场崩溃。哇啊呀！步高阳悲痛万分，眼泪从嘴角滑落，滴在地上。其他同学也是带着复杂的心情看着他，更多的是怜悯。过不去就算了，非要卡1分，这才是最难受的。明明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步，却再也无法迈过去。69%比60%还要难受。教官长河则叹了口气，无奈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接着慎重地开口道：同学们，机会只有一次，一定要尽全力发挥，把所有考核发挥到最好，不然……他一边说着，一边看了看步高阳。步高阳察觉到教官的眼神，顿时止不住的泪崩，接着便跑了出去。一个工作人员紧紧地跟上他。大楼外，你能别跟着我了吗？我想一个人静静。步高阳努力止住自己的泪水，抽噎地看向跟过来的工作人员说道。工作人员愣了一下，无奈说道：同学，你误会了，我是来让你签保密协议的，签完后你就要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了，我们这里是不提供心理辅导的。听到工作人员的话，步高阳再次哭了出来。这人怎么这么无情啊！大楼2层，长河则看着远去的步高阳，接着回头看向众人。你们也看到了，若是按照往年的标准，这次他就过了，但是标准变了，那就莫过。资源是靠自己争取的，你们看到了难度，在测试完后，你们就可以看到奖励。打起精神来，发挥出120%的实力，我相信你们。下一个，牛子行。一个壮硕的学生走了出来，满脸的自信。很快，第一关的测试成绩出来了，游戏名称牛子是真行，力量测试90%。顿时引来一阵惊呼声，这哥们是真行啊，看来是稳了。教官长河则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表示肯定。最终成绩出来，果然是过了，而且综合成绩高达90%。众多同学纷纷夸赞，
不愧是 S 级天赋拥有者。牛子行是龙泉二中的 S 级天赋拥有者。龙泉二中一共只有2个 S 级，一个是他，另一个就是盛天骄。盛天骄更厉害。很快，一个个同学上前接受测试。徐一凡，很快就轮到了徐一凡。徐一凡先是挑衅地看了一眼陆离，接着又看了一眼穆小月，显然是对二人怨气很大。接着他便进入进行测试了。不多时，成绩出来，震惊同学。最终面板结果：游戏名称金帆不渡，力量测试 95%， 速度测试 92%， 防御测试 91%， 精神测试 92%， 能力测试 95%， 综合成绩 93%， 再次创下新的纪录。从设备中测试完毕出来的徐一凡一脸的骄傲，看得出来对自己十分满意。尚未看到面板，就看到了同学们震惊的神色。徐一凡更加得意了，瞥了一眼陆离后，便看向了面板 93%， 他很满意这个结果。长河泽教官也是满意的点点头，夸赞道：“非常不错，徐一凡同学很有潜力。”徐一凡听到教官的夸奖，谦虚的说道：“都是教官的功劳，不必谦虚，是你自己的天赋好。”好了，那我们继续。下一位，盛天骄。陆离轻笑：“有好戏看了，这盛天骄可是比徐一凡进度还要快的，这不啪啪打脸，已经到了 96% 的进度。”果然，盛天骄带着意味不明的笑意看了徐一凡一眼，然后走进了检测设备。接着，接连不断的惊呼声传出。游戏名称：天骄不败，力量测试 96%， 速度测试 94%， 防御测试 93%， 精神测试 95%， 能力测试 97%， 综合成绩 95%。比起昨天看到的结果，几人都是有所进步。看来在自己进入神域的时候，这些人也是一直在练习，未曾松懈啊。比起其他人的震惊与膜拜，徐一凡此时的脸色可就有些复杂了。此时的他脸色十分难看，之前的骄傲荡然无存。第78章100%，震惊全场。很快，盛天骄自信满满的走了出来，先是轻蔑的瞧了一眼低着头沉默不语的徐一凡，接着意味不明的看了陆离一眼。陆离皱眉，此人似乎对自己有些挑衅的意味，倒是有些不明不白。长河泽教官也是满意的点点头，夸赞道：“非常不错，盛天骄同学很有潜力。”徐一凡听到这话，内心顿时有些复杂，原来你对每个人都是这样夸赞的，我只是其中一个。盛天骄同样谦虚说道：“谢谢教官的夸赞，不过我并不是最强的，仍需努力。”听到这话，一位同学顿时说道：“怎么可能？你可是 95% 的综合成绩，还有谁能超越你啊？”旁边的一位同学也是说道：“就是啊，没人能超过你了。”盛天骄一边享受着同学们的夸赞，一边谦虚的摆摆手说道：“强中自有强中手，所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等应抱着谦虚的心态看待此事。”虽然盛天骄自己也觉得自己肯定是最强的了，但是他还是要谦虚一些这样说。长河泽夸赞完盛天骄之后，便继续开始喊后面的同学进行测试。任家勋、曾普泽、穆小月。很快就轮到穆小月了，陆离似乎已经看到了同学们的又一阵惊呼声。不过让陆离意外的是，穆小月的测试成绩并不好，倒也不是说不好，而是说他的最终成绩不是他的真实水平。游戏名称：小风残月，力量测试 95%， 速度测试 93%， 防御测试 92%， 精神测试 94%， 能力测试 96%， 综合成绩 94%。 最后的成绩竟然比盛天骄还要弱一点。在陆离的探查下，他可是有 97% 的掌控度的，是发挥失误还是故意隐藏实力呢？不过陆离也没再追究，毕竟自己和他没什么关系，知道再多也无益。或许是知道自己无法拿到更好的奖励，就不再全力发挥了吧。不过在其他人的眼里，穆小月的成绩依旧是令人惊讶的。从设备中走出来的穆小月面色平静，不悲不喜。长河则照例夸赞道：“非常不错，穆小月同学很有潜力。”穆小月淡淡的回了一句：“谢谢教官。”这才是平时的穆小月一副高冷的样子。那我们还有最后1、2、8位同学。邵天瑞，看来还是我们龙泉二中更胜一筹啊！哈哈，龙泉二中的校长笑着说道，看得出来很是高兴。如今测试已经到最后阶段了，几个天才种子已经测试完毕了。从目前的结果上看，确实是龙泉二中的更优秀一些，毕竟盛天骄可是最高的掌控度。唉，此言差也，还有一个 S 级的呢，再等等再等等。哈哈，龙泉中学的校长笑着说道，不过言语之中有些嘲讽的意味。他口中的 S 级自然就是陆离了，不过陆离的事终究是还未传出去，两位校长是不知道陆离的情况的。
他们还是认为陆离刚刚进入神域不久，实力肯定是比不上其他同学的。毕竟这掌控度其实和在游戏世界的战斗也有一定关系的。多参与战斗是有利于对自身实力的掌控的。比如圣天骄，他的初始隐藏掌控度就很高，所以在练习的时候进度会更快。等着看就是了。雷阳宇淡淡的说道，面色平静。说实话，他虽然知道陆离创造了一个奇迹，但是他在现实中的掌控度毕竟是另一回事，他也不确定陆离能否追上其他同学的进度。说实在的，就算是陆离被淘汰了也不奇怪，毕竟他才进入神域世界没几天。但是雷阳宇在等一个奇迹。最后一位同学，陆离。名单人员不断减少，终于轮到了陆离。陆离立刻走出，进入了设备里面。您好，正在检测，欢迎你，玩家青山离，请您开始进行检测。陆离顺着道路向前走，来到了第一关。面前是一个墙体，上面充满感应器，这一关就是控制自己的力量砸它。简单粗暴，现在就是把面前的墙体当做一个防御力为0的野怪，看下自己一拳输出有多少。您的面板物理攻击为19000点，请进行攻击。这是在没有武器时的物理攻击，也就是去除装备后的属性。所以陆离的一拳要造成19000点攻击，才算是100%掌控了力量。陆离轻呼一口气，随后带动全身力量，挥拳，砰！一拳狠狠地砸在了墙壁上。墙壁软硬适中，不会特别坚硬导致自己受伤，也不会软绵如同打在棉花上，类似于打沙袋的感觉。一个数字在面板上显示19000，满分。恭喜你完成本次测试，请进入下一关。系统引导声传出，示意力量进入下一关。陆离向前走去，来到第2关。面前有一个类似于跑步机的设备，在设备面前是一个长度有1000米的虚拟通道。陆离要做的就是在上面进行跑动。您的面板速度为8300点，您的理论速度为83米每秒，请做好准备。倒计时3、2、1，刷！倒计时结束，陆离起步跑动，维持速度。在面前还有一个速度显示83米每秒。在一开始速度是0，随后陡增，然后维持在了83米每秒，不再变化。测试结束，请进行下一关。陆离走下设备，向第3关走去。我的天哪！什么？卧槽！他是什么怪物？当陆离的成绩显示出来的时候，惊呼声就再也没停过了。游戏名称：青山离，力量测试100%，100%！不只是学生们在惊呼，就连教官长河泽也傻在了原地。他还是第一次见到100%掌控度的学生，这是什么妖孽？第79章，你要冲 VIP 啊！哈哈哈！这可是第一个100%，我们学校的。雷阳宇畅快大笑，顺便向着2人笑着说道。另外2位校长脸色不太好看，不过还是勉强笑着说道：“恭喜恭喜，这个真是厉害。”不过，另一位校长也是接着说道：“不过这只是第1关，后面还有4关呢。别急着高兴啊！当然，我可不是说他其他关不行。我是觉得他不能全部是100%，这你没意见吧？”雷阳宇心中自然明白他们的内心小九九，巴不得陆离后面全是0%呢。雷阳宇笑而不语，老神在在。见雷阳宇如此态度，2人也是不再说话。3位校长平时可是竞争关系，自然是希望自己的学生表现更好。就在这时，学生们再次惊呼，又是100%，太恐怖了！我去，这就是曾经的天才吗？什么曾经的啊？现在就是天才归来了。这也太夸张了！雷阳宇再次一看，又是100%，于是再次畅快大笑。2位校长摇了摇头，看来这是真的有实力，不愧是曾经的中考第一，看来是真的回来了。此时最难受的是徐一凡，在第一次显示力量测试的时候，他就吓了一跳。这是全场第一个100%，虽然只是一次测试，但是这也能说明陆离的天赋了。他只能不停安慰自己，是因为陆离的等级低，力量弱，这才好掌控的。可是这很勉强，因为不管是力量大还是力量小，都是很难到达100%的，这是一个门槛。他自己心里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在第2项测试出来后，徐一凡心态崩了，又是100%。徐一凡狠狠地咬住牙，强迫自己不再去看面板。我恨，为什么偏偏在高考前？自己之前挑衅和嘲讽陆离的时候，可没想过陆离会这么猛，结果是打了自己的脸。穆小月比自己强，圣天骄比自己强，就连陆离也比自己强。原来我才是小丑！外界惊呼声不断，陆离也是继续进行测试。第3关100%，第4关100%，第5关，在陆离一拳击杀一个怪物之后，
系统提示声出现：恭喜你完成了所有测试。第5关是能力测试，需要测试者与怪物进行战斗，依照各种规则进行评测。陆离第5关依旧是100%。最终面板显示游戏名称：青山离，力量测试100%，速度测试100%，防御测试100%，精神测试100%，能力测试100%，综合成绩100%。陆离全部满分。随后他慢慢走出测试设备，与自己想象中的一样，外面一片沸腾。我勒个去，开挂了吧？全是100%！天哪，这才是真正的天才。虽然他等级低，实力弱，但是能够做到100%，依旧是难如登天的。确实比我们强，我服！嘈杂声不绝于耳。在陆离出来后，长河则立马迎了过来。陆离同学，你真是太厉害了！他之前对陆离没啥太深的印象，只知道陆离的天赋很好，但是遭遇了些意外，再就是能够多吃点食物。在平时的训练中，与自己也没有进行过交流，没想到竟然是隐藏的超级天才。我已经向上级汇报此事，我保证你会得到最丰厚的奖励。有这种天赋，你必将是载入人类史册的人物啊！在长河泽的不停夸赞下，再加上周围同学们的不停议论和目光，陆离也是有点头皮发麻。随后立马是阻止了长河泽。教官，先停一下，没那么夸张的，这是因为我实力弱，所以才能这般。若是我与其他同学一样强大，定然是不能达到这种程度的。怎么着也得给周围同学一点面子。再说，虽然100%很难，但是陆离觉得这么多年下来，还是有不少人能够达到的。而且自己也说的是实话，自己等级确实低，这借口没毛病。自己可不想太过引人注目，去和那些领导见面。这次上报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程度和之前校长汇报差不多，可能会更高一点。但是要说真的能引起最高层的注意吗？难，顶多是对陆离增加注意力，应该不会真的和陆离见面。毕竟说到底，陆离在明面上是 S 级天赋和26级玩家，抛去100%掌控这一点，比陆离强的人太多了。好，但是你这次的表现依旧是最好的，那我们之后再聊你的事。那么我想替大家问个问题，你是怎么做到在这么短的时间掌控度达到100%的呢？长河则问的问题正是同学们最想要知道的。陆离沉思片刻说道，游戏里的你都不是真的，都是假的，所以……长河则见陆离停顿，紧接着问道，所以……陆离随后说道，所以你要冲 VIP 啊？长河则和同学们都冒出了满脑袋的问号。陆离接着说道，没听过吗？氪金才能变强，你们知道吗？我在氪金之后，刀刀爆，刀刀爽，一人持刀虐全场，全场皆静。几秒后，一个同学弱弱地说了一句 Doom， 陆离立刻夸赞道，此子日后必成大器。哈哈哈，陆同学，你可真是爱开玩笑。见陆离开玩笑岔开话题，长河则也不再多问，他转过身来，走到最前面，开始发言道，这次我们一共有33名同学进行测试，但是留下来的只有23位，有10位同学提前离开了我们的特训班，但是这是早就说好的，也不必去同情他们。那么留下来的你们既然通过了残酷的测试，那么你们就可以获得应得的奖励。这次掌控度在90%以上的同学有6位，还是很不错的，特别是陆离同学达到了惊人的100%。现在就让我们就去3层领奖励吧。第80章，长安城大楼3层，这里整体呈现银色，在前面有一台大的设备。长河则走到设备前面说道，好，大家已经看到了吧，这台大设备。这次的奖励呢，都是游戏内的奖励，所以大家一会儿进入设备读取信息，领取奖励，等晚上进入游戏就可以使用这些奖励了。我们一共有23位同学通过了考核，在70%至80%之间的同学有12位。下面我念到名字的同学过来进入设备。姚甘泽，在80%至90%之间的同学有5位。战东林，在90%以上的同学有6位，恭喜你们！陆离等人一个接一个的进入其中。陆离是在穆小月后面进入的设备，刚一进入就传出了系统提示音，欢迎你，青山离，您的奖励已经放入邮箱，请进入游戏内领取。接着长河则对着众人说道，今天的考核已经结束，今天大家可以放松一天，明天有新的挑战等着大家。好，解散。陆离同学，你留一下。陆离突然有一种被班主任单独留下训话的错觉。在周围同学都走出大楼后，长河则对陆离说道，陆离同学，有位大人物要见你，你随我来。随后长河则带着陆离来到了大楼的4层。二人来到一处办公室前面，长河则敲了敲门，咚咚咚。
进来吧。房间内传出了一道中年男子的声音，声音洪亮有力。长河则打开了门，示意陆离进去。陆离看了里面一眼，然后就走了进去。这里的人应该是某个部门的大领导吧。陆离进入后，长河则并未进入，而是关上了门。你好，陆离同学，坐吧。面前的男子坐在椅子上，被面前的桌子挡住了大半身体。不过看露出来的上半身就可以看出他身形比较庞大，满满的肌肉透出衣服依旧看得出形状。国字脸，些许胡子，面容坚毅，那浓眉下的眼睛赞许地看着陆离。陆离礼貌地说了一句您好，然后坐在了他面前的椅子上。不必拘谨，这次呢也是主要和你认识一下，我叫游学林，我呢是龙泉市的武装力量总负责人，你可以理解为实际掌权者之一。当然我更多的是负责保卫安全和暗中的防御相关，不实际管理龙泉市。但是你也明白，实力弱的才会安排去管理，不夸张的讲，我算是咱们龙泉市目前的最强战力。根据你最近的一些表现，我觉得我们在未来可能会有很多接触，所以就提前认识一下。陆离回应道，您过奖了，能和您认识是我的荣幸，在之后若有接触，学生也愿意多听听您的意见。在前辈面前，特别是整个市的最强者面前，还是要收敛锋芒，保持谦逊的。他说的也有道理，在之后或许真的有不少的接触机会。自己的实力自己是清楚的，追赶上并超越其他人只是时间问题。虽然自己以后会上大学，会离开龙泉市，但是自己是龙泉人，那必然和龙泉市紧密相连，很多事确实要和游学林沟通。游学林点点头，继续说道，既然我们认识了，现在呢我也不和你多客套了。这3天应该挺忙的吧，回去好好休息吧。对了，你在游戏虽然进步很快，但是终究是等级有点低了，尽快提升上来吧。我相信你有这份天赋，等级提升不会慢的。今年好好休息，之后还有更大的挑战在等着你们。陆离起身，然后对着游学林说道，好的，我会尽快提升自己的等级和实力的，前辈再见。陆离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回去睡觉了，这3天不眠不休，自己实在是撑不住了。回到房间，窗帘一拉，床上一躺，被子一盖，一天就过去了。中午饭陆离干脆没吃，因为这里已经不再提供之前的那种食物了，这次的饭菜比起之前的太差了，陆离就不吞食了。教官说这前几天提供那么好的食物，也是为了帮助同学们尽快掌握自己的实力。现在已经结束了，那就不再提供了。陆离暗道可惜，满脸遗憾，自己不能白嫖属性了，太难过了。之前一直白嫖一直爽，现在突然不让白嫖了，这日子没法过了。红烧大天虾，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啊？好在晚上8点提供最后一次大餐，也是之前说过的，为通过考核的同学们进行庆祝。教官原话，今晚8点我在大楼餐厅等你。6点钟陆离已经醒来，随后便进入了神域世界。今晚是比较忙的，自己又要在游戏里进行新生挑战赛的总决赛，还要回到现实吞噬食物。陆离进入游戏后迅速赶到城主府，在路上陆离也是看了下自己100%掌控度获得的奖励，奖励内容之后再写。随后陆离和李青雨一起传送到了礼乐城，接着再与亚军季军和他们的城主一同集合，由礼乐城的一名官员带队，一行7人传送至皇城长安城。陆离等人现阶段是不可能进入长安城的，就算是现阶段最强的玩家也不能，所以能够来长安城的玩家可谓少之又少，一般都是通过各自比赛和某些特殊任务，而且也不能停留太久时间。就连长安城内的各种场所，玩家一般也是不能进入的，只能跟着带领的人活动。陆离等人便是跟着礼乐城的官员直接来到了皇城，或者说皇都的竞技场长安竞技场。10座皇城依旧是30名选手，不过此次的规则有所变化，获得冠军的10名选手自动晋级，由其他20名选手进行战斗，决出10名玩家晋级。第2轮20位选手随机分配对手，决出前10名，随后10名选手每人都和其他9名选手战斗一次，最后积分最高者获得总冠军。第81章总决赛冠军，陆离是冠军，所以第1轮直接晋级，但是他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去，所以也就是在备战席上观看了第1轮的比赛，顺便也是看一下对手们的实力。不过一言难尽，现在的陆离实在是太过强大，远非他们能比。高达2万的物理攻击，无视防御的强大被动，就算是没有剑神职业的双倍伤害被动，陆离一样可以一剑秒杀所有对手。第1轮比赛迅速结束，马上开始第2轮的比赛。这一下观众们的热情总算高涨起来，他们期待的就是陆离。他们来看比赛，就是因为知道了陆离一剑秒杀所有对手的事迹，特意来看陆离继续秒杀的。
陆离也是被安排在了第一个出场，满足了观众们的需求。只是这样一来，对手就显得很是凄惨了。陆离的对手是一名叫做特战组杰少的法师，小脆皮一个。看得出来，特战组杰少此时也是万分难过，好不容易晋级，结果就遇上了究极大魔王。面对根本没有战意的对手，陆离也是直接一剑结果了他。芜湖 ，nice， 太牛 X 了，终于见识到了。观众席上传来热烈的欢呼声，所有人都是明白，这次的冠军已经确定了，其他人根本是毫无还手之力。轻松晋级10强，赢得很轻松，陆离的心境都毫无变化，实在是无趣，必须要尽快追上其他人的脚步。天才之争才有意思，这样毫无压力的战斗实在是太过无趣了些。之后的9场比赛打的倒是有来有回，但是观众们反而没那么大的兴趣了。见识了高手的恐怖，再看这些人的打斗，实在是有些看小孩子打架的意味。决出最后10强的比赛结束后，陆离便下线了。冠军争夺战要在下午开始，自己现在要去吃晚餐了，真正的大餐。睁眼起床，来到另一座大楼的一层，时间是晚上的7点45。此时的餐厅内已经来了不少人，其他同学是比较熟的，此时正在剧团闲聊。毕竟他们的等级都差不多，进入神域的时间也差不多，平时接触的自然就多。陆离孤独3年，和他们也不熟，所以进来后也没有和其他人交谈，而是找了个位置坐下来。其他人的话题似乎也是和陆离有关，毕竟陆离今天带给了他们太大的震撼。在陆离进来后，他们的目光也是一直在陆离的身上。自己学校的同学虽然偶尔能够看到陆离，但是也是一点接触都没有，和其他学校的同学此时也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对陆离并不熟悉，只知道陆离曾经的辉煌和后续的落寞，只是现在他们已经彻底更改了以往的印象。今天之前，他们只知道陆离在新生挑战赛上有过精彩的发挥，但是他们内心还是没有重视的，因为等级终究是个鸿沟。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个100%掌控度彻底展现出了陆离的天赋，这是未来之星。陆离承受着诸多目光，内心有些不自在，应该再晚些过来的。他如今还是没能适应突如其来的诸多目光的注视，这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一堆陌生人齐齐注视着你，除了社牛，其他人多少会有些不自在的。好在这时候长河泽终于是过来了，他一过来便是来到了陆离的身边。长河泽之前未曾注意过陆离，结果就带给他如此大的一个震撼。此时他也是忍不住要和陆离聊一会儿了。陆离也是应付着和他随意聊天，好在是不用一直承受他人的目光了。8点钟，晚餐正式开始了。随后同学们都是坐了下来，这里的工作人员开始把食物放了上来，比之前的豪华午餐还要好。陆离吞噬了个爽。在吞噬大量食物获得属性后，陆离便以参加新生挑战赛为借口回到了房间，自己还是要在游戏内多待的。游戏内下午10强比赛开始，10人每人都要和其他9名选手进行一次战斗，9剑9分，当之无愧的冠军。其他人奋勇拼搏，最终只是为了争夺亚军罢了。陆离此时终于是激动起来了，马上就要颁发奖励了。第9届新生挑战赛圆满结束，恭喜奈何桥选手获得季军，恭喜请大懒蛋选手获得亚军，恭喜青山梨选手获得冠军。下面我们将为3名选手颁发奖励。季军的奖励是幸运币1枚，铂金级装备1件，金币200枚，声望300点。亚军的奖励为幸运护符1件，铂金级装备1件，铂金级技能书1本，金币500枚，声望500点。冠军的奖励是称号新生之王，同时转化为1枚勋章，幸运星淬1颗，铂金级装备2件，铂金级技能书1本，紫币1枚，声望1000点。同时3位选手还会获得相应的大量经验奖励。恭喜3位选手！随着主持人的大声宣告，陆离的奖励也已经到账了。恭喜你升到27级，获得400点自由属性点，请按需分配。目前在本服务器中，您的等级排名为2602万032位，华夏区等级排名为3825815。恭喜你升到28级，获得400点自由属性点，请按需分配。目前在本服务器中，您的等级排名为2512万0176位，华夏区等级排名为352万6885。陆离在获得奖励之前是26级 68%， 而现在却直接来到了28级 79%， 在5倍经验的加持下，直接连升2级，可见经验是多么的丰厚。其他2位选手也是都升了1级，不过就没有陆离这样多的经验了。他们2个选手是26级刚出头，所以是刚刚升级到了27级。第82章豪华奖励。经验是一方面，
装备和技能都是铂金级，对陆离来说也是进行改革提升了。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幸运星翠和新生之王勋章。幸运星翠与装备融合后，装备获得额外属性幸运+3。其他选手可能会犹豫选择哪个装备，毕竟装备可能会淘汰。但是陆离只会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神器轩辕剑。陆离立刻进行了融合，轩辕剑也是添加了新的词条属性。轩辕剑增加的幸运值也是来到了13点，陆离的总幸运值来到了34点。除了3位选手的奖励，我们也为冠军选手所在的城池颁发一项奖励，那就是我宣布，剑阁城正式成为华夏帝国第9座超级城，剑阁城也成为了华夏9城之一。超级城的意思是国家会强力扶持这座城市，让它更快速的发展，也就是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华夏9城是每次新生挑战赛获得冠军的选手所在的城市会获得的称号，之前是华夏8城，这次多了剑阁城后也就变成了华夏9城。之前的剑阁城在礼乐城中并不是最强的，但是这次之后，剑阁城将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或许会在之后成为礼乐城下最强的城市。此时的李青雨也是十分开心，这次陆离的表现说明他没有看错人，自己所谓的投资是有回报的，单单是这个称号就已经抵得上之前所有的付出了。颁奖结束之后，陆离等人便直接回到了剑阁城。现在正处于高考前夕，努力刷野做任务才是最重要的。陆离在路上也是认真查看了这次的所有奖励。首先是比赛获得冠军得到的勋章新生之王。新生之王类型勋章，效果幸运+1，对其他玩家额外造成1%伤害。介绍：你是新生挑战赛的冠军，是最终的王者。一个是增加1点幸运值，一个是增加对玩家的伤害。装备上这个勋章后，陆离的幸运值来到了恐怖的35点。还有2件铂金级装备，加拉的嗜血之剑和科技部超级铠甲。加拉的嗜血之剑是一把铂金级的剑武器，但是陆离不打算更换了，因为轩辕剑的属性太好了。虽然这件铂金级武器的物理攻击更高，但是还是不如无视50%防御来的好。至于另一件装备科技部超级铠甲确实很好，陆离便直接更换了。装备科技部超级铠甲，品阶铂金级，属性物理防御加8000点，法术防御加2000点，特殊属性无，耐久度100，装备要求28级。铂金级技能名为牢壁的回手掏，牢壁的回手掏，品阶铂金级，技能效果在对一个目标攻击后，会在目标身上留下一层印记，持续5秒。玩家可通过印记立刻来到目标的背后，进行一次回手掏，本次攻击造成额外50%伤害。法力消耗500点，冷却时间5分钟。介绍：哎呦，走位走位，回手掏，哈哈哈，难受。条件：仅近战职业可学习，技能十分有用，伤害也不俗，陆离当场学习。剩下的子币和声望就不说了，身外之物。同时，陆离也是查看了一下现实中获得的奖励，这次的奖励十分夸张，看来龙泉市是下了血本的。自己这次展现实力不亏，奖励竟然包括了一套铂金级装备，你敢信？是一整套，有套装效果的那种。装备9孔3月剑，品阶铂金级，属性物理攻击加8000点，速度加2000点，特殊属性无，耐久度100，装备要求30级。装备9孔3月铠甲，品阶铂金级，属性物理防御加8000点，法术防御加3000点，特殊属性9孔之力，使用该技能后获得5000点物理防御和法术防御，持续30s， 冷却时间1小时，耐久度100，装备要求30级。装备9孔3月之库，品阶铂金级，属性物理防御加8000点，速度加2000点，特殊属性无，耐久度100，装备要求30级。装备9孔3月之靴，品阶铂金级，属性速度加8000点，特殊属性技能3月极速，在使用一次技能后增加500点速度，持续3s， 可累加，耐久度100，装备要求30级。装备9孔3月项链，品阶铂金级，属性精神加5000点，特殊属性技能孔月不止39，第27次攻击必定暴击，且附加与精神数值等同的伤害，耐久度100，装备要求30级。套装9孔3月套装，套装属性1/5无，2/5增加额外1000点生命值，3/5
增加额外2000点生命值和1000点物理攻击；4/5，增加额外3000点生命值、2000点物理攻击和2000点物理防御；5/5，增加额外5000点生命值、3000点物理攻击和3000点物理防御和2000点速度；增加技能9孔3月复清明，技能9孔3月复清明，效果解除自身所有控制，且在接下来的3秒内不受任何控制，增加30%攻击速度。这就是套装的恐怖效果，这就是铂金级装备。用土豆的话说，就是恐怖如斯。不过装备的等级要求是30级，自己是暂时不能使用的。不止如此，奖励还有一个升级丹出阶。升级丹出阶效果，玩家等级低于30级时，可使用该丹药直接提升1级，限制30级以下仅可使用1次。这丹药陆离准备等升到29级时再使用，毕竟越往后经验需求越多嘛。而且自己距离29级也已经不远了，所以陆离升到29级之后，就可以立刻使用升级丹出阶，直接到达30级。第83章新的特训地点。除了豪华的一套铂金级装备和升级丹外，奖励还包括一个秘境钥匙。秘境是一个特殊的副本，也可以理解为一次性副本，只有获得钥匙的人才能进入，而且一个秘境只能有1个人进入。挑战成功后会获得大量奖励，挑战失败后则无任何奖励，且秘境消失。秘境钥匙所属秘境魔族的邪恶实验室，秘境地点断头崖，等级要求30级。这个秘境名为魔族的邪恶实验室，只有30级后才可以进入。陆离便直接放入背包，等自己30级后再去挑战吧。这次的奖励价值1000金，可以说陆离30级后的装备根本不需要再去考虑了。铂金级装备直接安排好了，至少35级以内是可以一直用的，估计高考时也可以用。回到剑阁城之后，陆离从李青羽那里领了任务，便立刻前去刷野做任务了。当务之急就是抓紧升到29级。1天时间过去，陆离在交了任务，再加上刷了大量野怪后，终于是来到了29级。恭喜你升到29级，获得400点自由属性点，请按需分配。目前在本服务器中，您的等级排名为17120158位，华夏区等级排名为2126465。紧接着，陆离便直接使用了升级丹出阶。恭喜你升到30级，获得400点自由属性点，请按需分配。目前在本服务器中，您的等级排名为13121138位，华夏区等级排名为1826325。恭喜您升级到30级，新的装备位置已经解锁。恭喜您升级到30级，丽月城已经彻底向您开放。陆离连续升级，世界等级排名已经来到了1300多万名，而华夏区排名更是来到了180多万名。在短短的时间内，陆离来到了华夏区的前18%。与此同时，新的装备格子也已经出现了，那就是手链。目前的装备格子一共有6个部位：武器、上身、下身、鞋子、脖梗、手腕。而脖梗和手腕所对应的都是饰品。饰品一共有3个部位，除了已经解锁的2个，还有一个脚腕或者是脚踝。这个装备格子会在40级解锁。除了以上装备格子，在后续还会开放头部和翅膀等装备格子。手链得装备，陆离已经准备好了，是在礼月城的珍宝阁购买的。杰克的鲨鱼手链，品阶黄金级，属性法术防御加2000点，精神加2000点，特殊属性无，耐久度100，装备要求30级。这件装备还是不错的，等后续有更好的再更换也不迟。而且礼月城已经彻底开放了，所以陆离以后也就是要离开剑阁城常驻礼月城了。剑阁城周围的野怪就是10级到30级的，所以这些野怪已经不够看了。而且任务也已经全部做完，已经没有适合陆离继续做的任务了。这还是多亏了李青羽，自己才能一直有这么高额经验奖励的任务。现在就需要前往礼月城做任务了。临近下线，陆离来到了城主府。虽然时间短暂，但是陆离还是和李青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更何况陆离今天刚帮助李青羽完成了华夏9成的成就，只是没想到陆离在1天之内连升4级。李青羽见到陆离的时候也是十分惊讶，你已经30级了？看着李青羽震惊的双目和难以置信的语气，陆离也是轻轻点了点头，侥幸的得到了一枚升级丹，再加上挑战赛的经验奖励和你的任务，我才能升级如此之快，所以这次也是为了感谢你的。说着，陆离拿出了10根棒棒糖。最近幸运值越来越高，抽到垃圾的概率越来越小了，就连棒棒糖都算是比较差的物品了。看来这赌神之心就在幸运值越高的情况下越有用啊。
李青羽接过后，向陆离表达了感谢。李青羽虽然有些舍不得，但是他也清楚陆离不会束缚于剑歌城这种3级城池，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谢谢，我和李月城这城主关系尚可，我可以向他特意引荐一下你。而且你刚在新生挑战赛上展露锋芒，想必他也已经注意到了你。再加上我的引荐，你在李月城应该也会获得不少便利，只是或许不会像我这般帮助你了。陆离自然是能够明白，新的城市自然会有新的挑战，但是自己不会怕的。而且30级是一个坎，自己能够到达30级，再配上自己的属性和 buff， 自己在高考就已经很有把握了。那明天我就前往李月城了，感谢你这段时间的帮助。陆离说完，转身走了出去。李青羽望着陆离的身影渐行渐远。6点，陆离回归现实。6月5日，特训第5天，共23人，教官长河泽依旧是站在最前面。今天我们将会和其他市的同学们一同竞技，或许你们很好奇我们会去做什么，想想你们这几天都做了什么。上车，出发！陆离等人都是带着惊讶的表情跟着上了车。没想到之后的特训竟然是要和其他市的同学们一起，而且似乎和自己的掌控度有关。难道是要真正的战斗了？可是这可是现实啊，万一出了死伤，这可是高考之前啊。众人带着猜测乘坐着车来到了一处隐秘地点，车外一直是黑暗，也不知是来到了何处。陆离等人走出来后才发现这里是一个小村庄。此时的村庄外已经来了不少的车辆，里面也已经聚集了不少的学生。众人下车后，长河则走进村庄门口，对门口的一名像是工作人员的人说道：龙泉市23名同学，第84章与黑心人类的战斗，请您出示证明。工作人员礼貌地对长河泽说道。长河泽从口袋拿出一份证明出示给他看。好，进去吧。工作人员确认了身份后，便对长河泽说道，同时还给了他一个名牌。那名牌应该也是能够证明身份的物品。长河泽转过身，带着所有学生一起走进了这座小村庄。这小村庄环境清幽，风景宜人。现在蓝星与神域紧密相连，让蓝星的各方面都是迅速提升，所以反倒是小村庄比城市更稀少了。很明显，这个小村庄也不是常人居住的地方，应该就是特意为这些学生们准备的地点。这里的房屋多是2层小楼，加上一定数量的3层小楼，在附近还有一座湖泊，周围树木葱葱，倒是雅致。陆离等人跟随长河泽来到一座房屋前面，在房屋的前面有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龙泉市。看来这座房屋就是他们要居住的地方了。一人一座房间倒是安排的刚好，显然这里的房屋也都是经过特殊工艺的，能够承受众人的强力打击。现在这些学生可都是没有戴上戒指的，浑身俱力。经过陆离的观察，周围其他市的同学在前几天应该是经历了和他们一样的事情。将行李放好，陆离等人也是下了楼，如其他市一样，同学们聚在一起闲聊，多是在猜接下来要做什么，以及考核内容会是什么。时间流逝，陆离等人也是看的其他市都在往这里赶来，车辆不绝。终于，似乎是东海省所有的市的同学都到了。一个壮汉走了过来，到了最中间，随后便是粗犷的声音传出：同学们，集合！他在的地方是一个高台，这一喊，所有的同学都是注意到了他，随后都是靠拢过来。待学生们都围过来之后，大汉继续说道：好，全体都有。首先大家说，我是王大虎，这里归我管。很多人都很好奇，咱们接下来干啥？今天晚上我们进入神域，然后你们将会进入特殊副本，在里面会有黑心人。在王大虎说出黑心人3个字后，全体哗然。黑心人就是一直敌对的那个黑星。黑星是同星系的一个行星，体积比蓝星大一点，在上面生活的生物和蓝星差不多，都可以称为人类。不过黑星人类崇尚武力，喜好争斗和侵略。黑星已经对蓝星进攻多年，两者一直是死敌。这黑星也一直是蓝星的头号大敌，心腹大患。一旦在神域中黑星彻底压制蓝星，那么现实中的蓝星也会被侵略，蓝星人类将会面临覆灭的危机。好在经过蓝星强者的顽强斗争，两边实现了平衡。不过这些年来大战虽然没有，小战却一直不曾断过，两者已然成为死敌。所以在王大虎说出黑心人的时候，同学们都是十分震惊。很惊讶是吗？其实这已经是多年的传统了。不过你们确实是第一次知道，毕竟我们在暗中一直和黑心人战斗，互有伤亡，但是这种事自然是不能让大众知道的。这次是我们和黑星的一次小的战斗，也就是新兵之间的战斗。
我们东海省这次一共有265名学生，黑星的新生也有265名，他们是纯粹的战斗选拔出来的，但是我们是依靠的悟性，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们在之前是不给你们全部力量的，但是他们是一直拥有全部力量的，因为他们只有一个统治者，这个统治者很残忍，他们也在承受着这样做的后果，但是毋庸置疑，这样他们是比我们要强的，起码在力量掌控这方面，我们也只是在追赶他们，但是我相信这已经足够了，毕竟我们是在游戏中比拼，只要你在游戏中足够强大，即使掌控处于弱势，但是我们依旧能赢。和你们说实话，这么多年来我们输多赢少，是的，我们经常输，就说最近我们连续输了2年了，若不是之前赢了一次，他们就要7连胜了。陆离等人都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都是惊讶的说不出话来。王大虎大喊一声，怕了吗？陆离等人皆是反应过来，当即大声回应道，不怕。好，很有精神，我相信你们。他们虽然看似厉害，实则已经变得不再像人，我们就把他们当成野怪，直接宰掉。下面我就来和你们讲一下规则。在那个特殊副本里面是一处异世界，在里面你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击杀黑星人，你们可以联合，也可以一个人战斗，总之就是要杀掉他们。那么杀掉黑星人有什么用呢？他们是积分，积分的多少看你们的等级差，击杀同等级及以下的黑星人会获得1点积分，击杀高1级的黑星人会获得2分，高2级的得3分，以此类推。所以越级杀人虽然更难，但是收获也更大。注意，你们在组队的情况下获得的积分是平分的，所以我们建议选好自己的队友。在里面每个人都会有5条命，而且也是与游戏内相关联的，每死一次都会失去20%的经验值。5条命都没了以后，你就会被驱逐出副本，积分也将不再变化。最后留到最后的玩家所在的一方就是获胜方。规则都懂了吗？王大虎终于是将这次的考验说完了，原来这是一次和外星人的战斗。懂了，学生们大声回应。与生死之敌战斗，同时还是在连输2届的情况下，这就彻底激起了学生们的好胜心。好，我们在前面的面板上登记了所有人的信息，同时我们也按照最优方案给你们安排了队友。但是每个人的想法不同，所以有异议可以提出，无论是想换队伍还是想一个人战斗都可以。现在解散。第85章进入特殊副本。解散之后，陆离便来到了后面，那里正是显示分配队伍情况的地方。陆离自然是要提出异议的，他不习惯也不需要进行组队，所以要去提出单人行动。硕大的面板上显示着密密麻麻的名字，陆离花了点时间，终于是找到了自己的名字。48号队伍，队长冷扬州，队员霍修勇、敖安祥、严文成、陆离、齐梦秀。队伍里的这些人，陆离一个人都不认识，应该都是其他市的同学。随后陆离便来到了工作人员面前，提出了自己退出队伍的想法。好的，你是48号队伍的是吗？找到了。你确定要退出队伍一个人行动吗？工作人员再次问了一遍，确保陆离的想法不是临时决定。陆离肯定的点点头，说道，是的，我很确定。工作人员说道，那好，陆离，单人队伍9号，祝你好运。陆离接过名牌，上面写着单人9号。看来在之前已经有了8个人选择单独行动。随后陆离便直接离开了，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剩下的事就是别人的了，自己退出队伍，自然就会有人加入队伍，这也是工作人员正在处理的事情。一般同学们都是习惯了组队行动的，所以其实像陆离这样选择独行的人是很少的。毕竟其他玩家都是差不多时间进入的，平时就是一起升级的，现在只是增加了其他市的1-2个玩家而已。官方安排的队伍其实还是很客观的，也是最合适的队伍分配。大部分队伍都是熟人，只是陆离自己是个例外，只能安排到了其他市的队伍里。比如徐一凡所在的队伍就全部是龙泉市的同学，包括徐一凡、穆小月等人，而且这也是他们早就在游戏内组成的队伍。毕竟这是团队作战，自然是与熟人一起更好。陆离像这样的单人玩家也有独行的选择，其他没有固定的队伍的玩家也有合理的队伍选择，所以这次的安排还是很好的，而且也很人性化。回到房间，无事可干的陆离自然是选择了睡觉。中午随意吃了饭，下午王大虎给所有人讲解了关于黑星人的一些资料，让陆离等人对黑星人类多了很多了解。之后陆离选择继续睡觉，其他玩家则是和自己的队伍在一起讨论。毕竟这次可是和外星人作战，还是有些紧张的，而且黑星人类的残忍和强大，他们也是早有耳闻。此时已经对他们有了了解，正是制定战术的好时候。而陆离孤身一人，倒是省去了这些麻烦。
在他看来，黑心人和其他野怪以及其他玩家并没有什么差别。陆离此时已经30级了，和其他玩家已经差距很小了。目前陆离是可以秒掉现在在场的大多数人的。黑心人类实力应该也差不多，虽然强大，但也不会特别夸张。毕竟蓝星还是赢过不少次的。5点钟，王大虎将所有人召集起来，随后又讲了不少事情，提了提士气。接近6点钟，王大虎说道：“好，现在大家就到那边进入神域，这样就会统一进入特定副本了，为期3天，祝大家顺利，获胜归来。”陆离等人集中来到一处空地，在这里是躺下就好，地上铺了大片的地毯。陆离随便找了一处地方，便直接进入了神域。欢迎来到本对抗副本，本次副本为蓝星与黑星对抗，蓝星人类为华夏区东海省玩家。伴随着一阵系统提示音，陆离来到了副本之中。在陆离旁边是所有的东海省玩家，在陆离等人的中央是一座高塔，这里便是蓝星一方的复活点，每次死亡后都会在这里进行复活。陆离环顾四周，这里是一片森林，视线受阻很严重。陆离没再犹豫，直接走进了森林。其他玩家在找到自己的队伍之后，也陆续进入了森林内部。在这里，每个人都只有5条命，就看大家能利用这5条命击杀更多的黑心人了。击杀更多的黑心人就意味着更多的积分，更多的积分就能得到更多的奖励。这次的奖励比之前的还要好，但是需要拿积分换。陆离看过王大虎展示的部分奖励，很豪华，而且还有更好的奖励没有展示出来。但是大家完全可以想到，更多积分对应的奖励会有多豪华。所以陆离的唯一目标就是去击杀更多的黑心人。现在要做的就是抢分。没错，在陆离眼里，现在就是要抢分。自己等级低，但是实力强，这个规则对自己很有利。陆离现在有这个自信，因为陆离现在实在太强。玩家青山离，等级30级，职业剑神，副职业炼丹师、炼器师、分解师、鉴定师，生命值42000，法力值17500，物理攻击31500、3500，法术攻击3500，物理防御2180000，法术防御4500、3000，精神7500、5000，速度23500、12000，幸运35%，暴击率25%，暴击伤害10%，声望5600，天赋吞噬之心 SSS， 赌神之心 SSS， 神物之心 SSS， 宝藏之心 SSS， 洞悉之心 SSS， 剑神之心 SSS。 装备轩辕剑神级，九孔三月铠甲铂金级，九孔三月之裤铂金级，九孔三月之靴铂金级，九孔三月项链铂金级，杰克的鲨鱼手链黄金级。特殊装备出生令牌，技能出生五品阶，牢壁的回手掏铂金级，表里沙燎乱黄金级，龙卷燕浪黄金级，屠灭之刃黄金级，清风之刃白银级，清锐剑袭白银级，横切白银级，踏银斩白银级，魔音贯耳白银级。勋章出生帝君，出生之主，魔狼梦魇，魔狼恐惧。高达3万的物理攻击，让30级的陆离能够对敌方造成至少6万的伤害。即使大家都是30多级，小脆皮职业也能直接一剑一个。第86章，愤怒的黑心官员。陆离进入森林后便一路向前走去。这个副本面积极大，两方分别处于两侧，想要相遇都要花费一些功夫的。约莫1个小时过去，陆离才终于见到了黑心人类。这倒是无法伪装，对手会自动标红，而且是不能击杀自己这一方的人的。这里的所有画面都是有人在外面看着的，所以就不要搞一些幺蛾子了。若是被看到杀自己人，基本上高考无了。在陆离面前有5个黑心人类，他们外表与自己一般无二，不过看起来都要强壮不少。在陆离的洞悉之心天赋的帮助下，他们的资料一览无余，这也是陆离的一大优势。玩家 High Stay Up， 等级35级，职业剑士，副职业炼丹师，生命值80500，法力值26000，物理攻击32700，法术攻击3600，物理防御16600，法术防御15600，精神8600，速度17600。其他黑心人类属性和他差不多，法师血量更低一些，骑士血量更高一些。但是可以看出，虽然生命值方面陆离确实是比不上他们这些35级的玩家，毕竟30级后每提升1级都会获得更多的生命值，但是在其他的属性上，陆离甚至是有优势的。这多亏了最近一直在疯狂吞噬好的食材，这才增加了大量的属性。
再加上陆离的无视防御 buff， 陆离是能够与他们这一整支小队一战的。此时的陆离能够看到他们，但是自己隐藏了起来，所以黑心人此时并没有发现陆离的踪迹，他们还在向前走去。几人有说有笑，看得出来神态轻松很多。待他们距离自己接近10米后，陆离突施冷箭，表里杀缭乱，92000， 92000， 5个高达9万的伤害冒出，其中4人顿时全部死亡，只剩一个坦克玩家血量高于92000点才得以存活下来。但是也不过是再来一件的事。是谁？那名坦克玩家顿时震惊喊道：怎么自己的队友突然就全部死亡了？唰，又是一箭，坦克玩家随之倒地。系统提示声不断响起，恭喜获得6点积分，恭喜获得6点积分，恭喜获得6点积分。这5个人都是35级，陆离是30级，所以每人给他6点积分，一共获得30点积分。恐怖的赚取积分能力。陆离在击杀他们后再次向前行进，找寻他的下一群猎物。副本边界空间，这里有个房间，房间内有10几人坐着，在他们面前有一个很大的屏幕，仿佛是在看电影一般。屏幕上正是玩家们的画面，在右侧还有一个积分板。此时的积分板上只有寥寥5行。第一名黑星 X 单人1号 VO 6分，第二名黑星 X 32号队伍5分，每人5分。第三名黑星 X 单人2号 Jinky 4分，第四名蓝星 X 单人1号黎洛清府2分，第5名黑星 X42号队伍1分。很显然，陆离此时尚未遇到那队黑星队伍。哈哈，看来你们蓝星这次又要败了。就是啊，你们这些年是越来越弱了呀。黑星的官员们冷嘲热讽，一副骄傲的模样。王大虎面色复杂，只是冷哼一声。此时蓝星并不占优势，再加上这一届的东海省学生确实没有特别出色的苗子，仅有15个 SS 级天赋学生，其中还不少是辅助型的，在这种战斗中确实稍显劣势。这次的同学们比上届还要弱一点，其他官员也是面色凝重，脸色不好看。虽说这是早有预料的结果，但是看到积分板的时候还是有些难以接受。看来这次黑星的玩家质量依旧很高。什么？青山梨？这是哪位同学来着？突然，蓝星的一个官员震惊地看着积分板，紧接着所有人的目光都是看向了积分板。第一名蓝星 X 单人9号青山梨24分。很快积分板再次发生了变化，第一名蓝星 X 单人9号青山梨30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是凝滞住了，都是呆呆地看着积分板。什么？怎么可能？快切到那个青山梨的画面！一名黑星的官员焦急地说道。这实在是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不仅当上了第一名，还远远地甩开了第二名。画面立刻被屏幕前的工作人员切到了陆离的身上。不过此时的陆离已经杀完了人，离开了现场。但是他们已经决定就盯着陆离，他们要看看陆离是怎么做到的。身为蓝星人的王大虎也很惊讶，但是他们也并不清楚陆离的属性，这些数据都是秘密，是不能随意得知的，是受到系统规则保护的。但是这不耽误他们高兴啊。虽然很意外，但是蓝星这次似乎有机会获得胜利。不多时，陆离再次遇到了一个黑星的玩家，这次的是一个单独行动的玩家。陆离单挑自然是更加轻松，一个技能和一个普通攻击直接收掉他的性命。这下监控室的众人都是看到了全过程，所有人都是惊讶的说不出话。太轻松了，太简单了，就像杀死一只猪一样。不，杀猪可能还费点劲，这是才死一只蚂蚁。黑星的官员们顿时就鸡面目不善了起来。恼怒的官员顿时激烈指责道：这是作弊，你们这是作弊，这等级差，他怎么能杀死高他这么多级的呢？而且还如此轻松。就是，这是作弊，你们到底干了什么？你们是不是偷偷安排了神器给他？第87章，想要更换规则的黑星人。蓝星的官员们虽然也很惊讶，但是此时自然是要先维护自己的学生。王大虎笑着说道：哈哈哈，这是自身实力，我们可不会像你们一样卑鄙。黑星的官员们顿时急了，他们说道：你们绝对是让他故意压了等级，就为了得到更高的积分，这是在作弊，我们现在应该修改规则。虽然蓝星官员也不太清楚陆离为何如此之强，但是也丝毫不让的说道：卑鄙的你们竟然说我们在作弊，你们之前使用的小手段还少吗？作弊的是你们才是。你看这个第二的 VO 33级，你们才是故意压等级，别以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谁卑鄙你心里没点数吗？哼！王大虎的一番话是彻底撕破了脸皮，让黑星官员也是一阵哑火。
他们确实是压等级了，这也是双方的一点默契。最强的几名玩家都会刻意压一点等级，就是为了在这次的对抗中获得更大的优势。但是蓝星这边的名单里却是没有安排陆离，一来陆离等级确实太低，之前统计的时候还不到30级，这次东海省这边也没指望陆离这个新生，现在陆离倒是给了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啊。黑心官员黑着脸说道：哼，无论如何这次也要改变规则，这样实在是太不公平了。蓝星方面自然不会答应。王大虎立刻回应道：不可能，这规则怎么可能说改就改？要么继续，要么开战。王大虎如此强硬的语气让黑心官员很是无奈，他们虽然也知道王大虎只是说说而已，两方不可能真正开战，这也不是他们能够决定的，但是这是一种态度。但是真要继续按照这种规则，怕是蓝星这次要赢了呀。黑心官员顿时凑在一起嘀嘀咕咕商讨起来，怎么办？这样下去我们怕是要输了。那怎么办？他们也不答应更改规则呀。可是这要是输了我们怎么交代？之前可是说好的3连胜，这要是输了回去我们都要完蛋。要不我们付出点代价，问问他们能不能更改一下规则。可行？那我们给他们什么？哎，怎么到了这个境地，之前还以为这次稳了，没想到他们更狠，还有30级的。别抱怨了，我们还是继续说付出什么来更改规则吧，稍微出点血总比交不了差好吧。我也同意，只要不是按照这种积分规则，我们还是能赢的。那我们之前让他们压等级岂不是也……哎，没事，他们比我们压得狠，我们还是优势。真要让那个青山离这样杀下去，这次必输。好，我看我们就拿。这样他们会答应吗？不行，我们再加东西吗？和他们商量。好，我们过去。黑心官员商量许久，一起来到了蓝星官员旁边。我们决定用一些东西来换取一次更换规则的机会。王大虎等人听到黑心官员的话，有些惊讶，随后说道：等着，我们商量商量。随后蓝星官员又聚在了一起，黑心官员则是离开等待。王大虎看着其他人询问道：如何？大家怎么看待此事？一位官员说道：不行，坚决不同意。这次我们好不容易能赢一次，不能答应。又一位官员说道：没错，坚决不答应。这次获胜对我们很关键，我们需要一次胜利。众人纷纷支持。这时有一位官员说道：我看这未尝不能答应。有人立刻反驳道：亚星，你在说什么呢？怎么能答应？你也知道我们总体实力确实不如他们，这规则对我们可是很有利的。宋亚星说道：爱听我说，这次这个青山离名为陆离，这陆离啊，实力如此强，就算更改规则，我们也不一定会输啊。其他官员纷纷说道：不可，我们稳赢的事怎么能答应？我想要稳稳的幸福。对，还是稳稳的赢下来比较好。宋亚星继续说道：听我说，这次我们可以赌一把，不过要先看他们的条件。条件不够，我们自然是拒绝的，但是条件如果能够超过我们获胜所得，那我觉得就是可以接受的。一位官员思考片刻，问道：你确定他们会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宋亚星说道：代价不够，我们那就直接拒绝吗？其他官员纷说道：不可呀，我觉得还是稳稳赢下来比较好。宋亚星说道：我觉得我们可以赢得更多，当然主动权在我们手里，不如先看看他们给出的条件嘛，到时候再决定是否答应，如何？其他官员说道：好，那先看看他们愿意给出什么条件。宋亚星满意点头，继续说道：再说，你们确定换了规则就一定会输吗？我倒是觉得这个小家伙可以让我们赢2次。王大虎说道：好家伙，没想到你如此贪心，不过确实可以。那我们现在去看看他们的条件。众人来到黑心官员面前，双方开始谈判。王大虎率先说道：我们想知道你们愿意给出什么条件。黑心官员 Laker By 说道：我们愿意给出烈阳总服务器的1000颗拉姆晶石，我想这应该能够证明我们的诚意了吧。王大虎等人顿时有些惊讶，不过王大虎依旧说道：不够，这和你们获胜得到的利益相比还是少了。其实这个条件已经是很丰厚了，看来黑心官员对于这次胜利很是急切。得到拒绝的回答后， Laker By 皱眉说道：不要太贪心，我们的条件已经很好了，你们不会真的以为你们已经稳操胜券了吧？王大虎说道：嘿嘿，这还真是，你自己看积分板呗。积分板上赫然便是遥遥领先的陆离，第一名蓝星 X 单人9号青山离120分。第88章英俊潇洒的杀神。此时的陆离已经来到了夸张的120分，第二名的 VO 此时也不过是28分而已。虽然这已经很厉害了，但是与陆离相比还是太少了。黑心官员看到积分板上的陆离也是很无奈，随后几人交换了下眼神后说道：好，你们还想要什么？王大虎说道：
我们要这个。只见王大虎拿出了一张纸，纸上写着蓝星方面想要的东西。不可能，你们痴心妄想！黑心官员看到条件后破口大骂，很是生气。那就没得谈了，我们继续欣赏这些新生的表现吧。说完，王大虎等人便坐了回去，看着陆离继续屠杀。黑心官员们再次聚集在了一起，看得出来每个人都很生气且无奈。生气的是蓝星官员提出的条件实在是太过分，无奈的是他们不接受就要吞下失败的苦果。看着陆离不断增加的积分，他们也是急呀。我们不可能答应这个条件，要不看看还能不能商量一下。我觉得他们也只是在吓唬我们，我们可以再折中一下。一名黑心官员提出了这个想法，其他官员也是纷纷响应道，我们再去问问，如果非要这个条件，没有任何让步的话，我们就直接摆烂，让他们赢去吧。对，摆烂，反正他们也蹦跶不了多久了。Lakerby 听到这句话后当即就阻止道，住嘴，你在说什么？那位官员顿时捂住嘴，支支吾吾说道，我说错了，我什么也没说。Lakerby 继续说道，这次的错误不要再犯，否则我也保不了你。我们再去和他们协商一下，我们可以付出和这次获胜同等的价值物品，他们或许会同意的，但是刚才那种离谱的条件是不可能答应的。我们再去问问吧，这种事情不会影响大局，只是会耽搁些许时间而已。走吧。黑心的官员们再次靠近蓝星官员。Lakerby 说道，刚才你们应该是在开玩笑，对吗？我们还是正式谈论一下这次更改规则的事情吧。王大虎哈哈大笑一声，说道，好，和你开玩笑呢，兄弟，来，咱们看看你愿意付出给出什么条件，哈哈哈。众人开始商讨，最终黑心付出甚至超出了获胜所得的利益的代价，换取了规则的更换。接着众人又花费了很长的时间进行了规则的更改，最终规则更换如下：无视等级，击杀一人获得1分，组队击杀进行评分。同时原有积分规则不变，积分换成金币，该金币用于最终奖励结算。也就是说，获胜所需的积分换了，无论是否有等级差，击杀一人都只能得到1分。但是之前等级差积分规则不变，也就是原积分榜单得到保留，不过这里的积分不是胜利的条件了，而是只用于换取奖励，所以改名为金币。不过这个金币的价值是远高于游戏内的金币的，同时这金币也只是在这次战斗中的一种货币。所以陆离击杀一名35级的玩家会获得1分，同时会得到6金币。而且由于规则的更改，这次的获胜条件也产生了变化。现在的获胜条件是总分比拼，总分多的一方获胜。这里的总分是大分，达成一个条件获得1分，条件如下：积分第一名所在的星球得1分，积分榜所有积分之和更多的星球得1分。若第一名积分超出第二名积分的2倍，则第一名所在星球得1分。若一方全部死亡，则最后生存的人所在的星球得1分。若3天时间截止，仍存在2方玩家，则数量更多的一方得1分。这就是所有的条件。在更换了规则和获胜条件后，于是积分板产生了变化。第一名蓝星 X 单人9号青山梨28分176金币。第二名黑星 X 单人1号 VAO 24分85金币。虽然金币的差距很大，但是积分已经是差距很小了，这也是黑星最想看到的结果。同时所有玩家也已经收到了更换规则的信息。陆离此时杀得正爽，没想到这时候规则变了。好在自己能够用来换奖励的积分，也就是现在的金币是没有变的，不然自己怕是要难受死。那既然如此，就要杀更多的人才行了。陆离击杀一个小队后再次往前跑去。虽然不知道为何蓝星接受了规则的改变，但是自己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击杀更多的人，获得更多的积分。黑星复活点，操！没想到这人竟然这么厉害，竟然能1打5，还轻松秒杀了我们。这人应该是蓝星那边的最强的种子选手，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别人，小心一点，遇上他尽量跑，别和他战斗。对，我们尽快赶过去，通知他们。刚刚复活的众人对刚才的战斗心有余悸，立刻赶往前方，准备通知其他人。不多时，他们遇上了前方的一个队伍，随后立刻赶过去通知了这个消息。先别走，我们有个消息要和你们说。什么消息？我们遇上了一个特别恐怖的蓝星玩家，孤身一人就把我们全部秒了。啊，这怎么了？我们遇到的应该是同一个人，我们也是刚被秒了复活出来的。啊，这1.8米左右。啊，对，很帅。啊，对，用的剑。啊，对，开摆。啊，对，对你个头！赶紧把这些消息都分享给咱们的人啊，让他们都小心点。啊，对，一时间陆离的名号传播了出去，所有的黑星玩家都知道了，蓝星有一个用剑的杀神，虽然长得英俊潇洒，
但是杀起人来毫不手软。刚刚得知这个消息的胡一欧面色凝重，口中喃喃道：“呵，杀神，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强。”第89章秒杀黑星最强玩家。不只是黑星得知了陆离的恐怖，就连蓝星自己人也是得知了消息。听说了吗？最近咱们这边有个人一直在屠杀黑星人。真的吗？那还有假？就叫啥来着？青山离，有认识的不？我好像有点印象。哎，我也有。我想起来了，陆离，知道吗？中考排名第3。你这么一说，我也记起来了。不是说他都进不来神域吗？我们当时很快就进来神域，谁还关注一个没进来的呀？我都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中考，那都多久的事了？现在他可是了不得，不会是之前进了神域，但是一直没上报吧？他图啥呀？说不定就是咱们上面安排的呢，说不定就是为了让他能够在这时候给黑星一个致命一击，那也不太合理。他要是这么厉害，早就扬名了呀。也是，还真是古怪。不过对咱们来说是好事，担子小了点，咱们能保证不死，让他们杀就行了。最新消息，黑星那边都被杀怕了，现在满地躲着陆离呢。哈哈，还真行。要不是不允许大规模聚集，他们不会要几百人抱团吧？啊！哈哈哈哈哈！蓝星的同学们此时欢声笑语，黑星的玩家则是有些凝重。此时的一个小队，小心点，不要被青山离偷袭。我听说了，他非常喜欢暗中出手，一击秒杀。没错，大家集中精神，见到敌人立马开防御技能，特别是增加物理防御的技能，全部都用。他肯定是只有这一个手段，只要咱们能扛过第一波，后面都好说。哎，你说咱们怎么就落到这个地步了呢？是啊，之前那个大人可是说蓝星的玩家都很弱的，可能就今年出了个妖孽吧，怪咱们运气不好。没事，就他一个强，其他都不强，咱们能多杀几个其他人就行了。剑影至，人皆死。落地正是陆离。这一路上倒是很幸运，遇到的对手都不强，普遍是35级和36级的。37级的就遇到一个，速度很快，自己想打中他还真有些不容易，稍微纠缠了半分钟才杀死。38级的现在尚未遇到，但是听说还是有不少玩家达到38级的。哼，你就是那个青山离。这时候突然在背后传来了声音，陆离回头看去，发现是一个黑星人，头上有一个醒目的红标。陆离迅速使用洞悉之心查看了下他的信息，此人敢如此这般走出来，恐怕实力不弱。果然，玩家 Will 等级33级，职业剑士，副职业炼丹师，生命值100500，法力值22000，物理攻击42700，法术攻击13600，物理防御26600，法术防御25600，精神12600，速度28000。陆离有些惊讶，此人属性竟然如此离谱，等级仅有33级，但是生命值高达10万，而且攻击和防御都特别高，就连精神和速度都很高，这一身装备可谓是离谱至极。现在这个 Will 可以说是超级6边形战士，基本没有短板。此人若是遇到蓝星队伍，恐怕也是能够轻松解决，毫不费力的。再听他之前的语气，似乎就是想要遇到自己。果然，自己出名了以后，就有人找上门来了，能够解决自己，那么也是能为胜利的天平再加一块砝码。不过，真的就能稳赢自己？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夸张伤害，但是这伤害到底是怎么来的，他们并不清楚，因为他们根本来不及使用探查技能。再者，探查技能等级不够，照样看不到自己的基础属性，这样更能体现出自己洞察之心的重要性了。他们估计是以为自己的武器物理攻击属性很高，所以自己才有那么多的伤害。恰恰相反，自己的武器目前物理攻击并不高，自己凭借的是无视防御。但是又有谁敢去想自己无视防御呢？这种事听都没听过。胡佑也是如此，他现在有恃无恐，就是因为自己的物理防御很高，他就相信自己能够抗住陆离的攻击，然后凭借自己的超高输出击杀陆离。说话不说话，我就直接杀了你。胡佑见到陆离根本没理会自己，有些不爽，当即威胁道：哼，你是不是没有认清局势？陆离终于是回了他一句，随后手持轩辕剑冲了上去。就算你属性很高，那又如何？老子剑剑真伤，清锐剑袭，踏前斩，负7万，负74000，10万，那又如何？
胡一欧带着难以置信的神情倒下了，眼神中满是不甘。怎么可能？陆离看了一眼尸体，随后便离开，继续向前走去。速度又不快，还这么装，活该你死。在陆离的眼中，这个胡一欧还不如之前遇到的一个玩家威胁大。监控室，唉，黑星的一个官员见到这一幕，顿时发出一声叹息。其他的黑星官员也是满脸的无奈，这可是他们最厉害的选手啊，就这样被秒了。就看其他人能不能先把其他玩家杀掉，或者能够组队击杀这个青山狸吧。现在看来，一个人想要杀掉这个青山狸是彻底不可能了。蓝星这边气氛就要好多了，回去要好好奖励一下这个陆离。对了，还要直接给他上报华夏阁，把他提到最高优先级。没问题，我也同意。这次是狠狠给我们长脸了，此子有奇遇，将来必成大器。黑星复活点，刚刚复活的 Vio 脸色苍白的走了出来。此时 Vio 脸上的神情有些浑浑噩噩，这次属于是被打击到了，属于是。就在他向前走时，前方出现一个人。哟，这不Vio吗？几天不见，这么拉了。第90章突破150杀。哟，这不Vio吗？几天不见，这么拉了。胡一欧听到这声嘲讽，顿时愤怒抬头，一看，站在胡一欧面前的是一个黄色头发的男子。男子身高1.9米，虎背熊腰，手臂处的装备部分还有个尖锐的突刺，看起来有些凶狠。呵 ，Karger， 说我拉，你也配？我配！胡一欧冷笑一声，回应道，顺便还吐了口唾沫。一看这气氛，便知道两人不和了。这黄发男子名为 Kujerter， 是胡一欧的死对头了。两人在同一所中学，同一个班，喜欢同一个姑娘。不过胡一欧是常年压住 Karger 一头的，所以 Karger 此人一直对胡一欧很是不服，有空就要找茬。不过两人大多是嘴上吵架，真打起来，两人都是费力不讨好，索性也不浪费时间。哼，废物，这是被谁杀了？要是让 Shaysai Lily 知道了，你该多丢人啊！哈哈哈，竟然被蓝星人杀了！哈哈。此时 Karger 依旧是冷嘲热讽道。看到 Will 吃瘪 ，Karger 别提有多高兴了。胡一欧刚被秒杀，心情正不好，结果还要被人嘲讽，顿时愤怒骂道：“关你屁事，滚一边去！” Karger 一听 Will 竟然骂人，当即也是愤怒回应道：“我 Triple X， 踩笔就是踩笔，活该被杀，看我怎么拿积分第一！”随后 Karger 不再理会 Will， 朝着远处走去。Will 暗骂一声晦气，随后继续向前走去。此时的 Karger 走了不远便停了下来，口中喃喃道：“看来胡一欧也是被那个青山狸杀掉的，不然他不会是这种失魂落魄的状态。”没想到胡一欧属性这么强都没打过他，看来这青山狸是稳拿第一了。这可如何是好？是组队聚集大量同学一起杀他，还是不理会他杀光其他人呢？这 Karger 正是被陆离杀掉的黑星人类中的一员，就在不久前杀的。Karger 回到黑星复活点，正是为了换个方向，以免再次遇到陆离。越强的人被陆离杀掉后就越迷茫。弱者只知道陆离很强，但是比他自己强的太多了。他不知道陆离究竟有多强，但是强者就不一样了。他自己已经站在了巅峰，结果却被秒杀了。这对于强者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对于自己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是对信心的一次摧毁。这就是学渣、学霸和学神的区别。所以 Karger 深知陆离的恐怖，所以也清楚这次想要获胜会比往届更有难度。此时他心中的想法就是尽全力击杀其他人，在最后合力将陆离击杀。现在不允许大规模聚集，但到最后就不一样了，只要自己一方剩下的人多，就能有机会实现围剿。刷，踏前斩，顺便收个人头。陆离轻吐一口气，有些无奈的苦笑着摇了摇头。现在黑星的玩家们都知道自己了，想要杀人比之前有难度了呀。他们这一见面就跑，除非自己藏得很好不被发现，不然一旦被看到，他们立马就跑了。自己想要追就要耗时间，而且在追的时候他们还会分散跑，这样自己就不能击杀所有人了，获取积分的效率大大降低。但是陆离对此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自己又没法分身，只能期望其他人多杀点了。想要担负依靠自己一个人就获得最终的胜利，还是有些难的。自己虽然强大，但也不是不会死的。一旦被多个法师使用铂金级技能集火，自己一时间也回不上来血，那样可能就糟了。这时候陆离多希望自己能够有个分身啊，实在不行那就来个隐身嘛，偷偷接近，一击必杀。说实话，自己现在除了不会隐身外，根本就是个刺客啊。此时陆离的积分依旧是第一位，但是和第二名的差距在慢慢减小。胡一欧毕竟是总体属性和实力更加强大，
而自己则是比较极端，只有输出是最夸张的。另一点也是蓝星这边除了自己以外，并没有像 Will 这样特别突出的玩家了。说到底，蓝星的整体实力不如黑星，要不是有陆离在，这次恐怕是要被碾压的。整个东海省都只有2个人是 SS 级天赋，可想而知整体是有多弱了。其中一个 SS 级还是辅助型玩家，现在这2个人是在一个小队，也是蓝星一方除了陆离外获得积分最多的一队了。一个法师，一个辅助，确实不好单独行动，2人在一起行动，配上保镖确实是最好的方案。但是这样获取积分虽然多，但是积分会被平分不说，也耽误整体的积分获取速度。毕竟其他人多少有些拖后腿的意味，万一遇上对方比较强的小队，可能就会被缠住。这样的结果可能就是打了大半天，最后只杀了1、2个人。但是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陆离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好在也没人要求他做什么。王大虎在这之前都是默认了惨败的，甚至把这次当做了一次练兵。这次陆离倒是给了他一个惊喜，而且这次更改规则虽然对己方看似不利，但是实际上已经赚了。这次在结果尚未出现之前，蓝星就已经得到了与胜利等同的实际利益。万一出现了奇迹，那就是赢2次。王大虎深知黑星付出如此代价也是有原因的。经过这么多次的交战，王大虎等人也是了解黑星官员对于这种战斗的胜利的渴求。这倒不是那些官员有多么想赢，而是因为他们的统治者一声令下，莫敢不从。不知这是集权统治的优点还是缺点。总之，蓝星现在已经赢了。一天时间匆匆而过，有的人一次没死，有的人已经连续丢掉了5条命。陆离的击杀数也终于来到了150。第91章，徐一凡，我举报。早上回到现实，陆离刚一醒来就被王大虎叫了过去。陆离已经猜到了自己击杀了这么多人，拿到这么多积分，他不喊自己才奇怪。办公室，陆离同学，请坐。王大虎笑着说道，左手指着前面的座位，显得很是亲切。哎呀，陆离同学，这次你可真是给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啊！陆离笑着回应道，应该的应该的，这毕竟是在和黑星人战斗嘛。王大虎点点头说道，你能有这种想法很好，咱们国家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啊。虽然说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如何做到这般强大的，但是只要你是为了我们华夏，我就不会去追根刨底。不过我想说的也不是这个，而是之后的表现。陆离点头回应道，您说。王大虎满意点头说道，你今天的表现有目共睹，可以说今天规则改变就是因为你。哈哈。陆离虽然自己已经对此有所猜测，但是真的确认后还是有些哭笑不得，没想到自己竟然能让大人物们不惜更改规则了。我来和你讲一下今天的事情吧。陆离得知黑星方面既然不惜付出大代价也要更改规则后，也是大为震撼。他们为何这么热衷于这次比赛的胜利？在陆离看来，这不过是学生之间的一次比拼，而且还是在神域中进行的，不会真正的死亡。黑星至于如此吗？陆离表达了这个疑问后，王大虎开始解释道，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个牵扯到黑星统治者的意志，你却是了解不到这方面。这黑星统治者呀，对这方面看得很重，你应该也清楚，这比赛不只是我们东海省，也不只是华夏区才有，是全球的一次比赛，只不过是分散到了各个区域进行的。虽然每个区域的规则不一定一样，但是大多数区域都是黑星那边占优势一些。这每一年黑星那边都是有着不小的优势，所以这么多年来黑星赢了很多次，特别是近年来黑星更是赢了更多。再加上这是比赛，还有着奖励，奖励更是牵扯着那更高服务器的资源。毕竟这学生就是星球的未来，所以这比赛说小也不小啊。所以黑星那唯一的统治者自然是希望他赢得更多，毕竟他可是最终的受益者，而且还不会像我们一样分散到各个区域。所以你也猜到吧，他下了命令，甚至采用多种举措来鼓励他们赢。所以若是输了的话，和咱们对战的那边可能会受到惩罚，所以宁愿付出代价也想换取胜利。咱们这边一直比较稳妥，不过近年来的失利也让华夏阁开始改变策略，不过到底啥时候实施就不是咱们能考虑的事情了。哎呀，扯远了，这次咱们也是要谈谈接下来2天的情况。陆离点头表示明白。好，你在后面应该也感受到了，他们已经对你很是提防了。陆离无奈摇头说道，在后面确实是越来越难杀了，他们的警惕性比起之前高了太多，这可是切身体会，杀人的效率是能够明显感受到的。没事的，你在之前就已经积累了很大的优势，只要你在之后稳住第一就可以了，就算没能超越第2名那个忽悠的2倍也没什么的。陆离回应道，我尽力吧，在之后杀起来确实慢了很多。
王大虎笑着说道：“好，咱们暂时以这个比赛为优先，其他的之后再讨论。对了，我也是了解了你的天赋，所以之后几天的饭菜也是为你定制的。回去好好休息吧。”陆离眼神一亮，难道说……随后陆离也是起身告辞。回到居住处不多时，外面传来送餐的声音。“您好，陆离同学，您的定制餐到了。”陆离当即说道：“请进。”随后也是打开房间的门，只见一个服务员模样的女子推着一个车子进来了，餐车上满是食物，而且都是其珍贵品，请您慢用。说完这句话，送餐人员便离开了。陆离则是尽情享用大餐，吞噬，属性再次猛涨。也不知是否是王大虎特意安排，自己这次生命值是涨得最多的，而自己现在缺的就是生命值，也就是自保能力。生命值和防御足够高才能应对群攻局面，或许王大虎就是想到了这一点。吃完早餐后，陆离便休息了。其他学生要么休息，要么就是凑一起交流信息，同时所有人也是知道了陆离。听说了吗？陆离牛逼，这句话我已经说累了。这哥们儿真行啊，一人杀穿了整个黑星的对手。他之前哪的啊？有谁知道啊？我知道，他是隔壁龙泉市的。这哥们还有一段传奇历史呢。啥呀？展开说说。展开？竟然还有这种事儿啊！怪不得我听着这名字有点熟悉呢。原来当年中考的第3啊！太夸张了。听说了吗？这次规则就是因为他才改的。牛逼！就在同学们激烈讨论陆离的时候，徐一凡房间，砰砰砰，一拳狠狠地打在墙上。我操！陆离！徐一凡在听到消息的时候，只知道陆离有点厉害，杀了不少人。出来了才知道，原来是杀穿了，就连规则都是因为陆离才改的。黑心官员都怕了，这就让徐一凡难以接受了。啥玩意啊！我5月21日那天还在嘲讽你，你特么毫无还手之力，结果这才几天啊，你都能杀穿对面了，那岂不是虐我如虐狗？什么情况啊？要不是这进的是神域，我都认为你是开挂了。可是这怎么做到的啊？大家都是 S 级，怎么就你这么能？而且你确定你的天赋是吞噬之力，而不是我闭关3年出来即无敌吗？徐一凡，我举报，有人能改天赋。第92章，来到黑星复活点。黑星 Kanderger 行省，这个行省便是与东海省战斗的黑星区域。Dimriken 集中营 OH SH9， 怎么会有青山狸这种怪物？难受啊，猫飞爱，我死在他的手里2次了，可恶啊！而且他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杀我的时候竟然毫不留情。唉，我们这边真的没人能制裁他吗？我听说我们的王牌 VO 都被他秒杀了。胡说，谁说的秒杀？你见过吗？你没见过就不要瞎说哦。我们 VOGG 可是和他纠缠了好久，最后被他使用阴险的伎俩才杀了的。要是我 VOGG 再小心一点，完全是可以杀掉他的好吗？你亲眼看到了没有？那你说的这么清楚，你管我？你这不也是胡说吗？你行你上啊！别扯我们 VOGG。嘈杂声不绝于耳。Will 醒来后也是面色阴沉，心情很差，低着头不理会其他妹妹的叫喊，径直走回了自己的房间。他本以为这次是自己的个人秀，没想到自己是被别人秀秒杀。是的，不过是被秒杀。自己之前想的表现就是这次神域中的一个人的表现，不过他的名字换成了青山狸。黑心官员 Lakerby 看到 Will 的状态后，本想喊住他，但还是止住了，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中午再次食用了豪华定制餐的陆离陷入了休眠。傍晚，沉睡中苏醒的陆离与他的同学们再次聚集到了昨天的位置，不过这次所有人的目光都是放在了陆离的身上。哇，就是他吧？啊，他好帅啊！帅？他配吗？哦，我是说帅这个字。脸倒是不错，本公子喜欢。远离南通，就要南通，就要南通。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啊？我想不远处的穆小月也是紧紧注视着陆离，眸子中颇有无奈，自己好像失去了机会啊。如果当初坚持自己，不再用世俗的眼光去看他，坚持守护他，或许我现在就站在他的旁边挽着他的手了吧。可惜没有如果，没当初。都什么时候了，自己竟然还唱歌。转眼又看了看不远处另一边的徐一凡，此时的徐一凡也是在盯着陆离，不过目光中满是嫉妒和愤怒。当初家族怎么就选了个这个？家族的眼光也差得要死。赶紧将目光换成陆离。
穆小月再次回想起了5月21日那天的上午，颓废的陆离带着激动的神色跑了出去。或许就是那时候吧？难道说那时候他知道自己颓废3年应有的补偿了？当时的他和现在的他可真是判若两人啊！也是，中考时的他和之后的他也是判若两人的。这时候，一道声音出现，打破了穆小月纷飞的思绪。同学们，这次有陆离同学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你们也知道，这次很有机会获得胜利。获得胜利后的奖励可是特别好的，对你们之后的高考成绩或许也有重大影响。所以，尽全力吧。同学们，加油！王大虎的激情演讲也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响应。随后，时间到了，众人再次进入神域世界。熟悉的森林，陆离此时处于森林内的一条河流处，用水洗了把脸，然后便继续向前走出。他的目标是黑星复活点。现在不好遇到黑星的人了，而且受规则限制，他们无法大规模聚集，而人少了又打不过自己，所以他们一见到自己就直接跑，自己也很难杀掉多少。于是陆离便只能朝着黑星的复活点去了，这样就应该肯定能见到黑星人了。不要怪我啊，谁让你们都不愿意和我打架呢？一路向前，倒是能够遇见不少黑星的人，毕竟这一片也是战斗高发区，可惜还是跑了几个。在经历了一天的休息后，黑星那边的同学们早已全部知晓青山里的名头，见到就是跑。这是总司令 Laker By 下的命令，跑，能跑一个算一个。逃跑虽然可耻，但是有用。当然，这不能直白的逃跑，那样太伤士气了。Laker By 的原话是这样的：英勇无畏、聪明智慧的同学们呐，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的敌人有一个特别强大的，面对他，我们要量力而行，采用迂回战术。我们要用聪明智慧战胜他，战胜那些只知道用武力的野蛮人。这样，我们的战术会在最后击杀青山离，优先去击杀那些弱者，最后集中力量再去打青山离。简而言之，见到就跑吧，先打能打得过的，青山离最后再说。唰，再次一剑击杀一名黑星玩家。前行数千米，陆离也终于是来到了黑星的复活点。你竟然敢来这里！是啊！一剑将刚刚复活不久的那个玩家再次斩杀。陆离就在复活点旁边静静等待。说起来，这个玩家也是老倒霉蛋了，刚刚复活出来，走了几千米就遇上了陆离，惨遭秒杀。结果再次复活就又被赶到这里的陆离击杀，不想玩了。监控室，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啊！黑心官员 Laker By 跳起来，指着屏幕里的陆离对蓝星官员们说道。王大虎就笑嘻嘻地看着他，见到 Laker By 有着继续说的架势，便回应道：安了，忘了7、8年前你们也有这么一次了，怎么换成你自己就受不了了？就这啊！王大虎边说边笑嘻嘻看着他。Laker By 当即就被气得说不出话。你什么你？就这啊？你们也可以去我们复活点啊，嘻嘻。第93章大摆钟下送快递。在监控室内，两方人马嘴斗斗的不可开交，在复活点内就是真刀真枪的干了。唰，一剑挥出，陆离再次秒杀一人。那人在复活点复活后顿时就要逃跑，但是陆离怎么会放他离开呢？唰，手中轩辕剑再次挥出，那人再次殒命，只是这次却没有从里面出来，因为他已经死了5次了。此时不少人已经得知了陆离来到黑星复活点的消息，所以很多人都是怒不可遏，顿时赶了回来。一时间，这个比赛好像成了复活点保卫战。大胆，竟敢跑到这里来，真当我们无人了吗？啊，就是，兄弟们一起上，弄他，让他瞧瞧我们的厉害！冲啊！一群人蜂拥而至。陆离先是利用速度优势躲开部分攻击，随后便来到最前面与其他人开始短兵作战，利用自己的强大吸血能力和强大攻击力形成回血永动机。而且陆离虽然是战士，但是自己的2项防御力并不低，再加上获得的不少的生命值，陆离暂时是死不了的。10几名玩家看似很多，实际上能够造成的有效伤害并不多，而且造成伤害的能力还不如陆离回血回得多。10秒后，黑心玩家们顿时面如死灰。怎么办？打不过呀，要不我们还是先跑吧，等人多了再说。好，分头跑。10几名玩家在10秒的战斗后已经只剩下9位，眼看自己是打不过了，但是就有了逃跑的念头。陆离选择一人立刻追了上去，只要自己杀得够快，就还能杀掉其他几个。踏前斩，负8万，一记暴击顿时消灭一名黑心玩家，接着转身追上另外一名玩家，唰，
一剑挥出，再收一条人命。陆离此刻化身死神，表演一次死神来了。随后，陆离回到了复活点处，果然遇上了刚刚复活的2人，再次送他们回复活点。此时的复活点已经成为了地狱，跑掉的玩家顿时将这个消息扩散到了更多的黑心玩家。黑心玩家们那是怒不可遏，纷纷赶了回来。胡一佑一听这个消息，更是面色复杂，眼中带怒，也是迅速向着复活点赶了过去。实际上，之前 Laker By 也说过，如果自己优势足够大的话，就可以采取这个举措去复活点杀人。只是没想到自己这一方成了被杀的，但是很无奈，毕竟自己确实是打不过那个青山里。可恶，这次风头都被他一个人出了。想必蓝星人此时都在笑嘻嘻吧？真不知道青山里怎么会如此强大？难道真的如 Laker By 大人所说？此时的森林中部，什么？我操，太猛了吧，有点不当人啊。真的假的？好像是遇到的黑心玩家少了很多啊。好像是真的，走走走，一起去帮他。2个蓝星小队相遇，立刻开始分享最新消息。得知陆离已经杀到了黑心复活点的消息后，另一个小队是满脸震撼。2个小队立刻向着黑心复活点位置靠拢过去。一路上遇上其他小队也都会分享这一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徐一凡同学也是得到了这个消息。操，就这么能装逼的吗？实力强了不起啊！靠！徐一凡此时是恨得牙痒痒，这还是他之前认识的陆离吗？实力怎么就这么恐怖了呀？现在都敢堵人家复活点了，可恶！我要去堵他们，我不比他差。监控室，蓝星官员们此时都在乐呵呵地看着屏幕上陆离堵复活点的场景。这事儿以前不是没人干过，但是没有实力的人去了也是被虐，所以近些年来已经不怎么有这种事情了。大家都是没想到，今年倒是有了陆离这个妖孽。黑心官员脸色也是很不好看，这么多年了，只有他们堵蓝星玩家的份，什么时候轮到自己被堵在复活点出不去了 ？Will 啊 ，Will listen 啊 ，listen， 你们争气点啊，一起把青山离杀了，然后去堵他们复活点去啊！你们这么多人，还不能把他给杀了？还真不能。此时的陆离一人独占30人，虽然情况危急，但是还真给他稳住了。此时就像是一个工会在围堵一个大 boss 一样，大 boss 陆离一剑出，非死即残，而其他人却怎么也杀不掉陆离，甚至是想要打中都很难，这让那些法师和弓箭手玩家脑袋疼得要命啊！这时候就需要一个稳定的指挥来统领战局了。那一天的战斗时 ，Will 对阵青山离，最终 Will 被陆离秒杀。当时我看到 Will 在复活点复活后神情落魄，泣不成声，那一刻我就在想，如果是我和青山离对上，我一定要赢下所有。如今机会就在眼前，我必须考虑这是不是我此生仅有的机会。我相信比赛之前的大家能有如此大的信心 ，Will 功不可没，重铸黑心荣光，我辈义不容辞。Sorry Maker 及时赶到，此人眼神坚毅，一看便知道不是普通人。周围的同须们也是纷纷喊道：“大家看 ，Sorry Maker 来了，有机会了！”看来 Sorry Maker 在同学们心中的声望很高。此时的他赶到后，便直接站到了人群当中，直接得到指挥权，高声呼喊：“大家听我指挥 ！Daydan 你站在最前面。”牧师们都给 Daydan 加血。什么 ？Daydan 已经倒了？我操！这可是咱们这边最弱的坦克了啊，连10秒都撑不住。那再过去几个盾战士和骑士都顶在前面，只要不被秒，都好说。什么？一个群伤技能都给杀了？玩个毛啊！都去大摆钟下送快递吧。这时候，旁边的黑心牧师小姐姐好奇问道 ：“Sorry Maker， 这是啥意思啊？上边摆下边记。”第94章，必不能赢。监控室，哈哈哈！你们这不行啊！直接被我们一个人就全给堵在复活点了。王大虎爽朗地笑着说道。看得出来，此时的他很是高兴。不只是他，后边的官员们都是笑嘻嘻的。陆离表现这么好，也是给够了他们信心，让他们能够在这桩这个 B。Laker By 和其他的黑心官员此时都是面沉如水。Laker By 作为领头人，开口说道：“哼，王大虎，你别嘚瑟，我们现在可是有领先的，不要以为你们有一个玩家厉害就能够稳赢。确实，别看陆离此时这么厉害，随便乱杀，此时的总积分反而是黑心方面领先一些。没办法，黑心玩家的整体力量确实更强。若不是有陆离在，黑心这次本能够碾压获胜的。像 Will、Sorry Maker 都是很强的玩家，蓝星这边基本没有能够比得上的。所以陆离一个人杀得再快，也没有别人几百个人杀得快。当然，蓝星这边的同学们还是有一点反抗之力的，所以此时的积分也是咬得很死，积分差距并不大。所以
王大虎此时也是慢悠悠说道：“啧，你也知道，这点分差，说不定一会就是我们领先了呢。”哈哈，但是这第1名、第2名的积分差的可就多了。Laker By 也是清楚这一点，只能黑着脸不做回应，因为现在的积分差也是越来越小了，都是因为陆离堵在了复活点，他杀人越来越快了。而且其他黑星玩家此时都是寸心大乱，纷纷回援，这样一来，黑星玩家就没时间去杀蓝星的其他玩家了，所以此时黑星方面的积分增长的特别慢。反观蓝星这边，陆离一人就撑起了整个蓝星积分的增长。黑星官员们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此时的同学们都是愤怒当头，就算是能劝也是劝不住啊。虽说此时不理会陆离继续杀其他同学是最正确的做法，但是就算最后赢了，也是会感到憋屈。那跟输了有什么区别？甚至这样还会给他们留下一辈子的阴影。但是难道这样就不会有阴影了吗？黑星官员都是无奈的摇头。万一这次这么多人还没能打死陆离，万一还输了，那不会成为更大的阴影吗？但是不给他们一次战斗的机会也不现实，只能期待他们能够杀死陆离一次了。只要一次就好，就算是最后输了也没事。黑星复活点，青山里，你实在是太狂妄了，真当我们是好欺负的吗？此时的黑星玩家们大批量的赶到，黑星的玩家们顿时对陆离一阵口诛笔伐。就算我们一个人不是你的对手，那我们一群人呢？你当真以为一个人就能打得过所有人吗？虽然之前的规则里写了不准大规模聚集，但是这里面还是有一条隐藏规则的，那就是最终决战前不允许大规模聚集，两方复活点处除外。毕竟复活点是一方玩家的尊严，既然有人踩踏一方玩家的尊严，那自然也就允许玩家们来反抗。陆离此时看到如此多的玩家赶到，也是吓了一大跳，竟然聚集了超过100人。不过此时的他不禁反喜，陆离此时正嫌自己杀得慢呢。陆离迅速的来到了人群最密集处，随后立刻就是一个范围伤害技能打出，龙卷焰浪，龙卷焰浪，品阶黄金级，技能效果对前方划出一道龙形火焰之浪，宽3米，长5米，对所有目标造成 150% 伤害，冷却时间3小时，基础伤害30000加，技能造成 150% 伤害，剑神职业效果造成双倍伤害。于是乎负93000，负93000，负93000，宽3米，长5米，人群当即倒地一大片。陆离再次把2个卷轴挥出，玄冰阵，清月白斩，正是之前的到的2个一次性卷轴。玄冰阵，类型一次性卷轴，品阶黄金级，效果从天空释放大量玄冰，对方圆300米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5000点伤害，并造成 50% 减速效果。清月白斩，类型一次性卷轴，品阶黄金级，效果在自身周围制造一个剑阵，对方圆100米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10000点伤害。2个卷轴，全体范围负15000点伤害。之前依靠血量优势没死的玩家们顿时全部倒地。大型生命收割机，真正的死神降临。随后踏前斩，7万多的伤害将仅存的几个血量最后的盾战士等坦克职业玩家打上致命一击，周围顿时空了一大片，特别是陆离的周围空无一人。四周接近，监控室同样死寂一片，每个人都是呆呆的张着嘴。饶是他们这样的大人物们，此时也是难以置信。他们知道陆离很强，但是根本没想到会是强到这程度啊！这要是成长起来，这青山里将来必成大器，此子必不能放回 L， 必不能让他成长起来。黑星的官员们彼此对视，皆是明白了彼此心中的想法，于是几人再次凑到了一起。这青山里实在是太过恐怖，回去我们开个会。看来他值得我们采取特殊策略。唉，就是可惜了这次比赛，这次是必不能赢了。确实，此时的积分榜上，陆离一人可谓是立于群山之巅，独领风骚。第1名，蓝星 X 单人9号青山离，275分，1752金币。第2名，黑星 X 单人1号 VO 121分，410金币。经此一役，陆离已经是第2名 VO 的2倍以上了，而且蓝星总积分也已经实现了反超，而且一下就领先了不少积分。黑星官员们也是看到了这巨大的分差，才无奈地说出了必不能赢这句话。第95章，被彻底杀怕了的黑星玩家们。监控室中，黑星官员们聚在一起交谈。唉，这次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都怪你，非要改规则，有区别吗？还搭上了那么多的资源，就是全玩完了。就是，老谋子了。这次
你得给我们一个交代。要不是你提出来，我们也不至于亏了资源，还输了比赛。对，老谋子了，给我们一个交代。在其他官员纷纷指责的时候，老谋子了立刻回击说道：“简直是胡闹！当时我说的时候，你们当时可是一个反对的都没有，现在一个个反而指责起我来了，你们怎么好意思的？”其他官员厚着脸皮说道：“那不是看你有把握吗？再说了，反正是你提出来的，这事肯定是你的主要责任。”老谋子了立刻愤怒起来，大声怒骂道：“我你闭！”老谋子了的声音很大，蓝星官员们都听到了。蓝星的官员们纷纷哈哈大笑，监控室里一时间充满了快活的气氛。王大虎带头嘲笑道：“哈哈哈，你们怎么了？老谋子了，要不要我们帮你？”其他官员们也是纷纷说道：“就委屈了，就和我们说，我们不是他们那种人，咱们是好兄弟，需要骂人服务请扣1，当面结账当面服务。”够了！带头大哥 Laker By 终于是出来制止了，我们的事不劳你们蓝星人费心，你们也别谈论此事了，这不是让他人笑话吗？ Laker By 此时面色很是难看，这次事情他才是总负责人，也就是说受到惩罚最大的也会是他。若是老谋子了愿意承担部分责任的话，自己或许还能接受，但是现在看来老谋子了很不愿意。此时此刻当着蓝星人的面，自己那肯定是不能强迫他，这时候安稳军心最重要。好了，我们的比赛还没结束呢，这时候就下定论，未免也太早了些。说完，黑星的官员们顿时都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不再交流，气氛明显是冷了不少。Laker By 也是内心很无奈，此时只能希望有一个奇迹了。自己这边已经尽量高估这位青山梨，没想到还是低估了，要不然当初也不会没人反对用资源修改规则。黑星复活点，众人都是一片寂静，鸦雀无声。陆离也是被自己的群伤能力吓了一跳，毕竟这可是第一次用这种方式击杀玩家，这一次下去少说也是死了50人。要知道每一方都是只有265人的，这一下就是击杀了1/5以上的玩家。陆离击杀后很快又利用技能去击杀其他玩家，踏前斩。这时候这个技能显现的是如此无敌，刷刷刷，黑星玩家如同被割的稻草一般倒下。在经历过刚才的场面之后，黑星的玩家们此时是一点反抗之心都没有了，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就是任人宰割。不多时，刚刚复活的黑星玩家们成群结队在复活点里面走出来，但是此时毫无斗志的他们立刻四散飞逃，之前的嚣张和狂妄全部消失不见。陆离此时就像是老鹰抓小鸡一般去追赶那些黑星玩家。来得快的几个蓝星玩家看到此时被追得到处跑的黑星玩家都是惊呆了，这陆离也太猛了。半路上，落荒而逃的黑星玩家遇到了正在驰援而来的黑星玩家。你这是去哪啊？跑！你跑反了吧？复活点就是在你来的方向啊！跑啊！啊！跑哪去啊？你特么回来！没骨气！咱们的复活点被人堵住了，你竟然还跑！没出息！你当我不想啊？你行你上啊，不行也得上啊！咱们人多力量大，只要急火还怕秒不掉他？还真不行！你去了吗？你就说不行，说的像是你亲眼看到了似的。我还真亲眼看到的。那到底发生了啥啊？100多人围攻，死了一大半，就用了几秒。黑咻咻，你这人就喜欢开玩笑，爱信不信，别耽误我跑路。哎，看了几秒跑了很远的那个兄弟，这个赶来支援的玩家也是掉头追了上去。先说好，不是我没骨气，我也没信那个兄弟说的话，我只是我看那个兄弟挺好看的，想要交个朋友而已。监控室看着落荒而逃的黑星玩家们，这些黑星官员都是没再看大屏幕了，实在是太丢人了。这么多年了，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狼狈的场面。堂堂黑星未来的希望竟然被打怕了，但是这些黑星官员们也没法去责怪他们，不是他们不强啊，青山里太变态了。而且一旁的蓝星官员们还在有说有笑，这让黑星的官员更加难受了。森林战场，陆离在追了不远距离后便又回到了复活点，自己现在想要再杀黑星玩家可是难上加难，所以还是守株待兔来的轻松。自己费力抓人哪有等待他们复活来的轻松，只要他在外面死了一次，剩下的击杀次数都是我的。整整1天时间就是以陆离在复活点等待黑星玩家并击杀他们而结束。积分榜相比于第一天也是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名蓝星 X 单人9号青山梨495分3170金币。第二名黑星 X 单人1号 VAO 165分580金币。
陆离的整体积分已经来到了第2名 VO 的整整3倍，而总积分则是蓝星925比752。此时蓝星已经有了巨大的积分领先，这几乎可以说是陆离一个人撑起了蓝星。陆离的积分超出了蓝星总分的1半，而且其他玩家很识趣的没有一起在黑星的复活点捡人头，而是去到外围尝试击杀黑星玩家。这样一旦和黑星的玩家死过一次，那么接下来的生命次数都将被陆离清空。第96章4比0碾压获胜。现实世界6月7日特训第7天，比赛第3天早上6点钟，玩家们纷纷归来，一睁眼就是开始看着陆离的方向，与周围的同伴窃窃私语。这一次不只是亲身体验被追杀的黑星玩家们感受到陆离的恐怖，同一方的蓝星同学们也是震撼于陆离的恐怖。昨天的时候似乎还没这么夸张，今天这夸张的要死啊！看看那些落荒而逃、毫无斗志的黑星玩家们，都是被陆离宛如杀小鸡仔一样杀的。陆离的强大也让他们受益，由于黑星玩家们毫无斗志，蓝星的同学们都是杀的比第一天轻松了许多。看他又帅又厉害，我好想啊！想什么？你说呢？做他男朋友吗？只要他愿意，我无所谓的了。哦，这大兄弟确实牛逼啊！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么强的。听说他在很短时间内就成长到了这般地步。是啊，就跟开挂了一样，确实离谱。哎，强大的人都是有秘密的，人家怎么可能会说呢？也是，在一片嘈杂声中，陆离逃似的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周围这才安静了下来。刚一到房间，早餐就已经送了过来，全部吞噬后，陆离开始睡觉。自己这第2天倒是轻松了许多，一直守在黑星的复活点就可以。所以陆离下午并没有睡觉，在下午继续练自己的掌控度。第2层的举重若轻早就已经掌握了，现在陆离正在练习的是第3阶段随心所欲，意为随心所欲掌握自己的全部力量，想要输出多少就能输出多少。有了前2个阶段的铺垫，第3阶段反而并不难，重点在于细致的掌握每一分力量。现在陆离的掌控程度已经到了 93%， 一下午时间过去，陆离终于是达到了 100%。 现在的陆离算是彻底掌握自己的身体了。6点钟，众人再次来到聚集点，进入秘境副本森林。进入的时候大家都是满脸的轻松，因为有陆离的缘故，大家这次的比赛要轻松了不少，已经接近尾声，基本不会出现变数了，所以众人都是很轻松愉快。相比于第1天时候的凝重表情，大家现在可是天差地别啊。森林中，陆离出现在了黑星复活点周围，继续昨天的套路。一上午时间过去，战斗已经来到了尾声。总积分目前是蓝星1225比815，而总分在修改了规则后是不变的，也就是265乘以5，总共1325分。此时的黑星玩家已经所剩不多了，这样在下午将会开启最终的决战。黑星玩家已经仅剩不到50人了，而蓝星这边则是接近黑星的2倍，人数已经彻底碾压。而且在士气方面，蓝星也比黑星要更加高涨。尽管在第2天比赛结束后，黑星官员宣布了最后的防守策略，但是士气这东西也不是在说说后就能立刻提起来的，特别是见证了陆离的强大之后，玩家们很难再提起士气了。黑星官员虽然无奈，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听之任之了。他们自己都是已经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又能要求这些学生去做些什么呢？杀掉陆离吗？不现实。所以下午大决战来临，两方所有玩家都是聚在了一起，而陆离则是两方玩家的共同焦点。比赛决战开始。当天空中响彻这句声音后，两方立刻开始了混战。监控室，说完比赛开始的王大虎笑呵呵地坐了下来。现在啥心情？爽快，痛快。这次终于是轮到老子来说这句话了。王大虎接手这个比赛正是在前2年，而前2届比赛都是蓝星输了，每次决战都是蓝星大劣势，所以这开始比赛的号令都是由黑星的官员来宣布的。王大虎这心里可是一直憋着这口气，今天终于是出了这口气。快哉快哉！看到笑意盎然的王大虎，黑星的那些官员可就是十分不乐意了，不过他们也不会出口说些什么，毕竟前几年的自己也是这副模样，只能说风水轮流转啊。谁让今年这蓝星的东海省出了一个叫做青山里的妖孽呢？不过再妖孽又如何？夭折的妖孽可不是。Laker By 略显阴冷的目光瞧了王大虎一眼，接着很快便收了回去。混战现场，陆离一马当先，技能掠过便是引起腥风血雨，超过9万的伤害数字不断飘出，甚至有一半都是超过了10万。这是何等离谱的伤害！这也是得益于这几天陆离吞噬的定制早餐、午餐和晚餐，可是让陆离长了不少的属性。要是能够一直这般提供下去，
啧，不敢想，大混战开始的快，结束的也快。有陆离在，战斗轻松没意外。此时的战场上已经是只剩下蓝星的玩家们了。天空中传出了王大虎激动阵战的声音：“我宣布，比赛结束，蓝星胜利！”芜湖，哦，耶！玩家们顿时传出了高兴的欢呼声，监控室里也是一片欢声笑语。赢过，但没赢过这么爽的。最后总比分是蓝星1325比845，大比分领先对手。再看积分榜单，第一名蓝星 X 单人9号青山梨695分4410金币，第二名黑星 X 单人1号 VO 185分640金币，第三名。最终获胜条件如下：积分第一名所在的星球得1分，蓝星得1分；积分榜所有积分之和更多的星球得1分，蓝星得1分。若第一名积分超出第二名积分的2倍，则第一名所在星球得1分，蓝星得1分。若一方全部死亡，则最后生存的人所在的星球得1分，蓝星得1分。总比分4比0。蓝星黑星比赛，东海省区域蓝星碾压获胜。第97章，李月成、宁光城主。比赛正式结束，而且结束的也很快。众人离开森林副本，回归现实世界，时间刚刚来到了半夜11点多。此时的同学们回到现实世界，都是大声欢呼起来，周边的灯都亮着，同学们脸上都是流露着开心的笑容。王大虎迅速赶了过来，走到最显眼的前面说道：“今天开庆功宴，庆祝这次的胜利。”芜湖起飞，爽！同学们纷纷应和。不多时，一个个篝火出现，看来早有准备。确实，在今天之前就已经基本稳了。王大虎他们提前准备庆功宴也说得过去。今天我们能够获得胜利，大家也都知道是多亏了陆离同学。那么，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来表达对他的感谢。王大虎站在最前面，对着所有的同学说道：“啪啪啪！”热烈的掌声当即传出，看得出来，同学们也是对陆离很是尊敬。对于陆离是本次比赛的最大功臣这件事，他们也没有任何异议。当看到积分的那一刻，他们也都是傻眼了，太多了，太猛了。这次王大虎本来是想让陆离上去说2句的，不过陆离拒绝了。陆离对于讲话这种事并不感兴趣，也没有什么想要说的。自己能够这么厉害，主要也是靠的天赋。至于表现这么强，也是为了最终的奖励，当然也有对华夏的感情，不想让华夏输掉。但是说到底，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利益。比如这次陆离表现出来实力，就获得了豪华的饮食套餐，这让陆离增加了很多的属性。再者，这次比赛的最终奖励还没有换取，到时候自己能够得到的东西会更多。若是没有利益，陆离或许会藏拙，就像之前测试掌控度一样，若是没有奖励，陆离根本不会表现100%的掌控度，毕竟自己可以切换，那就表现个80%又能如何？此时的陆离正在专心吞噬这次的食物，因为比较多，所有同学都能吃到，所以并不能和之前的定制版相比，不过终究要比以前的好，所以还是可以吞噬一下。在吞噬完后，陆离便直接回去了。其他的同学们此时正举办篝火晚会，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不过陆离就不想参与进去了，只要不是强制的，陆离就是能拒绝就拒绝了。回到房间，进入游戏。此时是游戏内的傍晚时分。这3天一直是在副本中和黑心人作战，倒是耽误了不少时间。陆离先是来到了剑歌城的珍宝阁，陆离把这里的一切都收拾妥当才行。先是把所有的装备卖出去的钱收了回来，再取消了自己的所有任务委托，包括装备的和技能的。自己现在已经超过了30级，现在没人能够满足自己的各项需求了，这委托也就没必要挂着了。自己之后去李月城自然能够得到更好的装备和技能书。再就是装备鉴定，自己也取消了，虽然挂了上去，但是这几天也没人找自己，低级的装备需要鉴定的可谓是少之又少。同样是到了李月城再挂上吧。一切妥当，陆离乘坐传送阵离开了剑歌城，来到了李月城。先是到珍宝阁把要做的事情全部做完，然后陆离来到了城池的登记处完成登记。这个与之前的剑歌城登记是一样的，同样是10座主城中选择一个，然后就可以使用城池中的所有服务了。现在陆离就准备领任务做任务了。新的城池，新的 NPC， 新的任务，新的野怪，更多的奖励。陆离先是赶到了城主府，自己手里是有剑歌城城主李青宇的推荐信的，看看自己在李月城能否得到些许便利。凭借推荐信，陆离顺利来到了城主的面前。陆离早已搜集过资料，这李月城城主名为白宁光，与李青宇一样，是个女子。
不过她可不是李青雨这样的年轻女子了。李青雨年龄20多，心理年龄更是只有10几，而白宁光则是不同，虽不知其确切年龄，但是至少也有30岁了，是个成熟有风韵的女子。虽说是年龄在30多，但是皮肤保养的极好，在面相上看，即使长相偏成熟，看起来也不会超过30岁，可以说是个超级大美女，不过分了。而且不只是长得漂亮，身材也是极好。平时玩家们见到的形象是个穿着旗袍的女子，旗袍可是最显身材，那大长腿不知是迷倒了多少玩家。而李月成能够成为玩家数量排在前3的主城，白宁光功不可没。冲着白宁光来的男玩家可是数不胜数，而且还有着众多的女玩家吹捧。这种御姐形象也是很多女生喜爱的。据李青雨所说，她和白宁光如同姐妹，就是因为她像个大姐姐一样照顾她。李青雨也是极为喜爱这个大姐姐。今日陆离终于是有机会见一见这个城主了。之前参加新生挑战赛，由于是最后一届最没有含量的新生挑战赛，所以白宁光索性都没有出席，而是派了一个官员。所以陆离一直也没有见过白宁光。当然自己之前是已经见过图片的，但是图片怎么能和真人相比呢？在守卫的带领下，陆离终于是来到了白宁光的面前。这里是一座大殿，应该就是平时白宁光见玩家和其他官员的地方。此时的大殿较为空旷，毕竟时间是接近晚上，而且也没有什么玩家在这时候来见城主，毕竟城主一般也是比较难见到的。面前的白宁光双眸也是看着走进来的陆离。陆离一看，白宁光作为目前的 NPC 10大女神之一，果然名不虚传啊。亲眼见到，果然比图片上面的更有气质。肤如凝脂，身材高挑，眸若生光，顾盼生辉，雍容华贵，高贵优雅。第98章暗翼魔狼。在下青山离，见过城主大人。陆离行礼说道，基本的礼节还是要有的。此时的宁光手中还拿着之前陆离上交给守卫的推荐信，青葱玉指轻轻摩挲着手中推荐信。宁光城主开口说道，青山离，我已经了解过你了。青羽那丫头对你可是赞赏有加，我之前也得知了你在第9届新生挑战赛上的表现，我代表李月对你表示欢迎。陆离也是立刻回应道，感谢城主大人。宁光略有清冷的声音传出，我也已经知晓你的目的，任务我可以给，不过不可能像青羽那般随意给你，而且也不会给你太多的任务，这点你要知晓。陆离自然是早就明白这一点的，不过听到白宁光亲口说出，还是有些遗憾的。这可是主城的城主啊，他给的任务那经验值再配上自己的天赋，天呐，流口水，可惜不会多给。陆离回答道，我明白，城主大人能够给1-2个任务就已经很好了。宁光继续说道，好，我事务繁忙，所以先给你一个任务让你去做，若是完成的好，自然还会有后续任务，若是完成的不好，我也不会再给你任务了。陆离立刻回答道，我一定完美完成任务。宁光嘴角似乎微翘，随后便很快收起，开口说道，有自信是好事，那么去吧。陆离立刻收到了一个任务提示，城主任务，清剿魔狼群。任务介绍，李月城外有一个天球谷，在那里充斥着魔族的暗翼魔狼，城主白宁光希望你能消灭他们。任务需求，击杀1000只暗翼魔狼。任务时限2天。陆离向白宁光告辞后，便立刻前往了任务指示的地点天球谷。花了半小时到达后，陆离便看到了大量的暗翼魔狼。暗翼魔狼等级35级，种族魔族，品阶铂金级，生命值40万，法力值13000，物理攻击32000，法术攻击18500，物理防御3万，法术防御35000，精神13000，速度27000。技能暗翼使者魔狼之爪魔气侵袭。暗翼使者暗翼魔狼是魔狼一族的变种，经历了魔气的侵扰后，实力异常强大，在生命值低于 30% 时获得 50% 全能吸血。魔狼之爪暗翼魔狼增加 50% 速度，下一次攻击额外造成 50% 伤害，1分钟生效一次。魔气侵袭暗翼魔狼每次攻击都会释放体内的魔气，魔气会侵染目标，受到侵染的目标在每秒流失 3% 总生命值，持续10秒。介绍，来自深渊的魔狼使者具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在来到天球谷后变成了这里唯一的生物。这暗翼魔狼实力十分强大，生命值高达40万点，而且技能的效果都是很强力，生命值在低于 30% 后获得 50% 全能吸血，这让很多来打他的玩家队伍苦不堪言。好不容易达到了 30% 以下，结果却又被他吸了回来，因为其他玩家基本不具备
能够秒杀30%生命值的暗翼魔狼，所以每次都会被暗翼魔狼通过技能获得第2条命。这就是暗翼魔狼没多少玩家愿意打的原因。其次，魔气侵袭这个技能让他的每次攻击都能附带流血效果，而且还可以叠加，攻击一次每秒就会流失3%的总生命值，持续10秒，也就是一共能够流失30%的总生命值。而且叠加后，攻击到2次就是60%的生命值，攻击到3次就是90%的总生命值，这更让玩家们痛苦不堪。所以每次要打暗翼魔狼都需要一个牧师来加血，甚至一个都不够，需要2个。陆离处理起来也是很慢，自己虽然无视防御，但是每次攻击也不过是能造成10万出头的伤害罢了。想要击杀一只暗翼魔狼需要攻击4次，而任务需要他击杀1000只，这要是其他玩家肯定是完不成这个任务的。可以说白宁光是在为难他，不过陆离这次怕是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了。陆离手持轩辕剑迅速靠近一只暗翼魔狼，陆离也是没有想到轩辕剑所需的材料竟然如此珍贵，之前在珍宝阁陆离已经问过了，璃月城也没有现存的银星丹，之前的2枚已经到了剑歌城和青烟城的珍宝阁进行拍卖，所以陆离还是只能在几天后的剑歌城的珍宝阁拍卖会上获取。好在现在陆离手里的金币足够多，想要拿下应该不是难事。说回战斗，唰，一剑砍出，负11万。陆离最近的吞噬得到的大多是生命值，所以获得的物理攻击并不算多，于是造成的伤害也比较有限。踏前斩，轻锐剑袭，再接普通攻击，3剑出，暗翼魔狼当场倒地，时间大约花费了5-6秒。陆离皱眉，还是伤害不够啊，这还是技能齐全的情况。技能毕竟虽然不耗蓝，但是还是有冷却时间的，所以在之后的击杀中倒是慢了不少。毕竟没了技能，在使用普通攻击的情况下，每次也就是7万的伤害，需要6次才能击杀一只暗翼魔狼。若是被他偷袭一口，说不定还得再加一次，这一来一回拆的时间可就多了。终究还是伤害差了点。不过若是让每次只能破1000伤害的玩家们听到陆离的吐槽，恐怕是要集体举报了。刷刷刷，陆离不断挥舞手中的轩辕剑，一只又一只的暗翼魔狼被收割而倒地，掉落出装备、货币等物品。第99章月8级挑战2大 BOSS。 嗷呜！就在陆离杀的兴起的时候，一声巨大的狼吼传出。陆离抬眼看去，远处正有一只庞然大物赶来，原来是这一族的王者暗翼魔狼王。暗翼魔狼王等级38级，种族魔族，品阶铂金级，生命值80万，法力值1万，物理攻击6万2千，法术攻击2万8500，物理防御6万，法术防御5万5千，精神2万5千，速度3万8千。技能暗翼使者魔狼之爪魔气侵袭。暗翼使者暗翼魔狼王是魔狼一族的变种，经历了魔气的侵染后实力异常强大，在生命值低于50%时获得50%全能吸血。魔狼之爪暗翼魔狼增加50%速度，下一次攻击额外造成150%伤害，1分钟生效一次。魔气侵袭暗翼魔狼每次攻击都会释放体内的魔气，魔气会侵染目标，受到侵染的目标在每秒流失10%总生命值，持续10秒。介绍：暗翼魔狼是来自深渊的魔狼使者，具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在来到天球谷后变成了这里唯一的生物。而暗翼魔狼王正是这一族群的王者。看到属性的那一刻，陆离也是惊了，这高达80万的生命值，这真的是我们玩家现在能打的吗？还有高达6万的攻击力，现阶段基本不会有能抗住他5次攻击的坦克职业玩家，更不用提强化过后的那些技能了。这次真的是一场硬仗了。30级玩家 vs 38级强大 BOSS， 不过在他的身上好像还站着一个手持法杖的人。魔族火焰法师，等级38级，种族魔族，品阶铂金级，生命值40万，法力值5万3千，物理攻击1万2千，法术攻击6万8500，物理防御1万，法术防御5万5千，精神5万3千，速度2万。技能火焰沸腾火焰魔法盾，振奋火焰火焰跃动。火焰沸腾，火焰法师召唤一道火焰区域，火焰区域内的目标会受到每秒 0.5x 法术攻击点魔法伤害，火焰区域范围为半径5米的圆形区域，持续时间为10秒。火焰魔法盾，火焰法师自带属性护盾，
受到的伤害将被护盾吸收，最多可吸收10万点伤害。当护盾被打破后，需要60秒时间重新凝聚。振奋火焰，火焰法师可向目标释放一道火焰，增加目标 50% 输出伤害，持续30秒，冷却时间120秒。火焰跃动，当火焰魔法盾被打破后，火焰法师获得一次火焰跃动。火焰法师可在目标处释放一道火焰，随后即可穿梭至火焰处，火焰位置不超过以自身为半径100米的圆形范围。介绍：魔族的魔法师具备强大的火焰法术能力，果然强强联合呀！陆离都是感觉有些棘手了。这魔族火焰法师不仅自己有个能够吸收10万伤害的魔法盾，还特喵的站在暗翼魔狼王的背上，这可真是太小心保险了。而且魔法盾被打破后，还能够获得一次空间跳跃能力，这让他的存活能力大大提升。而且他的输出能力同样恐怖，万一让他稳定输出，自己怕是难了。而且猜得不错的话，暗翼魔狼一族出现在天球谷范围，背后就是魔族搞的鬼。此时魔族火焰法师来到这里，或许就是要有新的阴谋。而宁光城主既然刚好让自己来此，是他已经猜到了，还是误打误撞？陆离更倾向于宁光城主已经发现了某些踪迹，这才派自己来的。1000只，自己总会遇到这暗翼魔狼王的。难道这就是他的目的？虽然宁光城主是女性，但是内心城府不可小觑啊。陆离持剑向前走去，虽然对面的暗翼魔狼王、魔族火焰法师都很强，但是自己有信心击杀他们。呼呼呼！自己周围突然天降大片火雨，是魔族火焰法师的技能火焰沸腾。陆离立刻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躲开了这片火焰区域，每秒3万多的伤害，自己可不想一直待在里面。陆离此时也不过是6万多一点的生命值而已，这在里面待上2秒，自己就得死。不愧是高达38级的野怪，自己30级就来杀，似乎还是勉强了一些。好在自己速度够快，已经来到了暗翼魔狼王的面前。魔族火焰法师一直在暗翼魔狼王的背上，自己暂时打不到，只能先暗翼魔狼王。踏前斩，陆离瞬间来到了暗翼魔狼王的一侧，负96000加28800。呼，陆离松了一口气，终于是吸回来了，不是满血真的没有安全感。随后就是各种技能不停倾泻在了暗翼魔狼王的身上，牢臂的回手掏，表里沙燎乱，轻锐剑袭，各种爆炸输出的数字不断飘出。可是暗翼魔狼王的生命值实在是太多了，4个技能刚刚用完，暗翼魔狼王便触发了暗翼使者技能。在陆离攻击他的时候，他也是攻击了陆离2次，不过都是被陆离用吸血吸了回来，但是依旧是有些不够看啊。陆离的生命值是不断减少的，因为还有个法师一直在攻击他，自己这次有些危险。九孔之力，这是九孔3月铠甲的附带技能，使用该技能后获得5000点物理防御和法术防御，持续30s， 冷却时间1小时。刷魔狼之爪，负55000加27500。暗翼魔狼王这一次攻击打在了陆离的身上，自己也是靠着 50% 的吸血吸了近3万的血量回来。幸亏陆离开启了九孔之力，不然这次他就直接死了，伤害实在是太高了。陆离也是吓了一跳，赶紧一剑挥出，吸了3万血回来。砰！一道法术攻击落在了陆离的身上。第100章击杀2大 BOSS， 负55000。陆离的法术防御并不高，这一下直接要了陆离的命啊！好在陆离还能够复活，出生，迅速复活，随后一剑砍出，负12万加36000。这次伤害出奇的高，是因为触发了九孔3月项链的技能效果。孔月不止39，第27次攻击必定暴击，且附加与精神数值等同的伤害。得益于这次的伤害，陆离恢复满血。毕竟出生虽然能够复活，但是只恢复1半的生命值，这随便一次攻击都能让自己彻底死亡。陆离接下来就要小心再小心了。技能迅速发出，夹杂普通攻击，负9万，负10万，负9万，负10万，将近40万的恐怖伤害迅速的打出。幸亏魔族火焰法师释放法术攻击需要时间比较慢，不然陆离可是有些扛不住的。而且最关键的是自己现在没法打他，只恨自己不会飞。砰！暗翼魔狼王一爪子拍在了陆离的身上，陆离硬扛着这一击，挥剑砍在了暗翼魔狼王的身上，负12万。暗翼魔狼王终于是死掉了。嗷呜！暗翼魔狼王发出了一声不甘的巨大的吼叫声，他很难想象竟然有玩家在现在能够爆发出如此高的伤害。轰隆隆！
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魔族火焰法师也终于是落在了地上。陆离迅速朝他冲了过去，失去了暗翼魔狼王的身躯庇护，魔族火焰法师就彻底暴露在了陆离的面前。而这样一来，他就不能再安稳输出了，因为法师一般都是需要保护的，没有稳定的输出环境，法师是很难发挥太大的作用的。而这个魔族火焰法师的话，就是有2个保护手段的。现在陆离就是要把这魔族火焰法师的2个保护手段给打破，迅速突进到魔族火焰法师的面前，随后一剑挥出，负10万，刚刚好把他的盾给破了。哎呀呀！魔族火焰法师怪叫一声，随后迅速消失不见。唰，他出现在了陆离的后方。陆离转身便看到了魔族火焰法师，随后立刻便是朝着他的方向冲了过去。而这位魔族火焰法师则是刚想输出，便看到陆离极为残忍的冲了过来。火焰沸腾，一道火焰区域出现在了陆离的面前。陆离忍着伤害，依旧是冲了过去。陆离的思路很清晰，自己只要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就能打断他的施法，再凭借自己的吸血能力，自己是不会死的。擦！一剑砍在了魔族火焰法师的法袍上，负9万，极高的伤害让魔族火焰法师再次发出怪叫声，随后竟然头也不回的往反方向跑去。但是他怎么可能跑得陆离呢？很快，魔族火焰法师便被陆离追上了，笑死都没跑出去100米。3剑并作2剑，现在的魔族火焰法师已经没了防护手段，只能任陆离宰割。40万的生命值，在没了别人打扰的情况下，也就那样。刷刷刷，技能夹杂普通攻击，陆离很快便杀死了这个魔族火焰法师。没有人保护的法师就是这样，在秃脸的战士面前没有活路。但是若是刚刚那种情况，法师的作用就很大，只要有人保护，能够安稳输出，那法师就是个无情的强大输出机器。战斗结束，陆离迅速吞噬掉魔族火焰法师和暗翼魔狼王的尸体。吞噬之心发动，吞噬魔族火焰法师成功，获得法术攻击150点，精神150点。吞噬之心发动，吞噬暗翼魔狼王成功，获得物理攻击165点，速度150点。这2次的吞噬获得的属性很不错。再向大家解释一遍，吞噬太强的东西是不被允许的，比如星球。吞噬无聊的东西得到的奖励是很差的，比如空气。吞噬装备会获得原材料，吞噬丹药及使用丹药。吞噬奇奇怪怪的东西，还有吞同学，比如徐一凡。你们自己悠着点，这些都是不好的，能过闪吗？咱们可是正经小说。再者，直接吞也怪的，那不就是随便秒了吗？我还要数据干啥？可以理解为吞了也没用，又吐出来了。吞噬万物功能会在后边体现，也就是吞噬强大的某些特殊物品。现阶段就是吞噬野怪获得属性为主，脑洞可以用在后边的讨论区。而且明确告诉大家，新的天赋在进入新的服务器后才会获得，现阶段的这几个天赋已经够用了。这也是为了让大家不要再说某某天赋没用了，没有没用的天赋，只是前中后期的问题。在陆离升级到30级后，现在吞噬之心的次数已经来到了200次，所以陆离现在能够获得的属性也是越来越多了。现在30级的他属性已经可以和35级的玩家们相比了。之后陆离捡起了2个强大 BOSS 掉落的物品，这些物品包括勋章暗翼之力、装备暗翼魔狼王甲、暗翼侵袭技能书、魔法盾技能书20金币。暗翼之力类型勋章，效果获得暗翼的力量，对狼类生物增加 5% 伤害。介绍：从未知处获得的暗翼能量，在侵染了狼族的血脉之后，对狼族有更强的侵染能力。这个勋章还可以增加对狼族的伤害，自己之后还要继续刷暗翼魔狼，勉强加点伤害也好。另一个装备暗翼魔狼王甲也是个铂金级装备，比自己身上使用的这件9孔3月铠甲还要强上不少。不过为了装备的套装效果，陆离就不换了。第101章震惊凝光城主。暗翼侵袭这本铂金级技能书的技能就是暗翼魔狼王具有流血效果的那个技能，效果很不错。陆离直接使用了技能书，不过玩家使用的技能的效果是有折扣的，也就是说这是被削弱过的。玩家所使用的技能效果为每次攻击都会释放魔气，魔气会侵染目标，受到侵染的目标在每秒流失 3% 总生命值，持续10秒。总的来说也还行吧，虽然陆离现在靠的是秒杀，不过难保以后不会遇到几百万几千万生命值的生物，起码也能增加不少伤害了。魔法盾技能书则是魔族火焰法师的魔法盾，同样是铂金级，不过陆离的技能书同样是削弱版本。魔法盾自带属性护盾，受到的伤害将被护盾吸收，最多可吸收5万点伤害，
当护盾被打破后，需要300秒时间重新凝聚。总的来说，就是一个5万的护盾，在现阶段不可能出现真实伤害的情况下，就是多了5万的生命值。不过，玩家需要5分钟才能凝聚一次，虽然比较可惜，但是还是很不错的。陆离当场学习，在击杀了2个最强的天球谷区域的 BOSS 后，陆离便可以为所欲为之，为所欲为了。2个小时时间过去，陆离终于是完成了宁光发布的任务，击杀了1000只的暗翼魔狼。这掉落的材料和装备金币等那可是数不胜数。陆离将大量材料都是扔进了分解机中进行分解，在分解到一半的时候，陆离的分解师等级便已经来到了3级。全部分解完后，陆离总共是获得了325枚金币，其他可以卖掉的装备则是被陆离装满了背包。同时，陆离也将吞噬之心的次数全部用完了。夜晚10点，陆离来到了城主府。此时的城主府依旧是灯火通明。陆离尝试来到了城主府门口，守卫通报之后，便带领陆离来到了一处别院，这里应该便是城主宁光大人居住之所了。毕竟已经是接近半夜，也算是到了即将休息的时间。宁光大人在只见过一面的情况下，便是能够让陆离来带这个地方，陆离也有些惊讶的。城主大人，人已带到。守卫站在门外，对屋内的宁光城主通报道，略有清冷的声音在屋内传出，让他进来吧。是，请进。守卫大声回应之后，对陆离边说边伸手，表示请他进去。陆离道一声谢后，便推门而入。屋内亮堂堂的，看样子宁光似乎还在做着公务。城主大人，深夜打搅，还望见谅。陆离恭敬说道。宁光城主头也没抬，淡淡说道：无妨，所来何事？若是觉得任务太难，可以放弃的。在他想来，陆离不过是30级，击杀35级的野怪，虽然也有机会，但是这数量嘛，可能就做不到了。所以他这才以为是陆离自认完不成任务才来此地的。而且这时候可是深夜，所以宁光虽然让陆离进来了，但是仍旧是有一丝丝不悦的。城主大人多虑了，我是来交任务的。陆离淡淡一笑，说道，同时拿出了任务完成的凭证。什么？宁光吃惊地说道，同时抬起头来，宛若清潭的双眸紧紧盯着陆离手中的凭证。这凭证是在任务完成后系统才会给的，而且自己的任务可是必须要单人完成的，所以说他真的做到了，而且所用的时间不过是几个小时。宁光堂口微张，俨然是十分吃惊的样子，甚至手中的笔落在案上都没有察觉。你是怎么做到的？宁光急忙问道，他的声音终于是有了些许的波动。这任务别说是30级的陆离，就算是现在35级以上的玩家，让他单人完成都是很吃力的。陆离自然也是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之前的与黑星的比赛上，自己可是傲视群雄的。由此推来，陆离也算是东海省明面上最强的玩家了。继续往大了推，陆离不敢说是全国最强，至少也是前20之列的。而整个礼乐城虽然是10大主城之一，但是陆离依旧是能够排在最前列的。所以拿自己和他们比，自己自然是不怕的。他们可能完不成这个任务，但是自己还是可以轻松完成的。不过这次看来是让宁光大人吃惊了一回啊。陆离笑着说道，宁光大人，我虽然等级略低，但是实力绝对是值得信赖的，请您放心的交给我任务便是。关键时刻不能忘记向宁光城主多要点任务啊。自己为啥等级低啊？因为自己缺经验啊。太缺经验了，来一点大额经验奖励的任务啊，要不然奖励几本大额的经验书奖励也成啊。求求了，宁光大人，我不明说，但是你得明白啊。有趣有趣。宁光城主笑着站了起来，走进了陆离，随后围着陆离转了2圈，说道，好，不愧是青羽丫头强烈推荐的人才。我之前有想过你能完成任务，只是没想到你竟然几个小时便完成了，看来我还是低估你了。不错不错，那我便多给你几个任务，放心，都是经验多的任务，保你迅速升级。陆离也是接连接到了2个任务，同时上一个任务的奖励也已经结算了。恭喜你升到31级，获得800点自由属性点，请按需分配。目前在本服务器中，您的等级排名为11021032位，华夏区等级排名为1226325。在30级到35级阶段，陆离每次升级能够获得3200点物理攻击和1600点速度，以及800点自由属性点。同时每次升级生命值提升8000点，法力值提升2000点。陆离依旧是将800点自由属性点加在了物理攻击上，最极致的输出。华夏区排名从1000万出头到100万出头，陆离已经来到了等级排行榜的前10%之列，而这都不到1个月的时间。第102章竞技场之夜。陆离现在的全球等级排名的话，也快要突破进入前1000万之列了。而另一个战斗力排行榜
也就是在竞技场排的榜单，陆离待会就准备去刷新一下排名。现在陆离的实力已经足够，也是时候去薅羊毛拿奖励了。不过这两个排名是两个方面，两个都不能落下。玩家的等级每次有大的突破，都会获得一项新的内容，比如30级后的新的装备格子，比如40级后的生命值转换，还有之后的飞行装备都是很重要的。而战斗力的排名则更像是一种奖励机制，排名靠前的玩家每次都能获得一些东西。陆离和宁光城主辞别后，花了点时间来到了礼月城的珍宝阁中，接着陆离便将自己根本不需要的装备都扔了出来进行售卖。看着服务小姐姐看过来的震撼的目光，陆离轻笑，跟你闹呢？这可是杀了1000只暗翼魔狼后掉落的物品，就算是去掉了扔进了分解机的完全没用的材料，自己也依旧扔下了海量的物品。在服务小姐姐的目送下，陆离走出了珍宝阁，接着陆离便来到了礼月城的竞技场。依旧是走完流程，陆离进入房间开始匹配。此时时间是游戏内的半夜时间，不过玩家数量还是很多的，毕竟是10大主城之一嘛，玩家数量多，自然在竞技场的就多。你好，青山离，正在根据您的排名匹配对手中，匹配成功，请做好战斗准备。很快，陆离进入一个竞技场场景，对手是个31级的玩家，在礼月城匹配到的自然是同样在礼月城的玩家。目前陆离的礼月城的等级排名为680024名，而对手则是要比他强得多，毕竟其他玩家大多是在3级城池磨练已久，来到了礼月城后，等级排名已经都很高了。恭喜您，您已成功在剑歌城完成竞技场登记，等级排名采用所属主城礼月城排名。系统提示：目前您的战力排行榜单人华夏大区排名为8254451名，请努力提升排名。系统提示：目前您的战力排行榜单人礼月城区域排名为800112名，请努力提升排名。后续均采用礼月城排名，取消剑歌城区域排名。虽然陆离的排名低，但是战力可一点都不弱呀。陆离说时迟那时快，当即就是给了对手一个大大的惊喜。剑出人灭，只留下对手呆呆的目光。恭喜获胜，您的战力排行榜礼月城区域等级排名上升至580024名，恭喜您获得4连胜。陆离直接又是提升了10万名，虽然对手的名次远高于50万，甚至有可能是排在10多万名，但是毕竟每次都有特殊情况存在，所以系统也不会强行将陆离的名次提升到与对手等同的名次，而是循序渐进，随着胜利的次数越多，晋级的名次才会越多。陆离继续匹配下一个对手。你好，青山离，正在根据您的排名匹配对手中，匹配成功，请做好战斗准备。战斗依旧是结束的很快，这次陆离依旧是秒杀，系统已经感受到了陆离确实是真实实力，所以这次提升的名次有很多。恭喜获胜，您的战力排行榜礼月城区域等级排名上升至210125名，恭喜您获得5连胜，这次的名次是直接提升了37万。继续，恭喜获胜，您的战力排行榜礼月城区域等级排名上升至80125名，恭喜您获得6连胜，6连胜，已经进入前10万名。继续，恭喜获胜，您的战力排行榜礼月城区域等级排名上升至50125名，恭喜您获得7连胜，即将突破5万名，7连胜了，恭喜获胜，您的战力排行榜礼月城区域等级排名上升至10185名，恭喜您获得8连胜，即将进入礼月城前1万名，恭喜获胜，您的战力排行榜礼月城区域等级排名上升至2125名，恭喜您获得9连胜，前2000名，9连胜。附近的玩家已经讨论开了，起先是被秒的那几个对手在吐槽，我操，我被秒了，怎么会这么夸张啊？是哪个大佬一直没打竞技场，现在才来打啊？这不是虐菜吗？兄弟你可真惨，还好我没遇到，你遇到了也是被秒的份。几分钟后，我操，我也被秒了，咱俩遇到的是同一个人。什么？你也遇到他了？哈哈，猛吧，一下就秒了。是啊，体会到你的感觉了。几分钟后，兄弟，你遇到的是不是一个剑客？对对对，是个剑客。兄弟你也遇到了，我刚才就听见你俩在谈论被秒的事儿，就在刚刚，我遇到一个直接把我秒了。于是3个难兄难弟的故事流传开来，很多又有几个玩家也遇到陆离，出来后也加入了讨论的行列。于是乎，陆离秒人的事迹就传播开了。然后在得知了各自的战力排名后，
众人都是一片震惊。我操，那他岂不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直接上升了几十万名？我看是这样的。肯定啊，你看他现在都遇到前1万名的对手了，而且还是一剑就秒。我看他能进前100名。我操，我们快去看看，前100名是有名字的。不知是该说幸运还是不幸，对手没有一个是认识陆离的，因为听过陆离名声的不是还在剑歌城，就是在现实世界篝火大餐。第103章，丽月城第9名。不过陆离现在尚未到达前100名，所以他们看不到陆离的名字。而此时的陆离出来后便继续匹配，倒是没过多关注这个消息。你好，青山离，正在根据您的排名匹配对手中。匹配成功，请做好战斗准备。新的战斗开始了。陆离现在的对手已经是李月城区域1000名以内的了，单论实力来说已经是很强了，在整个华夏也算是前1万名了，但是依旧是不够看，对陆离根本没有造成任何阻碍。你就是今晚疯狂上分的那个剑客吧？没想到刚一进入战斗，对面的阿弟后爱这名玩家便对陆离开口问道。陆离也没藏着掖着，说道：正是。阿弟后爱当即兴奋说道：好，我听他们说你一剑就能秒人，就让我来领教一下。陆离点头表示可以，速度提到最高，来到阿的后爱面前，一剑出，阿的后爱都没有反应过来，便直接被秒杀了，就如同之前的玩家一样。系统提示音出现，恭喜获胜，您的战力排行榜丽月城区域等级排名上升至625名，恭喜您获得10连胜。10连胜，名次从最后来到了丽月城区域的前1000。继续，300名、100名、50名、20名、第9名。一夜时间过去，陆离终于是来到了李月城的战斗力排行榜的前10名。不过这最后的几场比赛耗时很久，倒不是说战斗时间长，而是说匹配所需要的时间长。毕竟陆离匹配到的对手都是名次在他前面的，而且现在能够匹配的人数已经很少了，只有几个在线，所以只能暂时当个第9名了。来到了李月城的前100名之后，便是能够匹配到整个华夏区的玩家了。但是陆离已经来到了华夏区的前100名了，能够匹配的寥寥百人，大多数都是不在线，而且就算是在线也不一定就在竞技场，所以在之后再想要提升排名就得看运气了。另外每周都有一次强制挑战，就是说可以强行要求一名玩家和他战斗，但是陆离现在暂时不太想用，毕竟现在可是大半夜啊。第9名也暂时够用，等之后再来吧。此时已经来到了接近6点，所以陆离也是提前几分钟下线了。但是这论坛上可就彻底热闹起来了，陆离的事迹被越传越广，最后陆离的身份也是被找了出来，大家也都是知道了陆离的各种事迹。同时所有人都是一阵惊讶，陆离的事迹实在是太过传奇了，短短时间内陆离便成长到如此地步，简直和开了挂一样。这就是天选之子吗？幸亏参加与黑星玩家战斗的事情是不允许透露的，不然陆离的传说事迹又要新增一条。陆离在床上醒来，现在是现实世界6月8日，比赛已经结束。昨晚的篝火晚宴很不错，玩家们玩的也很尽兴。同时其他同学也是震惊于陆离昨日的超级上分之旅。我的个乖乖，在我们玩的时候，你竟然偷偷在战力排行榜上前进了几十万名，在场的玩家也是200多名，陆离这一下就直接超越了绝大部分在场的玩家努力许久的名次。不过其他玩家也觉得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陆离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这次能够到达丽月城第9名这个名次可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甚至其他玩家都觉得陆离这名次还能往前提，至少在场的所有玩家论单挑没有一个敢说能比陆离强的。徐一凡同学虽然觉得他能，但是这只是一厢情愿罢了。徐一凡是最不能接受也最不能理解的，怎么一夜之间陆离就已经到了如此地步？明明前10几天自己还能够碾压他的，这个世界太疯狂。对其他同学来说，陆离从零走到现在的地步，所用的时间可能都不够他们升1级的，但是陆离就是做到了，所以他们在震惊的同时也是在内心有着深深的疑问，那就是他到底怎么做到的？但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是不会知道了。吃过早餐过后，众人集合，今天是换取奖励的日子，所以所有人都是很激动的。依旧是王大虎站在所有的同学们的面前。同学们，想必大家手里都有很多金币了，所以今天就是给大家兑换奖励的日子。前几天大家的表现都很好，这次的奖励也都是很好很有用的奖励，这就是对你们的嘉奖。现在和我一起去看奖励吧。
当然，给大家一起看奖励，也是为了保证公平，让大家知道每个人能够兑换的物品啊，都是一样的。这样，大家也不会有我和其他的兑换清单是否一样的疑问。走吧。众人跟随着王大虎来到了一个大的平台，平台上是一个很大的屏幕，屏幕上便是密密麻麻的兑换清单列表。青绒草1金币，磨砂锤1金币，青翠草枝5金币，哈斯剑铂金级20金币，鹰羽弓铂金级22金币，哈伯特的英雄铠甲钻石级100金币，清风如月套装钻石级300金币。大部分同学的金币都是在100金币以下的，所以绝大部分的物品都是在100金币以下，只有寥寥几个玩家能够超出100金币，所以也是列出了10个超越100金币兑换的物品。不过那是其他同学，陆离手里4410金币，陆离一人可以掏空整个清单。但是陆离并不是很想全部换成这些物品，这里面最好的也就是钻石级的套装，即使他兑换了这个物品，那自己也是有很多金币的。难道都要换成其他材料？虽然这些材料已经很珍贵了，但是自己的金币实在是有些多啊。这材料再珍贵，自己也不能100个100个的换啊。陆离同学，你比较特殊，我们为你专门列了个清单，你过来看看吧，都是比这些好的。这时候王大虎的声音如同天籁，让陆离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陆离立刻就是跟了过去，比钻石级套装还要好的东西。第104章花光4410积分。陆离跟随王大虎来到了一个房间内，其他同学虽然也听到了，但是也没有什么嫉妒等的心理。陆离的积分他们也知道，所以陆离得到特殊对待他们都能理解，而且这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毕竟没了陆离和他们抢这些低金币物品，他们也能安心的兑换到自己想要的物品。来到房间后，王大虎拿出一个平板，上面也同样密密麻麻列着各种金币兑换的物品。小经验书50金币，雾化丹100金币，随心所欲卷轴100金币，终极经验书200金币，勇猛之心200金币，好奇的龙卷刀钻石级300金币，清风明月桃花套装钻石级500金币，地虎铠甲史诗级1000金币，生命之靴史诗级1000金币，生命之眼套装史诗级3000金币。最高的就是这个生命之眼套装，史诗级的套装售价3500金币。这个1000金币的生命之靴便是套装中的一件装备。不只是这些套装和武器装备，清单上面还有着各种稀奇古怪的物品，很多陆离都没有听说过。陆离看着那些详细介绍，也是感慨一声长见识了。陆离在认真看完所有物品的介绍后，竟然就已经1个小时过去了。在了解了所有的物品的之后，陆离心中也是有了决定，先来一个生命之眼套装。一边的王大虎也是震撼于陆离的果断，这一下就是花出去了3500金币，这可是清单里面最贵的了。一旦兑换了这件物品，很多其他物品就没有足够的金币兑换了。当然，这史诗级的套装肯定不亏就是了。再然后，陆离兑换了5个名为终极经验书的物品，这个物品能够提供海量的经验值，对现在等级低的陆离很有用处，可惜限量5件。对现在不过31级的陆离来说，2本就能提升1级了。而且陆离兑换了5本小经验书，这同样是限量5个，这个提供的经验少一些，但是依旧是很多的。陆离同学啊，你可是想清楚了，虽然你的等级确实不如其他人，但是这战力我们都知道的，那可是排名顶尖啊。依我看，你并不是很需要经验书啊，要不考虑一下其他的。王大虎在一旁看到陆离的选择后，贴心的劝说道。这经验书对陆离确实作用有限，只是得到了经验而已。以陆离的实力，想要升级那还是很轻松的，只不过是会花费比较多的时间而已。而陆离的考虑则是自己现在距离高考并不远了，自己虽然升级够快，但是还不够。新手服务器想要毕业，等级可是硬性要求。陆离的想法自然是越早到达越好。而其他的装备在陆离眼中才是不需要的物品，自己已经获得了一个套装，自然是早些穿戴上去更好。因为这套装毕竟是史诗级套装，尽管属性在史诗级中并不是最好的，但是它的等级需求是很低的。不只是这个套装，其他的套装同样如此，等级需求并不高，所以这也是现在就开放给其他同学兑换的一大重要原因。这让同学们在比较低的等级就用上了超越时间的装备。按道理，现在的同学们的等级是根本不足以使用钻石级和铂金级套装的，但是清单上的套装和装备降低了强度，换来了等级的更低需求。但是即使已经降低了，但是它的需求等级对陆离来说依旧是比较高的。这个套装的需求等级便是35级，所以陆离想要使用它，还得把自己的等级提升到35级，
这样才能使用这个史诗级套装。但是只要使用了史诗级套装，陆离可以说在现在的新手服务器就是天下无敌了。所以陆离这才选择了这2种经验书，就是为了早点用上这史诗级套装。对其他同学来说，这套装换了就能用，因为在场的这些同学基本就是35级以上了，只有不到20人是低于35级的。但是陆离才31级，这就是很尴尬的一点。虽然给陆离时间就能迅速追上他们，但是他很需要现在就获得经验。而且陆离选择这经验书的另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拥有神物之心这个 SSS 天赋。只要自己使用了这2种经验书，自己依旧会获得5倍经验。可以说陆离虽然是换了一本，但是得到的可是5本的经验值。但是陆离是不会将这一点说出来的，所以也只能用最简单的借口说给王大虎，我明白，但是我还是想早点使用这史诗级套装生命之眼。王大虎见到陆离心意已决，也是不再劝阻，叹了一口气说道，好，这是你的金币或者说是积分，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现在这件史诗级套装是3000金币，中级经验书5本是1000金币，5本小经验书是250金币，现在这些一共是4250金币，而你一共是4410金币，也就是说你还剩下160金币，你还想换什么？要不换点外面屏幕上的？陆离思考片刻，换了面前清单的一个追命丹，花费100金币，然后花最后的60金币换了外面的清单上的一些低金币丹药，这便是陆离此行的收获了。总的来说还是很值的。第105章，华夏阁阁老亲至。陆离选好所有物品后，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到现在，整个特训环节就结束了。到下午，所有人就会回到自己的城市了。此时在房间内无所事事，陆离索性便睡觉了。中午吃过饭之后，陆离来到集合点，在王大虎一通讲话之后，终于是到了分别的时候。很好，大家有缘再见。大家齐声说了再见之后，各自坐上了前往自己城市的飞行列车。坐上车之后，其他同学的目光和话题就没离开过陆离。经此一行，龙泉市所有的同学都是知道了陆离的恐怖。几分钟后，众人便是回到了龙泉市，随后各自解散。陆离随着同校学生和校长等人一同回到了龙泉一中。之后，众人纷纷离开，陆离则是被校长雷阳宇叫了过去。2人来到校长办公室进行谈话。雷阳宇先是笑了几声，接着说道，陆离啊，这次呢，你的表现很好，可以说是很完美。按理说呢，我们学校也该给你一些嘉奖。不过我们学校现在能提供给你的奖励很少，可以说你也看不上，跟之前的兑换清单呢，是根本没法比的，我这也拿不出手。今天喊你来的目的呢，是有个人啊，你需要见一见。放心，今天的见面对你是有好处的。陆离略微思考，自己要见的人，那地位肯定是不会低了，而且还是在这个时候。难道说，校长，不知这人在何处，又是什么身份呢？陆离干脆直接问道。雷阳宇当即说道，马上就到了，很快的。咚咚咚，敲门声响起，这不就来了吗？雷阳宇说了一声后，竟是迅速起身，亲自去打开了门。李大人，请进。雷阳宇对来人语气十分尊敬，这让陆离的猜测更加明确了。陆离也是起身靠了过去，只见来人是个男性，约莫50-60岁，身高约莫1米7多，看他年纪似乎还算是中年，但是现在的人经过游戏内的修炼之后，外表是不易衰老的，而此人仍有老态，说明年纪已经很大了，除非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当然实力弱也有可能正常衰老，但是陆离觉得既然此人身份如此珍贵，应该也是实力强大之人才对。陆离立刻用了洞悉之心观察了一下，结果发现自己只能看到他的名字这些简单信息，更多的信息需要自己的实力成长之后解锁更高级的洞悉之心才可以观察到。不过这样陆离也是彻底明白了，此人绝对是一个强者，弱者是不会显示不出来那些信息的。哈哈，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这就是那个叫陆离的小家伙吧。老者哈哈笑着对着陆离走了过来，一双眼睛打量着陆离，那双眼睛虽稍显浑浊，但是十分锐利。陆离顿时有种被看穿了的感觉。陆离当即回礼问道，正是，不知大人您是？老者轻轻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笑着说道，哈哈，倒是忘了先自我介绍，老朽乃是李炫君，华夏阁成员之一。陆离顿时震惊万分，华夏阁的阁老，每个华夏阁的成员都会被尊称为阁老。陆离之前有猜过会有华夏阁的成员来，但是自己想的是相关工作人员，可没想到是真正的阁老前来啊。见过李阁老。陆离再次行礼说道，不必多礼，若你安全成长下去，未来也必将是阁老之一。李炫君的这番话让的其余2人都是一惊。校长雷阳宇虽然自己也是这般认为，但是真的从阁老的嘴中说出来，
还是觉得有些难以置信。这句话可以说是最高的评价了。陆离自己也是有些惊讶，不过他惊讶的是，这李阁老竟然一上来就这么高看自己，这让自己还有些不好意思呢。大人，咱们先坐下来聊。雷阳宇震惊过后，立刻开口说道。李大人一进来就是和陆离聊天，这还是在站着呢，这显得自己多失礼啊。哎，好，坐下聊。李炫君笑着回应道。雷阳宇接着说道，好，大人，我就先出去了。李炫君笑着点头，说道，去吧。陆离和李炫君坐下后，李炫君继续对陆离说道，之前你的事情我已经全部了解了，虽然我们还有疑问，但是我们目前不打算刨根问底，这是我们几个人商议后的结果，也算是对你的一种保护。陆离有些惊讶，他本以为他们会想知道自己成长如此迅速的原因，没想到竟然问都不问了。格局，这让自己对华夏阁的好感倍增啊。陆离回应道，感谢大人。不过李炫君话锋一转，说道，不过呢，提前得说好，这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我们也得确保你对我们华夏是安全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做出有损于华夏的事情，一旦出现这种事情，我们可能会对你采取特殊措施。当然了，一般情况下你们现阶段是损害不到整体利益的，这也只是提一下。陆离立刻答应道，您放心，我不会做出有损于华夏的事情的。李炫君满意点头，说道，好，有这句话就够了。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关于你之后的安排。首先呢，是不久之后的高考，虽然以你的实力是必定排名前列的，但是按照规矩，你在记录上是 S 级天赋，自然是要从第5次测试开始，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陆离稍稍有些警觉，这李大人他说记录上是 S 级天赋，难道他认为陆离实际上已经不再是 S 级了？他认为自己能够如此强大，是因为天赋不再只是 S 级了吗？不过陆离面色没变，快速回复道，明白。李炫君点点头，继续说道，反正以你的实力，这高考没什么压力。不过高考之后就是选择大学的情况了。或许你没听说过，除了现在已知的华夏5大学府外，我们还有个世界隐藏学府。陆离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好奇问道，大人，这世界隐藏学府是？第106章，在华夏保你安全。李炫君笑着回复道，这个学府是全世界第一的学府，名字叫做星兰大学，或者叫星兰学府。现在我就给你详细的说一下这个学府。这个学府啊，是整个世界5大区联合成立的，所以它才有资格称为世界第一学府。这个学府里面集中了世界上最好的资源，不要去想会不会有大区不出资源，这每年的资源都是有指标的，每个大区都是必须出的，这也是当年成立这所大学的规定。毕竟当时成立它的初衷就是为蓝星培养最强的人才，让蓝星在宇宙中站住脚。要是你进去了，就有很大的机会能够成为华夏阁的一员。直接和你说，最新的10个华夏阁成员里有9个都是出自这个大学，这下你该知道这个大学的恐怖了吧？陆离也是第一次得知这些消息，一时间也是惊讶万分。自己中考前的时候梦寐以求的大学就是华夏5大学府，没想到现在眼前这位阁老竟然说还有一个学府碾压这5座学府。陆离回应说道，确实，那么我怎么才能进入这个学府呢？李炫君说道，在咱们华夏，只有全华夏高考的前50名才有机会进去。注意，只是有机会，这只是获得了一个机会，想要真正进入，还需要经历重重考验。你也知道，咱们蓝星一共有5个大区，而这个学府的名额就是5个大区所有最强人才进行竞争，每个大区都是出50个最强的学生，一共250人，最后能够进入这个学府的学生不会超过100人，少则80，多则100，但是不会超过100。资源是有限的，人越多，分的就越多，出顶尖人才的概率就小。你应该也明白这个道理。陆离回应道，明白。这大学确实不好进，没想到这座大学的要求竟是如此之高，每年全球都有6000多万名学生，而这个大学竟然只收不到100人，分到每个大区也不过是收20人罢了。也就是说，自己想要进入这个大学，就要尽力排在华夏区的前20，这样才有更大的把握进入这个星兰大学。你可能会有个疑问，那就是每次高考后的那些排在最前面的考生，似乎都是进入了华夏5大学府。其实啊，这只是挂了个名，他们实际上还是进入了星兰大学的。陆离说道，确实有这个疑问，刚才还在想以前的报道新闻怎么都是听说高考第几进入了哪个华夏学府呢？原来如此。李炫君笑着说道，障眼法罢了。今天就先说到这，等你真的进入这个大学后，我们再聊具体内容。现在你只要知道有这个大学就可以了。对了，今天的内容不要外泄，特别是关于星兰大学的事情。陆离立刻答应道，我明白，
您放心。李炫君略有严肃地说道。你应该也明白，新兰大学必须是隐藏在暗中，不然被别人知道了，然后一窝端了，那蓝星的未来可就不好说了。好，今天啊，先说到这。今天来这里呢，也是让你放心，我们华夏阁对你是认真对待的，也是相信你有进入新兰大学的实力。再者，之后你就放心在神域内提升实力，现实呢，我们保护你，在华夏保你安全。陆离面色稍肃，回应道：感谢大人，我一定尽全力提升自己，争取在将来也能从被华夏保护成长到保护华夏。李阁老站起来拍了拍陆离的肩膀，说道：好，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接着两人聊天结束，陆离也是辞别校长雷阳宇，回到了自己的家中。陆离这次也是通过李阁老了解到了很多新奇的事情，没想到世界上最强的大学竟然隐藏在暗中。陆离一回来便是躺在了柔软的大沙发上。陆离这次盆满钵满而归之后，倒是浑身轻松了很多。这次的特训班对自己的提升很大，首先是去了就获得的珍贵食材，让自己提升了很多属性。之后的掌控度测试获得的奖励更是对自己帮助极大，一套铂金级装备也是陆离现在身上的这一套，还有一个升级丹让自己快速到达了30级。在之后的与黑心玩家的战斗中，自己更是获得超级豪华的奖励，自己的实力也是在这个阶段得到了巨大提升。在一开始的肯定打不过其他玩家，实现了对其他玩家的碾压，短短时间就能到达如此地步，陆离也是觉得十分梦幻。一下午，陆离在观看视频攻略和逛论坛中结束。吃过饭之后，6点钟，陆离进入了游戏。陆离进入游戏后，便是收到了邮件，正是在白天时候使用金币兑换的那些物品，一个套装、10本经验书，还有一些丹药。收到邮件后，这些物品就全部到了背包里面。陆离立刻就打开了背包，拿出了10本经验书。经验书提供的经验是固定的，而且不限数量，所以早晚用都一样，能用就用。10本经验书全部使用过后，陆离也是连升3级。恭喜你升到32级，获得800点自由属性点，请按需分配。目前在本服务器中，您的等级排名为4421032位，华夏区等级排名为646325。恭喜你升到33级，获得800点自由属性点，请按需分配。目前在本服务器中，您的等级排名为1811514位，华夏区等级排名为296392。恭喜你升到34级，获得800点自由属性点，请按需分配。目前在本服务器中，您的等级排名为411512位，华夏区等级排名为76252。第107章，期待已久的拍卖会。到了34级后，陆离也是来到了华夏区的前10万名，而全球排名也是来到了40万名。现在陆离的属性也已经更加爆炸了，现在的陆离可以说是彻底来到了所有玩家的前列，就算是以前落后的等级，现在也是提到了第一梯队。吃完经验书后，陆离也是来到了礼乐城的传送阵，直接传送回了剑歌城。今天是6月8日，正是拍卖行拍卖陆离的轩辕剑解除封印所需要的丹药银心丹的日子。陆离现在手中的轩辕剑只能说是玩勉强能用，但是属性是完全比不上其他装备了的。他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给陆离提供减免 50% 的物理防御，以及提供大量的幸运属性。但是纯粹的物理攻击属性现在是已经不够看了，也是时候给他解除封印了。这银心丹我必拿下。陆离现在手中可是金币超多，接班不会有人和他争银心丹，甚至自己还可以看看有没有其他值得买的东西。陆离出来传送阵后，便直接赶到了珍宝阁。陆离在服务人员的指引下进入了拍卖会所在的地点，这是珍宝阁的第4层，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容纳上千人绰绰有余，上面还有尊贵的 VIP 房间。陆离也是直接进入了 VIP 房间。这倒不是说陆离有多大的面子，这是李青宇给他带来的特权。有李青宇的信物在，陆离在城内有一定的特权。以前适用于接取任务，现在在珍宝阁也同样适用。本来陆离也想先去拜访一下李青宇的，不过在陆离获得新生挑战赛冠军后，也就是剑歌城成为华夏9城之一后，剑歌城获得了大量的资源，现在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李青宇现在各种事务缠身，倒是不好打扰，索性陆离便直接来到了拍卖会现场。此时在 VIP 房间中，陆离正在查看这次拍卖会的拍卖品。这是 VIP 房间的特权，可以吃着各种奇珍异果，看着资料参与拍卖会。这名单上面也是有不少陆离喜欢的物品，现在钱多，倒是可以考虑购买一些。陆离虽然是孤身一人，没有加入各种工会，但是他手中的金币可真的多得要命。现在刷野怪掉都是至少掉落1枚金币的，而且是在只论货币的情况下，不包括其他物品。就是说，
陆离在刷怪的时候已经见不到银币了，铜币什么样子，陆离已经不知道了。这一方面得益于野怪等级的提升，另一方面得益于陆离超高的幸运值。现在陆离手中有着8542金币，可以说是看上的物品基本上都能拿下。在一番等待过后，7点钟整，拍卖会准时开始。在下面，一个主持拍卖的美丽小姐姐正在讲话。小姐姐穿着一件露出白腿的开叉旗袍，轻轻扭着腰走到了台上。尊敬的各位来宾，我是红叶珍宝阁的拍卖会，今天终于是开始了，好久不见，欢迎各位的到来。名为红叶的拍卖师轻轻弯腰，对各位玩家的到来表示欢迎。在场的玩家们也是很给面子的，鼓起掌来。啪啪啪，感谢各位。那么我们也话不多说，开始我们今天的拍卖吧。首先是第一件拍卖品。随着他的话，后台也是一个同样穿着旗袍的小姐姐推了一个小车上来。小推车上面物品盖着一个红布，第一个物品看起来并不大。红叶继续说道，这是一瓶青鱼丹，大家应该也都认识。青鱼丹的效果是瞬间恢复5万点生命值，一天只能使用一次，一共10枚，一枚10金币起拍。我们是一枚一枚拍卖，现在开始竞拍第一枚。在红叶说出开始竞拍后，场面顿时就热闹了起来。11金币，12金币，13金币，20金币。到了20金币后，就没有继续加价的玩家了。红叶也是适时开口说道，好，这位玩家出价20金币，还有没有要加价的？那么20金币一次，20金币2次，20金币3次，恭喜这位玩家。那么接下来是第二枚，15金币。第一件物品青鱼丹拍卖结束，10枚青鱼丹，9枚都是20金币拍卖出去，只有最后一枚是23金币售出的。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二件拍卖品。一件件拍卖品被拍卖出去，陆离也是参与拍卖了几件自己喜欢的物品，有的顺利拍到了，有的价格过高便放弃了争夺。下一件物品，这件物品比较少见，也是十分稀缺，名为银星丹。平日里大家可能都没听过这个物品，我呢就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银星丹是少数武器所需的突破材料，也就是进阶所需的材料。当然，这些武器都是比较珍贵的，常见的武器是不会需要它的。另外，银星丹还是某些武器所需要的锻造材料。是的，你没听错，是锻造材料。加入银星丹后，能够大大提高武器的铸造成功率，并且增加武器的耐久度。这就是银星丹的主要功能了。那么，拍卖价30金币起，竞拍开始。在红叶说出银星丹的功能后，现场形成了短暂的寂静。不少人都是头一次听说这个丹药的名字，很多人对此一头雾水，所以也是一时间拿不准要不要竞拍。随后终于是有人出价了，31金币。接着竞拍出价的声音就多了起来，32金币，35金币，40金币。一般来说，不认识这个丹药的玩家自然是不会参与竞拍的。现在参与竞拍的也大多是工会的拍卖代表，为工会购买的。单人几乎没几个想要拍卖这个物品的，毕竟它的功能不太常用。渐渐的，出价慢了下来，经常是隔个5-6秒才会有一次出价，因为那些工会的人也拿不准这个物品是否对工会有用。到了这个时候，陆离终于是出手了。第108章第3层封印，骆驼丹，80金币。之前的竞拍价是到了60金币，陆离直接加价了20金币，这一下就直接让其他人再无竞拍的想法了。毕竟其他人也都是有目标的，更好的物品还在后边等着呢，所以也不会在这时候上头拍卖这银星丹这种少见的物品。90金币。不过还是有不信邪的工会玩家继续竞价，100金币。陆离立刻再出价，若是他是在40金币的时候喊价，要追价的玩家会更多，所以陆离才在最后才喊价。没想到还是有人继续跟，这一下就没人继续跟价了。说实话，这丹药他们大概率也用不上，顶多是用在锻造上，但是现在的玩家锻造的水平还有待提高，这倒是方便了陆离，和他竞争的玩家少了很多。好的，那这位玩家100金币一次，100金币2次，100金币3次，成交，恭喜这位玩家。之后就是后面的物品继续拍卖了。银星丹安稳入手，陆离很是满意。很快就有工作人员敲门进来了，这就是 VIP 的特权了，直接在拍卖会进行途中就可以交易完成。在付款100金币后，陆离也是得到了这目前最需要的物品。银星丹，丹如其名，整体是银色的圆形丹药，约莫拇指头大小，表面似有星辰闪烁，煞是好看。待交易结束，工作人员离开后，陆离立刻使用解除轩辕剑的封印。是否使用银星丹并献祭10件白银级剑类武器，用于解封轩辕剑第2层封印？是，请选择材料。
破灵丹、灰印剑、老逼灯的不要飞丝剑。恭喜你，轩辕剑第2层已经解封，请自行查看属性。解封后，手中的轩辕剑顿时绽放出一抹彩光。陆离解封成功后，立刻查看起轩辕剑的新属性。轩辕剑封印中，品阶神级，属性物理攻击加10000点，生命值加10000点。特殊属性轩辕无坚不摧，嗜血帝君，磨损的力量待解锁。轩辕增加携带着10点幸运值。无坚不摧，轩辕剑永不磨损，对敌方产生破甲效果，无视对方 50% 物理防御。嗜血帝君获得 30% 物理吸血效果。磨损的力量，在使用轩辕剑攻击目标武器时，会削弱目标武器的耐久度。耐久度永久。解除第3重封印条件，使用骆驼丹并献祭10件黄金级剑类武器。装备要求：青山离所有。备注：不可交易，不可掉落。首先就是物理攻击来到了1万点，同时还增加了1万点的生命值，可以说是增加了很多的属性，比起大部分的铂金级武器都要强大。而且还增加了一项新的技能属性，那就是磨损的力量。这个效果别看很不起眼，但是十分强大的。磨损的力量是很可怕的，任何物品都经不过时间的磨损，而这个技能的效果就是削弱敌方武器的耐久度。虽然轩辕剑的耐久度是永久的，也就是不会掉落耐久，但是这不代表耐久度不重要，恰恰相反，耐久度是很重要的一个属性。一旦耐久度掉为0，那么武器就会损毁，并且无法再使用，必须要经过修复才可以继续使用。而这个技能能够削弱耐久度，就有可能产生一个局面，那就是陆离这一剑下去，对方不仅人没了，武器都能没了。想想吧，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不只是损失了大量的金钱，还有可能失去一个顺手的武器，这对自己的战力来说影响是很巨大的。不过陆离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下一层封印的解锁条件，因为这个丹药让他很熟悉，熟悉到这个丹药近在眼前。骆驼丹就在此次拍卖会上，不过是在很后面才会出现，但是既然陆离在名单上已经见到了，那他肯定是会拍卖的。这次必拿下，直接解除2层封印。陆离已经迫不及待了，自己还有很多钱。那么倒数第3件物品，想必大家也是期待已久了，同时也是得到了相关的消息。没错，正是骆驼丹。在红叶说出这句话后，现场再次沸腾。不同于银心丹的冷门，骆驼丹可是很多人都知道，而且都很想要的一个丹药，因为它的效果是……那么还是照例说一下它的功效，但是大家应该都很熟悉，那么我就简单说一下好了。骆驼丹效果就是能够提升钻石级以下的武器一个品阶，而且是强行提升，不只是提升品阶，还能增加 50% 的耐久度。可以说这个丹药就代表着一个强大的钻石级武器。那么起拍价1000金币，竞拍开始。随着红叶的介绍，就算是不认识这个骆驼丹的玩家都是知道了它的恐怖效果。竞拍开始后，竞价就没停过，1500金币。第一声就是1500金币，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骆驼丹的价值绝对不是1000金币就能衡量的。2000金币，很快价格就来到了2000、2100、2200，之后就是此起彼伏的竞拍声音。陆离也是苦笑着摇了摇头，这解除封印所需要的丹药太过热门，似乎也不是一件好事啊。但是即便如此，陆离也是要拿到手的。3000金币，又是一个新的高度。其他的玩家已经傻眼了，这金币也太多了吧，一个丹药竟然也能卖到这么高的价格。第109章骆驼丹到手，解封第3层封印。骆驼丹这竞拍价格已经来到了3000金币，但是陆离依旧是没有出手，现在还未稳定，还是等他们再竞争一段时间。陆离倒是了解过骆驼丹的价值，至少也是4000金币的。果不其然，就算是价格来到了3000金币，依旧是有人在跟。3200金币，3500金币。到了这个阶段，普通玩家已经没有能力跟上了。现在竞争骆驼丹的都是各大公会的人。4000金币，阿若斯利，你就别跟我争了吧，我还是挺需要这个骆驼丹的。4200金币，我不是要跟你抢啊，我说实话，我也很需要啊。哼，4500金币，那你就继续跟吧，别忘了后面还有2个拍品，你的钱够吗？4800金币，这点钱我还是有的，后面还可以继续竞争，我们的资源完全足够，你就别操心了。那好，那就看谁出的多了。5000金币，5100金币，5200金币，5500金币。哼，算你有种，让给你了。2人的竞争
终于是结束了。获得胜利的阿若斯利在房间内泛起笑容，充斥着得意。在他看来，现在已经没有人和他争抢了。那好，这位玩家出价5500金币，还有没有出价更高的？陆离知道是时候了。6000金币。阿若斯利顿时就站了起来，愤怒地喊道：“是谁？”陆离自然是不会回应他。不过阿若斯利依旧在喊：“敢问阁下是哪位？真不给我阿若斯利面子！”陆离挠了挠头，这谁啊？真不认识啊。陆离进入游戏时间毕竟还短，确实对这些玩家公会势力不太了解。这阿若斯利又不是会长之类的人物，也不出名，自己怎么会认识呢？既然根本不认识，那又为什么给你面子呢？阿若斯利此时满脸怒意，自己虽然资金充足，但是主要还是为了最后一件拍卖品。若是花费6000以上的金币在这骆驼丹上，那最后一件拍卖品可能就落入他人之手了呀。但是骆驼丹也很不错，阁下若是收回喊价，我愿意与阁下交个朋友，以后兄弟便可以直接加入洛雷公会，如何？阿若斯利不死心地继续说道。这一句话引起了不小的惊呼声。洛雷公会可是在剑阁城排名第5的公会，想要加入其中的玩家数不胜数，而现在可以直接加入，不少普通玩家都是心动了。但是陆离依旧是没有回他。什么洛雷公会？不熟，不认识，不想加入。行，不回我是吧？真不给我洛雷公会面子。好，后果你自己承担。阿若斯利面色愤怒地坐了回去。红叶则是在此时出声：我们珍宝阁允许诸位商量，但是不允许威胁，所以若是这位先生再次威胁他人，我们珍宝阁可就要把你请出去了。红叶的声音稍有些严肃，这让阿若斯利顿时惊醒，自己刚才真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这里可是珍宝阁啊！阿若斯利当即回应道：红叶小姐，我一时冲动，还望见谅。红叶点点头说道：还望不要再犯。那么拍卖继续，骆驼丹楼上这位先生出价6000金币，还有更高的吗？6000金币1次，6000金币2次，6000金币3次，成交！恭喜这位先生，骆驼丹终于到手。陆离悬着的心终于是放了下来，自己一共就8000多金币，若是对方真的恼羞成怒继续跟价，那自己还真可能拼不过他。毕竟对方可是公会的人，整个大公会的资金终究还是比自己要多的，那可是一整个公会的积累。若是自己真的这次没有拍卖到，下次想要见到骆驼丹还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那样的话，自己的轩辕剑要延迟很久才能继续解除封印了。不过好在是拿下了，这样一来，只要等陆离再次买几把黄金极剑武器，就可以解除掉轩辕剑的第3层封印了。拍卖仍在继续，倒数第2件物品比骆驼丹还要珍贵，但是对陆离的价值还没有骆驼丹高。不过其他人倒是拼了命的在竞价。很快骆驼丹被送到了陆离的手中。骆驼丹呈金黄色，具有大地的厚重和金属的光泽，在其圆球的表面更是似乎有着龙形在缠绕，观其面相就知道此物非凡啊。陆离对后面的2件拍卖品并无太大兴趣，就算是有兴趣也是没有钱买了，所以陆离便提前离场了。来到了楼下，陆离迅速开始购买黄金极剑武器，准备给轩辕剑解除封印。这件事乃是重中之重，可以说是目前最优先的事情了。解除封印后的轩辕剑，陆离简直想象不到会有多么恐怖了。陆离手中已经有了3件黄金极剑武器，所以只是购买了7件黄金极剑武器，一共花费了1000金币。黄金级武器的平均价格是200金币一件，不过陆离毕竟就是用于献祭，所以卖的武器属性并不算好，所以也就便宜了不少。一次拍卖会的时间，陆离的钱包从8500金币瞬间缩水到了1400金币。不过一切都是值得的。陆离出来后，选了个地方开始解除轩辕剑的封印。是否使用骆驼丹并献祭10件黄金级剑类武器，用于解封轩辕剑第3层封印？是，请选择材料。骆驼丹杂合欧阳剑、冒险家的旅行剑。恭喜你，轩辕剑第3层已经解封，请自行查看属性。解封后，手中的轩辕剑顿时绽放出一抹彩光。第110章传新版本轩辕剑。陆离解封成功后，立刻查看起轩辕剑的新属性。轩辕剑封印中，品阶神级，属性物理攻击加40000点，生命值加20000点。特殊属性轩辕无坚不摧，嗜血帝君，磨损的力量，天动万象，待解锁。轩辕增加携带者10点幸运值。无坚不摧，轩辕剑永不磨损，
对敌方产生破甲效果，无视对方 50% 物理防御。嗜血帝君获得 30% 物理吸血效果。磨损的力量在使用轩辕剑攻击目标武器时，会削弱目标武器的耐久度。天动万象，轩辕剑具备帝君之力，发动此技能后，从天而降大量陨石，对范围内目标造成伤害，并附带石化效果，效果持续1秒，可升级。石化，在石化后，在目标表面形成大量岩石，目标将暂时失去行动能力，攻击敌方则会使石化效果失效。耐久度，永久。解除第4重封印条件，使用陨星丹并献祭10件铂金及剑类武器。装备要求：青山梨所有。备注：不可交易，不可掉落。在解封第3层封印后，轩辕剑的物理攻击属性越发恐怖，已经来到了可怕的4万点，同时提供了2万点的生命值。而且，轩辕剑还增加了一个新的技能，这可是第一个主动技能，是一个控制技能，还是一个群控技能。天动万象可以造成群体石化效果。目前的范围是面前的1米直径的圆形范围，不过这个是可以升级的，升级后会扩大石化的范围，还会增加技能的伤害。凭借陆离的无视防御能力，这个控制技能当做群体伤害技能好像勉强也行。当然，比起其他的攻击性技能，这个技能的伤害倒是少了很多。想要提高伤害，就需要自己给它升级了。第一次升级的条件如下：控制敌方目标1000次后，使用10颗石化丹可进行升级。石化丹，陆离倒是听过，也不算贵，不过也不能说便宜，但是自己还是可以买得起的。那么就剩下控制敌方目标1000次了。这个条件急不得，还是要靠战斗中一次次使用才行。陆离想了想，看来在每次秒杀野怪之前，需要使用一次这个技能了。总的来说，这次接连解除2层封印，可是让轩辕剑强大了太多。之前自己都是在依靠轩辕剑的无视 50% 的物理防御的效果，反倒是物理攻击稍显不足。这下好了，全补上了，直接增加4万物理攻击，堪称恐怖。陆离离开了珍宝阁之后，便坐上剑歌城的传送阵，回到了礼乐城。昨天一直是在竞技场刷排名，刚才又是参加了一次拍卖会，今天可就要完成宁光城主安排的任务了。只有做完了这些任务，自己才能获得更多的任务。这个道理，陆离还是很懂的。这次的任务野怪是36级的垂寒狗，对现在的陆离来说，简直是轻松加愉快。在宁光眼里，陆离虽然确实很强大，但是当时的等级毕竟还低，所以36的野怪也应该是够了。结果陆离兑换了10本经验书，直接升级到34级了，瞬间连升3级。这宁光大人怎么能想得到啊？而且不只是等级的提升，就是轩辕剑的提升都足够陆离虐杀这些野怪了。陆离花了大约半小时来到了垂寒狗所在的地点，然后便开始愉悦的刷怪。目前陆离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还是要一件一件来。拍卖会的事情已经告一段落，现在想要解除轩辕剑的第4层封印还是有些不切实际的。因为陨星丹十分的珍贵，所以价格也是十分的离谱。据陆离了解，每一颗都是至少5万金币以上，这还是明面上的价格，若是通过某些特殊渠道，超过10万金币都有可能。而另一方面，自己还需要10把铂金级剑武器需要献祭，铂金级武器也是价格不菲，10把武器至少也是上万的，所以自己现在就是2个字：缺钱。本来快有1万了的，解除了轩辕剑的封印，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穷人，要努力攒钱了呀！野怪，给我钱！天动万象。另一边，珍宝阁的拍卖会现场。好的，那么随着最后一件拍卖品的归属落定，本次拍卖会也就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到来，我们下次再见。红叶说完，稍微鞠躬，随后回到了后台。这次的拍卖会也就结束了。楼上 VIP 房间，离着陆离有好几个房间间隔的门打开了，里面走出来的正是之前威胁过陆离的阿若斯利。这次他不仅是没有争到骆驼丹，也没有争到后面的2个物品，可以说这次他是空手而归。回去后少不了被臭骂一顿了。哼，我倒要看看之前是谁在和我争。阿若斯利来到了陆离的门前等待着。几分钟过去了，陆离所在的房间一直没人出来。阿若斯利面色难看，忍不住的想到，是还没出来，还是已经跑了？难道就是害怕我过来找他兴师问罪，提前溜了？这时候一位工作人员路过，他顿时拦下工作人员问道：我想问一下，这个房间的人呢？工作人员顿时回应道：不好意思，那位先生似乎早就走了。随后工作人员便直接离开了，只留下面容扭曲的阿若斯利。X。 阿若斯利怒骂一声，随后便是骂骂咧咧的离开了。他清楚自己回去后怕是要挨骂一顿了。
本来他是想要过来拿陆离出气的，结果陆离对后面的竞拍不感兴趣，直接走了，导致他无从发泄，憋了一肚子的火。就在他低着头走到门口的时候，一个声音传来：哟，这不是一个都没拍到的阿若斯利 GD 吗？怎么这么不开心啊？哈哈，不好意思没绷住。第111章交任务拿奖励。阿若斯利抬头一看，正是之前和他争抢过多次拍卖品的冥冥之中。冥冥之中是另一个剑阁城著名公会的成员，职责和阿若斯利一样，负责进行拍卖和采购各种资源。见到冥冥之中如此阴阳怪气的和他说话，本就愤怒无比的阿若斯利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当场就直接骂了回去：我 X 你 X， 傻 X， XXXX。 随着阿若斯利一顿脏话输出过后，冥冥之中都是有点懵逼了。我就嘲讽了一句，以前也是这样的啊，但是今天他怎么就直接开骂了啊？以前不都是阴阳怪气回来，这是吃了枪药了？不行，你还敢骂我，我也得骂回来，我 X 你 Triple X。 冥冥之中同样骂了一波之后，本就愤怒的阿若斯利便开始和冥冥之中开启了骂战。很快珍宝阁的工作人员便走了过来：两位请注意影响，很多顾客反映你们二人在这里互骂很影响其他顾客的心情，还请两位远离珍宝阁。在被珍宝阁的工作人员进行驱赶后，两人骂骂咧咧的离开了。这次是一次双亏的骂战，本来心情就不好的阿若斯利现在更不好了，而本来心情还不错的冥冥之中则是心情也不好了。此时的陆离经过几个小时，也是做完了之前宁光城主交给他的几个任务。临近中午来到了城主府交任务，依旧是宁光的大殿上。城主大人，我来交任务。陆离走入豪华的大殿，说着话便拿出了任务印记。宁光再次露出了吃惊的神色，虽然见到陆离来到这里，便是知道了他是来交任务的，但是对宁光来说依旧是惊讶的不得了。你怎么这么快？我记得我的几个任务都是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的呀。陆离笑着回答道：等级提升了，实力也是有所提升，比起第一个任务，现在做任务更加轻松了。宁光城主惊讶地说道：没想到你提升的这么快，看来我给的任务对你来说还是太简单了呀。不过我现在也没办法继续给你任务了，那我先给你结算奖励吧，然后你去找其他人领取下任务。这是我的印记，你拿着它可以领取更多的任务以及获得更多的奖励。陆离顿时得到了任务结算的奖励，经验条顿时猛增一大截，同时也得到了不少的其他任务道具。不过对陆离来说并不算太过重要，最重要的还是经验值。要知道陆离现在不缺装备，不缺各种道具，缺的就是经验值。目前陆离手拿一套史诗级装备，只等等级提升上去，然后就可以穿上了。等穿上这一套史诗级套装，再配上手里的轩辕剑，简直起飞。陆离离开了大殿之后，便立刻去各个 NPC 那里领取相应的任务了。在主城这里，大部分 NPC 第一次对话都会有一个任务，至于后续的任务就需要自己花时间去试了。毕竟这里如同现实世界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什么时候需要玩家做任务也都是未知的。总之先把能接的任务全部都接了再说。陆离现在34级，距离35级只有一步之遥，所以现在的陆离已经迫不及待了。在整个礼乐城逛了一圈，陆离接取了所有目前能接到的任务，凭借着自己手中宁光城主的信物，陆离还多接到了不少的任务。这些任务全部做完后，就差不多能够到达35级了。但是这任务的数量可真是不少，就算是给陆离来做，都是一天做不完的。毕竟光接任务都是花了4-5个小时，没办法，接任务毕竟还是要到 NPC 的面前去，而且还要和他们对话才能接取到任务。随后陆离便开始了做任务之旅。一天时间过去，陆离下线，任务还是没有做完，只做了 60% 左右，看来还是得等明天才行了。今天是6月9日，距离高考也是越来越近了。结束了特训班的生活，陆离现在倒是闲来无事。休息了几个小时后，陆离便开始泡在了论坛上。先是给一直在追的那个小说打赏了一个大神认证，然后将小说看到最新章，顺便在评论区里给作者寄了刀片。随后便开始浏览各种资料，大部分都是关于礼乐城的。现在陆离极度缺乏相关知识，以前毕竟是一点实力没有，就算是了解也无用，而在学校了解到的那些知识也是忘得差不多了。而且关于礼乐城以前了解的也很少，毕竟是主城，连3级城池都没进去，了解2级主城干嘛呢？不得不说礼乐城范围极大，要了解的东西也是十分的多。就说这周边的副本，礼乐城一共有10个副本，而剑阁城这些3级城池却只有1个，所以陆离需要了解的事情也是特别的多，不只是野怪的资料，还有相关的通关攻略，
甚至是最基础的钥匙的获取方式。这副本的钥匙可不是买来的，而是自己去花费时间去获得的。有的是做任务给，有的是刷野怪给，总之途径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就是要自己去获得，副本的钥匙是不允许交易的。钥匙一旦获得，就必须是自己使用，这是最大的限制。所以很多人也是每天花费不少时间来获取钥匙，然后再用钥匙去打副本获得奖励。虽然很麻烦，但是大多数人依旧是不厌其烦的去做这件事。很多人已经把这件事当做了日常任务去做，无他，奖励太过丰厚。陆离今天是做了一天的任务去获取经验值，等到陆离35级之后，就需要去获取副本钥匙以及攻略副本了。不光是副本，陆离手里还有秘境的钥匙，同样是等自己35级穿上史诗级套装之后再去探索。整整一天，陆离都是泡在了论坛上。6点钟，陆离进入神域世界第112章雷鸣恶犬，陆离的恐怖属性。进入神域世界后，陆离便继续开始做任务了。这些任务虽然不难，但是数量比较多，所以做起来就比较费时间了。好在很多都是刷野怪的任务，倒是可以拿击杀野怪的经验和任务奖励的经验，一共2份经验，这也让陆离更有动力去做这些任务。只不过在有了李青雨和宁光城主给的大额经验奖励任务之后，陆离面对这些任务已经提不起太大兴趣就是了。花费一天时间，在下午5点钟左右，陆离终于是把所有的任务全部做完了。经验条来到了 98%， 竟然还差一点，这让陆离有些难受。随后陆离继续去高等级野怪那里准备刷一刷雷鸣谷。这里的是群山环绕的中心，是一片低谷，周边环境比较恶劣，经常电闪雷鸣，少有晴天。在这里存在着一种名为雷鸣恶犬的野怪，这种野怪体型极大，生性凶残无比，十分残暴，一旦有玩家接近，就会飞奔过来撕咬玩家。而且这雷鸣恶犬是群居生物，一旦被其盯上，就是4、5只雷鸣恶犬一同过来，可谓十分难应付。再加上这雷鸣恶犬等级高达39级，所以现在还没多少玩家来到这里刷怪练级。毕竟对大部分玩家来说，来打这雷鸣恶犬不仅难打，而且很容易翻车，不如去杀37级的野怪来的稳定。另外，这里的环境也比较阴暗，这更是劝退了不少想要来这里的玩家们。陆离来这里的一路上，基本就没有见过玩家，可见这里的玩家的稀少。陆离赶路来到这里后，终于是见到了期待已久的雷鸣恶犬。啊呜！陆离刚一到达，便惊动了此地的雷鸣恶犬。只见雷鸣恶犬张着血盆大口，便飞扑而来，口中獠牙森寒无比，隐约可见咸液滴落。陆离瞥了一眼属性，再加上之前看过的资料，心中已经有数了。雷鸣恶犬，等级39级，种族魔族，品阶铂金级，生命值80万，法力值23000，物理攻击42000，法术攻击18500，物理防御4万，法术防御35000，精神25000，速度35000，技能雷鸣加身，凶狠撕咬，不羁狂吼，雷霆撕裂。雷鸣加身，雷鸣恶犬具备此地雷鸣加持，在周身3米圆形范围内随机降落雷霆，每道雷霆对玩家造成3万点固定伤害，雷霆每秒降落1次，优先降落玩家位置。凶狠撕咬，雷鸣恶犬具备强力的獠牙，对敌方造成额外 20% 的伤害。不羁狂吼，雷鸣恶犬对目标发出不羁的狂吼，对目标造成强力震慑，若目标精神低于雷鸣恶犬，则会造成1秒眩晕，若目标高于雷鸣恶犬精神值，则造成 50% 的减速。雷霆撕裂，雷鸣恶犬可召唤此地雷霆助阵，在用爪子攻击敌人时，可召唤雷霆之力对目标造成额外 100% 伤害，该效果1分钟只能触发1次。介绍：来自雷鸣谷的生物，在此地恶劣环境的常年影响下，性格极为残暴，且可以利用此地雷霆与敌人作战。雷鸣恶犬实力十分强大，也的确是目前大部分玩家根本无法解决的。不过对陆离来说，特别是已经解除了轩辕剑的陆离来说，击杀雷鸣恶犬并不难。如今即使没见过其他顶尖玩家的具体属性，陆离也觉得自己的属性已经算是所有玩家的最前列了。玩家青山离，等级34级，职业剑神，副职业炼丹师、炼器师、分解师、鉴定师，生命值112000，法力值3万，物理攻击94000，法术攻击6000，物理防御25000，18000，法术防御6000，3000，精神8000，5000，速度31400，12000，幸运35%，暴击率25%，暴击伤害10%，声望5600，
天赋：吞噬之心 SSS， 赌神之心 SSS， 神物之心 SSS， 宝藏之心 SSS， 洞悉之心 SSS， 剑神之心 SSS。 装备：轩辕剑神级，九孔三月铠甲铂金级，九孔三月之裤铂金级，九孔三月之靴铂金级，九孔三月项链铂金级，杰克的鲨鱼手链黄金级。特殊装备：出生令牌。技能：出生五品阶，牢壁的回手掏铂金级，暗翼侵袭铂金级，魔法盾铂金级，表里杀缭乱黄金级，龙卷燕浪黄金级，屠灭之刃黄金级，清风之刃白银级，清锐剑袭白银级，横切白银级，踏银斩白银级，魔音贯耳白银级。勋章：出生帝君，出生之主，魔狼梦魇，魔狼恐惧，暗翼之力。陆离目前不只是生命值突破了10万大关，自己的物理攻击也是来到了9万，即将突破10万。不提其他技能的加成，就只是一个双倍伤害的加成，陆离也能打出近20万的伤害。所以即使雷鸣恶犬的生命值高达80万点，在陆离眼中也就是4件的事情。而且若是第一轮自己一轮技能过去，就能解决一整批的雷鸣恶犬，待技能冷却完又是一轮技能过去，简直刷怪不要太简单。所以在其他玩家眼里的洪水猛兽，在陆离眼中也不是经验宝宝。陆离目前34级打39级的雷鸣恶犬，提供的经验可是特别多的，这也是陆离选择来这里的原因。想要快速突破35级，就得来这里。第113章击杀雷鸣恶犬王兽，终于35级。陆离刚一到达，面对的便是飞奔而来的5只不停嚎叫着的雷鸣恶犬，但是陆离面对恶犬丝毫不惧，随后便是一堆剑术技能砸了过去，清锐剑袭龙卷燕浪表里杀缭乱，陆离一瞬间便是团灭了这几只雷鸣恶犬，顺手捡起掉落的物品，将它们放进背包，等之后再看是卖到珍宝阁还是扔进分解机，顺手还吞噬了他们的尸体。紧接着陆离继续向前走去，不多时陆离经验值来到了 99%， 同时陆离也遇到了雷鸣恶犬的王者雷鸣恶犬王兽。雷鸣恶犬王兽等级41级，种族魔族，品阶铂金级，生命值1500000，法力值5万，物理攻击8万，法术攻击2万，物理防御8万，法术防御6万，精神45000，速度55000。技能：雷鸣加身，凶狠撕咬，不羁狂吼，雷霆撕裂。雷鸣加身，雷鸣恶犬王兽具备此地雷鸣加持，在周身10米圆形范围内随机降落雷霆，每道雷霆对玩家造成5万点固定伤害，雷霆每秒降落1次，优先降落玩家位置。凶狠撕咬，雷鸣恶犬王兽具备强力的獠牙，对敌方造成额外 120% 的伤害。不羁狂吼，雷鸣恶犬王兽对目标发出不羁的狂吼，对目标造成强力震慑，若目标精神低于雷鸣恶犬，则会造成5秒眩晕，若目标高于雷鸣恶犬精神值，则造成1秒眩晕。雷霆撕裂，雷鸣恶犬可召唤此地雷霆助阵，在用爪子攻击敌人时，可召唤雷霆之力对目标造成额外 200% 伤害，该效果1分钟只能触发1次。介绍：来自雷鸣谷的生物，在此地恶劣环境的常年影响下，性格极为残暴，且可以利用此地雷霆与敌人作战。陆离眼神一亮，雷鸣恶犬王兽实力如此强大，那获得奖励也势必很多，说不定自己就能借此突破这最后的1%经验条。陆离看到他不禁反喜，当即就是提剑冲了过去。吼！一声雷霆般的咆哮声传来，不羁狂吼。雷鸣恶犬王兽不羁狂吼可就比雷鸣恶犬要强太多了，强制眩晕。但是不慌，九孔三月复清明，解除自身控制，增加 30% 攻速。陆离再次持剑向他攻去，恐怕雷鸣恶犬王兽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勇猛的玩家，竟然敢直接主动发起攻击，还是单人来挑战他。哼，小小之辈，看我撕了你！雷鸣恶犬王兽冷哼一声，鼻孔冒烟，四肢开始奔动，同样对冲而来。陆离此时上能用的技能还是不少的，直接一个牢壁的回手掏，一剑砍在雷鸣恶犬王兽的身上，负18万。随后一个邪魅的标记落在了雷鸣恶犬王兽的身上，陆离当即发动技能2段，一个闪烁出现在了雷鸣恶犬王兽的背后，回手掏，负27万。爆炸数字飘出，雷鸣恶犬王兽当即吃痛怒吼，好，这次不是技能，就是单纯的痛，痛，太痛了。雷鸣恶犬王兽虽然实力强大，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反制陆离的手段。雷鸣加身技能虽然伤害高、频率高，理论上讲一次5万，除去自身攻击，3秒也能击杀陆离了。再加上自身的攻击，2秒也是可以击杀陆离的。但是陆离自带强力吸血，这就导致陆离在攻击的时候就能够抵消雷霆的伤害。而其他的技能想要秒杀陆离也不现实。陆离为了能够保持足够的生命值，一直是在不停的攻击，如此这般便能一直吸血，获得大量的生命值恢复。若是雷鸣恶犬王兽想要集中技能命中陆离造成秒杀，则是需要手里唯一的控制技能，也就是不羁狂吼。但是这一技能被陆离的九孔三岳父清明给化解了，所以他手里已经没有能够反制陆离的手段了。高达1500000的生命值，在陆离手下也撑不过1分钟的。越到后面就越显示出无视防御的恐怖了。若是没有了无视防御这一加成，陆离现在也就刚刚破防，给他刮痧呢。1分钟时间过去，随着陆离手里的最后一剑，雷鸣恶犬王兽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恭喜你升到35级，获得800点自由属性点，请按需分配。目前在本服务器中，您的等级排名为27512位，华夏区等级排名为5214位。等级来到了35级之后，也算是来到了新的领域，只有到达35级后，才是等级上的真正的第一梯队。全球目前也就是不到3万人而已，在华夏区也是来到了5000位。新的里程碑，陆离迅速捡起雷鸣恶犬王兽的掉落物品，接着将他的尸体进行吞噬。吞噬之心发动，吞噬雷鸣恶犬王兽成功，获得物理攻击400点，物理防御200点。陆离看着这恐怖的加成，忍不住的想，要是这次数都用在这种强大的 BOSS 身上该多好啊！一天200次，一次400点物理攻击，一天就是8万。啧，可惜没这么多强力 BOSS 可以吞，太可惜了。收好战利品后，陆离立刻打开背包，换上了新的史诗级套装生命之眼。生命之眼套装包括7件物品，分别是生命心眼之剑、生命之眼头盔、生命之眼项链、生命之眼手环、生命之眼铠甲、生命之库、生命之靴。装备生命心眼之剑，品阶史诗级，属性物理攻击加60000点，生命值加30000点。特殊属性生命心眼，额外获得3万生命值，耐久度100。装备要求35级。第114章史诗级套装的恐怖加成。前往秘境。装备生命之眼头盔，品阶史诗级，属性物理防御加60000点，法术防御加50000点。特殊属性生命心眼，额外获得3万生命值，耐久度100。装备要求40级。装备生命之眼项链，品阶史诗级，属性精神力加60000点。特殊属性生命心眼，额外获得3万生命值，耐久度100。装备要求35级。装备生命之眼手环，品阶史诗级，属性精神力加60000点。特殊属性生命心眼，额外获得3万生命值，耐久度100。装备要求35级。装备生命之眼铠甲，品阶史诗级，属性物理防御加70000点，法术防御加50000点。特殊属性生命心眼，额外获得3万生命值，耐久度100。装备要求35级。装备生命之库，品阶史诗级，属性物理防御加60000点，法术防御加50000点。特殊属性生命心眼，额外获得3万生命值，耐久度100。装备要求35级。装备生命之靴，品阶史诗级，属性速度加50000点。特殊属性生命心眼，额外获得3万生命值，耐久度100。装备要求35级。套装生命之眼套装，套装属性1/7无2/7，增加额外1万点生命值；3/7，增加额外2万点生命值；4/7，增加额外5万点生命值；5/7，增加额外10万点生命值；6/7，增加额外15万点生命值；7/7，增加额外20万点生命值。别的不说，这套装的效果就是贴合名字，生命值增加的是真的多。直接换上。换上史诗级套装之后，陆离的防御属性和生命值简直拉满。玩家青山离，等级35级，职业剑神，副职业炼丹师、炼器师、分解师、鉴定师。生命值40万，法力值3万，物理攻击94000，
法术攻击6000，物理防御14013000，法术防御1050010000，精神1250120000，速度7500000。哎嘿，就不给看全部，这不能说我水了吧？陆离已经有了轩辕剑，所以就没有使用生命星眼之剑。另外，头部位置现在还没有开放，陆离也没办法使用，所以陆离一共用了5件装备。换上了5件史诗级装备的陆离，已经获得了完全超出现阶段玩家应该有的属性，高达40万点的生命值，一时间竟不知道陆离是玩家还是野怪 BOSS。高达9万点的物理攻击，让陆离可以秒杀现阶段所有的玩家，严谨一点，应该是目前99%的玩家。高达14万点的物理防御，让无数物理系玩家闻之落泪。高达105000点的法术防御，让众多法师摇头叹息。高达7万点的速度，让陆离化身游戏内的闪电侠。从此，一个怪物诞生了。目前的陆离可以说是化身究极 T 了，完全无敌的状态。若是让现在的陆离再去打刚才的雷鸣恶犬王兽，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风险，宛如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这么说似乎有些不尊重其他玩家了。毕竟现阶段基本无敌的 BOSS 都算是蚂蚁的话，那其他的玩家又算是什么呢？陆离目前已经没有了迫在眉睫的事情可以做了。现在陆离还需要做的事情，大概就是在竞技场中登顶战力排行榜。再就是进入2个秘境捞点宝贝，顺便混些经验值，再有就是周边的几个副本的登顶了，最后就是静静的等待高考啊！终于轻松下来了，这该死的无敌的感觉真是让人满足。从5月28日进入神域到今天的6月9日，足足花费了将近2周的时间，自己终于是无敌了。无敌是多吗？多吗？可那就先来做第一件事吧。陆离拿出手里的秘境钥匙，魔族秘文介绍。魔族在卡特拉斯峡谷建造了一个秘境，在里面有很多邪恶实验室，在那里魔族制造出了很多魔族恶鬼。玩家抵达卡特拉斯峡谷后，凭借本秘文书可进入秘境，仅限单人。推荐等级30级。虽然推荐等级是30级，但是自己一直时间很紧张，倒是一直没来得及去。毕竟自己30级之前的时候可是一直在特训啊，之后又一直在追赶其他人的等级，做了大量的任务。再然后自己就是拿到了史诗级套装，那必然是要先穿上这套能够直接无敌的史诗级套装啊！一拖再拖，自己终于是在35级，而且无敌的时候要进入这个秘境了。不过只能说奖励没那么好了，自己还是可以进去捞一点好处的。就算里面的东西根本已经不够自己用了，也是可以卖的嘛。毕竟虽然自己升级快，但是其他玩家升级慢啊。虽然自己实力强大，但是其他玩家实力很弱呀。虽然自己现在根本不缺装备，但是其他玩家缺啊。毕竟还有一半玩家都没有30级呢。这秘境里的宝贝肯定是满足他们的需求的，自己只需要钱就好了。毕竟自己现在唯一缺的东西就是金币了。这轩辕剑简直是个无底洞啊！下次想要解除它的封印，自己可是至少要准备10万金币的。就看这次秘境里的东西能卖多少钱了。陆离按照秘境钥匙给的描述，回到了剑歌城，来到了地图所标注的卡特拉斯峡谷。第115章，最终 BOSS 竟然是个熟人。卡特拉斯峡谷，这里距离剑歌城还是比较远的，陆离也是走路花费了不少的时间。陆离顺着地图的指示来到了一处秘境地点，随后陆离拿出了手中的钥匙，这既是钥匙也是触发物。随着手中钥匙发出淡淡的光芒，一处秘境慢慢显现出来。嗡！陆离面前的墙壁露出了一个神秘的青色符文，随后陆离手掌抚摸墙壁上的青色符文之后，便是被传送到了一个黑漆漆的地方。接着黑暗的空间渐渐出现了亮光，在陆离的面前有一个青铜大门，在门上有一个钥匙孔，陆离拿出钥匙插了进去。轰隆！大门缓缓开启，上面的灰尘纷纷落地，似乎是很久没有开启过了，声音有着刺耳。整个空间顿时亮堂了起来。陆离进入门内，沿着路径一直向前走，不多时便出现了拦路的小怪。哇呀呀！呼哈呀呀呀！差不多10来只龇牙咧嘴发出怪叫声的恶鬼出现。陆离看到他们的样子，顿时想起了自己曾经见过的一个恶鬼阿兰。不过他们看起来眼神呆滞，没有阿兰的智慧，看起来像是机器人一般。当然长相上倒是和阿兰的魔族真身状态差不多。他们的模样狰狞恐怖，青面獠牙，全身衣不蔽体，整体呈青黑色，2只眼睛是通红的，头上还长着2只稍微弯曲的角，手里拿着不同的武器，一起怪叫着冲了过来。魔族战士012544，等级28级，种族魔族，品阶黄金级，生命值20万，法力值1万，物理攻击
27000，法术攻击15500，物理防御2万，法术防御25000，精神1万，速度24000。技能恶鬼之力，恶鬼力吼。恶鬼之力，恶鬼获得魔族力量加成，使用武器向敌人会造成额外 30% 物理攻击的额外伤害，每5秒生效一次。恶鬼力吼，恶鬼发出凄厉大吼，吐出一道音波攻击，对敌方造成1秒眩晕以及大量伤害，法力值消耗400点，冷却时间2分钟。介绍：2年前在魔族此地的邪恶实验室中，由人族转为魔族恶鬼，成为了魔族的一名战士，已经失去了人的智慧，听命于魔族制造者。魔族法师012144，等级28级，种族魔族，品阶黄金级。魔族弓箭手012164，等级28级，种族魔族，品阶黄金级。这魔族的恶鬼倒是种类齐全，可惜遇上了刚刚质变的陆离。20万点的生命值在以前看来很多，不过现在看来也就那样。龙卷焰浪，表里沙燎乱，踏前斩，几个技能下去直接团灭。本来即使不用技能都能一剑一个，现在使用了群攻范围技能，那打起来就更加简单粗暴了。在击杀他们后，陆离收起了掉落在地的战利品，然后继续往前走去。这些战利品陆离粗略看了一下，对自己都没用了，所以就等秘境结束后一起扔进分解机好了。来到新的地点，陆离再次碰上了不少的魔族恶鬼，实力倒是越来越强。在最新的位置，陆离碰上的都是32级的魔族战士了。不过毕竟是推荐等级为30级的秘境，这些野怪的实力确实一般般。若是30级的陆离来，还真算有那么一点点的挑战。现在嘛，那简直就是来度假游玩的。虽然这些拦路的魔族战士实力不强，但是数量是真的多，陆离确实花费了不少时间才来到了最终的地点。在最后的位置，也就是魔族的所谓邪恶实验室了。这些魔族的恶鬼就是在这里面批量制造出来的，不过使用的原材料就是人类了。可恶，竟然来到了这里！快来人！外面的人呢？怎么会？这人竟然这么强大！陆离刚一到达，就听见了不少的惊呼声。扫视周围，发现都是些法师模样的魔族，看起来似乎是在研制药剂的样子。在他们的面前，有很多的竖起来的营养舱模样的物品，在这透明的营养舱里面，就是一个个的人类。准确的讲，是已经快要死掉的人类，他们仅剩下了生命体征，但是意识应该是已经没有了。看来外面遇到的那些恶鬼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了。陆离二话不说便开始杀戮。这些研究者实力弱不禁风，真就是一见一个。很快陆离就把这实验室里的魔族生物全部杀光了。随后就听见外面传来了刺耳的怪叫声。哎呀啊呀！这声音宛如音波攻击一般刺耳，让陆离都是有点忍不住想要捂住耳朵了。陆离猜测这应该就是最后的 BOSS 了。陆离走出了邪恶实验室，看向外面声音传来的地方，在那里站着一个身高3米的魔族恶鬼。让陆离有些惊奇的是，他认识这个恶鬼。这恶鬼虽然体型大了数倍，但是样貌还是可以勉强保留了一点的。这是一个女性恶鬼，披散着长发，狰狞着呲着獠牙，2颗眼珠发出绿色的阴森的光芒。青山离，没想到他竟然认出了陆离，他竟然还保存着智慧。哼，莎莉娜，原来你在这！陆离冷笑一声，回应道：没错，这个女性恶鬼正是之前消失了的莎莉娜，那个在青荣城担任过法师导师的女人，那个被陆离直接杀死的女人。没想到自己在这里遇到的最强 BOSS 竟然是她，怪不得当时莎莉娜失踪了，原来是被魔族给带来了这里。但是自己当时明明就把她杀死了啊，她为什么还能保留神智认出自己？难道魔族的这个技术已经可以借尸还魂了？结，没想到吧，我还活着，但是我变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都是拜你所赐。青山离，你不得好死！第116章，浅浅的秒杀一下，就你还不得好死？你哪来的自信啊？听到恶鬼莎莉娜的话语，陆离不屑地笑了，下划线。看来这已经成为魔族的恶鬼莎莉娜对自己的实力有些盲目自信啊，还真是一点避数都没有了。也是，当时还是人类的他就是这个样子，没想到已经成了恶鬼，还是这个样子，真是忘记了自己怎么死的了。哼，哪来的自信？我告诉你，在卡库里斯大人的恩赐下，我重生了，而且我的实力现在已经很强大了，碾压你轻轻松松。别以为我和之前你遇到的那些废物一样，我可是高贵的拥有智慧的魔族，不是那些毫无智慧的废物。
哼，我可是突然增强了，而你呢，不过是这么几天而已，你还想打赢我？哼，痴人说梦，这次就换我来击杀你了。在邪恶实验室中获得新生的莎莉娜，看来确实是变强了不少，也怪不得竟然如此自信。不过，特殊的地方在于她竟然还能够拥有智慧，那就意味着魔族可以批量制造这种智慧生物了。也不对，外面那些应该才是常态。莎莉娜这般的，估计是极少数的。不知道她能保存智慧的原因是什么？难道是对我的怨念太过强大了？所以魔族的卡库里斯遇上她之后，把她带到了这里，然后就复活了。陆离虽然有些猜测，但是具体的原因尚未得知。目前而言，最终的还是再次击杀莎莉娜。瞥了一眼恶鬼形态的莎莉娜的属性，陆离有些无语。就这，恶鬼莎莉娜，等级36级，种族魔族，品阶铂金级，生命值60万，法力值23000，物理攻击4万，法术攻击18000，物理防御4万，法术防御32000，精神27000，速度35000，技能法术冲击恶鬼咆哮怨念护体，法术冲击，莎莉娜使用法术对于目标造成一次巨大的冲击，造成法术伤害并击退目标，法力值消耗500点，冷却时间30秒。恶鬼咆哮，莎莉娜张起血盆大口，对目标发动一次巨大咆哮声，对目标造成眩晕，使目标精神值造成1至5秒的眩晕，法力值消耗500点，冷却时间30秒。怨念护体，莎莉娜自己怨念极深，怨念在自身周围形成一道保护护罩，能够抵挡10万点伤害。当护罩破碎后，对周围3米范围内的敌人造成5万点固定伤害。护罩消失后需要5分钟重新凝聚。介绍：来自青荣城的法师导师莎莉娜，在被玩家青山梨击杀后，尸体被路过的卡库里斯发现并带走，最后在魔族邪恶实验室内被改造成如今的恶鬼形态，同时具有强大的实力以及前身智慧，是魔族邪恶实验室目前最成功的试验品。陆离看到后就是不屑一笑，才60万点生命值，还不如一条狗呢。哦，我不是骂他，我是说他不如雷鸣恶犬。不过若是其他玩家获得了这个秘境的钥匙，而且还真的按照系统的推荐，在30级的时候来到了这里，然后遇到了这个恶鬼莎莉娜的话，那还真是打不过。这小技能虽然少，但是既有伤害又有控制，自身还有能够抵抗10万点伤害的保护罩，确实是难打。不过谁让他遇到的是陆离呢？见到陆离露出了不屑的冷笑，恶鬼莎莉娜顿时就开始发疯了。啊！你在笑什么？要不是你，我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我杀了你！哈哈哈哈！不对，不对！哎呀，我应该感谢你，要不是你之前杀了我，我也不会被伟大的卡库里斯大人发现，也就不会来到了这里，也就不会获得现在这般强大的实力。那么，我该怎么感谢你呢？哈哈哈哈！我怎么感谢你都不为过呀？那就杀了你吧，亲手被我杀死，就是对你最大的恩赐啊！哈哈！陆离见到恶鬼莎莉娜这状态，顿时有些毛骨悚然。这怕不是有后遗症吧？还是说他本来就是个疯子，但是一直隐藏在了人的外表下，现在暴露本性了？陆离还真是有点小怕怕呢，倒不是怕他的实力，而是怕他这疯子一般的表现。这些话再配上他如今魔族的外表，这是鬼屋吗？陆离吓得就是直接拿出了轩辕剑冲了过去，清锐剑袭，踏前斩，一套技能直接打出，连人带盾直接干死。就算是加上他的护盾的值，也不过是70万点而已。陆离用普通攻击也就是4件的事儿罢了。当然，现在用技能更快一些。眼不见心不烦，快点砍死挺好的。哎呀，哎呀，呵呵！被秒杀的恶鬼莎莉娜顿时瞪大了2颗绿色的眼珠，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面前的陆离，而他的嘴中不断的喷出血来，似乎是喉咙里被血堵住，而不停的发出呵呵呵的声音。最后，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发出轰隆一声。就这，还不是和之前一样直接秒杀？狂什么啊，还鬼叫？你是靠吓人战斗的吗？陆离看着他的身躯，虽然他也算是个 boss， 但是太恶心了，我才不吞噬呢。陆离没有使用天赋，而是只收起了掉落的战利品。恭喜通过秘境，在999秒后自动退出秘境。系统提示音出现，陆离的这个秘境已经结束了。陆离来到了最后的结算地点，这里有一个宝箱，每个秘境结束后都会出现一个宝箱，领完这个宝箱就可以退出这个秘境了。陆离现在也是十分的期待啊，终于见到宝箱了。第117章秘境结束开宝箱。陆离看到眼前的宝箱，可是激动的不得了。自己的某个一直没怎么用过的天赋，终于是有了用武之地。没错，
那个天赋就是只用了一次的宝藏之心，它的效果是打开宝箱时可自动提高该宝箱2个品级，不改变外表，并获得相应品级的物品。同时，开启宝箱是不需要钥匙的。宝箱由低到高分别是木质宝箱、铁质宝箱、青铜宝箱、白银宝箱、黄金宝箱、铂金宝箱、钻石宝箱等。在秘境结束后获得的这个宝箱，青铜宝箱。所以陆离打开后获得物品是黄金宝箱里才会得到的物品。这黄金宝箱可不是打开后获得黄金级的物品，而是获得钻石级的物品。毕竟陆离再加上自己的天赋，那就是会再提高2个等级。陆离立刻打开了眼前的这个宝箱，恭喜你获得星痕之链、摩尔乌斯之剑、青岩浪涛斩、10枚紫币、500声望券。宝箱里面一共有5件物品，1件项链装备，1把剑武器，1本技能书以及1个声望券，再就是10枚紫币了。在这里面，星痕之链算是最好的物品了。星痕之链，品阶钻石级，属性精神加10000点，速度加2000点，特殊属性无，耐久度100，装备要求35级。虽然这件装备和陆离身上的史诗级套装没得比，但是要知道，目前玩家们的主流装备还是铂金级和黄金级，而这项链装备更是稀有物，更何况这是一个钻石级的项链，毫无疑问，它可以卖出一个高价。对目前缺钱的陆离来说，可真是一个好装备。摩尔乌斯之剑，品阶钻石级，属性物理攻击加10000点，速度加1000点，特殊属性无，耐久度100，装备要求35级。这把剑武器同样是能够卖出一个好的价格。在陆离眼中，这2件装备就是金灿灿的金币。至于下一本技能书，陆离自己就可以用了。青岩浪涛斩，品阶钻石级，技能效果对1米宽5米长范围内发出一道怒浪波，对所有目标造成50000加50百分号物理攻击点伤害，法力消耗500点，冷却时间5分钟。介绍：青崖边怒浪拍岸，雨潇潇。条件：仅近战职业可学习。目前而言，技能的伤害在陆离双倍伤害的加持下，可以到达近20万，算是一个很不错的群伤技能了。10枚紫币是秘境宝箱必定掉落的，越高级的秘境最后的宝箱掉落的紫币也就越多。同样，声望券也是固定掉落，只是数额不同。陆离开启的虽然是青铜宝箱，但是内部掉落毕竟是黄金宝箱级别，所以这声望券可以获得的声望也是高达500点。若是正常的青铜宝箱，掉落的紫币和声望券应该分别是2枚紫币和100点声望。秘境圆满结束，这次陆离也是收获颇丰，特别是金币这方面，陆离可是赚得盆满钵满。同时，陆离也是再次击杀了一次莎莉娜这个讨厌的女人，这下她算是彻底死亡了。秘境结束后，她也就随之彻底消失了。这次也是让陆离知道了当时莎莉娜的尸体的去处，当时的疑问也是得到了答案。剩下的青荣城中的事情，大概就是城主奥菲克斯的事情了。这奥菲克斯当时利用规则暗害自己，随后更是派人追踪自己，甚至企图击杀自己，阻碍自己的成长，可是害人不浅。当时也是耽误了陆离不少的时间。现在陆离的实力也算是彻底强大起来了，等再过一段时间，陆离就可以复仇了。出来秘境，陆离拿出了另一个秘境钥匙。秘境钥匙所属秘境魔族的邪恶实验室，秘境地点断头崖，等级要求30级。这个秘境钥匙是现实中特训班掌控度到达100%的奖励。这个秘境在名字上看和刚刚通过的这个秘境差不多，都是魔族实验室系列秘境，等级也很相似。陆离猜测这是魔族在不同地点设置了不同的实验室进行邪恶研究而形成的不同的秘境。陆离按照指示来到了断头崖，随后如同上一个秘境一样进入其中。在进入后，陆离同样是遇到了一群恶鬼，模样虽然与上一个秘境里面遇到的不太一样，但是实力都是差不多的。毕竟2个秘境的推荐等级都是一样的，所以遇到的野怪实力都是差不多的。陆离一路顺利来到了最深处，在这里面同样是有一群魔族的研究人员。陆离砍瓜切菜一般杀死他们后，也是终于见到了最后的 BOSS。 不过这个 BOSS 比起上一个秘境的恶鬼莎莉娜要弱一点，指挥也不够完全。看来莎莉娜确实是实验室中最成功的试验品。轻松解决完这个 BOSS 之后，就到了领取奖励的时候。同样是一个宝箱，物品价值和上一个差不多，陆离准备也拿去卖钱。出了秘境，陆离并没有着急回到礼月城，而是就地拿出了分解机，准备分解物品。自己目前攒了大量的掉落的物品，背包虽然升级过，但是依旧是快要满了。毕竟距离上一次分解物品可是经过了好几天，
物品也是经历了好几个阶段的积累，包括之前做任务中击杀野怪所得、击杀雷鸣恶犬群获得的掉落物品，以及2个秘境的掉落物品，算下来也是好几千件物品了。毕竟单单是金币，陆离自从拍卖会结束后就没多少金币了，现在单是获得的金币都是来到了近5000枚金币。分解机内的物品全部换算成金币也是有近2000金币。不过分解师的等级还没到4级，毕竟之后升级所需要的经验也是越来越多了。第118章，目光聚焦竞技场。随后陆离来到了礼乐城内的珍宝阁，将剩下的有价值的物品全部摆了上去。同时陆离也是收下了之前在珍宝阁售卖物品得到的金币，一共是3200金币。这么一来，陆离的金币数就破万了。毕竟掉落的物品现在价值也越来越高，对陆离来说赚钱自然也就容易了许多。出来珍宝阁之后，陆离如同之前一样来到了礼乐城的竞技场。现在时间是游戏内的傍晚时分，还是有很多玩家在线的。陆离刚刚结束完2个秘境的探索，此时也是想要放松一下，毕竟现在即使高考在即，陆离也并没有太大的压力了。陆离出示身份后来到了一个单独的房间。陆离毕竟排名已经来到了礼乐城的第9名，所以也是获得了特殊的待遇。礼乐城这前10名都是单独的房间的。随后陆离一边喝着饮料一边开始匹配。你好，青山离，正在根据您的排名匹配对手中。匹配成功，请做好战斗准备。等待了好几分钟，陆离才终于是匹配到了一个玩家。进入异空间，陆离看向对方，对方排名是要比陆离还高的，毕竟陆离是究极连胜状态，肯定不会遇到排名比他低的人的。而现在陆离是礼乐城的第9名，在整个华夏区也是排在92名的，而他的对手至少也是目前华夏区战力前90名了。陆离大致扫了一眼，也是清楚了目前顶尖玩家的大体实力，虽然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对比自己自然是弱了太多。玩家梦里花落不知罪，等级38级，职业刀客，副职业炼丹师，生命值15万，法力值22000，物理攻击6万，法术攻击15000，物理防御3万，法术防御3万，精神15000，速度35000。对手名为梦里花落不知罪，一名刀客，15万点的生命值加上高达6万的物理攻击，确实很强。但是很可惜，陆离的斩杀线实在是太高了，只要你的生命值在20万点以下，秒都可以秒，随便秒。不过陆离尚未开始进攻，对手就迫不及待地开口了。原来是陆离啊，碰上你，我算是倒霉了，看来这次排名要下降了。梦里花落不知罪用着比较激动的话语对陆离说着。陆离看着对面的玩家，思考了片刻，想起来了，是当时一起参加与黑星的比赛的一个同在东海省的同学。其实陆离也不是很确定，只是模糊有个印象，但是既然对方都知道了自己的名字，那估计就是了。对方既然都主动开口想要聊几句了，那自己总不能一剑直接过去给他秒了吧。陆离笑着回应道，你好，没事的，你也有机会赢的。陆离这算是谦虚到极致了，对面哪有机会赢啊？对方似乎也是很明白，无奈的笑着说道，嗨，我哪有机会赢啊？你当时可是把黑星那边都是给杀穿了的，这么猛，我咋赢啊？哈哈，不过有机会交手倒也不错，只可惜我觉得我可能会被秒杀啊。陆离心想，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那我到底是直接秒你呢，还是让你呢？不过对方很给面子的说道，来吧，大佬，不要让我，直接用真实力就好了。今晚我看着你登顶，给咱们东海省拿个第一。陆离点点头说，好，既然你主动这么说了，那我就满足你。拔剑，冲刺，出剑，结束。恭喜获胜，您的战力排行榜礼乐城区域等级排名上升至第7名，恭喜您获得16连胜。房间内，玩家梦里花落不知罪惊愕的神色依旧停留在脸上，随后他脸色变成狂喜，嘴中大喊道，太厉害了，太猛了，绝对第一。同是东海省的玩家，而且作为一起战斗过黑星人的同学，他很清楚陆离的强大，而且他自己也明白自己的水平。李小洛自己身为 S 级天赋拥有者，实力排在礼乐城的第6位，当然在刚才的战斗结束后，他已经掉到了第8位。无论是第6名还是第8名，他知道自己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自己算是最厉害的一批玩家了。但是他依旧是被陆离直接秒杀了，所以他明白陆离可以登顶第一，这样东海省就拥有战力第一的玩家了。在华夏区内部，各个省份之间也是在排名上明争暗斗，大家都想代表自己的省份登顶，这已经是多年的传统了。
而东海省已经多年没有出现过战力排行榜第一的玩家了。而现在他看到了希望，陆离绝对可以。陆离能够秒杀自己，那肯定也可以秒杀其他和自己差不多的玩家。稳妥点，保2争1。随后出来的李小洛立刻到了论坛上面发帖，他准备将这件事说出去，吸引那些排名更高的玩家进神域和陆离 PK， 不然陆离匹配的时间会比较久，而且想要获得第一就必须打败现在的第一，这也是目前的规则。李小洛等不及看到陆离登顶的那一刻了，要是等陆离申请了挑战，再等第一同意，然后安排时间准备 PK， 那也太久了。不行，现在就发帖，让那些高手赶紧上线。然后一个名为青山离今晚在竞技场挑战所有高手的帖子出现。随后李小洛利用自己的高手身份，也是吸引了诸多玩家的目光，紧接着围观群众越来越多。这件事情立刻发酵起来，很多高手都是闻风而来，排名在后的玩家都是一脸遗憾，笑死，根本匹配不到。至于最强实力的玩家也是注意到了这件事，毕竟李小洛虽然自己被陆离直接秒杀了，但是他的实力大家还是很认可的。那他既然都这么说了，那看来这件事是真的呀。再然后东海省的顶尖高手都是纷纷站出来证明，毕竟他们都是见过陆离发威的。于是所有人的目光今晚都是聚焦在了竞技场。第119章第5名，激烈的讨论。此时的陆离倒是尚未得知外面事情的发酵，陆离正在自己的房间中继续匹配。此时李小洛正在发帖，聚集的人并不多，所以匹配的还是比较慢的。终于匹配到了一个。你好，青山离，正在根据您的排名匹配对手中。匹配成功，请做好战斗准备。什么？你怎么这么多的血量？对手一来就是查探陆离的属性，随后就是看到了陆离惊人的生命值。在对方震惊无比的时候，陆离已经开始发起了攻击。既然对方并不认识自己，那自己就不用和刚才上一句那样啰嗦几句了。对手实力与上一场的李小洛相差不大，陆离直接一剑解决。恭喜获胜！您的战力排行榜华夏区等级排名上升至第42名，您的战力排行榜璃月城区域等级排名上升至第5名。恭喜您获得17连胜。陆离的华夏区排名已经是进入了前50名，在璃月城区域则是来到了第5名，名次只不过是上升了2名，现在毕竟是已经来到了最顶端，进步自然是不如之前夸张了。不过只要前进就可以了，毕竟现在是第5名，最多也就是3、4局就可以登顶璃月城的排行榜了。陆离选择继续匹配，现在就是在放松了。接着他喝着饮料打开了论坛，准备随意看下论坛的消息。然后陆离就看到了某个带着爆火的帖子。论坛，此时越来越多的玩家开始围观论坛这一消息，毕竟东海省诸多顶尖高手都是在传播这一消息，他们都是相信陆离具备登顶的实力，所以现在其他省份的高手玩家都是被吸引了过来，有的神勇无比，表示不服，直接进行匹配；有的稍有退缩，选择避而不战，围观其他高手。今夜诸多高手齐齐上线，排名也是产生了不小的变动。毕竟相对来说，最顶端的玩家排名变化是不大的，他们彼此还是很清楚各自的实力的，能不能打得过心里也有数，所以相对来说主动挑战的人并不多。另外顶尖玩家数量有限，匹配的时间比起中后段玩家要长得多得多，所以他们也不是很想把时间耗费在匹配的时间上。现在大家都上线进入竞技场，这下好了，虽然不一定能够匹配到陆离，但是彼此之间匹配到了，或许就产生了排名的更替。今夜诸多玩家表示这次大战很是精彩，他们也是盯着排行榜的时刻变动。在官方排行榜上是只显示前100名的，当陆离出现在前100的时候，他们开始欢呼了。当陆离出现在前50名的时候，他们真的相信了这个名为青山离的玩家或许真的可以登顶。随后他们都是开始激烈讨论起来，陆离究竟可以走到哪里？现在是华夏区的42名，下一次会是多少名？对手呢？他匹配到谁了？有人出来说一声吗？很快刚刚被陆离击败的玩家刚好也是得知了这一消息，随后便主动承认自己刚刚遇到了陆离。我是清风山的施耐德，刚刚我遇到了青山离，我和他不熟，我也是刚刚注意到这个帖子，但是我刚才看到了他的部分属性，具体的查不到，但是生命值高达40万点，简直是一个 BOSS 的属性，而且不只是生命值恐怖，他还直接把我秒杀了，和帖子里说的一样，和之前遇到的所有对手一样，直接秒杀了。随着清风山的施耐德的自爆，帖子的热度再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次有着属性的介绍，而且又是秒杀，在整个华夏区的前50名的对决中，依旧是能够做到秒杀，
可见实力是有多么恐怖。而且那40万点的生命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是个 BOSS 化身成为了玩家吗？东海省的部分玩家倒是有所猜测，他们也是大概明白，大概率是在兑换清单中得到了好的套装。帖子的热度越来越高，已经是来到了本届服务器的热搜第1名。加入讨论的玩家也是越来越多了，很多玩家都是被自己的朋友拉了过来围观这次的事情，还有的在睡觉的玩家都是被朋友喊了起来。无他们都觉得这次可能要见证历史了，一个新的王者似乎就要诞生了。帖子下面的回复也是越来越多，大队部的小瘪三，我赌他能登顶，大佬们快去竞技场匹配啊，等不及要看排名变化了。哈桑你家的胡开了，我赌他不能，我之前根本就没听说过他，怎么可能直接登顶啊？那他之前有这实力，怎么一点都不出名呢？小日子过得不错，就是，要是有这实力，早就登顶了呀，非要等到现在。哈萨给塔里克通，难道他就是为了现在博眼球？旋转小木木哦，咋可能啊？图啥呢？还不如早点登顶拿每次的奖励实在呢。萤火之光也是，再说都快高考了，大家也没时间一直关注他。我快要渴死了，搞不懂，咱们就看着这次有啥变化就行了。我快要饿死了，快看，排名变了，第8名换人了，我不造啊！嗨，我还以为是那个青山里又赢了呢。你问我问谁啊？这还真赢了，快看，排名变了。就在玩家们激烈讨论的时候，陆离终于也是匹配成功了。他刚才也是被帖子的热度吓了一跳，没想到那个玩家竟然还开了帖子喊了一堆高手上线。不过这倒是方便了自己匹配玩家，这不还没看多少玩家的评论呢，就直接匹配成功了。你好，青山离，正在根据您的排名匹配对手中，匹配成功，请做好战斗准备。第120章第3名。这次的对手令陆离有些意外，因为这次的对手是个女子，倒不是说看不起对方的意思，而是在竞技场上女玩家的数量比起男玩家要少得多。据统计，竞技场的男女比例大概是4比1，这其中自然有男生比女生更加好斗这一原因在，不少的女生都是选择了辅助职业，而男生相对来说选择奶妈职业的就很少，所以在竞技场上女玩家的基数本就小，而能够排在最前列的就更少了。而且还有部分女玩家虽然实力很强，但是并不热衷于竞技场的战斗，而选择不争抢排名。所以陆离一路上这近20场比赛也不过是见到2名女玩家罢了，而眼前这位就是第3个女玩家，似乎就是被今晚的帖子吸引来的，上来就是打了招呼，你就是陆离吧？今天你可是火了，论坛上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吧？女生名为青烟沐雨，长相倒是颇为好看，声音稍有酥麻，是那种很吸引男生的嗓音。陆离对她倒是有些印象，毕竟实力强大，还待在竞技场的女生数量不多，前50名里一共也就是10几名女玩家，所以陆离之前看榜单的时候倒是看到过这位。而且这青烟沐雨颜值又是颇为出众，在玩家评选的竞技场10大女神榜单上排名第3。这个竞技场10大女神是由玩家多为男玩家评选的排名前100的女玩家中选出了10位长相最好看的，所以青烟沐雨虽然实力不是最强的，但是依旧是有很多男玩家对她展开过十分热烈的追求，当然无一例外的失败了。不过虽然都失败了，但是玩家们倒是也不会因爱生恨，因为青烟沐雨虽然拒绝了所有人，但是性格十分随和，并不高冷，只是对恋爱似乎不感兴趣而已。她与男生的关系倒是都不错。听到他说的话，陆离也是回应了他，我对论坛上的那个帖子确实有些了解，确实让我匹配到你们更加方便了。青烟沐雨眉毛一挑，陆离的话透露着极大的自信，因为陆离说的是匹配更方便了，说明是很想匹配到人的，这就侧面反映出陆离具有自信，能够打过所有人。你确实很自信，当然我也知道你有这个实力，我们已经对你有所了解了。被你击败的人都说你直接秒杀，而且有人也说你的生命值高达40万，简直和 BOSS 一样。那么就让我来试试攻略 BOSS 的感觉吧。青烟沐雨说出这番话，就是表明已经做好战斗的准备了，而陆离自然也不想继续聊下去了，也是持剑准备秒和他战斗。战斗正式开始，青烟沐雨却是并没有着急上来，似乎是对陆离的战斗方式已经有了了解，应该是其他玩家透露的信息，而且网上也在传播之前陆离在参加新生挑战赛时候的视频，每次都是直接冲上来秒杀嘛，每次战斗都是这样，所以现在遇到的对手也是开始有了防范，想要等陆离冲上来的时候就直接离开原地来躲避攻击，从而逃脱被秒杀的命运。不过陆离的速度可是远非他们能比，陆离获得了史诗级装备之后，速度目前是大部分玩家的2倍之多，
清锐见袭，踏前斩。青烟沐雨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就直接被2个技能给带走了。恭喜获胜！您的战力排行榜华夏区等级排名上升至第32名。您的战力排行榜璃月城区域等级排名上升至第3名。恭喜您获得18连胜。外界，快看快看，变了，42位换人了。那青山离呢？去哪了？我靠，第32名了，璃月城第3位，太猛了，又赢了。对手是谁？这次是和谁打的？我看到我女神降了。天哪，是我的女神被虐了。你女神多了去了，说清楚是哪个啊？我就一个女神，是青烟沐雨。啊，青烟沐雨大神可是排名进过前30的，竟然也被虐了。应该是等女神自己出来说吧。在陆离排名变更的时候，玩家们的讨论再度变得更加激烈。刚刚接收到系统提示失败的青烟沐雨在房间内沉默不语，一向乐观的他这次也是有些 emo 了。他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过被秒杀的时刻了，特别还是被玩家秒杀，这已经是数值上的碾压了。青烟沐雨现在还没有缓过来，陆离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就一瞬间他就拿着剑冲了过来，然后自己就死了。缓了好一会，青烟沐雨无奈地叹了口气，之前他们说的都是真的，陆离这人就是个变态，根本没人能打得过。轻轻摇了摇头，青烟沐雨上了论坛，开始回应玩家们的询问。青烟沐雨，是的，我输了，也是被秒杀的。青山离太变态了，我觉得没人能打得过他。在青烟沐雨亲自回应之后，论坛上着急等待的玩家们顿时疯狂了。天哪，果然是女神也没打过，这种级别的战斗依旧是秒杀，这人的实力这么变态。什么？竟然有人 M 秒杀了女神，肯定是使了什么不正当的手段，看我去削了他。告诉我是谁干的？青山离。哦，兄弟，我等你消息。青山离，那没事了。事件愈演愈烈，很快几乎是大多数的玩家都是得知了这个消息。诸多高手齐聚，据说华夏区的前10名全都上线了，现在都在进行匹配，就是为了看看陆离是否真的可以登顶。本次排行榜前10名的位置都有了不小的变化，第一都输了，不过之后又赢了回来。不过前10名确实有2个人彻底的跌了出去。第121章河洛。在整个战力排行榜顶尖排名进行洗牌的同时，最受关注的依旧是陆离。陆离如此夸张的上升速度以及恐怖的连胜，再加上对手皆是被秒杀的恐怖实力，很难让人不注意他。今晚上他就是焦点。刚刚重回排行榜第1的河洛已经公开表示自己今晚会一直等陆离挑战。河洛，大家好，我是河洛，目前是战力排行榜第1名。我听闻青山离同学实力非凡，想要登顶，那我今晚就等他一晚，希望他能快点。这一消息一出，玩家们顿时一片哗然。这可是最厉害的大佬，这可是战力排行榜的第1名，妥妥的含金量啊！不胜画卷，我的天呐！河洛大佬竟然亲自下场发话了，看来青山离确实有实力啊！我爱喝绿茶，可不止呢，估计都在等他。不过之前就是说陆离有登顶的实力，那么自然是排第1的发话最合适了。嗖嗖慢慢学，那确实，不过这样一来，感觉就像是一个少年挑战一个势力一样，层层闯关，最后登顶。我是超级键盘侠，听你这么一说，似乎有这种感觉啊。一群人在等着他去挑战呢。妹妹，我做船头了，我已经脑补好了，我爱青山离，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我在想屁吃，你在想屁吃呢？他可是直接秒杀青烟沐雨女神的，说明他对女人毫无兴趣啊。你别做梦了，还是让我来吧，他肯定缺男朋友。妹妹，我做船头了，好像也是，不然他肯定会让一下青烟沐雨的。青烟沐雨那么好看，他怎么下得去手的呀？我在想屁吃，哎，我也搞不懂，我的男朋友竟然直接秒杀了我的女朋友，下手还这么狠，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他。也不知道给我的女朋友留点面子，真是的。阿巴阿巴邓布利多，你和你的名字还真是绝配啊。是奥比岛吗？加1。不是艾比亚，加1。一旦激起千层浪，同时也将整个话题推向了另一个新的高峰。此时这个话题的热度就如同陆离对战其他玩家一般碾压，整个话题的热度是排名第2的话题的10倍还多，可见到底是多少玩家在关注着这件事。临近高考，竟然杀出了一匹黑马，搅得整个战力排行榜天翻地覆啊！而且河洛稳了几年的第1名，今天竟然有可能会易主。在以前也不是没有人赢过河洛，但是很快就会又被他抢回去。但是
这次似乎不一样了，而且还是在临近高考这种特殊的时间点。周围的所有同学都是在想要最后努力一把，平日算是天天刷怪做任务，努力提升实力，今天算是给平静并且稍显枯燥的生活放了一次调味剂。众多的同学也是在今晚放下了刷野的任务，而是久违的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件事，暂时放下高考的压力，同学们今晚放松了不少。当然，关注点依旧是整个战力排行榜的变化。今晚上最大的悬念就是黑马玩家青山离到底能走到哪一步，很多人心中都是有一个答案，他们现在就是在期待那一刻。随着众多对手的爆料，玩家对陆离的实力越发感到震撼，每次都是秒杀，而且已经是18连胜。今晚一同等待一个奇迹。此时诛仙城内的竞技场某特殊房间，玩家何洛此时正在匹配，当然他很难匹配到对手，他目前就是第1名，只会等待其他人的挑战。此时的他面色有些凝重，他已经浏览了关于陆离的所有资料，而且也看过了所有陆离匹配过的对手的发言，都是秒杀。虽然何洛很难相信这件事，但是现在看来这就是真的。而且怎么会有人陪青山离做戏呢？毕竟这种事情太容易被戳穿了，除非所有人都陪他演戏，但是何洛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在最开始的秒杀或许可以理解为演戏和收买，但是既然已经秒杀了这么多的人，来到了如此靠前的位置，那就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陆离确实有秒杀所有人的实力。而且他也和东海省的一个朋友聊过了，那个朋友也将之前的经历告诉了何洛。虽然那是不允许公开的内容，但是私下里告诉其他省的参与此事的玩家是可以的。听说了陆离在那次比赛的无敌表现之后，再结合目前陆离恐怖的排名上升速度，何洛知道自己或许真的打不过他。此人不过是才35级而已，可是那40万点的生命值已经让人望而却步，更何况还具有秒杀他人的攻击能力。虽然自己面对那些对手依旧有着秒杀的机会，但是他似乎是太过轻松了一些。而且他可是才35级啊，面对的这些对手已经是38级以上的了，竟然还能够做到秒杀，此人太过可怕了。就算这次自己能赢，那下次呢？何洛此时紧皱眉头，心脏的跳动有些加快。自己虽然一直能够稳住第一，但是这次似乎稳不住了。而且看陆离恐怖的成长速度，自己这次打不过，那可能以后就再也打不过了。而且此事闹得沸沸扬扬，所有人的目光都在这件事上。虽然自己的纸面实力并不比他差，毕竟自己已经是超过了40级，也就是说自己拥有陆离不具备的优势，这是40级以上的玩家才会有的特殊优势。但是自己可是在之前发出了话的，自己一直等着他挑战自己。万一自己输了，万一也是被秒杀，那自己可就是丢脸丢大了。堂堂40级以上的玩家竟然输给了不过35级的后起之秀，何洛单是想想这句话，自己就有些心里发怵。可是自己又该如何应对呢？其他人说的那么恐怖，感觉这陆离是个全能选手啊，似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短板是什么，这就很令人绝望了。呼，何洛重重地吐出一口气，闭上了眼睛，躺在座椅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既然如此，那就放手一搏吧，无悔就好。第122章，第一个无法秒杀的对手。李月城竞技场，陆离所在的房间内，看着论坛上越来越离谱的消息，躺在椅子上的陆离对此也是有些无可奈何。陆离怎么也没想到，事情竟然发展到了这个地步，自己现在算是被全华夏区的本届玩家注意到了吧？甚至不只是本届的同学，自己现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名人了。正所谓捧得越高摔得越惨，自己这次要是没能登顶，怕是会丢大脸啊。好在陆离自身实力强大，倒是对自己有信心。虽然最强的对手都是40级以上，但是自己无所畏惧，毕竟他们也就刚刚40级出头而已，属性还并未那么夸张，自己的机会是很大的。陆离觉得现在应该是没有人能够超越自己的输出能力的。目前陆离一剑下去就是20万点生命值，就看他们能扛住自己几剑了。就在陆离沉迷论坛的时候，匹配成功了。你好，青山离，正在根据您的排名匹配对手中。匹配成功，请做好战斗准备。自己现在是华夏区的第32名，不知道这次的对手会是谁呢？进入战斗空间，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壮汉，浑身的肌肉，身高大概近2米，宛若铁塔一般，肩上扛着一把手持的大刀。这标志性的身材让陆离一下就是把他认了出来。陆离自己刚才逛论坛，也是把整个排行榜前列的玩家都是认了个遍，现在看到他，接着就认了出来。这个壮汉名为大鸡霸，名字也是很有特色。大鸡霸目前华夏区排名为21位，是所在主城的第2名，实力可谓是超强了。
那壮汉一进来，看到陆离的脸就哈哈大笑，并且笑着说道：“可算是让我给遇到了，运气还真是不错。青山离，对吧？今晚的大名人啊！他们都说你要登顶，你自己啥想法呢？在论坛上也不见你发言，我们都还挺期待的。”陆离听到他这样问，也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确实如此，我今晚是想要登顶的，就看能不能成功了。”壮汉大鸡巴听到陆离的回答，也是丝毫没有感到惊讶，点点头说道：“既然有实力，那又有谁不想登顶呢？那好，我知道了，等会我就告诉他们。这可是本人的回答呀！哈，好，那就让我来领略一下你的秒杀能力吧。”陆离看了一眼他的所有属性：玩家大鸡巴，等级40级，职业刀客，副职业炼丹师，生命值244000，法力值3万，物理攻击7万，法术攻击1万，物理防御5万，法术防御4万，精神15000，速度4万。陆离也是有些惊讶，看来这大鸡巴是真的有水平，不单单是属性上很强大，应该自身的一身装备都是顶级，而且估计还有加生命值的装备。毕竟40级虽然开启了生命值转换，但是毕竟才40级，只能转换少量生命值。作为刀客职业，它是通过物理攻击进行转化的，而它是7万点的物理攻击，那么按照40级转换 20% 物理攻击数值来看，也不过是转换了14000点而已。而这大鸡巴却是有着高达244000的生命值，与穿戴了史诗级套装的陆离也就相差了16万而已。再配上这大鸡巴得5万的物理防御，确实是实力强劲啊！还好自己可以无视防御，不过自己想要秒杀他似乎就有些难了。倒不是说伤害不够，而是因为他有个免疫伤害的技能。自己虽然确实无视防御，但是那毕竟是叠加起来的100%无视防御，而不是对其他目标造成真实伤害，这两点还是有区别的。不过陆离想要赢还是简简单单的，虽然大鸡巴各方面都还不错，但是速度这一方面是无论如何都比不上陆离的。换句话说，陆离可以躲掉大鸡巴的大部分技能，当然也并不需要太久，就算是陆离硬抗着也可以赢。不过毕竟被打中了还是有点痛的，能躲开就躲开呗，不必强求击杀的速度，毕竟大家都是同学，又不是敌人。见到大鸡巴直接冲了过来，陆离也是明白了他的想法，估计就是靠近自己之后，在收到伤害之前开出免疫伤害的技能，然后再打自己，企图通过再就依靠技能免疫伤害期间击杀自己。陆离自然是不会让他打响这个如意算盘，这个大汉实力强大，而且看似憨厚，实则心思细腻，不愧是能够做到主城第2名的位置的人。就在大鸡巴冲过来的时候，陆离也是假装和他对打硬刚冲了过去。哼！大鸡巴嘴角微微翘起，似乎是已经计谋得逞的模样。随后他迅速开启了免疫伤害技能，然后瞬间开启伤害技能，大刀带着破空声重重的回来过来，眼看就要砍在陆离的身上，不料陆离一个踏前斩，直接来到了他的身后。呼！大刀砍在了空气上，让的大鸡巴都是差点摔倒在地。好在他的战斗经验十分丰富，及时收住了身形，随后竟是借助这个力量在地上一砍，身形一扭，远离了原地。这一下很是漂亮，倒是能够躲避开陆离的后手攻击，但是陆离本就不打算攻击他了，毕竟大鸡巴现在还是无敌呢。第123章，华夏第17名。大鸡巴也是懵逼了，自己这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了，倒是忘记了自己现在还是无敌时间呢。于是乎急忙收刀，准备再次向陆离发起攻击，结果就看到陆离远离了他，仿佛是已经知道了他开了无敌似的。大鸡巴顿时就惊讶了，他自己可是从未公开使用过这个免疫伤害技能的呀，所以他知道自己的这个技能是未公开的，很少有人知道他有这个免疫伤害的技能。但是眼前的陆离为何一副已经知道自己具有免疫伤害技能的样子？自己的这个技能明明也是最近才获得的啊，知道的根本没几个人。难道说他能够看到自己的全部信息，包括技能？这就让大鸡巴有些无法接受了。自己现在40级都没能看到陆离的全部信息呢，他怎么就知道自己的详细信息了？他的探查技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吗？大鸡巴皱紧了眉头，这可真是不太妙，自己的底牌很有可能全部曝光了，这在对战中可是极为不利的。但是怎么会啊？明明他才30多级，怎么能看穿40级的人的技能信息啊？大鸡巴觉得恐怕就算是目前暂时排名第1的河洛都不一定能看出自己的所有信息吧？难道这陆离的天赋是看出目标的信息？但是之前了解的信息不是这样的啊，他不是吞噬之力吗？
难道是获得新的天赋？这种情况虽然很罕见，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就在大鸡巴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他的技能持续时间结束了。待结束之后，陆离也是从不远处飞奔来。这下大鸡巴是彻底知道陆离已经看穿他了。大鸡巴无奈的摇了摇头，也是对着冲了过去。既然如此，那也只能硬拼了。不过他可是拼不过陆离的。接近之后，陆离一套技能过去，直接杀了。而大鸡巴的技能打在陆离身上，并未能打掉多少生命值。一方面陆离的生命值高，另一方面防御也高。恭喜获胜！您的战力排行榜华夏区等级排名上升至第17名。您的战力排行榜璃月城区域等级排名上升至第2名。恭喜您获得19连胜。陆离目前已经来到了19连胜，排名终于是来到了璃月城的第2位，在整个华夏区也是排到了第17位，在他前面的高手是越来越少了。陆离回归游戏内的房间，继续点击匹配。现在人多，匹配得快，同时也是继续浏览论坛上的消息，看看外界玩家们的反应如何。论坛，吃了我吧，变了，第17名了，我操！艾伦耶格尔不是个人，真的呀，太猛了！对手是谁？看到了吗？嗑呀嗑瓜子，看到了，应该是大鸡巴，他掉了排名，青山里是差不多的时候变的。稍等一会，他应该就出来说下具体的情况了。爱的可能骄傲，哎，今晚真是格局大变啊！没想到以前稳了这好几年的大佬们，竟然纷纷被一个黑马给碾压了。阿丹库斯里，确实啊，大鸡巴可是我喜欢多年的男人，没想到竟然也被虐了。青山里，你不是人！大难了，太难了！听说这青山里特别帅，据有人爆料他的颜值比所有在排行榜上的都能打。阿丹库斯里啊，真的吗？宝贝打得好，看那个大鸡巴早就不顺眼了。宝贝我爱你，阿离，我的宝。大难了，太难了。10点多了，很快出来的大鸡巴没有沉默在失败中，而是迅速的出来发声了。大鸡巴，大家好，我是大鸡巴，刚才输给青山离同学的就是我敖。我先给大家说一下，青山离同学应该是具有强大的探查能力，疑似能够看到绝大多数信息。反正我应该是被看穿了的，而且他也没有隐藏这一点，应该是对自己特别有自信，不怕暴露这一点。另外，他的速度很快，而且攻击能力极强，是个变态。我觉得他确实有能力登顶，就算不是今晚，那估计也不会太久了。好消息就是，咱们这一届出了一个变态强的人，倒是也不错。没错，我明着说了，比何洛要变态的多。所以，在前面的那10几个人，你们自己小心点吧。消息一出，全网沸腾。大鸡巴说得很详细，但是这也更加说明青山里的可怕之处。玩家们对青山里是越发好奇了。随着陆离的消息的不断爆出，陆离的传奇经历也是在不断爆料出来。很多人也是通过私人渠道看到了陆离的照片，很多女生都是被陆离的颜值吸引到了，更何况陆离的实力还如此强大。于是，在短短的时间里，陆离竟然拥有了一个强大的自发形成的粉丝后援团。陆离一看，这特么是什么事啊？很快，陆离亲自发声：“大家好，我是青山里本人，希望大家不要过分关注我的现实信息，也不要过多的对我盲目崇拜，更不要干扰我的现实生活。”消息一出，很多女生心如死灰。这种事在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而陆离这么说，意味也是很明显，不喜欢这种偶像崇拜。这在以前是有过例子的，也算是一种默认。于是，刚刚形成的粉丝团原地解散。陆离现在对女生可以说是毫无兴趣，自然也就懒得搞什么粉丝团了。不过，还是有很多玩家有粉丝团的，当然用处也不是很大，只是方便了某些个人的隐私生活。毕竟，也不是所有人能够抵得住这种诱惑的。第124章对战东海省最强者。玩家们的实力越强，追随者也就越多，特别是异性，实力强大就会获得大量异性玩家的追捧。而现在，大家都是刚刚成年的人，正是对这方面极度渴望的时候，所以很少能有人会忍耐着住。就像徐一凡，自己实力不错，也是经常和其他异性接触。在名义上，他的女朋友是穆小月，但是在背地里接触的女生可就不少了。徐一凡实力强大，也有资源，能够给对方带来很多的资源和利益，自然也就能得到大量异性的追捧。在很多夜晚，他都是没有进入神域，而是和其他的女生在一起做特殊的战斗。毕竟在神域的帮助下，人的身体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所以也是对那个方面有了极大的加强。据某些调查，在性生活这方面，99%的人都是表示很满意。在私下里，
很多人都是会在现实乱搞的，特别是很多实力强大的玩家经常会搞线下聚会，因为他们实力强大，能够召集的人就会越多。当然，那些人也不是那种最顶尖的玩家，最顶尖的玩家更多的确实还是会关注自己的实力，让自己更加强大才是真正的目标。另外，很多最顶尖的玩家也会找一个和自己实力相近的异性玩家谈恋爱或者结婚，并不会乱搞，越到顶层就越发看重自己的实力。陆离现在也算是这种状态。陆离发生过后，也是很快就匹配到了对手，也没来得及看自己发帖后的舆论情况。你好，青山离，正在根据您的排名匹配对手中，匹配成功，请做好战斗准备。来到一个新的战斗空间，陆离很快就是看了一眼对方的各种详细的信息。对手是个颇为英俊的男生，不过比起陆离还是差了一点。陆离扫了一眼，也是认出了这个男生。比较巧的是，这个男生是和自己同一个省的。男生名为黎洛清府，是之前的东海省最强的玩家，在黑星的比赛中表现也是很出色，是除了陆离之外获得积分最多的单人选手。而他的实力也是十分强大，不愧是目前华夏区排名第8的选手。玩家黎洛清府，等级41级，职业法师，副职业炼丹师，生命值234000，法力值3万，物理攻击1万，法术攻击8万，物理防御3万，法术防御3万，精神3万，速度3万。乍一看，他的属性还不如之前的大鸡巴，但是这要看他的职业的。黎洛清府作为一名法师，生命值自然是无法和之前的大鸡巴相比了。但是作为法师，黎洛清府的生命值也不算是少了，应该也是有增加生命值的装备在身的。不过时间短暂，陆离倒也没有细看装备效果。作为法师，一般都不会和其他人近身作战，所以他们也不会过多的增加生命值，而是会增加自己的输出能力。而黎洛清府也同样如此，他高达8万的法术攻击，配上各种强力的输出技能，能够给敌方造成大量的伤害。而且黎洛清府作为一名冰属性的法师，自保能力也是很强大的。一方面自己有着冰冻类型的法术，可以冰冻敌人或者是延缓敌人的速度；另一方面，冰法师还具有冰盾，可以抵御伤害。比起火法师等纯粹的输出法师来看，冰法师的自保能力算是法师里面比较优异的了。陆离也是特意看了一下他的所有技能，里面的功能性的技能还是有很多的，包括减速和冰冻等等。你好，陆离同学，我对你也是十分崇拜的，看来这次你是可以进入前10了的。尚未全部看完，对面的黎洛清府就开口说道。陆离也是一边看他的属性，一边回应道：对黎洛清府同学也是早有耳闻。作为中考时就压了陆离一头的黎洛清府，陆离自然是有过了解的。当然之后就没有太过关注了，只是最近这段时间又是重新了解了一下他们这些顶尖玩家罢了。看来这次我也要被秒了啊！我可是一名法师，自然比不得那些战士生命值高的。黎洛清府竟然是先贬低自己，说自己要被陆离秒杀。陆离一时摸不清他到底是什么想法，不过这种事自然是要称赞对方一波，哪怕陆离是觉得赢下来问题不大。哪里，黎洛清府同学作为享誉盛名的顶尖法师，还是冰法师，各种手段层出不穷，我也没有丝毫的把握，胜负暂未可知啊。陆离此时也差不多看完了他的属性，大概也是知道了等会儿的战斗应该如何处理。黎洛清府笑着回应道：你太谦虚了，之前在黑星的比赛上我就欣赏了陆离同学你的精彩表演，自知是根本打不过的。好了，也不多耽误你的时间了，你肯定是冲着第一去的，那咱们就赶紧开始吧。陆离听到他终于是不再聊天，也是松了口气，终于要开始了。相比于聊天，陆离更喜欢战斗，而且就算是不战斗，陆离也只想独处，不想和他人有过多的交流。以前的陆离倒是和别人交流较多，但是高中这3年的独处生活彻底改变了陆离的性格。战斗开始，陆离大概也是摸透了黎洛清府的战斗方式，所以在战斗的最开始便是直接朝他冲了过去。当然暂时是无法接触到对方的，他的各种技能还是比较烦人的。果然陆离刚向前冲刺，一个个技能就随着黎洛清府手中法杖的挥舞而涌了过来。冰冻术、落冰之劫、杀冰之矛。陆离迅速一个位移躲过了技能冰冻术的冰冻范围。冰冻术的效果很强，不过范围比较小，躲过去还是比较容易的。第125章黎洛清府的组合技爆炸输出。落冰之劫这个技能的范围就比较大了，几乎是把陆离前进的路都给堵死了。好在这个技能并不是冰冻这种强大的控制，而是一个减速的效果。
陆离被减速之后，黎落轻抚的下一个技能杀冰之矛就直接扎了过来。随着黎落轻抚手中湛蓝色法杖的不停挥舞，以及口中不停吟唱的咒语，一个硕大的冰矛迅速在黎落轻抚的身前凝聚。随后，唰，冰矛破空而来，直直的冲向被减速的陆离。清锐剑袭，陆离直接将这个攻击型技能当作位移使用了。躲开这个冰矛还只是个开始，后续是源源不断的技能攻击，各种冰系法术层出不穷。好在陆离早就已经有了研究，此时应对起来倒是显得游刃有余。这就让对面的对手黎落轻抚惊讶连连。虽然之前就知道陆离的探查技能很是厉害，似乎是可以看到玩家的绝大多数属性，但是亲眼见到陆离如此轻松的应对自己的如此多的技能，黎落轻抚还是忍不住有些惊讶，以及发自内心的感到震撼。陆离在躲过无数技能之后，终于是接近了黎落轻抚。唰，冰影之袭，一个身影突袭而至，全身透明，宛若冰块所致。冰块人形，手持一把长枪堵在陆离面前，并作势就要攻击陆离。陆离懒得和他纠缠，自然是利用速度，又是绕过了他。冰霜侵染，整片天地似乎都是暗了一下。随后，大片的冰雪飘落而至，落在陆离身上之后，便是大幅度的降低了陆离的速度。不得不说，这冰属性法师伤害虽然没有火属性法师高，但是这烦人的程度似乎是更胜一筹啊！陆离的速度直接降低一半，这下都比不上黎落轻抚的速度了。接着，黎落轻抚也是利用这一点远离了陆离，跑向了另一个方向，随后便又是一堆法术朝着陆离砸来。陆离直接一个解控，然后迅速接一个技能，表里沙燎乱，直接当作位移了。现在要做的就是迅速接近黎落轻抚。现在的黎落轻抚已经没有太多保命手段了，此时的他一直在放输出技能，辅助技能所剩无几了。陆离瞬间的加速接近，让的黎落轻抚也是吓了一跳。随后他便是立刻加大了输出，技能仿佛不要钱一般全部砸了过来。但是即使是击中了陆离的技能，都是未能成功造成任何伤害，更何况还被陆离躲过了很多技能。陆离怀疑他挥舞法杖的手臂都要挥断了，而陆离则是凭借恢复如初的速度迅速接近了黎落轻抚。黎落轻抚心中虽然是急得不得了，但是似乎也并没有什么办法再阻断陆离的冲刺了，而且自己似乎对陆离根本造不成任何伤害，这就让黎落轻抚很是难受，自己也是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这就意味着自己是破不了陆离的防御的。之前的玩家们并未能够对陆离造成什么伤害，都是直接被陆离秒杀的，所以关于陆离防御的信息并不多。所以此时看到自己根本造不成伤害的时候，心中是充满了无奈。谁能想到这陆离不仅是攻击能力强，就连防御能力都是如此变态，更别说那比40多级的玩家还要多的生命值了。当然黎落轻抚自己也明白，这肯定是陆离在黑星比赛中选择的奖励的一部分，这是人家靠实力获得的，自己也无法有什么意见。此时他的脸色都是充满了无奈，陆离都能看到他无奈的摇了摇头。陆离看到他的样子就是想笑，自己可是知道他的所有手段的，他以为这样能够骗得过陆离。果然就在陆离即将击中黎落轻抚的时候，冰封陵墓，冰寒的气息在四周迅速蔓延，陆离的身形在顷刻之间便是化作了一个冰雕。哼，我可不想直接放弃啊！黎落轻抚灿然一笑，手中法杖挥舞，口中急速念着咒语，技能冰雪女皇的愤怒，钻石级技能冰雪女皇的愤怒，能够在一瞬间对敌方造成大量伤害。纯输出技能是冰系法术中稀有的超级爆发技能，而且这个技能是黎落轻抚最近刚刚获得的，也是一直没有在公开场合使用过的。不仅如此，就算是知道了也没事，因为黎落轻抚手中的这两个强力技能是组合技，铂金级技能冰封陵墓能够直接将地方封印成冰雕，持续3秒，随后黎落轻抚便可以轻松的在这3秒的时间内发动冰雪女皇的愤怒，必中目标。在得到冰雪女皇的愤怒的时候，黎落轻抚就知道自己有望再进一步。在竞技场单人模式中，这个组合技就是神技。黎落轻抚真正的杀招便是此刻的冰封陵墓和冰雪女皇的愤怒形成的组合技。此时的黎落轻抚脸上满是笑意，自己刮痧刮了这么久，这次终于是能够造成伤害了吧？这可是自己唯一的钻石级爆发伤害技能啊！作为一个冰属性法师，他兼顾控制和输出，一直走到了华夏区的12名。就在匹配上一个对手的时候，他利用这个组合技直接打败之前的第7名，顺利的来到了如今的第8名的位置。而现在看来，自己似乎有机会再进一步。这个技能的出现，让黎落轻抚的伤害能力提升了一大截。
也弥补了冰属性法师前期爆发不足的短板，这让黎洛清府满脸的兴奋与得意。刚刚他也是亲眼目睹了陆离神勇表现，现在看来自己终于是能够造成伤害了。就在黎洛清府满脸笑意的时候，技能也终于是打在了陆离的身上。冰雕破碎，两个技能相组合而爆发的伤害量高达6万点，足足是打掉了陆离1/7还多的生命值。恐怖如斯，恐怖如斯啊！黎洛清府看着陆离头上飘出的数字，彻底傻眼了。第126章20连胜，丽月城第一。而破除冰雕的陆离则是立刻便是一个技能砍了过去，踏前斩，牢臂的回手掏，两个技能直接就是把黎洛清府给秒了。作为冰属性法师，他的生命值本就是不高，根本承受不住陆离两个技能的伤害。恭喜获胜，您的战力排行榜华夏区等级排名上升至第9名，您的战力排行榜丽月城区域等级排名上升至第1名。恭喜您获得20连胜，20连胜成就达成。现在的陆离成功的来到了华夏区单人战力排行榜的第9名，在丽月城更是直接登顶成功。现在在陆离面前的人只剩8个人了。回归房间，陆离笑着摇了摇头，这位黎洛清府同学还真是有点意思啊。不过自己似乎是让他备受打击啊。常规上看，最后黎洛清府冰雪女皇的愤怒能够造成16万点的输出伤害，在被自己的法术防御挡掉之后，便只剩下了6万点的伤害。这样一看，他的输出其实是很高的。现阶段玩家们的法术防御并不高，他的这次攻击打在40级以下的玩家身上，大概可以造成10万点的伤害。而以高端玩家们目前普遍10几万左右的生命值来看，他的这一个技能是可以打掉其他玩家大半血量的，这已经是很恐怖的了。因为黎洛清府也并不是只依赖这一个组合技，他的其他技能也是十分强力的，能够对其他的玩家造成大量的伤害，虽然对陆离并不破防就是了。谁让陆离是个怪胎呢？抱歉啊，拿到了史诗级套装的陆离就是可以为所欲为啊。继续点击匹配，顺便上论坛看看刚才自己的发出的帖子到底外界是啥回应。论坛就在陆离发出帖子后，玩家们顿时就是沸腾了。议论的漩涡中心的男人青山离亲自下场发话了。再看内容，竟然是取消粉丝团后援会。那你快记下来记下来。新晋男神超级大佬青山离不近女色，男人们，你们的机会来了。哈萨给我的痛，是时候了，瞒不住了，我摊牌了，我就是他的男朋友。我真尖儿可爱，放屁！昨天晚上他在我床上的时候还在说只爱我一个，你们真他妈放屁！我想说点啥，算了，看我名字，优雅永不过时。为什么？我的哥哥，你为什么不给我这个机会？为什么？亲亲我好不好？哼，怎么这样？我们好像被嫌弃了。猫咪的快乐，或许他真的不爱女孩子吧？我那么可爱，我试试加他好友行不行？大棒子捶了下去，何必呢？人家明显不想浪费时间在情情爱爱上，想和他谈恋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达到他的高度，这样才有机会多接触。当然，我觉得更有可能的是，你们有了实力就去沾花惹草，养一堆舔狗。当然了，你们也不像是会那么厉害的人。大红色花朵，锤子哥何必说的这么直白呢？一阵议论过后，陆离和黎洛清府的战斗也结束了。这次的战斗是陆离打过的时间耗费最多的一次战斗了。毕竟之前的各种冰冻加减速实在是太恶心了，陆离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自己只要接近他就能秒杀他，但是最难的一步在于怎么快速的接近他。陆离再强，目前也是缺少很多的，解除控制的技能毕竟是有限的，很多人也不会出售这种珍贵的技能，而像减速这种持续性大范围的技能更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想要反制，最好的办法其实还是火属性的相关法术，将整个减速场改变。陆离现在自然是无法做到，而直接免疫负面 buff 的技能，就算是陆离目前也是并没有得到过。战斗结束后，新一轮的议论开始了。清明时节雨纷纷，祝大家清明节小假期快乐。口罩全部给我戴好，嗨嗨，清明兄，咱们现在是6月。清明时节雨纷纷，走错片场了，不好意思。口罩兄，我口罩戴好了，我先走了哈，我不打扰。哈哈哈，最爱你了呢，大家快看呀，青山离进前10了，丹药当做糖豆吃，什么呀？青山离早就进前10了啊，他现在不是已经是李月城的第2了吗？最爱你了呢？不是呀，是咱们整个华夏区的前10。丹药当做糖豆吃，什么？这么快？那他肯定是遇到了一个高手，所以才这么快就进入了前10吧？看到是谁了吗？暗淡的星光，我猜的不错的话，是和他同一个省的黎洛清府吧。之前黎洛清府从12名到了前10名，但是现在你看他已经是第11了。
而且时间上看也差不多。不要再说借口了，就是他了，等他出来说说吧。冰属性法师应该不会被秒杀吧？再说，这可是咱们华夏区的最强的冰属性法师啊！老婆晴晴黎洛清府，菠萝菠萝蜜黎洛清府。此时，房间内回归游戏的黎洛清府摇头叹气：怎么就这么突然呢？秒杀确实算是秒杀了，毕竟接近了就直接杀了，自己也算是拖住了很久，算是在与青山离敌的对战中最持久的人了吧。但是最不能接受的是，自己才打出了6万点的伤害，这可是自己最强的爆发技能，按理说自己应该至少打出10万伤害的。这个青山离敌的法术防御也太高了吧，而且自己的小技能根本就破不了防啊，这可是法术防御啊，一般都是先保证物理防御的啊。这么看来，陆离的物理和法术防御都是高得离谱啊。第127章，对阵第1名河洛。黎洛清府无奈地摇了摇头，暂时不再去想刚才的事情。登录论坛，便是接收到了很多他的消息。黎洛清府也是迅速做出了回应。看来大家都是已经知道他刚才落败于陆离的事情了，那自己就把自己了解到的信息完完整整的发上去好了。大家好，我是黎洛清府，刚才确实是我对战的青山离同学，而且确实是落败了。据我在战斗时的推测，青山离同学不仅探查技能很厉害，而且他的法术防御同样很高，可以说我的大部分技能对他都是不破防的。你们可以自己想想这句话。当然，他的攻击能力，我想我不用提，大家都知道，确实是近身后就能秒杀。言尽于此，排在青山离同学前面的自己小心些吧。消息一出，论坛再度沸腾。什么？青山离不仅秒杀能力强悍，而且就连防御能力都是如此之强。堂堂排名前10的大高手黎洛清府的大部分技能就连防御都破不了，太令人震撼了。一时之间，评论区直接上万回复。我的天哪，太厉害了！房间内，河洛闭着眼睛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刚才他也是看到了黎洛清府发出来的消息。河洛平时和黎洛清府也接触过好多次了，也清楚黎洛清府的性格，所以既然黎洛清府都这么说了，那就肯定是真的。但是这让河洛更加头疼了。陆离越厉害，自己就越有可能落败。虽然落败也不是什么大事，甚至还是好事，自己的同一届出现妖孽，自己也该自豪。可是这第一的位置做了这么久，突然就没了，还真是有些无法接受。陆离此时仍旧在匹配玩家，说起来他能打的对手也就那几个了，估计这次的竞技场之旅很快就结束了。话说自己这次挑战似乎就是来虐菜的，虽然黎洛清府给自己造成了一丝丝的麻烦，但是根本不影响大局，只是延缓他的死亡而已。陆离刚想继续看下一个帖子，就发现自己已经匹配成功了。看来前面的8位是一直在匹配啊，这是在等着自己呢。你好，青山离，正在根据您的排名匹配对手中。匹配成功，请做好战斗准备。来到战斗空间，陆离一看面前的对手，就心中有底了。对手名为清远不俗，同样是个剑客，这让陆离就轻松多了。自己就喜欢这种近战的，不用费尽心思去靠近。对手不是同一个省，根本就不熟，而且这个清远不俗也不是个喜欢说话的人，所以一进来2人就直接开战了。陆离也是乐得如此，两人迅速靠近，几个技能过去，陆离直接获胜，伤害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恭喜获胜！您的战力排行榜华夏区等级排名上升至第4名，您的战力排行榜璃月城区域等级排名第1名。恭喜您获得21连胜，21连胜，华夏区第4名，新的里程碑，距离第1名越来越近了。回归房间，继续匹配。变了，我去，第4了，太猛了呀！见证历史了，哇，老公好厉害！玩家们很是兴奋，他们看到一个新的明星正在冉冉升起。一匹黑马披荆斩棘，一路闯到了最终的关卡，现在距离胜利只差最后一步。河洛此时反倒是平静了下来，他知道紧张的心情并不利于自己的发挥，自己更不能有认怂的想法，一旦觉得自己打不过，那肯定就打不过了，自己对自己要有信心。几秒后，你好，河洛，正在根据您的排名匹配对手中。匹配成功，请做好战斗准备。河洛深吸一口气，来了。战斗空间，陆离看着眼前的对手，终于是松了口气。是河洛，这次就是今晚的最后一场战斗了，只要胜利，自己就是全华夏区的第1了，然后自己就可以专注于提升自己的等级了。青山离，陆离同学，你终于来了。河洛主动开口说道。陆离回应道：啊，是啊，不容易啊。河洛笑着说道：
我看你倒是很容易，其他人完全不是对手啊，就让我看看我是不是你的对手吧。我们速战速决。陆离巴不得如此，立刻笑着说道：好啊，没问题，来吧。陆离扫了一下河洛的详细信息，发现河洛不愧是第1名，属性极为强大，而且各种技能应有尽有。不仅如此，就连勋章他都是有好多个，不愧是进入本届服务器最早的一批玩家。玩家河洛，等级43级，职业法师，副职业炼丹师，生命值30万，法力值8万，物理攻击3万，法术攻击12万，物理防御4万，法术防御5万，精神4万，速度4万。作为一个法师，在等级为43级的情况下，能够做到30万生命值，就基本保证自己不会被瞬秒了。而且河洛还是最暴力的火属性法师。据陆离了解，他的天赋就是火属性伤害加持，有人粗略估计至少有双倍伤害加成。此时配上他高达12万点的法术攻击，简直就是个人形核弹啊！好在自己的法术防御足够高，只能说多亏了这史诗级套装啊。虽然河洛也肯定是在自己省份的战斗中获得第1名，但是他能够获得的积分必然是比不过自己的，所以说他就很难在这个阶段拥有史诗级套装了，不然陆离还真不一定能赢他。战斗开始，陆离迅速拉近身位，而对面的河洛则是开启法王模式，直接就是一阵强力伤害砸了过来。霎时间满天都是火雨，火焰流爆。第128章全胜登顶战力排行榜。陆离躲无可躲，只能硬抗伤害，同时继续逼近河洛。一轮技能过去，陆离便是掉了近10万的生命值，直接是掉了1/4。不愧是河洛，不愧是第1名。但是陆离已经接近他了。陆离看过了他的所有技能，但是时间紧迫，并未能够查看具体的技能介绍，只能先依靠名字猜测可能的效果了。河洛闲聊几句，便是立刻开启了战斗，很有可能就是为了让陆离没有时间看到河洛的所有具体的信息。他的目标也是达成了，在战斗中，陆离也没有多少时间去关注他的技能介绍了。而且河洛的技能很多，陆离已经距离河洛只剩下不到10米了，但是陆离清楚，河洛肯定有什么手段可以离开，或者说躲避自己的攻击，不然他不会如此的有恃无恐。果然，就在陆离一剑砍过去的时候，河洛消失了。他出现在了陆离最开始的位置，可以说是2极反转了。两人的距离再一次彻底拉开，而且不仅如此，河洛的身上还出现了一层厚厚的盾。陆离一看，这个盾竟然是能够吸收40万的伤害，我勒个去，真低恶线。陆离无奈，自己偏偏就是没有这种空间跳跃的技能。陆离在盲盒里已经抽了很多发了，但是技能概率本就不大，更何况还是这种稀有的技能了。好在陆离的速度够快，不然真的打不过。这种技能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像河洛也是进入服务器3年时间才能有这种稀有的技能的。陆离想要在短时间内获得如此多的特殊技能，真的完全靠运气。就在陆离再次接近河洛的时候，陆离再次遭受了巨大的火力打击。河洛拉开距离，自然就为了再次压低陆离的生命值，此时自然是火力全开，凤凰火雨，火焰啸天，龙吞熔岩，各种爆发技能全部落在陆离的身边，而且大部分都是范围性伤害技能，对陆离来说躲过基本毫无可能。不过陆离此时也已经基本了解了河洛的主要技能，对河洛的战斗方式和接下来的行动大致上已经有了了解。河洛得空间移动技能为火焰跳跃，使用该技能后，玩家会化作空间之焰跳跃至另一区域，该区域必须在1分钟内存在过玩家。虽然具有条件，但是不得不说十分好用。对河洛来说，你在1分钟内无法接近我，那你就已经死了。若是你在1分钟内接近了我，那我利用这个技能再次拉开距离，2轮伤害足够我杀死你了。这也是河洛能够到第1的位置上的原因之一。不过陆离是个例外，河洛已经知道了陆离法术防御十分变态，当时此时亲眼看到，还是免不了心生震撼。他是看不到陆离的具体的信息的，只能和其他玩家一样看到陆离的生命值，但是他是清楚自己的伤害的，2轮过去也只是打掉陆离1半的生命值。看到伤害的时候，河洛就惊呆了，这得是10万点的法术防御吧，简直是比坦克玩家还要适合当坦克，这是个6边形战士啊。随后他就被陆离近身了，这次他也没有手段能够远离陆离了。他虽然进入游戏时间已经3年了，但也只是获得了那么一个空间类型的技能罢了。接下来就看是谁先杀死谁了。此时的陆离还剩下20万左右的生命值，河洛
则是生命值和护盾加起来差不多70万。何洛清楚陆离的攻击无比强大，所以他明白自己已经是十分危机了。表里沙燎乱，牢臂的回手掏，踏前斩，技能交错而过，何洛根本躲不开陆离的攻击，而陆离则是还剩下10万以上的生命值。恭喜获胜！您的战力排行榜华夏区等级排名上升至第1名，您的战力排行榜璃月城区域等级排名第1名。恭喜您获得22连胜，恭喜您以全胜战绩登顶战力排行榜。3分钟后，您将进入圣域论坛。刚刚，青山离登顶战力排行榜。香顾无言泪两行，哭了，我的宝太厉害了，无敌！黄金圣斗士，见证历史了，兄弟们，我二弟登顶了，二弟天下无敌。骑着马的刘备，那是我二弟，你瞎胡扯什么呢？超级大魔法师，哎，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没想到何洛也没能打过他。何洛落寞的在房间里叹气，很快他就直接下线了。这游戏自己暂时不想待下去了，也不必给其他人一个解释了。很明显，自己也打不过，自己败了。我想静静，静静，老公呢？出来说话啊！武达里，你登顶了，有没有想说的？宝可梦不睡觉，乱讲，那是我老公，看你就不懂，我老公不喜欢张扬，我去陪他了，不说了。佛教的西西太厉害了吧，他是全胜登顶哎，而且还是在临近高考的时候，3年时间就让他追上了。我觉得他的天赋是厚积薄发的那种，甚至是有2个天赋。我还不够大吗？我也觉得很可能他是一直在用分身进入游戏默默发育，最后自己和分身合体，直接无敌了。小小的蘑菇，我去，很有可能啊。你这么一说，细思极恐啊。外界众说纷纭，陆离则是回到房间后静静等待，看了一眼华夏区的战力排行榜，陆离很是满意。战力排行榜，第1名青山离，第2名何洛，第3名无名，第4名。3分钟时间到了，陆离身边闪过一道光芒，随后便是被送到了圣域之中。第129章，圣域，蓝星危机。来到圣域之中，陆离惊讶地发现这次的场景和以往有些不同。这次的场景是在一棵树下，大树盘根接错，树叶已成一片金黄，地面铺上一层金色，下面有着一个圆形小桌，周边是4个小石椅，其中一个石椅上面坐着一位中年人，正是之前在通过出生之路的时候见过的那个中年男子。此时的石桌上面摆着一副茶具，中年男子身着长袍，左手举着小茶杯正在品茶，好不自在。来了，刚一靠近，刚刚咽了一口茶的中年男子轻轻放下茶杯，开口说道。陆离继续靠近，一边回应道：您好，又见面了。中年男子笑着看了一眼陆离，说道：不错，没想到距离上次不过半月，竟是再次见到了你，实力进步飞快啊。陆离不知他是何意，回道：运气好。陆离运气确实是好，不仅是得到了这个系统，自身的幸运值也是在所有玩家中名列前茅的。中年男子笑了一下，摇着脑袋说道：嘿，你这小子，倒也没毛病，运气确实好。不谈这个，你有他在身，实力弱了才是不对，我们谈些别的。陆离有些惊讶，但是倒是没太多的惊讶。这位中年男子如此神秘，竟然能出现在圣域当中，那肯定不是一般人啊。能够得知自己的秘密，倒是也能理解。或许自己的秘密本就是很多人已知的，甚至于说自己的系统就是中年男子级别的人物加到自己身上的。陆离不再胡思乱想，此时中年男子已经开始说另一个话题了。我可以和你说，我不是你们蓝星人，甚至不是烈阳星系的人，但至于真正的身份，或许等你到很久之后才能得知了。当然，或许也不会太久。蓝星真是神奇，哈哈，告诉你点小秘密吧，你们蓝星和黑星此时可是一触即发呀。这个消息你们蓝星人应该都不知道吧？只有最头部的那些人才能明白啊。陆离确实是被惊到了，中年男子竟然说蓝星和黑星一触即发，难道说黑星准备和蓝星开启战争？在这种时候，陆离或者说所有民众一直得知的消息都是蓝星虽然在竞争中稍有劣势，但是表面上还是均衡和谐共存的，黑星短时间内不会开启战争，但是蓝星人民要未雨绸缪，努力提高实力。但是现在眼前的中年男子竟然说战争一触即发了，可是这中年男子能够出现在圣域这种地方，怎么会说谎呢？我知道你可能会比较震撼，不过这确实是真的。我告诉你，也是因为你具有改变战局的能力。那我就给你多说一点吧，
你们蓝星之前损失了一名顶尖人物，而且死亡的原因是遭到了你们蓝星自己人的背叛。陆离这下是彻底被震惊到了，蓝星的顶尖人物竟然还会背叛蓝星，那岂不是说蓝星直接损失2名顶尖大能？那蓝星确实是在竞争中彻底落入下风了。这样看，黑星蠢蠢欲动似乎确实有道理，毕竟这样一来，蓝星的实力跟不上了呀。您说的都是真的，那我又该如何做呢？我现在再强，也不过是新手服务器里的玩家，连新手服务器都尚未能走出，怎么能谈改变战局呢？陆离忍不住问道。这黑星万一真的开启了战争，照眼前中年男子的说法，蓝星很有可能会落败啊。那蓝星一旦落败，自己也必然是死亡的结局。就算会留下蓝星人，以黑星的做法，肯定会留下毫无威胁的人类。所有的天才必然是被杀死的。中年男子笑着说道，倒也不必如此着急，我说的一触即发，也不过是在我的认知内而已。对你来说，至少还有几年时间，以你目前的进步速度来看，几年时间足够你走出新手服务器了。至于来不来得及参与大战，我就不知道了。我估计还是差了点时间。而且黑星已经注意到了你，他们或许现在不会重点关照你，但是若是你一直进步飞速，说不定他们还会趁着你还未成长起来就直接发动战争了。就算没有发动战争，或许也会有人阻碍你的成长的。战争变数很多的。听到这一番话，陆离陷入了沉默。蓝星原来已经陷入危机了吗？不对，应该还没有到最严重的地步，自己还有机会改变战局。若是真的到了很严重的地步，至少所有人都会得知消息，然后进入战时状态的。现在民众依旧安稳生活，说明在联邦眼里，蓝星的处境还没有糟糕到无法挽救的地步。中年男子也说了，战争即将来临，那是在他的眼中，这男人说不定是活了多少年呢？说不定几年时间在他眼中也不过是匆匆而过呢。毕竟现在蓝星人的寿命都是已经突破了200，像他这种一看就是更高级文明的人，指不定是活了多少年的人呢。寿命不同，时间在眼中就有所不同。自己现在肯定是有时间的，只是一定要保持危机感。如今陆离在本届服务器基本是无敌了，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进入更高级的服务器，那样自己才能成长得更加迅速，才能有机会做到改变战局。或许眼前中年男子的目的就是如此，不然他一个外星系的人何必告诉自己这些呢？蓝星和黑星哪个获胜对他更有利呢？他是否也对黑星的某个或者说某些天才说了同样的话呢？这一切可能就要等自己知道他身份的时候才能够知道了。总的来说，陆离是愿意相信他所说的话的，不管他是不是骗自己，自己抓紧变强总是没错的。变强之后一切都好说，在这个世界本就是实力说话。能够得知蓝星陷入危机，这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和激励了。第130章，徐毅反火了。圣域树下，中年男子等待一会儿，让陆离彻底消化完刚刚得知的所有信息，随后他才缓缓开口说道，好了，就说这么多。这次你也是来领奖励的吗？来，这次你登顶战力排行榜第1，而且还是保持连胜，未曾有过败绩，所以这是你的奖励，拿完之后就会离开圣域。你呢，也趁此机会好好规划一下自己的未来。说完，在眼前的圆形石桌上面，茶具通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件件物品。随后中年男子起身离开，身影渐渐消失。陆离回过头来，暂时放下心中万千思绪，先是一一查看起来这些物品。陆离暂时不知道之前登顶过那些玩家是否也来过圣域，因为自己比较特殊，毕竟是全部赢下，未曾尝过败绩，其他人是否全胜登顶，暂时还真没有查过。不过自己眼前的这些奖励确实不错，2个钻石级的装备，2个钻石级的技能，还有1000声望和10枚子币。或许是自己登顶太晚了，所以奖励刚好是适合现阶段的。若是几年前刚刚开始争夺排行榜的时候，可能奖励是在白银级或者黄金级吧。钻石级的装备对自己而言并无太大作用，只好拿去换金币，钻石级技能就十分不错，自己直接用了。2个技能分别是哈兹克电击和圣心锤炼，都是半功能性技能，既有伤害也有辅助功能。哈兹克电击是攻击附带电击伤害，算是额外增加伤害的技能，而圣心锤炼则是让攻击附带圣心的意志，开启后的3次伤害一次比一次高，都是挺不错的。声望和子币不必多说。很快陆离离开了圣域，回到了游戏内。紧接着陆离就直接下线回到现实了。今天已经折腾了很久了，距离现实世界的早上也不远了，索性干脆下线了。剩下的事情明天再去解决。当然陆离现在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了，只剩下一个李月城的周边10个副本的登顶事宜，在之后就是等待高考以及高考之后的新版本了。是的，
现在的本届新手服务器的上一次更新已经是几个月之前了，下次更新就是在高考结束之后了。到时候会开放新的地图，以及会开放整个蓝星的连接。也就是说，在高考之后，游戏内的战争将会由国家内玩家竞争演变为全球范围的玩家竞争。到时候，有矛盾的几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摩擦和战斗也会越来越多。整个神域这地图也将会彻底进行开放，真正的竞争到那时候才是刚刚开始。所以今晚陆离的登顶让华夏区的玩家们兴奋不已，他们在陆离的身上已经看到了本届华夏区的未来。既然陆离可以在华夏区实现碾压，那么到了全球范围照样可以。所以今晚的事情才会受到如此大的关注。当然有人欢喜有人忧，陆离自己知道自己登顶是比较稳当的，所以倒也没有太过兴奋，将这件事视为理所当然。而同为东海省的玩家们此时则是充满了骄傲，毕竟此时还是地区内部的竞争嘛，自己省份的玩家自然会更开心一些。而不开心的人自然也有，比如早已被甩得远远的徐一凡。操！砰！啪！哗啦！豪华别墅，徐一凡房间内部传来物品碎裂的声音，似乎是珍贵瓷器。狗儿子，大半夜干嘛呢？要么进神域，要么睡觉，再摔我东西揍死你！隔壁房间，徐一凡的父亲被声音吵醒，顿时一阵臭骂。徐一凡的父亲早已进入更高等级的服务器，服务器时间已经是和现实完全同步了，所以他一般是白天进入游戏，晚上自己休息。结果儿子竟然一顿砸，这就让喜爱瓷器的父亲有些恼怒了。在听到父亲的骂声之后，徐一凡骂骂咧咧走出了家门，来到了一间酒吧。徐一凡点了不少的酒，又叫了不少的关系很深入的女性朋友。很快女性朋友们就到齐了。徐少爷，怎么这事？我来陪你。就是啊，哥哥，我来了你就开心点嘛。就在徐一凡摆烂进入温柔乡的时候，陆离正起床来到沙发处，陷入思考。现在陆离有不少的疑惑，那个圣域中的中年男子到底是何身份？为什么他可以出现在圣域？圣域到底是什么地方？蓝星和黑星在更高位面的战场上到底是什么情况了？自己的系统到底是从何而来，又为何会选择自己？这一切都是未知。论坛上消息爆炸，仿佛在过年一般。陆离这次登顶让很多人都是认识了陆离，不只是本届服务器，其他届的玩家也有很多在关注这件事。陆离的信息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道，当然都是之前被大多数人所知的简单粗略信息，比如颓废3年，比如徐一凡经常霸凌陆离，于是乎徐一凡也跟着火了。很多人在问徐一凡是谁，竟然能霸凌陆离。还有人问陆离，徐一凡如此霸凌，会不会采取什么措施进行报复？陆离若是知道，那肯定会他回一句会的，但是我想此时他心态已经爆炸了，我怕我还没来得及报复他就自杀了，正在犹豫当中。还有人爆料了徐一凡的正牌女友当面绿徐一凡的事情，当事人穆小月表示后悔就是很后悔。关于陆离和徐一凡的诸多事情也被当作趣闻进入了讨论区，很多徐一凡的朋友也是得知了这件事后疯狂给徐一凡打电话。酒店房间，滴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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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一凡的手机来电一直是响个不停，让徐一凡此时毫无心情做他想做的事。于是徐一凡愤怒的把手从旁边女性朋友的身体上抽了出来，拿过看电话一看，是自己的一个基友。喂，干嘛呀你？都没停过。喂你个头啊，你火了知道吗？第131章，徐一凡疯了。徐一凡紧皱眉头，语气不爽地说道：我燃你吗？我现在确实是被你这电话搞得火大，有事快说。忙着呢。基友一听你特么还火大，我好心提醒你，你就这态度，看来你是还不知道这事啊。我吵你吗？你自己看论坛，你丢人丢到整个华夏了。嘟嘟嘟，基友直接挂断了电话。在陆离登顶之后，徐一凡就直接跑了出来，找他的女性朋友们一起玩，确实没有时间看后续的论坛情况。他现在人确实火了，但是是负面的火，关键是他还不知道。呀，徐少爷，你！一旁的女性朋友惊呼一声，让得周围人都是侧目。那个，你们看论坛最新消息，现在排在热搜第3那个。周围的女生都是赶紧看起了论坛消息。徐一凡也是急忙看论坛消息，他从朋友和女性朋友的话语中知道自己出事了。热搜第1，青山梨一夜时间连胜不断强势登顶。热搜第2，青山梨的过往究竟如何？热搜第3，徐一凡何许人也，竟能霸凌青山梨？徐一凡一看到这个消息，人都要晕了。自己当时根本都没想到这事也能被翻出来，肯定是周围的同学爆料的。别让我知道你是谁。
徐一凡忍着怒气对周围的异性朋友们说道：“各位，你们先离开吧，我们改天再聚，钱不会少你们的。”随后，周围的女性朋友们都是迅速离开了。他们也是得知了这个消息，知道徐一凡此时正处于愤怒状态，还是不要触他眉头比较好。反正只要钱给到位就行了。在所有人都离开后，徐一凡再次查看论坛的消息，或许是因为这个话题更有爆炸性，此时再看竟然是已经上升到了热搜第2的位置。徐一凡手指哆嗦着点开消息，看起了帖子和后面的评论。很明显，这个帖子是周围的同学们爆料出来的。再看评论，徐一凡当场两眼一黑，险些晕过去。阿迪看你的了，我离神都那样了，他还霸凌，我呸，真不要脸！有没有想弄他的？那试试啊，徐一凡是吧？别让我看见他，看见了就替我偶像揍一顿。樱花小妹妹啊，竟然敢打我男朋友，我已经记下了。看到金凡度这个名字，我就直接找人杀他1万遍。单独拿到吗？啊，金凡度，我杀你1万遍都不够。明月邮件明鉴，干他！兄弟们，大哥懒得管这种小人，那就交给我们吧，看他敢不敢上线。我带你们打，兄弟们，他就在新海城，还没出去，见到他就 name 他，听到没？安达街的小狗，好嘞，直接杀回新手村，看他敢不敢上线。他队友呢？有没有能联系到的？透露下消息啊！大汉 G.O 真臭，那个谁呢？把徐一凡当面绿了的小女友呢？能说下徐一凡位置不？这徐一凡真不是人啊！除了辱骂，就是准备要杀自己。徐一凡此时面容已经扭曲了。他们的不就是登顶战力排行榜吗？就能有这么多舔狗？徐一凡内心又是愤怒又是嫉妒。他奶奶的，怎么回事啊？我前段时间还在霸凌，怎么他一回家就这么猛啊？这就登顶了？这么简单？不会是都在陪他演戏吧？这个世界也太魔幻了吧！真有人1个月不到就能到这种地步？那个陆离是不是假的？对，那个被我霸凌的陆离就是假的。真的陆离一直在偷偷发育。没错，肯定是这样。他已经被地里发育了好多年了。在班级里的那个是假的，是替身。陆离不是人，他是怪物，外星来的怪物，会分身。我不信有人能1个月走到这种地步，国家也不会相信的。到时候随便一查就能查出来他是外星人，我就沉冤的血了。那时候我就成了抗击外星人的英雄。没错，嘿嘿嘿，就是这样。咕嘟嘟，徐一凡狂笑着喝了1整瓶酒，随后疯了一般跑了出去。陆离已经思考完了整个事情，后续就是自己实施计划了。倒也不能说是计划，对自己而言，这是个未来的目标。此时的他进入论坛看了一下消息，发现自己的私信已经爆炸，连忙一通设置，直接隔绝了所有消息，然后浏览了一下这些的热搜和一些评论。陆离也是有些哭笑不得，没想到自己还没来得及动手，就有人想要帮自己出手了。陆离准备先等消息，看看徐一凡上线后的处境，自己再决定动不动手好了。毕竟自己想要找到他也得等他上线啊，说不定要和其他玩家抢击杀。没再继续浏览下去，陆离接到了一个电话。随后陆离吃了个早餐，然后赶往了一处特殊地点。中午谈话结束，吃完午饭的陆离回到自己的房间。下午没事邀事情，陆离先是休息了一下，然后查看副本相关的攻略。陆离准备今天晚上上线登顶周边的副本，这也是陆离最后一个需要忙的事情了。当然了，登顶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而是进入圣域捞好处。按照自己的经验，同时登顶必然是可以进入圣域的，就看能不能混点勋章了。这勋章才是最保值的物品。晚上6点钟，吃过晚饭的陆离躺在床上进入游戏。离开竞技场，陆离直奔城外。很快，陆离就抵达了第一个副本。这里月城一共有10个副本，在30级至40级有5个，在40级、50级有5个。这样30级到50级的之间的玩家都有本可刷。毕竟主城里月城承担的本就是30级到50级之间的玩家，更高等级的玩家自然是都去了皇城，也就是长安城了。陆离来到的第一个副本是30级到40级玩家的副本，名为层岩巨石。第132章副本接连登顶。层岩巨石副本的进入条件就是30级到40级，所以整个榜单目前也是已经固定，基本就是目前已经40多级的玩家们在40级的时候刷出来的记录。陆离现在就是来改变榜单的，就像之前在剑歌城一样。这个副本内部都是各自岩石地形，而且怪物都是岩属性的怪物，包括各种的石头组成的怪物，以及机械和岩石结合的怪物。总体上来说，这个副本里面的怪物防御极高，攻击力不足，
控制较强。所以陆离通关这个副本很是简单，毕竟自己是无视防御的。你再高的防御，在我面前也是零，你拿什么和我打？这些怪物对陆离来说就是一堆靶子。对普通玩家来说，这些怪物防御高，生命值高，解决起来很慢，耗费时间很长。所以这个副本的通关记录时间也是最长的。而对他们来说，最难的点对陆离来说反倒是最简单的，所以陆离的记录直接刷破了天。层岩巨石单人副本排行榜，第一名青山离，通关时间10分12秒；第二名扰人清梦，通关时间29分18秒；第三名、第10名小鸡，通关时间36分21秒。层岩巨石综合副本排行榜，第一名青山离，通关时间10分12秒；第二名队伍扰人不思量，通关时间21分18秒；第三名、第10名老鹰吃蘑菇，通关时间28分21秒。简单扇登个顶。可以看出，陆离无论是单人模式还是组队模式，都是实现了时间上的碾压。接着陆离便前往了下一个副本。很快副本排行榜发生变化的消息就传了出去，毕竟玩家们每天都会来刷副本，副本也是目前收益最高的了，所以排行榜一旦发生变化，就会很容易被察觉到。一传十，十传百，玩家们顿时激烈的讨论起来。快看，青山离大佬登顶了！我去，直接登顶啊！也是，实力那么强，这是必然的事情。只是这通过记录时间也太夸张了吧？这可是最难的副本啊，需要耗费时间最久的一个啊，怎么就10分钟打完了呀？我越来越相信之前有个人发的关于青山离大神无视防御的帖子了，我也信了，肯定是这样。就是不知道这是他的天赋还是其他装备的效果。好家伙，要是装备无视防御，那这个装备该有多厉害啊，肯定能卖出天价。伞兵这种装备怎么可能卖啊？就在留下传说给玩家们讨论的时候，作为记录的创造者，陆离已经是来到了下一个副本。现在礼月城这所有副本，只要拥有钥匙就都是可以挑战的。陆离在之前通过任务已经获得了大量的钥匙，所以也是准备全部挑战一遍。这次的副本同样是碾压登顶，不过这次的时间差距就没上一个副本那么明显了。现在的这些副本还是比较耗费时间的，好在陆离基本碾压，倒也不怕怪物们的纠缠。就这样，陆离直接在2个小时内通关了这5个低难度的副本。这还是因为陆离把一半的时间花在了赶路上面。陆离的这一举动也是吸引了大多数玩家的目光，很多礼月城的玩家都是聚集了过来。最后陆离在通关第5个副本出来的时候，外面挤满了等待已久的玩家，整个出口都是被围得水泄不通。陆离无奈之下被迫提前下线，这就是被关注的后果，走在哪里被认出来就会被堵住。幸亏自己前期隐藏起来了，没有过分暴露，这才能够迅速发育走到现阶段。下线之后，陆离登录论坛发帖请求不要过分关注自己。得知陆离帖子的玩家无奈离开，但是仍然有部分玩家就是想要找陆离，或许这就是脑残粉吧。半小时后，陆离再次上线，然后迅速远离了这里，前往了下一个副本。现在要去的5个副本就是40级以上才能进入的副本了。现在的榜单只是暂时没有变化，不过最近也产生过几次微小的变动。毕竟现在的顶尖玩家也就是刚刚过40级，这个副本可是一直可以打到50级的，所以陆离也就是先挑战一下，之后等自己实力提上来，自然就能够不断突破自己的记录。选择其中一个比较近的副本，陆离直接进入挑战。虽然这是40级到50级的副本，但是野怪最强的也就是50多级，对陆离来说还是可以打的。不过这难度明显就提升了一个档次，陆离此时也是特别认真的来挑战这个副本。最终陆离也是成功登顶，但是时间上面对比其他玩家优势并不算大，若是陆离一直不再挑战，之后也绝对会被超过去。目前的时间记录还不是其他玩家的极限。魔女之言单人副本排行榜，第一名青山离，通关时间31分12秒；第二名扰人清梦，通关时间38分18秒；第三名、第10名默默吃蘑菇，通关时间48分21秒。好在陆离实力足够强大，倒是也能拉开一点差距，但是陆离知道这肯定不是极限，估计等自己40级之后才会彻底的创造出一个无法被超越的记录。至于这个榜单的综合排行榜，陆离并未能登顶，现在和他同台竞技的都是最强的玩家，要想直接超越这群玩家组成的队伍，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不过陆离也是获得了第2名，等自己等级再提升一下，基本就可以稳稳的获得第1了。随后陆离如法炮制，接连挑战剩余的4个副本，每个副本的单人模式都是直接登顶了，不过组队模式只有2个是登顶了的，
剩下的3个还是差了一点。第133章，即将高考。虽然陆离并未能全部登顶，不过陆离对这个结果也已经很满意了。随后，陆离离开了副本，来到了李月城的城主府。陆离来到这里，自然是为了接取宁光大人的任务了。众所周知啊，城主的任务是最好的。当然了，普通玩家可能从来就没有接到过就是了。进入城主府之后，来到了大殿上，见到了坐着的宁光城主，依旧是旗袍装束，一双大长腿似是在发光一般。参见城主大人。陆离稍稍低头，对宁光城主行了一礼。青山离，你最近可是大红人啊，我可是听到了不少关于你的消息，特别是你昨日登顶之事，着实是厉害啊。宁光笑着说道，一副很是欣赏的模样。陆离谦虚说道，不敢当不敢当，我感觉自己实力还是不够，特别是自己的等级离他们还是差了许多，所以此次前来。陆离适当的将话题转移到了任务这一方面。宁光城主很是聪慧，自然明白陆离的意图，于是接话语道，我明白，最近也确实有几件事需要你帮忙。随后，宁光城主给了陆离几个大型任务，陆离心满意足的离去了。来到了任务地点，陆离立刻开始了任务之旅。第一个任务是圆滚滚的大危机，在李月城外有很多炎属性史莱姆，需要陆离前去清理掉。这些史莱姆的等级已经是44级的了，刚好适合现在35级的陆离来刷。这些炎属性史莱姆防御力很高，但是陆离又刚好可以无视防御，于是陆离成了他们的克星。此地史莱姆数量众多，现阶段又没有几个玩家会来这里刷，所以这些史莱姆全部都是被陆离包了。陆离足足杀了一下午，才总算是将任务完成了。晚上继续下一个任务，在半夜再做第3个任务。整整一天，陆离总算是将所有的任务完成了。不过此时还不能提交任务。下线。6月11日，距离高考倒是越来越近了，但是陆离已经不再有当时刚刚进入神域时候的紧张感了。此时陆离心中的紧张感已经变了，不再为自己而紧张，而是为蓝星的命运紧张。中年男子告诉自己的消息，或许很多的蓝星高层都不一定知道。既然自己得知这一消息，而中年男子又说自己具有改变战局的能力，那自己就试试。或许自己是被他推着走了，但是无论他说的是否是真的，无论他是否对自己有所阴谋，自己变强总是没错的，保护蓝星也是没错的。白天一天，陆离都是在了解各种信息，关于蓝星的，关于黑星的，都是自己的关注点。同时也是了解了以往的各界服务器的情况，包括在40级之后的一些服务器情况和相应的变化，自己也好做一个准备。晚上6点，陆离放松全身，躺在了床上，进入神域。陆离先是上交了昨天已经做完的任务，随后又是继续领了2个任务，然后继续去做任务。白天一天时间过去，陆离通过之前积累的经验，再加上昨天的任务获得经验，以及这几天的刷野获得的经验，总算是来到了36级。恭喜你升到36级，获得1600点自由属性点，请按需分配。目前在本服务器中，您的等级排名为17512位，华夏区等级排名为3285位。来到36级，排名也是来到了3285位。陆离的升级速度一直很快，就是不知道在高考前能否到达40级以上了。不过陆离估计很难，毕竟任务现在比较少，单凭刷野获得的经验还是太少了。而现在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又比较多，自己还是要花费大量时间才行。最近同学们也是在疯狂练级，总体的等级也是有所提升，基本上大量的玩家在这段时间也是提升了1级。40级以上的玩家的数量现在也有不少了。不过战力才是最重要的。之后陆离上交了今天刚做完的2个任务，然后陆离就没有任务可以做了。宁光城主的任务数量终究是有限的，这让陆离很是遗憾。不过宁光城主对自己已经很不错了，自己也该知足了。随后陆离便是挑了更高等级的野怪开始刷野。接下来陆离就只能依靠刷野和副本提供的经验来升级了。实在可惜，临近高考，已经没有什么大型活动可以获得经验了。接下来几天时间，陆离一直是在做任务和刷野。6月13日去见了宁光城主，依旧美丽动人，任务也给了3个，甚好甚好。6月15日，陆离到达37级，恭喜你升到37级，获得1600点自由属性点，请按需分配。目前在本服务器中，您的等级排名为6512位，华夏区等级排名为1256位。陆离的世界排名来到了6000多位，而华夏区排名即将进入前1000名。6月16日，今天又去见了宁光城主，接到了4个任务。宁光大人真好哦，对，背包满了，扔了一大半进入分解机，得到了3000多金币，真是不错。珍宝阁的物品也都售卖出去了，6000多金币，这样陆离单是金币就已经快要2万了，很不错。6月17日，无尽的刷野之旅。宁光大人说没有任务，
没有任务和经验书的日子真是难熬。6月18日，无尽的刷野之旅。陆离呀陆离，你这一天天就知道刷野，什么时候才能让宁光大人变几个任务出来啊？6月19日，无尽的刷野之旅。6月20日，今天是高考开始的第一天。早上6点，陆离起床。今天是高考第一天，陆离需要去抽一个编号，就如同很久以前的高考一样，每个学生都会有一个编号。陆离自己是 S 级天赋，以前说过是不需要参加前4轮的竞争的，但是这个抽编号还是要来的。第134章，第1轮结束，淘汰100万同学。进入学校，陆离承受了大量的目光。陆离的事迹早就已经传遍了全国，可以说陆离已经成为了本届学生的焦点，自己学校的同学自然更是忍不住的注意陆离了。这可是目前的战力排行榜第1名啊，自己学校的骄傲，羡慕。很快，陆离来到了抽取编号的地方，那里是好多的电子设备，同学们选择其中一个即可。陆离选择其中一个进行了抽取，同时选择了单人赛道。这抽取不只是给同学们一个编号，也是一次烙印。这样，在高考时进入神域内部就自动识别为高考学生，而赛道则是为了照顾所有职业的玩家，于是划分出了单人和组队2个赛道。毕竟很大一部分学生的职业是辅助相关，要他们和战斗职业去比，实在是太不公平了。而通过组队模式结合表现，继而决定是否晋级，要更加公平。陆离很快做完这一切，看了一眼自己的编号，陆离编号9420220003，然后陆离就火速逃离了学校。要不是为了验证身份，陆离可不想来到学校这种公开场所。回到自己房间的陆离继续泡在论坛浏览各种信息。虽然高考就在今晚开始，但是陆离并不需要参与前4轮，此时倒是也一如既往。高考一共分为9轮，天赋等级越高，优势越大。比如最高级的 SSS 级，他们是从第7轮开始测试， SS 级则是从第6轮开始测试，浏览这样等级为 S 级的从第5轮开始测试，以此类推。所以第1轮参与的玩家只有地级天赋的玩家。当然，天赋并不是一切，所以很多地级天赋的玩家依然有机会冲击华夏最高学府。高考测试是同学与学校的一次双向选择，既是学校选择同学，也是同学选择学校，就看学生的具体表现和潜力如何了。华夏区的学校也分为几个档次，对应不同实力的玩家。第一梯队也就是最高等的学府，也是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名的学府，只招收最后2轮的获胜者。第二梯队也就是高等的学府，是国内有名的学府，是招收最后3轮的获胜者。当然，一般也只能招收到部分倒数第2轮，也就是第8轮的获胜者，同时招收大量的第7轮的获胜者。第三梯队也就是中等实力的学府，这些学府一般是省内有名的学府，也是省内比较优秀的同学的第一选择，他们是招收最后4轮的获胜者。第四梯队也就是比较弱的学校，是招收最后5轮的获胜者。第5梯队也就是最弱的一批学府，是招收最后7轮的获胜者。基本上进入了第3轮，但是淘汰在第4轮的同学都是进了这些学府。换句话说，只有进入了后面7轮，才拥有进入学府的资格。一旦在前2轮就被淘汰，是无法进入学府的。毕竟连前2轮都过不去，即使是进了学校，也没有太大的潜力了，也不值得花费大量的资源来培养。不过高考前半阶段和陆离暂时没有关系，陆离只需要关注一下情况以及开启第5轮的时间就可以了。晚上6点钟，陆离进入神域，同时高考正式开始。所有的地级天赋玩家在进入神域的那一刻就被传送到了特定的测试空间，在那里他们将进行高考的第1轮测试。陆离进入神域之后，也是突然感觉人少了很多啊。陆离先是来到了副本，把今日副本的次数用完，这次运气不错，再次成功登顶其中一个。李月城周边10个副本，陆离在前几天刚登顶一个，今天又登顶一个，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一个没有登顶了。然后陆离离开副本所在地，继续去刷野。一天时间过去，陆离下线，然后陆离一边吃饭一边看高考第1轮的情况。第1轮的测试时间很短，就是这一天时间，所以第1轮的测试已经有结果了。陆离登录论坛看起了消息，热搜也是全部和这次的高考有关了。高考第1轮结束，恭喜晋级下一轮的同学。各位同学，觉得这次的第1轮测试难度如何？在高考测试的时候有什么趣事可以分享吗？晋级后你有把握在下一轮继续晋级吗？地级天赋是否真的让你觉得和其他等级天赋的同学有着巨大的差距呢？陆离大致看了一下，这次地级的同学数量占比大约 15%， 一共是淘汰了 70% 的玩家，差不多是淘汰了100多万的玩家。看了，这次的难度和以往差不多，毕竟是第1轮测试，相应的也会淘汰更多的人，不然后续的时候测试也会更麻烦。
虽然很残忍，但是地级天赋的玩家是潜力最低的这句话确实是真的。而且地级玩家整体的等级和战力确实也是最低的。而且按照往年的经验，即使是这些进入了第2轮的地级天赋玩家，在之后的几轮之内也会有很多被淘汰。天赋决定了前期的升级速度以及自己的组队情况，这对同学们最需要发育的前期来说是很致命的。一旦自己的天赋太差，就很难找到更好的队友，自己一个人又不够强大，一步落后，步步落后，这既是大部分地级玩家的游戏写照。陆离也看到了很多被淘汰的玩家无奈发帖，3年的努力在这一刻化为泡影。他们虽然早就知道了结果，但是还是不想接受。一旦没有学府的加持，想要更进一步甚至超越学府内的玩家简直是难如登天。地级天赋可是不存在前期弱势后期无敌的情况的。陆离也扫了一下第2轮的开启时间，第2轮测试将会在后天，也就是6月22日开始，留给同学们1天的休整时间。第2轮的测试会是晋级的地级天赋玩家和 C 级天赋玩家的较量。第135章38级第5轮测试第1名。6月21日无尽的刷野之旅。6月22日晚上6点，高考第2轮测试开始，陆离继续刷野以及使用每日的副本次数。6月23日晚上6点，高考第2轮测试继续。6月24日早上6点，高考第2轮测试结束。第2轮测试淘汰率高达 90% 以上，大约淘汰400万人，学生的数量一共还剩下500多万人。这一轮比赛淘汰的学生数量是很夸张的，一方面是 C 级天赋的学生数量众多，另一方面第2轮测试是进入学府的门槛，一旦通过就基本可以确定进入学府，但是一旦淘汰，那就意味着没有学可以上了。所以这一次的测试很是严格。同时官方宣布第3轮测试将于6月25日开始，依旧是给予同学们游戏内1天的休整时间。至于白天的时间，玩家无法进入神域，自然是随意安排。同时在通过前2轮之后，所有的同学基本上都可以确定是可以进入学府了。当然也有的虽然通过了第2轮，但是实力不达标，无法进入学府也是有可能的。而接下来就是看学生们究竟能够进入哪一个档次的学府了。最差的学府其实进去了和没进去差别还真的不大，因为进入的学生数量太多，学校资源都不好，不可能照顾到所有人，基本都是采取资源倾泻一小部分学生的态度。所以同学们自然是想要进入更好的学府了。6月24日晚上6点，陆离进入游戏，今天在宁光城主那里领取了2个任务，甚好甚好。6月25日晚上6点，高考第3轮开始，这次依旧是持续2天时间。6月26日，陆离成功来到了38级，恭喜你升到38级，获得1600点自由属性点，请按需分配。目前在本服务器中，您的等级排名为4286位，华夏区等级排名为812位。陆离已经正式跨入本届服务器华夏区等级排行榜前1000名的门槛。6月27日早上6点，高考第3轮结束，本轮测试淘汰近200万人，现在一共还剩下6轮测试，但是玩家的数量只剩下300多万了。同时官方宣布第4轮测试将于6月28日开启。6月28日晚上6点，第4轮测试开始。在这一轮测试结束之后，陆离也要进入测试了。6月30日早上6点，第4轮测试结束，淘汰100多万人。官方宣布第5轮测试将于7月2日晚上开始。7月2日晚上6点，进入神域，陆离也会参加这第5轮的测试。所以一进入神域，他就进入了扫描状态。检测到玩家青山梨登记天赋为 S 级，请参加本轮高考测试，请稍后，您将于30秒后被传送至相应地点，请稍后。传送开始。这次的传送很是平静，没有特殊的感觉。睁开眼后，陆离便是来到了一个异空间，这是专门用来测试的空间。陆离选择的是单人模式，所以他的对手自然也是选择了单人模式的同学。而单人模式也是2种模式中最残酷的，因为一旦失败就是淘汰，根本不会再有机会。而组队模式则是会对队伍中的玩家进行多项评估，若是辅助玩家表现优异，而队伍表现差，那么该辅助玩家依旧也有晋级的可能。陆离周围不断有玩家进入，都是竞争对手。周围的玩家也是认出了陆离，毕竟陆离没有进行伪装，而且自身又太过耀眼。很快就涌入过来好多的玩家和陆离交谈，陆离一一拒绝，迅速离开了，然后找了个人少的地方待着。5分钟后，所有人都聚齐了。之后一位中年男子再次宣读了一下第5轮的测试规则。单人赛道的规则比起组队赛道要简单得多，单人都是战斗职业，没有几个辅助职业会来参与单人赛道的争夺，可能会有几个走歪路的毒奶之类的职业会来参与，但是数量很少，可以忽略不计。所以
单人赛道就是战力为王，杀得越多，杀得越快，就能晋级。简单来讲，我们第5次测试的规则就是去击杀不列列狼，这些不列列狼等级一致，实力完全相同，每人一个区域，击杀1只得1分，击杀100只即为晋级。但是晋级名额只有一半，所以最先完成的前50%的同学才能晋级。晋级人数到达一半之后，晋级通道关闭，剩下的所有人即为淘汰。好，1分钟后开始，都做好准备。中年男子重复了一下规则之后，每个玩家所处的场景就变了。这里是一片稍有黑暗的地方，周边是一双双冒着绿光的眼睛。1分钟，比赛开始了。不列列狼的等级是36级，说强不强，说弱不弱，对陆离来讲自然是很轻松。但是要知道现在的绝大部分玩家都是嘛，没有超过40级的，所以想要单独击杀36级的不列列狼，着实是要费上一番功夫。甚至于说，有人根本杀不完100只都是有可能的。能够完成也不够，必须是前50%完成才能晋级。规则很简单，但是也很残酷。陆离向前走去，这里的不列列狼大多是单只，有时候会是2只，是不会大量聚集的。这也是防止大多数玩家碰上多只不列列狼根本打不过的情况。对陆离来说，这本该是对同学们有利的规则，反倒是拖累了他杀怪的速度。这是一条单行路，往前走就会遇到源源不断的不列列狼。陆离一直杀，一直向前走，半小时后，青山离，恭喜你完成击杀100只不列列狼的任务，本次测试通过，当前排名第1名。这种测试，陆离那自然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了。随后，陆离便被传送回了一开始的地方。这里有几个中年人，其中之一就是刚才比赛开始前宣读规则的那一位。第136章，高考第8轮结束，剩余8000人。那群中年人见到陆离已经完成测试归来后，当即都是笑着走了过来。陆离是吧？早就听说你了，这次你可是大概率直接进入新兰大学。刚才这小测试果然也是根本拦不住你啊。中年男子笑着走过来，对着陆离说道。陆离谦虚回应道：您过奖了。中年男子说道：嗨，别谦虚，好了，知道你们年轻人呐，不喜欢和我们老一辈的说话。按照规则，你完成测试就可以回到神域去了，走那边的通道就行了。陆离巴不得如此，立刻说道：好的，感谢您了。随后，陆离便是穿过通道回到了神域世界。回到这里后，陆离去宁光大人那里领了2个任务，然后就是做任务和刷野怪了。特殊测试空间，其他学生们依旧是在奋力完成任务。比赛开始2小时后，陆陆续续走出了其他的玩家，都是一些战力顶端的同学。出来后，他们也是看到了大屏幕上的排名。第1名青山离，用时8分12秒。第2名清风上水，用时1小时56分42秒。第3名，看着一骑绝尘的陆离、清风上水等人，也是只能摇头苦笑，这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现在的玩家们也是对陆离的能力进行了猜测，很多人也是猜到了陆离无视防御的能力，这一点也是信服度最高的，毕竟结合实战情况来看，无视防御这一点是最贴合的。虽然是猜到了，但是现阶段根本没人能够进行反制，这也算是最无奈的一点了。除了反制，就只能堆高生命值，多抗几下了，但是作用微乎甚微。结束后，他们也是陆陆续续离开，回到了神域。他们也是有了很大的紧张感，有陆离在，他们也算是有一个目标了。1天时间过去，单人赛道的玩家们还是没有彻底决出晋级者。虽然头部玩家们击杀得很快，但是中部的玩家们杀起来可就难多了，甚至10分钟都杀不完1只。至于最底部的玩家们，此时甚至已经要放弃了，笑死，根本打不过。35级以下的玩家想要晋级，基本上难如登天。35级也算是一个门槛了，35级以上算是中上游的玩家，35级以下就是中部玩家，30级以下基本已经都被淘汰了。第2天，也就是7月3日晚上6点，高考第5轮继续。这第2天就更和陆离没有关系了。现在是决出了 36% 的单人赛道晋级玩家，剩下的玩家都是在争夺最后的 14% 的晋级名额。陆离则是依旧刷副本以及刷野怪来提升自己的等级。7月4日早上6点，官方正式宣布了2个赛道的晋级名单，同时下一轮测试将在7月5日晚上进行。陆离自然是顺利晋级下一轮，陆离现在就是随意打，怎么打都能晋级。这高考对他来说已经成了喝水一样简单的事情，就是不知道在决出星蓝学府名额的时候，能不能有人给他一点压力。陆离现在也是彻底明白了，这一届的华夏区一个 SSS 级天赋的同学都没有。之前最强的是河洛，河洛也只是 SS 级天赋拥有者而已。7月5日晚上6点，陆离进入神域参加第6轮的测试。
这次的测试也是见到了诸多之前在竞技场见过的顶尖玩家，包括河洛、大鸡霸等人。顶尖高手更喜欢单人行动，因为组队对他们而言，大概率是队友拖累他们。测试迅速开始，这次的测试也是加大了难度，直接是群体野怪，而且是37级的野怪，这让很多人打都打不过了。之前1只的时候还勉强打得过，这直接来一群，根本没办法。很多人试了一下之后，直接放弃了。1天时间，比赛便是直接结束。这次虽然依旧是50%的名额，但是很多人根本打不过，所以这次的比赛只有20%的玩家通过了。新加入的玩家都是 SS 级的玩家，这些人倒是轻轻松松的都通过了。当然，陆离的通关时间还是一骑绝尘的。在第6轮的比赛结束后，只剩下了30万的同学，剩下的1000万玩家已经都被淘汰了。而这只是经过了6轮。7月7日晚上，第7轮比赛开始，一共参加第7轮的比赛的同学数量为30万左右。比赛结束后，只剩下了5万。7月8日，陆离在任务、副本和野怪的帮助下，等级提升到了39级。恭喜你升到39级，获得1600点自由属性点，请按需分配。目前在本服务器中，您的等级排名为2218位，华夏区等级排名为415位。可以看到，现在达到39级的玩家也不过是400多人而已。能达到40级以上的，陆离猜测可能也就是100人出头。不过，这升级是越来越难了，想要达到40级竟是如此之难，耗费的时间真是太多了。陆离现在只想赶紧高考结束，然后进入大学，换取经验书这一类的物品，赶紧升级。没有经验书和大额经验的任务，单靠刷野升级实在是太慢了。7月9日继续刷野。7月10日晚上6点，第8轮比赛开始，人数为5万左右。第8轮的单人赛道为对抗模式，就是竞技场上的单人排行榜模式，1v1进行对抗，获胜者便能够晋级下一轮。不过，晋级的条件是每个人都要赢下2场比赛，也就是说，单人模式只有25%的晋级名额。对陆离这个战力排行榜当之无愧的第一来说，这种事情就是轻松碾压。不出意外，陆离2场迅速结束。看到陆离的那一刻，对手的脸都绿了，只能说太过倒霉了。7月10日，第8轮比赛结束，总共剩余8000人。第137章，高考结束。在7月10日第8轮比赛结束后，高考就只剩下最后1轮了。而已经被淘汰的玩家最近也已经在进行选择学校了。之前就说过，这是一次双向选择，高考学校设置了准入门槛，而现在就是学生开始选择学校了。学生在第几轮淘汰，自然就有相应的学校可以进行选择。目前是网上报名以及学校录取阶段，只要符合学校的条件就可以进入，和很多年以前的高考基本一样。而陆离现在自然是准备最后1轮的高考，不用考虑学校的事情。最后1轮的测试将于7月15日开始。7月11日，无尽的刷野之旅。7月12日，无尽的刷野之旅。7月13日，无尽的刷野之旅。7月14日，在最后1轮的前一天，陆离终于来到了40级。恭喜你升到40级，获得1600点自由属性点，请按需分配。目前在本服务器中，您的等级排名为521位，华夏区等级排名为121位。来到40级之后，玩家获得了生命值转化这一特性。该特性是指将某属性转化为相应的生命值。比如陆离40级可以转化20%的物理攻击为生命值，该生命值是额外生命值，不会减少物理攻击的数值。陆离目前的物理攻击为15万，可以增加自身3万生命值。陆离的总生命值则是来到了55万。来到40级之后，陆离的等级排名也是来到了121位，所以说整个华夏区目前也就是100多人到达了40级。这些人就是目前的巅峰战力了。7月15日晚上6点，高考最后1轮测试开始。这次将会决定哪些玩家可以进入最顶尖的学府，同时也会得知哪些玩家能够获得进入最厉害的星蓝学府的资格。最后1轮的单人赛道模式的规则是击败3名玩家，并且单独击败最终的一个野怪 BOSS， 留下来的就是最后1轮的优胜者。对陆离来说，这种比拼战力的是最简单的，也是他最喜欢的，因为这样耗时最短。而击杀一定数量的野怪这种事情，一般需要击杀的数量都会很多，自己也会耗上不少时间。而最后击杀一只野怪 BOSS， 对陆离来说也很简单。不过对其他玩家来说可就没这么简单了。先是连续击败3名玩家这件事，对他们来说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因为他们实力很难说谁具有碾压的实力，大家等级都差不多，在进入40级的玩家只有100多人的情况下，其他的人都是没有生命值增加的。而战斗职业就意味着生命值不会太多，至少拉不开差距。至于其他的攻击手段也是相近，想要连续击杀3名同等实力的玩家，
除了具有特殊手段以外，就得看自己的运气了。好在这次的测试也有复活机制，毕竟对于陆离这样的碾压级别表现的玩家来说，其他玩家根本没有胜算，不能说是实力太差。而且若是何洛这样的玩家遇上了陆离而落败，继而失去了晋级资格，也是一件很遗憾也很不公平的事情。所以就有了复活机制，但是每个人仅有2次机会，也就是说自己获得2次复活机会，这个机会用来挑战已经晋级的玩家，胜利则取代，失败则继续换一个人挑战，仍然失败则彻底失败。若是获胜后取而代之，但是后面又被其他人挑战而落败，则继续使用第2次复活机会，成功则取代，失败则淘汰。若是仍然再次被别人挑战，自己却已经失去复活资格，那么一旦被挑战者击败，则直接淘汰。当然，这是为那些对自己实力没有把握的玩家准备的，对陆离来说，直接3连杀就完事了。而且肯定是没有哪个人愿意去挑战陆离的。谁若是这么做了，简直是在拿着自己的未来去开玩笑，那他坚持到第9轮的意义又何在呢？很快比赛正式开始，目前其他的淘汰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进入高等学府了，自然这最强的一批玩家也要抓紧了。当然这些玩家数量少，倒是也分配得快。陆离很快进入战斗空间，对手不过是39级的一名玩家，实力确实不太行，根本撑不过陆离的一剑。1胜2连胜3连胜，陆离迅速解决玩家之间的斗争，随后便是进行等待。虽然说肯定没有人会挑战陆离，但是总要遵循高考的流程的。半小时后，所有的玩家都已经战斗完毕，剩下的玩家都要去挑战 BOSS 了。一旦挑战成功，便能够进入顶尖学府，而一旦失败，之前的3连败也没有了意义，他们依旧是失败者。陆离迅速被传送到了一个战斗空间，面前是一个巨大的漆黑巨兽，厄运猛兽，等级42级，种族兽族，品阶铂金级，生命值1500000，法力值5万，物理攻击8万，法术攻击2万，物理防御9万，法术防御6万，精神45000，速度6万。实力正常，对于大多数依旧是40级左右的玩家们来说，这个42级的 BOSS 刚刚好。若是实力再强一些，基本40级和40级以下的玩家们就毫无机会了。而40级的玩家不过也就是100多人而已，那这次的测试就失去了意义。月3级挑战1只野怪 BOSS 还是有部分人可以做到的。陆离看了属性之后，就迅速的持剑冲了过来。他挑战高等级的野怪已经熟悉了，现在面对刚刚40级出头的野怪，反而有种怪异感，因为这实在是太弱了。1分钟后，陆离解决战斗，属于陆离的高考正式结束。恭喜获胜，您已成功晋级。随着一道提示音，陆离从战斗空间中退了出来。接下来就是要准备进入星蓝学府的测试了。第138章抓阄。华夏神域大学。几小时后，所有的同学都已经完成了挑战，只是有人成功，有人失败。高考正式结束，最终第9轮共有784人完成挑战，这700多人就是必定进入最高等学府的人数了。华夏区最高等的学府一共有8个，其中还有5个学府称为华夏最强学府，简称 C5， 其中还有2所是最顶尖的学府，一个是华夏帝都大学，一个是华夏神域大学。不过这2个大学依旧是不如星蓝大学的。当然陆离自己还是要在国内的大学挂名的，陆离选择哪一个都行，只是陆离作为目前的公认的最强者，他的选择或许还会影响到其他人的选择。毕竟跟风这种事什么事都有，很多人也会觉得陆离选择的就肯定是最好的啊。这样一来，2个顶尖大学好像就有了第一第二的区别。于是陆离在6点从神域世界中出来之后，就看到了手机上的未接来电。陆离在神域中没有加好友，所以他们并不能在神域中联系到陆离，于是就只能打陆离的电话了。没错，他们就是华夏帝都大学和华夏神域大学的招生办，而且只有这2个大学打了电话以及发了短信，因为其他的大学自知无法与这2个大学竞争，而且按照以往的经验，每届的最强者都是进入了这2所大学的，他们就不自讨没趣了。陆离现在确实是陷入了纠结。然后陆离制作了2个小纸团，一个写上了华夏帝都大学，一个写上了华夏神域大学，接着全部扔进了手掌中。手掌一合，然后摇了摇，接着陆离晃出来了一个小纸团，打开一看，华夏神域大学。好了，结果已经出现了。陆离直接回复了华夏神域大学，接着进入了招生网站，填写了申请的资料，然后给华夏帝都大学写了婉拒的回复，然后陆离就出去吃早饭了。
恐怕两个大学也是没想到陆离竟然是如此草率直接的选择了大学。不过若是知道了，他们也能理解，毕竟陆离基本已经确定毕竟新兰大学了。至于这两个大学，对陆离来说区别确实不大。两个大学的地理位置虽然不同，但是实力和资源相差不大。陆离的决定虽然很草率，但是在网络上掀起的风波可不小。论坛，华夏神域大学官方发帖欢迎陆离的加入。是的，在收到了陆离的申请之后，大学立刻做出了回应，直接在3分钟内完成了陆离的入学工作。虽然陆离最终大概率不会在华夏神域大学生活和学习，但是毕竟是挂名在自己这里的，而人们也会认为陆离是在这个大学上学，并且陆离如此早的完成了大学的申请，对于很多尚未进行申请的同学是一个极大的影响。这一决定也是让很多不知情的人认为陆离选择的华夏神域大学就是华夏最强的大学。隔壁的华夏帝都大学很是遗憾，并且再度询问了陆离的意向，然后就得知了陆离如何做出的决定。他们本以为陆离会是早就已经有了想法，并且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且综合考虑才最终做出的决定，没想到就是简简单单的抓了个阄。华夏帝都大学的工作人员虽然很是无语，但是也无奈的接受了这个说法。联想到陆离的实力，这么做似乎也很正常，没有人会觉得陆离无法进入新兰大学。他们也期望陆离能够在那里为华夏争光，进而保卫蓝星。随后在华夏神域大学发出官方帖子之后，玩家们也是进行了回复，基本都是在猜陆离选择华夏神域大学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的说因为名字，有的说因为地理位置，有的说实力更强。总之基本没有多少人会猜到是抓阄抓出来的。此时的陆离已经吃完饭回来了，他现在也已经被拉进了一个群聊里面。这个群聊里面的人就是华夏官方选择出来的最终前去竞争新兰大学名额的50个同学。这50个人将会和来自其他区的玩家一同去竞争新兰大学的不到100个名额。陆离也是看到了大量的熟悉的名字，基本都是之前在排行榜上见过的，没见过的大多是参加的组队赛道的同学。在群聊里，组织者也就是官方也是再次说明了一下新兰大学，这些陆离之前就已经在那个人口中得知了。进入新兰大学的规则与华夏区高考规则大同小异，陆离如今实力如此恐怖，自然是不必担心出现意外情况。同时官方也是宣布了新兰大学选拔的时间定在了7月20日。这中间的几天时间就是给同学们放一个假，同时也让学生们选择一个华夏内的学校，万一落选也可以在国内继续上大学。随后就没什么事情了，陆离也是继续在家中泡在论坛上，难得现阶段如此轻松，陆离也是放松了一下自己，看看小说，看看花边资讯，倒也挺快乐。反正自己现在不用纠结选择哪个大学。这几天陆离也是在游戏内天天刷野，新版本没有开，陆离也没有渠道可以快速升级，好在越级刷野的经验值给的多，自己又有5倍经验加持，这才能够大约隔上1周升上1级。至于陆离关心的另一件事，关于徐一凡同学，陆离本打算揍他一顿的，不过在那天之后，陆离就没有见过徐一凡了。无论是在游戏中还是在现实中，陆离也是没有得到关于徐一凡太多的消息。不过在论坛上也有一部分小道消息，有的人说徐一凡在那天晚上之后就没有再进过游戏了，有的人说徐一凡在高考中发挥很差，在第4轮就直接被淘汰了，有的人说徐一凡现在已经有些疯疯癫癫了。陆离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也是有些哭笑不得。第139章新兰大学测试。7月20日，今天就是新兰大学入学资格赛。陆离之前也是看了一下国外的学生的相关情况，虽然有2个人是 SSS 级天赋，但是陆离自己觉得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他们3个人之间是竞争第1的，而不是竞争入学资格的。毕竟全球范围内一共也就才2个 SSS 级天赋，陆离自己虽然也是 SSS 级，但是登记在册的毕竟还是 S 级，只不过现在基本没有人会相信陆离只是 S 级了。而且国家并未来询问陆离的具体情况，这让陆离很是诧异，自己甚至都想好了借口，竟然没人来问。这是国家对自己的绝对信任，还是说自己毕竟还是学生，所以根本毫无威胁不值得呢？或许也有考虑到陆离态度的情况，毕竟一旦来问了，陆离的态度有可能逆反。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太气盛了，遇到隐秘的私事还是不要过分紧逼为好。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没有人来刨根究底也是件好事，陆离也是乐得轻松。官方之前就已经给陆离发了信息，上面写了本届比赛的规则以及之后进入新兰大学的事情。是的，没人觉得陆离会失败而进不去新兰大学。作为华夏区目前的最高战力，若是陆离都进不去，
那华夏区还有谁能进去？上面说，一旦陆离通过测试获得资格，将会在下一天直接派人来接陆离前往星兰大学。星兰大学是个秘密，它的位置也是秘密，是不允许有人泄露的。听说关于这件事，一旦发现有泄露，会直接处死。陆离并不知道，之前有过星兰大学的学生背叛蓝星的事情，当时直接损失了几十名星兰大学的天骄，所以官方对这件事很是严格谨慎。而且失败而未能进入星兰大学的同学，还会进行记忆修改来隐藏这段经历，可见官方对于星兰大学是何等的重视程度。晚上，陆离进入神域世界。星兰大学这个测试说难不难，就是流程有些复杂，因为这个入学测试需要检测玩家的综合能力，特别是对于战斗职业的玩家。一方面需要玩家战斗力强，也就是 PK 能力强，另一方面需要游戏内的刷怪能力强，一个是对人类，一个是对怪物。当然，考核是多样的，每个玩家的具体测试都是根据玩家自己的选择来的，就如同之前的单人赛道和多人赛道一样，有的玩家天生适合组队作战，那就不能强行要求他在 solo 中获胜；有的玩家习惯单独行动，做一个孤狼，那也不能强行要求他与他人完美合作。而陆离自然就是选择单人了，他可不想和其他人组队，实在是有些麻烦。陆离选择了单人赛道和实力测试这两个选项之后，他的规则就已经确定了，一个是与其他人进行 1v1 战斗，另一个是对付群体怪物和野怪 BOSS。 一共就是这3个环节，在全部获胜后再根据具体表现进行打分，按照相应比例进行录取。这个在几天前就已经确定好了的，所以陆离也并没有丝毫的紧张感。对陆离来说，在已经有这么多天赋加持下，无论他进入什么大学都能走上巅峰。但是不同的大学资源不同，陆离的走上巅峰需要的时间就有所不同。现在他需要的就是星兰大学的资源。星兰大学可以说是汇聚了整个蓝星的最优质的资源，所以陆离自然是选择进入星兰大学。据说里面可以通过金币和紫币以及声望值等购买各种珍贵的物品，陆离也是冲着这个来的。陆离现在最想要的就是经验书这一类的物品了，同时还有各种高等阶的装备和技能书等都可以通过这里购买，比起在拍卖会上去抢，自然是在这里购买更加轻松。而且在大学中还能够优先参与更多的活动来赚取经验和各种珍贵物品，这都是其他人所享受不到的。同时在大学还能了解到更多层次的信息，为以后定下更好的基础。之所以设立大学，自然是有原因的。来到了神域世界后，如同高考时一样，陆离直接就被传送到了异空间。一共有5个大区，分别是美利坚区、华夏区、欧联区、黑盟区、核战区。每个大区50名同学，所以一共是250人。其中参与多人赛道的有170人，单人赛道80人。最终一共有不到100人可以进入星兰大学。根据录取比例，多人赛道最多68人，而单人赛道最多便是32人。陆离扫视一周，所在的周围也差不多就是80人。星兰大学的一个领导再次宣布了单人赛道的规则，然后测试就开始了。第一关，陆离分配到的对手是一个来自核战区的玩家，职业是枪手，武器为长枪，属于战士职业。这个玩家看起来人高马大，肤色很黑，整体看起来比较凶狠。不知道他是对自己过分自信，还是没有了解过陆离，他竟然直接在比赛开始后就持着长枪直接冲了过来。陆离看了一下他的大致资料后就摇了摇头，原来是自己的技能就是迅速击杀对手的，这才会直接冲了过来。或许是知道打后手更没有获胜的机会，但是自己可不会留手，直接也是持剑冲了过去。长枪先到，但是陆离一个极限闪躲，直接躲避了，随后一剑出手，刷，命中，暴击，直接秒杀。恭喜获胜，获胜时间为8秒。获胜的时间也是一项评判标准，学校需要进行综合评估，同时还会进行排名。然后陆离便进入了第2轮的测试。第2轮的测试是对付群体野怪，看的是玩家的综合能力，在应付群攻时很需要玩家的临场反应和计策。不过陆离是个例外。第140章进入星兰大学。因为陆离只需要杀就可以了。这些野怪虽然比高考的时候遇到的强，但是根本比不上自己在平时刷野遇到的野怪，等级都不是一个档次的。陆离现在都是直接越10级刷野的，你拿43级的野怪算什么？很快陆离顺利通过第2次的测试，恭喜通过第2轮测试，用时3分54秒。紧接着便是最后一关的测试。最后一关是对付一个野怪 BOSS， 野怪 BOSS 的等级是45级，可以说是非常强大了。毕竟
现在的玩家等级最高的也就是43级而已，而 BOSS 属性本就强大，远非玩家能比，所以在对付 BOSS 的时候，再强的玩家一不小心也有可能翻车被一套打死。不过陆离除外，陆离的生命值让他基本不会被一套秒杀，而强大的输出能力加上强大的吸血，让他可以一直保持血量的健康。对付 BOSS 简直是比玩家都要轻松，毕竟还是新手服务器阶段的 BOSS， 智慧有限，也不是真正的生命，打起来简单多了。3下5除2，耗费3-4分钟，终于是把 BOSS 也给解决了。恭喜通过第3轮测试，用时3分45秒。测试结束，整个测试的时间都不超过10分钟。陆离并没有隐藏自己的实力，或者说故意藏拙，和 BOSS 也怪多打一会儿之类的，自己没那个必要，自己已经过了需要隐藏的阶段。现在实力越强，就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倾斜，这才是自己现在需要的。特别是测试结束后，根据排名还会有特殊的奖励，这也是陆离所关注的点。至于会不会被其他人盯上，星兰大学的保密度做得很好，不需要担心黑星之类的外星文明来攻击自己。当然黑星除外，在当时的测试中，陆离就已经被黑星的人盯上了。但是陆离目前仍旧是在新手服务器，这服务器可是蓝星自己的服务器，黑星自然没有任何手段可以阻挡陆离。再说就算是有，蓝星也有手段将黑星的阻拦再次阻拦，所以陆离有可能被盯上，只可能是其他大区，至于华夏区肯定不会有人搞自己的。至于其他大区，虽然确实也有可能，但是在星兰学府，陆离是绝对安全的。若是在星兰学府陆离被击杀的话，那整个星兰学府的秩序就彻底崩坏了，那星兰学府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毕竟自己的顶尖天才去了反而被杀，那哪个大区还敢真的让自己的天骄过去呢？没了天骄的星兰学府，又怎么配得上蓝星最强学府的名号呢？而在华夏区，陆离也是安全的，所以现在的陆离是很安全的。只有在出了星兰大学之后，陆离才会有生命安危，但是那时候陆离的实力还不知道会成长到什么地步了呢。再说华夏区自然也会拼命保护陆离的。综上所述，陆离现在根本没必要隐藏实力。陆离的表现也是让观察的星兰大学的领导们很是震惊。虽然华夏区已经上报要重点关注陆离，但是亲眼看到陆离的实力，他们还是很惊讶。虽然和他们一比，陆离的实力还弱得很，但是和其他同学相比，陆离就是绝对碾压，甚至陆离去上一届也能排名前列。几个小时后，整个测试便是结束了，在屏幕上也是显示出了晋级名单。陆离在第1位遥遥领先。可以看到，在单人赛道第1轮的战斗中，是直接淘汰了一半，也就是40人，然后后面第2轮淘汰了10人，第3轮淘汰了5人，最终仅存的3轮全胜人数也就是25人，距离标准的32人差了7人。不过这是第1轮，后面还会有剩下的选拔。不过既然人数不够，那么第一次通过的玩家就确定直接晋级了。而在这淘汰的55人中，有20人是全部失败的，他们也彻底无缘星兰大学，目前已经送去修改记忆了。剩下的25人中将会产生7个最后的晋级名额，10分钟后，最后的7个玩家也已经产生了。那么目前就已经确定好了32人的名额，随后就是最后的挑战了。接连失利的18名玩家将会随机抽取一位已经晋级的玩家进行挑战，获胜后则可以继续挑战一位玩家，这样2次战斗都获胜则可以晋级。若是任意一场失败，则直接淘汰。这只是给这18位同学一个最后的机会，但是大家都知道很难的。最终这18位同学一个都没有取代对手，彻底无缘星兰大学。随后另一边的组队赛道也终于结束，最终产生了100个晋级的玩家。不过经过星兰大学的最终评估，只选择了96人。这样最终星兰大学测试落幕，陆离顺利的来到了星兰大学，在这里他将开启新的征程。之后陆离等晋级的同学也是被带到了一处地方，临时开了一个短会，也是星兰大学的代表对新加入星兰大学的同学们表示了欢迎。同时他也通知大家明天做好准备，直接来到星兰大学。从明天开始，他们就将直接开启大学生活，这是之前就已经说好的，所以陆离等人也并未惊讶。只是有些同学比较舍不得家人，稍有些伤感。陆离就没有这方面的烦恼了，自己如今孤身一人，去哪都无所谓。去了星兰大学，说不定会更好呢。随后陆离等人便回归了神域世界。陆离也是领了任务，便去做任务了。做完任务之后，陆离便前往了副本。今天他将再度挑战尚未登顶的最后一个副本。昨天就差一点点就能登顶了，今天陆离有很大的把握登顶。陆离来到最难的副本琉璃不灭副本，
然后选择挑战。第2卷全球高考结束。第141章流离不灭。第3卷风云际会。李月成最后一个副本流离不灭副本内部。这个副本是陆离至今为止尚未登顶的副本，原因就是这个副本不适合单人通过，里面的野怪大多都是需要多人合作击杀的。比如一种名为幼年炎龙的野怪，它具有一个技能，便是在即将被杀的时候免疫最后一次伤害，来避免直接死亡，并且在3分钟内恢复满血，同时在1分钟内还会免疫该玩家的伤害。意思就是陆离是无法直接杀死一只野怪的，他需要等待1分钟时间过去才能再次击杀那只幼年炎龙，这就导致陆离只能任由他回血，然后自己无奈先去击杀其他的野怪，这样一来自己就会让那些已经残血的幼年炎龙恢复大量的生命值，自己就需要多砍1剑甚至2剑，这样一来陆离的通关时间就延长了很多。而在组队模式这就不是问题了，因为一个队伍是有多个输出点的，而一只幼年炎龙一旦免疫了其中一个玩家的伤害，就会承受另一个玩家的伤害，不需要等待那1分钟让他恢复生命值。所以这个副本对陆离就比较不友好，跟之前的层岩巨石完全不是一个体验。当然陆离也明白自己不可能在所有副本中都占据优势，听说有的副本的野怪还会锁血，也就是无法直接造成大量伤害，必须一次次来打才能击杀，这种野怪对陆离来说也不是好消息。不过随着陆离每天使用吞噬之心，消耗大量次数的陆离实力也是在不断增强。现在吞噬的野怪陆离已经固定了，将大量的次数用在更强的野怪身上，自然是能够获得更好的属性。同时陆离现在也在积极试验吞噬其他物品，现在的吞噬之心也是彻底符合了他的名字。陆离现在对于属性值的要求没有太高，少试几次也没什么，毕竟现在陆离的实力已经够强大了。目前来说陆离的吞噬之心次数已经够多了，所以尝试去吞噬更多不同的物品才是正确的事情。最近这些天陆离也是大开眼界，吞噬之心虽然说最具性价比的还是吞噬野怪尸体，但是吞噬其他的物品也给陆离带来了很多的惊喜。比如在吞噬某个矿石的时候，掉出了一个名为精魂结晶的材料，这种材料极其稀有，比原本的矿石还要值钱。当然陆离也明白这是因为矿石本就含有少量的精魂结晶，现在看来类似于直接将其提炼了出来，少了很多的步骤。不仅是少了很多的步骤，还直接它的价值翻了很多倍，这是带来的惊喜之一。陆离最近还发现了更重要的事情，在一次吞噬魔族野怪尸体的时候，不仅是获得了以往都会得到的属性值，还额外得到了一个魔魂结晶的物品，这是以往不曾见过的事情。虽然魔魂结晶不是稀有物品，但是这是第一次获得物品。陆离猜测随着自己等级的提高，吞噬之心也在不断进化，自己在使用它吞噬野怪尸体的时候有概率获得物品了。那么随着自己的天赋不断提升，自己以后再次击杀野怪会不会相当于掉落2次物品呢？而且会不会掉落更好更稀有的物品呢？同理，那么在以后自己吞噬其他物品，比如装备，能不能直接将它的属性值吞噬到自己身上，成为自己的永久属性呢？这一切都需要自己一步步去验证，但是起码这给了自己一个方向以及动力。同时这也让陆离更加好奇自己的这个系统到底是哪里来的了。陆离也不禁去想自己到底还能不能获得新的天赋，毕竟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获得新天赋了，虽然自己的现在的这些天赋已经完全足够自己现在使用了，若是还能获得更多的天赋，自己还不得直接上天。抛去杂念，陆离现在开始了这个副本的挑战。之前说过这个副本对陆离不太友好，但是如今陆离的硬实力不断提升，所以完全使用硬实力也是有希望直接登顶的。昨天的那次就是陆离距离登顶只差了2分钟，陆离自觉上次的战斗处理并不算完美，想要弥补上这2分钟也不算是太难的事情，只要自己发挥完美一点，或许登顶就在今天。战斗开始，陆离直接迅速几个群伤技能刮了过去，龙卷焰浪、表里沙燎乱、湮灭于此、不语凌云色、双羽尽斩，5个群体伤害技能直接将所有的面前的野怪直接打残。随后陆离便继续去另一个方向去打另一波野怪。陆离如今已经很熟练了，之所以没有继续去打他们，是因为这波野怪已经是免疫陆离的伤害了，自己的伤害算得很准的。然后陆离便利用小技能以及普通攻击去打另外一边的野怪。在1分钟后，陆离再次攻击之前的那一波野怪，踏前斩，划来划去，不仅伤害高，直接杀死野怪，还能获得快乐。击杀完之前的那批野怪，陆离继续转头大战第2波的野怪，尽数消灭之后，陆离丝毫不耽搁，继续往前冲去。这时候就是要抢时间的。第2关的野怪并没有锁血机制，陆离打起来要快得多。随后便是第3关、第4关。
第5关，陆离来到了最终 BOSS 琉璃冰鸟的面前。琉璃冰鸟是一个在天上飞的野怪，对陆离来说也是很不好处理的一个野怪。若是换成一个在地上的野怪，陆离也早就登顶了。毕竟陆离想要对空中的野怪造成击杀，目前来说还是有难度的。陆离现在并没有到50级，还没有获得飞行翅膀，现在是没有飞行的能力的。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法打，这个副本也是给了战士玩家机会的。琉璃冰鸟会不定时派出自己的手下参战，而在击杀了这些手下之后，琉璃冰鸟也会暂时降落极短的时间，而陆离就需要尽快击杀他的手下，并且抓住这极短的时间对琉璃冰鸟造成最高的伤害。第142章登顶礼乐所有副本。而琉璃冰鸟派出手下则是不定时的，所以对陆离而言，他派出手下以及降落在地面的时间点对陆离来说很重要。可以说陆离能否登顶，就看他能不能赶紧派出手下送给陆离杀了。现在陆离不求他很频繁的降落，只要和昨天一样的频率就可以了。今天至今为止，陆离的表现都很完美，比起昨天要快了3分钟。今天很有希望。是谁在惊扰我的子民？一道稍显清脆的女子声音响起，随后便是看到一个琉璃般的身影出现在天空中，正是琉璃冰鸟。随后琉璃冰鸟翅膀一挥，便是派出了几个手下出现。陆离直接向前面的手下冲去。这是一群琉璃冰珠，体型庞大，实力也不弱。陆离一边被琉璃冰鸟施展法术攻击，一边与琉璃冰珠作战。很臭的猪叫声不断响起，是琉璃冰珠不断被打击后发出的声音。这些冰珠是琉璃冰鸟派出的手下中防御力最高、生命值最高的，也是最耗费陆离时间的一种野怪。几分钟后，陆离终于处理完毕。啊，你真是烦人！琉璃冰鸟呻吟一声落在了地上。陆离趁势冲刺向琉璃冰鸟，自己必须在这极短的时间内把输出全部倾泻到琉璃冰鸟的身上，各种技能直接往琉璃冰鸟的身上砸去。踏前斩、冰云怒浪斩、不灭之力、华云冰裂刺。10秒后，琉璃冰鸟再次振翅而飞。陆离再次无奈看着琉璃冰鸟，这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会派出野怪了。反正陆离目前是没有对空能力的。不过这次陆离似乎运气不错，刚刚过了1分钟，琉璃冰鸟便再次召唤出了手下。可恶的人类啊，面对我愤怒吧！琉璃冰鸟声音一出，陆离的背面出现了10只冰寒猛牛。陆离迅速转身冲向冰寒猛牛，只要小心一些，利用速度优势躲开冰寒猛牛的冲撞，陆离就不会被琉璃冰鸟杀死。几分钟后，陆离全部解决。啊，无理的人类！琉璃冰鸟再次落地，陆离上去一阵暴打，2轮下来，总算是将琉璃冰鸟的生命值打到了 50% 以下。3分钟后，琉璃冰鸟再次落地，陆离继续上去暴打一顿，琉璃冰鸟再次升天，生命值只剩下了 20%。陆离下一轮绝对可以直接杀死他。啊，卑鄙的人类！英灵，听我召唤！没想到琉璃冰鸟刚刚升天就再次召唤了手下，陆离不禁反省，这正合我意啊。虽然听他的语音是召唤了英灵，英灵是琉璃冰鸟能够召唤的最强的野怪，但是陆离不怕呀。即使是面对最强大的野怪，只要你召唤的早，那我就无所谓。3分钟，陆离将英灵全部消灭。啊，真是让人愤怒！琉璃冰鸟再次落地，陆离各种技能再次向他身上招呼。陆离可不会因为他对自己好手软。不到1分钟，陆离直接将琉璃冰鸟的生命值打空，成功通关。随后悦耳的系统提示音响起，恭喜玩家青山离成功通关副本琉璃不灭，用时23分14秒。恭喜玩家青山离成为副本琉璃不灭综合通关榜第1名。恭喜玩家青山离成为副本琉璃不灭所有榜单第1名。恭喜玩家青山离成为礼乐城范围内所有副本所有榜单第1名。触发隐藏奖励，恭喜您1分钟后将自动进入圣域，获取您的通关奖励。将所有野怪的掉落物品全部捡起，接着吞噬掉 BOSS 琉璃冰鸟的尸体，获得了不少的属性，而且还获得一个琉璃冰心。琉璃冰心是琉璃冰鸟掉落概率最低的一个材料，陆离也是没想到这次击杀没有掉落，反而是通过吞噬得到了这个材料。1分钟后，陆离来到圣域。这次陆离并没有来到树下，也没有见到那个中年男子，这次就是正常的见到了精灵小姐姐诺维亚。又见面了，这是你的奖励，恭喜你登顶礼乐城周围所有的榜单。随后如同之前一样，精灵诺维亚离开了，陆离则是开始查看奖励。这次的奖励异常豪华，
1枚勋章，2个史诗级技能，1个史诗级武器，还有诸多珍贵材料，以及1万金币和1000点声望值。积淀财富。类型：勋章。效果：获得礼乐城的庇佑，幸运值+1，且每天获得随机数量的货币。介绍：礼乐城是财富积淀的地方，在这里遍地宝藏，获得礼乐庇佑之人财富万贯。这枚勋章确实挺不错的，单单是幸运值+1就已经很赚了。不过主要是这金币的数量是随机的，不确定性有点大。但是陆离觉得以自己的运气来说，应该不会太差的，金币应该不会少。直接佩戴上勋章，积淀财富，勋章触发，恭喜获得52枚金币。52枚金币还算不错，每天自动多出了50枚金币也可以了。再说了，万一哪天直接1万金币呢？而且介绍上可是说货币，而不是金币，所以有可能掉落子币的呀。总的来说，这个辅助型的勋章确实不错。再看2个史诗级技能，一个单体伤害名为断绝斩，一个群体伤害名为席卷荒海，都很不错。史诗级技能就是猛。至于还有一个史诗级武器，对陆离来说确实很强，但是和轩辕剑还是比不了的，直接收进背包准备换钱。第143章星蓝榜。收起所有的物品，将声望券也直接使用，陆离的总声望也是来到了8500点，倒是一直没有花出去，继续留着吧，以后换更好的东西。至于金币，陆离本以为自己攒够10万金币或许是要花些时间，没想到现在已经攒够了10万金币了。最近这段时间，陆离也是一直在刷野做任务。陆离毕竟是越级刷野，获得金币的数量会很多，每天至少好几千金币，这一天天下来就已经够了10万金币。不过材料倒是没有消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再次给轩辕剑解除封印。铂金级武器倒是好说，无论如何都是可以买到的，但是这陨星丹得看运气。陆离也是一直在搜寻陨星丹的相关消息，只知道上次出现是在3个月前，目前还未有售卖的相关消息。随后陆离赶往了一处野怪地点，开始刷怪。陆离现在的活动地点十分固定，上来先是刷一轮副本，然后有任务就做任务，没任务就直接刷怪，刷完清理背包，没用的就直接扔进分解机，有用的就直接送到珍宝阁售卖，然后每天进行循环。这次陆离可是挂上了一个重量级物品，就是那件史诗级武器。珍宝阁当即表示他们会在几天后的拍卖会上进行拍卖，这等物品已经可以当做压轴来进行拍卖了。毕竟现在的史诗级物品可以一件难求啊，很多顶尖高手都还是在用钻石级武器呢。可想而知，这次出现史诗级武器将会引起多大的轰动。不过这就和陆离没有多大关系了，几天后的拍卖会上并没有陆离想要的东西，所以陆离是不会参加的。同时陆离也是告知工作人员让他多留意陨星丹的消息，一旦出现就立刻通知陆离。作为珍宝阁现如今最大的进货商之一，珍宝阁自然是把陆离的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甚至经理直接表示一旦有消息直接私下售卖给陆离，让陆离100%可以拿到陨星丹。陆离很是满意珍宝阁的态度，不管是不是真的，有这句话就证明了珍宝阁对他的重视程度。不止如此，珍宝阁现在已经将陆离的身份提高到了贵宾，所有物品9折售卖给陆离。不过陆离并不会买太多东西就是了，自己就是物品的产出者。离开了珍宝阁，时间也就差不多到时候了，陆离直接选择了下线。早上醒来，陆离吃完早饭之后就见到了星蓝大学的官方人员来此。随后陆离带着早就收拾好的东西，一个行李箱，便是上了官方人员的飞机。陆离也不担心对方是假的，毕竟对方的身边是跟着游学林的。游学林就是之前在特训时见过的那位，是龙泉市的最强者，有他在就证明这次的来人是真的星蓝大学的人。更何况陆离也是见到了对方出示的官方证件，以及印着星蓝2字的防伪图标，这可是伪造不来的。进了飞机之后，陆离便是看不到外面的景象了。陆离也明白这次的行动是秘密进行的，既不能暴露给敌人，也不能暴露给学生，万一有的学生记下了星蓝大学的地点，那还是有可能出事情的。不知过了多久，陆离悠悠醒来，已经到了。下了飞机，外面的景色甚是迷人，蓝天白云，青色草地一望无际，在面前是一片建筑群，这群大楼科技感十足，宛若来到了未来，见到了未来科技。最左侧一个建筑物如同一架超大飞机，有点像外星飞船。在最中央是一个超大的建筑楼群，差不多是有30层高，宽度更是有高度的一半。在建筑楼群的前面是一个腾飞的巨龙雕塑，巨龙盘绕在一个超大石碑之上，石碑上是密密麻麻的字体，最上方是3个大字星蓝榜。陆离跟着官方人员边走边看，
官方人员转身对陆离说道：“看到了吧，那个腾飞的巨龙，石碑上就是星蓝榜，上面从高到低是战斗力的排名，就是专门为战斗职业准备的，和神域里的战斗力排行榜很是相像，但是也有区别。区别就是在于一个是单独的新手服务器内部的，而这个则是整个星蓝大学的，也就是说是4个年级的混合排名。第1名就是整个星蓝大学最强的学生。若你实力足够，那么即使你是刚刚入学，那么同样有机会打倒4年级生，成为整个星蓝大学的最强者。你可能有个疑问，排这个榜单有什么用呢？难道只是为了激励同学们吗？那我就告诉你，整个星蓝榜一共只有100人，而这100人就是享受着整个星蓝大学最大的资源倾斜，特别是前50名和50到100之间资源也是差了很多，所以尽全力冲刺前100吧。听完官方人员的介绍，陆离心中顿时明了，原来这个榜单和战力排行榜一个性质，看来自己也要抓紧时间冲上去了。越早享受更多的资源，实力自然就会变得越强，这是一个正反馈。陆离刚一抵达星蓝大学，便是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成为星蓝榜的第1名。当然，现在自然是要先成为前100名，进入那个榜单。根据每届大约招收100人来看，一共是400人左右，除去大约100人的辅助职业，看来就是300人在争这100个名额了。而陆离已经是本届最强者了，那么拦在他面前的就只剩下200人左右了。而上一届的学生，也就是比自己领先了1年时间而已。陆离觉得自己还是有希望击败上一届的所有人的，至于上上届，目前可能还是有些悬，得具体交手之后才行。这样看来，自己还是有希望直接进入前100名的。第144章阿娜塔的搭讪。虽然说自己有望进入前100名，但是刚才官方人员也说了，前50名是一次质变，自己还是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抓紧进入前50名才行。就是不知道具体的奖励是什么，估计之后自己也会得到相关的信息吧。陆离跟着工作人员一直走，来到了一个小广场。广场上此时已经站了不少的同学，有华夏的，有国外的，都是同一届的同学。在最高处还站了一个中年男子，应该就是这次星蓝大学的官方人员了，估计一会还会发表一下欢迎词什么的。陆离到了之后，一旁的工作人员说道：“好的，已经到地方的，陆离同学稍等片刻，等人齐就可以了。”陆离点头说好，工作人员也是随之离去。陆离来到一个角落，静静等待。相比于其他同学们的聚集交流，陆离就显得孤单许多。不过，陆离毕竟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作为单人赛道的最强者以及颜值的最顶尖者，陆离的一举一动都是吸引着众多的目光。陆离刚刚来到了角落，就是已经有人主动凑了过来。“你好呀，帅哥，我是阿娜塔 X 毕根斯，你可以叫我阿娜塔，或者娜娜也可以的哟。”只见一个金发美女摇曳着身姿走了过来，顺便用着诱人的嗓音和陆离打招呼。这位金发美女一看就是欧联区的人，身材极好，身高1.7米多，贴身的衣服显出优美的曲线，衣服紧绷，让人不自觉去想是不是塞了些什么东西。后面一个男生更是看着她丰满的臀部看入迷了，而她的脸蛋更是不错，大大的眼睛，金色的瞳孔，吹弹可破的皮肤，看起来极为迷人。美女主动打招呼，也是引起了周围不少同学的侧目。他们刚才就注意到了这个金发美女，只是没有主动靠近，因为她的气场很是不弱。而且他们也都听过这位美女的名号金发幽灵。美女是个顶尖刺客职业玩家，心狠手辣，却又貌美如花，真是让人又爱又恨。她也是本届服务器的公认的第2强的刺客。一个女生达到这种地步可是很不容易的。面对美女的搭讪，陆离只好礼貌回应一下：“你好，我是陆离。”陆离倒是也听说过她的名号，只是自己并不喜欢这样的女生，虽然她确实很漂亮，但是感觉很危险，就像带刺的玫瑰一样。而且对方是个外国人，陆离更是不想有过多的了解。现在蓝星的形势逐渐变得危机，自己现在根本没有任何谈恋爱的想法，毕竟心中无女人，拔刀自然神。虽然这样说是有些夸张了，但是不可否认，谈恋爱也会占据大量的时间，有的时候自己还要和他组队，那自己的升级效率恐怕会大打折扣。对于目前一心提升实力的陆离来说，谈恋爱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甚至于说陆离现在都没有想要找队友的打算，毕竟同届中没有人能够跟上自己的脚步。久仰大名，你是一个人吗？可以一起聊一聊，认识一下吗？阿娜塔笑着说道，顺便凑得更近了。随着他的靠近，陆离已经闻到了那似有似无的香水味，甚至可以看清他嘴唇的纹理。听到他的话语，陆离当即摆了摆手说道：“抱歉，那是另外的价钱，我还有事，我先离开一下。”陆离直接表示自己没兴趣，然后便迅速离开了。
虽然陆离也不知道去了，但是先离开了再说。自己倒不是怕他，就是不想惹上这个麻烦。陆离离开后，阿娜塔有些惊讶，竟然如此果断地拒绝了自己的搭讪。阿娜塔脸色变得有些耐人寻味，粉红的小舌头轻轻舔了下嘴唇，轻声喃喃道：“有意思，有意思。”随后，阿娜塔也离开了。其他的围观同学都是在惊讶的交流：“什么？阿娜塔被直接拒绝了？厉害！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竟然有男人能够抵挡住阿娜塔的诱惑。难道他有女朋友？没听说啊。我知道的消息就是他实力无敌，但是一直是单身，没听说有女朋友。难道没有女朋友才能成就无敌？啊，我也没有女朋友，也没见过无敌啊。那只能是你的问题。”陆离离开后不久，人就差不多齐了，毕竟专机接送速度很快的。所有人到齐之后，那名中年男子召集了所有的学生聚集在一起。在聚集完毕之后，中年男子用洪亮的声音说道：“大家好，我是江俊峰，是新兰大学咱们这一届的教导主任，也可以理解为院长。大家的事情都将交由我来负责。那么，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的新兰大学。”说完，男子主动拍起掌来，啪啪啪，霎时间掌声雷动，学生们也是很给面子，巴掌拍得很响亮。嘿嘿，很好，我已经感受到了同学们的热情，再次欢迎大家。那么，我们就来讲一下新兰大学。首先，我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新兰大学就是咱们蓝星最强的学府。你们来到这里，毕业之后就是最强的。那么，我们一起看那边。说着，江俊峰面朝新兰榜的方向，指了指那条腾飞的巨龙，那就是新兰榜，在上面的学生就是我们整个新兰大学的最强的同学。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你们的名字。现在在上面的名字大多是4年级和3年级的学生，还有一小部分的2年级学生。不知道咱们这一届需要多久时间能够出现第一个登上榜单的人？如果说一个时间，我希望是立刻，因为我相信大家，我知道大家的潜力。好，新兰榜就是大家目前的第一个目标，都知道了吗？同学们也是热烈的回复他的话，知道。第145章陨星丹。江俊峰在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回应之后，也是继续说道：“很好。”随后，江俊峰讲解了关于新兰大学的历史，以及介绍了诸多新兰大学的教室和各种特殊教室。这次的讲解非常的细致，同学们还结合了地图，也是对新兰大学的各个地点有了清楚的了解。同时，江俊峰也是告诉了同学们的宿舍所在地。每个地区的宿舍是不一样的，按照规定，各个区的所有同学是在一起的。所以，陆离会到华夏区的宿舍入住，同时他的室友也都会是华夏同学。当然，这里的室友是包含了各个年级的学生的，从大1到大4都是居住在同一区域的。不过，每个人分到的都是一座小房子，而不是大家居住在同一个房间。这个房子满足了各个同学的居住要求，包含了客厅、卧室、厨房等等，而且整个区域环境宜人，很是适合居住。整个宿舍区大的惊人，毕竟是5个大区，一共接近有400人。另外，新兰大学还有图书馆，可以查阅各种珍贵的资料，这些一般都是在网上见不到的资料。而且，新兰大学还有类似珍宝阁的功勋兑换处，这个功勋指的是用功勋点兑换各种珍贵的物品。陆离获得单人赛道的第1名，就是获得了50点功勋点，其他名次的功勋点则是要依次减少。在这里可以兑换珍贵装备、技能，还有经验书这种稀有物品。陆离已经按捺不住要想花掉自己手里的功勋点了，毕竟花出去增强自己才是功勋点的正确用法。至于功勋点的获取方式，江俊峰也是告诉了同学们，一般功勋点都是通过各自学校活动、特殊活动以及各大区的对抗活动来获得的，而且在与其他星球的公开对抗中也是可以获得功勋点的。即使没有特殊的活动，学校也会不定期举办相应的活动来让同学们获得功勋点，而且根据新兰榜的排名，也会按照名次每月发放功勋点，所以新兰榜的排名在新兰大学是至关重要的。这下子所有的同学就更加重视新兰榜，恨不得现在就可以登上榜单。陆离自然也不例外，而且他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登上新兰榜的。江俊峰继续介绍了不少的事情之后，也是终于讲话完毕。好，咱们这算是第一次集体会议吧，主要就是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以及为大家简洁的讲解一下新兰大学的设施和各种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那接下来大家就可以跟随各自大区的学长学姐到宿舍休息了。那么明天大家就开始正式上课。在每个大区的前面都站着几个高年级的学长学姐，陆离等人都是跟着他们走向宿舍区。华夏区这一届一共有20人入选，13名男生，7名女生，男女各自是在一片区域的。
陆离等男生就跟着学长来到了男生区域，而女生们则是跟着一位学姐走向另一侧。华夏区的宿舍楼称为龙渊阁。陆离来到了自己的房子前面之后，也是对学长表示了感谢，然后便走进了房间。自己的行李早已被安放妥当，陆离用的东西都是这里的标配，并没有自己带床褥等物品。陆离打开自己的行李箱，将一些小物件摆放好，就彻底完成了。陆离舒服地躺在床上，在这里自己将开启新的一段人生旅途，自己感觉很是自由，比待在龙泉市更开心。或许是在龙泉市的3年太过压抑了吧，在这里陆离觉得自己有种焕然一新的感觉。陆离参观熟悉了一下这个房子，然后便是躺在沙发上看论坛消息。中午，众人来到了餐厅，华夏区的学长学姐们也是个年级都派出了几个人和新到的陆离等人一起吃了一顿午饭，表示了对陆离等学弟学妹的欢迎，同时也是分享了一些自己在这里的经验。陆离也是得到了久违的关照，对这些学长学姐还是挺喜欢的。下午，众人来到了功勋兑换处，现在就是陆离等人进行兑换的时候了。按照学校的安排，所有的新生是分批次进行兑换的，而且也不会有不公平的现象发生。因为陆离等新生的功勋点毕竟还少，而学校的存货又是十分充足，所以众人也不必担心自己想要的物品被抢光就是了。陆离等人进行排队，不多时便是轮到了陆离。陆离走进房间，便是看到了一个大的屏幕，屏幕上就是密密麻麻的兑换清单。在一旁有一个老者，老者说道：“自己看一下，想要换什么直接标记，然后点兑换就可以了。”陆离听到老者的话语之后，便是看起清单来。装备和技能这些自己很容易就可以得到，直接忽略就可以了。而且自己现在是一身史诗级装备，比这更好的装备自己也是换不了的。等等，陆离眼神顿时亮了起来。陨星丹，瞧瞧我看到了什么？陆离脸色顿时一喜，没想到自己在这里看到了陨星丹，可真是幸运。陆离立刻看向价格，50功勋点。这陨星丹也是整个清单里面最贵的物品之一了。可是陆离就只有50功勋点而已，自己是选择直接在这里换，还是在游戏内继续赌呢？干了，直接兑换。陆离并不打算继续等下去了，抓紧将轩辕剑提升上去才是目前最要紧的事情。于是陆离作为功勋点最多的人，却是只换了一件物品。在点击完兑换之后，陆离将会在游戏内收到这件物品。随后陆离便是离开了功勋兑换处这个房间，老者则是有些惊讶的看了陆离一眼。功勋兑换仍旧在进行，而陆离则是已经回到了房间内。陆离下午无事，自然还是如同往常一般泡在了论坛上。第146章，开学第一课，坐我后面会倒霉。论坛上的消息依旧火爆，虽然同学们早已经是分成了2个方向，一部分仍旧是学生，另一部分却已经是社会人了。而没有继续能够在学校的人，也只能接受自己的命运。但是服务器还没到关闭的时候，这群人依旧是有希望。只要后续有奇遇，在服务器关闭之前，照样有机会进入更高等级的服务器。他们依旧有改变自己人生的机会。而成功进入大学的学生们，自然就是进入各自的大学，利用学校的资源尽快发育了。此时论坛最火爆的消息就是新版本的消息了。官方已经宣布，新的版本将会在8月1日正式开启。这中间的几天让陆离也是比较难熬，可以说这段时间就是自己的长草期了。目前陆离能做的就是不断冲刺自己的副本记录，稳固自己的第1名的位置，然后就是有任务就接任务，没任务就刷野。光是听着就觉得有些无聊。其他人一般都是组队就还好，毕竟一起刷野还能聊聊天，或者是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不过现在有资格成为陆离队友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陆离继续看官方发布的新版本消息，上面写着8月1日直接开启，将会开放新的地图，以及会出现新的野怪，同时还会有一个大型活动。陆离瞬间就是有了兴趣。之前的好多版本更新，自己都是连影子都没见过，神域都没有进过，何谈参与呢？每次版本更新的活动，自己都是零参与，一点奖励都没有混到。而这次陆离终于是有机会了。一般的活动都是竞技对抗，也就是凭借实力，而陆离最强的就是自己的实力。这次的活动自己可以施展拳脚了。然后陆离便是浏览起了相关的消息，同时也是了解了一下以往的活动，好有个心理准备。下午的时间匆匆而过，陆离继续来到餐厅吃完晚饭。这里的食物都是用的神域内的食材，也是比较珍贵，陆离也是选择了几个进行吞噬。不过陆离也是只吞噬了几次而已，他准备慢慢试，看哪个比较好。再者，吞噬这些和吞噬游戏内的高等级野怪区别不大，倒也没必要在这么多人面前频繁使用天赋。晚上6点，陆离进入神域世界，现在还是没有开放新版本的。陆离在看到了消息之后，
再看到依旧没有改变的神域，更加对几天之后的神域充满期待了。一如既往，陆离做完自己的每日任务之后，就和野怪进行激烈的战斗，一直到了现实世界的早上6点，陆离从神域世界回归现实世界。今天是正式开学的第一天，陆离需要到教室去上课。上午是理论课，下午是实践课。陆离吃完早饭来到了教室之后，发现教室里面的人还是比较少的。陆离选了一个靠窗一侧位置偏后的位置。陆离并不是喜欢坐在前排的学生，他更喜欢靠窗以及中后排。教室很大，陆离倒也没有去坐到最后排。根据陆离的经验，最前排和最后排都是比较危险的位置。在没有摸清新兰大学老师的脾气之前，这两个地方自己还是尽量别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学们也是三三两两成群结队，陆陆续续进入了教室。嗨，陆离同学，旁边这里没有人吧？陆离在看向窗外的时候，突然有酥酥麻麻的声音传入耳朵。没。陆离习惯性想说一句没有，但是在转过头看清楚来人之后，陆离立刻就停嘴了。有人的，我替他占了位置。陆离立刻改变了自己的话。阿娜塔在听到没这个字后，便是要直接坐下，结果就听到陆离改变了话语，接着他就眉头一皱，一脸不太开心的模样。很明显，自己是遭到陆离的讨厌了。陆离刚才肯定是要说没有人的，但是在看到自己之后就立刻变了。可恶，我就这么没有魅力吗？竟然再次被拒绝了。那好吧。然后阿娜塔就坐在了陆离的后面。不好，陆离刚想要说后面也有人了，就被阿娜塔打断了。陆离同学，你不会是要说后面也有人了吧？阿娜塔语气稍稍有些不善。陆离无奈，看来自己的演技有待提高。那一会万一没有人来坐在自己的旁边，然后被阿娜塔看到，那尴尬的人岂不是自己？陆离心一横，尴尬就尴尬吧，只要自己觉得不尴尬，那尴尬的就是阿娜塔。陆离回应道，没有，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个秘密，那就是坐在我后面的人会倒霉。然后陆离就玩起了手机，等待上课。阿娜塔轻哼了一声，心里想着鬼才信你。时间悄悄过去，很快8点钟，上课时间到了。一个40岁左右的男老师走了进来，看来他就是教导理论课的老师了。在老师走进来之后，教室便是安静了下来。毕竟这里是新兰大学，大家还是保持了一定的敬畏的，可不敢在这里胡闹。随后男老师满意的点头，然后他打开了后面的屏幕，然后他一边操作屏幕一边说道，好，介绍一下我自己，厉飞鹏。之后呢，就是大家的理论课的老师，具体就是告诉大家理论知识。有的同学可能会疑问啊，我们在神域中战斗不就好了吗？还需要理论知识？其实啊，这里面可是有大学问的，很多东西你们第一次见到可能会惊慌失措，一头雾水，可能这就错过了一个好的机缘。那么我呢，就是来让你们对神域世界更加熟悉的，让你见到一只野怪就能够认出它，在自己探查技能不够厉害的时候，仍旧能够知道它的具体信息，让你见到一个机关就知道该怎么解，让你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坏东西。陆离同学，后面的那个同学。第147章，实战老师穆希倩。陆离同学，后面的那个同学。突然的一个转折让同学们都是一惊，被提到名字的陆离更是吓了一跳。不过后面的这句话就让陆离有些哭笑不得了，自己之前还说坐在自己后面会倒霉的。老师我在。被突然叫到的阿娜塔慌乱地站了起来，此时的他有些迷茫，又有点羞愧。老师厉飞鹏笑着说道，我也知道，陆离同学是咱们这一届最强的学生，颜值也是如此出众，吸引女生的目光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一直盯着他也不是太好吧，这种事情完全可以在课下，在神域中去做，私下去交流会更好一些。咱们课上还是注意一下，毕竟刚刚开学，大家还是好好听讲比较好。听到了喊阿娜塔站起来的原因之后，课堂上响起了不少的窃笑声。阿娜塔低着头说道，是，老师，我知道了。厉飞鹏回应道，坐下吧，我们继续讲。陆离也是顿时明白了原因，原来这阿娜塔一直在盯着自己看。什么情况？自己的魅力这么大的吗？虽然陆离自己尚未搞懂原因，但是现在看来这阿娜塔很是危险啊，他一直盯着自己到底是想干嘛。课堂上正剩下了老师厉飞鹏的声音。10点钟左右，课程结束。没错，课程只有2个小时，随后就是同学们的自由时间，想要回去休息还是和朋友喝茶聊天都可以。陆离自然是选择了回到房间，他感觉自己只要留在这里就会被阿娜塔搭讪，自己还是离他远一点比较好。回到自己的房间，小小休息了一会儿之后，陆离再次泡在了论坛上。下午，
陆离来到了所谓的操场。这里是下午的实践课的地点，名为新兰实战场。之所以叫实战场，就是因为在这里教授相关的实战操作。陆离等人再次齐聚之后，在几分钟后也是见到了他们的实战老师。令陆离等人有些惊讶的是，他们的老师是个女人，还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大家好，我是穆西茜，在接下来的1年，我将为大家提供实战指导，希望大家在实战方面可以有所进步。在穆西茜空灵的声音之下，同学们都是有些呆住了，特别是对于那些男生来说，他们实在是没有想到自己的实战老师会是一个声音如此好听的漂亮姐姐。看穆西茜的年纪，最多也就是30左右，有可能更小。在老师说完话之后，同学们开始激动起来。好的，老师，没问题。老师，你怎么这么年轻啊？对啊，对啊。面对同学们的疑问，穆西茜浅笑着回应道：“这个问题嘛，其实是因为我比较厉害，嘿嘿。”看到漂亮姐姐还这么亲切，同学们更加喜爱她了。随后，课程就正式开始了。穆西茜用着温柔的语气缓缓地说道：“那好，同学们，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实战操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想必很多同学都是很疑惑，我们只要等级高、属性强，那伤害不就很高吗？用技能就好了呀，为什么还要练习实战操作呢？其实啊，这也是为大家以后提前做准备。大家也都知道，以后的很多战争都是在现实中展开的，那么战斗的机制就发生了变化。这时候，战斗的技巧、操作以及时机的把握都显得尤为重要。另外，实际的伤害也会产生变化，针对弱点和要害的攻击造成的伤害也就越高，而打在武器等物品，而没有对身体造成伤害，甚至是不会对对方造成伤害，这些大家也都有所了解。所以，实际上现实和神域区别还是很大的。那么，以后大家就是会使用统一的身份模板来进行实战技巧的练习，这样就不会造成因为等级和属性上的差异而来到的不公平了。那大家有序来到场馆吧，我们去使用统一的身份。陆离等人对这些也是有所了解的，所以也并没有过多的惊讶。陆离更是深知这一点，自己这一路走来基本上就是靠的属性碾压，而真正的实战技巧并没有多少，所以陆离也是准备认认真真的磨练一下自己的实战操作。在使用了统一的身份登入神域的服务器之后，众人来到了神域投放到现实世界的小型区域。在这里，众人将展开实战练习。作为本届服务器最强的一批玩家，大家都深知实战操作技巧的重要性，所以都是在认真对待。穆西茜来到所有人的中央，为了让大家直观的感受一下，接下来大家都可以向我发起挑战，我们1v1，赢了我的奖励10点功勋点，有谁想要挑战的？在穆西茜说出这句话后，便是好几个直接举起了手，不知道是对自己的技巧十分自信，还是单纯的想和穆西茜交个手。总之，穆西茜也是没有多考虑，直接同意了。首先是那个叫得最高昂的一个男生，我看看，你是阿布斯罗是吧？来吧。穆西茜说着，然后两人拉开了距离。两人都是战士职业，穆西茜是剑士，阿布斯罗则是刀客。两人渐渐互相接近，在距离3米之时，穆西茜突然发难，一个冲刺，让得阿布斯罗直接就往后撤了一步。穆西茜再次一个冲刺，直接一剑击了过去。砰！阿布斯罗拿刀直接挡住了。阿布斯罗嘴角开始翘起，看来是有些得意。不料这只是穆西茜的一个虚招。只见穆西茜一个折返，一剑砍在了阿布斯罗的脖子上，一个要害攻击触发暴击，直接打掉了阿布斯罗1/3的生命值。随后更是连招不停，突然如同狂风骤雨一般的攻击便是落在了阿布斯罗的身上。阿布斯罗应对很是慌乱，竟是完全招架不住。穆西茜虽然是女人，但是她的攻势很是凌厉，1分钟不到，阿布斯罗便是死亡了。周围观看的同学们都是惊在原地。第148章新版本来临，陆离的无敌属性。在看完了穆西茜的个人表演秀之后，众人都是不敢小看穆西茜了。阿布斯罗面色尴尬的在一旁复活，没想到刚开始见面的时候，穆西茜如此的亲切，结果到了战斗的时候，竟然如此心狠果断。阿布斯罗本就是因为看到穆西茜的绝美容貌才如此积极的，没想到自己这次丢了这么大的脸。来吧，下一个，没点实力怎么当你们的老师呀？对不对？穆西茜浅笑着说道，还是如此的亲切，语气甚至是有些可爱。但是在看过刚才的单挑之后，同学们现在可不敢将他看作可爱的老师了，不能被外貌欺骗了啊。下一个男生是一名法师，不过他可不会像阿布斯罗那样轻敌了。一上场，男生帕布里克就是先给自己用上了一个护盾，然后开始施法。穆西茜辗转腾挪，竟然是躲开了大量的法术，有的法术在周围的同学们看来那都是必中的，没想到竟然还是被穆西茜躲开了。看来平时的战斗给了他们很大的错觉啊，实战经验还是不够。
随后，随着距离的拉近，穆西茜再次快刀斩乱麻，直接一波凌厉的攻势，让的帕布里克被碾压致死。接下来的几次单挑都是以穆西茜满生命值碾压结束。所有的同学在这几次单挑之后，也是对穆西茜满是信服。之后，穆西茜便是对刚才的几次战斗细致的进行了讲解，让同学们都是更好的理解他是如何做到的。一下午的时间都是在讲解和对练中度过。在之后的一周时间里，白天都是由理论课和实践课两个课程组成，晚上陆离则是做任务刷野。经过理论课的讲解，陆离等人了解了更多的神域世界中的知识。在实践课上，陆离等人则是一边听穆西茜讲解，一边进行对练。陆离也是有了一个固定的对手作为陪练，一般都是相同职业的2人组成一队，这样也是最简单的最基础的，在后面才会进行不同职业对手的战斗。一周时间匆匆而归，新的版本终于到来了。8月1日，陆离进入游戏后，也是得知了系统自动发出的版本更新的消息。这个在白天就已经引起过巨大的讨论了。陆离大致扫了一眼，和之前说过的是一样的，所以也没有再去耗费时间去重新看一遍了。版本更新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等级可以提升到50级以上了，虽然目前还没有人达到50级就是了。陆离则是在前几天提升到了41级，恭喜你升到41级，获得3000点自由属性点，请按需分配。目前在本服务器中，您的等级排名为278位，华夏区等级排名为52位。在没有经验书的帮助的情况下，陆离升级实在是有些慢了。虽然比起其他同学，自己的速度已经够快了，但是陆离还是觉得不够。不过好在新的版本终于到来了，在这一段时间，等级也会有一段快速上升期。众所周知，新的版本到来之后，就会带来大量新的任务以及大量的活动。任务和活动则是会奖励大量的经验值。陆离进入神域世界之后，便是来到了城主府觐见宁光城主。任务，那肯定城主的最香啊！你来了，正好，我现在正焦头烂额呢。现在我正有大量的事情需要做，你来的正好，帮我处理几件事情吧。宁光城主看到陆离来到大殿之后，脸色顿时一喜，随后就是要给陆离发放任务。这就是和 NPC 熟悉的好处了。陆离简直是求之不得，当即说道：“为城主大人分忧解难，属下义不容辞。”然后陆离就是得到了4个任务。看来新版本的到来让宁光有了很多事情需要玩家来处理啊。陆离接到任务之后便是离开了城主府，然后前往任务所在地。陆离在得到陨星丹之后，当天就是直接将轩辕剑解封了。现在轩辕剑的属性越发强大了。轩辕剑封印中，品阶神级，属性物理攻击加1000000点，生命值加50000点，特殊属性轩辕无坚不摧，嗜血帝君，磨损的力量，天动万象，待解锁，耐久度永久，解除第5重封印条件，使用霓裳星莲 X10并献祭10件钻石级剑类武器。装备要求青山离所有，备注不可交易，不可掉落。在获得全新的轩辕剑之后，陆离的属性如今彻底爆炸，可以说完全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了。在这个月的新蓝榜竞争中，陆离很有机会直接上榜。新蓝榜的竞争之后再说，先看一下陆离如今强大的属性。玩家青山离，等级41级，职业剑神，副职业炼丹师、炼器师、分解师、鉴定师，生命值725000，法力值7万，物理攻击24万1000000，法术攻击2万，物理防御17万1300000，法术防御14万1000000，精神14万1200000，速度12万50000。在40级到45级阶段，陆离每次升级能够获得15000点物理攻击以及3000点自由属性点，同时每次升级生命值提升2万点，法力值提升4000点。在40级以后就不会再提供速度增加了，而是会全部作为物理攻击的收益。同时每提升1级都会多加 10% 的生命值转化。目前陆离是41级，可以转换 30% 的物理攻击，也就是额外获得54000点生命值。第149章清理魔族营地。陆离先是来到了宁光城主给的第一个任务的具体地点。最近这段时间，魔族蠢蠢欲动，派出的魔族势力入侵的越来越频繁了。陆离从宁光城主那里接受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清理魔族营地。城主任务：清理魔族营地。任务介绍：礼月城外魔族势力越来越多，并扎起了他们的营地，宁光城主希望你能去清理一下。任务需求：清理10个魔族营地。任务时限2天。陆离现在就是来到了一个魔族营地附近区域，
在这里，陆离便是已经看到了魔族的战士，魔族的人形态都是比人族要高大一些的，平均要1.9米以上的样子，而且他们的兵种也是和人族相近的。比如魔族的营地中就有诸多职业的魔族战士，包括盾牌魔战士、魔族剑士、魔族法师、魔族弓箭手、魔族重铠王等。他们也会和人族一样进行分工作战，在战斗时，最前面让拿盾牌的魔族战士顶住作为坦克进行抗伤，而法师和弓箭手就会在后面进行输出。其中的首领，比如魔族重铠王，更是会拿着武器，披戴着重型铠甲，顶在最前面。一般这种任务都是让玩家们组队来进行解决的。好在陆离自己的属性足够强，而现在处理的这些魔族战士等级又不高，毕竟他们是与现阶段的大部分玩家相匹配的。这些魔族战士的等级大多是在45级左右，更高的是在48级左右，所以这个任务对陆离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完成的。陆离面前的这个营地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营地，营地内帐篷有很多，粗略估计都是有几10个以上，而魔族的战士们就扎堆在外面，有的坐在篝火旁边，有的在和其他魔族战士嘻嘻哈哈。陆离在接近之后就直接发起了攻击，以自己现在的实力，不需要和他们搞花里胡哨的，直接干就完事了。天动万象，天降陨石，砸落全场。在使用过很多次的天动万象之后，陆离的这个技能范围已经是很大了，而且在造成群体石化控制效果的同时，伤害也很是不俗。只见陆离面前的所有野怪都是蒙上了一层岩石，这是被石化的效果。接着就是陆离的多个群体范围伤害技能，表里沙燎乱，席卷荒海。只见魔族战士们的血条都是突兀的减少了一大截。接下来就是陆离的肉搏战了。拥有超高生命值和强大吸血能力的陆离根本无惧魔族战士们的攻击。好，反应过来的魔族领袖魔族重铠王庞大的身躯立刻是冲了过来，他手持巨大重盾，身披重型铠甲，头部还戴着巨大的头盔，看起来英武异常。可惜陆离是无视防御的，魔族重铠王是对他造不成任何威胁的。他和其他的魔族战士的差别就是他的生命值最高，让陆离需要多花些时间来处理他而已。啪！呼！魔族的战士们在石化效果结束后都是反应了过来，魔族的弓箭手们立刻站到高处的台子上放箭，魔族法师则是在后面释放法术。可惜陆离在击杀魔族前排战士的时候是可以一直通过他们进行吸血的，这血量根本下不去，这就是一场屠杀。10几分钟后，陆离才把整个营地的魔族战士彻底消灭。清理完战场，将所有的物品都收集之后，陆离前往了下一个营地。再次使用几10分钟清理完营地，陆离拿出了分解机。陆离背包的物品是时候要清理一下了。陆离如今的幸运值如此之高，掉落的物品也是很多，占据了背包很大的空间。现在陆离时不时就要花时间分解一下背包里的物品，等背包的剩下的需要卖到珍宝阁的好一点的物品够多了，就一并送到珍宝阁寄卖。陆离现在的金币都能顶得上一个小工会了。陆离将背包里的品质较差的物品全部扔进了分解机分解，这个过程也是耗费了陆离不少的时间，毕竟物品实在是太多了，这就是幸福的烦恼吧。毕竟要知道，陆离现在的背包容量已经扩展至现阶段可以扩展的极限了，但是仍旧是很快就填满，可想而知陆离到底每天收获多少物品。这样一看，陆离一人顶得上别人一个工会的产出也不足为奇了。终于是分解完毕，陆离的分解师等级也是来到了4级，可以说是现阶段最顶尖的分解师了。要知道，现在礼月城内的官方分解师的分解等级也不过是4级罢了。按照陆离的现在的速度，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能超过礼月城官方的分解师了。分解完毕，陆离整装待发，继续前往下一个魔族营地。一上午时间过去，陆离终于把所有的营地清理完毕。现在陆离也是有了自己的猜测，这一个版本很可能就和魔族的大面积入侵有关。官方的爆料也是偏向于魔族的一些的动作，再加上宁光城主分配的任务，陆离觉得自己的猜测应该没问题。第一个任务完成，陆离没有着急去交任务，反正离升级还差得远，还是等所有任务都做完再一起去交吧。陆离看了一眼第二个任务，城主任务，暗杀魔族首领加维尔。任务介绍，礼月城外魔族势力越来越多，并扎起了他们的营地。根据礼月城战士的探查，这一切的动向都和一个魔族的小将领加维尔有关。宁光城主希望你能将这个将领加维尔击杀。任务需求，击杀加维尔。任务时限2天。这个任务是上一个任务的后续任务。陆离通过清理魔族的营地获得了几个关键的物品，这些物品里面就有几个地图碎片和加维尔的位置有关。在陆离清理完所有的营地后，这几个地图碎片合成了一个地图，这个地图上就标出了魔族将领加维尔的位置。
龙首谷第150章雷电使徒加维尔。陆离刚一来到龙首谷，就看到了数不清的魔族战士，在最外围就是一群巡逻的魔族战士，在里面更是分散了好多个营地。至于加维尔，根本不清楚在哪里，大概率是在最中间，这就有些难办了。来这里之前，陆离还以为就是一次简单的暗杀呢，没想到竟然还需要先把一大群小怪给清掉。没办法，直接硬着头皮一步步深入了。想要直接暗杀掉加维尔是不太可能了，毕竟自己只要进去就会被这些最外围的巡逻战士看到并纠缠上。而加维尔作为魔族的将领，大概率是在最中心的位置，自己也只能一步步杀进去了。好在这些魔族提供的经验值相比于同等级的野怪要多上一些，陆离倒也乐得刷野了。呀哈！陆离刚一出现，就是被巡逻的魔族战士给发现了，他们顿时持着盾牌冲上来，而后方的魔族弓箭手和魔族法师则是在后面摇晃法杖，开始释放法术。啪！数道剑枝同时打了出来，可是并没有打在陆离的身上，而是落在了地上。陆离技能一个接一个，仿佛不要钱一般就释放了出来，配合上踏前斩技能，陆离收割得很爽。通过踏前斩作为一个位移技能，再搭配上自己的超快速度，陆离很快就来到了后排。这时候才姗姗来迟赶来了一个小 boss， 是重型魔铠王。但是陆离现在毕竟是想要追求击杀的速度，所以就没有过多去管这个重型魔铠王。陆离速度很快，魔族的战士根本追不上陆离，都是在被陆离带着节奏走。随着战场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魔族战士靠了过来，陆离也是稍微感受到了一丝丝的压力。越来越多远程魔族战士的加入，让陆离躲避攻击越来越难，而陆离身陷敌阵，也只能依靠自己强大的吸血能力来稳住自己的血线。不多时，陆离听到一声大吼：“是谁？竟然能杀我这么多魔族战士！”好！陆离听到后远远一看，只见一个异常高大的魔族战士手持一把长枪飘了过来。是的，他是悬浮在半空中的，当然距离地面很近，飘在半米高的位置，但是配上他高大异常的身形，就显得很有压迫感。满身的高科技感的铠甲将他包裹得严严实实，头部双眼处散发着蓝光，隐隐向外飘散蓝芒。陆离看了一下这个魔族战士的信息，顿时就是一喜。魔族雷电使徒加维尔，等级50级，种族魔族，品阶钻石级，生命值800万，法力值10万，物理攻击15万，法术攻击12万，物理防御10万，法术防御10万，精神5万，速度8万。技能雷电护盾电能冲击，感受雷霆，雷霆冲击，聆听魔念。雷电护盾，雷电使徒作为魔族信仰雷霆一脉，收到雷霆庇佑，获得一层能够抵挡所有伤害的护盾，护盾值为自身生命值的 30%， 当护盾被打破后，需要3分钟时间重新凝聚。在雷电护盾被打破后，雷电使徒还会获得 50% 攻击力加成，包括物理攻击和法术攻击，持续30秒。电能冲击，雷电使徒释放一道电能冲击波冲向目标，造成1000000加120百分号法术伤害点伤害，法力值消耗3000点，冷却时间30秒。感受雷霆，雷电使徒召唤数道雷霆降落到目标周围，造成1500000加130百分号法术伤害点伤害，法力值消耗5000点，冷却时间60秒。雷霆冲击，雷电使徒在自己与目标之间建立一个通道，雷电使徒可以召唤一道雷刺沿着通道攻击向目标，造成50000加100百分号法术攻击点法术伤害，同时对目标造成眩晕，使目标精神值造成持续1至5秒眩晕。法力值消耗5000点，冷却时间180秒。聆听魔念，雷电使徒进行吟唱施法，感受魔族之王的意念，获得持续1分钟的攻击力翻倍加成，法力值消耗2万点，冷却时间3小时。介绍：来自魔族的雷电使徒之一，被派来领导魔族的入侵，具备强大的雷电力量，正是陆离苦苦寻找的加维尔。这次陆离的击杀目标，在陆离击杀了大量的魔族战士之后，终于是认不出来了。虽然这加维尔的实力无比强大，已经是对陆离造成了不小的威胁，但是只要见到了他，就一切好说。打不打得过，试了就知道了。虫子，感受雷霆的力量吧。只见加维尔迅速吟唱咒语，然后数道雷霆便是降临到了陆离的身边。正是感受雷霆技能，负17万，范围比较大，陆离并未能及时躲开，受到了大量的伤害。还好陆离的法术防御很高，并不会有生命危险。不过自己也不能任由他如此轻松惬意地攻击自己。陆离迅速攻击了一下旁边的魔族战士，把生命值回满，
然后迅速利用位移跑向加维尔。在陆离冲过来的时候，雷电使徒加维尔也是在继续吟唱咒语，释放法术。雷霆的力量是无穷的，感受雷电的恐怖吧。霎时间，天色一暗，雷霆奔涌，一道雷电径直劈向陆离。陆离早就知道了他的技能，此时一个闪转腾挪，直接躲过。陆离也是被加维尔的吟唱搞得有些烦闷，实在是他的声音有些难听。陆离也是口中喊着，让你感受雷霆，让你感受我的捶打。终于是让陆离接近到加维尔了，感受一下我的捶打吧。断绝斩。第151章击杀加维尔。断绝斩，陆离最新获得的史诗级单体伤害技能。只见一个猩红数字飘出，负70万，高达70万的伤害直接打在了加维尔的身上。陆离的普通攻击只要命中都是有接近50万的伤害，在技能的加持下只会更高。不过雷电使徒加维尔自己是有一个雷电护盾的，这个护盾可以抵挡240万点的伤害，也就是说陆离的这一次攻击还没有打破他的护盾。但是陆离心中已经明了，这次自己是稳拿下的，自己只要频繁的进行攻击就可以迅速将他杀掉，因为他没有对陆离造成致命一击的能力。纵使雷电使徒加维尔是个 BOSS， 拥有高达80万点的生命值，在陆离的强大输出能力之下也照样会被压制。啊呀！护盾直接减少了1/3，雷电使徒加维尔愤怒无比，此时迅速召集手下赶来阻挡。在陆离的面前出现了好多个重型魔铠王，这让陆离无法直接对雷电使徒加维尔造成伤害了。不过陆离此时已经放下心来，在和雷电使徒加维尔交手之后，陆离早已胸有成竹。此时陆离一边和重型魔铠王交战，一边躲避着雷电使徒加维尔的攻击。陆离在新兰大学的实践课上也是习得了诸多对战技巧，此时就是练习这些技巧的好时候。只见陆离在敌群之中辗转腾挪，一边尽量降低自己受到的伤害，一边对魔族的战士们造成大量伤害。在这种时刻，陆离对于自己的技巧也是越发纯熟了。自己以往都是依靠强大的属性进行碾压，并没有多少可以练习技巧的机会。而且以往陆离为了追上其他人的脚步，也是没有花费多少功夫去练习对战技巧。毕竟练习对战技巧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而那时候的陆离缺的就是时间。所以此时陆离已经来到了同界的巅峰，也是有了时间去磨练自己的实战能力。就像老师木西茜说的，现实的战斗神域是不一样的，现实更考验个人的战斗技巧。就算是属性再强大，毫无战斗技巧，全部攻击都被躲过，也是会被人打死的。何况陆离之后可是要争夺星蓝榜的，那时候自己遇到的对手可不是同届的学生，而是更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他们本就是同届的最强者，此时又能领先陆离这一届1年以上的时间，所以他们的属性是很强大的。若是陆离想要进入前100，或许面对的对手就是领先自己这一届2年时间的学长学姐，更是领先陆离自己接近5年时间。所以陆离的属性虽然是目前自己这一届的最强的，但是和更高年级的学长学姐相比仍然不够，即使他们没有无视防御这般变态的能力，也仍然具有击败陆离的机会。陆离毫不怀疑自己现在碰上星蓝榜的前10名，绝对是会被他们碾压的。所以在属性差距不那么大的时候，战斗的技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陆离现在也是抓住这个机会来磨练一下自己的战斗技巧。半小时过去了，陆离仍旧处在魔族战士的包围之中，可见是有多少的魔族战士了。不过陆离现在感觉面前的这些杂兵已经无法再提高自己的技巧了，所以陆离准备直接杀掉雷电使徒加维尔了。云离刺，陆离化作一道光芒，直接冲向了雷电使徒加维尔。砰！雷电使徒加污秽感染源。在雷电使徒加维尔庞大的身躯倒下之后，整个魔族阵营便是彻底群龙无首了，魔族战士只能任由陆离宰割了。半小时后，陆离基本清空了整个魔族的大本营，不过倒是也放跑了不少的魔族战士，毕竟陆离再强也拦不住那么多想要跑路的魔族战士。陆离将满地的战利品收集起来，然后将雷电使徒加维尔的尸体吞噬。吞噬之心发动，吞噬雷电使徒加维尔成功，获得法术攻击1000点，物理攻击1200点，破碎的使徒面具 X1。除了常见的属性点加成以外，陆离还获得了一个破碎的使徒面具，这是魔族高级将领有小概率掉落的一个物品，很是珍贵。陆离不打算将它卖掉，而是放进了背包，准备以后再用。另外雷电使徒加维尔的掉落物品也很是丰富，包括2件钻石级装备和1件钻石级技能书，另外还有诸多珍贵材料和大量金币，
最后还得到了一个名为暗黑之渊14的物品，这是一个地图碎片。暗黑之渊14，类型地图碎片，效果提供暗黑之渊的地理位置。介绍：暗黑之渊地图的第14个碎片，收集全部碎片可合成地图暗黑之渊，及其进度1/20。地图一共需要20枚地图碎片，想要合成这个地图或许需要不少的时间。陆离将物品全部放到背包，然后继续前往下一个地点。陆离如今已经完成了2个任务，不过确实是花费了不少的时间，但是收获是很喜人了。陆离现在终于再次体会到了有任务可以做的美好。来到第3个地点，这个任务依旧是与魔族相关。城主任务：清除魔族污秽感染源。任务介绍：在里月城外，魔族势力越来越多，魔族已经将污秽感染源放在附近，不断传播污染。一旦放任污秽感染源不断传播污染，后果不堪想象。宁光城主已经得知几处感染源的位置，希望你能前去将其全部清除。任务需求：将污秽感染源全部清除。任务时限10天。在里月城外面，一共有5座所谓的污秽感染源。污秽感染源是一种转化装置，可以将正常人类转换成魔族造物，同时还可以将魔族战士的尸体炼化成失去意识的战士，算是另类的一种复活手段。这种装置疑似与死灵法师有关。陆离此时就是在一座污秽感染源的附近，这种污秽感染源体积庞大，占据天空一角，散发出浓浓的黑暗气息。这些黑暗气息甚至遮蔽了天空，将这一带化为黑暗地狱。在天空的最中央是一片黑暗在包裹着的紫色小区域，那片紫色区域是竖着的，如同一只紫色树眼，诡异而可怕。哪里就是污秽感染源的最中心了，只要摧毁那里，就可以摧毁整个污秽感染源装置了。但是魔族如此重要的地方，自然是派了重兵把守的。这个任务比起之前的2个任务要难得多。只见在污秽感染源500米半径范围内，乌压压一片，全是魔族战士，其中更是掺杂了大量的魔族小将领。而在那片浓浓的黑暗下，不知道还有多少如同雷电使徒加维尔一般的强大将领。而且魔族战士的范围还在不断的扩大。在陆离的对面，那里是一座山，在山下有着大量的人类被押送到这里进行转化，所以魔族战士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陆离想要直接摧毁整个装置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区域魔族战士密度很大，几乎没有空间可以让陆离直接到达那个装置面前。而陆离又没有飞行的能力，所以只能是硬杀出一条通道了。陆离直接一个技能起手，然后杀入了魔族战士中。呀哈！很快陆离就被魔族战士层层包围，双方立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紧接着这里的骚乱很快就被魔族的将领们注意到，并迅速赶了过来。在魔族的将领比如重型魔凯王这些加入战场之后，陆离的压力也是大了起来。好在自己周围也没有太多的空间，同一时间受到的伤害并不足以直接秒杀自己。但是魔族战士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陆离想要清理怕是要耗费很长时间。很快又来了一个身躯庞大的将领，正是如同雷电使徒加维尔一般的高级将领。这个将领 BOSS 名为火渊使徒帕森克，他的实力与雷电使徒加维尔相近，只是他是火属性法师，而雷电使徒加维尔是雷电属性法师。在他到来之后，陆离的压力也是陡增，生命值的波动也是更加厉害了。而陆离却无法直接靠近火渊使徒帕森克，这就让陆离只能被动反击了。陆离尽力向着火渊使徒帕森克的面前靠近，这也是陆离之前就已经明了的结果。这个任务难度本来就很高，自己需要的时间必然也是很长，而宁光城主更是清楚这一点，所以也是给了陆离10天的时间。陆离本想直接打通，结果确实有些难度，局面顿时陷入了僵持。陆离杀的确实很快，但是魔族战士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而此时的魔族战士的生命值又比较高，都是几百万。陆离并不能短时间清除大量的魔族战士，在后方又有着火渊使徒帕森克的骚扰。即使陆离杀得很快，但是他的压力是很大的，稍有差错就有可能被秒杀当场。此时陆离算是在刀尖上跳舞了。陆离也是庆幸自己之前在对抗雷电使徒加维尔的时候有练习过对战技巧，不然此时还真可能已经死了。此时陆离还算是有些优势，毕竟魔族战士的数量是实实在在减少的。第153章深渊猎犬。只要陆离稳住现在的对抗，就有机会击杀火渊使徒帕森克。时间流逝，陆离面前的魔族战士越来越少了，虽然依旧是将陆离层层包围，但是很明显陆离已经稳住了。陆离粗略估计，在最开始的时候魔族战士的数量可能超过了1万，但是现在陆离觉得也就是剩下一半，也就是5000多的样子。
陆离已经杀了很久了，精神都是有些疲惫了。陆离现在已经打算明天再来了，实在是压力一直紧绷，太耗费精神了。要知道，陆离一直都是在刀尖上跳舞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直接死亡。说起来，如今对陆离最有用的技能，反而不是那些高品阶的技能，而是踏前斩这个技能。陆离凭借踏前斩不断位移躲避伤害的同时，还能对目标造成大量伤害，而且借助轩辕剑的强大的吸血能力，这才得以让陆离撑到了现在。不得不说，抽奖还是可以抽到好东西的。在那次抽奖中，这个技能可以说是对自己帮助最大的了，而且大概率可以一直陪伴自己走下去。刷刷刷！陆离不断在魔族战士中飘来飘去，让后方的魔族法师和魔族弓箭手都是根本不清楚陆离的位置，技能和箭矢也根本命中不了陆离。陆离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将局面彻底稳住了，而且只要再坚持几个小时，说不定真的可以直接摧毁这个污秽感染源。只不过陆离实在是精神疲惫，就好像以前学习理论知识太久就会犯困一样，即使自己仍旧可以做题，但是实在是不想做了，只想先休息一下。吼！突然一声巨吼在污秽感染源附近传来，陆离定睛一看，只见魔族战士中间出现了一条通道，似乎是准备让什么东西过来。很快陆离就知道是什么了，那是一只庞大的野兽。那巨大的野兽全身漆黑，毛发光泽隐隐闪耀，巨大的嘴部獠牙狰狞，不时滴落腥臭的粘液，粘液落在地上似乎都是腐蚀了地面，竟是在隐隐冒出了白烟。强壮有力的四肢紧紧地抓住地面，利爪如同锋锐的武器。他的眼睛十分的巨大，宛若两个大灯笼一般，黄色的树瞳看起来极为骇人。此时他的双眼就是在死死地盯着陆离。吼！在靠近之后，他再次发出一声大吼，周围的魔族战士立刻都是害怕的瑟瑟发抖，站在他的一边，不再攻击陆离。陆离迅速扫了一下这只巨兽的信息，立刻就是被惊掉了眼球。深渊猎犬，等级55级，种族魔族，品阶史诗级，生命值2000万，法力值50万，物理攻击25万，法术攻击18万，物理防御25万，法术防御18万，精神10万，速度16万。技能狩猎本能，惊天之愿，深渊之力，扑烟之势，不灭的全火，聆听深渊。狩猎本能，深渊猎犬常年在深渊活动，具备超乎寻常的狩猎能力，已经形成深渊猎犬一族的本能。在追捕目标时，可获得1000米内的目标视野，若目标在1000米外，可获得目标的大致方向，且在靠近已经锁定的目标时增加20%速度。惊天之愿，深渊猎犬一族是原神域世界的野兽，在被 Triple X 赶去深渊后，深渊猎犬一族形成了巨大的怨念，在神域世界作战时提高20%输出能力。深渊之力，深渊猎犬一族在深渊居住已久，获得了深渊的侵染之力，在攻击到目标时会对目标附加一层深渊力量，叠加5层时会引爆并重新累积，引爆会对目标造成10%目标总血量的真实伤害，且削弱目标的吸血能力、防御能力。扑烟之势，深渊猎犬具有锋利的爪子和獠牙，可对目标扑杀和撕咬，在被利爪和獠牙攻击到时会增加一层流血效果，每秒损失10万点生命值，持续10秒，且1分钟只会触发一次。不灭的全火，深渊猎犬常年在深渊活动，具备强大的回血能力，在生命值低于50%时会获得50%的吸血能力，并每秒回复50万点生命值，持续30秒，该效果在一次战斗中只会触发一次。聆听深渊，深渊猎犬获得深渊的加持，深渊猎犬可对目标施加深渊吟唱，目标随机受到以下其中一个效果：一、目标受到深渊的蛊惑，沉浸在深渊无法自拔，被眩晕5秒；二、目标受到深渊的侵染，每秒流失50万点生命值，持续10秒；三、目标受到深渊的扰乱，会对同伴发动攻击，持续10秒，在10秒内，深渊猎犬无法对该目标造成伤害。四、目标受到深渊的痛击，损失100万点生命值。该技能一次战斗中只可使用一次。介绍：来自深渊的猛兽，被魔族通过献祭阵召唤而来，具有极为强大的实力，现阶段玩家毫无抵抗能力。我滴个龟龟，什么东西？陆离看到信息后，当时就是直接脚底冒烟，直接溜了。打不过，这是什么啊？太恐怖了！单单是看属性就知道自己完全不是对手，更何况那些强大的技能了。对于神域的玩家们来说，简直是碾压。而且别说是对抗了，深渊猎犬直接发动聆听深渊技能，随即到第4条就直接秒杀陆离了。还打个屁啊！
万一是打了好多个小时，最后深渊猎犬快死的时候，给自己来一个聆听深渊，直接随机到100万点伤害，自己直接血压拉满啊！溜了，快跑！好，但是深渊猎犬似乎并不想放过陆离。第154章，逃跑带尸。好，只见深渊猎犬直接一边狗叫一边冲刺向陆离。要知道，深渊猎犬可是有狩猎本能的。此时的深渊猎犬已经死死锁定了陆离。陆离，深渊猎犬不足1000米，已经暴露了自己的身形。幸亏陆离看到的那一刻就直接跑了，这才拉开了身位，不然此时怕不是已经被深渊猎犬追击上了。深渊猎犬的速度是17万，而陆离的速度却还不到13万，更何况在狩猎本能的技能加持下，深渊猎犬在向着陆离移动时还会增加20%的速度。也就是说，此时的深渊猎犬的速度已经超过了20万点，都快要成陆离的2倍了。陆离此时也是清楚这一点，可谓是心急如焚。好在陆离也有不少增加速度的技能和物品，此时也是能用的都用上了。踏前斩，袭之落鹰，使用背包内的速度合技，不困地影，使用背包内的移动符箓。在各种技能和物品的加持下，陆离的速度也终于突破20万了，已经超越了深渊猎犬的速度。技能都是位移技能以及暂时增加自己速度的，而速度合技也是在珍宝阁购买的，可以增加3万点速度，持续3分钟，售价500金币。陆离使用的时候也是有一点舍不得。至于移动符箓，则是陆离使用抽奖抽到的。陆离现在已经是使用4级的抽奖轮盘了，每次耗费500金币，东西确实是比起之前好了很多。比如这次的移动符箓就很好，移动符箓增加自身10万点速度，每1分钟消耗100金币，最多使用5分钟。当然，金币是永远不够的，陆离并没有抽太多次。不过，在这次遇到危机之后，陆离在心中暗下决定，自己之后还是要多花钱抽奖。万一哪天又遇到这种完全打不过的野怪呢？自己必须要做好完全的准备。在种种加持之下，陆离的瞬时速度已经来到了28万点以上，但是也只能持续3分钟罢了。而且技能的效果都是很短的，自己的速度在技能空档期估计只有26万，且最多持续3分钟。不过这已经完全够用了。陆离这次也是很亏的，自己的底牌手段用了不少，比如移动符箓，使用1次就没有了，结果还没有造成任务。不过陆离也清楚，任谁来这个任务都是完不成的。这深渊猎犬就不是现阶段的玩家能打的，太变态了。3分钟后，陆离逃离了污秽传染源已经很远的距离了，深渊猎犬也没有再继续追过来了。呼，陆离吐出一口气，现在自己已经安全了。这次的战利品是0，让陆离很是难过。陆离一直处于战斗状态，何况是那种危急的走钢丝一般的战斗，根本无暇去收取掉落物品。可惜杀了那么多，结果全没有拿到。这次的收获大概就是经验值以及深渊猎犬的信息了。陆离觉得宁光城主定然是没有得知深渊猎犬存在的消息的，不然也不会让自己来解决这个任务了。毕竟宁光城主若是知道这个深渊猎犬的存在，那他也该知道现阶段根本没有玩家可以处理他，就算是强如陆离也不行。陆离只能先暂时放弃这个任务，转而去做最后一个任务。这个任务总算是没有意外，是一个清理道路的任务。道路是通往另一个主城的，但是周围被魔族战士和野兽侵扰，妨碍了双方的来往。有人可能会疑问，不是有传送阵吗？为什么还会有道路呢？其实这些道路主要是用于货物的交易的。传送阵一般都是小型传送阵，主要是用于传送人，而大型传送阵才能运输货物。但是开启大型传送阵需要耗费大量能量，并不划算，所以一般使用常规方式运输货物。所以也就有了陆离接取的这个任务。陆离毕竟是从宁光城主那里接取的这个任务，作为城主，他的任务自然不会简单。所以虽然这只是个清理道路的任务，但是需要清理的魔族战士和野怪也比其他人接取到的相同的任务要强得多，数量也多得多。不过这个任务相比于上一个清理污秽传染源的任务要简单得多了。经过长时间的清理魔族战士和野怪，陆离终于将这个任务做完。不过此时已经接近6点，陆离也就顺势找了个地方下线了。一天时间，陆离接取任务并完成了3个任务，但是其实是第3个任务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最多，结果却没有做完。陆离对此也很是遗憾以及无奈。下线后，陆离从床上坐起来，还是有些遗憾和不甘，自己的实力还是不够强。白天6点，陆离起床洗漱之后来到餐厅吃饭。此时的餐厅陆陆续续已经来了不少人，都是刚从神域中下线的。陆离的周围坐下了不少的同届同学，此时他们的话题便是关于昨天进去神域所经历的事情。
你们昨天接到什么任务了？我昨天可是从一个将军那里领了一个消灭魔族营地的任务，做了好久终于做完，好在任务的奖励很丰厚，哈哈，我就没你那么幸运了，不过也还行吧。我那个任务也是消灭魔族战士的，奖励确实不错，这些魔族战士提供的经验值也很多啊，比之前天天刷也强多了呀。确实是，今天能看到经验条涨了不少，以前都是几乎不动的。我已经看出来了，这次版本估计就是人族和魔族的大战，不知道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特么谁不知道是人族和魔族大战啊？我给你们说个特殊消息，这次有深渊的加入。真的？第155章深渊。真的啊？那还有假啊？我和你们说，这次我的一个任务就是和深渊造物有关。那个男生一副神秘的样子，给周边几个一起吃饭的同学讲道。说完这句，他却是接着吃起了饭。陆离也是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此时一听这个男生的任务和深渊造物有关，联想到自己碰上的现阶段无敌的深渊猎犬，顿时就来了兴趣。陆离继续听到，想要知道他会继续说些什么。而那个男生周围的几个同学也是十分感兴趣，显然他们是知道深渊，此时也是迫不及待想要知道那个男生的任务与深渊的联系。见到那个男生却是吃起了饭菜，都是在催促道：快说快说，你碰上的深渊造物是什么？你的任务又是什么？我还没碰上过呢。就是，快点说了，不要卖关子。在周围同学的催促之下，那个男生咽下一口饭菜，有些骄傲地说道：哼哼，我和你们说，我的那个任务的名字就是寻找丢失的魔族将领，简单的讲就是一个魔族将领被咱们人族追杀，但是被他给逃了。然后我接到任务之后就寻找各种线索，然后找到他，最后和他打了半天，终于把他打死了。然后他就掉落了一个和深渊有关的物品，那是一个名为深渊恶狼机关战甲的召唤物，可以召唤一个深渊恶狼机关战甲，这不就说明魔族这次和深渊有勾结吗？不然一个魔族将领身上怎么会出现深渊有关的物品呢？其他同学听完后顿时都是点点头，表示确实如此，这次魔族和深渊或许真的联手了。其中一个同学接着问道：然后呢？你交了任务没？你领任务的那个 NPC 怎么说？对啊，后面呢？什么情况？这是任务物品吗？那个男生笑着说道：还真是，拿到这个物品后我就带着他回去交任务了。那个 NPC 也收到了我的深渊恶狼机关战甲，然后就说我立了大功，给了很多奖励，比我另外的几个任务可是奖励多了呀。另外一个男生摇着头无奈地说道：我超羡慕了，你小子运气真好，我的任务就不行了，全是和魔族相关，还是些虾兵蟹将，没有遇到过击杀 BOSS 的任务。有一个同学也是表示自己酸了。之后的讨论就没有太多的价值了。陆离这次也算是听到了些许的信息，这也算是选对好的大学的优势，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那些30级左右的玩家现在估计根本接触不到深渊，而40级以上却有机会。深渊恶狼机关战甲，陆离边吃饭边思索，听那个同学说这是一个召唤物品，可以将深渊造物召唤出来。陆离现在对深渊的了解并不算多，之后回去可要好好查一查。深渊不属于神域主世界，可以认为是神域的一种威胁和对立世界。深渊一直是想要入侵神域主世界，却一直无功而返。可以说深渊是人族和魔族共同的敌人。毕竟魔族虽然和人族对立，但是总的来说是和人族共同生活在神域世界的。但是现在似乎一切都变了，如今看来魔族似乎是想要和深渊联手共同入侵人族。魔族这次是在与狼共舞啊？难道魔族就不怕遭到反噬吗？陆离猜测这或许和人族、魔族的高层有关。是否是人族高层给了魔族巨大的压力，让魔族铤而走险，还是说魔族已经等不及了？魔族近些年来一直在入侵人族领地，但是迟迟无法击败人族，这或许也是一个原因吧。总之魔族和深渊这次的联合进攻确实是会给到人族巨大的压力的。这些年来人族和魔族战争不断，平日里互有胜负，一直维持着一个平衡。但是这次深渊的加入就打破了这种平衡。人族喂，怪不得宁光城主在给任务的时候眉头一直皱着，想必也是在烦恼此事。毕竟宁光城主作为10大主城之一的城主，也是人族绝对的高层了，想必他早就知道深渊入侵的事情了，所以这才交给了陆离这次的任务。不过陆离觉得恐怕宁光城主都是没有想到深渊会派出深渊猎犬这样恐怖的深渊怪物吧。看来晚上上线的时候要和宁光城主讨论一下此事了。当然自己本就是要去找他上交另外3个已经完成的任务的，或许这次自己还能领取另外的任务。毕竟现在魔族和深渊联合入侵人族，人族面临巨大危机，
肯定是需要玩家的大量帮助的。这样任务不就出来了？那不就能获得大量奖励了吗？这次魔族和深渊联合确实是给玩家带来了很多的机遇。吃完饭，陆离来到教室，教室内已经有了不少的同学。陆离继续来到昨天的位置坐下。教室内的声音比较嘈杂，都是在讨论昨天的神域相关的内容，比如各种任务、遇到的野怪以及深渊相关的事情。相同主城的玩家还会交流在哪个 NPC 可以接到哪个任务，相互交流，以便互通有无。陆离这样就显得比较孤单了。陆离毕竟是这次高考最优秀的人，而越优秀的人反而越容易受到排挤。当然，陆离也刚好不想和他们有过多的交集就是了。另外，大家也都是高手，都是对陆离有些不服气的，所以倒也没有放下心中的骄傲来特地和陆离做朋友。毕竟他们都是早已成名的高手，大家都是一起玩了3年的了，所以才成了比较熟悉的朋友。而陆离却是突然出现的，没有人和陆离在之前就认识，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陆离也是乐得清闲，自己旁听依旧是获得了不少的信息。哥哥，我来了。第156章深渊之源。陆离突然听到一个女生的声音，人还没看到，陆离就已经知道是谁了。还能是谁啊？那肯定是阿娜塔了。此时阿娜塔已经来到了自己的身边。经历过昨天的情况，阿娜塔已经知道陆离是单身一人的，所以此时竟然是直接来到了陆离的身边坐下。陆离压力山大，直接坐了起来，就是要换个位置。他在自己身边，自己实在是有些害怕。在看到陆离直接站了起来之后，阿娜塔撅着嘴不情愿地问道：我就那么讨厌吗？陆离回应道：没有，只是我实在不习惯和其他人谈话，我习惯了和其他人保持距离，并不是针对你，只是你太过热情了。阿娜塔沉默片刻，回应道：好，我知道了。随后阿娜塔竟然是直接离开了。陆离见到他如此果断的离开也是有些惊讶，不过这对他来说是件好事。然后陆离便是继续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很快理论课老师厉飞鹏走了进来。好，今天咱们继续昨天的内容，继续来讲。一上午时间过去，陆离也是恶补了理论知识。虽然在论坛上已经恶补了很多知识，但是相比于在座的这些同学，陆离自己还是欠缺很多知识的。毕竟别人是实打实的学了3年，并且还在神域世界中实践了3年，并且是一直和顶尖玩家做队友。对于理论知识，他们是接触的最多的，很多的事情也是在他们这些同届中的最顶尖的玩家之间传播的。陆离这种连神域都进不去的人是没有资格知道的。所以在老师厉飞鹏的讲解下，陆离也是对这些知识多了很多的了解。就比如深渊，他们这些玩家之前就或多或少接触过了，但是陆离是从未接触过的，这次也是第一次接触而已。只是陆离没想到自己这第一次接触就是碰上了现阶段无敌的深渊猎犬。理论课知识结束，陆离便是前往了图书馆，花费了几分钟来到了宏伟的图书馆面前。随后陆离刷脸进入其中。陆离的脸部早就直接录入了里面的系统，是不需要陆离再次面部验证的。进入之后，陆离便是冲着有关于深渊的部分的书籍走了过去。随后陆离便是拿出了第一本书，开始找了个地方阅读。深渊乃是神域半生大世界，在神域世界的远古时代，诸神大战，神域分为诸多派别，在诸神争霸之时，神域分裂出了深渊世界，最终人族、魔族等种族获胜，继续留在了神域世界，而诸多战败种族则是被驱逐到了深渊世界中。深渊处于世界的暗黑位面，受到邪恶力量的侵染，最终在深渊中的种族都是发生了异变。诸多年演化之后，原本进入其中的种族都是演变成了新的种族，力量也和之前在神域世界之时大不相同。诸多年来，深渊世界的种族一直在谋划回归神域世界，但是一直未果。陆离沉迷书本之中，对于深渊也是终于多了很多理解。令陆离可惜的是，今天的理论课上并没有讲解深渊相关的内容，可能是需要一步步来。深渊毕竟是更高层的理论内容，要知道在座的这些同学也不过是一小部分接触到了深渊而已，还有一大部分同学并没有接触到深渊相关的内容，他们也只是知道深渊，而没有实际接触到深渊。中午吃过午饭之后，陆离回到房间休息了一会儿。下午的实践课也是如往日一般，陆离和一个同学进行了对练。让对面的同学惊讶的是，陆离比起昨日有了不小的进步。这就是昨日陆离大战魔族战士的成果了。在一群魔族战士的围攻之下，就算是自己属性强大，也还是需要一定的操作才可以的，毕竟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一套秒杀的。对练结束之后，陆离继续前往了图书馆汲取知识。陆离现在对于知识的渴望是一直以来的顶峰了，因为陆离发现
自己还有太多不知道的事情了。晚上6点，陆离继续进入神域世界。陆离进入之后，便是来到了城主府见宁光城主。见到是陆离之后，守卫便是直接放行了。在守卫眼中，陆离已经是自家城主大人的朋友了。来到城主大殿中，陆离见到了正在处理公务的宁光城主。宁光一双大长腿白的有些耀眼，一身浅白色贴身旗袍衬托的身材极好。但是宁光城主此时却是有些愁眉不展。陆离看到之后，也是猜测和深渊有关。你来了，任务完成的如何？宁光城主见到陆离到来之后，也是暂时舒缓了眉头，然后对着陆离勉强笑着说道。陆离拿出任务凭证，对着宁光城主说道：3个任务还算比较简单的完成了，但是有一个任务暂时怕是完成不了了。哦，还有一个你完成不了，是哪个？宁光城主接过3个任务凭证，然后有些惊讶地问道。陆离这才将之前遇到的来自深渊的深渊猎犬的事情说给宁光城主。听到陆离的描述，陆离可以很明显看到宁光城主之前勉强露出的一丝笑容，这下是彻底消失不见了。看来这件事让宁光城主很是头疼。唉，原来是这样，那你这个任务确实在短时间内是完成不了了。这样吧，我给你取消这个任务，然后我给你再换成其他的任务吧。而且我最近任务很多，而人手此时刚好大量不足，现在正是需要你们的时候，你做完就可以直接来找我领取新的任务，做得越快，任务就可以领得越多，对你来说应该也算是一件好事了。陆离立刻回应道：愿为城主大人分忧。第157章抢救物资。好，那我先把你已经完成的3个任务的奖励给你。随后陆离便是收到了大量的经验值和金币以及各种物品。只见宁光城主继续说道：在这座礼月城中，你是我在所有玩家中最为看好的，去吧，希望能尽快看到你回来。宁光城主露出一丝微笑，看来确实是对陆离很满意。他的意思很明显，想让陆离抓紧做完任务，说明宁光城主对于陆离的实力是很有信心的，也说明宁光城主对陆离包含很大的期许。陆离也没有再耽搁下去，而是直接离开了城主府，前往了珍宝阁。在珍宝阁把自己的背包进行清空，陆离顺便将之前的售卖出去的物品所换取得金币收入囊中。随后陆离来到了城外的一个任务地点，开始做第一个任务。这次宁光城主给陆离发放的任务并没有和上次的清除污秽感染源一样难，而是和另外已经完成的3个任务比较相近，所以陆离做起任务来也比较简单。陆离面前的是诸多魔族战士，不过这些是运送食物的魔族战士，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陆离现在就是来截断这批粮草的。魔族也是生物，他们自然也是需要进食的，这一点和人族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传言人族和魔族在上古时代是同一个种族，之后不知为何分成了2个不同的种族。当然这也只是传说罢了，并没有实际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件事。陆离一个加速，直接冲进了魔族战士中。哈呀！魔族战士们看到陆离冲了过来，顿时一惊，然后便是展开阵型与陆离开始作战。食物是很关键的，所以魔族也是派了精锐来保护这些食物。可是陆离可是目前人族玩家中最强的，这些所谓的精锐对陆离来说并不是太强，起码不是深渊猎犬那种完全打不了的怪物。当然对于不到40级的那些玩家们来说，这一批魔族战士确实是他们处理不了的，就算是组队也很难打。也是基于这一点，在宁光城主得知这批食物的踪迹之后，也是把这件事交给了陆离。他知道其他人难以完美完成这个任务，但是陆离绝对可以。陆离自然也不会辜负宁光城主的期望。刷刷刷，剑影飞舞，碎肉满地飘落。这一批45级的魔族战士并没有对陆离形成任何的威胁，虽然数量有很多，大约有500个以上的魔族战士，但是对陆离来说并没有耗费太大的功夫。很快这一大批魔族精锐战士便是被陆离全部击杀。接着陆离拿出任务道具，将这些食物装了进去。这是一个储物装备，能够容纳大量物品，装这些食物都是绰绰有余。就算是陆离已经扩容多次的背包，空间也比不上这次的任务道具。可惜玩家并不能拥有这个道具，在任务完成以后便是要被直接收回的。做完这个任务，陆离继续前往下一个任务地点去做下一个任务。这个任务是一个礼月城的官方物资在运送时被魔族劫持了，需要陆离去救人以及救回物资。任务：抢救物资并护送物资。任务描述：在礼月城，官兵运送物资前往前线时，突然遭遇了魔族战士。魔族战士数量众多，官兵并不是他们的对手，于是跑回来了一个官兵 NPC 回来求援，希望你能救回官兵以及抢救物资。注意不要损坏物资，另外也请护送这批物资安全抵达前线。任务时限3小时。
这是一个现实任务，也是比较紧急的，毕竟这耽误了时间，任务便是失败了。不过陆离刚才的第一个任务刚好是在这个任务的地点和李月城的中间，所以陆离便是先把那个任务做了，不然陆离肯定是要先做这个任务的。好在时间还算充裕，3个小时完全足够陆离赶到并救回物资了。果然，在陆离追到任务地点后，顺着踪迹很快就找到了魔族战士和被抢劫的官兵 NPC， 在一旁还有大量的物资。任务里面已经说了，是不可以损坏物资的。鉴于陆离强大的攻击或者说破坏能力，陆离为了保险起见，还是选择将那些魔族战士勾引出来再打。呼嘘，一个口哨突兀的响起，在看到哨声的来源是个人族之后，魔族战士们顿时骚动起来。哈啊！随后魔族战士们拿着棍棒和盾牌就冲了出来。陆离立刻回头离开，在估摸着到达不会损坏物资的陆离以后，陆离拿出了轩辕剑，开始了屠杀。这批魔族战士实力比之前运送食物的那批还要弱一些，毕竟这些就是派来给李月城捣乱的，并不算特别重要的任务，所以实力并没有多强，平均等级也就是43级左右。不过这官兵们却连这些魔族战士都没有打过，陆离也是比较诧异的。看来这次人族确实人手不足了呀，不然应该会派些数量更多而且更厉害的官兵来护送才是。陆离也没时间细想了，转头和这批魔族战士战斗在一起。3下5除2，陆离将这些魔族战士通通杀光，战利品全部收集完了以后，陆离来到了官兵面前。你是李月城派来救我们的吗？一个似乎是将领的人族 NPC 对着走过来的陆离问道。陆离点点头说道，是的，城主大人派我来救你们，然后护送一下物资。那个将领欣喜地说道，太好了，看你实力如此强大，我们也安心了不少。那我们赶紧收拾物资，赶往前线吧。陆离点点头，然后和 NPC 一起整理好物资。幸好魔族战士们也知道这是物资，并没有直接进行摧毁，而且派了魔族战士去喊人来一起把物资运送回魔族阵地，结果刚好被陆离救回来了。想必在运送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赶来的魔族，不过陆离对自己有信心，护送物资问题不大。第158章终于到达42级。在运送物资的路上，不一会儿陆离就遇到了赶过来抢劫物资的魔族战士们，数量不多不少，陆离处理起来还算轻松。不过还是魔族战士见到陆离如此厉害，也是直接就跑了回去。陆离也没能力拦住那么多魔族战士，所以还是让他们跑了。陆离知道之后的道路怕是有些曲折了。果不其然，陆离很快就遇到了大量的魔族战士，处理起来都是有些麻烦。其中陆离还见到了不少的魔族精锐战士，实力着实不弱，甚至是见到了50级的将领战士。不过他们还是低估了陆离的实力，所以还是被陆离处理完了。幸亏陆离也有大量的李月城战士帮助阻拦魔族战士，所以处理起来倒也没有多难。不过距离前线还有一小段距离，怕是会遭遇到更多的魔族战士。陆离也是直接和李月城的战士们说了，让他们做好激烈的战斗的准备。李月城的战士们也没有多说什么，他们本就带着视死如归的想法来的。毕竟在人口短缺的情况下，护送物资本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这次也是倒霉，竟然遇上了前来劫掠的魔族战士，这才通报给了更精锐的魔族战士前来劫掠。在即将抵达前线的时候，陆离等人遇到了最后一波魔族战士。这次的魔族战士看来是抱了必定得手的心思，这次的这一批魔族战士很是强大，还有不少的40级以上的魔族战士。这下这些李月城的战士是彻底打不过了，甚至根本就起不到阻拦的作用，因为实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这次只能看陆离一个人的表现了，但是陆离也并不好处理这些强大的魔族战士，因为魔族战士普遍实力强于普通的野怪，所以陆离这次也不一定能打得过了。就是你吧，击杀了我们大量的兄弟，哼，这次看你怎么打。兄弟们上！一个魔族战士的将领模样的魔族战士在看到陆离以后就直接大声喊道。不过他确实有嚣张的资本，因为魔族战士这次数量众多，而且实力还特别强大。陆离也是有些无奈，自己这次赢或许可以的，但是其他的李月城战士们可就不一定能活下来了。若是让李月城得战士死光了，自己向宁光城主也不好交代啊。不过这种情况下，陆离也无可奈何，只能尽自己全力去击杀魔族的这些精锐战士了。至于李月城得战士能活多少算多少吧。很快双方便是陷入了激战。陆离击杀魔族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不过数量太多，显得陆离也并没有击杀太多的样子。但是李月城的战士毕竟数量不多，死一个就少一个，看得很明显。陆离也没有能力把他们全部保护下来，只能尽全力击杀魔族的战士了。哈，兄弟们别怕，我们来了！
突然，不远处传来一阵大吼，陆离等人定睛一看，是人族的战士，很可能就是人族的精锐战士。毕竟这里现在也是比较接近前线了，距离人族的战士大本营也不远了。人族的支援来了，李月成的战士们顿时一喜，这下有救了。果然，人族派来支援的战士还是十分强大的，而且数量也不少，再加上陆离的恐怖实力，战局很快就逆转了。杀！把他们全部杀光！人族的一个将领大吼一声，随后带着一批精锐战士直接冲进了魔族阵型的后方。魔族战士已经明白自己这次肯定是会失败了，这一下被人族将领的大吼也是直接吓破了心神，然后魔族战士们便是四散分逃了。接着便是人族的追击之势了，陆离就没有再追下去了，价值不大，也追不到多少魔族战士了，还是把这批物资安全护送到前线比较好。人族的战士分了一批过去追击魔族战士，另一批则是留下来和陆离等人一起护送这批物资。之后人族就要调整一下战略了，不能这样分配了，魔族战士太多了，很容易影响到人族的物资护送以及各种护送任务。前线战士有些紧张，人口确实不太够了，毕竟魔族的数量是远多于人族的，或许这次需要征调大量玩家加入前线战士了。不多时，陆离等人将物资护送到了人族战线的大本营。陆离的任务彻底结束了，然后陆离便和人族的战士告别，然后继续前往了下一个任务地点。陆离这次也没想到这个任务是一连串的，耗时竟然还不少。下一个任务就比较简单明了了，直接就是击杀魔族的阵营里面的魔族战士。这个任务很是简单，陆离花费半小时便是直接做完了，然后继续做下一个任务。做完最后一个任务之后，陆离直接赶到了城主府找宁光城主交了任务，接着又领了不少的任务。接着陆离便是继续去做任务了。就这样，这段时间陆离便是白天上课了解各种知识，晚上便是进入神域世界做任务。很快陆离等级便是来到了42级。恭喜你升到42级，获得3000点自由属性点，请按需分配。目前在本服务器中，您的等级排名为62位，华夏区等级排名为18位。在等级来到了42级之后，陆离的等级排名已经来到了最前列，花费几个月时间，陆离的实力和等级终于都是最顶尖的了。可以预见，在这段任务爆发时期，陆离的等级会是在所有玩家中提升最快的，估计用不了多久，陆离就可以登顶等级排行榜了。那样的话，陆离就是等级和战力两个排行榜双登顶了。毕竟现在的陆离在战力排行榜上无人能敌，陆离现在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到时候陆离就是同一届服务器的学生中最强的了，而且是毫无争议的最强。第159章星蓝榜的竞争。可以看到，陆离的等级排行榜的排名已经来到了第18位，在他的前面也就是只剩下17个人了。而在战力排行榜上，陆离则是基本不会被主动挑战了，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将目光和时间聚焦到了刚刚开放的新版本上。在版本开放之前，也是没有人会挑选陆离找虐，毕竟那时候的陆离实力有目共睹，而陆离的战力却是一直在不断增强的，他们并没有多大的把握可以胜过陆离，所以都是没有选择挑战陆离。当然，时间这么长，总会有几个人想要试一下，结果就是被血虐了。时间流逝，来到了8月15日，陆离已经在星蓝学府待了2周时间了，也是已经适应了星蓝大学的节奏。月中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点，因为在今天开始，星蓝榜的竞争就开始了。每个月的15日至30日是星蓝榜重新排榜的日子，而星蓝榜靠的就是实力。每天白天这段时间都是可以进行挑战的，陆离也是迫不及待就想要进行挑战了。不过陆离等人还是要上实践课的，所以时间是安排在了下午。至于理论课是在每个月的前2周才有，而实践课则是必须会上的，毕竟实力的上限是没有止境的。上午上完实践课，到了下午，陆离便是迫不及待的来到了特定的场馆星蓝竞技馆，这里就是进行挑战的地点了。陆离来到之后，先是进行了身份认证，将自己的身份登记进去，也是在这里和神域建立了链接，这样就可以在场馆内进入神域世界进行战斗了。陆离来到了属于自己的小房间，场馆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为每个同学建造了一个小房子，每年都有毕业的学员，每年也都有新加入的同学，所以这里是动态平衡的。陆离的房间自然也是一位学长或者学姐留下来的，不过都是标准房间，也没有什么区别。学校自然也会在学院毕业后收回房间，并且将房间复原为最初始的样子，所以房间是没有区别的。陆离直接连接神域。星蓝榜的争夺是每个月的重点，参与的人数有很多，特别是第一天参与的人特别多，更不用说这第1个月还有1年级的新生的加入。星蓝大学整个大学大概就是400名学生，有300多人是战斗职业，可以说星蓝大学就是为了培养战斗人才的。辅助职业的玩家数量并不多，
整个大学不足100人，新蓝榜一共100个名额，而前50名的争夺则是更加激烈。陆离这第1个月的目标就是先进入前100名。现在陆离并不清楚现在上一年的玩家实力究竟如何，所以究竟能否进入前100，还得见到学长学姐以后才能知道。你好，青山梨，正在根据您的排名匹配对手中。匹配成功，请做好战斗准备。陆离在最开始在新蓝榜是没有排名的，所以是直接就匹配到了人。进入战斗空间一看，果然是同届的同学，毕竟陆离他们都是没有排名的，此时自然就是要进行一次低年级的简略排名之后，才有机会去打跟高年级的学长学姐。既然是同年级的同学，陆离自然是毫无压力了。那位同学也是在看到陆离之后无奈的说道，没想到这第1局就见到你了，太可惜了。这个同学实力也是在同届中比较靠前的，但是他和陆离自然是没法比的，所以他才喊一声可惜。不出所料，陆离直接持剑一冲，直接就是把他给秒了。恭喜获胜，您的新蓝榜排名上升至第301名。陆离获胜一局只不过是提升到了301名罢了，主要也是因为这是最开始的对局，只有连胜才会增加排名上升速度，就如同之前的神域内的战力排行榜一样。陆离获胜归来，继续进行匹配，趁着现在人多容易匹配，自然是先直接冲一下排名。你好，青山梨，正在根据您的排名匹配对手中。匹配成功，请做好战斗准备。第2次战斗依旧是见到了自己同届的同学，依旧是轻松获胜。恭喜获胜，您的新蓝榜排名上升至第275名。恭喜您获得2连胜。陆离可以说是已经和同届的同学拉开了巨大的差距，在等级已经来到最顶尖的情况之下，陆离的战力更是直接形成了碾压之势。毕竟陆离当时在等级具有差距的时候都能登顶战力排行榜的第1名，现在等级相近，自然是更不在话下了。现在这个时候，陆离就是已经有些与上一届学长学姐实力相近的趋势了。当然，陆离是在上一届中实力排在前面还是后面，就只有打了才能知道了。陆离继续选择匹配，毕竟战斗时间并不花费太长时间的。你好，青山梨，正在根据您的排名匹配对手中。匹配成功，请做好战斗准备。第3次战斗依旧是见到了自己同届的同学，依旧是轻松获胜。恭喜获胜，您的新蓝榜排名上升至第232名。恭喜您获得3连胜。陆离依靠3连胜来到了第232名，这个名次其实已经是这一届的最前列了，再往前就可以遇到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了。陆离自己也是很期待啊，毕竟只有和高年级的学长学姐打过，才能清楚自己在新蓝榜的位置。你好，青山梨，正在根据您的排名匹配对手中。匹配成功，请做好战斗准备。陆离进入战斗空间，发现自己这次终于是遇到了上一届的一个学长，因为同一届的同学陆离也都是有见到过，对面的这个学长自己是从未见过的。对面的学长也是有些惊讶的说道，没想到我这就遇上了一个学弟啊。第160章秒杀学长。对面的学长也是有些惊讶的说道，没想到我这就遇上了一个学弟啊。虽然说陆离现阶段就能遇到的学长应该就是实力最弱的那一批了，但是陆离见到自己的学长还是需要礼貌回应一下的。学长你好。对面的学长自己估计也是清楚自己的实力是最弱的，才会匹配到学弟，所以此时他也是没有想要和陆离多聊的意思，所以他也是直接说道，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也好看看学弟的实力究竟如何。陆离此时已经趁着这点时间将这位学长的信息看了一遍，做到了心中有数。玩家无心无念，等级54级，职业法师，副职业炼丹师，生命值1400000，法力值12万，物理攻击5万，法术攻击45万，物理防御10万，法术防御10万，精神12万，速度15万。在属性上，无心无念这个学长生命值属于常规水平，毕竟自己也是在同届之中比较弱的。法力值是完全够用的，而法术攻击则是有45万，在陆离这一届的同学们眼中自然是比较恐怖的，但是在同届中就只能说算是还不错。陆离与他相比，自然是强在自己具有无视防御这一点，至于其他的地方是被学长全面碾压的。陆离自己作为同届之中属性最好的，依旧是比不上上一届的学长，所以很难出现第1个月就有新生登入新蓝榜的情况。陆离这次是想要打破记录的，但是自己的压力也是有的，毕竟上一届的学长普遍是在55级以上，属性上面是绝对要碾压陆离的，更何况他们毕竟多1年，而且大家还都是最顶尖的学生，天赋差距真的不大，多1年就多1年的实力啊。要知道陆离这次面对的无心无念学长还是比较弱的，顶尖的大2年级学长还
还是在星蓝榜上面的，是有名字的，前100名，甚至有几个是进入了前50名的。陆离现在是不敢奢望能够进入前50名的，现在的目标也只是进入前100名而已。战斗开始，陆离直接就是一个轻影冲刺，陆离的身形化作一道影子，直接冲向了无心无念。作为法师的无心无念自然是直接开始放技能，直接一个减速型的冰雪飘散。陆离受到冰雪的减速，直接降低了速度，可是陆离照样能够以极快的速度接近无心无念。毕竟无心无念是一个法师，而法师的速度以及防御方面是不如战士的，所以他的速度也就是和陆离差不多而已。冰雪飘零，又是一个减速和伤害兼顾的技能释放了出来。这技能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陆离是不可能躲过的，只能硬吃下这些技能。幸好陆离的法术防御足够高，再加上这技能也不是爆发伤害技能，所以陆离的生命值下降的并不算快。很快，陆离已经接近了无心无念。法师和战士的对局就是这样，法师可以在距离较远的时候就释放技能，甚至有机会直接杀死对手。但是，一旦被战士接近了，又没有反制的手段的话，就是很容易被战士击杀。总的来说，前期是战士最难度过的时候，毕竟战士需要耗费时间和手段换取一个接近法师的机会，而且还很有可能被法师一个签越，直接再次拉开距离。好在陆离是有天赋可以看出无心无念的技能的，所以也是知道他并没有逃生技能，一旦被陆离追上，那么陆离有很机会以下课上击杀学长。陆离的表现让无心无念很是震惊，因为按照他的设想，自己虽然是同界中比较弱的，而陆离能够碰上自己也应该是新生中最强的一批了，所以他也是没有丝毫的小看陆离，直接就是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但是他的技能并没有对陆离造成多少的伤害，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作为2年级生，他去年也是一个新生，而每一届的学生在刚入学的时候实力也是差不多的，所以他是清楚陆离等新生的实力情况的。按照他的想法，陆离应该是不会这么恐怖的，至少在防御上不应该如此强大才对。而且看陆离的情况，生命值也是很高。而且最离奇的事情是自己根本看不到陆离的任何信息，这就很恐怖了。陆离绝对是有特殊的手段的，自己作为一个学长，竟然对他的实力没有一个确切的评估，自己这次绝对是一次巨大的失误。其实作为上一届的学长，他对陆离这新生中的第一没有太多的了解，就已经是一次失误了。他这次其实还是有些轻敌的，当然他其实是有这个资本的，毕竟每一年基本就是学长能够直接碾压学弟，即使是比较弱的2年级生，在面对新生时还是有着巨大的优势的。毕竟1年时间的领先足够形成属性上的碾压了，而在这种对决中，属性就是最关键的。至于装备和技能，装备自然是随着等级会越来越好，所以他们普遍比新生高一个档次的，甚至是高出2个档次。但是他也算是倒霉过头了，毕竟他这是今天的第一场比赛，结果就直接遇上了陆离这个硬茬子，所以陆离这次算是给了他一次迎头重击。很快，陆离接近无心无念，然后一个表里杀缭乱，在补上最后一段距离的同时，也是直接将伤害打了出来，负40万，伤害直接拉满，直接打掉了无心无念接近1/3的生命值。再接上一个踏前斩，负35万，随后就是一个断绝斩，负42万，再接上一个旱地影刺，直接将无心无念给秒杀了。无心无念甚至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就直接死了。第161章再次匹配2年级生，恭喜获胜！您的新蓝榜排名上升至第224名，恭喜您获得4连胜。陆离获胜之后，仅仅来到了224名，进步并不明显。这是因为在这个区段，陆离的对手已经是高他1级的学长学姐了，难度很大。回归房间之后，陆离也是有些激动，看来自己还是能够打得过2年级学长的。虽然这位学长是比较弱的那种，而更加靠前的学长学姐会更厉害，但是现在自己能赢，那之后就有机会。陆离相信自己就算暂时进不去新蓝榜前100名，但是在几个月后绝对能进，而且说不定这个月就进去了呢。陆离继续选择匹配另一个房间，他怎么这么厉害？看不到属性，攻击能力很强，防御能力也很强，生命值也很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真的是新生吗？不行，我得去查查资料了。吴宁毅有些无奈的开始查阅起来资料。论坛一般都是在绑定账号后才能进入，而绑定账号就是一种实名认证方式，这样一来，在进入论坛后看到的内容便都是同届的内容，以及一小部分面向全部的内容。想要去查阅不同届的资料，就需要进行申请了，所以这也是之前吴宁毅没有去了解新生资料的一个原因。在申请之后，
吴宁毅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可以临时进入陆离这一届的论坛。接着他便直接浏览战力排行榜相关的内容。他是不清楚陆离的名字的，因为他无法看到陆离的任何资料。此时他只能通过这样方式来找到陆离了。不过这确实是最简单的方式，因为陆离就是战力排行榜的第1名。见到陆离的资料后，吴宁毅顿时明白了，原来和自己对战的是新生中的第1名啊，怪不得自己被碾压了。随后越是了解就越是震惊，疑似是无视防御，疑似有史诗级套装，疑似有2个天赋，怪不得那么强。再看经历，各种榜单全部登顶，未到40级便是已经击败40多级的河洛登顶战力排行榜，目前也即将登顶等级排行榜，而这一共也就是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么恐怖，吴宁一人傻掉了。你好，青山离，正在根据您的排名匹配对手中，匹配成功，请做好战斗准备。陆离匹配成功，进入战斗空间。哗哗哗，暴雨来袭，轰咔轰咔，电闪雷鸣。这是一个处于雷暴天气的地点，暴雨倾盆。陆离刚一到达就是全身湿透，感觉自己的动作都是变慢了，自己的视线也是受阻严重，对手的位置也是极为模糊，根本看不清，自己所见全是雨水。刚好陆离趁此机会查看下对手的信息。玩家阿伯连特斯，等级55级，职业刀客，副职业炼丹师，生命值1600000，法力值10万，物理攻击56万，法术攻击40万，物理防御15万，法术防御16万，精神10万，速度17万。对陆离来说，这是目前为止遇到的最强的对手了，也是最有压力的对手。可以看到，阿伯连特斯是一位非常强大的刀客，各方面的属性都很强。陆离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自己无视防御这一点了。你是青山离吧？也就是陆离学弟。对面传来声音，陆离有些无奈，没想到这位学长竟然还认识自己，或许也研究过自己了。是的，学长你好。陆离依旧是礼貌回应，既然他有意要聊几句，那自己便陪他聊一会儿，顺便仔细研究一下他的技能，想一想他会怎么出招，又有哪些比较克制自己的东西。这一看才知道对面的学长可真是不简单，各种技能应有尽有，既有爆发技能，也有辅助技能，能够应对多种对手和场面。而且目前他是一身的史诗级装备，可以说是全面碾压自己了。那好多的史诗级技能也是让自己极有压力。你在这时候遇上我，说明你已经连胜过几次了吧？甚至有可能已经赢过后同届的了。不愧是新生中的最强者。脚步声越来越近，人影也是越来越清晰。阿伯连特斯走了过来。学长猜得不错，我是4连胜，也确实赢了一位学长。既然他已经有所猜测，自己大胆承认也无妨。自己的目标可是前100，若是这时候就畏缩不敢承认，那自己怎么去击败更强的人呢？啪啪啪，阿伯连特斯鼓起掌来。不愧是同届最强者，实力确实强大。我表妹时常便会提起你，带着深深的仰慕。看得出来，她很佩服你，也很喜欢你。她这样的人都会被你迷住，我一开始还不相信，很是惊讶。之后我就细致地看了一下你的资料和各种经历，我也很是震惊。只能说你真的是一位天选之子。现在看来，表妹那么喜爱你不是没有原因的，你的魅力确实很强大。不过想要击败我，我觉得还是差了些许。虽然我看不透你的属性资料，但是我对你研究不少，我可不会小看你。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高看你，所以我会用尽全力和你对决。这样一来，恐怕你的机会就更小了。见他带着笑意说着这些话，陆离有些无奈。原来他的表妹很是仰慕自己，而且因为表妹的原因，他要用全力对付自己了。自己一时还真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了。既然他用全力，那就不会出现低估自己而被秒杀的情况了。当然，看他的技能也知道自己是无法快速秒杀他的。学长能够尽全力才是最好，这也是对我的认可。陆离说完，两人的战斗一触即发。好，来吧。真想知道表妹知道我击败你时的表情会是如何。第162章，我看透你了。好，来吧。真想知道表妹知道我击败你时的表情会是如何。随着阿伯连特斯的话语，他很快便是持刀冲向陆离。虽然陆离并不在意他的表妹到底如何，但是此时陆离听到这句话也是忍不住想要吐槽。我也想知道你表妹知道我击败你之后表情会是怎样。很快，二人刀剑相撞，砰蹭，二人速度很快，刀光剑影交错，在雨夜氛围的衬托之下，仿佛是两个绝世高手在交战一般。轰隆隆，雷霆划过，
黑云翻滚，断绝斩，一剑出，斜斜地砍在了阿伯连特斯的身上，负42万。然后一个表里杀缭乱，顺便冲刺出一段距离，躲避阿伯连特斯的伤害。不错不错，很好的手段。阿伯连特斯被陆离耍了一套，此时也是有些气急，听他的语气，有些咬牙切齿的感觉。陆离也是继续谨慎应对，此时有些生气的阿伯连特斯或许会用出意料之外的技能组合。自己刚才算是占到一点优势，但是这样的机会或许就只有这一次，必须继续小心应对。刀锋之舞，只见阿伯连特斯一个冲刺和重击，刀锋出现一道白光，白光迅速冲向了陆离的地方。在雨夜之中，这道白光显得是如此的耀眼。陆离和他的距离太近，导致陆离根本来不及躲闪了。好在他的防御足够高，并不会造成太高的伤害。负40万，不过即使是伤害没那么多，依旧是打掉了陆离将近一半的生命值。陆离立刻反手一击，负50万，加1500000。靠着30%的吸血能力，陆离将生命值抬到了一半以上，防止被秒杀。接着，二人陷入了大战，泥水四溅，暗淡的夜色中只有刀剑上的光芒在闪烁。轰咔！巨大的闪电闪过，暂时照亮了周围。陆离的吸血能力让陆离可以一直不会被秒，但是必须要快。阿伯连斯特下次攻击之前把生命值吸回来，不然的话，陆离就很有可能被秒掉。毕竟阿伯连斯特的攻击实在是太高了。可以，能和我打这么久，你已经很厉害了。阿伯连特斯再次出声，不过此时却是有些气急败坏的意味，和之前的友好态度倒是有些不一样了。不过此时陆离的压力其实很大，阿伯连特斯的实力非常恐怖，陆离也是不知为何就匹配到他了。他和上一个对手吴宁毅实力差距还是有点大的。难道说2年级的学长学姐都是如此恐怖的吗？连阿伯连斯特都是在偏后的位置，很难想象自己下一个对手会是多么恐怖了。看来这次想要直接进入前100名还是有些难度，只能看月底的时候自己还能变得多强了。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阿伯连特斯大喊一声，随后刀光一闪。陆离看到后便是明白了阿伯连特斯想要做什么，肯定是想用那个刀之墨染了。而陆离在此时竟然是动都没有动，似乎是直接愣在了原地。阿伯连特斯见到陆离竟然动都不动了，顿时一惊。只见刀光漫天，阿伯连特斯的刀是冲着陆离来的，结果确实覆盖了陆离周边，唯独陆离自己的位置是没有任何刀光的。这正是刀之墨染的技能效果，可以造成恐怖的伤害，但是需要吓到对方，让对方做出躲闪的动作，这样才能打出伤害。而原地不动正是破解这一招的唯一方式。陆离猜对了，但是阿伯连特斯很是震惊，陆离怎么会知道自己会使用这一招？虽然他多少知道一些陆离能够看到别人属性的事情，但是他不敢相信陆离竟然是能看到相差如此高的等级的自己的技能，而且这个技能属于高品阶的技能，想要看到更是需要更高的探查手段。没想到自己竟然被看穿了所有信息，而且陆离竟然也看出了自己想要出这一招，不然的话他是不会原地不动的。自己的一切都被看穿了，阿伯连特斯心如死灰，他知道自己已经输了。果不其然，在他技能结束后就是陆离反击的时候了。踏前斩，瞬影侧之一击，两个技能将阿伯连特斯的最后的生命值直接清空。恭喜获胜，您的新蓝榜排名上升至第195名，恭喜您获得5连胜。陆离回归现实世界，凭借5连胜，陆离已经冲进了前200名。但是陆离今天不准备继续打了，自己现在在200名就遇到了如此强大的对手，若不是自己猜对了阿伯连特斯的使用的技能，输的人就是自己了。而越往后遇到的对手自然也会越强，自己还是先提升实力再来吧。陆离已经鲜明的看到，差了1年时间，属性上的差距是一道鸿沟。若是自己的属性达到他们的 80%， 那么自己也可以轻松一些拿下，而不像现在这般费力。等月底自己变强一些再来试试好了，实在不行就下个月挑战前100名。要知道现在的前100绝大多数都是大3大4的学长学姐，大2的学长学姐都是一小部分。陆离作为一个大1的新生，想要直接进入前100名，果然还是难了一些。陆离出来新兰竞技场之后，直接来到了图书馆继续查看书籍。他现在已经有些沉迷了，因为知识的海洋实在是太过宽阔了，自己了解的终究是沧海一粟。而且陆离现在也已经需要提前做好进入下一个更高级的服务器的准备了。毕竟自己有众多天赋，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提前进入更高等级的服务器并不是一件难事，自己确实需要提前做好准备。时间匆匆而过，
陆离一不留神就是在图书馆待到了晚上6点。陆离及时清醒，回到房间，进入了神域。第163章探查魔族。礼乐城周边一共有5大城镇，分别为清泉镇、平云镇、卧龙镇、松云镇、无印镇。在这段时间，魔族大举入侵，在边营连谷地区派兵入侵最近的松云镇。此时，松云镇就是人族和魔族大战的最前线，而一旦松云镇失守，10公里外的卧龙镇也难逃被侵占的命运。所以，两方都是派出了大量的兵力在此。一时间，松云镇战火连天。松云镇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军事小镇，里面原本居住的大量平民早已被转移到了其他镇和礼乐城之中。目前驻扎在这里的都是军人。你好，我是青山离，是来帮助你们对抗魔族的。陆离走近，来到了一个将领身旁。我知道，是城主大人派来的。听说你实力强大，不久前还护送了一批物资，还保护了诸多战士，我替他们再次向你表示感谢。将领也是走了过来，笑着对陆离说道：“不必如此客气，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战斗？”陆离对那个将领问道。陆离是接了任务来此的，今天赶到城主府给宁光大人交了任务，然后就领了一个长时间的任务，正式来前线作战。任务：守卫松云镇。任务介绍：在礼乐城外，魔族势力越来越多，在礼乐城周边小镇松云镇处，近日出现了大量魔族，松云镇已经成了魔族大军主要攻击的地点。一旦松云镇失守，卧龙镇后果不堪想象。宁光城主心急如焚，希望你能前去守卫松云镇。任务需求：成功守卫松云镇，并击杀1万以上的魔族战士。任务时限3天。这个任务说难不难，说不简单也不简单，这还是要分各种情况的。对其他玩家来说，单单是击杀1万以上的魔族战士都是要花费好多天，根本不可能在3天内击杀1万只魔族战士。这是第一个难点，对陆离来说还算简单。第二个点就是有些不可预测了，毕竟魔族的数量是未知的，陆离也不知道魔族到底派了多少数量的魔族战士来攻打松云镇。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至少是5万以上的魔族战士。毕竟松云镇驻扎的人族战士的数量都是来到了8万以上，魔族战士估计比这还要多一些。此时，人族为了彻底守住松云镇，已经派来了大量的玩家前来助阵。有了玩家们的加入，守卫松云镇的工作就要简单一些了。毕竟玩家是可以复活的，而 NPC 却是永久死亡，牺牲玩家换取胜利是最有性价比的一件事情。而玩家们即使牺牲了，依旧是可以得到大量的奖励作为补偿，也不会亏损什么。玩家们对此还是很乐意的。他们的任务要简单一些，就是保卫松云镇，不会有强制玩家必须击杀多少魔族战士的要求。毕竟其实他们的任务更多的是保护自己，让自己在没有死亡的情况下把奖励给拿了。我们也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开战，就看魔族什么时候发动新一轮的攻势了。按照这几天的情况，魔族每天都会发动至少3轮攻势，照此推算，半小时后可能就要开启新一轮的战争了。那个人族将领见到陆离如此急切想要开战，也是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是还是将可能的情况给陆离说了一遍。毕竟陆离是宁光城主亲自派来的，陆离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更不用说之前还保护了大量的人族战士安全抵达前线了，所以他是很尊敬陆离的。好的，谢谢你，那您先忙，我去外面侦查一下。陆离对他表示了感谢，然后走出了帐篷。出来后，陆离面前就是大量的礼乐城战士，礼乐城的官方战士被称作千岩军，而在另一边则是诸多的玩家在一起聊天。此时战争尚未开始，他们也只能等待。若是直接开战后再赶过来，会被直接判定失败，毕竟系统可不允许有人耍小聪明。这样确实打消了很多人想要浑水摸鱼的想法。虽然任务规定是保卫松云镇成功即可，但是还是要真正的参与进去才可以。陆离没有什么熟悉的人，此时孤身一人前往了对面的魔族阵营方向。走到边界地区，一个千岩军守卫战士对陆离说道：“小心一点，前面就是魔族的阵营了。”陆离转过头对他说道：“好，谢谢提醒，我没事的。”陆离如此说道，那位千岩军战士也就没再说些什么，让陆离继续前行了。其实虽然是两军对垒，但是中间的区域还是很远的，这也算是一种默认的规则了。人族和魔族都不会允许对方靠在很近的位置的。陆离花费了足足10分钟才隐约看到了魔族的战士们。魔族战士通体都是漆黑的盔甲，配上阴森的面容，看起来十分的恐怖。而礼乐城的千岩军则是明黄色的铠甲，看起来就威武亮堂许多了。陆离作为人族的玩家，自然是最好不要被发现了。陆离小心翼翼地潜入过去，看到魔族的阵营也是有些不小的震撼。魔族的战士军营一望无际，
看起来比人族的阵营还要大还要多，而魔族的战士们的实力也不逊色于礼月城的战士们。陆离也是有些理解为何宁光城主一直愁眉不展了，实在是魔族的阵仗太大了。陆离拿出背包里面的隐身丹，然后直接使用。这是陆离在抽奖中获得的一个比较好的物品，可以隐身5分钟，而且不会被探查出来。当然，这个是有等级限制的，超过了陆离20级的人还是可以察觉到陆离的。但是这里是不存在有超过60级的魔族的，所以陆离在使用后也不用担心被发现。陆离大摇大摆地走进了魔族的最中心范围。第164章，前往卧龙镇。这里是魔族的核心区域。陆离根据之前的查看，已经得知了魔族的战争最高指挥官就是在此地。陆离来到这里后，便是小心了许多。虽然自己是不会被发现，但是自己的存在是无法被抹除的。也就是说，陆离碰到别人，别人依旧是有感觉的，所以还是有被发现的可能的。好在这里的魔族都是将领，数量并不算多。陆离听到一处帐篷内部传来议论的声音，陆离立刻靠近了过去。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好计划，出其不意，说不定真的可以得手。同意，我们半小时后就立刻发动这个计划，以免节外生枝。那好，我们现在就去分兵吧。等等，我再强调一遍，到时候一定要听指挥，不要露出破绽。首先是你们2人带领3万战士前去突击松云镇，然后你们4人带领6万战士突袭卧龙镇。注意，一定不要露出破绽，被他们发现。一定要在攻打卧龙镇之后再让他们察觉到我们已经在突袭卧龙镇，那样的话他们是来不及支援的。好，那现在就行动吧！突击卧龙镇的战士们先行出动。散会！拖动桌椅的声音传出，随后帐篷内走出多位魔族将领。陆离刚一到来，就是得知这个消息，此时又是震惊又是有些惊喜。震惊的是，没想到魔族竟然突然改变计划，改为突袭卧龙镇。惊喜的是，自己已经知道这件事了，现在必须尽快回去通知人族的将领，让他们提前做好准备。此时那些魔族的将领已经去召集部下了，整个魔族大军顿时行动了起来。见到魔族已经开始行动，陆离也是确认了魔族此次确实是要改变计划了。陆离速度飞快，离开了魔族的阵营，返回松云镇。很快，陆离回到了松云镇，然后陆离便是立刻找到了那位人族指挥将领，告知了他这个消息。只不过那位将领顾虑颇多，毕竟和陆离关系并不算是熟悉。此时得知如此重磅的消息，首要任务自然就是确认真假。青山离，你说的可是真的？这种事可开不得玩笑。陆离立刻回答道：确实是真的，他们已经在行动了。将领皱着眉头继续问道：请问你是如何得知这个消息的？这种事情应该是他们魔族最高将领们开会决定的吧？陆离再次回答道：是的，确实是他们开会决定的计划，我是隐身过去的。刚好听到了这件事，很快他们魔族就行动起来了，基本可以确定是真的。将领并未彻底相信，而是继续问道：你怎么确定你的隐身没有被发现呢？魔族将领的实力可是高出你许多的，万一他们早就已经发现了你，而且是故意演戏给你的呢？万一我们真的派出大军去守卫卧龙镇，但是这个消息是假的，是故意散播给你的，那么松云镇可就要真的失守了。不行，我可以派出少量的战士去探查卧龙镇周边，但是绝不会派出大量军队去卧龙镇。我们的首要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守卫松云镇。听到将领的话语，陆离也是有些无奈，自己虽然确定自己没有被发现，但是确实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因为陆离自己的隐身时间早就已经过去了，但是陆离已经没有第2个隐身丹来使用了，不然的话陆离直接使用，并且这位将领没有发现自己，这就能够证明了。可惜自己确实没有第2个了。只见那位将领似乎是看到了陆离的无奈，他继续说道：我知道你说的很有可能是真的，毕竟你是城主大人派来的，你必然是有特殊的手段，但是目前确实无法证明这是真消息还是假消息。这样，我们派出1/3的兵力驻扎在2镇中央，万一真的有魔族入侵了卧龙镇，凭借卧龙镇自己的兵力，再加上这1/3的兵力，也能坚持一段时间，等待我们松云镇这边兵力的支援了。而若是假消息，松云镇这里剩下的2/3兵力自然也是可以撑到1/3兵力回来的。你看这样如何？陆离一想，这样一来似乎也能接受，但是陆离还是觉得自己听到的消息必然是真的，毕竟当时似乎是已经开完会了，最后重复强调了一下而已。卧龙镇兵力毕竟不够，还是有失守的可能性的。于是陆离继续说道：这样吧，我也去支援卧龙镇，我一个人还是可以顶住大量魔族战士的，到时候希望那批战士尽快赶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松云镇这边不光是兵力充足，还有玩家们的支援。要知道，玩家们的手段可是有很多的，几人组成一个小队，击败同等数量的魔族战士没有太大问题。而卧龙镇则是不同，毕竟居民还在，战士数量也少，这也是和卧龙镇位置有关。卧龙镇相比于松云镇更靠近李月城一些，想要攻打卧龙镇需要绕一下松云镇才行，所以之前魔族并没有优先攻打卧龙镇，只是不知为何突然就改变了以往的计划。不过若是陆离没有去探查，没有得知这个消息，一旦魔族真的直接入侵卧龙镇，卧龙镇失守的概率是很大的。好，就按照你说的来，那这样你和李兆云一起带领2万战士去松云镇和卧龙镇的中间驻扎，等待消息。将领也同意了陆离的想法。很快，陆离便和叫做李兆云的将领带领2万军队直接前往了卧龙镇方向。陆离等人抵达边界后，李兆云等人便是停留在了此地，而陆离也是直接前往了卧龙镇。第165章魔族大军攻来。陆离赶到了卧龙镇之后，立刻前往之前听到的魔族大军前来突袭卧龙镇的方向。陆离也是要确认一下是否魔族真的派出了大军赶过来，毕竟虽然自己确实听到了计划，但是临时改变计划也是有可能的，自己现在刚好有时间去确认一下，提前做好准备也好。赶了5公里之后，陆离便是见到了魔族的战士。陆离继续冲过去，发现确实是超过几万的军队，看来是没错了，魔族的计划仍旧是来突袭卧龙镇。不过随着陆离的靠近，自己的行踪也已经是被发现了的。快追过去！魔族的将领大喝一声，随后就是带着几个精锐直接突进了过来。陆离看了一下几位将领的属性，立刻明白自己很难全部抵挡，只好直接逃走。要是面对一位魔族将领，自己还是能赢的，至于最厉害的那位，自己恐怕是有些危险，更别提现在是面对他们全部了。见到陆离直接逃走，将领们自然是不会放过。魔族的将领们等级高，属性强，对于周围的探知能力也是极强，所以陆离虽然隔得已经比较远了，但是还是被发现了。当然，这和陆离没有隐身能力也有一定的关系，而且陆离目前并不擅长隐藏自己，那是刺客、盗贼玩家比较擅长的事情。陆离速度比不上那些魔族将领，但是陆离毕竟隔了一段距离的，在1分钟内，将领们还是追不上陆离的。而过了1分钟，恐怕人族也已经全部知道魔族大军攻打卧龙镇的事情了。确实如此，陆离已经给驻扎在卧龙镇和松云镇边界的人族将领李兆云发送了信息，让他直接赶来支援。此时，驻扎在边界的人族大军也已经开始朝着陆离这边赶来，陆离也是朝着他们的方向赶了过去。至于孤身一人去搅乱魔族大军这种事情，陆离目前并不打算去做，因为风险有点大。虽然自己仗着自己的强大的吸血能力可以将血量稳在一个安全警戒线，但是一旦深陷魔族战士的包围，再被魔族的将领联合围杀，自己很难跑出去，这样很容易牺牲掉自己。虽然陆离是玩家，死亡不算是真正的死亡，但是死掉的损失目前也不小，到了这个等级是不能轻易死亡的。见到陆离速度如此之快，魔族将领顿时有些一惊，随后也直接取消了追杀陆离的打算，而是转头带着大军快速前往卧龙镇。这次已经被发现了，但是也不能临时取消攻打卧龙镇，既然如此，那就只能直接快速侵占卧龙镇。陆离看到魔族的决策，也是有些惊讶于他们的果断。此时援军未到，卧龙镇兵力又不足，正是最空虚的时候。陆离见状，立刻朝着卧龙镇的方向赶去，同时告诉边界将领李兆云这个消息。魔族大军的实力毕竟不一样，所以行进的速度要比陆离慢一截。陆离很快就已经抵达卧龙镇，魔族大约还需要5分钟。陆离立刻赶到镇长府，想要联系卧龙镇的守城将领，也就是卧龙镇的镇长，告知他魔族即将到来的消息。只不，只见镇长府邸前面的2个守卫却是将陆离拦截了下来。陆离眉头一皱，亮出了自己的身份，说道：“我是宁光城主大人派来的，让我进去，有要事相商。”这2位守卫面露难色，似乎还是不想放行。实不相瞒，镇长大人有令，今天不准任何人打扰。陆离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有些疑惑以及气愤。随后，陆离直接拿出了宁光城主的信物：“你们确定不放行？”见到宁光城主的信物，2个守卫什么都不敢说了，直接收回武器，放陆离进去。大人，跟我来。其中一个守卫立刻改变了对陆离的称呼，然后带着陆离前往镇长所在的位置。不一会儿，陆离便是见到了卧龙镇的镇长王大福。只见他此时在一个小厅中，左右各抱着一位美人儿，前面的桌子上满是好酒好菜。王大福此时吃得满脸油光，右手还在2边的女子身上不断游离。听到动静，王大福立刻收回了手，
见到是从未见过的陆离和门口的守卫，他顿时大怒说道：“谁让你放他进来的？滚出去！”说着，两只手又开始动了起来。守卫顿时把腰一弯，战战兢兢地说道：“大人，这是城主大人派来的。”王大福听到后，眉头一皱，面色有些不善。随后，他给两位女子摆了摆手，示意他们离开。接着，他才说道：“有什么事，说吧。”陆离此时心中也是有了些怒火，说道：“王将军，魔族还有3分钟就抵达，而第一批援军大约还要6、7分钟，还请抓紧组织军队进行防御。”陆离面容严肃地告知守城将领王大福这个消息。不料王大福哈哈一笑，吃了一口牛肉，再喝一口酒，笑着说道：“哈哈，你肯定是看错了。不要着急，魔族是不会攻打卧龙镇的。闭嘴，赶紧派人去防守。”见到他嘻嘻哈哈，仍旧不当回事儿，陆离立刻呵斥说道。此时魔族大军马上就到，结果这个镇长竟然还在嘻嘻哈哈吃肉玩女人，陆离有些难以理解。不仅是没想到这个镇长竟然如此垃圾，也是没有想到宁光城主怎么会允许他当镇长的。但是此时暂时不能再去多想了，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抓紧组织人手去城外御敌。王大福被陆离的大声呵斥也是吓了一跳。你有什么资格训斥我？来人呐，拖出去！陆离继续怒喝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不去防守魔族大军，反倒是要带走我？”王大福面色一变，凶恶地说道：“没错，我现在就是要杀了你！”只见他身上满是盔甲，竟然是想和陆离直接作战。第166章，镇长叛变，卧龙镇威。陆离被突然的变故也是惊了一下，随后很快就意识到这个王大福的镇长或许已经叛变了，不然的话，听到魔族大军赶来，不管信不信，都不该是这副态度。陆离立刻将王大福的信息仔细看了一遍，果然他具有一个化身魔族的技能，他确实是已经叛变了。但是此时情况危急，作为镇长的王大福实力也确实不弱，自己若是与他缠斗，虽说自己可以赢，但是那样会耗费大量的时间，而魔族或许在自己杀死王大福之前就赶到了。不行，自己不能和他打。陆离顿时跑了出去，随后跑到了城墙。王大福虽然实力不弱，在速度这方面却赶不上陆离，所以在陆离抵达城墙的时候，王大福还在赶来的路上。既然无法让镇长召集军队，自己只能先让城墙的军队进行第一波防守了。等城墙军队集结之后，再去召集城内的军队吧。陆离来到了城墙之后，赶到了城墙处的一个负责将领面前。在陆离告知城墙将领魔族即将攻来的消息之后，那个将领顿时警惕起来，说道：“难怪我派出去的侦察兵至今还未回来，我就感觉不太对劲，原来是魔族想要直接攻打卧龙镇。好，我现在就阻止人手进行防御，另外我现在就派人去通知城内的兄弟。”这个将领结合自己派出的侦察兵大概率死亡的消息，再加上陆离手持的城主信物，很快就相信了陆离带来的消息。城墙的军队开始有序组织起来进行防守，而且已经有人去召集城内的军队了。陆离此时也是放下心来，只要防守住第一波攻势，撑到援军的到来，这次应该问题不大，毕竟自己这边是有城墙优势的。不对，还有王大福，他已经是魔族了，已经叛变了，这是内鬼！陆离一惊，然后发现本该追过来的王大福已经不见了。随后陆离立刻告知了城墙将领这一消息。那位将领起初有些难以置信，随后就是恍然大悟的说道：“原来我之前给镇长的消息都没有得到回应，是因为镇长反水了，怪不得我之前告知侦察兵不见的消息，上面没有任何反应。看来这次魔族的进攻是早就准备好的。”陆离告诉他让他们坚持住，自己去找镇长战斗。魔族来了！只见一个人族战士赶了过来，告知城墙将领魔族已经攻打过来了。还好人族现在已经组织好了防御，而且城内援军马上就到。迎敌！将领大吼一声，命令战士们开始防御。轰隆！不远处传出一声剧烈爆炸声，陆离等人顿时就被吸引了目光。只见不远处城墙塌了，陆离等人心中都是一凉，坏了！陆离立刻就是冲了过去，果然是看到了镇长王大福。这次的爆炸就是他搞出来的，看来他早就反水了，并且早就已经准备好了炸掉城墙。陆离大吼一声，此时也是有些愤怒。作为镇长，他不但是没有保护自己的子民，反而是当了魔族的走狗，放魔族进来屠杀自己的子民，可恨！断绝斩！陆离手持轩辕剑，直接一剑斩了过去。负80万！暴击！高额的伤害以及剧烈的痛楚让王大福忍不住嘶吼了起来。呵啊！呵呀！随着王大福的厉声嘶吼，他的身形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只见他从一个人形逐渐变得高大，变得魁梧，
面容也逐渐的扭曲，变得丑陋。他已经成为了魔族。在王大福已经化身魔族的技能之后，他的属性再次迎来了一次巨大变化，实力再次获得提升。王大福的生命值已经突破了1000万，即使自己具有无视防御的能力，依旧是需要大量的时间来击杀王大福，更何况王大福的攻击手段也不弱。可恶！冲啊！城墙处传来大量的战吼声，魔族大军已经到了，两军已经开战。此时卧龙镇可真是腹背受敌，王大福和陆离所在的位置的周边已经空无一人了，只剩下城墙那里还有守卫的军队。但是很快魔族的大军就会通过这个裂开的口子进入城内屠杀。虽然已经有一部分战士在进行疏散人群工作了，但是来不及的。突然的变故让卧龙镇变得危急起来，一时间卧龙镇仿佛就要被攻破了，而援军尚未抵达。砰！王大福手持一把长枪挥舞向陆离，陆离持剑迎敌反击。来回几个回合之后，城外进来了诸多魔族的战士，已经来了，魔族战士已经进入了城内。这个缺口守不住了，缺口处不断涌入魔族的战士，同时也有人族的战士在不断赶来防御。陆离此时也无暇顾及，只能帮助这些战士们防住王大福这个叛徒。毕竟若是放任王大福这样一个实力强大的人去杀戮，没几个人可以防住他，只能陆离来动手了。可是在防御王大福的时候是没法杀其他战士的，人族战士目前数量严重不足，差距太大，目前就是1对多的局面，卧龙镇的战士们根本守不住。虽然李兆云带领的人族援军几分钟后就到，可是这几分钟卧龙镇的战士们怕是也守不住了，实在是太艰难了。人族的战士们大批的死去，陆离目前也只是打掉了王大福不到500万的生命值，若不是陆离还能击杀魔族战士吸血，怕是要被王大福直接秒掉了。能够到李月城镇长这个职位，实力也不是陆离等玩家现在就能轻松击杀的。毕竟李月城周边一共也就是5个镇子而已，镇长的实力属于比3级城市的城主弱一点而已。陆离想要轻松击杀这种实力的人，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来成长的。更何况王大福还进行了魔化，成为了魔族，实力又有了增长，击杀的难度更大了。卧龙镇陷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第167章援军中至。哈哈，看你能怎么办！魔族大军已经攻入城池，你一个人又能做些什么呢？魔化后的王大福哈哈大笑，对着陆离直接嘲讽说道。陆离此时也是面露难色，自己想要击杀王大福并不容易，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不如去猎杀那些实力弱些的魔族战士。可是一旦放任王大福，那他很可能就会帮助魔族大军屠杀城内百姓，并且他身为镇长，自然熟悉哪里人多，想必屠杀速度会很快。这可真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啊！而且人族的支援还要几分钟才能到来，可是这几分钟足够魔族直接占领卧龙镇。陆离虽然无暇顾及他处，但是对周围也是有些感知，此时人族的守军可谓是节节败退。魔族一是数量多，二是综合实力强于卧龙镇的守军，这样一来人族守军便是毫无抵抗之力了。虽然不想承认，可这确实是一个残酷的事实。陆离心一横，直接一剑击退王大福，然后闯入了魔族大军中。魔族大军特意绕来了陆离和王大福这片区域，让他们2人战斗。他们也知道这2人都不是他们能打得过的。魔族军队数量众多，陆离很快就来到了一处魔族战士聚集地。随后陆离展开了对魔族战士的屠杀。王大福见到陆离直接离开自己，而是去击杀那些魔族战士，也是狠狠大笑。随后他便是冲入了城池内部，他要去击杀那些城内的居民们了。陆离之所以选择不再和王大福纠缠，而是去击杀魔族战士，是因为陆离觉得与其这样无休止的纠缠，还不如自己去和王大福比拼击杀速度。而且陆离的任务还要求自己击杀1万名以上的魔族战士，于情于理自己都应该去击杀那些魔族战士了。至于大概率被王大福屠杀的居民，自己也无能为力了。这种情况，居民和人族战士都在大量死亡，陆离也保护不了。吃！再次击杀一个魔族战士，陆离的技能再次冷却完毕，直接就是一轮群体伤害技能灌了出去。你是镇长大人？啊！快跑啊！镇长变成魔族了。在不断的哀嚎声中，王大福笑得越发猖狂了。特别是在居民们辨认出他的身份之后，王大福越发的有一种变态的快感了。难以置信的情绪在蔓延，居民越发恐慌了。连镇长大人都叛变了，卧龙镇还有救吗？轰咔！天色阴暗，巨大闪电划过，天降大雨，噼噼啪啪的雨点不断滴落在地上。一个居民跪在地上抬头望天，他伸出手臂，全身已经满是污泥，雨水冲刷，手臂上的泥点被冲下，
可是心中的灰暗却是再也冲刷不下去了。整个卧龙镇都是战火连天，人族守军在短短几分钟内就已经是十不存一了，在本身实力就不如对方的情况下，还要以一对多，实在是太难为他们了。而且若是依靠城墙，说不定还能坚持到援军的到来，或者拖延一会儿被攻破的时间，少损失一些人族战士。可惜这一切直接被王大福的一个举动毁灭了。从攻城战变成阵地战，损失的战士数量可不是同一个量级的。4分钟过去了，李兆云带领的第一批援军终于到了，可惜卧龙镇已经失守了。松云镇，兄弟们赶紧冲，赶紧把他们全部杀光！卧龙镇需要我们的支援！一位前线将领大声喊道，带着诸多人族战士在魔族大军中来回冲杀。松云镇这边也已经得知了卧龙镇被突袭的事情，松云镇这边的战士确实是要轻一点，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攻打松云镇这里的魔族战士数量不如以前多了，确实是佯攻以及拖延松云镇战士去支援卧龙镇的。指挥中心，没想到还真改变计划了。可是他们图什么呢？卧龙镇靠近李月城，迟早会被我们拿回来的。一个将领皱着眉头说道。总指挥官李文墨叹息一声说道，我还是有些犹豫了，若是听了青山里的话，直接派去支援卧龙镇，卧龙镇不会是这种局面。另一位将领无奈的说道，这也不能怪你，战局瞬息万变，松云镇是万万不能失守的，你的决策也没问题。又一位将领说道，没想到王大福竟然是直接叛变了，还成了魔族，真是最大的变数，敌人往往处在内部啊。李文墨伸出手来打断议论，说道，刚才派出的第2批援军行动了没？一位将领立刻回答道，已经以最快速度前往了，10分钟后抵达。李文墨继续问道，好，松云镇这边的传送阵修建的怎么样了？其中一个将领回答道，差不多了，明天就可以正式使用了，到时候离月城和松云镇就直接打通了。另一个将领叹息道，可惜建造传送阵需要极为短缺的珍贵材料，不然肯定是要在各个地方都建造一个的。其他将领纷纷应和说道，是啊是啊，太可惜了，快点把松云镇的战事结束吧，卧龙镇那边还需要人过去支援。是，兄弟们，我们来了！李兆云大吼一声，首先来到了卧龙镇内部。可惜无人回应他，回应他的只有满目疮痍。李兆云呆呆地伫立在原地。已经晚了，后面的战士紧随其后来到城墙处，同样都是看到了面前的残垣断壁。战士们瞪大眼睛，眼中血丝蔓延。啊！不知是谁突然大吼了一声，随后战士们都是大吼起来，冲啊！啊！该死魔族！李兆云面容愤怒，胸膛剧烈的不断起伏，随后便是一声响亮的怒吼声，兄弟们，卧龙镇的兄弟们报仇，把卧龙镇夺回来！第168章，魔族再攻松云镇。陆离赶到战场中心，全身浴血的陆离听到城墙处的吼声，终于是松了一口气。陆离此时已经深陷魔族包围了，而且还有一个魔族将领在和自己战斗，陆离此时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人族的守军10不存一，陆离在击杀魔族的时候都没有见过其他战士了。援军到了，陆离终于也是松了口气。他已经忘记了这里是游戏，他已经将神域当成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了。他现在只想保护好卧龙镇，这种见不到同族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兄弟们，杀！李兆云一边大吼，一边带着人族战士们来到了陆离所在的位置。倒不是他专门来救陆离的，而是因为这里的魔族战士数量太多，扎堆最猛。他根本没有看到陆离，陆离一个人和整个包围他的魔族战士相比，实在是太渺小了。听到李兆云是朝着自己这里冲过来的，陆离也是有些欣喜。自己虽然战斗了不过5分钟，但是这几分钟实在是太煎熬了，自己时时刻刻都是处于紧绷状态，不然自己的下场就是被集火秒杀。而且魔族战士们如同蝗虫一般，那份带给心理上的压力也是巨大的。有了人族援军的支持，陆离的艰难处境顿时就被化解了。随后在跑掉不少魔族战士之后，李兆云才是见到了被包围的陆离。他先是有些惊讶，然后又觉得有些理所应当。能够吸引如此规模的魔族战士进行包围，实力定然不凡，能坚持这么久的人没有几个。而陆离算是给了他一个惊喜。在这之前他并不清楚陆离的真正实力，这下他明白了，怪不得是被宁光大人看中的人。辛苦了，我们来晚了。李兆云先是有些惊喜，然后就是深深的愧疚。在这之前都是靠陆离一人支撑的，自己赶到这里就是知道卧龙镇已经沦陷了，
自己还是来晚了，自己应该再靠近卧龙阵一点的，那样能够赶到的更及时一些。陆离擦掉脸上的血水，笑着说道：“没事，还有的打，这可是咱们的地盘。”李兆云也明白此时还不是懊悔的时候，所以李兆云很快调整好情绪。对，那你就自由行动，我带兄弟们去打他们扎堆的地方。陆离点点头，很快兵分两路。陆离这下终于是轻松了许多，终于是有人分担一些魔族了。陆离现在就好好完成自己的任务就行了，大头交给李兆云等人就行了。不一会儿，陆离就听到了城镇深处传出的喊杀声，看来两军已经开始碰撞了。虽然这只是第一批援军，数量远比不上魔族战士，但是总归是有了援助，拖住魔族屠杀的脚步还是可以的。再说，下一批援军也已经快要到了。而陆离此时则是专心击杀散落在城镇四处的魔族战士。其实他在这短短时间内就已经击杀快要近1000魔族战士了。毫不夸张地说，陆离体内的血没有一滴是自己的了，全靠吸魔族战士的血才能活到现在。砰！帐篷内传来一声沉重的敲击声。此时，魔族大帐中的气氛沉重如水。魔族大将卡尔西罗斯怒气冲冲地喊道：“废物！竟然被提前发现了，真是废物！”另一位魔族大将则是说道：“好了，说这些有什么用？现在应该讨论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之前这种被发现的情况又不是没有想过，现在执行对策不就好了？”总指挥官本田无一郎说道：“说的没错，我们就继续执行我们的计划，继续派大军前往松云镇，让他们疲于奔命。这次一定要拿下其中一个。”是。随后，魔族在此处的最后的一批战士也前往了前线作战。报告，魔族大军又来了！来松云镇。一位侦察兵迅速汇报查探到的情况。大帐内，几人再次聚集讨论，出现了之前考虑过的最糟糕的情况。魔族还有大量的军队。是啊，他们数量实在是太多了，这可如何是好？其实这倒不是数量的问题，而是质量的问题。确实啊，他们中夹杂了很多来自深渊的魔物，我们处理起来很是麻烦。深渊如今是越来越猖狂了，而且还和魔族达成了一致，这对我们人族来说太糟糕了。别慌，我早就进行求援了，那些异世界玩家很快就会抵达，有了这些受到眷顾的人，我们有获胜的希望。他们有深渊是没错，但是我们也有玩家的帮助，我们的实力不比他们差。但愿如此吧。可是深渊是极战力，随便一个都很强，但是玩家们毕竟良莠不齐，能够抵挡深渊魔物的人可是少之又少啊。他们需要的只是时间，有了时间，他们成长的速度是很快的。那我们现在就是在给他们争取时间。说的不错，好了，咱们也需要去前线了，都做好战死的准备，是时候和魔族的大将们分个生死了。早就等不及了，哈哈哈哈！是。陆离把剑插入魔族战士体内，又拔出来，迅速再给一剑。魔族战士彻底倒下了。呼！如此高强度的作战，让陆离都是有些累了。陆离如今清理了不少的魔族，如今正朝着战场中心赶过去，也就是李兆云和魔族大军激战的地方。陆离边走边杀，又是击杀了不少的魔族。此时，陆离的身上满是血污，大雨一直在下，却没能将血水洗刷。陆离此时整个外表已经成了暗红色，只有轩辕剑的剑刃仍旧散发着银色的光芒，在雨水的冲刷下越发明亮。陆离终于感到，此时中心战场堆积了数不尽的尸体，甚至都没有落脚的地方了。为了不踩到死去的战友们，战斗地点一换再换。第169章战争结束。卧龙镇战场中心，数万魔族和数万人族战士此时正在大混战，震天的喊杀声连绵不绝，残肢断臂到处散落，看起来极为惨烈。陆离赶到，很快就注意到了王大福化身的魔族。此时王大福无人阻拦，正在肆意屠杀人族战士。人族此时毕竟只是第一批援军，顶尖高手并不多，还要去应付魔族的将领，很难顾及到王大福这边。陆离立刻赶过去顶上，一剑挥向王大福。哈哈哈！小鬼，你又来了，这次还跑吗？王大福躲过陆离的攻击，哈哈大笑，对陆离嘲讽道。陆离没有去理会他的嘲讽，而是转头对战士们说道：“这里我来顶住，你们去别的地方。”人族战士们看了看陆离，随后都是赶往其他地方支援了。既然陆离如此说，那他们也愿意相信陆离。再说，谁不想活着呢？王大福亲手杀死了许多兄弟，他们是亲眼看到的，现在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在拖住王大福罢了。现在有人能够顶住王大福的压力，对他们来说最好不过了。陆离看到满状态的王大福，此时也是有些头疼，自己暂时是杀不了他的，只能先拖住他。反正再过几分钟，援军应该就到了，
到时候人族就好打些了。砰！王大福一拳打在轩辕剑上，似乎并未对他有什么影响。面目狰狞的王大福此时看起来分外恐怖，宛若魔鬼一般。咩哈哈哈！在王大福嘴中传出一阵诡异的笑声，让陆离精神都是有些难受起来。这是他的一个影响精神的技能，会让目标出现暂时失神、精神不振等不良现象。好在陆离的精神值足够高，这个技能对他来说只是有些难受，对战斗状态影响不大。陆离冲刺之后，向着魔族聚集的地方边打边退。不料王大福竟然是没有跟着陆离打过去，而是向着人族的方向冲了过去。可恶！陆离无奈之下，也只好跟过去，然后阻拦他的行动。陆离本想将他带入魔族群中，利用群体伤害技能击杀一些魔族战士，没想到王大福根本不吃这套，直接就要去击杀人族战士。陆离只能无奈摇头，王大福这种人是最难缠的。去杀魔族战士他不管，任你去杀，反正他不是魔族，对魔族战士也不会有任何的同情和怜悯，根本没有去救他们的心思。他转头就去杀人族战士，自己可不是他这种人，自己还是要保护一下人族的。人心是个弱点啊！就在陆离继续与王大福缠斗的时候，人族的第二批援军终于到了。我们来了，兄弟们反攻！那位将领大喝一声，让所有人都是听到了这句话，士气顿时就起来了。杀！冲啊！人族的数量依旧是不占优势，但是士气方面是彻底起来了。毕竟这里是卧龙镇，是人族自己的地盘，自己是有源源不断的援军的，而魔族却是没有任何的援军和帮助了。现在魔族死一个就少一个，魔族的将领也是清楚这一点，所以也是准备边打边撤退，想要回到魔族据点再徐徐图之。但是人族此时定然是不会让他安稳撤退的。尽管魔族的数量仍旧有人族的接近2倍之多，但是此时魔族反而是想要撤退的一方。此时人族战士们反而是不断的进行纠缠，想要将魔族的大军彻底阻拦在这里。战斗瞬间就变得惨烈起来。之前魔族数量占优，人族伤亡极大，此时终于是伤亡数小了一些。当然人族虽然气势高昂，但是打不过确实就是打不过。即使在2批援军的帮助下，人族数量方面和实力方面仍旧是不占优，人族仍旧是伤亡更多的一方。当然这是在卧龙镇战场，而在松云镇战场，人族的优势就很明显了，魔族的大军伤亡惨重。可以说两边的战场的形势是反过来的。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作为掀起战争的魔族一方而言，他们是已经输了的。在松云镇方向，他们结局早已注定，而且他们本来也没有想直接一举拿下松云镇，这次的攻打松云镇也只是一次对攻打卧龙镇的掩护。而在卧龙镇方向，魔族大军深陷泥潭，打确实能打得过，但是一旦被彻底拖住，那就是团灭的结局，这是魔族完全接受不了的。而若是选择了撤退，那就是彻底的计划失败，损失惨重的同时，卧龙镇也没能拿下，唯一的胜果可能是击杀了大量的人族平民和战士吧。而此时的卧龙镇的魔族选择的正是撤退。此时魔族战士聚在一起，一边击杀阻拦的人族战士，一边向着城外撤退。人族这边则是准备稍微阻拦击杀一些魔族就收手，毕竟万一真的逼急了魔族，同归于尽是必然的结局，毕竟魔族的战士数量还是多。陆离这边则是在屠杀普通的魔族战士，凑自己的任务。至于王大福，已经交给支援而来的一个人族将领了。人族将领也是知道陆离是有任务在身，也就让陆离直接去做任务了。而且陆离无视防御，杀起魔族来比他还快。玩家的优势还是很大的，单单是技能就领先 NPC 很多，更不用说玩家特有的伤害判定标准了，所以玩家在某方面比起人族 NPC 的优势还是很大的。这也是 NPC 将玩家们称作受到眷顾的人的原因之一。陆离现在可就爽多了，击杀魔族战士毫不费力，既能获得大量经验，又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现在陆离击杀这些普通的魔族，就是宛如开着无敌割草一般。几分钟过去，陆离的任务完成了，也就是在保卫松云镇成功的同时，击杀1万名魔族战士。松云镇那边的魔族大军已经悉数撤退，陆离的保卫松云镇任务也就完成了。虽然陆离并没有在松云镇就是了，而击杀1万名魔族战士的任务，刚才也已经全部击杀了。卧龙镇这边的魔族也都是撤退了，人族并未选择深追。这次的战争算是暂时结束了。第170章，李月会被我好好守护的。这次的战争似乎持续时间很长，但实际上并不算长。从陆离侦察到魔族的行动，再返回告知人族指挥官，再到陆离前去支援卧龙镇，一直到卧龙镇战争结束，这一共也就是1个上午的时间。但是伤亡却是十分惨重。陆离目前并未得知具体的伤亡数据，但是他亲身经历了这次的战斗，
对这次的战斗结果大概也有个了解。陆离的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就交给来支援的战士们处理了。卧龙镇算是守下来了，但是平民几乎死亡一半，守城军更是基本全部死亡。陆离离开了卧龙镇，回到了松云镇。倒不是陆离要回来和指挥官交谈，而是他已经得知松云镇的传送阵已经建好的事情。陆离准备使用传送阵更快地到达丽月城。在他回来后，便是见到了赶过来的指挥官李文墨。李文墨是已经得知了陆离回到松云镇的事情的，也是直接赶了过来。陆离见到他过来，便是知道他要和自己说话，所以陆离也是没有直接到传送阵传送离开，而是迎着他走了过去。青山离，这次你立了大功，感谢你。李文墨神情激动，对陆离握手说道。陆离知道他的意思，说道：“是所有战士的功劳。”李文墨继续说道：“是，但是这次你居功至伟，我应该再大胆一些，直接派他们去卧龙镇的，不然损失不会如此惨重。这次我认罪，感谢你，要不是你，如今卧龙镇怕是已经被魔族占领了。感谢你。”陆离摆摆手说道：“没事，能理解，松云镇和卧龙镇都不容有失，希望之后把卧龙镇的工作安排好。”李文墨回应道：“一定一定，该有的都不会少。那个，你应该要回去见城主大人了吧？我就不多说了，这次真的太谢谢你了。”陆离点点头说道：“我回去交一下任务。”接着，陆离直接前往了传送阵方向，李文墨则是回到了指挥中心。陆离传送到李月城之后，便是直接火速前往城主府去交任务。陆离现在已经彻底感受到了魔族带来的压力，一个是魔族，一个是深渊。陆离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实力还是太弱了，必须抓紧时间提升自己的实力才行。若是自己的实力足以轻松击杀王大福，这次的战事或许不会这么惨烈。城主府，陆离在大殿上见到了宁光城主。此时的宁光似乎是刚刚完成自己的公务，看起来略有疲惫。是你啊，我听说了，你做得很好。宁光站起来走进陆离，挤出一丝笑容对陆离说道。陆离将任务完成的印记交给宁光城主，然后说道：“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不知是否还有任务要交给我？”宁光城主回应道：“确实有，而且很多，你要是时间充足的话，我就多交给你几个好了。”随后，陆离在奖励结算之后，又得到了10个任务。陆离心中十分满意。不过，陆离并未直接离开，而是对宁光城主询问道：“城主大人，这次卧龙镇失利有一部分原因是在于镇长王大福的叛变，不知城主大人怎么允许这种人当镇长的？”陆离实在是内心太过疑惑，所以这才直接问了出来。但是陆离也知道，这似乎有一点责问的意味，只是他不得不问。他忘不了王大福将城墙炸掉的时候，忘不了卧龙镇满目的疮痍。宁光城主眉眼一低，说道：“哎，这次是我的失误。王大福原本是兢兢业业的一位好的镇长，只是由于某些原因，是我疏忽了，或许那也是他叛变的原因吧。只是没想到是在这个时候，确实是我的问题。之后我也会召集高层开会，你放心便是。丽月会被我好好守护的。”陆离离开城主府之后，直接就赶往了任务地点，开始做领到的新任务。这次的任务都是些短时间的任务，更多的是让陆离击杀一定数量的魔族战士，或者是摧毁一定数量的魔族营地。这种任务对其他玩家来说是很耗费时间的，但是对陆离来说反而是很轻松。所以宁光城主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才让陆离去做这些任务的。魔族的入侵是方方面面的，不只是大军入侵松云镇和卧龙镇，在周边也是建立了很多的临时营地。现在李月城这居民们出城做事都是小心了许多，而且深渊的魔物们才是最难缠的，实力强大，而且对人族很是憎恨。唰！陆离一剑砍在了重型魔铠王身上，将他彻底击杀，顺手吞噬掉他的尸体，将所有的战利品全部收集起来，继续前往下一个场地。整整1天时间过去，陆离才将全部的任务刚刚做完。回归现实世界，陆离从床上下来，然后洗漱一番，前往餐厅。吃完早饭之后，在图书馆待了一会，才来到实践课场地。在对抗中，陆离明显感受到了自己的技巧比起以前强大了很多，特别是最近高强度和魔族战士作战，实战技巧天天在提升，简直是直接提升了好多个档次。就连老师穆希倩都是对陆离的实力提升速度赞不绝口。最有压力的当属陆离的对手了。最初的时候，陆离在同等实力下技巧都是有些打不过对方，而现在陆离已经实现了技巧上的碾压。而如今陆离都已经换了一个更强的对手，之前的对手实在是已经不会让陆离的技巧有所进步了，而更换的对手陆离如今也是已经可以获胜了。第171章全面决战。下午，
陆离就没有再去竞技场打星蓝榜了。陆离觉得自己现在很有可能失败，因为之前遇到的那位阿伯连特斯实力就很强，自己也不过是侥幸获胜罢了。现在的排名就先不变了吧，若是输了，很可能就直接掉出前200名了。等到月底实力增强了之后再冲一冲吧。下午陆离就在图书馆看了一下午的资料，然后晚上上线继续做自己的任务。陆离先是将昨天做完的10个任务交上去拿到奖励，然后继续接了新的任务去做。目前的任务大多就是清理魔族战士以及清理魔族的营地，而低等级的玩家则是击杀野怪。毕竟在魔族入侵的同时，妖族同样是在骚扰人族的，只是相比较来说，肯定是魔族的平均实力更强，获得的奖励也就越多。而陆离这里则是还有特殊的任务，就是关于深渊的魔物的任务。深渊的魔物不只是深渊猎犬那种强大的物种，还是有一些弱些的深渊魔物的，而陆离接到的普通任务就是关于这些弱一些的魔物的。上线后交任务做任务，顺便刷一下副本，这就是陆离现在在游戏内的日常。而在白天就是实践课以及泡图书馆研究各种资料，如此循环往复。8月25日，今天陆离接到了特殊任务，凝光城主，这是昨天的任务印记。陆离将印记交给凝光城主，一如既往等待奖励的下发以及新的任务。凝光城主将任务完成印记收下，然后给陆离相应的奖励，然后一双眸子看着陆离说道：好，这是你的奖励，另外今天只有1个任务。陆离已经猜到了，但还是继续问道：请问城主是什么任务？凝光城主笑着说道：你应该也猜到了吧，今天是一次决战。近日魔族日渐猖獗，不断入侵人族，而人族虽然一直在反抗，但是平民们一直请愿进行反击。人族高层自然也是如此想，但是毕竟反击需要时间来谋划，于是便一直拖到了今天。在卧龙镇那次大战之后，就没有再发生类似规模的大战了。那次魔族兵力损失惨重，人族也是损失惨重。魔族那边准备从长计议，分散兵力入侵人族，而人族方面则是进行了整顿，一边分散兵力驻扎各方，一边清理内鬼，防止出现王大福那种情况。还别说，这次还真的清理出了不少的内鬼。这次王大福可是连累了不少的好兄弟。而就在今天，人族准备和魔族再来一次大战，同时也是向深渊宣战。最近深渊的魔物也是对玩家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目前只有陆离这种少数人才有应对深渊魔物的手段，而40级及以下的玩家是基本不可能打得过深渊魔物的。这次人族整合了大量军队，准备在松云镇方向对魔族发起第一次总攻。陆离之前确实已经有所了解了，无论是之前的任务还是论坛上的消息，而且新兰大学还专门为这次的活动设定了勋章奖励，所以新兰大学的学生们都像是打了鸡血一般。毕竟功勋能够兑换的东西可就多了啊，甚至比玩家们在神域内兑换的东西还要好。这次算是新版本之后的第一次全体任务，是全部玩家都要参与进去的，而且奖励也是十分丰厚的，所有玩家也都愿意参与。随后陆离接到了任务提示，然后陆离就打算告辞了。城主大人，那我先出去准备了。凝光城主点点头说道：好，我也有事要忙。凝光身为城主，自然是有各种事情要处理的，而且万一魔族真的要派出最强者，那么凝光身为城主也是要参战的。陆离出去城主府之后，就去往了珍宝阁。陆离先是将金币全部提了出来，然后付款了几个技能书，接着就再次上架了大量的战利品。接着陆离就前往了松云镇。任务：全面决战。任务描述：魔族近日以来一直在入侵人族，人族准备在今日发动反攻，但是人族战士数量不够，需要玩家们的帮助。任务需求：击杀魔族，依照击杀魔族的数量和战力获得相应积分。这次的任务，所有玩家都去战场击杀魔族，按照魔族的等级划分了不同的积分，等级越高，战力越强，相对的积分也就越多。魔族等级30级起步，30级到35级分别是1分到6分，35级到40级分别是6分到16分，而40级以上则是16分起步，每提升1级增加5分。至于深渊的魔物，积分就要更多了。深渊魔物40级起步，20分起步，每增加1级增加10积分。而陆离自然是会去击杀更高等级的魔族战士以及深渊魔物了。至于那些30级都不到的玩家，可能参与感就没那么强了。当然，那些玩家数量本就少，而且战力也不强，可以说是已经被抛弃了。未来他们的战力也没有多少增长了。很快陆离就来到了松云镇这边，此时松云镇已经是人山人海了，玩家们都是已经来到了这里准备战斗。毕竟魔族也是得知了相关的消息，
已经召集了魔族战士们回归松云镇。散落的魔族战士已经不多了，所以今天玩家们也不会去野外寻找魔族战士了。况且今天的玩家们也只有这一个任务，基本不会有人接到别的任务，一切都是为了今天的战斗。8点钟左右，陆离接到了任务提示，战争即将开始了。陆离也已经做好了准备，这次排行榜第一必须是自己的，积分自然是越多越好。陆离表示，以前的版本活动我没进入神域，没法参与，这次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我要碾压你们，夺得排行榜第一。第172章上万积分。松云镇，在战士们集结完毕之后，指挥官开始战斗前的演讲。大家聚在这里，就是为了让魔族滚出我们的地盘。很快，人族指挥官演讲完毕，今天我们就要对他们发起进攻。冲！在人族总指挥官发动演讲之后，便是直接让战士们和玩家们发起了进攻。陆离等玩家们自然也乐得如此，谁会愿意去听那些又臭又长的演讲呢？陆离一人就是一个军队，直接冲在了最前面，而其他的玩家则是一般都组队进行进攻。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陆离这样全面，而团队作战获得积分则是会进行评分，所以即使是组队，玩家们在挑选队友的时候也是十分的谨慎，毕竟这关乎最终的奖励。而且对陆离来说，还关乎新兰大学的勋章奖励，这次也是新兰大学对大一新生的第一次勋章奖励的活动，这也算是鼓励同学们去尽量获得更多的积分。毕竟站在人族的角度来讲，自然是要人族获得最终的胜利的。一旦魔族和深渊获胜，那人族的日子可就难过了。或许会有人惊讶，难道人族还会输掉？还真输掉过，以前也有类似的事情，而人族被魔族硬生生打赢了，之后的人族城池破灭，之前人族的地盘也成为了魔族的地盘，人族的玩家们生存艰难。那一届的学生也没有出现过厉害的玩家，可以说是损失惨重，就算是有那个潜力，也没有安稳的环境让他们发育了。所以在之后，玩家们都会发挥全部实力去战胜魔族，毕竟这也是为了自己以后的练级环境。没有了人族，自己也就没有了任务，也没有安稳的练级环境了。陆离远远的就看到了同样冲锋过来的魔族大军，乌压压一大片，看起来数量很多。陆离这次倒是没有进行探查，不过陆离觉得人族这次不会输。首先，这次的战争是高层决策的，依照宁光城主的性格来讲，会安排好各种策略的，不会让人族白白牺牲。这种决策的事情自己不需要操心了，只管去杀就行。几分钟后，人族和魔族的战士们开始接触，进行战斗。是，陆离这次就爽得多了，不谈自己这次拥有诸多玩家和战士的帮助，就是对面的魔族战士实力也是参差不齐的。毕竟为了照顾低等级的玩家，这次有很多40级以下的魔族战士的。众所周知，40级以下的魔族战士对陆离来讲，杀起来就如同砍瓜切菜一般。所以说，陆离这次杀得很爽，没有什么能够阻拦自己的。至于高等级的需要耗费时间的魔族将领，自然也有人族这边的将领阻拦住。陆离为了快速获取积分，也没有和他们过多的纠缠，有财比魔族自然是先收割一波。现在那些低等级魔族战士就是陆离眼中明晃晃的积分。短短时间，陆离就已经获得了1000分，而其他的玩家此时的积分还没有过100，可见陆离如今实力的恐怖。陆离甚至觉得这次自己打完，说不定又可以升级了。毕竟这些天都是在做高强度的任务，陆离获得的经验可是很多的。而且在5倍经验的加持下，陆离的等级比起其他玩家自然是升级的要更快。据陆离了解，目前只有4个人的等级是比他高的，要知道他们可是实打实的用了3年时间才到这个等级，而陆离不过是几个月罢了。陆离有希望成为第一，第一步就是先和那4个玩家到统一等级，然后再依靠自己的5倍经验 buff 去提前他们一步到达更高的等级。表里杀缭乱，断绝斩，目光刺要年，踏前斩。陆离如今的技能越来越多，释放一来一个接一个，甚至可以实现技能上的循环，而不再依靠普通攻击来等到技能的冷却时间了。当然，这些技能的伤害也是有高有低，但是在这种新手服务器，技能就是王道。一般来讲，大部分的技能都是比普通攻击的伤害要高的。至于踏前斩，则是陆离现在最喜欢的技能，伤害高的同时，还有位移用来躲避他们的攻击，同时触发自己的吸血效果，让自己可以保持在一个稳定安全的生命直线。半小时过去，陆离的积分已经上万了，可以说是遥遥领先，其他玩家可以说望尘莫及了。全面决战积分排行榜，第一名青山离10086分，第二名河洛2563分，第三名火焰燎原2236分，第四名。可以看到，其他的玩家和陆离根本没得比。
陆离的战力已经和这一届的玩家彻底拉开距离了。在星蓝榜上，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陆离如今已经进入了前200了，这就是大二学生的中间水平了。而陆离这一届的所有学生，也就只有陆离一个人进入前200罢了，甚至没有几个能够应该大二学长学姐，而且这还要运气好，能够遇到最弱的学长学姐。陆离可以说是已经彻底离开了这一届，人生已经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怎么回事啊？不懂不知道，这就是大神吗？他越来越离谱了呀，太突然了。之前还是和何洛他们差不多的，现在一看已经看不到他的影子了呀。哎，这就是大佬啊，每隔上几届都会有这么一个大佬，这就不是和我们同一届的。他的对手不是我们，而是那些没几年出现一次的 SSS 级学生。羡慕啊，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他到底是靠的什么才会这么厉害的。我也想要他的天赋。每一个大佬的人生经历都是一次传奇，只可惜我们每个人在最开始的时候都以为自己就是那个传奇，结果到头来才知道我们只是普通人罢了。第173章，深渊魔物出现。玩家们此时都是看到了积分排行榜上积分遥遥领先的陆离，议论纷纷，都是惊讶又震撼。陆离实在是太猛了。此时在另一个主城对抗魔族战士的何洛也是看着积分排行榜一阵无言。哎，那个之前还是勉强赢过自己的人，已经彻底超越了自己，自己却再也没有追赶的机会了。何洛当初就知道那次是自己唯一的一次机会，结果自己却没有把握住那个机会，现在是彻底没有机会了。如今一看，陆离确实是已经无人能敌了。呼！何洛重重地吐出一口气，将心情平复下来，然后接着去击杀魔族战士获取积分。既然第一无望，那自己就一定要稳住第2名的位置。这次的积分排行榜已经成了第2名争夺战了，第1名的归属已经确定了。而且那是总的排行榜，在每个主城还有一个分区排行榜，自己还可以当分区排行榜的第1名吗？毕竟自己和陆离是不在同一个主城的，这算是唯一的安慰了。陆离看到排行榜的积分排名，心中并无波澜，因为这是早就注定的结果。此时陆离大杀四方，不断击杀周边的魔族，而魔族战士数量众多，杀完一批又来一批，让陆离大呼过瘾。这种感觉就像是满级大佬来虐新手村怪物一样。这时候不需要技巧，不需要动脑子，直接杀就是了。与此同时，陆离的积分也是蹭蹭的上涨。不远处，宁光城主遥望战场中心，笑意盈盈的说道：“不错，我们这次的优势还是有的，玩家们很是勇猛，获胜的机会还是很大的。”旁边的一位大臣说道：“城主大人说的不错，有了玩家们的帮助，我们与魔族的战争轻松了许多啊。”另一位年迈的大臣说道：“哎，不可大意，很快魔族就要派出来自深渊的魔物了，那时候我们的损失可能就要大了。”又一位大臣附和说道：“说的没错，还是要小心警惕一些。”宁光城主慢慢的说道：“理应如此，等魔物大规模出现，自然就该派出我们最精锐的千岩军战士了。”吃了！陆离一个踏前斩将魔族战士的脑袋直接削掉，随后一个刺影斩再将另外一个魔族战士腰部斩断。吼！这时候远处传来连绵不断的吼叫声，陆离心生警觉，向远处一看，果然是深渊中的魔物来了。最前面的是一群深渊豪猪，体型十分庞大，獠牙巨大，朝上竖起，看起来极为骇人，四肢巨体狠狠践踏，跑得巨快。在后面是一群深渊蛮牛，体型比前面的深渊豪猪还要大，看起来宛若巨象，眼睛瞪得像铜铃，鼻孔处还不断冒着热气。后面似乎还有很多的深渊魔物，可是具体是什么就看不太清了。人族这边同样是出现了喊杀声：“冲啊！杀！杀！”陆离一看，果然是人族的精锐战士，他们直接就是冲着深渊魔物去了，他们就是为了应对深渊的魔物的。很快，双方接触，战斗异常激烈。人族战士手持长枪，排列阵型，应对深渊豪猪和深渊蛮牛。看得出来，深渊的魔物比起魔族的战士要强了很多。尽管人族在数量上稍有优势，但是实力上却是有些不足，所以此时反倒是维持在了一个均势。见到深渊的魔物被千岩军阻拦，陆离也就放下心来，继续击杀魔族战士。目前来看，还是击杀魔族战士获取积分更快，毕竟魔族战士的实力比起深渊的魔物要弱了许多，即使深渊魔物的积分要比魔族战士多，可是时间上却要耗费更多，综合下来，反倒是击杀魔族战士要获得积分更快。整体局面上，魔族战士的数量是在稳步减少的，而人族战士这边损失就要小一些，毕竟很多压力都是给到了玩家身上。玩家们此时已经有大约一半的人死过一次了，不过为了积分，
死一次还不算特别严重。至于千岩君和深渊魔物的对抗，综合来说，人族死亡的数量要多一些。不过，深渊的魔物的数量是有限的，杀死一只就减少一只，这样下去，人族的压力其实是在不断减小的。至于其他的主城战士，其实与李月城这边差不多。一道惊天吼声传来，众人都是不自觉看了过去。只见一只庞然大物出现在不远处，正在以极快的速度飞奔来。陆离一下就认出了那个东西，正是当时追杀过自己的深渊猎犬。就算是现在的陆离，依旧不是他的对手。好在此时已经不是陆离一个人在战斗了，他的身后还有诸多人族猛将。至今人族后方出现一个飞奔过来的将领，直接冲向了深渊猎犬。兵对兵，将对将，嗷吼！只见深渊猎犬大吼一声，随后使出了技能扑烟之势。只见他的身形猛地一扑，锋利的爪子就抓在了人族将领的身上，流血效果触发。不过人族将领似乎是有意为之，为的就是接下来的这一击。只见人族将领手中长枪如龙，一道寒芒闪过，长枪正中深渊猎犬腹部。似乎这一击携带特殊威能，让的深渊猎犬顿时惨叫一声。随后深渊猎犬迅速地拉开身位，想要和人族将领不断周旋。看来双方势均力敌，对对方都是有些忌惮，但是总有人会先动。人族将领一个冲刺，继续与深渊猎犬展开战斗。他更多的目的还是拖住深渊猎犬，不让他进攻其他人族战士。而深渊猎犬似乎也是对刚才的那一击有些愤怒，见到人族将领冲刺而来，他也是迅速扑杀过去。就在双方陷入激烈战斗的时候，后方再次出现了不少的深渊的强大魔物。第174章对陆离的讨论。嗷呜！好！魔族大本营方向不断传出魔物的吼叫声，人族这边的战士们和玩家们都是不自觉地被吸引目光向那边看去。只见远处狼烟滚滚，尘烟四起，似乎有大量魔物奔袭而来。人族后方，城主白凝光眉头一皱，似乎对这些新赶到的魔物有些头疼。他说道：“派出林夕阳他们吧，这次的有些难对付了。”林夕阳等人是李月城精锐中的精锐，是李月城的战士中最强的一批。派出他们也说明了这次深渊的魔物的强度很高，在场的这些战士很难应对。至于为何总是在魔族派出更强力量后才派出人族精锐，其实是人族精锐数量少于魔族，人族不想损失这些强大兵力。而魔族的精锐其实是可以强行提升实力的，魔族的高层也比较残忍，人族的高层则是更爱护子民，这就是双方的不同之处了。林夕阳等精锐赶赴战场，与刚刚抵达的更强的深渊魔物战斗在一起。陆离则没有过多关注那边的战士，自己目前还无法参与那种级别的战斗，自己还是专注于屠杀普通的魔族战士比较好。只要陆离杀得够快，人族的优势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在陆离这一块普通战场上，玩家们的表现是很好的，人族 NPC 战士的损伤反而比较小，魔族战士的数量下降的比人族要快得多。陆离在这一方面起到了不小的作用。陆离现在已经来到了恐怖的5万积分，而其他玩家目前还没有过1万积分的，可见陆离的恐怖。陆离的表现也是引起了所有人的热烈讨论，不仅是论坛上，也包括新兰大学内部。这小子怎么这么厉害？一个壮汉大声问道。这里是新兰大学的一间会议室，在最中间有一张圆桌，桌边围坐了13个人。这13个人便是整个新兰大学的最高层，每个人在各自的大区也是身兼要职，甚至是身兼数职。一位中年女子回应最先发话的大汉说道：“哼，就是这么厉害，你能怎么样？”旁边一个金发男子说道：“他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此迅速的实力增长，或许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啊。”中年女子杏眉冷肃说道：“有没有问题？之前查得很清楚了。”金发男子表情未变，继续说道：“谁知道呢？反正我们并没有查出来他实力如此迅速的源头是什么。”对面一个有些瘦削的中年男子说道：“初步猜测他现在有多倍经验增长天赋，无视防御能力，但并不是真实伤害，还有吞噬物品化为属性的能力，这或许是他之前天赋的一种变异。这不都是我们探查出来的吗？”金发男子冷喝一声，继续回应道：“可是他为什么会有这些能力呢？在新手村，他到底经历了什么？还是说，在现实世界就已经得知这些能力了？目前他身上谜点重重，万一和别的星球有关呢？”中年女子听到金发男子的声音后，怒声说道：“你什么意思？他一直在蓝星，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不可能和外星有关。”这时候，又一位褐色头发女人说道：“阿波罗说的不错，他身上确实有很多疑点，我们必须重视起来。根据我们得知的资料，
他之前在高中时期3年时间一直是沉寂，并未进入神域世界，而在高考前的1个月突然进入神域，而且实力突飞猛进，直接超越了其他人3年的努力。这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我们必须重视它。中年女子叹息一声，说道：“说吧，你们到底是想做什么？”金发男子阿波罗 X 普罗密斯嘴角微翘，说道：“我们想取消他的积分排名，也就是说，即使他获得了新生中最高的积分，他的积分也是0，也就是说，在这次的新生活动中，他不会获得任何奖励。”周围的人此时都是一脸震惊，中年女子更是直接站起来怒声说道：“阿波罗，不要太过分，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是在扼杀蓝星的未来。”其他人也是纷纷说道：“阿波罗，你这个提议实在是太过分了。阿波罗，我不同意你的提议。确实不妥，阿波罗，你有可能是在犯罪。”此时，阿波罗静静说道：“你们就不怕是在给黑星做嫁衣吗？替黑星养一个绝世高手，然后反过来毁灭蓝星？”周围顿时一静，他们没想到阿波罗竟然说出这种话。很快，周围的人继续说道：“不会的，我们对于陆离的资料可以说是基本了解了，他的疑点不是在这方面。没错，他或许确实有什么不能说的奇遇，但是和黑星等外星文明关系不大。要知道，之前他还在和黑星的战斗中虐杀了黑星人。是的，阿波罗，你这么说实在是太过分了。万一是你冤枉了陆离，让陆离没能成长起来，那你就是蓝星的罪人。你我都是知道的，陆离这种天才100年难遇，这可是有机会问鼎至高的人。”砰！一声敲击声传出，全场一静，全体目光都是看向了一名老者。老者看起来年纪已经很大了，此时慢慢的说道：“阿波罗，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若是如此，我们星兰大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再有下次，你可能就做不到这个地方了。对于陆离的研究，暂时停止，正常对待就行。我愿意相信他对蓝星的忠诚，也请你们相信，我觉得我们蓝星的未来就在他的身上。”第175章，全面战争结束。周围的12个人听到老者的话之后，都是直接停下了话语。一旁的阿波罗也不再说话了，低着头，面色稍微有些低沉，不知道是在想一些什么。那位中年女子则是看了一眼阿波罗，眼神带着思索。老者见众人都是沉默下来，说道：“那我们来讨论今天的正事吧。近几年大家也都知道，黑星、神域、华夏区、丽月城、松云镇，此时的战场形势已经较为明朗了。来自深渊的魔物被人族的千岩军精锐所阻拦，维持均衡，而其他精锐魔族也一一被抵挡，低端魔族战力则是被玩家们所屠杀。魔族这次大约派出了30万的魔族战士，人族则是大约18万，玩家数量则是有大约100万。乍一看，玩家数量的确是碾压式的，可是玩家们的实力毕竟是良莠不齐。在主战场的玩家一共也就是30万左右而已，大多数是在周边清理散乱的魔族战士。毕竟在这次的战斗中，至少也要30级才能参与松云镇这边的主战场，而且35级以下的玩家大概率也是在浑水摸鱼而已。所以虽说玩家数量众多，倒也没有很快击垮魔族。魔族的实力还是强于玩家的，90%以上的玩家都是死过一次了。当然，总体的形势还是人族占优的。此时魔族已经有了撤退的趋势了。虽说魔族培养战士要比人族来的容易，但是玩家的提升速度比魔族还要快，而且魔族是不会让自己全军覆没的，这样的代价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即使全军覆没的代价可以击垮70%的人族战士，但是依旧是不值的。魔族也知道，一旦魔族元气大伤，人族或许会直接入侵魔族的地盘，这是魔族万万不能接受的一点。所以魔族已经在慢慢撤退了，战斗的中心也一直在向着魔族大后方移动。陆离此时已经彻底杀疯了，此时他的积分已经来到了10万点。目前积分过万的玩家也不过是100人罢了。其他玩家看到陆离遥遥领先一望无际的积分，都是已经有些麻木了。在松云镇的一个小队，此时就在一边刷怪一边议论：“我已经看出了我们之间的差距，太难了。哈哈，青山离不过如此，我和他也就是差了个亿而已。那确实，你是1231，人家那是12311，确实是只差了个1，没毛病。我是1232，比他多个1，那我是不是青山里一样的分数啊？”哈哈，完了，又疯了一个，没必要羡慕的呀。我听说青山里一个朋友都没有，你看我们凑在一起刷野多快乐啊，他一个人肯定很孤独。或许高手就是寂寞吧，这方面倒是我有优势，嘿嘿，我毕竟还是有女朋友的，是吧宝贝？啊对，要不是我和青山离没有交集，说不定我就是他的女朋友了呢。啊这
原来你心里喜欢他。对啊，这么厉害的人，谁会不喜欢呢？放心，我不会绿你的，我和青山里没可能的。万一呢？我觉得还是分手比较好。兄弟，你觉得我要不要分？分。好，咱俩分手了。行，那我就和你兄弟在一起了。你们，兄弟，听我说，谢谢你。赢。砰！小队突然内讧打斗起来，据说小队直接原地解散了。魔族的败退之势已经很明显了，陆离能够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因为陆离在追魔族战士的时候已经要用跑的了。此时深渊的魔物也都是已经开始撤退，魔族自然也是没有继续坚持，同样进行了撤退。人族这边自然是发动追击。半小时后，陆离已经来到了魔族之前的大本营的位置。此时的魔族大本营已经空无一魔，能搬的东西似乎都是已经被带走了，留下的都是些不重要的东西。而人族追到这里之后，便是不再进行追击了。继续向前追击的都是玩家们，陆离也是在继续追击。陆离是对自己的实力有自信，觉得即使前面有陷阱，自己依旧可以安全逃生。至于其他的玩家为何追击，陆离就不得而知了，任务上是没有这一点的。追了10分钟，陆离都是一直在屠戮，并没有遇到陷阱。魔族这次似乎并没有设置陷阱的想法，而是一心逃跑。陆离这下就没有继续追下去了，因为此时已经显示任务完成了。既然如此，自己就没有必要继续追下去了，毕竟接下来再杀也没有积分可以获得了，还是先去查收奖励比较好。这次的奖励规则如下：全球前100名获得与自身职业相关的钻石级武器1把，比如陆离自然是获得1把钻石级剑武器。全球前10名则是获得与自身职业相关的史诗级武器1把，陆离便是获得一个史诗级剑武器。全球第1名则是额外获得1件传说级装备。各大区前10则是获得任意自选钻石级装备，第一是额外获得1件自选史诗级装备。各主城前10则是获得1件自选钻石级装备，第一则是额外获得3个史诗级技能。另外，玩家们获取的积分还可以在兑换处兑换各种物品，参与的玩家都是靠着积分才能兑换奖励，毕竟好的奖励需要名次，名额十分有限，只有那100个人才能获得这些最豪华的奖励而已。战争结束，目前的积分排行榜也就已经固定不变了。全面决战全球积分排行榜，第1名青山离151285分，第2名阿曼 X 史塔克65412分，第3名阿斯特 X 帕布里克62236分，第4名。第10名福建义勇49522分。可以看到，陆离的积分遥遥领先，是第2名阿曼 X 史塔克的近乎3倍。陆离在这个全球积分排行榜上也是见到了不少熟悉的名字，前10名都是自己在新兰大学的同学啊。第176章奖励拿到手软。阿曼 X 史塔克除了陆离之外的全球最强玩家，是这一届美利坚区最强玩家。阿斯特 X 帕布里克是欧联区最强玩家。福建义勇核战区排名第2的玩家。这些都是这一届赫赫有名的人物，虽然陆离和他们并不熟悉，但是平时在新兰大学还是天天能够见到的。全面决战华夏区积分排行榜，第1名青山离151285分，第2名河洛58412分，第3名风蓝月48936分，第4名。第10名青葱烧饼41522分。这是华夏区的积分排行榜，陆离依旧是第1。河洛作为华夏区除了陆离以外的最强者，在华夏区积分排行榜排名第2，在全球排行榜则是排名第4位。风蓝月则是排名第3，陆离对他倒也还是有点印象的，在最开始的出生之路的 SSS 级通关排行榜中，风蓝月就是排名第3名，仅次于阿曼 X 史塔克和陆离。在陆离未曾进入神域的时候，他就是排名第2的。如今虽然被河洛反超，但是他的实力还是最顶尖的一批的。全面决战丽月城积分排行榜，第1名青山离151285分，第2名牧城挽歌46412分，第3名轻松写意42936分，第4名。第10名蒙牛吃野草39525分。这是里月城区域的积分排行榜，在战力排行榜上的玩家，陆离倒也算是有所耳闻。总的来说，头部玩家的积分都是4万和5万左右。陆离作为所有区域的第1名，自然是收获颇丰。恭喜你进入丽月城积分排行榜前10名，恭喜获得钻石级装备1件，请在以下选项中自行选择。恭喜你成为里月城积分排行榜第1名，恭喜获得技能书遥望剑影、风月荡斩和风魔扫荡。恭喜你进入全球积分排行榜前100名，恭喜获得武器赤渊锋剑钻石级。恭喜你进入华夏区积分排行榜前10名，
恭喜获得钻石级装备1件，请在以下选项中自行选择。恭喜你成为华夏区积分排行榜第1名。恭喜获得史诗级装备1件，请在以下选项中自行选择。恭喜你进入全球积分排行榜前10名。恭喜获得武器丰护元念史诗级。恭喜你成为全球积分排行榜第1名。恭喜获得装备马斯克铠甲传说级。陆离这次可谓是大丰收，在钻石级装备中，他选择了青铜烈剑；在史诗级装备中，他选择了庆瑞虎剑。虽然陆离根本用不上这些剑武器，但是陆离需要这些剑。在新手服务器中是没有钻石级及以上品阶制式武器的，意思就是珍宝阁等是不会自制高品阶武器的。玩家想要获得钻石级以及以上品阶的武器，只能通过3种渠道。第一个是野怪掉落，自己去击杀高等级的野怪有几率掉落，或者购买其他玩家击杀这些野怪获得的武器。第二种就是炼器师自己打造，但是现阶段没有玩家可以锻造如此高品阶的武器。第三个就是通过各种活动，比如这次的活动。陆离按照轩辕剑的依次解封所需要物品的规律，已经知道每次都需要高品阶的剑武器，而现在很难有玩家能够提供自己需要的这些高品阶武器了，所以陆离这次便选择了这些剑武器作为自己这次的奖励。现在轩辕剑的最新的解封需要的材料就是10把钻石级剑武器以及霓长星莲10朵。陆离现在也只是拥有6把钻石级剑武器，有的是和其他人交换的，毕竟陆离现在的幸运值很高，击杀的野怪也都是50级以上了，所以获得钻石级武器的概率还是有的，但是不一定是自己需要的剑武器，所以就把其他职业的武器换成了自己需要的剑武器。但是从陆离拥有的数量上也可以看出，目前拥有钻石级武器的人并不多，而且大部分也不会进行交换。毕竟现在拥有钻石级武器的人实力都不弱，等级也不低，而且都有着自己的小圈子，一般都是组队刷野。即使这个掉落的武器自己不需要，小队里的其他成员还是需要的，所以目前这个阶段基本不会外溢钻石级这类的武器，史诗级就更不用想了，能够得到史诗级装备的都是极少数。至于另外的材料霓长星莲，陆离目前也只是得到了4朵，这种材料属于稀有材料，除了其中1朵是陆离在盲盒中意外获得的以外，每次陆离都是需要和其他人进行激烈的拍卖竞争。好在需要的人不多，陆离目前也只是失手了1次，那次是因为价格实在太高，陆离觉得不值，便没有继续跟价。而算上这一次，陆离在拍卖场也一共只见到了霓长星莲4次而已，每次还都只是1朵，陆离也是十分无奈。这样下去，轩辕剑想要解除最新1层的封印，可谓是遥遥无期。不过陆离这次倒是有些希望，因为这次的积分也是可以用来兑换物品的，就看上面有没有自己需要的这个霓长星莲了。因此陆离在选择完这次的装备后，连这些奖励的属性都没有看，便是直接开始进入了积分商城。陆离直接进行了搜索，这也是积分商城最为友好的一点，每个人可以直接去搜索自己最想兑换的物品。开始输入 Nick Hang 霓长 Zinlian 星莲。第177章兑换物品解除封印。陆离在界面上开始输入 Nick Hang 霓长 Zinlian 星莲。在陆离输入之后，界面上面也立刻显示出了相应的物品。霓长星莲积分3000点。陆离看到之后是又惊又喜，喜的是竟然真的可以在兑换的物品清单里面找到自己所需要的霓长星莲，惊的是这兑换霓长星莲所需要的积分有点多啊。虽然自己十分的心痛，但是陆离还是忍痛兑换了6朵霓长星莲，补齐了自己所需要的10朵霓长星莲，这次一共花费了18000积分。这要是换成其他玩家，或许根本不够换。要知道头部的顶尖玩家也就是在4万积分以上而已，这6朵霓长星莲直接就占了接近1半的积分。幸好陆离获取的积分足够多，不然他也不会如此果断。随后陆离又查看起来钻石级剑武器，陆离准备直接将轩辕剑的封印解开了，不准备拖了。陆离现在等钻石级剑武器等得太久了，自己还是抓紧解除封印，提升实力再说。随后陆离直接在物品栏筛选出武器、剑类武器、钻石级剑武器。钻石级剑武器所需要的积分比起霓长星莲还要少一些，这倒是和之前在拍卖场的情形有一些类似。霓长星莲在拍卖场的价格也是比钻石级剑武器要高一些的。陆离直接选择了积分较少的3把剑武器，凑齐了10把剑武器。可怜的钻石级剑武器青铜烈剑只存在了几分钟，连属性都只是被陆离扫了一眼就要被直接献祭了。是否使用霓长星莲并献祭10件钻石级剑类武器，用于解封轩辕剑第5层封印？是。请选择材料：霓长星莲 X10 青铜烈剑特美普的甲级配件。恭喜你，轩辕剑第5层已经解封，请自行查看属性。陆离早就迫不及待，
立刻看起了轩辕剑的属性。轩辕剑封印中，品阶神级，属性物理攻击加30000点，生命值加25000点。特殊属性轩辕无坚不摧，嗜血帝君，磨损的力量，天动万象，轻盈霓裳舞，待解锁。轩辕增加携带者10点幸运值。无坚不摧，轩辕剑永不磨损，对敌方产生破甲效果，无视对方 50% 物理防御。嗜血帝君获得 30% 物理吸血效果。磨损的力量，在使用轩辕剑攻击目标武器时，会削弱目标武器的耐久度。天动万象，轩辕剑具备帝君之力，发动此技能后，从天而降大量陨石，对范围内目标造成伤害，并附带石化效果，效果持续 3.12秒，可升级。轻盈霓裳舞，使用该技能后，增加自身 50% 速度，在效果持续期间，有 40% 的概率免疫下次伤害，此效果每秒仅生效一次，持续60秒，可升级。耐久度永久，解除第6重封印条件，使用血域之枝 X10、流金之刺 X10，并献祭10把史诗及剑类武器。装备要求：青山离所有。备注：不可交易，不可掉落。新的轩辕剑得物理攻击增加到了恐怖的30万点，增加的生命值也来到了25万点，而且还新增加了一个名为轻盈霓裳舞的技能，维持1分钟，增加速度，还有 40% 的概率可以免疫敌方伤害，很是不错。在轩辕剑解封以后，陆离的整体实力可以说是再上新高。对于具有无视防御能力的陆离来说，如今他需要的就是面板攻击力，攻击力越高，自己的伤害就越高，毕竟自己的伤害和对方的防御力是无关的。现在陆离的随手一击已经可以造成90万以上的伤害了，配上技能已经可以轻松破100万了，这对于陆离的实力来说是一次很高的成长。随后陆离便开始浏览起更多的物品，先是搜索血域之枝，这是解封轩辕剑第6层封印所需要的物品之一。让陆离有些惊讶的是，还真有血域之枝。血域之枝积分1万点，好贵。陆离倒吸一口凉气，自己这次似乎还是获得积分少了呀，这根本不够买的呀。单个看，陆离确实买得起，毕竟只是1万点积分，但是陆离可是需要10个呀，这加起来就是10万点啊！陆离现在也只有13万积分了而已。陆离再次搜索流金之刺，流金之刺积分1万点。陆离有些懵了，这怎么回事？自己手握15万积分，傲视群雄，到头来结果还是个穷逼，我连2种材料都买不起。陆离暂时没有花光积分来买这2种材料，而是先看起其他物品来。积分兑换清单好东西还是有很多的，先看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再说。陆离先从10万积分档次的往下看，最好的就是10万积分兑换的。这是一件传说级装备，名为天穹之翼，但是陆离对它没有什么想法。换了这个装备，那陆离是彻底没办法购买那2种材料了。继续往下看，9万积分档次的好东西也有不少，单陆离也只能看看而已了。作为唯一有机会购买的人，陆离却不得不买2个材料，只能放弃这些高积分的物品了。8万积分、7万积分、6万积分、5万积分、1万积分、5000积分。虽然档次很多，但是5000积分以上的物品，陆离反倒是很快就看完了。毕竟虽然档次多，但是物品少啊。毕竟能换取高积分物品的人还是太少了，而5000积分以下的物品就多得多了，这也是大部分玩家考虑的积分兑换物品档次。陆离也在5000分以下的物品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那就是经验书。第178章43级传说级装备。陆离现在的等级比起最强的玩家是低了1级的，而且陆离最想要提升的也是等级。豪华经验书积分5000点，大经验书积分2000点，中经验书积分1000点，小经验书积分500点，每个经验书限购5本。陆离好手一挥，我特喵的全买了。陆离现在可是渴望经验书已经很久了，如今陆离的等级已经是42级，而且经过这次的战争活动，陆离的等级距离43级已经很近了。虽说很近，但是想要突破到43级，还是要做不少任务的，至少也是3天时间。但是有了经验书，就没有这些担忧了，全部使用。恭喜你升到43级，获得3000点自由属性点，请按需分配。目前在本服务器中，您的等级排名为49位，华夏区等级排名为12位。很可惜，陆离这次也只是来到了第12位的位置，毕竟在他之前本就有到达43级的玩家，而且还有借助此次活动得到大量经验直接升级的人。甚至说河洛这几个最强的玩家在高考之前就已经到达了43级，而现在更是已经到达了45级。
原本陆离还想在最近实现等级反超他们的，现在看来不太行了。不过陆离也并没有气馁，别人3年的努力也是实打实的，自己想要轻松超过，越是有些难度，终归是要一步步来的。然后陆离一看自己的积分，原本一共有151285积分的，花掉了18000积分去购买霓裳星莲，又花费6000积分购买了3把钻石级剑武器，接着花费了42500积分购买经验书。这下陆离自己只剩下了84785积分了。陆离没有继续选择其他物品了，而是购买了4个血玉之枝和4个流金之刺，直接花掉了8万积分。瞬间陆离就只剩下4785积分了。然后陆离挑选了一些可能有用的物品，然后将积分全部花光。至此积分也已经全部花光，这次的活动对陆离来说也正式结束了。接下来就是查看自己的收获了。从积分兑换处兑换的物品就不用多说了，都是些自己所需要的材料，或者说是轩辕剑解除封印所需要的材料。至于经验书，就是获取经验值的，也不必多说。其他小积分获取的物品也不具备需要特别讲解的，直接看陆离从系统那里获取的奖励好了。先看最厉害的传说级装备。装备马斯克铠甲，品阶传说级，属性物理防御加35000点，法术防御加35000点，生命值加30000点。特殊属性马斯克之力，使用该技能后获得上古魔神马斯克得力量，增加10万点物理攻击，增加30万点物理防御和法术防御，持续60秒，冷却时间1小时。马斯克的火箭支援，使用该技能后，上古魔神马斯克曾经铸造的火箭将会支援战场，对自身以100米为半径的圆形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50万点伤害，冷却时间5小时。推特收购计划，使用该技能后对指定目标进行一次收购，若敌方携带的金币少于自己，则自己将对目标收购成功，该目标将被禁锢5秒，冷却时间1小时。耐久度100。装备要求45级，这是陆离获得全球第1名所获得的奖励。陆离看到后就被惊爆了眼球，这就是传说级装备吗？陆离感觉自己身上的史诗级套装已经不香了呀！恐怖的属性加成，直接增加35万的物理防御和法术防御，还额外增加30万点生命，这能让陆离的生存大大加强。而且附带的3个技能都是强的离谱，一个增强自己的属性，一个范围伤害，一个强控。特别是第3个，陆离觉得很有意思，自己只要钱比对方多就能控制敌方5秒，而这5秒足够陆离直接秒杀对方了。可惜的是，这个装备的穿戴条件是45级，而陆离才刚刚到达43级，不能穿戴。不过这件装备是完全够用很久的，自己完全不用着急。陆离觉得自己到45级之后，依旧不会有超过这件传说级铠甲的铠甲了。陆离现在越发坚定了自己要快点升级的心。看着传说级装备，自己却没法穿戴，你能感受到我的痛楚吗？然后陆离将这件传说级铠甲收入背包，继续查看下面的物品。史诗级的武器陆离也不会使用，属性和轩辕剑差不多，但是完全没有轩辕剑的无视50%防御有用。另外的3本技能书遥望剑影、风月荡斩和风魔扫荡。遥望剑影是一个对单技能，使用后产生一个剑影，随自身攻击而对目标造成额外1次攻击，伤害是本体的50%，还是很不错的。风月荡斩一看技能名字就知道是一个群体伤害技能，对目标可以造成大范围的伤害。风魔扫荡则是一个增加自己实力的技能，增加了自己的进攻属性的同时，降低了自己的精神值，而且增大了自己的攻击范围。若是敌方站位密集，单体伤害也会产生群体伤害的效果，也还不错。反正对陆离来说，强大的技能越多越好，这样自己的输出能力也会越高。剩下的就没什么值得去看的了。对陆离而言，这次的全面决战活动是彻底结束了，接下来就是期待下次的活动了，估计也用不了几天了。这次的魔族进攻便是一次序幕，而人族击退魔族便是一次新的开始。1天时间尚未过去，陆离从战场离开，去找宁光城主接了处理后续的任务，然后便去击杀散落在各处的魔族了。第179章，再来竞技场。陆离一直击杀散落的魔族，击杀到早上6点，也就是一直刷到了下线的时候。陆离下线洗漱一番后，直接来到了餐厅准备就餐。买好饭菜后，陆离便来到一个角落坐下，听周围的同学们闲聊，这也算是形成一种习惯了。你们昨天都换了什么好东西？一个男生兴奋地率先问道。一位女生回答说道，我换了一个新的史诗级武器，嘿嘿，战力增强不少哦。旁边的男生也跟着说道，我也换了一个史诗级的武器，这次的活动真好啊。最开始的男生说道，确实啊，我是已经有了史诗级武器，所以我就换了一个史诗级防装，而且
剩下的积分也能换到不少的东西呢。又一位女生说道：是哦，有活动就是好，我已经准备下午去竞技场了，看看提升实力之后能不能冲一下名次。男生立刻跟着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虽然大家都有所提升，但是说不定刚好走运就上升一些名次了呢。最先说话的女生看了一眼陆离的方向，小声说道：这次咱们是青山离积分最多吧，就那边那个15万呢，特别恐怖。那名男生看了一眼陆离的方向，也是跟着说道：没错，他肯定换到了很多的好东西，而且本就自带一个传说级装备，这下我估计他又要冲名次了。那位女生跟着说道：是啊，不知道他能达到多少名，不会直接进入前100吧？男生摇摇头说道：不会那么夸张的，你要知道现在前100名大多是咱们大3大4的学长，实力很恐怖的，想要超越他们难。另一位男生也是说道：对啊，你又不是没打过大2的学长，不还是被虐吗？那位女生说道：确实根本不是一个水平，就单说属性就已经是碾压了，更别提装备和技能这些了。另一位女生也跟着附和说道：确实，毕竟多1年时间就能提升很多，但是我觉得他打大2的学长应该有机会。一个男生附和说道：确实有机会，可惜星蓝榜只显示前100名，其他的名次一概不显示，这样他自己不说，咱们也猜不到他的具体名次。另一个男生也跟着说道：就是咱们和他不熟，和高1级的学长也不熟，还真没有渠道知道他的具体名次，但是啊，我们还是有人遇到他的。听那个男生说，他是直接被虐了，反正看战力排行榜也能猜出来他是我们中最强的，唯一的悬念就是他能不能打得过高年级的学长而已。一位女生说道：好了好了，我们不聊他了，万一被听到了多不好，我们还是谈谈最新的长安城开放的事情吧。一位男生说道：哎对，长安城开放了，这可是大事。我听说啊。陆离离这一群人还是有些距离的，他们也以为陆离是听不到的，但是陆离确实能够听清楚。至于原因，陆离自己也不清楚。不过陆离也不怎么介意别人谈论自己，自己实力这么强，本就是这一届的焦点，其他同学怎么可能丝毫不谈自己呢？再说自己在这次的全面决战活动中更是拿下了15万分，傲视群雄，这下更是焦点了。陆离会把这种谈论当做一种认可，对自己实力的认可。至于竞技场的事情，陆离也有这个打算，毕竟这次的活动是自己这一届的专属活动，换言之就是自己这一届提升巨大，而学长学姐们则是大多数都几乎没有提升，所以陆离准备利用这个优势再去试一次竞技场，毕竟现在也是月末了嘛。先上完上午的实践课，陆离吃完午饭再休息了一下，才赶到了星蓝竞技场。陆离立刻进入房间进行匹配。你好，青山离，正在根据您的排名匹配对手中。匹配成功，请做好战斗准备。临近月末，竞技场的排名越发激烈起来，所以匹配的人非常的多，陆离匹配到人所需要的时间就越少。进入战斗空间，陆离看向对手，是个女生，应该就是一个大2年级的学姐了。陆离只见看向对方的详细资料，玩家本是一个柔弱女子，等级56级，职业法师，副职业炼丹师，生命值1800000，法力值15万，物理攻击5万，法术攻击60万，物理防御10万，法术防御10万，精神14万，速度17万。属性上看起来确实不错，但是陆离可和第一次来星蓝竞技场的时候大不相同了。玩家青山离，等级43级，职业剑神，副职业炼丹师、炼器师、分解师、鉴定师，生命值1400000，法力值8万，物理攻击47万300000，法术攻击25000，物理防御20万1300000，法术防御16万1000000，精神15万1200000，速度14万50000。如今陆离的生命值早已突破100万大关，直接来到了140万，而物理攻击更是来到了47万，随手一击都快能够破100万伤害了。2个防御也都很高，这些属性上的加持都是陆离通过吞噬之心一点点积累的，到现在看来已经很可观了。至少陆离以43级的属性能够和56级的学姐相差没那么大，已经很好了。而且单纯伤害来看，陆离是要比对方要高的。以他的属性来看，能够对陆离造成的伤害也不过是50万以上而已，而陆离却能够造成100万以上。所以说陆离现在打这些等级的学长学姐已经没有太大的压力了。第180章竞技场6连胜。你就是陆离吧？最近还听到了不少关于你的消息呢，没想到这就匹配到你了。
学姐看到陆离后，有些惊讶和惊喜地说道。陆离听到后就有些摸不到头脑了，自己在大一这届出名是很正常的事情，陆离也不会有丝毫的意外。但是大二的学姐竟然都说听到了自己的消息，这又是为何？难道是因为之前自己在星蓝竞技场的时候赢了学长，还是说自己在昨天获得积分很多而被得知的呢？总之，似乎是有些事情被高年级的学长学姐得知了。陆离随口回应学姐说道：“见过学姐，不知学姐是从何得知学弟的？”既然如此，陆离也不拐弯抹角了，直接问呗。学姐轻笑一声说道：“你的颜值。”陆离两眼一黑，竟然是因为自己的颜值吗？自己太帅好像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对女生来说，自己的颜值或许确实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吧，只是陆离没有那么大的感觉罢了。陆离对于颜值这方面并不是很在意，甚至说自己很帅这件事是在初中的时候才渐渐反应过来的。学姐看到陆离的表情，顿时笑了起来，哈哈，逗你的啦，其实是因为你最近也太有名了，你自己都不知道的吗？你之前在星蓝竞技场打赢2个2年级学长的事情已经被我们都知道了，这一届只有你一个是赢了学长的，我们也知道你已经进入前200名的事情了。陆离有些惊讶，没想到2年级的学生之间还会交流这些事情。仔细一想，现在2年级的学生都是在为了进入前100名而努力，对于星蓝竞技场的名次确实会比这些大一的新生要关注的更多一些。前50名都是被大4的老学长们霸占，大2的学生们也只能寄希望于进入前100名了。毕竟进入前100名还是有希望的。陆离明白原因后说道：“原来是这样，我也没想到现在为止只有我一个是赢过学长的，何洛他们竟然还没有赢过，看来2个年级的差距还是有的，自己终究是个例外。不过虽说来到星蓝大学的都是天才中的天才，但是天才之间亦有差距，有的是小天才，有的是大天才，有的是超级天才，有的更是无敌天骄，比如陆离。所以在未来终究还是会有大一的学生，比如何洛，比如阿曼 X 史塔克，都有机会超越大2的学生，只是不知是在哪个时间而已。同样，在陆离等人到了大2大3以后，也会有排名末尾的人被学弟学妹超过。天才的世界和普通人也是一样的，终究是有人笑有人哭罢了。现在看来他们说的都是真的，我确实无法看清楚你的属性，确实有些厉害。这样一来，我反倒是有些不确定能不能打得过你了。学姐似乎比较喜欢闲聊，此时依旧在对陆离说着。陆离回应道：“学籍的实力还是有的，在之后也有希望进入前100名，登上星蓝榜。”学姐阿布斯曼 X 杜蕾斯说道：“哎呦，学弟这样说，人家还以为你已经稳操胜券了哦。”陆离突然一阵鸡皮疙瘩，然后说道：“学姐，闲聊时间就到此结束吧，我们还是开始战斗吧。”阿布斯曼面色有些遗憾，说道：“那好吧，不过我可不会留手的。”两人拉开距离，战斗开始。陆离直接使用各种技能提高自己的移速，然后迅速朝着阿布斯曼冲过去。洛雷阿昆达，阿布斯曼是一名雷属性法师，此时迅速释放技能朝着陆离砸过去。这个技能是个大范围技能，但是伤害不如一些单体技能。陆离受到30万的伤害，对于这一点陆离倒是还能接受，不过之后就不必再硬抗伤害了。轻影霓裳舞，这是陆离在解封轩辕剑后获得的新的技能，不仅能够增加自身 50% 的移速，还能有 40% 的概率免疫接下来的伤害。虽然1秒只能免疫一次，但是法师的攻击频率来源于法术，并不会太高，所以理论上陆离有机会全部免疫的。天降红雷，轰隆，天空降下来一道落雷，但是陆离根本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生效了， 40% 的概率自己吃到了这个收益，就算吃到了伤害，陆离也不会有危险，毕竟陆离还有护盾的，虽然陆离的护盾也没法抵挡太多的伤害就是了。极影冲刺，再次增加自身速度，距离阿布斯曼越来越近了。明显能够看出阿布斯曼已经有些着急了，一个是因为他对陆离造成的伤害不符合他的心理预期，一个是他对陆离的生命值有些不清楚，第三个就是自己的这个法术为什么没有造成伤害，这就很恐怖了。自己竟然无法造成伤害，这是剑客该拥有的技能吗？好歹阿布斯曼自己是大2年级的学姐，这要是被学弟打赢，自己恐怕也是要被嘲笑的，就像之前已经失败的2个人一样。现在只能自己把这件事隐藏起来了，但是撒谎可不是一件好事，到时候若是好友问自己的名次，自己该怎么办？一个谎言可是要用无数个谎言去弥补的。不行，自己一定要赢，赌一手。暗雷湮灭，负50万。陆离这次直接受到了50万的伤害，这次陆离倒是没有触发效果，没有免疫伤害，但是丝毫不慌，因为陆离已经接近阿布斯曼。表里沙缭乱，
乱花罗鳞斩，踏前斩，封印之刺。不好意思啊，秒杀。望着阿布斯曼死亡时惊愕的表情，陆离也是有些不好意思了。对不起啊，学姐，有些残忍了念。恭喜获胜，您的新蓝榜排名上升至第178名，恭喜您获得6连胜。第181章，爆神一击，7连胜，豪取6连胜。陆离的名次直接来到了新蓝榜的第178名。这次的秒杀也在陆离的意料之中，毕竟自己的随手一击就是100万伤害，而学姐的总生命值也不超过200万，就算是加上她的魔法护盾，也不会超出400万。自己只要近了她的身，自己的几个技能就足以秒杀她了。而且自己的轻影霓上舞技能也是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裨益。这1分钟的持续时间，在增加自己的速度的同时，自己还能够规避大量伤害，这就让自己可以安心的近身对手，从而对目标打出秒杀。另一边，刚刚落败的学姐阿布斯曼则是失魂落魄的低着头，呜，自己被秒杀了，自己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太丢人了。身为学姐，比她多1年的神域时间，结果却是如此惨败。哦，不对，记得有资料说陆离是今年才刚刚进入神域的，也就是说，啊，我不管，就是只多了1年时间。阿布斯曼惨叫一声，险些哭出来，然后捂着脸跑出了星蓝竞技场，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陆离则是休息片刻后，便继续选择匹配了。陆离觉得，即使自己并不能进入前100，也要多打几次，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既然如此，那就每天来打2次好了，到最后一天也差不多就能够知道自己的极限了。毕竟，即使100名之后的奖励比起前100名天差地别，但是好歹也是有些资源分配的，而且越往前也就多能得到一些资源嘛。你好，青山梨，正在根据您的排名匹配对手中。匹配成功，请做好战斗准备。匹配成功了，陆离再次进入战斗空间。对手是个学长，名为田野小次郎。看他的名字，陆离也是知道他来自核战区，职业和陆离一样，也是剑士。陆离在之前看资料的时候对他有点印象。现在陆离的名次已经接近大2年级的前端水平了，遇到这般高手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在120名到180名之间，是大2和大3年级竞争最激烈的区间。若是陆离能够赢下这场，接下来就有机会遇到大3的学长学姐了。陆离先是看了一眼这位大2学长的资料，还算是在自己的接受范围之内。玩家田野小次郎，等级56级，职业剑士，副职业炼丹师，生命值200万，法力值10万，物理攻击70万，法术攻击30万，物理防御20万，法术防御20万，精神10万，速度20万。相对于法师来说，陆离更喜欢和近战职业的对手战斗，因为近战职业之间的战斗要更加简单粗暴，陆离也就不用费尽心思去接近对手了。果不其然，在打过招呼之后，两人一开始战斗便是直接冲向对方。陆离自然是不怕的，直接开启各种技能。轻影霓裳舞开启后，陆离便是满脸的自信。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自己这个技能的效果，这也算是自己目前最有用的一个技能了。感谢轩辕剑，枪，2剑相撞。陆离一个闪转来到田野小次郎背后，直接一刺，封印之刺，负1200000。而田野小次郎也是及时醒悟，直接一个反手，暗影袭刺，负0，免疫。这次的攻击直接被陆离的技能免疫了。纳尼？田野小次郎惊异出声，显然他也是十分的惊讶。陆离趁此机会再次一个技能，乱花罗鳞斩，负1300000。不过田野小次郎身上还有着一个抵挡100万伤害的护盾，陆离依靠这2个技能并未能够对他造成击杀。在陆离施展出这个技能后，田野小次郎直接一个技能离开了原地。没想到你竟然能够免疫伤害，看来我们还是小瞧你了。田野小次郎面露惊讶，对陆离说道。陆离不置可否，谁让你们看不穿我呢？之所以在之前的战斗中，所有对手都是看不穿陆离，就是因为陆离的一个天赋，那就是洞悉之心。在陆离等级来到了40级之后，这个天赋也是觉醒了新的词条。隐秘之物在对方等级不超过自身20级时，无法看到自己的任何属性。也就是说，高于陆离等级20级的人才能看到陆离的属性。以陆离目前的等级来推算，要63级以上的对手才能看到自己的属性。很显然，现在的对手并没有这么高等级的人，大部分的大2年级的学长都是在为突破60级而刻苦奋斗。自然，田野小次郎这种56级的人自然是无法看到陆离的属性的，更别提自己的技能了。哼，看我的归隐之秘！一瞬间，
田野小次郎消失了。但是陆离丝毫没有慌乱，一个技能甩出去，追踪 X 爆神一击，负1200000，从一旁的空气中显现出一个缓缓倒地的尸体，正是田野小次郎。能够很明显的看出，田野小次郎那脸上满是难以置信，自己被玩虐了。陆离轻笑一声，能够看穿敌人一切的感觉，真是太美妙了。陆离早就看到了田野小次郎的这个技能，也知道他能够隐身，并且突然爆发出超高的伤害，所以陆离早就在一开始两剑相撞的时候就对田野小次郎进行了一次标记，那个标记正是用于此时的技能追踪 X 爆神一击。追踪 X 爆神一击，品阶史诗级。技能介绍：在与目标接触时，可以选择留下一个标记，在3分钟内可利用该标记发动该技能，对目标造成伤害，并暴露标记目标的位置。可以说，这个技能算是刺客的克星了。恭喜获胜，您的星蓝榜排名上升至第162名。恭喜您获得7连胜。陆离通过这次的胜利，顺利的获得了7连胜，同时自己的名次也是来到了第162位。随后，陆离便没有继续匹配了。陆离知道自己这2次胜利后，自己的轻影霓裳舞的技能效果怕是隐藏不住了，自己还需要更多的底牌来提高自己的实力。之后，陆离前往了图书馆查阅资料，了解更多的神域信息。而在大2年级的论坛上，则是已经炸开了锅。第182章大2年级的讨论。这个论坛是新兰大学专门为新兰大学的学生们设立的，供他们内部讨论使用的，每个年级都有一个。此时，大2年级之所以爆发激烈的讨论，就是来源于一个帖子。最开始的帖子是田野小次郎发出来的，标题为“见鬼了”，大一新生陆离，昵称青山离，实力异常强大，诸位小心。随后就是田野小次郎对于陆离实力的分析，诸位或许也已经有过了解，之前陆离学弟就已经在我们的论坛小火了一次，不过那次并未引发太大的讨论。但是我田野小次郎毫不夸张地说，我被他给玩虐了。相信大家也对我的实力有个了解，不说是咱们年级最强的一批，但是也算是在前列了。但是我却被玩虐了。首先，他以前的那些资料，比如看穿别人的资料，但是我们看不到他的资料，以及无视防御，这些都是真的，因为他的伤害目前已经是100万级别，可以说是超越了我们年级绝大部分的人了。现在我要说的是他的新的技能，我也不知道他的那个技能的名字，但是效果很强。那么是什么效果呢？是免疫伤害。我操，免疫伤害啊！我的伤害被免疫了，这还怎么打？他免疫我们的伤害，而且还能对我们造成100万级别的伤害，这根本已经不是大一新生的强度了，根本无视技巧，技能上的碾压了呀！我们多1年时间都没有人能够拥有如此恐怖的能力啊！另外，他还有一个能够使隐身技能显形的技能，这个技能不仅能够造成伤害，还能让人显形。他现在多恐怖，相信你们也都知道了吧？我就说到这，至于其他的技能，我就不知道了。我先去静静了。一旦激起千层浪，在田野小次郎的帖子发出去之后，就是引起了激烈的讨论。阿姆瑞 X 翻台斯特克，有没有人能够证实一下？听田野小次郎说的好恐怖，打把手 X 度不能，小次郎君实力强大，是不屑于撒谎的。他说的肯定是真的，不过就连小次郎君都没能打过他，在他名次之后的我就不会遇到他了，倒是不用担心这些事情了。不过比小次郎君实力要强的同学们可就要小心了。啊，好的很 X 达库鲁，我同意打把手的说法，没想到我们还是小看了陆离学弟，能够成为新生中当之无愧的第1名，果然是有实力的，在第1个月竟然就超越了我们大多数的人，实在是太恐怖了。哈鲁莫 X 唧唧歪歪，我就是个刺客，我现在很慌。贝卡里亚 X 死阴塞，哈鲁莫大哥也怕，暂时还拍不到你吧？笑，哈鲁莫 X 唧唧歪歪，哦我的上帝啊，他的技能对我太不友好了，不知道他的那个免疫技能能够持续多久。阿布斯曼 X 杜雷斯，那个我来说一下，我在之前也遇到了陆离学弟，他的技能不是100%免疫的，是有某个概率的，但是我也不清楚具体是多少的概率，总之在那个技能持续期间还是有机会造成伤害的。阿布斯曼终究还是站了出来，本来他是不想暴露出自己被陆离秒杀的事情的，但是见到田野小次郎主动站出来，自己也就放下了心里的包袱，毕竟这时候大家都是在惊讶陆离学弟的实力，是不会过多在意自己的，而且大家都是已经知道了陆离的恐怖，自己输掉也是情有可原，毕竟就连强于自己的田野小次郎都是输掉了嘛。果然在阿布斯曼站出来说自己也输过以后，大家都没有去在意他输掉的事情，而是欣喜于陆离技能的不确定性。哈鲁莫 X 唧唧歪歪，哈哈哈哈，我还是有机会的，原来是有概率的。
不是100%免疫，那我就轻松多了。林小叶，没想到我们华夏区又出了一个如此强大的天才，真是可喜可贺啊！王青龙，没错，实力竟然是已经超过我了，厉害，厉害啊！何小曼，当时我见他特别帅气，没想到除了颜值无敌，就连实力也是如此恐怖，爱了爱了。赵佳敏，小曼注意点形象。阿萨德哈卡，羡慕，我们大区好久没出现如此强大的天才了，不知道他和雷因布鲁斯相比，谁更厉害？雷因布鲁斯是欧联区的一个天才，目前大三，是大三一届中最强的天才，也是近几年最强的天才。阿虎卢曼 X 马卡巴卡，我觉得还是我们区的雷因布鲁斯厉害一些，当初他的事迹你们也应该都清楚。目前陆离学弟虽然也很强，但是雷因布鲁斯学长当时也是做到了的。哈利因斯 X 莫离，没错没错，我也觉得我们大区的雷因布鲁斯更厉害。随后竟是演变成了陆离与欧联区的天才雷因布鲁斯的比较，不过这也变相说明了陆离的天才程度是被这些人认可了的，与近几年公认的最强天才放在一起比较，就已经间接证明了他们承认陆离也是最强天才。至于谁更加天才，就要用时间和成绩去证明了。第183章，奇货商人。雷因布鲁斯的实力毋庸置疑，目前的雷因布鲁斯可是已经进入星蓝榜的前10名了呀。但是他们也不敢对陆离有任何的小觑之心，2年时间还不知道陆离会成长到何种程度呢，能否超越雷因布鲁斯也是一个未知数。论坛上面讨论的激烈，作为本人的陆离则是一无所知，毕竟他可上不去大2的论坛，而那些学长学姐他也并未有什么联络，所以倒也没有人给他说这件事。不过陆离自己倒是也有所预料，自己的实力过于夸张，大2的学长学姐们有所防备也是常理之事。晚上6点，陆离进入神域之中。陆离先是来到了城主府，在宁光城主这里领了任务，然后便立刻赶去做任务了。如今陆离等级是43级，距离45级还差2级，而传说级装备的等级要求就是45级，换上传说级装备后又是一个巨大提升，所以陆离目前最想要的还是提升等级，所以自己这段时间要多做任务，多刷野了。今天是没有什么活动，只能靠宁光城主给的任务混点经验。而且虽然明天会开放长安城，但是目前还是没有人能够前往的，因为一般只有50级之后才能常驻长安城，就像如今陆离常驻礼乐城一样。长安城的开放只是提供了新的地图和新的野怪，但是难度极高，玩家也不会有太好的体验。陆离同样也是如此，虽然说陆离的实力已经不比50级以上的玩家差了，但是陆离并不能从长安城获取任务，也就是说陆离就算是去了长安城，也只能通过刷野获取经验，并不比在礼乐城做任务好多少。刷野能够得到的经验终究还是少于任务获得的。不过等礼乐城这边稳定以后，陆离就没法接到任务了，那就只能前往长安城了。因为目前魔族溃败，但是仍旧有散落各地的魔族以供玩家们清理，所以陆离现在倒是能够接到自己满意的任务，但是这些魔族的数量终究是有限的，过段时间陆离就没办法获取这一类的任务了。那样一来，陆离就只能前往长安城碰运气了。到时候自己或许能够从 NPC 处接一些零散的任务，虽然肯定不能和从宁光城主这里的相比，但是有总比没有好。陆离打完最后一个野怪，完成这个任务，接着赶往下一个任务地点。不过在途中，陆离倒是见到了一个特殊的 NPC， 陆离眼睛一亮，立刻赶了过去。那个 NPC 见到陆离跑过来，竟然是拔腿就跑。陆离看到他直接逃跑，也是心中大定，随后便是立刻追了过去。陆离的速度还是比这个 NPC 要快的，所以很快便是追上了这个 NPC。NPC 见到自己无法逃脱，直接就是要和陆离进行战斗。陆离见状，立刻就是一个技能甩过去，负1200000，100万级别的伤害让的 NPC 惊掉了眼球，直接就是开始求饶，别打了，我给你还不行吗？ NPC 奇货商人双手摆着，一副求饶的样子。陆离见到他终于求饶，也是放下心来，这么久了，终于见到你了。随后陆离说道，让我看看你的东西。奇货商人立刻给陆离展示了他的货物。这个 NPC 名为奇货商人，是一个特殊的 NPC， 玩家有小概率可以在野外遇到他，但是他一见到玩家就会立刻跑路，这时候玩家就需要追上他并且打败他，之后他开始求饶才算彻底成功，就像现在这样。而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卖东西的 NPC， 在他这里有着各种奇珍异宝，可以通过金钱进行兑换。但是
玩家不能击杀他，击杀他的后果就是自己再也遇不到他，而且还要承受掉落等级的惩罚。所以目前为止是没有人会去击杀他的，得不偿失。陆离此刻已经看到他给出的售货清单：飞行服价格3000金币，腰鼓大棒价格5000金币，易容面具价格6000金币，黑暗戒指价格30万金币。物品众多，玩家一般是不能搬空的，而且不仅有金币购买的物品，还有需要紫币才能购买的好东西。裂骨粉丹价格1枚紫币，梅林的化妆镜价格1枚紫币，屠龙宝刀价格30枚紫币。物品可谓是应有尽有，而且都是珍贵物品。陆离现在也倒是有钱，目前已经是几十万的金币了，所以直接买了诸多物品。至于紫币，这还真的不多，所以也只是用紫币买了几件物品，随后就只能无奈放任奇货商人离去了。这一通下来，陆离直接再次变成穷光蛋了，只剩下了5万金币。不过陆离的包裹倒是满了，而且陆离若是缺钱，还可以将这些物品再卖出去。这些东西放到珍宝阁，价格都是能够翻倍的，因为这些东西平时根本见不到，没什么渠道可以购买，而这些东西又都很不错，所以这些物品很是抢手。所以很多人都想在野外见到奇货商人，可惜的是概率很小，而且就算是见到了，也得能追上他并且打服他才行。别看陆离解决的如此轻松，那陆离什么实力啊？其他人又是什么实力啊？根本不是一个档次。所以每天倒是都有人可以见到奇货商人，但是能够从他那里买下物品的人可就少了。而且就算是见到并且打服了奇货商人，那也买不了多少东西。不是每个人都像陆离这般富有的，99%的玩家身上的存款不超过10万，所以还真没办法买多少东西。也只有陆离这样的人，实力又强，口袋又有钱的人，遇上奇货商人是最划算的。第184章44集，华夏区第6。这次陆离可是从奇货商人那里买到了不少的好东西，比如飞行服、隐身丸、钢铁合剂等等。飞行服使用后可进行短暂飞行，高度不超过50米，时间最长为3分钟。隐身丸使用后可进行短暂隐身，等级高于自身20级方可探查，时间为3分钟。钢铁合剂使用后使自身物理防御和法术防御增加 50%， 持续时间为5分钟。单单看这些东西的介绍，便是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飞行和隐身都是效果，不必多说。至于这个钢铁合剂，那更是好东西了，直接增加 50% 的2种防御，对于坦克职业来说简直是梦寐以求的东西。防御越高，这个东西就越有用，一般这种东西都是用在关键时刻的，而这几个也不过是陆离购买的物品中的一部分罢了。这下陆离的手段又多了许多，而且陆离还在奇货商人这里购买到了经验书，虽然数量不多，而且价格也很高，但是陆离还是忍痛全买了。30万金币就如水一般消失了，贵自然有它贵的道理。陆离使用了全部的经验书之后，已经来到了43级 97%， 距离44级一步之遥，这可是缩短了陆离升级所需要的大量时间啊！陆离觉得这次是不亏的，时间就是陆离最缺少的东西，任何东西用来换取时间都是不亏的，而且钱是陆离最容易获得的。现在陆离每天单单依靠刷野都能获得上万金币，所以陆离觉得完全不亏。在奇货商人消失后，陆离便继续前往了下一个任务场地做任务了。看着自己即将到达44级，陆离做起任务来更有干劲儿了。8月27日早上6点，陆离吃完早餐来到了兑换处。陆离之前参与全面决战活动，不只是在神域内获得了积分，在星兰大学依旧是有获得功勋的。陆离之前就已经得到了功勋，但是这几天一直没来换取物品。今天陆离来换取奖励了，继续来到那位老头所在的地方，先是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功勋，一共是150点。比起陆离之前在游戏内的15万积分，150点的功勋少了一些，但是一想别人都不到50功勋，陆离一下又没那么难受了。然后陆离打开兑换清单，直接搜索经验书，然后全部购买。陆离原本还想换些增加战力的东西用来提升实力，好让自己在星兰竞技场提升一些名次，而现在既然有传说级装备等着自己去使用，那就直接拉等级好了。使用100功勋换取了所有的经验书，然后陆离便是直接离开了兑换处，剩下的功勋就留着下次再换好了。接着陆离来到餐厅，开始一天的生活。上午继续实践课，下午陆离来到了星兰竞技场，直接来到自己的房间进行匹配。你好，青山离，
正在根据您的排名匹配对手中。匹配成功，请做好战斗准备。陆离很快便是匹配成功，然后进入战斗空间。对手是个壮汉，看起来魁梧有力。玩家西斯 X 塔莫丹，等级56级，职业刀客，副职业炼丹师，生命值2200000，法力值10万，物理攻击75万，法术攻击25万，物理防御25万，法术防御25万，精神10万，速度18万。他的实力比之前打过的田野小次郎要强上一点，但是强的不多，对陆离来说压力不大。哈哈，陆离学弟，没想到昨天刚看到你的事迹，今天就匹配到你了，看来我今天是要领教一下你的技能了。大汉爽朗地说道。陆离听到他的话，也是明白了大2年级已经讨论他的事情。学长好，我实力尚且一般，还没到那种夸张的程度。大汉继续说道。哈哈，不必谦虚，我们都知道你的实力，直接来吧。双方开始战斗，陆离直接与他开始相互冲刺。陆离看到他的详细资料之后，便是知道了这位学长是一个强攻型，陆离直接和他硬拼就行。轻影霓裳舞，踏前斩，一番技能交错而过，陆离直接获胜。大汉直接毫无还手之力。这种战斗拼的就是硬实力，看的就是伤害。陆离的伤害比他高，自然就能赢。即使他是220万的生命值，陆离也照样能够2个技能直接秒掉。更何况他还没有护盾之类的技能。大汉虽然是直接被秒杀，但是也只是略有遗憾，并未有太多的惊讶。在之前得知陆离实力的时，他就知道自己是打不过陆离的了，所以这次也是没有太过惊讶。按照他们说的来看，陆离秒掉自己应该是正常的，没什么难度。现在一看，确实如此，他们说的没错。落魄了家人们，根本打不过大一的学弟。恭喜获胜，您的新蓝榜排名上升至第150名，恭喜您获得8连胜。这次获胜之后，陆离就已经是8连胜了，名次也终于来到了第150名。这样子看，陆离接下来真的有可能面对大3年级的学长了。随后，陆离便没有继续匹配人了，明天再继续打竞技场好了。离开新蓝竞技场，陆离赶到图书馆继续查看各种资料。到了晚上，陆离进入神域世界，然后陆离便直接使用了白天得到的所有的经验书。恭喜你升到44级，获得3000点自由属性点，请按需分配。目前在本服务器中，您的等级排名为24位，华夏区等级排名为6位。很好，华夏区的名次来到了第6位，全球也来到了24位。第185章探索森林。在升级后，陆离直接赶到了城主府，来这里自然是找宁光城主接任务了。不过宁光城主见到陆离之后，很遗憾地说道，这次是最后一次任务了，之后我能给你的任务就不多了，可能好多天才会有一次。陆离虽然有些惊讶，但是他也早就明白这一天终会到来。毕竟在城外战斗的他很是清楚，现在遇到的魔族数量大幅度下降，已经不需要专门的任务来集中清理他们了。宁光城主见到陆离有些遗憾的表情，继续说道，你也知道，魔族打败之后，主力军队便是已经全部撤退，至于何时卷土重来尚未可知。至于丽月城周边的这些魔族数量已经不多了，留给你们平日里清理即可。那么我就不必再专门给你们颁布任务了。陆离回应道，城主大人，我明白，在这之后我可能就要去长安城周边去清理野怪了。宁光城主一副果然如此的样子，说道，我看你的实力也是猜到你要离开李月城，这里的野怪已经不是你的对手了。确实如此，如今陆离虽然是刚到达44级，但是应付起50级以上的野怪也并不难。宁光城主继续说道，那么我这最后的任务也就是最需要你来完成的了。魔族这次来源尚未查清，深渊魔物大肆入侵神域世界，这一切都需要进行探查，但是你也明白，我们不能轻易涉险，所以还是需要你们玩家去做这种事，而你就是我心中的最佳人选。陆离有些惊讶，似乎是一个比较大的任务，说道，愿为城主大人分忧解难。随后陆离便是与宁光城主道别，然后前往了野外，做宁光城主给的最后的任务。任务：寻找魔族的巢穴。任务介绍：在李月城外的松云镇，魔族在那里撤退之后，留下了不少的踪迹，可是追踪之路十分凶险，人族损失多位侦查员。此时宁光城主想要你去探查一下，看看魔族究竟是撤退到了哪里。任务要求：寻找魔族停留的地点。陆离直接使用传送阵来到了松云镇，接着沿着当初魔族的撤退路线一路赶去。路上倒是有着不少的野怪和魔族战士，但是都很散乱，并未聚集在一起。
陆离自然还是以任务为重，没有去专门花时间去击杀那些野怪，而且他们也无法给陆离提供多少经验。陆离一路追到之前的魔族营地附近，这里已经全部清空了，恢复了往日的样子，没有魔族战士，没有营地，只有不少的野怪在附近晃来晃去。陆离接着便继续深入了，前方是一大片的森林，好在陆离有地图指路，倒是没有迷失方向。半小时时间过去，陆离也来到了森林的深处，这里的野怪就要强得多了，等级都是在48级以上。陆离继续深入一段距离，地图的标记都消失了，这里就是之前探查的最远的距离了。陆离接下来就只能靠自己了。好在这个任务宁光城主也没有规定时间，想来也是觉得陆离还是需要不少时间才能找到。事实也确实如此，陆离先是朝着一个方向赶去，不料前面却是一堆野兽。陆离转念一想，不如就在这里刷也好了，反正这里的野怪的等级也挺适合的。陆离立刻便是行动起来，直接持剑开始与这里的野怪战斗。随着与野怪的不断战斗，陆离也是继续向前探索。不多时，陆离见到了疑似魔族的踪迹。就算不是魔族，也是有人在这里扎过营待过的，只是不确定到底是待了多久。陆离对这方面并不熟悉。陆离一想，难道是这里和之前的地点中间全是野怪，这才迷惑了侦查员，所以没有探查到这里的痕迹吗？这里的野怪确实强大，想来也是侦查员觉得魔族不会从这里过去吧。当然，陆离现在也不确定这是不是魔族生活的痕迹，只能继续向前探索看看了。陆离继续向前走去，一路上又是遇到很多野怪，这一清理便是一整天，陆离都是有些疲倦了。没想到这片森林的深处竟然有这么多的野怪。在之前的地图上，这片森林是地图的最边缘，一直少有玩家会来探索，而在版本更新、地图更新扩展之后，这里便不再是边缘地带了。陆离觉得自己可能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玩家，一方面一直没有见到有人在论坛上讨论这里的消息，另一方面陆离觉得能够来到这里的玩家需要极为强大的实力，能够有资格来到这里的玩家也是少之又少。随后陆离就地下线，白天陆离照常上课，下午没有再去竞技场了。陆离想要试试能否在最后的几天里突破到45级，那时候自己才会迎来更大的提升。这样在星蓝榜的争夺中，陆离也更有把握进入前100名。晚上陆离继续进入神域世界，进入神域之后，陆离便继续昨日的探索。周围的野怪再次刷新了，陆离只好再次清理一下。花费时间清理完成之后，陆离便开始新的探索。越往深处走，陆离遇到的野怪也就越强，现在的野怪已经来到了53级，对陆离来说还算能够应付。若是继续这样增强下去，陆离觉得自己或许在那时候也应对不了了。毕竟除了这些普通的野怪，还有一些 BOSS 会更加强大。但是陆离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他此时距离礼月城已经很远了，只能先继续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结果刚走没多远，陆离就遇上了一个超级 BOSS。 只见前方是一大片空地，而陆离的面前，也就是这片空地上，是一个庞然大物。只见他的身躯遮天蔽日，在见到陆离之后，他渐渐地站了起来，口中还不断地咆哮着：虫子！第186章激战黑血麒麟。在巨兽喊出口之后，一股腥臭风直接扑面而来，甚至还伴随着少量腥臭的口水，这让陆离忍不住干呕一声。野兽终究是野兽，他们是不刷牙的。陆离强忍着不适感，看向这个庞然大物。黑血麒麟，等级54级，种族妖族，品阶史诗级，生命值18000000，法力值40万，物理攻击40万，法术攻击18万，物理防御25万，法术防御18万，精神10万，速度15万。技能麒麟血脉，喷涌之血，惊天嘶吼，狩猎冲动，瑞兽祥瑞。麒麟血脉，黑血麒麟是麒麟变种后裔，体内具备麒麟的血脉，在战斗之时能够不断增加自身实力，战斗中每隔1分钟强化自身1次，增加自身20%全属性，一共可增强5次，每次命中目标，缩短10秒强化所需时间。喷涌之血，黑血麒麟的体内是麒麟的血脉，内含麒麟之血，当黑血麒麟受伤后，血液会直接飙射向攻击之人，对目标造成1次与物理攻击数值等同的真实伤害。惊天嘶吼，黑血麒麟发出一声怒吼，强制目标眩晕1秒。狩猎冲动，选定一个目标，在向目标移动时增加自身10%移动速度，目标每分钟可更换1次。瑞兽祥瑞，麒麟是上古瑞兽，作为变种后裔的黑血麒麟依旧有着部分祥瑞，在生命值低于10%时可直接回到满生命值。介绍：
上古瑞兽麒麟的变种后裔，具备强大的力量，是这片森林的王者。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这什么鬼？这么猛！洛离当场就直接惊到了，黑血麒麟实力也太强大了，不愧是54级的 BOSS。不过洛离觉得自己有机会杀掉他。无他，黑血麒麟的攻击能力并不强，自身的40万的物理攻击在以前的陆离面前确实很强，但是在现在的陆离眼里已经不算什么了，完全可以接受。要知道，陆离现在的物理防御已经达到了20万，也就是说，黑血麒麟这攻击对陆离只能造成20万以上的伤害，陆离是完全可以接受这个伤害的。而且重要的是，陆离的生命值已经完全超出了现阶段的所有人。陆离的生命值目前是180万，已经和高一届的学长学姐们一样了。这也是陆离的一大优势，是其他玩家不具有的。陆离现在可以说是自己就是一个完整的团队，自己既可以当坦克来抗伤害，也可以当输出，还可以依靠吸血能力给自己回血。而且黑血麒麟是不具备秒杀能力的，这也是陆离敢于留下来和他战斗的原因之一。只要他秒杀不了自己，那自己就完全能够依靠吸血将自身血量维持在一个安全的线上。陆离持剑开始进入战斗状态。作为这片森林的王者的黑血麒麟当即就是怒了，这个虫子见了自己不仅不跑，竟然还想和自己打，难道他觉得他能击杀我吗？黑血麒麟越发愤怒起来，立刻就是仰天一声怒吼：好！该死的虫子，竟然敢挑衅我！音波四式穿越空间而来，陆离当即就是被定住了。这就是黑血麒麟的技能惊天嘶吼，直接强制眩晕1秒。此地只有陆离和他一人一兽，自然便是定住的陆离了。陆离此时心中完全不慌，反而有些兴奋。这个傻子！陆离欣喜，自然是因为黑血麒麟竟然直接交出了这个技能，竟然如此随便。要知道，陆离和他还是有一小段距离的，在他冲到陆离身边的时候，陆离就已经要从眩晕状态解除了，这就白白浪费了1秒的输出时间。看来这个黑血麒麟在这里没有对手，便是养成了骄傲自大的性格，简直不把陆离放在眼里。吃！黑血麒麟一爪子拍在陆离的身上，造成20万的伤害。但是陆离这时候就从眩晕状态解除了。哼，雕虫小技，竟敢班门弄斧！陆离一声冷哼，开始反击。而此时的黑血麒麟就在陆离的面前，也省得陆离再去接近了。踏前斩，一个滑步，陆离直接来到了黑血麒麟的身后，在造成120万伤害的同时，还把自己的生命值直接回满了。这就是黑血麒麟最大的弱点，输出不足。果然是瑞兽，那你就当个吉祥物好了。负35万，陆离自身受到了35万的真实伤害。这是黑血麒麟的另一个技能喷涌之血，但是伤害根本不足为惧。陆离自己一个技能出去就能够回36万的伤害。表里杀缭乱，负35万，一个冲刺，乱花罗鳞斩，负35万，一次血斩，封印之刺，负35万，每次都是100万级别以上的伤害，让的黑血麒麟惊怒不已。这个虫子怎么回事？为何能够造成如此高的伤害？难道自己那么高的防御是摆设吗？没想到这个虫子竟然如此厉害，大意了，没有闪。此时的黑血麒麟甚至有了些许的恐惧之意，想要逃走。虽然自己也能够对这个虫子造成真实伤害，但是他的血量完全不再掉的，每次都能被他回上来。可恶！好，陆离再次被强制眩晕1秒。吃！负28万，陆离受到了28万的伤害，比之前要多了一些。这是因为黑血麒麟的技能麒麟血脉在战斗中能够增强自己的实力，直接增加了20%的全属性，但是依旧不够看。现在的攻击能力也不过是48万而已，陆离完全能够接受。第187章追逐战。几分钟时间过去，黑血麒麟的全属性已经强化5次了，也是麒麟血脉提供的最多的次数。目前的属性已经是最开始的2倍多了，但是黑血麒麟已经快要死了。陆离的伤害很高，每次都是100万级别。虽然作为 BOSS 的黑血麒麟具有自动回复生命值的能力，但是依旧是没有陆离的伤害高。所以几分钟的缠斗之后，陆离已经是将他的生命值打到了12%。又是一剑，黑血麒麟的生命值已经跌到了10%以下。瑞兽祥瑞技能触发，这算是黑血麒麟的一个被动技能，也是继承于上古瑞兽麒麟的。作用就是在黑血麒麟的生命值低于10%时，直接恢复满生命值。只见黑血麒麟的生命值直接恢复到了满血，也就是强化后的3600万生命值。
陆离虽然有些无奈，但是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回满生命值，这是不可打断的。而且即使是陆离能够直接一招清空他剩余的 10% 生命值，也就是直接杀死他，那他也依旧可以直接再次回满生命值，也就是直接复活。不过陆离也没有太过遗憾，毕竟人家血脉确实是好，而且这个技能也只会触发一次，下次就是彻底的死亡了。即使黑血麒麟如今已经十分强大，陆离依旧有机会打得过他。好，惊天嘶吼再次发动。如今的黑血麒麟自然是十分忌惮陆离，不敢有丝毫的小觑，所以这次的技能是在陆离身边发动的。陆离再次被强制眩晕1秒，吃！黑血麒麟一爪子直接拍在了陆离的身上，负60万，陆离直接受到了60万的伤害。接着黑血麒麟又是一次攻击，负70万，陆离1秒内便是直接损失了130万的生命值。此时陆离已经从强制眩晕的状态中解除了，直接一个吸血药剂使用，然后再使用吸血强化药剂，再开启魔能护盾，接着一个踏前斩来到了黑血麒麟的背后，躲避他的下一次攻击。负1200000加1440000，负80万。吸血药剂增加自身吸血能力，将伤害转化为自身生命值，吸血效果 30%。吸血强化药剂将自身吸血能力翻倍，持续3分钟。魔能护盾提供一个5倍的法术防御数值的护盾，吸收任意来源的伤害。在使用了吸血药剂之后，陆离的吸血效果来到了 60%， 而在使用吸血强化药剂之后，直接将吸血能力来到了 120%， 而魔能护盾则是提供了90万的伤害减免。这也是陆离不得不用了，因为这时候的黑血麒麟属性已经翻倍了，再配合上喷涌之血这个技能，每次都能对陆离造成高达80万的真实伤害，这是陆离完全接受不了的。因为陆离原本的 30% 的吸血效果已经不够用了，所以陆离也只能将自己购买的宝贝拿出来用了。而且这时候就是需要用的时候，陆离可以肯定，这次将这个黑血麒麟击杀之后，必定能够爆出很多的好东西。陆离一想到这，就立马和打了鸡血一样冲向黑血麒麟。黑血麒麟原以为自己现在能够稳杀陆离了，结果现在好像还是打不过。黑血麒麟实力确实是十分强大，血脉优势十分明显，他的一身技能可谓是十分强大，特别是能够造成真实伤害的喷涌之血，造成80万的真实伤害，可以说是脆皮职业根本不敢输出，坦克也扛不住。在看到他的技能的时候，陆离就知道这是一个只能单独去打的野怪，团队作战对他毫无作用。除了陆离之外，现在几乎没有人能够应对他。首先击杀他必须要有吸血能力，其次能抗住每次80万的真实伤害。试问现阶段谁能做到？陆离趁着自己使用药剂的这段时间，直接就和黑血麒麟陷入激烈的战斗。断绝斩，负1500000，无影斩，负1400000。陆离手中各种技能层出不穷，让黑血麒麟内心很是崩溃。虽然自己实力翻倍了，但是好像还是在被虐。好，不过几分钟时间，黑血麒麟的生命值便是掉到了 50%。此时的黑血麒麟心中已经慌了，立刻就是准备跑路。但是陆离在使用技能和药剂的情况下，速度可要比他快得多，所以此时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只黑色的庞然大物轰隆隆的往外跑，后边有一个小人在紧紧追赶。陆离一边追赶他，一边对他各种输出。而此时的黑血麒麟反而是除了技能自带的真实伤害之外，就不对陆离造成其他伤害了。因为此时的黑血麒麟一心想要跑路，陆离也只能跟着他一路向外跑去。看着黑血麒麟不断降低的生命值，陆离的心越发激动起来。40%、30%。此时的陆离已经不知道自己来到哪里了，只知道一路随着黑血麒麟的痕迹。砰！好！黑血麒麟怒不可遏，突然停了下来。他越想越气，自己堂堂一个麒麟后裔，竟然被一个玩家追着跑，自己真是丢死人了。不是丢死麒麟，不行，就算是死，我也要站着死。黑血麒麟顿时发了疯一般对陆离开始攻击起来。陆离此时倒是并没有慌乱，黑血麒麟此时的表现更像是回光返照一般，而且此时一味的攻击反而并不会对陆离造成多大的伤害。陆离使用各种技能进行闪避的同时，还穿插大量的攻击技能，造成大量的伤害。不多时，黑血麒麟便是不到 5% 的生命值了。黑血麒麟越发愤怒了，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死亡的那一刻。第188章击杀黑血麒麟，魔族踪迹。啊！黑血麒麟
开始不顾一切的到处乱撞。他生命值已经见底了，陆离再继续来几次攻击，他就会死了。这次可没有被动技能保命了，这次他是真的会死。黑血麒麟面目狰狞，将四处的树木全部撞毁。陆离看到这一幕，心中并没有任何波澜，这是他的宿命。谁让他遇到了自己呢？还特喵的喊我虫子！雷云搏击斩，负1400000，再次一个技能发动，直接将黑血麒麟的生命值打到死血。吼！黑血麒麟发出不甘的怒吼，陆离却只想尽快将他斩杀，拿取奖励。看他已经没有了丝毫的战斗的意志，陆离最后一击直接将他灭杀。吃！吼啊啊呀！剑入身倒，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压倒了一大片的树木，还激起一阵尘土。陆离见到四周也没有什么威胁了，顿时放下心来。然后陆离就激动地走了过去，开始查看掉落的奖励。首先是击杀黑血麒麟掉落的物品，恭喜你获得暗夜之甲胄、雷鸣之银靴、麒麟之血、哈林瓦特的卷轴、魔族踪迹标点地图、10枚紫币、100枚金币。陆离一件件看起来。装备：暗夜之甲胄，品阶：史诗级，属性：物理防御加80000点，法术防御加60000点，特殊属性：暗夜行走。暗夜行走，在夜晚中行走速度增加 30%， 耐久度100。装备要求45级。这个装备的属性也是十分不错，而且这个附带的技能让陆离有些喜欢，增加速度能够省下很多时间。装备：雷鸣之银靴，品阶：史诗级，属性：速度加10000，特殊属性：雷鸣之狐。雷鸣之狐使用该技能后，非战斗状态下增加自身10万移动速度，战斗状态下增加自身5万速度。耐久度100。装备要求45级。这个装备也不错，10万的速度增加已经很不错了，而且还能获得移速加成。如果使用这件装备，陆离使用技能后，甚至可以达到30万的移速。麒麟之血，极其罕见的材料，极为珍贵的材料。介绍：可用于锻造武器材料时加入，或许会获得什么了不得的效果。直接使用或许也能获得什么效果。这就是黑血麒麟血脉中的一滴血了。没错，只有一滴。但是这不是黑血麒麟之血，而是麒麟之血，是上古瑞兽流传在黑血麒麟中的最珍贵的血液。若是这滴血液换成黑血麒麟之血，那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了。陆离暂时还不知道这滴血的真正用途，但是用脚想也知道这滴血珍贵无比，所以陆离也是将它小心地放进背包。物品：哈林瓦特的卷轴，品阶：史诗级，效果：使用后对1公里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150万点法术伤害，使用次数0、3。介绍：大魔法师哈林瓦特制作的卷轴，威力巨大，谨慎使用。这个物品简单粗暴的介绍，让陆离也是清楚的知道了它的用法。这玩意儿用起来就是个核弹啊，直接全部砸死，150万点的伤害，1公里的范围。陆离已经忍不住想要离开华夏，前往别的国家使用了。魔族踪迹标点地图介绍：魔族迁移部队之时，从黑血麒麟附近经过，黑血麒麟尾随了一段时间，清楚魔族的迁移方向。效果：使用后可查看魔族的详细踪迹。哦，魔族的踪迹，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没想到击杀黑血麒麟竟然会掉落这种东西，真是太棒了！这样一来，陆离追查魔族就简单许多了呀。但是此时还没到直接追赶魔族的时候，陆离小心将标点的地图收好，然后走进黑血麒麟庞大的身躯，开始使用天赋吞噬这具尸体。吞噬之心发动，吞噬黑血麒麟成功，获得物理攻击3000点，生命值1万点，麒麟之血 X1。陆离再次惊讶了，没想到吞噬掉黑血麒麟竟然能够获得这么多的属性，3000点的物理攻击，1万点的生命值，而且陆离再次得到了一滴麒麟之血。这种好东西，陆离可是来者不拒啊！这次真是赚大了。一切处理完毕，陆离打开了标点地图，然后查看起来。地图上面有着不少的标点，都是魔族在途中停留下的地点。陆离此时却是不知自身在何处，只能照着地图开始判断自身的位置。花了不少时间，陆离看到前面的湖泊，这才对应上了地图上的标点。随后陆离便是知道了魔族的前进方向。陆离遇到黑血麒麟之前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追踪黑血麒麟的时候，虽然有些歪了方向，但是偏差不大。陆离很快就纠正了自己的方向，赶往了正确的路线。很快陆离便是来到了第一处标点，检查一番也是发现确实有魔族存在过的痕迹。随后
陆离也是再次确定了地图的正确性。接着就是迅速赶到第2个地点、第3个地点。终于，陆离赶到了地图上的最后一个标点。陆离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发现此时的最后一个标点处还残存了不少的魔族战士。此时，那些魔族战士正要离开此地。陆离顿时开始兴奋起来，自己赶上了，刚刚好。再晚一步，魔族留在这里的少量战士也要离开了，到时候自己的线索可就要断了。陆离小心地把自己隐藏起来，随后便是偷偷观察着魔族行进的方向。陆离不紧不慢地开始移动，跟着魔族一起行进起来。这些魔族战士似乎是行动比较慢的一批，赶起路来比较慢。陆离此时已经看到了希望，所以也并不着急，一路跟着他们走向某个方向。第189章，任务完成。偶遇长安城一大爷。陆离一路跟着魔族的战士走向一个地点，陆离也是在这途中将地点一一标记。一段距离之后，陆离已经看到了魔族大军所在的地点。这里魔族数量众多，应该就是之前逃走的魔族的所有战士了。待了10分钟后，发现魔族没有什么行动，陆离便直接回到了礼乐城，因为任务已经显示完成了。陆离来到城主府，将标点的地图交给了宁光城主。城主大人，这就是魔族逃走的所有军队的隐藏地点了，先是来到，然后往这边走，最后到这里。一番讲解之后，陆离将来龙去脉说给了宁光城主。原来是这样吗？当时倒是也有个侦查员说遇到了黑血麒麟，没想到竟然是要将他杀死。不过你的运气倒是也很好。这是你的奖励。宁光城主说着，给了陆离任务所得的奖励。陆离看到自己的经验条猛地涨了1小节，这个任务的经验值奖励还真是丰厚啊。同时，陆离也得到了不少的装备、技能和材料。随后，陆离便是与宁光城主彻底道别了。城主大人，再见了，我等会儿就要去长安城附近了。陆离说完，宁光城主也是无奈笑了笑，说道：好，这里不适合你了，去皇城看看吧，在部分人那里还是能够接到一些任务的，而且那里的机遇比这里要多得多啊。陆离点点头，闲聊几句之后，陆离就离开了城主府。如同之前在剑歌城一样，陆离先是来到珍宝阁，将所有的交易处理完成，然后又走到。一番忙碌之后，陆离终于是彻底处理完礼乐城的事务。接着，陆离来到传送阵这里，直接使用传送阵来到了长安城。长安城作为华夏区在游戏内版图华夏帝国的皇城，范围极大，也十分豪华。陆离来到这里之后，先是走到各个地方熟悉了一下，比如这里的珍宝阁是整个华夏帝国的最大的，里面的东西也都是最稀有的，当然需求的金币也是最多的。陆离先是将之前从各种野怪那里得到的物品上架，包括从黑血麒麟那里得到的暗夜之甲胄等，然后再去购买了几个技能和材料，然后这才离开了珍宝阁。陆离在偌大的长安城内闲逛时，偶遇了一位老头。倒不是陆离主动凑过去找的这个老头，而是这个老头在见到陆离之后主动凑过来的。陆离正在路上走着，那老头原本是待在小巷的拐角处，结果抬头看了陆离一眼，就直接跑了过来。只见他直接拉住陆离的手臂，在陆离惊讶地看向他后，他用着略有沧桑的声音说道：小伙子，我看你骨骼惊奇。陆离直接打断说道：是个练武奇才。老头被噎住了，缓了一口气，这才说道：不是，听我说完。小伙子，我看你骨骼惊奇，是个练武奇才，我这里。陆离一听，当即就说道：你这不还是说我是练武奇才吗？你刚才反驳了什么呀，大爷？老头再次被噎了一口气，继续说道：是这样没错，但是你听我说完。陆离似懂非懂，说道：好，那你说吧。老头一副孺子可教的样子，捋了捋胡子说道：小伙子，我看你骨骼惊奇，是个练武奇才，我这里有几本武功秘籍，不知你是否想要啊？陆离一时间有些不确定，这是个骗子，还是说这是个任务了？虽然这里是皇城没错，但是皇城也有可能出现骗子。关键是，这人的话就是一股浓浓的诈骗的味道。陆离之前也有所了解，有的 NPC 是专门骗玩家的，很多玩家也都是上过当。陆离思考片刻，决定还是接取这个有点像任务的任务。就算他真是骗子，那自己就上一次当好了，毕竟其他玩家多多少少都上过当，而自己到现在还没被骗过呢。大爷，你这秘籍保真吗？大爷一听这话不乐意了，不屑一笑，鼻孔喷出一股气，说道：我这一卖秘籍的，能卖给你假秘籍？陆离继续说道：那你这秘籍要是真的，那我肯定要啊。大爷心花怒放，说道：行，你看看你要哪本？陆离这才看过去，发现这些秘籍其实就是技能，而且看名字倒是都不一般，有什么大荒星云指、破晓黎明剑、
九转轮回。陆离接着问道：行，那我挑一个，就那本破晓黎明剑吧。那你这秘籍怎么卖啊？大爷当即说道：150子币一本。陆离立刻就是瞪大了眼睛，好家伙，我还想被你骗一下，这下倒好，我连被骗的资格都没有。你抚琵琶奏琴弦，我做戏子楼台前。陆离悲伤的说道：大爷，这哪能卖这么贵啊？再说了，你这要是假的怎么办？大爷一听说道：是假的，我吃了它，满意了吧？陆离一愣，既能说还能吃的。陆离接着说道：那也不行，我买不起，告辞。说完，陆离就准备离开了。这玩意这么贵，自己可买不起，150金币还差不多，150子币，你干脆杀了我吧。陆离索性也不再浪费时间了。哎，小伙子，噔噔噔噔！谁知大爷直接一步走了过来，拦下了陆离的脚步。陆离疑惑道：噔噔噔噔！大爷嘿嘿一笑，说道：就是等等等等。陆离无奈，继续问道：大爷，我真买不起，你就让我走吧。大爷说道：小伙子，我看你是第一个来到我这里的，我给你个优惠价怎么样？陆离顺着他问道：什么优惠价？大爷说道：这样，你帮我完成个任务，我就送你一本，怎么样？陆离一听，哦，有任务。当即陆离就说道：行，帮你完成什么任务啊？第190章，大爷的狗血往事。药单所需物品，长安城不知名小巷。陆离此时正和大爷交谈任务细节。大爷说道：这个任务就是你先听我说，事情是这样的。从前啊，那是很多很多年以前了。有一天我正出门，陆离直接打断说道：能不能直接说重点？陆离现在严重怀疑这个人是在拖延自己的时间。这个老头讲话也太磨叽了。大爷说道：不行，听我讲完。陆离看了下时间，说道：行，那大爷你快点啊，我马上就下线了。也不管他知不知道下线，陆离反正是直接说了。毕竟今天的大量时间都是花在了寻找魔族踪迹的任务上了，今天剩下的时间已经没多少了，也就1个小时了。大爷笑呵呵说道：行，不要急。从前啊，那是很多很多年以前了。有一天我正出门，反正陆离也是快要下线了，也没法去做些别的，干脆便听着他絮絮叨叨。终于在陆离即将下线的时候，老头终于说完了。陆离说道：大爷，说累了吧？来，喝口水吧。大爷心满意足地说道：好小伙子，不仅听完了我的故事，还给我水喝，真不错呀。水呢？水在哪呢？大爷看着陆离伸过来的手中空空如也，当即疑惑地问道。陆离呵呵笑着说道：意思到了，有没有水不重要。大爷当即就是满脸的黑人问号，满头黑线说道：操你大爷的，合着在这糊弄我呢？爱行吧行吧，反正我也喝不惯水。陆离无奈说道：你不就是我大爷吗？大爷右手捂着胸口说道：你怕不是来气我的？陆离当即就是呵呵笑着。现在时间过去已经蛮久了，陆离现在的性格也是开朗了不少，现如今已经可以主动开起玩笑来了。此时正闲来无事，开玩笑也无妨。好了，老头子，我可不和你这种年轻人计较，来龙去脉也告诉你了，那这个任务你能做吗？老头难得的严肃起来，对陆离问道。陆离此时也是恢复往日姿态。故事是这样的，这位大爷年轻时曾与一名姑娘热恋，姑娘是个大家族的独女，碍于女子家族的欺压，他和姑娘离开了长安城，也就是要私奔。结果在路上遇到了大危机，无奈之下，两人准备一齐赴死。就在此时，一位高人来此，救下了二人。随后大爷的女人竟然就这样爱上了那位高人，竟是随他而去，抛下了大爷，并且在临别前，他对大爷说道：我们之间不会有幸福的，我们就在此分别吧，好好活着。就这样，大爷与女子彻底分别了。此时的大爷悲愤欲绝，在女子走后，竟是直接跳下了悬崖寻死。不料在跳下悬崖之后，大爷不仅没死，还获得了奇遇，于是大爷从此崛起，成为高手。若干年后，大爷再次回到长安城，却是得知了女子昏迷多年的事情。随后经过一番探查，大爷得知当初的那次危机竟然是女子家族安排的，而那位救他们的高人也是家族的一位高手。女子看到他之后，便是已经明白这是家族的意思。家族的意思很明显，我能让他死，也能让他活，你自己选择。所以最终女子选择了让大爷活着，自己跟着那位家族的高人回到了家族。明白一切的大爷悔不当初，立刻前往那个女子的家中，将她带了出来。为了救治女子，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终于将女子从昏迷中救醒。之后两人一起幸福的生活了下去，直到今日。陆离当时听完，觉得两人倒是很幸运，也很幸福。那么你到底让我干啥呢？
只见大爷继续说道，他想让陆离去找些柳丸，实在找不到，找些秦年花也行。最近大爷的老伴身体越来越差了，需要调养，所以大爷花大钱要来了一副药单。上面的材料老头也集齐了不少，但是还是缺几样东西，其中就包括柳丸、秦年花这些。陆离听完也是终于明白了。随后陆离神秘一笑，说道：好，我答应了。老头顿时一喜，说道：好，我果然没有看错你，那你就抓紧去吧，我回去陪我老伴了。说着老头就要转身离开。陆离此时也是已经收到了任务的介绍，任务：寻找柳丸或秦年花。任务介绍：李长生需要你帮忙寻找药单中所需的材料，柳丸或者秦年花。任务需求：柳丸10颗或秦年花5朵。任务奖励：技能书1本。任务实现5。陆离见到老头要离开，当即拦住他说道：大爷，噔噔噔噔。大爷眉头一挑，学我？大爷回过身来问道：说吧，啥事？这玩意在哪我也不知道，我帮不上你，所以我也没有给你要求实现，已经很好了吧？而且我清单里面还有几个你根本找不到的东西，所以你就别嫌弃任务难了，已经算是简单的了。要不是因为你是我第一个遇到的玩家，我是不会给你这种好任务的。陆离摇了摇头说道：不，我是想问你还需要啥？我是说清单里的你还缺少些什么？老头瞪大了眼珠，结结巴巴说道：难道你已经有了？陆离说道：你就说你还缺什么就行。老头见到陆离如此自信，说道：行，给你看看，这是我还缺少的物品，我还真不信你一个玩家能有这些物品。我看啊，你还是先找齐我说的那俩物品，再来找后面的吧。只见药单上已经有很多的药材标记了，看来是已经找到的，而剩下的几样物品被老头标记了星号。被标记星号的物品分别是柳丸、秦年花、魔灵石、通银骨髓和麒麟之血。陆离见状立刻就是心里一笑，然后他问道：大爷，若是我能给你找齐，你能给我什么奖励？第191章，奖励拿到手软。升到45级。听到陆离的话，老头眼睛直接瞪圆了，颤抖地问道：你能全部找齐？你要是真能够全部找齐，我啥都可以给你。说着老头甚至激动的要流下泪水。陆离看着他的面容回答道：我不要你这种空口的承诺，我要你说出具体的物品。老头说道：好，只要你能找齐物品，我可以给你这全部的秘籍，而且还有我珍藏的几样物品。不过你真的知道我需要什么吗？很多人可是连这些物品都没听说过。柳丸、秦年花倒是偶尔能够见到，价格也是奇高。魔灵石、通银骨髓可是多年未闻了，至于麒麟之血，那更是罕见至极。哎，我也不求你真的能找到这些物品，先去找前2种就好，我也会给你之前约好的奖励的。老头在最开始的欣喜之后，也是缓过神来，意识到这些物品的珍贵。于是老头便是如此唉声叹气的说着，与其说是说给陆离听，不如说是说给自己听的。这几年老头一直为这件事奔波，耗尽家财，却是未能找到这最后几样物品。他自己是清楚找到这些物品的难度的。随后陆离就收到了最新的任务提示，任务：寻找柳丸、秦年花、魔灵石、通银骨髓和麒麟之血。任务介绍：李长生需要你帮忙寻找药单中所需的材料，柳丸、秦年花、魔灵石、通银骨髓和麒麟之血。任务需求：柳丸10颗，秦年花5朵，魔灵石2颗，通银骨髓1块和麒麟之血1滴。任务奖励：技能书5本，低级经验单5枚，传说级装备1件。任务实现5。陆离看到提示后满意一笑，奖励还行。陆离如此做自然也是因为自己确实有这些材料。陆离在之前也是一直在用赌神之心天赋抽一些物品，同时还用盲盒抽到了许多材料，所以陆离也算是见过很多东西了。之前大爷说的柳丸和秦年花，陆离手中就有不少，剩下的也就是老头口里说的更珍贵的魔灵石和通银骨髓。陆离手里正有3块魔灵石和2块通银骨髓，而至于最珍贵的麒麟之血，陆离刚好得到了2滴。虽说这次十分巧合，他要的陆离都有，但是就算是陆离没有，陆离照样有手段得到这些物品。原因自然是陆离有赌神之心这个天赋了。就算是现在没有，陆离也可以去赌盲盒，终有一天会有的。而且凭借陆离现在背包里的物品数量，陆离还真不怕他有什么自己都没有听过的物品。要知道陆离现在的背包是更新了好多次了，但是依旧是填满了背包，里面都是这一类的珍贵材料。陆离也是抱着哪天说不定就有用了的想法，一直留着这些物品。而且就算是背包满了，
陆离也可以在城中租借仓库来专门放这些物品。还好，这次的物品自己都有，而且麒麟之血还是最近刚得到的，自己的超高幸运值起作用了啊！虽然陆离觉得自己这些材料去换这些奖励似乎有些亏，毕竟麒麟之血的珍贵程度，陆离还是了解的。单单是一个麒麟之血，其实就已经要接近传说级装备的价值了。但是陆离还是要换，不说别的，就是只有低级经验单，陆离也换。低级经验单是经验书的升级版，也就是说，低级经验单能够提供比经验书更多的经验值。别看它是低级的，低级经验单可是要比豪华经验书能够提供更多的经验值的。把这几个低级经验单全部使用，陆离有把握直接升级到45级，到时候陆离就可以使用传说级装备马斯克铠甲了。更何况这个老头还给了自己一个传说级装备呢，拿自己暂时用不到的材料去换这些能够迅速提升自己战力的物品，陆离觉得很值。趁着离下线还有几分钟，陆离抓紧说道：“看，这就是你需要的几个物品了。”陆离将东西全部拿出来，老头顿时就是惊呆了。陆离一看他愣在原地，直接就是推了他一把：“快点给我奖励，我要下线了！”陆离直接拽着他摇晃起来。老头顿时惊醒，说道：“好好好，好好好，哈哈，我这就给你。”陆离直接将奖励全部拿到手，看到老头捧着自己给他的物品，在那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然后老头就是疯了一样垂头顿足。陆离也没再管他，让他再激动一会儿吧。毫不犹豫，陆离直接拿出了低级经验单开始使用。这种低级经验单是一些拇指大的黑色药丸，陆离直接一口3个2口5个。恭喜你升到45级，获得3000点自由属性点，请按需分配。目前在本服务器中，您的等级排名为13位，华夏区等级排名为3位。很好，华夏区的名次来到了第3位，全球也来到了13位。这也就是意味着陆离很有可能在下一次升级的时候直接登顶，因为在他前面的这12个玩家都是45级，至今尚未出现46级的玩家。现在比拼的就是谁能最先达到46级了。陆离的战力排行榜早就已经登顶，可惜的是等级这一方面一直没有办法登顶，毕竟等级这种事情还是需要时间来积累的。所以陆离对于自己一直没能登顶等级排行榜这件事有些小遗憾。现如今距离登顶终于是越来越近了，陆离表示十分满意。接着陆离就直接穿上了2件传说级装备，然后把技能书直接全部学习。其中一件传说级装备就是老头给陆离的，陆离现在还没有看到属性，只是知道这是一个裤子。技能则是直接学习了，没有查看具体的效果，因为陆离马上就要下线了。陆离对老头说道：“大爷，我要下线了，改天再见。”说完，陆离就是直接睁眼回归了现实世界。第192章，陆离的恐怖属性。8月29日上午，新兰大学，陆离先去赶往餐厅吃早餐。陆离现在心中放心了许多，一来自己的等级来到了45级，属性又是有所提升，另一方面自己现在2件传说级装备在身，属性已然接近大二学长学姐，再加上自己无视防御的属性，陆离下午决定就去新兰竞技场挑战一番。这次陆离的目标是前100名。29日、30日、31日，陆离还有3天时间可以去尝试。意外的是，陆离竟然又听到了周围的同学在谈论自己，虽然他们距离陆离比较远。一位男生说道：“陆离这次应该是不能进入前100名了。我打听了一下，他现在的位置是在150名左右，而距离结束就剩下3天时间了，我觉得难，几乎不可能了。”另外一个男生说道：“虽然他确实很强，但是前100名他还真进不去。要知道，前100名可是大3、大4的在竞争，大2的学长学姐都是只有一小部分能够进入而已。他虽然很强，但是等级、属性、武器、装备、技能这些，咱们哪样能比得上他们啊？”旁边一位女生说道：“确实，而且我听说能够进入前100名的人都是已经超过了60级的。”又一位女生说道：“天呐，60级！哎，我都不知道我大一结束能够到哪，能够55级我就谢天谢地了。”最开始的男生说道：“不是我打击你，我觉得你根本到不了55级。”另一位女生说道：“我也觉得，不过等级也不是一切，还是得属性强才行。”一位男生说道：“属性确实是最关键的。我听说大2的部分学长都已经超越200万的生命值了，我们才……”另一个男生说道：“生命值也没那么关键，还是得综合实力。像咱们这些人，还是要攻击强才行。你看陆离为什么那么猛，还不是因为他能够无视防御，直接就有超级夸张的数据，而我们呢，却只能打出那么点的伤害。”1号女生说道：“就是啊，
无视防御太猛了，我们却没有反制的手段。2号男生说道，这怎么反制啊？只能利用护盾类技能抵挡那些伤害了。1号男生说道，你们在说什么呢？陆离和我们有关系吗？咱们已经完全不是他的对手了，我们不配做他的对手啊！该烦恼的是学长他们才对。2号男生说道，哈哈，确实是这样，哈哈哈哈，这笑着笑着，眼泪就从嘴角流了下来。陆离听到对话也是有些哭笑不得，何必要把事实讲出来呢？吃完早餐，继续上往日的实践课。下午，陆离来到了星蓝竞技场，准备开始挑战星蓝榜了。陆离轻车熟路来到了自己的位置，并没有直接开始匹配，而是先查看了自己的属性。昨天是匆匆将装备全部使用，并没有查看自己如今的属性，现在自然是先看一下了解一下自己。玩家青山梨，等级45级，职业剑神，副职业炼丹师、炼器师、分解师、鉴定师，生命值200万，法力值9万，物理攻击52万300000，法术攻击3万，物理防御72万65000，法术防御82万75000，精神15万12000，速度14万50000，幸运37，暴击率40%，暴击伤害30%，声望6600，天赋吞噬之心 SSS， 赌神之心 SSS， 神物之心 SSS， 宝藏之心 SSS， 洞悉之心 SSS， 剑神之心 SSS。 装备轩辕剑神级，生命之眼头盔，史诗级生命之眼项链，史诗级生命之眼手环，史诗级马斯克铠甲，传说级琉璃穿甲袍，传说级生命之靴，史诗级特殊装备出生令牌。这就是目前陆离的属性了。首先就是陆离更换了2件传说级装备，分别是马斯克铠甲和琉璃穿甲袍。装备马斯克铠甲，品阶传说级，属性物理防御加35000点，法术防御加35000点，生命值加30000点。特殊属性马斯克之力，使用该技能后获得上古魔神马斯克得力量，增加10万点物理攻击，增加30万点物理防御和法术防御，持续60秒，冷却时间1小时。马斯克的火箭支援，使用该技能后，上古魔神马斯克曾经铸造的火箭将会支援战场，对自身以100米为半径的圆形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50万点伤害，冷却时间5小时。推特收购计划，使用该技能后，对指定目标进行一次收购，若敌方携带的金币少于自己，则自己将对目标收购成功，该目标将被禁锢5秒，冷却时间1小时。耐久度100。装备要求45级。装备琉璃穿甲袍，品阶传说级，属性物理防御加30000点，法术防御加40000点，生命值加35000点。特殊属性琉璃轻音舞，使用该技能后，在1秒内对周围所有敌人造成50万点伤害，并增加自身100%攻击速度，持续60秒，冷却时间1小时。穿甲咆哮，使用该技能后可无视对方30%物理防御，若已经达到100%无视物理防御，则改为增加50%对敌方的伤害，持续60秒，冷却时间3小时。无坚不摧，使用该技能后对指定目标进行一次强力攻击，若对方物理防御低于自身，则造成额外100万点伤害。耐久度100。装备要求45级。第193章传说级技能。第一位受害者。有了这2件传说级装备的加持，陆离现在身上的装备最低都是史诗级，这属性可谓是直接能够赶上大2年级的学长学姐了，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实现了超越。再搭配上自己的无视防御，那结果陆离都不敢想。同时陆离还得到了几个新的传说级技能，这些技能自然就是从老头那里得到的秘籍了。陆离在离开神域世界的时候就直接全部使用了。陆离一共得到了5个技能书，分别是无极之剑、破晓黎明剑、九转轮回、陆力同心和青莲剑意。无极之剑，品阶传说级，技能效果在对目标进行连续攻击时，有 50% 概率对目标造成2次攻击，额外1次攻击会造成 120% 伤害，3秒内只能触发1次。介绍无极大师 E 所创造的技能。条件仅剑客职业可学习。破晓黎明剑，品阶传说级，技能效果开启后，在持续3分钟时间内，每次攻击额外造成 10% 物理攻击数值加50000点伤害，冷却时间1小时。介绍黎明将至，剑指破晓。条件
仅剑客职业可学习。九转轮回，品阶传说级。技能效果，在对目标造成9次伤害后，将会在之后的3分钟内对目标造成真实伤害。介绍，听好了，9次攻击还拿不下你，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条件，仅近战职业可学习。陆离同心，品阶传说级。技能效果，创造一个剑奴在目标周边，剑奴将会自由攻击，造成本体攻击的50%伤害。剑奴不受控制，无生命值，只会在时间结束后消失，持续2分钟。介绍，你的剑就是我的剑。条件，仅剑客职业可学习。青莲剑意，品阶传说级。技能效果，在自身生命值低于50%时，获得青莲剑意加成，暂时隐身3秒，3秒时间内不受任何伤害，并额外获得50%吸血效果，触发后5小时内不再触发。介绍，又失利了，不慌，我来助你踏步青莲。条件，仅近战职业可学习。5个技能都是传说级技能。无极之剑能够造成2次攻击，极大的增加了陆离的输出能力。破晓黎明剑开启后，每次攻击都能造成额外的55万点伤害，而且这是现阶段，到了后面陆离的物理攻击起来，额外能够造成的伤害就会越来越高。九转轮回，9次攻击后能够造成真实伤害，乍一看对陆离的作用不是很大，但是在应对强力的 BOSS 的时候，这个技能的强大就会显现出来了。而且现阶段是因为没有人能够克制陆离的无视防御，以后陆离觉得还是会有能够抵抗自己的这个 debuff 的能力的。有的人可以直接使用技能来免疫自己的这个特性，有的人通过叠加护盾来抵抗。总之，越往后面，大家的手段就会越来越多，终有一天自己的无视防御会有不灵验的一天。这个技能也是提高了陆离的手段。陆离同心则是增加了一个队友，而且这个队友还不受控制，也不会死亡，可以说是从头输出到尾，在陆离被控制或者目标太多的时候用处极大。青莲剑意这个就更厉害了，在生命值低于50%之后就能获得3秒的无敌以及隐身，而且还会增加50%的吸血效果，太强大了。配合上轩辕剑提供的30%吸血效果，陆离简直能够化身不死战神。陆离现在越看那个老头越帅，这位老头不是一个简单人啊，这随手就是传说级装备和传说级技能，自己这次可是走了大运了。传说级装备和传说级技能，按照以往的经验，玩家们想要获得都是要在55级之后才会有的，而现在陆离45级就得到了传说级装备和技能，整整提前了10级。而且就算是等级到了55级，也不是一定就有传说级装备和技能的，都是要和大家争夺的。在新手服务器中，传说级装备就是最高等级的装备了，而且传说级装备和技能极为珍贵，每个服务器都不会有太多的传说级装备和技能，所以很多55级以上的玩家仍旧是在使用史诗级装备和技能。而陆离现在却已经拥有了2件传说级装备和5个传说级技能，简直夸张。有着这些装备的加持，陆离的属性已经极为变态了。物理攻击暂且不谈，单单是2项防御数值就能让高年级学长学姐望而兴叹，高达72万的物理防御和82万的法术防御。陆离也是在竞技场见过不少高年级的对手了，据此推算，大部分的学长学姐对自己已经不破防了。没错，自己的防御完全高于他们的攻击。当然，他们在使用技能的时候，或许还是可以造成一点伤害的，就一点点。因为陆离的生命值已经来到了200万点，陆离年纪轻轻45级，生命值就来到了200万。你敢想吗？你那10万的伤害有什么意义吗？要知道，陆离自己还有护盾的，而陆离呢，无视防御，高达52万的物理攻击，至少100万的伤害，几下就能够直接解决对手。呼！陆离按耐下自己激动的心情，开始进行匹配。要开始了，这次进入前100名，有希望，有很大的希望。作为大2年级的学长学姐们，他们能够拥有传说级装备的人也是少得可怜。他们定然是想象不到，陆离已经有2件了。可以想象，今天的竞技场打完之后，自己将会在大2年级的论坛上掀起一股热潮。你好，青山离，正在根据您的排名匹配对手中。匹配成功，请做好战斗准备。陆离很快便是匹配成功，然后进入了战斗空间。随后，陆离便是看向自己的第一个受害者，不是，是第一个对手。第194章，秒杀9连胜。哟，这不是陆离吗？哈哈哈！陆离刚一进来，就是看到对手在哈哈大笑。陆离有些纳闷，不过按照惯例，陆离还是先查看了他的属性。玩家琼斯 X 卡西里奥佩亚，等级57级，职业法师，副职业炼丹师，生命值32000000，
法力值10万，物理攻击15万，法术攻击95万，物理防御40万，法术防御40万，精神18万，速度16万。属性上来看，琼斯学长的各个属性虽然强，但是也强的有限。不过值得陆离注意的是他的技能。作为一个火法师，琼斯拥有大量的爆发型伤害技能，而且陆离还看到琼斯竟然有不少的保护型技能。再看我的资料是吗？果然，大家说的没错，你能够看穿我们的技能。那么我也不隐藏了，直接告诉你，我有护盾，而且还有不少防御性技能，甚至还有空间类技能，哈哈哈。所以说，这次或许你的连胜之路就要断在我的手中了。琼斯满头的银发，看起来颇为帅气，都有陆离4/5的颜值了，而且身高1.8米，身材也是极棒，想必在大2年级也是很受欢迎。陆离倒也看过他的资料，据他说，他的星蓝榜排名已经在130名了，而作为150的陆离能够匹配到他，看来是自己的隐藏分太高了呀。不过看到眼前有些猖狂的琼斯，陆离不自觉有些厌恶他了，此人有些不太礼貌。学长，既然如此，那我们直接过招就是了。陆离说道。对于这种人，陆离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和他多做闲聊，而且对方的资料自己已经看完了。至于应对的手段，自己也已经想好了，接下来就是打他的脸了。琼斯冷哼一声说道：好，就让你知道，我们大2的人不是你能够打穿的。战斗开始。在一开始，琼斯便是使用上了所有的防御手段，避免被陆离直接秒杀。帕特雷斯暗影盾，增加200万护盾值；卡特雷因斯魔免盾，吸收200万技能伤害。技能用完，琼斯现在可以说是拥有720万的生命值。随后琼斯开始施展伤害技能，雷火天降。陆离嘴角微翘，有些不屑。马斯克之力，增加10万点物理攻击。破晓黎明剑，每次攻击额外造成10%物理攻击加50000点伤害。穿甲咆哮，增加50%对敌方的伤害。无坚不摧，陆离物理防御为72万，琼斯的物理防御是40万，陆离防御更高，额外造成100万伤害。无坚不摧，制定目标，琼斯。一道光波直接从陆离身边轰到琼斯的身上。-3400000，-4100000。轰！恭喜获胜，您的星蓝榜排名上升至第134名。恭喜您获得9连胜，720万生命值。空间技能 ，Sorry 啊，有精准制导，不需要再靠近你了。陆离回到房间，轻轻一笑。之前的琼斯可是说了豪言壮语的，这下被秒，不知他的心中如何作想。琼斯房间，此时的琼斯还没反应过来，呆呆的坐着。秒了？什么情况？他是给我发射了一个导弹吗？什么情况啊？他不是剑士吗？怎么还有伤害，还这么高的远程伤害啊？到底谁是法师啊？琼斯的脸一会儿黑一会儿红，因为他想起了在战斗开始前说的那些话。随后他深呼吸一口气，然后走了出去。本来想多前进几个名次的，结果可恶，我要举报，这不是大一新生，他的数据不正常。陆离在休息片刻之后就继续进行匹配了。时间就这几天了，能不能进入前100就看这几次的战斗了。你好，青山梨，正在根据您的排名匹配对手中，匹配成功，请做好战斗准备。再次进入战斗空间。陆离这次终于遇上了一个大3年级的学长。玩家田上井下，等级58级，职业刀客，副职业炼丹师，生命值4200000，法力值10万，物理攻击100万，法术攻击25万，物理防御50万，法术防御50万，精神18万，速度18万。这是一个来自核战区的大3学长，名叫田上井下，手持一把锋锐的刀。在见到陆离的那一刻，他是十分惊讶的。他震惊地问道：你是大1的学弟？陆离点点头说道：是的，学长你好。同时陆离也是开始研究他的资料，只能说学长之间亦有差距。虽然他和刚才的琼斯等级也就是领先了1级，但是属性上可要强了不少。一方面是等级提升带来的一点差距，另一方面是武器和各种丹药上的差距。在55级之后，升级可就要慢太多了，需要大量的时间才能升上1级。在这段时间里，玩家可以寻找各种丹药等物品来直接增加自己的战斗力，提升属性，而且
还可以寻找更强大的装备来提升自己的实力。所以在55级到60级之间，每差一级都是有着巨大的差距。田上井下比琼斯多了1年的时间，也是更有优势，属性上要强大很多。单看生命值就是多出了100万，这可不是单单升1级就能做到的，这是装备上的差距。而且攻击方面也比琼斯强，说明不是特意选择的增加生命值的装备，而是在保证了强大的物理攻击的前提下，找到了更好的防御性装备。田上井下见到陆离点头承认，立即就是赞叹道：“思国一纳。”第195章11连胜，108名。陆离和田上井下并没有多做闲聊，便是直接开始了战斗。虽然田上井下比起之前的琼斯等级要高，装备要好，但是对陆离来说威胁同样不大。两人直接见面开始战斗。轻影霓裳舞，开启闪避之后，陆离直接开始和田上井下战斗。陆离同心，一个剑奴生成在田上井下的附近，与陆离一起开始攻击田上井下。陆离的伤害都是100万以上，而剑奴的伤害则是都在50万以上，一轮攻击就是150万以上。而田上井下的总生命值也不过是420万而已。樱花蟹盾，一个护盾出现在田上井下的身上，能够抵挡200万的伤害。陆离早就知道，也没有慌乱，继续释放技能与剑奴一同攻击田上井下。很快，田上井下毫无还手之力，便是死掉了。他对陆离实在是造不成伤害，他也不过是95万的物理攻击而已，陆离的物理防御可是达到了72万的。轰！随着陆离的最后一次攻击，啊！陆离学弟还真是思国一纳，佩服佩服。田上井下说完之后便是消失了。恭喜获胜，您的新蓝榜排名上升至第120名，恭喜您获得10连胜。10连胜，陆离已经来到了120名，距离前100名也只有一步之遥了。再次进入匹配，陆离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这次的匹配速度倒是有些慢了，等了一会儿才匹配成功。你好，青山离，正在根据您的排名匹配对手中。匹配成功，请做好战斗准备。再次进入战斗空间。陆离这次的对手仍旧是一位大3的学长，名为卡特亚斯 X 雷因特雷，来自欧联区。陆离扫了一下他的资料，和刚才的田上井下相差不大，也就强上一点点而已。玩家卡特亚斯 X 雷因特雷，等级58级，职业骑士，副职业炼丹师，生命值500万，法力值10万，物理攻击1100000，法术攻击24万，物理防御80万，法术防御60万，精神20万，速度18万。啊，是陆离学弟，刚才还看到了关于你的事情，没想到这就匹配到你了。进入战斗空间之后，卡特亚斯 X 雷因特雷就迫不及待地和陆离说话。哦，看来是之前击败大3年级的学长已经开始引起他们的讨论了。确实，在这第1个月就能击败大3年级的学长，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一件很值得关注的事情。陆离说道：“学长好，请问大家都是怎么说我的呢？”陆离现在也是很好奇，他们到底在讨论自己的什么？陆离觉得大2年级讨论自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了，更何况当时自己那时候可是直接秒杀琼斯，估计自己带给他极大的恐惧，让琼斯将这个信息公布于众。那么自己刚刚击败田上井下，他能说些什么呢？只听卡特亚斯 X 雷因特雷说道：“也没什么，不过你在之前的时候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时候你在大2大杀4方，可不只是引起了大2学弟学妹们的讨论啊！而且刚才田上井下还说你的攻击和防御都很离谱，让我们都小心一些。原来如此，现在这个阶段，一个大1学弟在大2大杀4方，现在还能轻松击杀大3的学长，实在是有些离谱了。上一个这么猛的还是雷因布鲁斯，现在已经是新蓝榜前10了，自己和他可是天差地别。”接着陆离便是开始和卡特亚斯 X 雷因特雷开始战斗，与之前的战斗一样，几分钟便是轻松解决。现在陆离对自己很有自信，有了传说级装备和传说级技能，配合上自己的无视防御，目前这个排名就是乱杀。自己的防御能力保证自己的生存，强大的输出能力则是让对方快速死亡，简直绝了。恭喜获胜，您的新蓝榜排名上升至第108名，恭喜您获得11连胜。陆离现在的名次已经来到了108名，下次估计就能够进入前100名了。陆离暂时停止了匹配。大3论坛，塔斯利 X 阿森纳打，我去，太猛了吧！这就是大1的学弟吗？大镖客 X 内的那阿玛，就他一个，其他的都很正常，又一个雷因布鲁斯罢了，
别大惊小怪的。李小磊，对啊，天才总会有的。大陆卡 X 里勒凯撒，确实，恭喜华夏再添一个超级天才。李小磊，感谢兄弟。卢卡雷特 X 巨多巴胺，倒是说说他厉害在哪呀？我在100名附近，现在很慌。卡特亚斯 X 雷因特雷，我来说，我刚刚和他打了一次，总结就是你完全不是对手。卢卡雷特 X 巨多巴胺，过分了呀，还没打你，怎么就能说我完全不是对手呢？卡特亚斯 X 雷因特雷，真的，他攻击你几次，你就得死。你想杀死他，得打10多次，你自己想，你怎么打？卢卡雷特 X 巨多巴胺，我怎么打？我选择不打。告辞。卡特亚斯 X 雷因特雷，大陆卡 X 里勒凯撒，李小磊。晚上6点，陆离在床上进入神域世界。陆离回来后，便是见到了面前的老头。老头此时拉住陆离的胳膊说道：“你这是回来了？走，跟我一起去治疗我老伴，我得看到他恢复如初才行。”陆离明白，这一类的任务就是这样，万一材料有问题，确实就是玩家的问题。当然，其实材料是不会有问题的。现在陆离就是要走一遍剧情而已。跟着老头左转右转，很快来到了一处房子，两人一同走进小院。第196章，奇怪的抽奖盲盒。进入老者的小院之后，陆离便是在院子里面等着，而老头进入房间拿出了一堆东西之后，便是来到院子开始做准备。他要熬制一种丹药，利用陆离给他的这些材料和之前早就准备好的材料。而陆离此时闲来无事，也是拿出了分解机。随后两人都开始了工作，老头化身炼丹师开始炼制丹药。只见他是小心翼翼地放入一样材料，接着等待几秒，又再放进去一样材料，接着搅拌片刻，继续添加材料。而陆离则是将背包开始清理，之前很多不值得放到珍宝阁售卖的东西，便是堆积在了背包，此时就是清理的好时候。分解机开始工作，而陆离还特意开启了静音模式，以免打扰到老头。当然，老头如今境界比陆离还高，实际上是不会被外界所干扰的。陆离此时将所有物品分解完毕，但是陆离升到下一个分解师等级还是有些距离。接着陆离看了一眼老头的进度，此时的老头还在小心翼翼地添加材料，而旁边还剩下了许多的材料，看来这一时半会是不会结束了。所以陆离索性便开始坐在一边使用抽奖抽起东西来。先是见到抽奖转盘，转盘上一共有16样东西，分别是西风32号导弹、纳米级指针、至臻巧克力、超级棒棒糖、清水符印。现在的转盘已经是每次抽奖需要500金币的4级抽奖了。陆离此时的金币数量一共是15万，随便抽，反正下一次解封轩辕剑还不知是什么时候了，材料大概率也不是金币能够买到的了。要知道现在的轩辕剑的属性已经超越了史诗级的武器，距离传说级武器也差距不大了，直接1万抽了出去。轮盘直接大刷新，陆离也是看到了不少的新奇东西，比如男生用过的卫生纸，这是什么东西？这也是500金币能够买的，这玩意价值完全不对等啊！于是乎，陆离直接放弃了抽奖，开始抽绿色盲盒。这绿色盲盒也是盲盒的4阶形态，耗费也是500金币。抽一个，恭喜获得精品男士花衬衣1件。陆离的脸已经和盲盒的颜色一样了，绿得很。这什么呀？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差啊？不行，再来一次。恭喜获得飞鹰绣球 X1。是材料。价值500金币吗？陆离觉得并不值得500金币，又亏了，我就不信邪了。再来，恭喜获得白色丝袜1只。陆离彻底懵了，运气这么差的吗？抽到白色丝袜也就算了，这一指是什么意思？这东西不都是一双的吗？你给我一指是让我干什么？陆离倒吸一口凉气，接着深深地吐了一口气。最后一次，绝对是最后一次。盲盒再给自己这种垃圾东西，我就不抽了。恭喜获得卡林斯特手刀 X1。哦，出武器了，我看看，钻石级武器，不错，赚大了，一次就回本了。陆离表示十分满意，那就继续抽。恭喜获得黑色丝袜1只。噗！陆离想要吐血，好家伙，这是和刚才的那只白色丝袜配对的吗？左腿白丝，右腿黑丝是吧？还都是1只，你们盲盒就没有一双的东西是吗？若不是刚才出了一个卡林斯特手刀，陆离现在就直接不抽了。陆离先是看了一眼老头的方向，发现他还在炼制丹药，无奈之下，陆离就继续抽盲盒。恭喜获得笔记本电脑 X1。记了。恭喜获得水果刀 X1。记了。恭喜获得去屑洗发水 X1。记了。恭喜获得一大团卫生纸 X1。记了。
恭喜获得杜蕾斯 E 和 X1。记了。陆离简直要疯了，这都是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完全没用啊！我特喵的放进珍宝阁，人家珍宝阁看都不会看一眼的。陆离关闭抽奖系统，但是看着抽奖花费大量的时间，实际上并没有过去多久，所以此时的老头还在炼制丹药。陆离也没办法，此时是不能打扰老头的，那自己也炼制丹药好了。陆离将时间都是花费在做任务和跑图刷野上，在炼制丹药和武器这方面并没有投入太多。此时的炼丹师等级还是最低的，拿出炼丹炉，找出能够炼制的丹药的药丹。陆离开始练习炼制丹药，是的，只是练习，并不保证成功。好在陆离的幸运值很高，虽然步骤有些生疏，但还是成功的炼制了出来。只是这种丹药实在是太低级了，目前根本没有市场，也就是说没人会买。不过陆离并没有太过在意，就是了。陆离遗憾的是，这种运气为什么在抽奖上没有生效？难道是在抽奖的时候幸运值不管用了，还是说幸运值被打折了？陆离对此倒是没有什么头绪，但是看到自己抽到那2只丝袜，陆离觉得这很有可能。陆离是越看越气，直接就拿出了分解机，然后将刚才抽到的白色丝袜、黑色丝袜、笔记本电脑、杜蕾斯一盒等物品全部扔了进去。呼！陆离平息了一下心情，继续开始炼制丹药。可惜的是，换了另一个药方之后，陆离的第一次就没有成功了。失败！失败！失败！终于在第4次的炼制中成功的炼制了出来。与此同时，老头那边也终于是炼制完毕了。呵，哈！只见老头手起手落，丹药从炼丹炉成型，接着被老头拿了出来，一共是3颗丹药。最后一步，加入麒麟之血。只见老头一边说着，一边有些颤抖的拿出了麒麟之血，接着稳住自己的手，将麒麟之血沐浴在3颗丹药上。第197章彻底成功。不速之客，滋滋滋！只见麒麟之血一滴到丹药上面，便是发出了滋滋滋的异响，然后就是丝丝青烟从中冒出。不过短短10秒钟不到，原本黄色的丹药便是变成了红色。而随着最后一步完成，老头终于是兴奋的喊叫了起来：哈哈，好，成功了！看着老头如此高兴，陆离也不自觉高兴起来。这次的任务是互惠互利的，老头得到了他想要的丹药，陆离则是得到了传说级装备和技能，战力大大提升。走，进屋。老头说着，直接大踏步走进了房间内。陆离在后面慢悠悠跟了进去。屋内十分简洁，没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他的老伴就躺在床上。这位大爷的女人暂且称之为妇人，风韵犹存，但是肉眼可见，状态极差，看起来身体十分虚弱。见到老头走了进来，勉强凑出一点笑容。见到陆离也跟进来后，妇人明显有些疑惑，再看向老头的满脸的笑容，他更加疑惑了。此时老头似是看出了他的疑惑，大声说道：哈哈哈，我已经将丹药炼制完成了，来，直接吃了这丹药，你的身体就好了。妇人听到老头说的话，顿时就有些震惊。他也是知道这些日子老头一直在寻找材料，但是他也清楚材料是多么的难找，所以此时听到这个消息，他是完全不信的。但是老伴又是如此的笃定，这就让妇人也犹豫起来。难道真的找齐了？可是为什么这么快？还未等妇人想清楚，老头就坐了过来，然后将丹药递到妇人嘴边，示意她吃下去。妇人是完全信任他的，直接就吃了进去。随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妇人的气色很明显的就好了起来，看起来简直就是年轻了10岁一样。随后她本已有些浑浊的眼睛变得清澈明亮，接着她双手撑着床，竟然是直接坐了起来，这是之前办不到的事情。老头见到老伴的变化，也是惊喜不已。虽然这是意料之中的情况，但是亲眼见到这一刻，他还是忍不住激动起来。两人立刻就是相拥起来，徒留陆离在一边傻看着。啊，要不我也找个女人抱一下？算了算了，女人有些麻烦，还是单身好。但是陆离也不能一直就这么看着呀。嗨嗨，陆离顿时就是咳嗽一声，示意二人收敛一些，都是老夫老妻了，怎么还能当着小朋友的面亲亲抱抱呢？成何体统？老头瞪了陆离一眼，然后就见到妇人有些不好意思的撤回了手，接着老头自然也是不能继续抱下去了。妇人收拾了一下略有凌乱的衣服和头发，然后从床上直接走了下来，早就穿着衣服的。随后老头就是直接说道：看来是已经起作用了，小伙子，虽然我已经给了你应得的报酬，但是还是要对你郑重的表示感谢。我林哲中交你这个朋友，在长安城遇到了啥困难，可以试着报我的名字，说不定还是能起点作用的。当然了，你可不要有了我的保证就去做坏事，我还是分得清的。
陆离说道：“不敢，青山离一生光明磊落，不做坏事，咱可是正经人。”林哲中眉头一挑，说道：“哦，青山离，我可是知道，你这人和李月城的宁光城主有些纠缠不清啊。”陆离瞪大了眼睛，说道：“啊，我和宁光城主？怎么会？谁乱传的呀？要传也是传我和李青羽啊。不对，我和任何人都没有纠缠不清。这年头，为什么在长安城会有人乱传自己和宁光城主的八卦？”林哲中笑着说道：“原来你和青羽那丫头也有点关系啊，还真不太了解。你和宁光那丫头的事情，我也是最近刚听说的。你小子还说自己是正经人，不行，你可别乱用我的名字，省得给我惹事。”陆离彻底懵了，自己这是说错话了呀。但是陆离自己清楚，自己和这两个城主那可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李青羽自己和他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不过陆离还是偶尔能听到他的消息，毕竟现在的剑歌城也越来越强大了，隐隐已经是3级主城中前3的存在了，想必现在的李青羽也是忙得不得了。而宁光城主他那么高冷，自己除了接任务都是不去他那里的，好吧。再说了，陆离可是知道的，这本书是无女主，自己注定孤独一生的，可不敢乱说话。哈哈，好了，不逗你了。宁光那丫头，我知道是不会有情情爱爱的，刚才也是给你开玩笑。至于青羽那丫头，你可别乱来。行了，这事儿也算是彻底完成了，你去别的地方转转吧，有事报我名字，但是不能乱报。陆离回应道：“感谢大爷，那我就先走了哈。”陆离走到门口，想要再和老头挥挥手，结果就看到老头手抓在妇人的腰上开始乱摸，接着搂搂抱抱的走进了屋里，然后门啪的一声关上了，似乎还上了锁。陆离隔着一小段距离，甚至听到了屋内妇人欲拒还迎的娇嗔声。快走快走！陆离脚步加快，直接离开了这里，眼不见为净。辞别老头之后，陆离也是继续开始逛起长安城来。陆离倒是想再偶遇一个这样的人物，但是并没能如愿。走出城来，陆离开始找周边的野怪，开始刷野。最后，陆离来到了5公里外的一个名为踏龙山脉的地区刷野。这里的野怪实力刚好适合陆离现在的等级，杀起来获取经验会很快，而且经验也不少。不过就在陆离杀的兴起的时候，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厉害厉害，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成长到了这种地步。一个男子拍着手掌在树林中慢慢走了出来。第198章奥菲克斯的追杀。陆离转身回头看去，有些震惊。来人是个男子，声音稍显苍老，长得挺高，身姿挺拔，不过却在脸上戴着面具，而且一身装扮显然是精心设计，让外人无法看出他的真实身份。可惜陆离自己有天赋在，自然是已经知道他是谁了。正是在进入游戏就见到的一位老熟人，青荣城城主奥菲克斯。陆离假装没有认出他来，说道：“你是谁？我认识你吗？”奥菲克斯哈哈一笑，说道：“你不必认识我，你只要知道你即将死亡就行了。”陆离皱着眉头说道：“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来杀我？看你的样子不是玩家，究竟是什么 NPC 回来专门杀我？你是自己来的还是被别人派来的？”奥菲克斯冷哼一声说道：“难道我会给你认出我的机会吗？我说了，你不用认识我，你只要知道你即将……”陆离直接打断他说道：“即将死亡是吧？那你能不能让我在死的时候死个明白？说吧，究竟是因为什么要杀我？”哼！奥菲克斯冷哼一声，不屑地说道：“你没必要知道，你作为玩家自然是还能够复活的，所以我不可能让你知道我的身份，所以你就一直活在我的阴影中吧。今日就是你的死期！”只见奥菲克斯说完，便是直接冲向了陆离。陆离在这段时间早就已经看完了奥菲克斯的所有资料，既有震惊，也有放心。NPC 奥菲克斯 X 戴维雷耶斯，等级60级，职业骑士，副职业炼丹师，生命值5000万，法力值40万，物理攻击1800000，法术攻击30万，物理防御1200000，法术防御1500000，精神40万，速度25万。首先，奥菲克斯的实力确实很强，各方面的属性比起同等级的玩家不知道强了几倍，但是对于陆离来说，其实还有的打。这也是最近的陆离才行，必须是得到了传说级装备和技能的全新升级版陆离，前几天的陆离还是不太行的。奥菲克斯等级是60级，这也是玩家的天花板了。而奥菲克斯作为一个3级主城的城主，能有这个等级也算是在意料之中，而且各方面的属性、技能、装备都很强大，单单是5000万的生命值就能让人望而兴叹。
更不用提还有180万的物理攻击了。这数值让防御高达70多万的陆离都是有些承受不住。至于高达120万的物理防御和高达150万的法术防御，只能说幸好陆离无视防御了。陆离的优势在于各种各样的技能能够提供额外的护盾和吸血等，以及无视防御这一特性。所以说陆离也不是完全没得打。玩家青山离，等级45级，生命值200万，法力值9万，物理攻击52万300000，法术攻击3万，物理防御72万65000，法术防御82万75000，精神15万12000，速度14万50000。这是陆离目前的属性。在安排菲克斯冲过来之前，陆离就已经直接将各种手段全部用出来了。极速，增加5万点速度，快跑啊！小兔子，增加3万点速度，无影迷踪，增加6万点速度，直接将速度提高到了28万点，这就直接超过了奥菲克斯的速度了。至于为什么是一直增加速度，当然是跑啊！陆离直接朝着反方向跑去。奥菲克斯看到陆离竟然是朝着长安城的反方向跑去，顿时乐了。看来陆离是害怕到极致，都已经慌不择路了啊，连长安城在哪都不知道了。哈哈哈哈！奥菲克斯笑着，直接也是开启技能加速，冲向陆离的方向。于是两人距离长安城越来越远。陆离的速度一直都是和奥菲克斯相近，所以二人的距离都是处于一个平衡状态，也就是奥菲克斯即将追到陆离的距离。这让奥菲克斯有些警觉，难道他是故意如此引我上钩？难道在后面有埋伏？奥菲克斯虽然心生疑虑，但是很快就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奥菲克斯知道陆离的等级是在45级的，所以作为60级的 NPC， 奥菲克斯自认是胜券在握的。距离长安城越远，就对他越有利，这样在杀死陆离之后，他能够很快逃离现场。巧合的是，陆离也是这么想的。没错，陆离想要在野外击杀奥菲克斯。吃一堑长一智，陆离在之前吃过一次大亏，就是因为光明正大的击杀了那个莎莉娜。这次自己要悄悄的击杀奥菲克斯，这样就没人能够发现自己并且惩罚自己了。更何况这次是奥菲克斯想要击杀自己在先。陆离原本打算在自己实力更强之后再考虑击杀奥菲克斯的计划，没想到计划提前了。奥菲克斯的资料陆离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如何击杀他自己心中也有数。虽然难度很大，但是有机会，而且有可能是唯一的机会。因为这次若是没能击杀，那么自己想要再击杀奥菲克斯，那就是难上加难了。到时候奥菲克斯就要警觉太多了。这次是自己的一次机会。陆离在看到距离长安城已经足够远之后，也是慢慢的停了下来。奥菲克斯追了这么久，见到陆离突然停下来，猜测有诈的奥菲克斯也是直接停了下来。只见他说道：“哦，怎么停了？难道是有埋伏？还是说你的技能已经不足以支撑你如此高的速度了呢？”第199章战斗一触即发。奥菲克斯说的不错，陆离的技能效果已经消失了，速度也是降了下来。另外确实有诈。陆离准备开始反击了。魔法盾，提提里斯的爱护，马斯克之力，各种的护盾类技能和增加属性的技能，陆离全部用了出来。不过速度相关的技能就只有几个可以用了，暂时让陆离的速度保持在一个比奥菲克斯慢一点的数值。借助这些护盾和防御的增加，让陆离不至于直接被奥菲克斯秒杀掉。陆离不得不如此小心，因为奥菲克斯的硬实力实在是太强的。若是陆离不提高自己的防御属性，奥菲克斯高达180万的物理攻击，随手一击就是对陆离能够造成100万的伤害，而陆离的生命值也不过是200万而已，也就是说很有可能陆离根本没吸血回来就已经被他秒杀了。所以陆离才会如此小心，将所有的防御类的技能全部使用来抵抗奥菲克斯的攻击。轻影霓裳舞，增加自身 50% 速度，在效果持续期间有 40% 的概率免疫下次伤害。这个技能对陆离来说很关键，他必须要保证自己不会被奥菲克斯秒杀掉。刷，陆离直接反身冲向奥菲克斯。哦，竟然还要反击，难道还真想要杀掉我？就凭现在的你吗？你难道真的以为你不到1年的时间就能击杀我吗？我可不是玩家，我的实力可比你厉害多了，不然我也不会主动来找你。奥菲克斯不屑一笑。奥菲克斯虽然看不到陆离的具体信息，但是他知道陆离的实力不可能比得上他的。这是多年的经验，以往的玩家在主城刚开的阶段都是40多级，能够到达50级的都很少见，况且陆离可是才进入游戏不到1年啊。虽然陆离很天才，但是奥菲克斯觉得陆离的实力再强也不会赶上自己的。奥菲克斯的猜测确实不错，
陆离的等级也不过是45级而已，而且属性上也是被奥菲克斯完全碾压的。60级的 NPC 还是城主，实力自然是很强的，所以奥菲克斯这样想没有任何问题。可惜的是，陆离身上的变数实在是太多了，就像奥菲克斯想象不到陆离的背包里装着女士内衣一样。是的，陆离在赶路的时候又使用了盲盒，然后就得到了。所以奥菲克斯是玩低估了陆离的。奥菲克斯开始攻击陆离，这本就是他的计划，他就要杀了陆离。陆离与奥菲克斯接触，开始战斗。奥菲克斯也是看到了陆离身上的护盾，但是他并不以为意。对于60级的奥菲克斯来说，陆离这样的玩家就像是蚂蚁一般，听命于死。奥菲克斯大喊一声，接着手持长枪戳向陆离。负0，免疫。巧合的是，陆离直接就免疫了，轻盈你长舞起效果了。反观陆离，一剑打在奥菲克斯身上，造成了150万的伤害。唰！奥菲克斯直接一个后退，面色开始严肃起来。什么情况？这就有些出乎意料了，自己的伤害竟然被一个玩家免疫了。好，暂且把你的这次效果当做一次技能。但是，你这150万的伤害又是怎么回事？虽然我有5000万的生命值，想要杀死自己需要40乃至50次攻击才行，但是这依旧是不可思议的。现在的玩家对自己能够破防，我可是120万的物理防御啊，怎么可能？而且还是造成了150万的超高伤害，这不合理啊！难道这次的一个固定伤害的技能？那就有趣了呀！厉害！他说你是天才，确实是如此，太夸张了，短短时间内就成长到了如此地步，还有这么强力的技能，厉害！奥菲克斯嘴上夸赞着，但是还是继续攻向陆离。他不信陆离的技能能够持续很长时间。啪！中了，但是负0，免疫。大大的免疫2字让奥菲克斯忍不住皱起了眉头。负1200000，又是120万伤害。奥菲克斯有些震惊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自己难道要和一个40多级的玩家打得有来有回吗？在这个阶段，自己不应该是完全无敌的吗？不应该随手一击就能击杀掉他吗？本应如此，5000万的生命值让奥菲克斯确实一直是不死的存在，这也是城主的优势所在。比起其他角色，自己的属性是很夸张的。即使玩家成长到同等级的地步，单挑也不会是他的对手。这也是奥菲克斯如此自信的原因。只是现在事情的发展似乎是有些出人意料了。作为一个城主，而且是最老的一批城主，他的实力是3级主城城主中最强的一批，比他还强的也没几个了。结果现在自己亲自来击杀一个玩家，竟然还被拖了这么久，这就有些丢人了。奥菲克斯承认，在最开始的时候，自己是有些猫捉老鼠的味道，自己是想要戏耍一下陆离的。但是现在自己已经认真起来了，但是结果还是没能拿下。幸亏陆离是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的，不然自己怕是要偷鸡不成蚀把米了。这种事情一旦自己被查出来，城主这个身份是别想要了。这是奥菲克斯的想法。陆离的想法则是什么？你还在担心城主的位置能不能保得住？呵呵，这次让你人都直接蒸发。要知道这里可是神域世界，陆离能用的底牌实在是太多了。就算在盲盒中抽到了很多稀奇古怪甚至是不堪入目的物品，但是依靠转盘和盲盒，陆离还是得到了不少的有用的宝贝的。而现在似乎就是使用他们的最好时机啊。不过此时的奥菲克斯血量几乎是满的，暂时没有暴露的必要。第200章与奥菲克斯的激战。在距离长安城很远的位置，甚至更接近另一座2级主城，在山脉中，二人一直是处于激烈的战斗的。技能轻影霓裳舞的效果尚未消失，陆离自然是要趁着轻影霓裳舞持续的时间多打一些伤害了。各种强力的输出技能也是全部使用。春甲咆哮，陆离同心，无坚不摧，断绝斩，马斯克的火箭支援，琉璃轻音舞，破晓黎明剑，传说级的技能全部直接使用。不到10秒钟，陆离就对奥菲克斯造成了1000万的伤害。反看奥菲克斯10次攻击也不过是只命中了2次，一次是打在护盾上，第2次是将护盾打破，但是掉落的血量直接就被陆离吸血吸回来了，而其他的更是被陆离全部免疫了。奥菲克斯现在有些慌乱了，他实在是有些不明白现在的情况了。自己明明属性这么强，本该是轻轻松松击杀青山离的，为什么现在反而是自己的生命值掉了1/5？青山离的免疫技能也太变态了吧，这根本不是新手服务器应该有的啊！免疫伤害也就算了，为什么还能持续这么久啊？至于青山离高额的伤害，奥菲克斯已经明白了。如此高额的伤害，而且伤害数值也比较接近，
又能如此持久，那肯定是无视了自己的防御的。可惜了，他竟然直接无视了自己的防御，那么自己超高的防御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但是还是那句话，无视防御这种特性怎么会出现在新手服务器呢？这不合理啊！在奥菲克斯思考的时候，陆离仍旧在疯狂输出。奥菲克斯无奈之下，也是用出了杀手锏——骑士荣耀，直接回复了1000万的生命值，基本就是恢复满生命值了。这就是骑士的特有技能了。骑士的特点就是既有输出，也有坦度，还能回复自己的生命值。当然，骑士的缺点也很明显，各方面都有，也都很均衡，但是就是各方面都不突出，所以他才会对陆离感到棘手。若他也是个剑客，现在还真能直接秒杀陆离。陆离对此也很无奈，陆离是知道他有哪些技能的，自然也是知道他会回血，所以陆离此时很无奈，但是也是在自己的意料之中的。陆离继续使用技能对奥菲克斯展开攻势，虽然已经使用了很多的技能，但是陆离的技能足够多，完全不缺，技能早就已经形成循环了，只是伤害会有不同而已。轻硬霓裳舞持续的时间内，陆离也是直接对奥菲克斯造成了4000万的伤害。可惜的是，奥菲克斯回复了很多的生命值，目前仍旧有着3000多万的生命值。可恶，青山里，你还真是给了我很多的惊喜啊！啊！奥菲克斯此时已经是十分愤怒了，陆离的实力竟然带给他如此大的困扰。赛银之指，只见奥菲克斯长枪一指，陆离直接就是被控制住了，陆离直接被眩晕，而奥菲克斯则是哈哈一笑，直接再次一个位移来到陆离的身边。接着就是奥菲克斯最高的伤害型技能，哗！长枪狠狠地戳在了陆离的身上。若金翅矛，负1200000，再次又是一个挥扫，赤银横扫，负1200000，天元一星，砰！陆离再次被插了一枪，接着陆离便是直接倒地了。哈哈，终于被我逮到机会了！这么长的时间，难道你以为我就是无计可施了吗？刚才就是你的护盾真空气，我的技能可以对你造成最高的伤害。奥菲克斯一边笑着一边说着，似乎是对空气说话一样，但是奥菲克斯丝毫没有尴尬。他现在终于是杀死了陆离，正是放松下来的时候。他作为一个60级的 BOSS 级人物，杀一个40多级的玩家竟然耗时这么久，他已经觉得自己很丢人了。若不是根据对战经验，这次看到了陆离的破绽，也不算是破绽吧，就是一个护盾真空期，能够在陆离只有生命值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控制技能对他造成全部的伤害，这才能够成功秒杀他。对付陆离，现在也只能利用高频率的技能对陆离进行秒杀了。想要慢慢耗死陆离，依照刚才的对战经验来看，是不太现实的。呼！奥菲克斯吐出一口气，准备离开原地。这次虽然很是曲折，但是总归是击杀了陆离。而且现在看陆离的实力，竟然是已经如此强大了，隐约都能和自己掰一掰手腕了。还好自己技高一筹啊！还好自己最近就来击杀陆离，阻拦他的进步了。不然的话，若是再晚一段时间，自己再想要击杀陆离，就更有难度了。等陆离复活，隔上几天自己再来找他一次，就算他憋在城里不出来，那他就是自断一臂。想要增强实力增加等级，他绝对是会出城的。就在奥菲克斯即将离开的时候，突然一剑从奥菲克斯背后出现，负200万。同时出现的还有超高的伤害，是陆离。陆离没死。